水碧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房间，装饰素雅简朴，但又处处透着灵动可爱，无一不显示出主人的用心。哪怕这间房间让水碧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也绝不是她刚刚翻新好的富丽堂皇的寝卧。她今年30有6，是已逝的刘福隐的小妾。前段时日1年守丧期刚过，便迫不及待地将院子翻新，打算在为数不多的时光里好好享受。昨日是她刚进来住的第1天，水碧还记得入夜后的场景，室外寒风呼啸，而屋内燃着炭火，温暖如春，火光映照在满室的珠宝器具上，晃得人眼花。而眼前的房间虽然处处透着温馨，用料也不差，但比起她精心布置的寝卧还是差了许多。摸着身下普通的蚕丝锦被，水碧一瞬间想了许多，难道是福以杰那个贱人终于忍不住，哪怕他时日不多也要出口气？这刘府也就福以杰这位原来的当家主母还有点骨气了。水碧长着刘府的钱财，故而和府上下从上头的主子到下头的仆从，无一不养他鼻息过活，哪怕是这座宅邸的继承人，福以杰的儿子都对得笑脸相迎。哪怕他原本是青楼出身。恰在这时，一股凉风推开窗户，卷起落花送了进来。水碧下意识地看过去，只见窗外开了一束桃花，正合了那句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水碧呢喃道：他想起来这是哪了？这是他20年前的居所。20年前的他还不叫水碧，他的名字如同眼前绚烂之景，汇风和煦，景物明媚。林宣言，他的名字。16岁的林宣言正值碧玉年华，是武安侯府的嫡女。虽生母早逝，且她因身体虚弱被继母送来了郊外别庄，但这也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春日赏花，夏日采莲，秋日登高，冬日观雪，4时之景，此刻如同走马灯一般在她眼前走过。可惜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就如春雪消融，再也找不回了。洪明3年，同父异母的姐姐在宫中因给皇帝下巫蛊，全家被牵连，男子斩首，女子沦为官妓。那时已经被改名的水碧始终不明白，她明明只在每年春节的家宴上见过这位姐姐，可为何继姐犯罪要连累她？后来的8年，水碧在青楼中挣扎沉浮，苦学琴棋书画，经历的男人也早已数不清。可惜就算当上花魁，也抵不过红颜见识。红颜逝去的妓女是楼里最底层的玩意儿，什么样的男人都能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欺负。水碧觉得这样的人生还不如躺在街上要饭的乞丐，好歹不用伺候各式各样的男人。经过一番谋筹，刘福隐给他赎了身，还千方百计地将他身份弄成了良家子，刘家的一门远房亲戚，因丈夫死了，跑来投奔到当家男主人的床上，也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想到这里，水碧凄惨一笑。消掉她妓女的过往，是为了刘福隐的官途，担心有人会因为她的身份攻讦她。至于为何非水碧不可，真爱在青楼里谈爱是最可笑的事情，只有谈情。可刘福隐对水碧既无爱也无情，是因为他在床上是个变态。在良家女子面前，他要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但对上青楼女子就什么都不用考虑了。水碧为了离开青楼这个虎口，不惜跳进另一个狼穴。这时的他是25岁。又过了9年，终于哄骗的刘福隐将全部身家交给他，水碧这才给刘福隐下药，终于在他35岁逝世。可惜他的身体早已因为这些年来的凄苦变得千疮百孔，哪怕用上了各种奇珍异草，也不过是苟延残喘。结果都城传来消息，武安侯的嫡女，宫中的那位贵人因妻子有功，从冷宫获释。凭什么？我不甘心！水碧冲着满室的寂寥怒吼。窗外的鸟儿被惊走，扑棱棱的展翅声渐飞渐远，随之而来的是愈行愈近的脚步声。门忽的被推开，阳光在来人的身后铺开，带着温暖和煦的气息，将他拥了个满怀。小姐，我的小姐怎么哭了？可是做了噩梦？熟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小姐不哭，梦都是相反的，做了噩梦，象征着小姐接下来会行好运。水碧置若罔闻，看着记忆里早已模糊的面容在眼前清晰的模样，大颗大颗的泪珠在脸庞上滚落，咬着唇瓣上说不出话来。香珠姑姑，母亲的婢女，姑姑看着她长大，俩人在侯府里相依为命，不是母女胜似母女。可惜姑姑死在了大牢里，再不能得见。水碧能够在后面的日子忍了那么多年，全是因为姑姑临终前的一句话：好好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水碧看着如今在她眼前的香珠姑姑，窗外的阳光正好有一缕映在她的裙角，在地上投射出一点阴影。有影子，那便不是鬼魂，是梦吗？姑姑，水碧用近似气音的声音唤道，生怕惊扰了梦中人。哎，香珠姑姑焦急又轻柔地擦拭水碧脸上的泪珠。姑姑在这儿呢，小姐莫哭，无论遇到了什么事，都有姑姑。骗子，你明明早就走了，独留我一人在世上苟活。但这样的话，水碧不敢说出口，害怕心里的委屈被姑姑听到，就再也不入她的梦，
最后所有的千言万语都汇聚成了一句话：姑姑，我好想你。香珠姑姑闻言一愣，随即宠溺地点了点她的眉心。姑姑也很想小姐，一直都将咱们小姐放在心尖上呢。水碧含泪一笑，这才停下了流泪，像是回到20年前那样，冲着香珠姑姑撒娇：我今日想穿姑姑给我做的烟云百蝶裙，还要吃姑姑做的桃花羹。好好好，小馋猫。直到香珠姑姑帮她穿了衣服，做了桃花羹，水碧才渐渐意识到不对劲。她曾也梦到过姑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姑姑的面容上像是蒙了一层白纱，逐渐加厚。过去的一切也都一样变得模糊朦胧，只依稀记得几个大件的位置。可若不是梦。第2章谋划。直到过了好几日，水碧才敢确定下来，如今的她不叫水碧，她的名字是林轩言。此时的林轩言揽镜自照，铜镜里模糊的映照出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容颜，眉不描而黛，唇不点珠，是年轻女郎独有的朝气。就算回到了20年前，林轩言也记不清16岁的自己每日里想的都是什么。许是念叨着香珠姑姑做的吃食，亦或是眺望都城武安侯府的方向，幻想着有一天能让他们后悔。想到这里，林轩言勾起了唇角，铜镜里的女子跟着展颜，满是生辉。她的母亲是武安侯的原配嫡妻，可惜进府后多年无子，武安侯便纳了自己老家苦等多年的表妹。同年，表妹诞下龙凤胎，而她的母亲又过了2年才有喜讯传出。10月怀胎的艰辛，再加上生育时的痛楚，才让她来到这个世界。可惜母亲难产，只来得及见女儿最后一面，便撒手人寰。原配一死，武安侯便急不可待地将表妹生了正妻。而出生就丧母的林轩言被送到了郊外农庄。若不是每年元旦1是阖家团圆之日，他怕是连父亲长何模样都不知晓。3年前，继母的大女儿林寒冬被选为太子侧妃，隔年先皇病重去世，林寒冬顺理成章地坐上了4妃之位。新皇即位，改年号弘明。弘明3年，林寒冬诞下了新皇的第一子，晋封贵妃。谁知大皇子才刚过周岁几个月，宫中便查出林寒冬以巫蛊之术加害皇帝，牵连9族。想到这里，林轩言的笑颜蓦地沉了下去。林寒冬因诞育皇子有功，所以哪怕家人被他牵连丧命，流落风尘，而他却只是被贬入冷宫，甚至在20年后因其子立下大功，从冷宫中走了出来。何其不公！既然上天送他重回一生，他绝不容许自己再走前世的老路。这辈子，林轩言扭头望向皇宫的方向，这辈子他要当普天之下最尊贵的女人。现在是弘明3年，林寒冬刚诞下皇子，而不久后，这座郊外别庄附近也会发生一件与后宫有关联的事情。皇上微服出宫，看上了一位民女，带回了宫。林轩言还记得当时传的各种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虽然各个版本大相径庭，但相遇的地点总是没错的，都是在庄院不远处的山寺旁绚烂的桃花林里。再加上前世皇帝出巡时曾驾临过刘府营府上，所以林轩言是知道皇帝的容貌的。哪怕如今的皇帝更年轻，但五官总是不会有太大变化。偶遇的时间、地点，再加上确定的容貌，林轩言有80%的把握能够顶替那位姑娘进入皇宫。至于剩下的2成，他们是天定的姻缘，无法被更改。不过都能重获一世了，林轩言相信没有什么天定能比得过他的奇遇。如今3月，距离相遇的时间还有1月，但林轩言决定早早去踩点。前世的经历让他坚信，只有将所有的未知都排除，所有的可能最终就只能指向他想走的路。赌是有底气、有后路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小姐，这时候清泉寺外的桃花才开了花骨朵，哪有您院子里的桃花好看？香珠姑姑嘴里说着不赞成的话，但手里却在一刻不停地收拾踏青的物品。林轩言摇着香珠姑姑的衣袖撒娇，姑姑不觉得看着花儿从小小的花骨朵再到全然盛放的姿态，别有一番滋味吗？院子里的这株桃花还不够小姐看的。香珠姑姑瞪了他一眼，扭头对着荀翠嘱咐。荀翠是林轩言的丫鬟，俩人从小一同长大。前世时，荀翠与他一同被冲入官妓，自此荀翠恨上了侯府，也恨上了他，处处给他使绊子。但林轩言从未怪过荀翠，毕竟谁能不恨呢？他也是恨的。若是林寒冬出现在他眼前，他怕是恨不能食其血啖其肉。一个恍神间，荀翠从香珠姑姑的念叨中逃脱了出来，顺手就想牵上林轩言的手。他们虽然是主仆，但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更像是无话不说的姐妹。同吃一碗饭，同睡一张床，哪怕被香珠姑姑训过无数次，却依旧不改。手挽手这种小事，就连香珠姑姑也懒得再去训诫了。可这次，林轩言下意识地将手缩了回来。不待荀翠反应，林轩言赶紧指着山头，佯装兴奋道：“快走吧，再不走就得在家里吃中饭了。”说罢，便兴冲冲地往外奔，看得后头的香珠姑姑直皱眉头，差点没把林轩言给抓回来。
好好顶上水碗走几个来回。荀翠没发现林轩言的小心思，倒是被香珠姑姑沉下来的脸吓得赶紧追上去。小姐等等我。出了别庄，两人队伍变成了3人行，是香珠姑姑安排的侍卫。林轩言虽在侯府是个不受宠的小姐，但这座别庄是母亲的嫁妆，故而在这里还是人人都得尊敬的娇小姐。正如同荀翠不像个丫鬟，这个侍卫也是刚从田地里赶过来的，裤腿上的泥点都没来得及弄干净。刚子，你这……荀翠就没忍住笑出了声，极其张狂。林轩言看着刚子涨红的脸，心头暗道不好，差点忘了出门带着丫鬟和侍卫是小姐的标配了。威风是威风了，可这无疑会妨碍她与皇帝的相遇啊。正如同那些戏文中的描述，小姐与公子私会，可都是避着人的。再说有熟人在，面对皇帝，她也不好做出反常的举动。林轩言想了一路，都在想如何在桃林里支开2人，又不让人怀疑。直到了桃林，他才知晓方才的思虑都是多余的。正所谓人间4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如今眼前的桃林不过刚冒出了白色的花骨朵，藏在层层叠叠的嫩叶中，但桃林枝繁叶茂，只怕略跑几步都能让人迷了眼。若是他在盛开的桃花林中身着一身粉色衣裙，怕是很快就会汇入花丛中，让这2人寻不着。甩脱人的方法寻到了，接下来就是安排偶遇的地点和姿态了。对于这点，林轩言自认还是很有心得的。经过1个月的努力，林轩言不仅在桃林中选好了相遇时的最佳姿态，还揽镜自照将喜怒哀乐的神情练到最动人，更是解决了民女的问题。前世民女之所以会与皇帝相遇，是因为其父感染风寒，她想上山给父亲采药，无意中进入了桃林，遇到了皇帝。而这次林轩言直接找了个理由，赠上白银10两，足以看病抓药了，大概率还有剩余呢。时间越往后推，林轩言竟隐隐有些紧张了起来。毕竟皇上和前世拜倒在他石榴裙下的男人还是不同的。皇上不仅仅是天底下最尊贵的男人，能不能勾搭上他，还关乎着自己的身家性命。不过皇上追根究底也是个有情欲的男人，既是红尘中的男子，那就免不了被美色所惑。别的不说，能当上花魁的容貌，又岂是常人所能比的？这般一想，林轩言反倒恢复平常心了。林轩言对镜一笑，眉眼尽显魅惑，像是暗夜里勾人魂魄的妖精。然而随着门外的脚步声走近，在门被推开的那一刹那，魅惑顿消，转眼间成了清纯佳人，正对着门口展颜。荀翠，今日姑姑又给我们带了什么好吃的上山？今日是百花糕、玉兰花馔、凉拌荠菜，再配上香香暖暖的桃花粥。说着说着，荀翠忍不住咽了口水。林轩言正想打趣呢，荀翠却突然嘴角一瘪：“小姐，咱们今日可以不上山了吗？眼瞅着和皇帝相遇的日子近了，怎么可能不上山？万一就是今天呢？”不行！林轩言叉腰，如今正是山林桃花盛开的好时节，之前都去了，岂可在最后关头放弃？可是日日走，小姐您不累，我可是走得腰酸腿软的。荀翠央求，就今日，小姐，就今日不去成吗？林轩言坚定的摇头，你可以在家不去，我要知柳或者佩玲就行了。不行不行！荀翠一听这话就急了，小姐不许找他们，我陪小姐去。小姐去哪儿，荀翠都陪着。林轩言冷哼了一声，故作冷艳的踏出房间，使得荀翠摸不着他的心思，一个劲的在身旁讨好，生怕林轩言寻了旁人。林轩言看着这样的荀翠，心头是既好笑又有些难过。明明当初这样要好的2个人，可偏偏最终生了恨。林轩言宁愿荀翠如今不要这般好，这样就有理由将他打发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4月的天气渐渐暖和了起来，刚爬上桃林，林轩言的身上便有了一层薄汗。荀翠见着林轩言仔细嗅着自己身上的味道，取笑道：“小姐自己要爬山，结果上了山第一件事却是闻自己身上有无汗味。既如此，小姐何不在家待着呢？您院中的花儿虽已开始凋谢，可仍是极美的。”林轩言瞪了一眼，如今荀翠的胆儿是愈发大了，竟连主子都敢打去了，看来得叫香珠姑姑好好给你紧紧皮了。香珠姑姑就是荀翠的命门，一抬出她，荀翠的气焰便瞬间消散，在嘴上划了一道，示意嘴缝上了。搞怪的模样，就连一向沉默不语的刚子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取笑不了小姐，难道还治不了一个小刚子？荀翠自认是小姐身边第一大红人，哪能容忍刚子的嘲笑，当即一个怒视瞪了过去。林轩言摇头失笑，不去管身后2人的眉眼官司，踏步朝着桃林深处走去，很快便消失在2人的眼前。经过这1个月来，林轩言时不时的在桃林中闹失踪，2人早已习惯，任由林轩言在桃林漫步。此时的桃林正是开得最好的时候，入目所见皆是层层叠叠的粉，偶有花瓣随风飘落，落在树下佳人的发梢肩头。若是佳人恰好仰头伸手捧住了一朵落花，望向落花的眸中更是散落了星星点点的欣喜，是否能让人见之忘俗呢？林轩言就是在这时遇见的皇上。第3章。
登徒子，姑娘一人在此赏花。一道清朗的男声自树后传来，惊得林轩言掉落了手中的落花，神情慌乱地望向从树后走出的男子。林轩言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直到撞到身后桃树落了几朵花，这才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冲着男子行了个礼。见过公子，小女子不是一人来的。齐朝策四处眺望，随后回了林轩言一个疑惑的表情。林轩言也意识到了此时此刻这里只有他们两人，但已退无可退，只好捏着拳头强装镇定道：家中仆人在附近呢，我唤一声就会过来了。只可惜抿着的唇瓣隐隐有些发白，暴露了他此刻的心境。见女子如此模样，齐朝策瞬间明悟了过来，这是在怕他。齐朝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女子这般想离他远点，不由得有些新奇，随即心念一动，恶趣味地朝着林轩言走了过去。公子，你要做什么？这下林轩言连表面的镇定都维持不下了，望着齐朝策越走越近，嗓音都颤抖了起来。齐朝策在距离林轩言还有几步的时候停了下来，毕竟他只是想吓一下眼前的小姑娘，并不是真的要做什么。但林轩言并不知齐朝策内心的想法，他只觉距离已经近到自己能闻到男子带来的陌生气息与压迫感，脸色又白了几分。林轩言的表现很好的满足了齐朝策突如其来的恶趣味，但又觉还不够，随即压低声音故作深沉道：在下只是觉得姑娘与武林色衣相得益彰，让小可忍不住想亲近几分。言语调戏还不够，又从枝头折了一朵桃花插在林轩言的青丝间。虽是故意所为，可鲜花配美人实乃美景。此刻的齐朝策不可抑制地动了想将此景长长久久保留下来的心思，但林轩言却没让齐朝策有太久的欣赏的时间，鼓起勇气一把将其狠狠推开。登徒子，齐朝策自幼习武，此刻不察，倒也被林轩言推开了几步。再看向美人，眼睫下滚落了几串泪珠。齐朝策虽觉美人带泪也是极美的，可也知晓不能再过火了。齐朝策又往后退了几步，正色道：方才言语行为冒犯了姑娘，是在下的过错。林轩言一愣，眼泪都忘了继续流，就看着齐朝策嘴唇一张一合道：姑娘外出最好不要与同伴分开，若真不慎走失，身上带把利器也好防身。正巧今日带了把匕首，现赠与姑娘，还望姑娘原谅在下的过失。林轩言还没从男子截然不同的动作神情中反应过来，眼前就递过来了一柄匕首，看起来古朴大方，毫不起眼的模样。林轩言看了看匕首，又看了看男子含笑的眼眸，鼓起勇气一把拿过匕首并抽出，寒光立现，看起来挺锋利的。这时林轩言才缓了口气，原来现在的公子才是真的啊。林轩言扬起犹带泪痕的脸庞，冲着齐朝策展颜一笑，让所见之人只觉漫天的花瓣飞舞，也不及眼前的美人如花。齐朝策的心有点发痒，酥酥的。多谢公子告知小女子外出的注意事项，还亲身示范了登徒子的模样，小女子感激不尽。至于匕首，林轩言犹豫了一下，待会儿小女子找到下仆时，还是还给公子吧。齐朝策轻笑，相逢即是有缘，匕首就当是在下送给姑娘的见面礼。说罢，抬腿便走。男子身量颀长，3两步便走了好一段距离。林轩言不是个爱欠人情的性格，只好小跑着追上去。我姓林，住在山脚的农庄里，公子若想取回匕首，寻我便是。回应他的只有男子大步离去时惊起的林中飞鸟。待确认男子的身形的确再也看不见了，林轩言这才转身露出了一个胜券在握的笑容。男人来之前，他就发觉了附近有人，于是故意用石头砸跑了几只鸟，弄出响动吸引人过来，并做好了捧花的动作。这是他试验过的最美姿态，练习时手都不知僵了几回。若是来人不是皇帝，林轩言也做好了迅速离开的准备。毕竟1个月的时间可不是用来吃干饭的，桃林就算再茂密，他也才好了一条出去的最佳路线。倘若没能甩开，怀中也早就备好了草木灰，绝对一扬就能迷人眼。不过林轩言在看见男人的第一眼就知道他是皇帝了，之后所有的动作神情乃至临走前说的话，都是他精心揣摩过许久的，一切都如他所料。男人嘛，万万人之上的皇帝又如何？林轩言把玩着手中的匕首，嘴角勾起轻蔑的弧度。男人对女人势在必得的神情，他实在太熟悉了。虽不知前世那位民女是如何与皇帝相识并进宫的，但如今的林轩言已丝毫不慌，男人已经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了。临近午时，这边的林轩言席地而坐，心无旁骛地品尝起了香珠姑姑准备的午饭，吃得不亦乐乎。就连沉默寡言的刚子都忍不住说了句：小姐看起来很高兴。那边的齐朝策刚回到寺庙，就收到宫中传信，不由烦躁地捏了捏眉心，却也只能打道回宫。直到晚膳时，看到桌上的一碗桃花羹，粉嫩的花瓣在米水中沉浮，将他的神思顷刻间就拉回到了几个时辰前。人比花娇，安山，清泉寺山脚的一位林姓姑娘，你去打探一下。安山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是。林轩言醒的时候，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不知在何时已经停了。
荀翠听见响动，掀开帘子询问：“小姐醒了，现在要起床吗？”林轩言点点头，起身。荀翠拿过一旁早已备好的衣裙，道：“昨夜下了雨，上山的路定泥泞不堪了。香珠姑姑说今日就在家待着。”林轩言扭头看向窗外，房檐还在滴着昨夜的雨，桃树下的土地一片狼藉，落红混在泥土里，快分不出原本的颜色了。此刻上山的确不方便。第4章，桃林深处有妖精。这个念头在林轩言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但他毫不犹豫道：“不，我要去。”自3日前与皇帝的相遇后，就再也没了动静。不仅没有想象中圣旨，且这几日都未在桃林见到皇帝。虽然林轩言擅长观察男人的神情，他能够确定皇帝一定是对他动了心，但能不能入宫为妃，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由不得他有半点差池。道路泥泞又如何？只要能走，他就不能放过一点希望。小姐，听到林轩言的话，荀翠不满地跺了跺脚，但看着林轩言的神情，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撅起的嘴，足以让人看出他的心情。荀翠是真弄不明白，那片桃林就算再美，看了1月也该看够了才对，总不会是桃林中有妖精迷了小姐的魂吧？荀翠给林轩言梳妆打扮好，便去端早饭了。很快，饭菜的香气就传了过来。小姐，林轩言诧异地看向门口，姑姑。荀翠又躲懒，让你帮忙了。香珠姑姑未接话茬，径直走进室内，将早饭摆好。饭菜的香气在阳光的蒸腾下散发出似云似雾的迷障，一时间房内只能听见碗筷磕在桌面上的声音，更显寂静。姑姑，林轩言疑惑，直到香珠姑姑将饭菜摆好，又将门关上，才看向一脸忐忑的林轩言问：“雨季未干，小姐为何执意要日日上山？”林轩言的心一紧，佯装镇定道：“我不是早与姑姑说过了吗？我就是喜欢山上的那片桃林。小姐现在不肯与我说实话了吗？”香珠姑姑叹了口气：“姑姑。”林轩言张了张嘴，心头思绪急转，最后还是垂下眼眸，含糊道：“我就是想去。奴婢是看着小姐长大的，小姐的反常是瞒不过奴婢的。”林轩言握着筷子的手一紧，埋头往嘴里塞了几口饭。前世他早已练就了伶牙俐齿，可是面对香珠姑姑，就像有石头梗在了他的喉间，让他说不出一句谎言。这副模样落在香珠姑姑的眼中，却是小姑娘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心思了。他知道这是正常的，但想起那日看到的东西，还是没忍住。奴婢看到了妆帘最里面的那柄匕首。林轩言怎么也没想到，竟是在这里出了纰漏。该怎么解释呢？实话，还是蒙混过关？香珠姑姑见林轩言不回应，又道：“小姐长大了，有了倾慕的男子实属正常，可思乡受是大忌。小姐行事前应与奴婢商量才是。”林轩言发现了不对劲，原来香珠姑姑是怀疑他有了倾慕的人，而不是怀疑他重生以来的反常。林轩言松了口气，干脆将计就计，讨好的朝着香珠姑姑笑了笑：“没有思乡受，是那人非要送我的。小姐没有送东西给那人。”林轩言摇头，皱眉道：“我不认识他，怎会送东西与他呢？姑姑，难道在你心目中，轩儿就是这般轻浮的人？”香珠姑姑连忙道：“自然不是。”林轩言这才满意的笑了。可香珠姑姑岂是这么好糊弄的？那小姐能老实告诉姑姑，每日去桃林可是要去与那人见面？林轩言犹豫了下，最初的确是想看山上的桃花，后来我是想把匕首还给他，才想着能不能再碰到他。一段话被林轩言说得吞吞吐吐，香珠姑姑岂能不明白其中含着的少女心事？香珠姑姑既是感慨吴家有女初长成，又是担忧男子的身份与来意。他家小姐虽然不被侯爷所喜，可毕竟是名门闺秀，比这世上许多人都强出太多，保不齐就有白丁想借着他家小姐上位。不过香珠姑姑忆起那柄匕首的模样，虽然看着毫不起眼，实则古朴大方，非一般人能用得起的。可就算不是别有心思，小姐容貌严厉，也足以引来狂风浪蝶，只为贪图一晌欢乐呢。男子行事放浪形骸，叫做风流；女子稍稍出格一点，就是荡妇。小姐年幼尚不懂世事，她必须得给小姐把好关。香珠姑姑打好主意，哄劝道：“我让知柳拿着匕首去桃林等她，小姐就不必踩着这泥泞的土地上山了，弄脏了衣裙可不好。”姑姑，林轩言不依，我想亲自还给她。再说，还她匕首只是一件事，另外我也想看看被雨洗过的桃林是一地残红，还是花瓣拖着朝露。香珠姑姑还想再劝，林轩言直接一摔筷子：“姑姑就是不相信我罢了，觉得我是轻浮的女子。”果然，一用这招，香珠姑姑就拿她没办法，只好满口答应下来。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林轩言看着门口排排站着的4人，不由怒视了香珠姑姑一眼，扭头就往山上走。后面传来香珠姑姑的声音：“今日路滑，你们可得看好小姐了，若是小姐有半点闪失，仔细你们的皮。”今日出门的随从，除了荀翠与刚子，还有知柳和大柱。林轩言一点也不怀疑，若是今天不是铺子管事过来汇报的日子，
香珠姑姑一定会亲自跟着的。对，林轩言烦躁的抠手指，他虽是重活一世，可上辈子民女究竟是如何与皇帝相知相识乃至进宫的，他是一概不知。若是过了这一村，可就没有下一个能与皇帝见面的店了。虽然明年皇帝会选秀，但继母是绝对不会让他有这么机会的，而且时间也不够。明年3月选秀开始，6月林寒冬做的巫蛊娃娃就被发现了。他就算进了宫，满打满算也就3个月的时间，最后的结局大概率也就是和林寒冬一起被打入冷宫。如今被香珠姑姑发现，勾搭皇帝又有了一重阻碍。可他总不能告诉姑姑不抱住皇帝的大腿，最后你的宝贝小姐就会去当妓女吧？那么第2日就会有道士上门给他做法了。林轩言表示心累，胡思乱想间，桃林已在眼前。林轩言看着桃林入口处泥土，一串脚印印在其上，沿着小路蔓延了至深，再加上鞋底的花纹似乎是龙形，林轩言断定皇帝就在桃林中。那么问题来了，林轩言转身看着身后4人，该怎么才能甩掉他们呢？第5章，鱼儿上钩了。知柳，你与大柱去寻一处干净的地方，好让中午有个地方吃饭。昨夜下了雨，今日定能在小溪里捕到鲜美的鱼儿。刚子，你去抓几条鱼来，中午加餐。荀翠去摘点桃花来，我前几日在书上看到，说是被无根水淋过的桃花沐浴，能让皮肤变好呢。林轩言一条条的吩咐下去，将人打发走，但荀翠不依。荀翠笑嘻嘻的跟紧林轩言，香珠姑姑说了，今日可得看紧小姐，不能有半点闪失。荀翠就跟在小姐后头摘桃花。林轩言无法反驳，只好让荀翠跟着，反正已经甩掉了3个，待会进了桃林再找机会将荀翠甩掉便是。昨夜雨疏风骤，桃花盛放却依旧。若是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看来，说不定得指着地上落着的花瓣附上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但在林轩言看来，经过风吹雨打，仍屹立枝头的桃花更显生机。如此生机勃勃的桃花，若不能亲密接触一番，岂不可惜？林轩言趁荀翠一个不注意，就往桃树后面躲，随后悄咪咪地穿过好几棵树。就在林轩言想趁机溜走时，荀翠已经发现林轩言不见了。小姐！荀翠大喊，小姐你去哪了？小姐你又偷跑。香珠姑姑说了，今日要好好看着你。荀翠倒是不担心林轩言会出事，毕竟这1月来自家小姐独自行动她早就习惯了，不到吃饭的时候绝对不出来。这边的林轩言看着荀翠一边呼喊一边就往自己这边跑了过来，心里一急，一咬牙就提着裙摆上了树。雨天不仅路滑，树皮也滑，好险没爬上。林轩言蹲在树上，看着树下的荀翠一边喊着一边走远，直到只剩下风吹落桃花的声音时，林轩言才准备下树。哎呀！林轩言惊呼出声，脚一滑，手也没抓稳树枝。此刻他的心里只剩2个字：完了。过了许久，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林轩言一脸紧张地睁开眼睛，就见他日思夜想的那张脸呈放大状出现在他眼前。棱角分明的脸，清晰的下颌线，一双眼生的凌厉，但垂眸看人时却如深邃的海，让人沉醉。这样的一张脸放在真正的16岁少女面前，或许真的能让人心头小鹿乱撞。但林轩言早已身经百战，不过一愣神就憋住了气息，让自己脸颊泛起红晕，似是害羞的垂眸，实则撩人的抛了个媚眼，嗓音细若蚊蝇道：多谢公子出手相救，还请公子放我下来。齐朝策一言放下，拱手道：在下失礼了，公子出手相助，该小女子感谢才是。边说，林轩言赶紧退后了几步。姑娘好有雅兴，道路泥泞也上山来赏花。齐朝策嗓音温润，但内心却有别的思量。他回去后的第2天就知道了林轩言的生平。齐朝策承认，那日他对林轩言动了心思，可宫中已有一个林贵妃，再来一个林家女，不利于前朝后宫的制衡。再且，自从年初林贵妃诞下皇子后，他除了去云木宫看孩子，再为佟贵妃行过云雨之事。虽以担忧爱妃身子为由，但难免被林家猜出真正意图。中宫无子，齐朝策不打算让林氏继续诞育皇儿，那么林家用另外的女儿来顾宠，也不无可能。哪怕这个女儿从小不受宠，齐朝策原想忘记3日前的相遇，可昨夜下雨，林寒冬以皇子受惊，将他从皇后宫中叫了过去。看着贵妃娇嫩的脸蛋，他却不受控制地想起了怯生生地站在桃树的林轩言，仰首望着飘落的花瓣，眸中映着阳光穿透枝头落下的斑驳光影，美得像9天之上的玄女，一颦一笑都撩拨心弦。于是今日一下朝便过来了。来的时候希望能见到美人，可见到了，齐朝策却满是失望。又是算计吗？林轩言不知道齐朝策的心思，回道：赏花是次要，主要是想见到公子。齐朝策眉一挑，这是连掩饰都不要了。这几日我日日都上山来，就是想再见到公子。林轩言顿了顿，将这柄匕首还给公子。说着，
林轩言从袖中将匕首掏出，递过去。这下齐朝策愣住了，欲擒故纵，还是相遇，真的只是偶然。见齐朝策不接，林轩言又往前递了递，但始终隔了一段距离，未曾越举。我与公子素不相识，岂能收公子的东西？再说，林轩言莞尔一笑，今日公子与我有恩，何该是我送礼给公子报答才是？齐朝策也笑了，不知姑娘想要怎么报答我？林轩言内心鱼儿上钩了。林轩言表面直接眼睛微微睁大，一副被齐朝策的不按常理出牌打得措手不及的模样。我看公子的周身气度不似普通人家。林轩言蹙眉犹豫，公子想要我如何报答呢？齐朝策杵着下巴沉思，时间过得越久，林轩言脸上的忐忑就越明显。终于，齐朝策轻咳一声，正打算说出要求，林轩言抢在他前头，急忙补充了一句：我小女子家境普通，还请公子手下留情。齐朝策将林轩言的未尽之语补全，看着他讨好的笑容，将原本报答是将匕首收回的话换成很简单，陪我赏花就行。这林轩言满脸写着不情愿，但还是道：那今日就陪公子赏花一天，不过遇到我家下人时，还请公子避一避。齐朝策满口答应，然而就在林轩言松气时，又补充道：难道姑娘只用1天就想报答完吗？那2天，要不3天？林轩言试探着伸出3根手指，方才若不是在下阶的及时，姑娘摔下来，恐有树枝划伤脸的风险。齐朝策无奈摇头，姑娘是觉得你的如花容颜只值3天吗？林轩言被男子的无赖惊得瞪大双眼，但思及报答一事是自己提出，只好不情愿问道：那公子觉得几天合适？第6章一旬之约。齐朝策不说话，只一脸笑的伸出1根手指。1旬？林轩言犹豫道。手指摇了摇，林轩言不想说话了，一脸气鼓鼓的模样。这人看着文质彬彬，行事比流氓还无赖，还请公子放尊重点，小女子虽家境普通，但也是有规矩的人家。见人真的生气了，齐朝策也只能见好就收，1旬就1旬，姑娘可不能食言。林轩言这才缓和了情绪，又拿起匕首往前递，匕首我也不能收，公子收回吧。这次齐朝策说什么都不同意，笑话，他堂堂天子，哪有送出去的东西还收回来的道理？最后以一句你若不要便扔了，才停止俩人无意义的推拒。林轩言一脸不情愿地将匕首塞回了袖中，早给这台阶下多好，这么贵的匕首呢，老娘恨不得天天挂在身上显摆。然而俩人在林中还没走几步，就听到知柳呼喊的声音。林轩言没想太久，慌乱之下直接推上齐朝策的胸口，你快躲起来，我的婢女来了。不过一个说话的时间，知柳的声音便近了几分。别怕，不会让他们发现的。压低的嗓音在林轩言的耳畔响起，男子灼热的气息铺天盖地的侵袭而来。在林轩言愣神之际，齐朝策搂住他的腰一跃，下一刻已经站在了树上。这时林轩言才反应过来，朝霞后知后觉的在他的脸上蔓延。然而反应过来的林轩言下意识就是远离齐朝策，在树上往后退会有什么结局？1. 撞到树干， 2. 掉下树。林轩言很不幸就是第2种，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齐朝策及时将人给抱紧了，才没导致林轩言摔下去。而知柳也发现了这边有树摇晃的特别，急忙赶过来寻人。林轩言也不敢再乱动了，哪怕齐朝策紧紧抱着他往树叶茂密的深处而去，他也只是屏住呼吸，拽着男人的衣襟，生怕被发现。知柳跑过来时，桃树的动静已经停了。他在附近转悠了几圈，完全没想起来往树上看，只当是方才的动静是鸟造成的。待知柳走远，林轩言才后知后觉地松开衣襟，羞道：你快带我下去。一下树，林轩言就赶紧离男人远远的，像是有瘟疫似的。齐朝策还是第一次被人嫌弃的这么彻底，不由无奈苦笑，正要说些什么，就见林轩言低眉垂首，语速急促，却是轻声道：我得先回去一趟，否则他们会担心的。齐朝策看着他，哪怕低头也掩盖不住的羞怯，不知是桃花更娇艳，还是他的脸蛋更娇嫩。好，齐朝策轻笑，明日见。宫中还有一大堆奏折等着他，身为天子，自然不能全然随心所欲。然而林轩言听到这话，很明显的松了口气，连头都没敢抬的就赶紧跑远了。齐朝策忍不住摸脸，她就这么像洪水猛兽吗？这样的小姑娘，在山野间长大的女子，就如同林中的小鹿，是懵懂且天真的。他之前的猜测许是多疑了。跑远的林轩言却不如齐朝策想的那般带着小女儿的娇态，而是迅速让自己从脸红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在看到知柳惊喜的跑过来时，暗自在心底决定给她加个鸡腿。要不是知柳，他怎么能顺势摸上皇帝的胸膛呢？手感是真不错，嘿嘿。虽说前世有过许多男人，
床上之事于他已无太大兴趣，但逃脱不了要与男人有牵扯，那自然是希望床伴是个身体康健有力的，好歹也能爽一下，否则床上也得演戏，多累啊。不过林轩言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连忙摇头，将这个可怕的念头甩出脑外。希望皇帝不是个银样蜡枪头。小姐，跑过来的知柳赶紧扶住林轩言，脸上的笑容在看到林轩言的下裙时立马消失。小姐，你的衣摆脏了，可是有磕碰到哪里？知柳一脸担心，林轩言却只能尴尬的笑笑，可能是不小心蹭到了吧，我并未受伤，应该是爬树时不小心蹭到的。知柳松了口气，脸上重新露出大大的笑容。小姐，奴婢与大柱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可以将吃食摆在上面，刚子也抓了好几条鱼，荀翠正在烧火烤呢。辛苦你们了。知柳摇头，为小姐做事是奴婢们应该的，哪有什么辛苦可言。在前世光阴的冲刷下，他早已将知柳忘得差不多了，只知道没能活着走出大牢。如今再见，才将记忆深处那个沉默寡言的姑娘同眼前的人联系起来。真好，林轩言想着，脸上露出放松的笑容。雨后的春日，除了道路泥泞，不管是风、云还是阳光，一切都是温暖和煦的。这样的天气总是会让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变好。走到大石旁，荀翠立马丢下烧火的工作，凑过来道：我早就说过了，小姐早已对桃林熟悉了，不必去寻。知柳不听，非得去寻您。小姐瞧瞧，我这脸都被烟给熏黑了。林轩言还未发话，知柳立马认错，捡起烧火的工作做了起来。荀翠得意地冲着知柳哼了一声，随即对着林轩言耳语：小姐，我知道您来桃林是与意中人相会，所以才特意没去打扰。林轩言狐疑：你听谁说的？您妆帘中的匕首是我与香珠姑姑一同发现的。林轩言眼眸一转，计上心来，模棱两可道：可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了。声音是又小又急促。荀翠只当是林轩言害羞，立马拍着胸脯保证：小姐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林轩言嗔怒地瞪了他一眼，很满意荀翠的表现。荀翠的举动对于结识陌生男子的大家闺秀是不妥的，但正中他的下怀。是夜，月色如水，林轩言躺在床上把玩匕首。今日发生的事巧合有许多，但所有的事情都恰如他所想的那般发展。经过了今日，就算皇帝心中有顾虑，他也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进宫。在这之前，他曾想过会不会是宫中美人太多，他个人的撩拨抵不过各色莺莺燕燕。但今日一瞧，林轩言有了别的猜想。第7章，猎人要有十足的耐心，定是与林寒冬有关。毕竟他与前世入宫的民女最大的差距就是在身份上。林轩言就算住在乡间，也是朝中2品官员的嫡女，贵妃的妹妹。有时候尊贵的身份不是助力，是阻碍。林轩言思及此，忍不住嗤笑出声。这个身份真是给狗都嫌弃。但他坚信成事在人意，就皇帝眼中，他越推拒越浓郁的性质。林轩言自觉已将皇帝拿捏了，入宫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次林轩言选择将匕首放在枕下美美睡去，相信将其挂在腰间四处炫耀的时日不远了。一日一早，香珠姑姑就守在了林轩言床前，服侍他穿衣洗漱，寸步不离。林轩言无语：姑姑，你这是作甚？香珠姑姑笑眯眯道：今日小姐去哪儿，奴婢就跟去哪儿。果然，他就猜到姑姑会有如此举动。不过他也不急，昨日不是发展了一个内应吗？于是在香珠姑姑的眼里看来，就是林轩言不胜其扰，将自己关在了房内。香珠姑姑倒也没有非要真的眼神不落一下的跟着，只要确认林轩言没有上山与陌生男子有牵连就行。待香珠姑姑一走，林轩言立马招手将荀翠唤来。荀翠一看这悄咪咪的阵势，就知道有大事要交代自己，眼神亮晶晶的：小姐。林轩言轻咳一声：我待会写一封信，你上山交给他。他？荀翠嘿嘿一笑：他是谁？小姐不说清楚，我给错了怎么办？林轩言瞪了他一眼，两腮染上浅红。这山上除了那和尚庙，还有什么人会去？万一呢？你！林轩言做事要打他，恼羞成怒道：他自是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的男子，你去便是。荀翠扭身躲开，催促道：小姐快写吧，我定好好的交到他手上。林轩言瞪了荀翠一眼，展开宣纸，写下几行娟秀小字：今日家中有事，不便履约，还望公子见谅。荀翠只认得几个字，能猜出意思，但他惊叹的是：小姐，你的字何时这般好看了？这是水碧在青楼时苦练的成果。说来可笑，侯爷嫡女时未能学到的琴棋书画，倒是在窑子里成了个远近闻名的花魁才女。眼下的字迹是林轩言特意没有隐瞒的。在青楼中，只凭容貌的只是二等，琴棋书画诗酒花样样精通的才是头名。最下等的青楼都这般了，遑论皇宫，貌美得来的宠爱终究只是一时，
内秀于心，才能外寓于行，支撑着人走到最后。他要将自己的才华技艺展露于人前，首先就得潜移默化的让身边人知道。荀翠的反应让林轩言很满意，当即挑眉笑道：“我可不似某人，整日里只会吃喝玩乐。”某人瘪嘴：“您是小姐，我怎能与您相比？某人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嘛。”林轩言吹干墨迹，仔细叠好，交给荀翠，又忍不住叮嘱：“我与他什么都未发生，你见到他可要稳重些。”知道了，知道了。荀翠拿着信头也不回的离开。林轩言不敢将自己的谋划告诉他人，但并不妨碍他用别的方法让他人从旁协助，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他最擅长的事。林轩言没有十足的把握，今日皇帝会不会来？不过看荀翠回来时的样子，就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了。小姐，荀翠一脸兴奋，那人看起来是个富贵出身，谈吐也不凡，应是官宦子弟。林轩言，何止呢？您说他家里会不会比侯府还大？到时候等您做了少夫人，可不得回去扬眉吐气一番。荀翠一脸神往。侯府，林轩言无声的笑了一下，他可不稀罕回去。说什么呢？难道在你眼中，你家小姐是个贪图富贵之人？林轩言，我是。荀翠连忙话头，林轩言这才没好气的询问，他看了信，可有说什么？他说改日来寻小姐。林轩言蹙眉，寻我？难道他要到家里来？这可不成，姑姑知道了，还不得气坏。小姐别急。荀翠连忙将要站起的林轩言按下，我同他说了，家中不让小姐与外男见面，正看着您呢。那人说他不会让旁人知晓的，还说您还欠他9日。小姐，什么9日啊？林轩言羞恼的将荀翠赶了出去。随着吱呀一声，房门合上，林轩言双手捧着脸往前一趴，前方摆放着铜镜，明晃晃的映照出女子的容貌。他先前想着要赶紧进宫，赶紧改变命运，不过如今看来，眼下的发展更合他意。毕竟男人总是贱的，爱好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他如今与皇帝正处于偷不着的情况，日后进了宫，便是皇帝名正言顺的女人，现在的小性子可都得收敛起来。再说宫中无数双眼睛盯着，与皇帝打闹一下，说不定就有人给他盖以下犯上的罪名。那何不趁现在多多的放肆几回，让皇帝心中的印记刻深一点。想来前世皇帝看上民女，就是头回遇见拒绝他的女子，让他起了兴趣。而林轩言给自己打造的形象，不仅仅是让皇帝偷不着，还得是心里爱慕着他的小女人。男人嘛，总是喜欢征服偷不着的女人，又得意女人对他的爱恋。眼下偷不着的形象立住了，接下来就得让皇帝知道他心里有他。对此，林轩言胸有成竹。然后林轩言一连在家准备了几日，都没见着说好要来找他的男人。他的胸有成竹，可都建立在皇帝过来的前提上。林轩言有些焦急。皇帝不同于前世的嫖客，没了这位还有下位。皇帝是他改变命运，成为人上人的关键。但最终林轩言还是忍了下来，决定在家静候皇帝的来访。当猎人要有十足的耐心。与皇帝分别的第7日，猎物走进了猎人精心布置的牢笼。叩叩，窗棂被敲响，将睡梦中的林轩言惊醒。第8章，归明只能告诉夫君。晨光熹微，将模糊的景色映照在窗纸上。高大的身影让林轩言将提着新的放回了肚子里。谁？林轩言坐在床上，迟疑的开口：“寨主，寨主。”林轩言复述了一遍，随即恍然大悟，顺手披了件外衫，就赶紧跑过去将窗户推开。齐朝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幸好身手矫捷，差点就拍脸上了。你怎么当真过来了？清晨的凉风吹动女子略显凌乱的发丝，比起先前的衣冠整齐，此刻的她别有一番风味。齐朝策放在身侧的手指摩挲了几下，嗓音略带沙哑道：“姑娘还欠我9日，总不会忘了吧？”说起这个林轩言就来气，还不都是因为你送我的匕首？姑姑怀疑我与男子私相授受，整日在家看着我呢，这倒是我的过错。那就……齐朝策沉吟片刻，前几日姑娘未来赴约，两相抵消，姑娘觉得如何？果然这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林轩言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正要说话，结果男人竟还嬉皮笑脸道：“姑娘不请我进去歇歇脚，喝杯茶？”林轩言含羞带愤地瞪了男人一眼，殊不知正是这样的眼神最让人心动。公子莫要胡说，女子闺房，岂可让外男入内？齐朝策笑笑，倒也没有坚持，转身靠在窗前，指着院内的桃花道：“姑娘院中的桃花也极美，不比山上的桃林差。”齐朝策正经起来，还是挺像个正人君子的。林轩言小小的松了口气，回道：“许是院中的桃花看久了，我倒是觉得山林间漫山遍野的粉才是人间至美。除了桃花，
姑娘还有别的喜欢的花吗？有啊，林轩言不假思索，春日的桃花，夏日的荷花，秋日的菊花，还有冬日的梅花，我都喜欢。花儿长得那般好看，哪有不喜欢的呢？齐朝侧失笑，是，世间万千花卉各有千秋，何必要去分一个高低，总归都是美的。俩人如同许久未见的好友一般闲话家常，直到太阳升起，到了平日林轩言起床的时间，院外传来响动，齐朝侧这才准备离开。看着齐朝侧的背影，林轩言脱口而出：“公子明日还是来我院中见面吗？”话一出口，林轩言就意识到了不对，赶紧解释道：“因为家中长辈不让我出门，所以删不救我，我就删。不过齐朝侧沉吟，明日怕是来不了，最晚10日后过来。10日要这么久吗？”又说错话了。林轩言羞恼的想咬舌，但此刻也只能赶紧挽救自己仅剩的矜持。我的意思是，如果隔10日才能与公子见一面，那得要多久才能还完公子的恩情？齐朝侧哈哈一笑，我说最晚，可没说一定。姑娘在家等着便是。尾音随着齐朝侧纵身一跃，随风飘散在空中。林轩言羡慕地看着齐朝侧离去时轻盈的背影，轻功真让人羡慕。前世接待过侠客，据客人所言，轻功是所有武学中最难学的，除了有根骨要求，最为重要的是得有人教，否则练个10年8载的翻墙还是得手脚并用，不似轻功，足尖一点就是几丈高。不愧是富有4海的皇家，轻功而已，又有何难？林轩言畅想了一番自己进宫的滋润日子，然后就躺在床上眼泪汪汪。林轩言病了，自从那日光着脚和皇帝赏花，他就染上了风寒，被香珠姑姑勒令禁止下床，等病好了才能出门见风。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待齐朝侧再次过来时，林轩言正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的看画本，时不时咳嗽2声。距离上次见面过了5日，这次是午后。林轩言对于皇帝所说的10日一见，心中是有猜测的。早朝每开10日休沐1天，估计就是休沐日最清闲，所以这次还没到时间就来了。林轩言内心是极为满意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想见他，想的都等不及了。病中的美人总是格外娇弱的，这次不仅让外男进了闺房，甚至外男举止轻浮了些，也不过得了美人的一个怒视。然而美人自己却不知，含着水光的眼眸，就算再生气，又能有多大的威力呢？不过如鸟语浮心，只有酥麻的感觉。林轩言抱着被子靠墙坐着，将脸埋在双膝间的背中，只余下一双眼睛露了出来。造成这一现象的本人却毫无羞愧之心，继续大刀阔斧地坐在床前，还笑盈盈地询问：“还要喝水吗？”林轩言猛地摇头，一想起刚才的事，他就忍不住脸红。男人问他喝不喝水，他咳嗽的厉害，自然是要的。结果男人倒水过来，却不将杯子给他，径直往他嘴里灌。最后的结果就是满满一杯的水，少说洒了半杯。水渍在他的嘴角往下蜿蜒，男人好心地替他擦拭。风寒导致林轩言脑袋不清醒，直到男人温热的手指离开嘴角，他才想起男女授受不亲，赶紧抱着被子挪到了床角，离得远远的。嗨，林轩言转移话题：“公子5日便来了，可是事情忙完了？”齐朝侧摇头，只是今日突然想起了姑娘。林轩言眼睛圆睁，想起了姑娘院中的桃花，想趁着花期赶紧再赏1日。这次见面是相见时间最少的，一来林轩言生病不能见风，所谓赏花无法进行；二来也是因为生病，哪敢让病人长时间一个人待着，家中也不缺那么个服侍的下人。但这次却是进展最快的，又是临走前：“我与公子多次见面，嗨嗨，却还不知公子姓名。我姓齐，字君临。”齐君临。林轩言将这个名字在嘴中缱绻的呢喃一遍，才抬眸浅笑道：“原来是齐公子。说来齐氏国姓，嗨嗨，齐公子看上去又出身不凡，莫非乃皇亲？嗨嗨，国戚。”看着林轩言清亮的眼眸，齐朝侧模棱两可道：“齐虽不是大姓，可也不少。”谁知林轩言竟一副松了口气的模样，好似完全不想与皇亲国戚沾上边。这样的表现，再加上这段10日的相处，让齐朝侧将先前的猜测完全抛之脑后。姑娘知道了我的姓名，可我却只知小姑娘姓林，好不公平。林轩言却没搭理他，借口听到了脚步声，催促他快走。女子的闺名只能告诉未来的夫君，其实什么男子都能知晓的。从窗户跳出去的齐朝侧听到了室内传来的自言自语。第9章，翻墙使人快乐。齐朝侧不由想起这些10日的相处，明明才见过4次，可这半个月来他却总是想起他。可真是应了那句话，身在宫中心在外。看来将他接进宫中的事情要提上日程了。回到宫中的齐朝侧，第一件事就是吩咐安山在宫中选一个种有桃花的宫殿，桃花越多越好。想了想，又从司库中取了一块暖玉，打算当做下次见面时的礼物。
鞍山因事退出门外时，和侍卫隐晦地交流了一番，得到的结果不禁让他啧啧称奇。他是皇上身边的主管公公，又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所以有许多事情，皇上会瞒着其他人，都不会瞒着他。这段时日，皇上经常出宫，鞍山虽然没跟着，可他仍旧知道的8、9不离十。皇上在宫外看上了一名女子，可巧的是，那名女子偏偏是林贵妃同父异母的嫡妹。中宫无子，林贵妃已然是大，若宫中再来个林氏女，怕真就成了林家的一言堂。他还以为陛下只是一时感兴趣，终究会以大局为重。如今看来，是他小瞧了那位林姑娘。思及此，鞍山忍不住摇头。陛下喜欢哪位，他便看中哪位，就是希望这位林姑娘因常年备受冷落，进到宫中不与林贵妃为伍。宫中发生的一切，林宣言是一概不知。他如今要做的，就是要牢牢地抓住皇帝的心。今日的进展他非常满意，决定拿出准备已久的道具。一幅画，画卷上浓墨挥洒，朵朵桃花跃然纸上，赫然是山寺旁的那片桃林。而桃林的最中间站着一位男子，嘴角含笑。男子的面目画得不甚清晰，但是这不重要，因为很快画中男子的身份就会在这幅画卷中点明。林宣言铺开画卷，下一刻竟直接将画反转过来，让其背面朝上。毛笔吸满了墨汁，林宣言大笔一挥，一个一个娟秀的小字在笔下成型。齐君临，齐君临，齐君临，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整张纸，保准让人一瞧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少女情事。林宣言写完之后，沉思片刻，又在右下的空白处添上了一把匕首的模样。相信皇帝会喜欢他这份大礼的。俩人都畅想着下次见面的情形，可有人不高兴了。这段时日，齐朝策说是出宫体察民情，可宫中的女人哪个不是人精？皇帝究竟是干正事，还是和女子幽会？这么多天了，总有聪明人能看得出来。第一个瞧出来的是太后。别的女人10天半个月都不一定能见到皇帝一次，但太后不同。齐朝以孝治天下，不论皇帝是否真心爱戴太后，定时定点的请安是免不了的。而齐朝策与太后乃是亲生母子，感情自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除非有特殊情况，齐朝策是日日都会去请安。这日请安，太后挥退了太监宫女，旁敲侧击道：“陛下近日可是发生了什么喜事？”母后瞧着陛下，心情甚好。齐朝策看着偌大的宫殿，就只剩母子2人，就知这话不是闲话家常。但他还是想装傻充愣。如今国泰民安，于儿臣就是最大的喜事了。太后无法，只好直言：“休要瞒着母后，以往也天下太平，可没见着陛下是这般神情。”想了想，太后又补了句：“陛下是哀家的妻儿，休想瞒过哀家。”齐朝策无法，只好将林宣言之事简要说出，尤其强调林宣言不受宠爱，自小远居郊外，表明与林宣言相识是意外，不是林家故意所为。但太后的脸仍是阴沉了下去，冷哼一声：“与外男交往甚密，可见家风不严，举止轻浮。”母后，齐朝策无奈苦笑，在母后心中，儿臣竟是这般的人物，只要有女子贴上来，就急不可耐。还请母后相信儿臣的眼光，林氏的确是个不错的女子。可齐朝策越说，太后脸色越差。最后齐朝策没办法了，烦躁道：“不过一个弱女子，儿臣乃天下之主，什么样的女子，儿臣不可以拥有？”反倒是这句话让太后的脸色稍稍缓和。那陛下可想过，如今的后宫形势，林贵妃不是个容人的性子，又来个小林氏，陛下让皇后作何想法？这句话让齐朝策沉默了下来，过了半晌才道：“皇后的身子已调养的差不多了，儿臣会与皇后努力的。再且，儿臣观小林氏于侯府未有挂念，应不会同贵妃为伍。”太后这才满意的点头：“陛下行事有分寸就好，后宫与朝堂乃是一体，哀家相信陛下能处理好。至于那小林氏，陛下喜欢便接入宫来，不过一个女子罢了。”皇帝与太后谈话的内容，其他人是一概不知的，但皇帝与太后单独谈话这件事，总是瞒不过有心人的。当晚，皇帝宿在皇后的永安宫。翌日清晨，贵妃寝宫中偷偷运出了一堆瓷器碎片。后宫越是压抑，齐朝策就愈发想念宫外的林宣言。见皇后，吃了饭就是上床，要尽快有个嫡子；见贵妃，吃了饭还是想拉她上床，想多看几眼儿子，总是刚看2眼就被人抱下去喝奶了。见其他嫔妃，倒也有和她谈风花雪月的，可往往分不清主次，她是来睡觉的，不是来秉烛夜谈的。但也不能说偌大的后宫中个个都是不合心意的，只能说如今最合心意的不在宫内。正如林宣言所想，男人享受这种偷偷摸摸的快感，也享受美人眸中隐晦含着的绵绵情意。用身份得来的喜爱，总是不如靠自身魅力获得的好感。林宣言的事在太后面前过了明面，齐朝策跑出宫去就更为光明正大了。至于其他后宫女子撕坏了几张手帕，摔碎了几个瓷器，
反正他一概不知，与他无关。皇帝陛下表示，翻墙使他很快乐。这边的林宣言则是，只要房间没人，他就将准备好的画卷展开摆在窗前的桌上，保证能让齐朝策一翻墙过来就能见到。第10章，选个黄道吉日。又是1日清晨，窗棂传来熟悉的敲击声。林宣言不耐烦地在床上翻了个身，这位大爷就不能换个时辰吗？他日卯11上朝，可他正常的起床时间可是辰时2，卯时与辰时可是足足早了1个时辰，要了命了。但林宣言还是认命，从床上爬起来，在脸上擦了一把确认没有眼屎，又捏了捏脸颊，营造出羞涩的红晕，这才扯了件外衫往身上一披，装作急切的模样跑去开窗。开窗前扫了一眼桌上摆放好的画卷，一切准备就绪。你今日怎么这般早就来了？话音未落，清晨的凉风席卷而来，使得林宣言打了喷嚏。齐朝策见眉皱起，穿得这么少就跑过来，还不快回床上躺着？已经快好了，不妨事的。你瞧，我都不咳。话音未落，齐朝策的视线落在桌上，轻移出声。林宣言疑惑地跟着看过去，这一看吓得他的脸登时就红了，手忙脚乱的就要将画卷收好。齐朝策一把将画按住，挑眉笑道：“让我瞧瞧。”林宣言哪里肯给，但不敌齐朝策的力气，又舍不得用力，害怕将画卷撕毁，最后自然是落入了齐朝策的手中。齐朝策见过的名家画卷数不胜数，眼前的画上景致不过尔尔，但却能看出执笔人的用心，一笔一画皆是缱绻。林宣言偷偷打量齐朝策的神情，看来皇帝挺喜欢他精心准备的大礼，嘴角的笑意一直都没下去过。此画的画工草草，是他刻意为之，毕竟农家长大，就算学了些琴棋书画，也比不过豪门大族精心培养的娇小姐。天才让人倾慕，却也给人距离之感，但慢慢养成的优秀，是能让人亲近与怜爱的。内心满意自己的形象，进一步的立不住了，但丝毫不影响他面上羞恼。跳起来伸手抢了几次，都被齐朝策躲过，干脆破罐子破摔，打算将窗户关上，眼不见为净。但齐朝策的反应极快，屈起一条手臂横在窗户中间，另一手拿着画卷，气得林宣言说不出话来，指着他半晌才说出个无赖。无赖对于这个称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当着林宣言的面慢条斯理地将画卷卷起，这时背后满面的自己暴露于前。不行，这次林宣言是真的要疯了，也不管中间隔着窗户与桌椅，跳起来就往前扑。本就只是草草披上的外衫，在此刻激烈的动作下滑落肩头，露出里面白色的里衣和领口一片如玉般的肌肤。齐朝策一时不察，倒真被林宣言扯住了画卷一角。还给我！林宣言仰头看向齐朝策，含着水雾的眸子映着他的身影，嘴角一瘪，仿佛下一刻就要落下泪来。虽然他很想现在就将这幅画卷拿回去好好珍藏起来，但此刻显然不是好时机。反正齐朝策勾起唇角，人是他的，画卷也会是他的。齐朝策松开画卷，好了好了，不闹你了，你快回去躺着，免得风寒又加重了。林宣言置若未闻，转身将画卷仔仔细细的卷好，左右看了一圈房间，正在思忖放在哪处才好。就听身后传来落地的声音，林宣言闻声转身，正好与跳窗进来的齐朝策撞了个满怀。温香软玉入怀，淡淡的气息比宫中的龙涎香还要令人沉醉，让他忍不住想凑得更近一些去嗅闻。齐朝策忍住了内心的冲动，但也没舍得离开。而林宣言的处境和齐朝策差不多，铺天盖地的男子气息将他包裹，一时间让他失了神。最后还是林宣言率先退开，刚下去的羞红又腾了上来，一时间不敢看人。林宣言，我倒是想让皇帝多抱会儿，可如今是位出阁的闺女，还是得维持矜持的模样。齐朝策这才注意到林宣言是光着脚的，登时眉头紧皱。于是下一刻林宣言惊呼出声，也忘了什么矜持不矜持的，下意识地搂住男人的脖颈。你做什么？原来是齐朝策将林宣言打横抱起。春日寒凉，你风寒又还未好，竟还敢光脚下地，是嫌自己命太长吗？闺房不大，而齐朝策身量颀长，3两步便从窗旁走至床边，直到将人放下。齐朝策还有些可惜，这房间属实是小了些。待会回宫再让鞍山挑个大一点的宫殿。齐朝策将人放在床上，但一时舍不得松开，想多享受一会儿怀中娇软的身躯，却不料美人一口咬伤了他的脖颈，疼得他立马起身离开。他何曾受过这般待遇，从太子到帝皇，这世上没几人敢这般对他，更遑论让他受伤。然而抬眸一瞧，床上的美人唇瓣浸着血，眉眼寒霜道：不知公子究竟对我意欲何为？我是正经人家的姑娘，不是让公子肆意轻薄的。齐朝策本想回一句看着你怀中抱着的画卷再说话，但看着林宣言眉眼虽冷，但眸中水波盈盈，说出口当即就软了下来，哄道：我什么心思，你还猜不到吗？自是与你一样。近乎表白的内容如同夏日暖风，顷刻间就将寒霜融化，
露出了底下含苞待放的春花。林轩言抿着唇瓣，克制住自己嘴角的笑意，嘴里却绝不够的嘟囔：“谁知道你的心思？我如今只知你名姓，旁的一概不知。我家中还有些事，待处理好了，自是要上门来迎你。齐朝策，等我给你布置好宫殿，再选个黄道吉日。”林轩言低头一笑，正如那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也得亏了他这样的出生，对于男女大防懂一点，但却不知底线在哪，才能借着男女授受不亲拒绝，又能轻易的就被男人的甜言蜜语哄骗。前世他虽无儿女，但知府的女儿却有好几个，哪怕是庶女，对于男女之事都是耳提面命，生怕有人越雷池，让家族蒙羞。看着林轩言嘴角含笑，齐朝策也忍不住跟着笑了，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物：“我给你挑了个物件，你瞧瞧喜不喜欢？”第11章突飞猛进。林轩言接过齐朝策递来的玉，此玉质地细腻，光泽滋润，一看就非凡品。林轩言想了下，还是将玉佩递了回去：“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谁知齐朝策还是道：“你若是不要，就扔了。总之，我是没有将送出的礼还收回的。”林轩言无法，只好将玉佩收下，只是嘴角怎么都掩不下的笑意，将他真正的心情暴露得一干二净。春日的清风闯进了室内，吹动床幔飘舞。齐朝策这才想起方才忘记关窗，待他关好窗往回走时，看着林轩言望向他的眼神，心里蓦地想起一句诗：“俏丽若三春之桃，倾诉若九秋之菊，怎样都是美的。”齐朝策回到床侧，正要说话，恰在这时，欢快的脚步声在门外的廊道间响起，眼看着就要推门而入了。“有人来了，你快躲起来！”林轩言神色焦急，手却下意识地拽着齐朝策的衣袖。林轩言环视了一圈闺房，指向衣柜道：“你快藏里面去，千万不要出声。”然而来人走得极快，林轩言话音刚落，推门的声音也响了起来，显然此刻再跑去躲进衣柜根本不现实。被林轩言的哀切的眸子一瞧，齐朝策只来得及到了去施礼，便翻身上了床，被子一掀，紧贴着林轩言躲在被子底下。于是被万人敬仰的九五至尊就这么憋屈地躲藏了起来。但闻一口满腔馨香，又觉不虚此行。男子的双臂紧紧地搂着腰际，林轩言下意识紧绷着身子，但此刻门已经大开，若不是门与床间隔着一扇屏风，方才齐朝策翻身上床时就已经被发现了。“小姐！”听这个欢快的声音就知道是荀翠。“小姐，刚刚香珠姑姑答应了，只要您的风寒好了，就与您上山呢。”上山的另一个主角就在身侧躺着，林轩言拼命朝着荀翠使眼色，想让她闭嘴，可是不如人愿。“小姐的眼睛怎么了？”荀翠疑惑，随即恍然大悟：“小姐是不是太高兴了？高兴到时能与齐公子相见了？”身侧紧贴的男人实在忍不住发笑，但碍于眼下的情形，只能努力憋笑，身体却如实的微微颤动。林轩言顿时身子更僵硬了，又羞又恼。偏偏荀翠还绝不够似的，看着莫名抖动的被子，真诚发问：“小姐，您的被子怎么好像在动？”哈哈，林轩言只好尬笑：“我是在高兴呢。”又与荀翠闲话几句，总算是将人打发出去了。但这下里子面子都没了。结果齐朝策从床上下来时，竟将那幅画卷也给顺了下来。林轩言恼得不行，偏那人还嬉皮笑脸：“这幅画卷就当赠我的回礼吧。”林轩言干脆破罐子破摔，往床上一躺，掀起被子蒙住头，闷声闷气道：“今日身子不适，公子请回吧。”齐朝策对于今日的收获很是满意，再看时辰也不早了，便也没有多做停留。自这天起，齐朝策来得愈发频繁了，俩人感情突飞猛进。眼瞅着桃树枝头结出了青色的小果子，林轩言此时对于进宫已是实拿实稳，一点也不着急。反倒是宫内的太后坐不住了，整日里出公司混算怎么回事？若是被谏官知晓，怕是要血溅金銮殿了。于是初夏暖风吹来的那一天，侯府女主人亲自将林轩言接了回去。马车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一摇一晃的，让人头晕。我倒是小瞧你了。养尊处优的美妇人端坐在主位，短短一句话，愣是被她说出了居高临下的意味。林轩言经过最初的疑惑，现下已经明白了过来，为何会发生前世从未有过的事情。前世的侯府从未有人将他当成是主子，哪怕每年的元旦团聚，也不过是在角落里坐冷板凳，走个过场。如今突然将他接回侯府，无非是宫中有了旨意。林轩言心内嗤笑，面上却是溢着前世自己谨小慎微的模样，细若蚊蝇道：“我不懂您的意思。”商素冷哼一声，闭上眼睛，靠在车壁上闭目养神，不欲与妓女多说一句话。他不知道这小贱蹄子是怎么和皇帝勾搭上的，但就这么一副上不了台面的模样，就算有心入了圣眼，也不过明日黄花，怎敌得过他精心培养的女儿？林轩言看着商素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实则被摇晃的马车晃得一下一下的撞着车壁，看着就让人觉得后脑勺疼。这个女人
还是如记忆中一样的虚伪又可笑。林轩言撇撇嘴，干脆掀起身后的车帘一角，偷偷的往外看去。他还是第一次在不用裹着厚实的棉服的季节进入都城。此刻已近午时，整个都城笼罩在暖阳之下。街上行人步履匆匆，街道两旁一溜的店铺、小摊正在此起彼伏的叫卖，吸引行人驻足。这是林轩言第一次有心情欣赏天子脚下最繁华的景象。直到马车驶入东市，喧闹的声音才慢慢停歇了下来。东市多是官员居所，武安侯府也坐落在此。林轩言这才将车帘放了下来。注意到林轩言动作的商素嘴角溢出无声的冷笑。没过多久，马车哒哒的声音停了下来，车外响起仆从的声音：“夫人，侯府到了。”商素率先走出马车，踩着仆从蹲身形成的脚凳上下车。林轩言垂眸看了一瞬，往旁挪了一小步，就着香珠姑姑伸来的手跳下了马车。“哎呦！”一道夸张的声音插了进来。扶着商素的老仆一脸惊恐道：“我的二小姐，大家闺秀岂可如此鲁莽？您在外代表的可是我们侯府的脸面，您这般可是……”哎呀！叹息声极重，生怕有人听不到他语气中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一个仆从竟还骑到主子的头上来了。林轩言生平最厌看不清地位的人，只想上前将这老妇的嘴给撕了，但此刻还是不是时候。林轩言装作畏惧的模样往香珠姑姑身上退。香珠姑姑安抚地拍了拍林轩言的手，正色道：“这就是二夫人的管家能力吗？”平淡的语气说出问句，像极了是在讲出一个事实。第12章欺人太甚。此言一出，侯府门前顿时一静，寂静的只能听见风儿卷起落花的声音。尤其是那个二夫人，吓得在场下人将头低低埋下，就连呼吸都不敢用力。商素脸色一冷，对着身侧的老妇说道：“香珠以下犯上，掌嘴。”老妇原本因香珠的话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眼下商素发话，又耀武扬威了起来：“是，谁敢？”却是方才胆小软弱的林轩言站了出来，展开双手挡在香珠身前。夏风微暖，拂过林轩言的眼角眉梢，吹起耳畔的青丝落在如玉的脸颜上，愈发凸显眸中胆怯与勇敢，像极了一株象牙而生的小树苗，不屈不挠。商素盯着林轩言的眉眼，这张脸像极了他的生母，颜若顺滑，未施粉黛就足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看了就让人讨厌。二小姐不懂事，不会管教下人，你们还不懂事吗？商素淡淡开口，当初她能上位，如今也能死死压住令人生厌的妓女。老妇左右示意，还不将二小姐拉开，这就是二夫人的治家之道，当街虐待原配夫人留下的独女。香珠也不惧，商素当初想尽办法将小姐赶走，如今竟亲自上门接回，无非是有所求。至于所求为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眼下明晃晃的打脸却不是香珠所能接受的。林轩言也极为配合，转身抱住香珠，一副任谁来也别想将他们分开的模样。商素此刻的脸色难看至极，但也的确是他没有找好地方发作，方才的动静已惹得附近人家纷纷探头出来看好戏。是他小看了香珠，在乡下过了10几年，牙尖嘴利竟不若从前。回府。商素转身，虽然极力克制，但头上的珠钗不摇的晃动，暴露了他此刻的心境。林轩言主仆在下人的带领下来到府中给他们安排的住所，右下院，林轩言生母的居所。这还是第一次林轩言要在侯府过夜。以往元旦时虽会来侯府团聚，但往往是清晨过来，傍晚离开，哪怕团圆饭是晚上才吃，商素也绝不允许林轩言多待。林轩言曾偷偷跑过来瞧过他出生的地方，然而他来的时候，右下院因常年无人居住打扫，早已破旧不堪，是鲜花着锦的侯府的例外，与周遭的一切显得格格不入。眼下的右下院显然是重新装点过一遍的，以往尘封腐朽的气息一扫而尽，用新姿态欢迎小主人归来。香珠看着右下院的牌匾，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整整16年，她和小姐终于回来了。然而思及此，香珠却哭得更凶了。侯府定然是对小姐有所图谋，可一个养在深闺中的小女儿，能让人图谋的也就只有她的婚事了。不知这一回会有怎样的龙潭虎穴等着小姐去闯，可小姐又不能不回，侯爷是小姐的生父，父命不可违。林轩言也没忍不住跟着掉泪，他一直以为右下院的模样早已掩在记忆深处，如今才恍然大悟。前世林中修建的那处小院，一景一物都像极了眼前的右下院。一旁的侍女见主仆二人哭得一个比一个凶，不知该作何反应，只好行礼告退。好了，香珠擦掉脸上的泪，小姐莫哭了，平白让人瞧了笑话。林轩言点头，能回侯府是喜事，我该高兴才对。主仆二人踏入右下院，看着院中的中庭回廊，眼泪差点又要往下掉，极力忍耐才止住。此刻的右下院中只有林轩言二人，香珠带着林轩言一间一间的介绍，从主卧到下人居所，一间不落。逛完右下院的二人回到主卧，
香珠眼眶通红的与林轩言分析眼下的情况。他们接小姐回府，绝不可能是突发善心，一定是对小姐有所图。但船到桥头自然直，事已至此，小姐万不能胆怯被人看清，还能在这段时日里讨要些利息回来。小姐莫怕，姑姑无论何时都跟在小姐的身后，小姐只要一回头就能看到姑姑。香珠的絮絮念叨，成功的让林轩言扑到香珠的怀中，哭了痛快。哪怕只是为了姑姑，我也要好好的活下去，活得比所有人都好，这样跟在身后的姑姑也能过得比其他人都好。直到正午时分，下人送来午饭，林轩言才停止此刻的放肆。香珠接过送来午饭，刚打开食盒，脸上就浮起怒气。食盒中的饭菜已全冷了，一丝热气也无，欺人太甚。香珠咬牙切齿道。林轩言也气，但今日一早就被接到侯府，早饭都没吃好，眼下已是饿得不行，安慰道：姑姑别气，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找回场子。香珠想着也是，服侍林轩言用膳，但眼瞅着冷菜冷饭，刚刚下去的怒气又压抑不住的上涌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如今的主母院落，花小院中，商素完全没有用膳的心思，一拂袖，杯碗盏碟七零八落的掉了一地。清脆的瓷器碎裂声过后，安静的室内只剩下商素粗重的喘息声。奶娘，你说当初我是不是该再狠心一点？商素盯着虚空中的一处，恶狠狠道。先前扶着商素的老妇，也就是商素的奶娘佩春，听到这话，连忙挥手将室内其他人赶了出去。哎呦，我的夫人，奶娘知道您心里苦，但这话可不能往外说啊。奶娘，商素语气哽咽，侯爷当初说好要娶我，转头却娶了他恩师的女儿，若不是于芷月婚后无子，他恩师又因言贬谪，又如何轮得到我进府？商素淌下泪来，好不容易于芷月死了，让我当上侯府夫人，可侯爷偏偏要留着那贱种碍我的眼。我心心念念的都是侯爷，可他为何还念着一个死了16年的人？若不是侯爷从中出力，皇上如何能瞧上一个长于山野的粗鄙农家女？佩春心疼地抱住商素，如同幼时那般哄道：您如今已是侯府夫人，那于芷月却是黄土一抔，大小姐是贵妃，这小丫头还能越过贵妃去？第13章，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用完午膳，香珠看向乡下庄院的方向叹气，也不知我们这一走，荀翠他们能不能管好家。林轩言想了下，才道：荀翠毛躁，行事恐有疏漏，不过支流稳重，应是没问题的。不错，香珠满意的夸赞了一声。奴婢原以为小姐顾念着幼时情谊，只看得到荀翠一人，如今看来是奴婢捉奸了。林轩言小小的得意了一下，但随即又蹙眉道：可他只让姑姑跟来，不许我带其他人，可是有什么谋算？香珠摇头，依据他对侯府之人的了解，林轩言回府绝对是侯爷的主意，商素只会恨不得小姐老死在乡间。到了晚间，侯爷果然如香珠所料到了右下院。林轩言见到阔别20年的父亲，还未想好做什么表情面对，就看到侯爷林云飞紧紧皱起眉头。林云飞扫视了一圈院子，沉声道：二小姐回府，怎无人服侍？不待林云飞身边跟着的管家回话，香珠上前一步：夫人说有奴婢一人服侍小姐足矣。这话可是明晃晃的在侯爷面前上眼药。管家听了只给香珠使眼色，但香珠却似没看见似的，继续道：若是夫人不欢迎小姐回府，大可不必来接。林云飞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他一回府就听到了今早在府门处的争执，故而直接来了右下院。谁曾想右下院虽收拾干净能住人了，却只是表面光，若不是他来了，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光景。拎不清的无知妇人。想罢，林云飞吩咐道：叫夫人过来。随即又冲着林轩言露出个笑容：轩儿别怕，为父给你做主。真的吗？今日的午饭送来的都已经冷了，现在天色已暗，可晚饭还没送来。林轩言一开口又是说商素的不好，林云飞刚刚挤出的笑脸差点没能维持下去，只好上前想安抚的摸摸女儿的发鬓，谁知自己还未开口，在记忆中早无模样的女儿偏头躲开了他的手。林云飞一怔，缓缓地收回自己的手，露出慈父的笑容：爹爹来了，爹爹给你做主，待会轩儿有什么要求，直接对你母亲说便是。林云飞说的直白，但林轩言嘴里感谢，表情却依旧带着狐疑。在等商素过来的时间里，父女俩闲聊了几句在乡下的日子，主要是林云飞在问，林轩言回答。下人趁此时机搬来了桌椅放在院中，总不能让两位主子站着讲话吧。商素来的时候，就看见父女二人端坐在主位上，手边茶香袅袅，像极了他以往审问下人的场景。商素回过神来，刚露出个笑容，准备坐到椅子上，就听见林云飞重重地放下手中的杯盏，面色不愉道：夫人，为何右下院仅有一个仆从服侍？右下院的仆从商素早已准备好了，他原不打算在这种明面上给林轩言难堪，可今早林轩言主仆在外与他呛声，让他失了脸面，一时愤怒，决定冷上他们一天。他原以为侯爷忙了一天会第一时间休息，他再拖上一晚，明日送人过去
也就没了证据。谁知商素咬牙，正要解释，林云飞又开口了：“中午轩儿的膳食送来时已冷，现在这个时辰了，晚膳还没到。夫人，就算接轩儿回府是临时起意，也不该疏漏至此。”商素一愣，随即从善如流的接过台阶就下，懊恼道：“轩儿原谅母亲的不是，你常年在外，这下突然回来了，母亲只想着给你准备最好的，谁知反倒错漏百出。”说罢，商素上前拉住林轩言的手轻抚，好一副母女情深的模样。商素的动作太快，林轩言完全没反应过来，就被他给抓住了手。林轩言眼里讥笑的神色一闪而过，低头装作胆怯的模样，将手抽出，嗫嚅着不敢开口。他还以为这个父亲会真的对商素有所惩罚，结果面上一副愤怒的模样，全是做给他看的。瞧瞧他嘴里说的什么话！两个大活人被当作透明人一般被晾了一整日，如今一句疏漏就想轻轻接过。商素抽出帕子，在眼角按了按，擦掉根本就不存在的眼泪。母亲这就让府中下人过来，你看上了哪位，就让他留在右下院伺候。商素扭头正要吩咐，林轩言鼓起勇气道：“不必了，多谢您的好意，我有用惯的人，明日您派人去别院接来就好。”商素脸上的哀戚差点没装下去，他今日特意只让林轩言带一人来，就是想着到时能将林轩言拿捏住。但林云飞丝毫没有猜到商素的内心所想，拍板道：“行，依轩儿的。虽说明日接人来服侍，但侯府的嫡小姐不是乡下的富家小姐能比的。留了4个贴身侍女的位置，其余的洒扫侍女、小厮等还是得在侯府中选人配齐。”在选人的中途，丰盛的晚膳如流水般端了过来，与中午的午饭不可同日而语。林轩言任由香珠选人，自己美美的吃了一顿，满意的打了个饱嗝。一旁的商素瞧见了，在心里不屑的翻了个白眼，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待到夜幕完全降临，这场闹剧才终于落下了帷幕。林轩言带人一走，脸上的怯懦顿时消散，冷眼看着林云飞夫妇离开的方向。侯府虽只是他短暂的居所，但能让商素不好过，他就高兴。若不是碍着他在侯府里的一举一动，或许都会被宫里的人知道，他完全不介意撕破脸皮，闹得越大越好。林寒冬是导致他前世悲剧的根源，但商素、林云飞还有他们的儿子林寒清，他都是恨的。明亮的烛光在林轩言光洁的脸庞上跳跃，使得他的神色看起来阴晴不定。香珠推门进来，正好掐在这样的林轩言，但林轩言很快就笑着迎了上去，让香珠以为方才是自己眼花了。姑姑，在柔和烛火的映照下，林轩言甜甜笑着，看着就让人忍不住多疼几分。哎，香珠应声，天色已晚，奴婢服侍小姐洗漱安睡。第14章圣旨。侯府的床自不是乡下能比的，林轩言美美的睡了个好觉，随后又用了一顿丰盛的早膳，日子过得滋润无比。经过昨晚林云飞的做主，何府上下已无人敢瞧不起这位常年不在府内的二小姐了，人人见了皆是毕恭毕敬的模样。二小姐，二小姐！有人冒冒失失的跑进了右下院。香珠正要斥责，就听来人喊道：“圣旨快到了，快给二小姐好好梳洗打扮一番，迎接圣旨。”圣旨！香珠的心蓦地猛烈的跳动了一下，但随即摇摇头，圣旨能与小姐有何关系？只不过是凑巧罢了。念头在脑中流转不过一瞬，香珠有条不紊的一条条安排下去。迎接圣旨可是大事，必须以最庄重的形象拜迎，稍有恍惚，一个不敬的名头就有可能降了下来。姑姑，林轩言握住香珠给她插发簪的手，将发簪插进发间，掌心的手有些抖，插了好几次都没能插在准确的位置。香珠笑了笑，叹道：“奴婢还未见过圣旨，一时有些紧张。”林轩言看着镜中香珠略有些发白的脸色，垂眸展开笑颜：“姑姑别怕，没事的，没事的，这是我心心念念求来的圣旨。”林轩言赶到正厅时，商素与刚下早朝还没来得及换上常服的林云飞已在等候了，就连在军营中的林汉卿也匆匆赶了回来。没过多久，宫里的人捧着圣旨来了，侯府里纷纷跪了一地。前来的公公面向皇宫的方向，一字一句拖得极长念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林氏女宣言，秀外慧中，折封为从6品常在，10日后入宫。”公公合上圣旨，笑道：“侯爷请起吧，这圣旨您收好。咱家恭喜侯爷，恭喜林常在，大喜啊！另外，圣上格外开恩，准允林小主从府内带一位婢女入宫。”公公笑呵呵地接过林云飞从袖中递来荷包，悄声道。直到看着林云飞接过圣旨，林轩言的心才算是彻底的落定了。可惜心内的狂喜无人可诉说，面上还得装作一副恍然的神色，似是还没从圣旨中的冲击中缓过神来。毕竟他现在可是一心恋慕中齐君临，可不是什么宫中的皇帝。还是一旁的香珠率先回过神来，不着痕迹地推了林轩言一把，他这才回过神来，细若蚊蝇的拜谢。前来传旨的公公正是齐朝侧身边的鞍山。鞍山偷偷打量林轩言，不由赞叹这位小主的长相却非凡俗。
宫中盛产美人，但满头插着珠翠，却依旧不掩容颜姣好的，仍旧屈指可数。怪不得能让圣上心心念念的牵挂着。只是这林小主看着不似想进宫的模样。安山压下心中的疑惑，将身后跟着的中年女子介绍道：“这位是宫中的教养姑姑浅云，这些时日由她来教导小主宫廷礼仪。”林轩辕恍惚地上前见礼，直到被香珠扶回右下院，他才从圣旨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脸上似笑，却又有泪珠在眼眶中打转。碍于有教养姑姑在场，林轩辕才没让泪水流出，勉力勾起了唇角。姑姑。香珠很想将林轩辕搂在怀里，像小时候那样拍着后背轻声安抚，但眼下不是时候，只得让林轩辕进房休息。他要先将这位浅云安排好。进到房间的林轩辕直接扑进软和的被窝里，嘴角的笑意抑制不住的肆意上扬，无声的大笑，笑得他眼泪都出来了，才终于止住。不过待荀翠等人赶到侯府时，见到的林轩辕就是一副哭了许久的模样，眼睛、鼻头皆是红彤彤的，好不让人怜惜。荀翠来到府上时，已经听闻了圣旨的事情，一进房门便扑到床前，未雨泪先流。香珠见状，干脆让二人好好在房里好好的哭上一阵。莫不说小姐有了倾慕的男子，就算没有，皇宫又岂是个好去处？让荀翠陪着好好发泄，总比憋在心里好。小姐，荀翠好半晌才哽咽道，眼泪掉的看起来比林轩辕还伤心。林轩辕却好似没听见似的，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床顶，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往下掉。荀翠从未见过这样的小姐，登时心里一惊，又想起进门前香珠姑姑说的话，赶忙擦掉眼泪，挤出个笑容来。小姐，仔细想想，这也不是坏事。林轩辕虽然眼泪还在继续流，但却偏过头来看着荀翠。荀翠有了信心，继续道：“您想，皇上主动下圣旨要纳您进宫，还准允您可以带一个婢女进去。据我所知，好像只有皇后大婚时才能带自家的婢女进宫继续服侍呢。您瞧，这是不是皇上格外看重您？”林轩辕没有说话。而且林寒冬也在宫里，我知道小姐讨厌他，明明都是侯府的嫡小姐，可为何只有她高高在上，还入宫当了贵妃？您如今有机会入宫，您就和林寒冬一样，都是皇上的妃子了。依着现在皇上对您的看重，以后您肯定能当上皇贵妃，压林寒冬一头。荀翠绞尽脑汁，才终于哄得林轩辕勉强的勾了勾唇角。你说的对。哭了许久，林轩辕的嗓子都有些哑了。林轩辕终于有了回应，荀翠连忙将他脸上的泪珠细细擦拭，忙道：“是啊，大好事呢。多少人想进宫都没那个本事。”可是林轩辕咬着唇瓣，刚停下的眼泪又从眼眶中涌了出来。可是齐郎，齐郎，荀翠一时哑口无言。偏偏就是不久前让小姐遇上了让她动心的男子。但凡圣旨来得早一些，或者齐公子出现的晚一点，都不会让小姐这般伤心。光是听小姐念着齐郎这两个字，就足以听出其中的爱恋与不舍了。齐郎已与我说好，会引我进门。齐郎，齐郎，荀翠默念着这个名字，突然灵光一闪，握着林轩辕的手激动道：“小姐，齐氏国姓，说不定齐公子就是当今圣上呢。”林轩辕一愣，却是下意识的摇头，怎么可能会有这般巧的事？荀翠又道：“您想想，侯府一贯当您不存在，怎会主动为您谋筹进宫享福呢？肯定是皇上认识您，知道您的好，才会特意下圣旨。”林轩辕没有说话，却也没有继续反驳，眼神落在荀翠喋喋不休的嘴上，但显然没有在看他。我听闻皇上也不过弱冠之龄，正是偏偏少年郎的年岁，与齐公子的年龄也对得上。荀翠越说越自信，越想越有这个可能，仿佛下一刻皇上就会出现，带着他家进宫享福，将林寒冬狠狠地踩在脚底下。直到荀翠讲得口干舌燥，林轩辕才将眼神从过往的回忆中收回来，轻声道：“齐虽不是大姓，可也不少。世上哪有这般凑巧的事情？”第15章外家。好说歹说，林轩辕总算是没有先前的那般悲切了。荀翠松了口气，窥着林轩辕的神情，小声提议道：“我给小姐打盆水来敷敷眼睛。”林轩辕点头。等荀翠一走，林轩辕探头往梳妆台的方向看去。侯府里的房间大了不少，床和梳妆台间隔着好长的距离，但铜镜的清晰度也高了不少，勉强还是能看清模样。一见到铜镜中自己的模样，林轩辕当即不满地哼了一声，先前假装伤心，也不过是将眼眶和鼻头弄得红了些，看着是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可方才荀翠待了不少的时间，林轩辕做戏自然是要做全套的，泪流了不少，眼睛也不负众望的肿了，一下子就从西施变成了东施。不过好歹效果不错，唬得荀翠认定了自家小姐一心挂念着齐公子。依林轩辕对荀翠的了解，他不是个心底能藏住事的人，定会忍不住将此事往外传播，而这也是林轩辕想要的效果。若是这事能借着浅云的嘴传到皇上的耳中，是最好的结果；若是不能，至少也能被商素得知，而商素知晓，就意味着林寒冬会知道，让林寒冬自以为掌握了他的一个弱点，
也未尝不是一桩好事。听着门外的脚步声近了，林轩言立马躺回床上，装回伤心的模样。荀翠端着脸盆进来，一旁还有香珠提着食盒。闻到饭香，林轩言才发现已到午时，该吃饭了。哎，演戏太过入迷，都忘记饿了。香珠摆好饭时，走到床前轻声道：“小姐，该用膳了。”林轩言在香珠的搀扶下起身，抿唇挤出一个笑容来，让姑姑担心了。香珠摇头，扶着林轩言坐到桌前：“小姐好，奴婢就好。”荀翠在香珠眼神示意下放下铜盆出去，留下香珠与林轩言在室内。水烫，小姐先吃饭。吃完饭，奴婢给您敷眼睛，可好？香珠小心翼翼道。她原想过，侯爷为了维持某家的交好，将小姐推出去联姻，但无论如何，总归要看在侯府的脸面上，好生对待小姐。可他万万没想到，竟是要入深宫中。如此一来，他以往给小姐思量的种种未来道路，皆不能成行。侯府在皇家已有一女，若是涉及到需要抉择的事情，断不可能选择小姐。侯府靠不住，为今之计只有一条。香珠定下心来，服侍着林轩言用完午膳。但一个伤心之人又怎会大快朵颐呢？被香珠哄着，才勉强用完半碗。林轩言悄悄地捂着肚子，在心里安慰五脏六腑：乖，过了这阵，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全都吃个遍。香珠换人来收拾碗筷，饭凉的谁也重新打了一盆过来。香珠拧干滚烫的绢布敷在林轩言的眼上，半晌才组织好语言：小姐，事已至此，咱们须往前看，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见林轩言没有反应，又道：前些日子您外家来信，说是在乐陵县给您寻了一位好男儿，是大公子的同窗。这事林轩言有印象，原本又是说好与表哥共结连理，但长大后的表哥心中有了青梅竹马，于是便给他另外寻了人家。在前世，外家已与侯府去信，眼见着那位公子就要3书6聘娶她回家，可惜还没等到那一天，宫中的贵人犯下弥天大祸，不仅侯府遭难，与侯府有姻亲的余家也不能幸免于难。虽陛下开恩，但依旧被罢免官职，且3代内不得入朝为官。林轩言还记得表哥偷偷地替他画了未来夫君的画像，藏在家书中寄了过来。如今前世今生20年的光景已过，那位公子的容貌他早已忘却，但仍然记得那一刻的心动，是他唯一一次的心动，像是咬了一口清杏，生涩却又回甜。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棂慢慢地洒了一地，香珠姑姑温和的嗓音带动着阳光下的浮尘起伏，温暖的像是幼时伏在姑姑膝头的每一个午后。奴婢原想着，您今后能在余家的庇佑下过完一辈子，便是极好的一件事了。但世上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遂心愿的事不过寥寥。香珠顿了顿，可人活在世上，就是要从不好的开端走到圆满的结局，才不算虚度一生。林轩言蓦然发笑，眼底不可抑制地泛起水雾，却仍旧没有开口。香珠见着这样的林轩言，心底又何曾好受，但也只能忍下心痛，继续道：如今您进宫已是既定的事实，不可更改。按理说，侯府应是您今后最大的依靠，可您也能感受到侯爷心中没您，若有事。香珠迟疑了下，还是咬牙道：若有事，您绝对是侯府第一个放弃的，林寒冬那位贵妃才是侯府的掌上明珠。香珠的话讲得难听，却也是事实。林轩言默然，前世16岁的他的确还对生父抱有幻想，希冀他是被后母蒙蔽了双眼，可如今经过了一事，又岂是白活的？他也知道侯府是绝对靠不住的，不说别的，明年的死期他们能不能过还是两说。林轩言早已做好了入宫只靠自己的准备，但还是想听听香珠姑姑的想法。姑姑，你说吧，我在听。香珠换下敷在林轩言眼睛上的绢布，重新进了热水拧干敷上去。林轩言语气平淡，显然是将他的话听了进去。香珠欣慰地松了口气，继续道：如今您只有2条路可走，获得皇上的宠爱，比林寒冬更受宠爱，让侯府不得不以您为依靠，这是其一。余家的大公子如今不过年长您3岁，已是在乡试中拔得头筹的秀才，在府城中也颇有才名，若不出意外，明年的会试大公子也会下场，以他的才学，考取个进士不成问题。这第2条路就在大公子身上。香珠碎絮叨着，没有注意到林轩言的心绪此刻已翻江倒海。他生母早逝，又不得生父喜爱，但他也是有亲缘的。前世余家受侯府牵连，被贬为庶民，尤其是他的表哥于景明，寒窗苦读10年，学成文武艺，只为或与帝王家，却一夕之间化作乌有。荀翠的背叛让他难过，但也仅此而已。可于景明夫妇的举动却让他痛彻心扉，他们对他不仅无恨，还千里迢迢来到他所在的青楼寻他，想为他赎身，带他回家。可他是有罪在身的官妓，知府大人都要四处谋筹才能将他带离青楼。于景明一介白丁，哪来的脸面与银钱让人通融？更何况林轩言也无脸去见他们，他只敢躲在房中，让婢女去打探消息，直到他们离开，
他才敢再次踏上属于妓女的舞台。但还好，林轩言在心中默默道：这一世一定会不一样的。第16章，香珠打得一手好算盘。香珠不知林轩言心中所想，继续道：大公子若官途顺畅，定会是您的依靠。林轩言扯下眼上的绢布，眼底一片清明。我知道的，外祖父一家都待我极好，表哥若能助我，定不遗余力。香珠欣慰一笑，小姐知道便好。不过伴君如伴虎，且后宫不得干政，小姐不必往皇上耳边吹枕头风。大公子一剑拿二，家事由他自己去挣，小姐只要在宫中过好自己就行。林轩言此刻倒是真的有些伤心了，替他那位素未谋面的表哥，合着表哥有出息就要给他依靠，没出息他就明哲保身，谁听了不说一句打得一手好算盘？我知道了，姑姑。香珠点头，又分析起眼下的情况来。香珠虽在乡间待了16年，可当年的于老爷也是朝廷重臣，官居一品。香珠耳濡目染之下，对皇宫内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就算如今已换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皇帝的妃嫔最低是正8品的更衣，您别瞧您一入宫只是个从6品的常在，但在后妃中初入宫的常在已属高位。且传旨公公还言，您可带一名婢女入宫。妃嫔们能从娘家带人入宫的只有2种，一个是皇后大婚时能带4名婢女，一个是皇帝仍是太子时便入府的。如林寒冬，他当初以太子侧妃进府时带进去的奴婢，太子即位后，那些婢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宫里人。您能带一名婢女入宫，实在是格外恩宠了。林轩言点点头，脸上却仍旧没有一点喜意。香珠在心里叹了口气，只要小姐能听得进话，不沉湎于悲伤中，就已是极好了。香珠轻柔地抚了抚林轩言的发髻，温声道：小姐好好休息一下，奴婢去与那位宫里的姑姑说说，让她明日再来教导小姐宫中礼仪。林轩言将脸在香珠的手心蹭了蹭，浅浅地露出笑容来，幸好轩儿还有姑姑。香珠退出房间，林轩言总算是放松了下来。对着皇帝演戏，林轩言都没有这般紧张，他总是不愿欺瞒香珠姑姑的，更别说让姑姑替他伤心了。可重生一世玄之又玄，他只能将这件事埋在心底，也只能对着最疼的姑姑伪装自己。林轩言原以为今天对着荀翠和香珠演了2场就够了，谁知暮色四合时，林云飞走进了右下院。轩儿。林云飞大跨步走进房间，早就听到通传的林轩言起身行礼。林云飞在桌旁坐下挥退众人，但看到香珠时迟疑了下，道：香珠留下。香珠应声是。林轩言也在桌旁坐下，对林云飞问道：不知父亲入夜来此，所谓何事？林云飞没急着说话，端起倒好的茶水抿了一口，才道：轩儿对入宫一事有何看法？香珠怕林轩言失态，悄悄地在他背后碰了碰。林轩言感受到香珠的关怀，心头一暖，但丝毫不影响他面上神情一正，垂手讷讷道：天子之意，轩儿不敢有想法，唯有从命。我听说你今日有些失态。林云飞淡淡陈述。林轩言没有回话，倒是香珠急急开口：小姐久居乡下，何曾见过宫中人，一时失态也是情有可原。林云飞未置可否，端起杯盏又放下，才笑了几声：爹爹不是来问罪的，轩儿心中有何想法都可同爹爹诉说。以往是爹爹忽略了轩儿。林云飞沉浸官场多年，脸上的诚恳那叫一惟妙惟肖，可惜他碰到的是林轩言和香珠，一个在青楼和后宅里摸爬打滚多年，一个早已看透了林云飞伪善面具下的真容，没有一个信他的鬼话。林轩言看着这样的父亲，脸上的神情微微有些异动，但嗫嚅了几下，还是没有讲话。林云飞只好独自唱完这场戏。爹爹从宫中得到消息，近日圣上时常出宫，不知轩儿是否与圣上相遇，才导致圣意下达。听到这话，林轩言总算给了林云飞满意的反应，眼睛瞪大，一脸的不可置信。我前些时日的确有碰到过一位男子，但林轩言犹豫了下，他应该不是圣上。林云飞心中已有了成算，捋了捋胡须，好，无论他是不是，爹爹今日过来是有话想对你说。你入宫要打点的钱财，爹爹都给你准备好了，其他有什么需要准备的，都可告知爹爹或是管家。你入宫后不必时常挂念家中。你好，爹爹也就安心了。林轩言对这样的话没有太大的反应，林云飞也不急，又说了几句似是而非的话，满意的离开右下院。就算林轩言这些年被养得天真，但香珠不同。林云飞特意留下香珠，就是打算让香珠将他话中的真意掰开揉碎了告诉林轩言。不过香珠也没给林云飞留脸面，人一走，立马朝着门口的方向呸了一声。林轩言看了只觉好笑，却也只能憋笑懵懂询问：姑姑，父亲说的话可是有哪里不好？香珠神情愤恨，不平道：侯爷以为您与圣上有私情，盼望着您今后入宫能时不时的挂念侯府，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天真的林轩言微瞪了双眼，实在没有想到父亲一番关怀的话语里
竟藏着这样的心思。小姐别听他的，您就记着奴婢的话，后宫不得干政。就算侯府真有难，也有林寒冬这位贵妃顶在前头，万万轮不到您出头。林轩言颔首。不过香珠话头一转，侯爷给您的银钱，你只管收着就是，就当这些年给您的补偿。若是不够，您也不必去讨要。夫人留下的嫁妆，奴婢这些年都有好好打理，您是不缺银钱的。这话不假，林轩言就算住在乡下，一应用品皆是上乘，都城圣天里一些普通的官家小姐，日子说不定还没他过得好呢。林轩言软软一笑，正想牵起香珠的衣袖撒娇，就听香珠又变了话题。小姐，送您匕首的那位男子，您估摸着他是皇帝吗？第17章，唇齿相依，一夜好眠。谁知一睁眼就看到陌生的面孔，恭敬地站在床侧，是宫里来的浅云姑姑。林轩言一惊，赶紧下床行礼，见过浅云姑姑。浅云不敢受礼，忙侧身避过，行礼道：小主折杀奴婢了，您是主，岂能给奴婢行礼？林轩言却坚持对着浅云行礼，道：浅云姑姑教我礼仪，与我有授课之恩，当受这一礼。浅云有些惊讶，这一次只微微侧身受了半礼，又郑重回礼：奴婢定好好教导小主，不负小主的重视。浅云说到做到，从这一刻起，不管是行、坐、卧，都对林轩言要求极为严苛，甚至连起床时打的哈欠都能讲出个1、2、3来。林轩言苦不堪言，不论是前世今生，哪怕在刘福隐的后宅，规矩都未曾这般多过。但林轩言又不甘心在这9天里只将宫廷礼仪学好，故而在休息时总是露出一副惆怅的模样，似是在思念。如此过了3日，熟悉的叩击声在窗户旁响起。林轩言翻了个白眼，这皇帝总算是来了。侯府不比乡间，宫中礼仪更是繁多。主子睡觉时必须有仆从在脚踏处歇息，以防主子起夜有需求。而林轩言为了等齐朝侧上门，自然是不能留人在房内的。为此不知被浅云说了多少次。不过此刻皇帝来了，林轩言却不急着去开窗，反而等到窗外的叩击声急了，才快步走到窗前，轻声询问：是谁？嗓音微抖，含着不易让人察觉的哽咽。与之相反的是齐朝侧的嗓音，哪怕刻意压低了声音，都能听到他的喜悦。自然是我，还有谁会来敲你的窗户？林轩言默了片刻，才道：齐公子请回吧，我不日便要进宫，与公子已不是同路人。这次就算林轩言强装镇定，齐朝侧也听出来了不对劲，总算是明白了这些时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怪不得听到侯府传来的消息说林二小姐闷闷不乐，似是不愿入宫，是她忘了说自己的身份，才让人这般伤心。齐朝侧心里得意，正要解释，余光看到有仆从就要过来，当下也顾不得许多，掌心贴着窗户一震，锁扣便脱落了。林轩言都看呆了，在窗户打开之前，赶紧往自己的大腿根掐了一把。于是在齐朝侧跳进房间后，看到的就是林轩言梨花带雨的模样，真是哭到他的心都要碎了。齐朝侧上前想将人搂进怀里，可林轩言岂能让他如愿？他辛辛苦苦算计这么多，可不是让男人能借机一清方泽的。齐朝侧上前，林轩言便往后退，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不住地往下掉，脸上的表情却极力的强装镇定，还请齐公子速速离去，否则本小姐就要换人了。齐朝侧无奈又有些好笑，叹道：若我说我就是皇帝呢？林轩言一怔，随即眼泪掉得更凶了，不自觉地又退了几步，嘴里喃喃道：我早该知道的，早该明白的。齐朝侧不解，他是皇帝，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成为他的嫔妃，有何不好吗？但这次齐朝侧上前将人拥住，林轩言只是细微的挣扎了下，就任由他擦拭眼泪了，只是眼睛下像是成了满湖的水，怎么都流不尽似的。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引你进门，如今我信守了承诺，你怎看着不愿？齐朝侧低声哄道。林轩言却只是将脸一扭，不说话。直到齐朝侧又问了几遍，听着快有些不耐烦了，林轩言才颤着嗓音说：迎娶是为妻，我算什么？吴聘、吴梅只是个妾罢了。齐朝侧沉默，这事的确是他不对，可他身为帝王，看似位高权重，却也是身不由己。给林轩言的从6品常在和特允带婢女入宫，已是他极力争取来的结果。更何况林轩言生母早逝，身份实在低微了些，如何能母仪天下？他就算有这个心，林轩言也配不上。但他心底的这些想法，自然是不能对林轩言说的。尤其又的确是他一开始哄骗了人，如今使其这般伤心，他心疼还来不及，又怎会出口伤人？念头在脑中转了一圈，实则只过了一瞬。齐朝侧连忙哄道：是我的错，轩儿快别哭了。我听说你这几日总是暗自垂泪，为我哭坏了眼睛可不值得。可无论齐朝侧怎么哄，林轩言就是哭个不停，他也不哭出声，只默默流泪，看了就让人心头泛起密密麻麻的疼来。可哭得久了，总也让人厌烦，何曾有过女人这般让他设下身段来哄得？林轩言算是头一个了。齐朝侧烦躁的捏捏眉心，
想着不如先分开，等他进宫后肯定就冷静下来了。听教养姑姑说，林二小姐除了神思不属以外，旁的一概皆好。想罢，齐朝策便道：“你既这般不想见朕，朕走便是，你别将眼睛哭坏了。”齐朝策说完就松开手，转身就要跳窗离开。别走！林轩言大喊，全然忘了此时是在避人耳目的私会。林轩言追上去，从后面环住齐朝策，将满是泪痕的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背后。水意缓缓透过衣裳，一点一点地进到齐朝策的肌肤上，微凉。齐朝策喉结微动，正要问话，就听背后林轩言的声音小小的响起，但能够很清晰地传进他的耳朵。我从未想过会与人为妾，也从未想过会与他与贵妃共侍一夫。说着，林轩言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哽咽道：“我只是一时有些接受不了，可我又没说过要与你分开，你别走好不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哭腔此刻又冒了出来，但齐朝策还听清了：“你别走，陪陪我，我害怕。”什么不耐烦，此刻都在他弱弱的声音里化作乌有，本就有的心疼瞬间占据齐朝策全部的心神。在这一刻，他想要什么，他都想满足，更何况只是留下陪伴。他冒险翻进林侯府，本就是过来陪他的。情意在这方狭小的空间里蔓延，也不知是谁先主动的。齐朝策转身回，抱住娇软的身躯，而林轩言也伸手搂住了男人的脖颈，唇齿相依。直到房门外响起敲门声，才将室内的一对交颈鸳鸯惊醒过来。林轩言连忙推开齐朝策，泛着水雾的眸子怯生生地望了他一眼，水润的唇瓣吐出感人的话语：“你快走，有人要进来了。”手指却调皮地勾在他的腰间，再不舍。齐朝策也意犹未尽，在他的眉心落下一吻，才在室外婢女的呼唤声中跳窗离开。第18章入宫前夕，林轩言赶忙回到床上，一边擦眼泪一边应声：“小姐。”荀翠领着侍女鱼贯而入，趁着给林轩言擦脸时，偷偷地在他耳畔询问：“小姐今日心情似乎好了许多，可是有什么喜事？”林轩言勾唇一笑，满面春风，一时竟让荀翠看呆了去，还是听到说话声才缓过神来：“喜鹊在枝头叫，我听了心里高兴。”荀翠侧耳倾听，他怎么没听到喜鹊叫？不过小姐高兴了就好。说话的功夫，林轩言的晨起梳妆已经弄好了。只见镜中人端方的坐着，身上着一件月白色洒眉襦裙，梳着简单的双压髻，上面只插了根镂空坠珠步摇，盈盈一笑间却无端生出一种万种风情来。荀翠忍不住赞叹：“小姐真美。”荀翠向来是个大嗓门，哪怕只是感叹，声音也不小，故而刚踏进房门的浅云也听了个一清二楚。浅云口中道：“奴婢有事来迟，还请小主责罚。”眼神却不着痕迹地在林轩言的脸上扫了一圈。前几日的林轩言也是美帝，可总是一副样样不快的模样，美则美矣，却失了几分神采。今日一瞧，只觉光华万丈，让人不忍将视线挪开。浅云姑姑不必多礼。林轩言上前将浅云扶起：“我连早膳都未曾用，何来迟一说？”行动间衣袂带风，步摇却丝毫不晃。浅云心下满意，这位小主虽说是长于乡间，但极为聪颖，一点就透。不过3日接人待物已有贵人的姿态，但浅云面上却不显。一来是不让林轩言骄傲放松接下来的教导，二来是皇家礼仪不仅于此，有许多细节仍需细细雕琢。余下不过6日光景，时间还是太紧了些。浅云默默算着，于是在林轩言看来，就是浅云愈发严苛了。这下不必佯装神思恍惚，而是他真的被折磨到苦不堪言了。但为了进宫，宫廷礼仪不过是最基本的，连苦难都谈不上，林轩言又怎会喊苦喊累？待到10日期满，林轩言不论是说话、走路还是用膳等，总算是能得到浅云的一个笑脸了。是夜，晚风凉如水。小姐。香珠遣退了下人，坐在脚踏上与林轩言说话。林轩言侧身看着香珠，如瀑的青丝垂下，烛火的微光在其上流淌，愈发衬得容颜交洁。檀口微张，一段如鸣佩环的声音便流淌了出来：“姑姑，怎么了？”香珠看着这样的人儿，不禁想起她年幼时的模样，小小的粉团子，如今也长成了大姑娘。香珠心头感慨，接下来的话有些不忍说出口，却已是最后时间，不得不说：“小姐，明日陪您的入宫的婢女，您心中可有人选？”林轩言露出疑惑的表情：“自然是姑姑陪我进宫，姑姑为何这般问？”香珠不忍，但话已出口，还是决定一鼓作气的说完：“奴婢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奴婢留在宫外更好。小姐别急，先听奴婢说完。”香珠制止林轩言说话：“常人皆言一入宫门深似海，可前朝后宫一体，从不能分开而论。后府给不了您助力，余家是否能成为您的助力，还未可知。奴婢打算继续在宫外操持夫人留下的产业，至少能让您在宫中不缺银钱。今后大公子来了圣天，也能有个相熟的人。”说着说着，香珠的嗓音低沉了下去：“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奴婢原想着您今后找个殷实的人家，这一应劳心劳神的事，奴婢还能做就多替您担几年。可谁知如今事到临头，奴婢竟找不到人来接替。香珠说的在理，林轩言能理解，可道理是道理，能不能接受却是另一回事。舍不得香珠姑姑是一回事，林轩言还有另一层心思。若是1年后的命运不可更改，但嫁出去的女儿便如泼出去的水，或不及出嫁女，香珠姑姑跟着她在宫内，至少能免除被打入大牢从而死去的命运。至于其他人，林轩言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我不要！林轩言扑到香珠身上紧紧抱住，我不要和姑姑分开。香珠又何尝舍得？可她于后宅之事不太擅长，比起那些年纪小的，也不过是吃长了年岁，倒不如留在宫外多赚些银钱给小姐。香珠轻轻拍着林轩言的后背安抚，任由他发泄情绪。他知道小姐已经长大了，能够懂得利弊。林轩言见香珠不发一言，知道他心意已决，也知他的安排是眼下最好的，如今流泪只是空悲切，只好将脸埋在香珠的怀里，嗓音闷闷道：我会努力晋封高位，姑姑在宫外也要好好督促表哥努力，早日当上大官，让表嫂带你进宫来看我。锦朝有令，5品以上宫妃1年可申请1次家人入宫见面，若亲属官居3品以上，可自行递牌子申请入宫，每月1次。当然每月1次是明面上的规矩，除了公主这样的皇亲国戚，谁敢月月都递牌子？就算递了，能不能准许又是另一回事。不过比起位分低的，至少有了见面的机会。香珠原本一脸的不舍，现在一下子被林轩言给逗笑了，摇头失笑道：好好好，都听小姐的。不过小姐现在可得好好想想，明日进宫要带谁去？明日就要入宫了。想到这里，林轩言不由生气，抬头瞪了香珠一眼。姑姑也知明日就要入宫，到了今晚才告诉我，你不陪我，哪有姑姑这样做事的？是，都是奴婢思虑不周。香珠一脸宠溺，她也知道明日入宫，今晚才选人确实是急了点。可她更清楚，若是早早的就与林轩言明说，这个小祖宗有的是法子缠着他改变主意。林轩言不满，但眼下也只能细细思索，究竟带哪个入宫更为合适。荀翠与他一同长大，感情深厚，按理来说是最佳人选。可经过了前世，林轩言知道荀翠此人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且行事毛躁，万不能选他。另外还有3个用得惯的婢女，分别是知柳、佩玲和微童。林轩言垂手沉吟良久，抬头道：我选知柳。第19章入宫。香珠一怔，但随即赞道：小姐果然长大了。先前奴婢还担忧您若要挑荀翠，该怎样劝您呢？荀翠性子跳脱，做个玩伴是极好的，可您今后要入宫，需要的是得力的帮手。若是选了荀翠，反倒要操心给她善后。知柳是个好孩子，香珠颇为感慨，奴婢原也是打算让她陪您进宫的。知柳性子沉稳，办事也有条理。林轩言得意一笑：那是姑姑也不瞧瞧我是谁。说起来，林轩言前世今生的年岁加起来与香珠差不多大，可在香珠面前却总是如一个真正的少女，撒娇耍痴。香珠笑着点了点林轩言的眉心，道：小姐安歇吧，奴婢去与知柳、荀翠说一声。林轩言点头，看着香珠吹灭蜡烛，满室瞬间陷入寂静，只余下香珠行走时的细微脚步声。咔嗒一声，房门合上，月华透过窗棂泻了一地，望着一地的银白，林轩言突然懂了为何诗人总是喜欢借月寄托思念。光是瞧着就有满腔的愁绪涌上心头。他现在还未离开，却已经开始想念。林轩言愣愣地看着，却蓦地转身面向床内。明日进宫，须得养足精神才行，悲春伤秋尚不够资格。光阴流转，婵娟换金屋，转眼又是一夜。林轩言一起来，就看到荀翠眼眶红红的站在香珠与知柳的旁边。小姐，不过是喊了一句，荀翠的眼泪就已经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林轩言心里也不好过，前世经历了那么多，他能够面不改色的在后宅中争权夺势，可见到故人，哪怕是曾背叛过他的故人，却总是忍不住动摇心绪。这些人都曾是他漫长孤寂生活中的一点念想啊。可他如今却因为今生还未发生过的事情，就将荀翠直接排除在外。林轩言眨了眨眼，压下鼻头的酸涩，冲着荀翠笑道：快来，今日入宫的发型还要拜托巧手荀翠给我梳呢。荀翠胡乱地擦干脸上的泪痕，只是抿紧唇瓣和发红的眼眶，还能看出他心底的不平静。但很快林轩言就顾不上想着荀翠了，实在是入宫的流程太过繁琐。起床第一件事，沐浴。衣裳渐褪，暖黄的阳光在光滑如玉的手臂上跳跃，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滑，桃羞杏让。林轩言缓缓沉入水底，侍女撒上早起采摘来的新鲜花瓣，淡淡的花香与蒸汽相互纠缠，融为一体。沐浴完后是更衣，从6品常在的礼服早在圣旨到的那天就送了过来，银线暗绣，
长裙曳地，端正中又不失俏皮。第三项是洁面开脸，浅云拿了一根细绳，细细的绞去林轩言脸上的绒毛，这一项意味着从今起为人妇。这也是林轩言第二次体验开脸，微疼。随后才轮到荀翠上手。荀翠虽然性子毛躁，但在梳妆打扮上极有一手。林轩言每日的妆容发型基本都是荀翠弄的，峨眉淡扫，朱唇轻点，披萨而下的长发高高挽起，梳作妇人模样。入宫前的准备是很急的，哪怕是荀翠稳着手，以极快的速度将林轩言梳妆打扮好，也只再道了一句：“小姐、小主，奴婢舍不得您。”林轩言只来得及匆匆扫了荀翠一眼，便被浅云搀扶着走出室外。林云飞夫妇已等候多时，拱手行礼道：“恭送小主。”其余的仆从们纷纷跪地，齐声道：“恭送小主。”这样的场景，林轩言光是看着就极高兴了。不过还不够，从6品的宫妃还不足以让正2品的朝廷大员及其有诰命的夫人下跪。林轩言压下眼底浮现的淡淡笑意，快步上前将林云飞夫妇扶起。父亲不必多礼，还有母亲。林轩言的敷衍明晃晃地摆在台前，商素几乎要咬碎一口银牙。不过想到自己递进宫的信，父又高兴起来。这小贱蹄子得意不了多久，寒冬看了信不会让他得意多久。林云飞与林轩言略寒暄了几句，便在浅云的催促下离开。林轩言上轿前回首看了一眼香珠姑姑、荀翠、佩林，不知今后还有没有机会与他们相见。林轩言收回视线，迈向小轿的步伐坚定。小轿微晃，偶有风吹来，掀动轿帘一角，轿外的声响飘飘渺渺地传了进来，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息。随着路程越远，人间烟火的气息被远远地抛在脑后，哪怕未曾看见，也只觉逐渐庄严肃穆了起来。小轿在宫门前停下，接下来的路得走进去。浅云上前交涉，验明身份后，厚重的红铜宫门大开，侍卫在道路两旁分立而战，让人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浅云回到林轩言身边，脸上盈满笑意，小声道：“入宫后，另外太监带小主去宫殿，奴婢要回去复命，不能陪小主了。”林轩言一怔，随即也回以一个笑脸：“这段时日辛苦浅云姑姑了。”一进宫门，就有一位等候多时的公公迎了过来：“奴才苏童，见过林常在。”浅云松开扶着林轩言的手，后退行礼道：“小主，奴婢便送您到这儿了，接下来您随着苏公公即可。”林轩言颔首，知柳上前不着痕迹的往浅云的袖口中塞了个荷包，笑道：“这段时日辛苦浅云姑姑了。”浅云感受了下袖中荷包的大小，脸上的笑意不由更浓。这段时日早就不止收过这一个荷包了，但谁又会嫌钱多呢？浅云收下荷包，站在原地等林轩言等人先行离开，他才转身离开。早已远去的林轩言二人正听着苏童介绍。苏童是个话多的人，林轩言不过刚开了个话头，他便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陛下给您赐住了宁真殿的天照榭，宁真殿暂无主位，只有一位正7品的陶宝林在您对面的半梦轩。对了，宁真殿中栽种了许多的桃树，尤其是您的天照榭旁是殿中桃树最多的地方，春天时最美了。可惜现在已入夏，桃花已经落得差不多了。苏童猛然意识到花谢的寓意不好，赶忙找不到。不过桃花没了，马上就有桃子吃了。奴才听闻宁真殿的桃子最香甜了。奴才还听闻，苏童压低声音，柯平主子当初就想住宁真殿，求了陛下好久都没同意。现在的皇帝宫中妃嫔不多，嫔位已是其中的高位了。从4品的娘娘没能住进去，但是住了个正7品的宝林。究竟是皇帝厌恶柯平，还是格外偏爱陶宝林？不过最好是随意为之。第20章下马威。皇宫很大，步行去宁真殿也就更遥远了。幸好前段时日林轩言为了勾搭皇帝总是爬山，不然今日走这么远，怕是早就喘不过气来。不过还是走得额带薄汗。远远的瞧见有人过来，看阵势比林轩言的地位高，苏童连忙带着林轩言主仆避让。结果这行人的脚步恰恰好停在林轩言跟前。这是哪宫的小主，见了娘娘竟不行礼？尖锐的嗓音响起，不用抬头就知道是太监。林轩言心头的怒火冒起，这行人一过来就发难，根本没有给他反应行礼的时间，分明就是过来给他下马威的。林轩言要是这都看不出来，前世的后宅生活也是算白过了。但眼下林轩言却不得不低头。这些天浅云除了教他宫廷礼仪，宫中贵人的排场也是教导过的。眼前的宫妃带了6名宫女并2名太监，少说也是从4品嫔位以上的。但具体是谁，林轩言并不清楚，但苏童是清楚的，当即躬身行礼：“奴才见过柯平主子。”于是林轩言与知柳也跟着行礼。苏童又道：“回娘娘的话，这是今日入宫的林常在，奴才正带着小主去宁真殿呢。林小主今日方入宫，对宫中贵人难免有些眼生。”苏童笑眯眯的解释。但这位柯平显然是来找茬的，岂会因苏童的3言2语就轻轻放过？柯平瞧着眼前低眉敛目行礼的林轩言，哪怕未曾抬头，也能瞧出脸型的流畅，容貌应该不俗。
月桥心里便越不爽。自从10日前的那道圣旨一下，宫里明面上一团和气，说着欢迎新妹妹进宫，可暗地里不知撕碎了多少条帕子，摔了多少瓷器。不年不节，又非选秀，毫无征兆的下了圣旨那进宫，可见皇上是有几分真心在里面的。只瞧瞧这段10日，朝堂上有多少文臣为着这事上书，就知皇上当了多大的压力。可即便如此，还是义无反顾的下了圣旨。今日一瞧，果然有几分姿色。柯平上上下下打量林轩言，他特意来此就是为了给林轩言来个下马威，可偏偏这位号称乡下出身，行礼竟挑不出过错来，这般久未曾唤他起身，身形也丝毫不乱。柯平使了个眼色给身边的大宫女，大宫女季晴收到旨意，当即沉声道：“对宫中不熟，这些10日，宫里的教养姑姑未曾用心教导吗？还是说林常在未曾用心学习？”这话说的可大可小，往大了可以说林轩言蔑视皇权，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就逃不掉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形势比人强，林轩言不想一入宫就树敌，哪怕他非正常渠道入宫，已经惹了许多人的眼。林轩言跪地俯首，嗓音里满满的都是惶恐。嫔妾不敢，自圣旨下达起，嫔妾日日不敢懈怠。好大的胆子！季晴怒斥，在娘娘面前也敢扯谎。好了，季晴，柯平笑意盈盈，林常在初入宫，不懂规矩也情有可原，就在此跪上一个时辰，不必太苛责。林轩言简直要被气笑了。虽说刚入宫，他还是想谨小慎微，可有人都骑到头上来，若是还不反抗，岂不是人人都能打他的脸？柯平满意的看着人跪伏在地，正准备转身走时，就听见一道弱弱的嗓音响起：“柯平姐姐，您说嫔妾不懂宫规，嫔妾不知哪里做错，让您这般指责。但嫔妾却知道一点，后宫乃皇后娘娘打理。”林轩言点到即止，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你也只是个妾，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林轩言抬起头直视柯平，小脸上仍是一副胆怯的模样，看似是强撑着勇气说出来的话，但字字句句皆是扎心。你！柯平指着林轩言，气到说不出话来。尤其是看到林轩言那张如花似玉的脸蛋，更是气到手指都抖了起来。季晴立马接过话，一脸的凶狠：“林常在好大的胆子，竟敢冲撞嫔为主子！”林轩言复又惶恐地低下头去，但说出的话却依旧刺耳：“嫔妾只是说了实话。另外，若说冲撞，这位季晴姑娘应该只是宫婢，却句句对我不敬，应是姑娘冲撞我才是。季晴，拜！”此时柯平也缓过气来了，冷笑道：“好好好，林常在伶牙俐齿，本嫔自愧不如，现就去寻皇后娘娘来评理。”嫔妾惶恐。林轩言将头埋得更深。柯平气冲冲地带着一群人离开。柯平一行人的身影刚过路口，知柳便赶紧上前将林轩言扶起，较知林轩言脸上假装的害怕，知柳是真的快被吓得哭出来了。人人都说皇宫好，是天底下顶顶富贵的地方，可怎么一进来就如此恐怖，比山上的大虫还要让人害怕？林轩言看着这样的知柳，心里不由叹了口气，正要说话，就听到知柳道：“小姐别怕，奴婢会保护小姐的。”明明自己害怕的说话时牙齿都打颤了，却还说要保护她。林轩心头一暖，我不怕，知柳也不怕。知柳吸吸鼻子，狠狠的点头。一旁的苏童也早就吓傻了，昨夜得知是他来接新进宫的小主，还挺高兴，毕竟是皇上喜欢的女人，能够在新宠面前露露脸，是他想也不敢想的好事。现在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这个美差会落到他头上。林常在，我们现在是去宁真殿，还是在这里等皇后娘娘过来？苏童哭丧着脸询问道。林轩言估不准皇后对他是个什么看法，但林轩言不是个委屈自己的性子，于是面上犹豫的回道：“回宁真殿吧，皇后娘娘若是真来了，在宁真殿好歹也有个坐的地方。”苏童点点头，赶紧在前头带路，也不敢再和林轩言介绍，只想着快点将剩下的路走完，早点交差。林轩言被知柳扶着，一路上也不用看路，便放心的思索今日这一遭该如何度过。宫中各位妃嫔的情况，他在侯府时，凌云飞就有派人跟他讲过。第21章赐名。现在的皇帝是2年前登基的，登基时府内只有1位正妃，2位侧妃与2位同房。登基后，正妃是如今的皇后楚氏，是丞相之女，居中宫长秋殿。2位侧妃分别是林寒冬，她原本是德妃，后因诞下大皇子有功，晋封为贵妃，居雅兰宫；另一位是淑妃许氏，是镇西将军之女，居宛阳宫。剩下的2位是杨才人和卓常在，一同居住在颐和殿。先皇驾崩，新皇守孝，以日待月。为充盈后宫，孝期结束后，在朝臣的上书下，礼部在京畿1挑选秀女，谓之小选。在此期间进了7人，其中以柯平如今的身份地位最高，也难怪敢第一个跳出来给林轩言难堪。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居瑶光殿的怡美人。
美人不过从五品，但这个一字却是如今后宫中的独一份。次字往往象征着帝皇的恩宠，哪怕这个一字只是取了他名字中的一个字。反倒是这个柯平，林轩辕并不惧，毕竟他现在还是有皇帝的几分宠爱的，而柯平不过是仗着家世罢了。思索间，宁真殿已入眼帘。林轩辕抬眼望去，烫金的3个大字挂在门檐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宁真殿，林轩辕默念。苏童却顾不上林轩辕心头有什么思绪，只想着赶紧交差，一股脑的往前冲。林轩辕只好跟着踏进宫殿。林轩辕居住的天照榭在正殿的右侧。林常在，天照榭已到，奴才便不多留了。苏童说罢，便躬身告退。知柳预备好的荷包都没能递出去。林轩辕冲着知柳摇头，知柳心领神会，任由苏童离去。不过知柳还是气得不行，又委屈的不行，但还是忍了下去，冲着林轩辕笑道：“小姐，小主，我扶您进去吧。”只是脸上的神色怎么看都古不甘心的意味。林轩辕颔首，心里却在微叹，知柳且还有得学。林轩辕与知柳刚踏进天照榭，里面的人就听到动静迎了出来。由于林轩辕穿着从6品常在的宫装，所以哪怕没有苏童陪同，里面的来人也认了出来，当即行礼道：“见过小主。”常在的宫人配置是2名宫女并1名太监。林轩辕带了知柳，故而眼前就是宫女太监各1位。林轩辕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道：“不必多礼。”进到正厅，其中的宫女待林轩辕坐下，奉上一杯茶后，和太监又一同行了个礼。这次是跪拜大礼。宫女先开口：“见过小主，奴婢是宫中派遣过来服侍小主的。”太监紧随其后，随后2人又异口同声道：“还请小主赐名。”这也是宫中的规矩，不论先前是在何处伺候，奉了新主子就得求赐名，沿用旧名的都是被新主子所厌弃的。林轩辕早就将2人的名字想好了，抿了一口茶，先对宫女道：“你唤作知信。”又对太监说：“你就叫知顺。”知信、知顺，多谢小主赐名。知信与知顺一脸喜气的被林轩辕叫起了身。至于他们心中所想，林轩辕不知，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他们敲打。林轩辕放下杯盏，轻轻地磕在桌上，一时间落针可闻。进入了我这里，就得好生办事。我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忠心的，但我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被主的。林轩辕淡淡道。知信与知顺的脸色随着他的话，脸色慢慢变得惶恐起来。当然，林轩辕语带笑意：“我说了，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忠心待我的人。”知柳，林轩辕看向一旁的知柳，将我入宫前就准备好的礼物送他们。知柳从袖中掏出2个荷包，分别递给2人。这一下2人的脸色又好转了起来。林轩辕满意的弯了眼眸，恩威并施才是用人之道，就是不知这2人有没有2心。知柳去内室整理从宫外带来的包裹，知信瞧着林轩辕的脸色，大胆的上前询问道：“小主今日应该未曾用膳就进宫了吧？奴婢与知顺估量着时辰，给小主取来了膳食，现在入口应该温度正好。您看现在需要用膳吗？”“好呀。”林轩辕点头。一大早起来，只在梳头时吃了几口糕点，现在的确是饿了。知信手脚麻利的将早膳一一摆在桌上，饭菜香味扑鼻而来，不知是饿了还是宫中的膳食格外香甜，林轩辕总觉得比以往的都要好吃。一旁服侍的知顺见林轩辕心情甚好，也鼓起勇气询问：“小主，宁真殿的陶宝林就住在对面，您用膳后要不要去拜访一下？”虽然林轩辕的位分比陶宝林的略高半级，但陶宝林毕竟是宫中老人，林轩辕主动去拜访更显真诚。不过林轩辕扫了知信与知顺一眼，这2人看着年岁都不大，估摸着是14、15岁的年纪，也不知道他待会说出来的话会不会吓到他们。于是林轩辕一脸愁容的放下筷子，叹道：“方才入宫时遇到柯平姐姐，言语间对我颇多指责，还说要去请皇后娘娘来主持公道。”林轩辕话音未落，就看见知信和知顺的表情变了又变，不过他还是继续道：“所以我还是在天照榭等着皇后娘娘的凤辇吧。”最后还是知信先开口，勉强笑着劝慰道：“小主不必担忧，皇后娘娘最是仁善，定不会对小主多加苛责。”一旁的知顺似是想起了什么，也赶紧点头。知信所言极是，皇后娘娘的仁善可是宫中人人都夸赞的。不过话是这么说，知信和知顺的面色依旧有些忐忑。林轩辕却丝毫不急，她是皇帝亲自下旨要的女人，柯平此举无异于在打皇帝的脸。若是皇后聪明，自会让此事轻轻接过；若是不聪明，林轩辕眼波流转，无非就是让皇帝心疼他几分罢了。不过能当上皇后的人，除了家世，心计应也是不缺的。很快，皇后的宫中来人了，不过不是皇后本人来，而是长秋殿中的太监过来宣布懿旨。懿旨的内容有些出乎林轩辕的意外。第22章禁足，竟是让林轩辕禁足1月，好好在天照榭练习宫廷礼仪。除了明面的意思，禁足还有另一层解释，
就是在此期间不得侍奉皇上。送走长秋殿的太监后，天照榭的其他3位个个都是面露愁容，林轩言也暗地里皱眉，但他不能慌，他慌了底下的人就不用做事了。林轩言展开笑颜，不怕，陛下会等我的。知信和知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即松了口气，面上和缓了许多。纵然小主被皇后不喜，但宫中最大的还是皇帝。知信和知顺都是皇上身边的大太监亲自挑选给天照榭小主的，足以看出皇上对林小主的重视。既然天照榭不能出了，对面的陶宝林自然也不能去拜访了。林轩言便带着知柳进内室休息去了。知柳，林轩言牵着知柳在床边坐下，我在宫中唯一能相信的就只有你了。奴婢知道。知柳重重点头，知柳一定忠于小主，不论何时都不会背叛小主。林轩言双眸亮晶晶地看着知柳，握着他的手道：我知道的，不然我也不会带你。不仅仅是因为相信你对我忠心，更是因为你比荀翠更稳重，我更相信你。知柳还从未被人这么真诚地夸过，顿时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不过林轩言话锋一转，并不仅仅是忠心与稳重就够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喜怒不形于色。林轩言凑到知柳耳边说道：脸上的表情不能表露内心真正的情绪，是表露给别人看的。林轩言的嗓音淡淡，却有种让知柳说不上话来的意味，让他背后一凉。不料一旁的林轩言笑着倒在了床上：姑姑教我的。知柳是不是也觉得很难？哪有人能控制住自己脸上的表情呢？知柳也跟着笑了，却是摇头道：香珠姑姑说的肯定是有道理的，控制表情再难也要努力。知柳握拳给自己鼓劲，这样的知柳身上有股年少人的朝气，不似平时不善言辞的模样，让林轩言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伸手附在知柳的拳头上，看着他的眼睛道：那我们一起努力。知柳重重点头，俩人眼睛对视，不由一同笑了开来。姑姑还说在宫中要发展人脉，不能只顾着自己房内的1亩3分地。林轩言说着抛了个问题给知柳，知柳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吗？知柳想也没想就道：香珠姑姑说的自然是对的。但随即看着林轩言含笑的眼眸，知柳意识到主子想要听的不仅止于此。知柳垂眸思索，蓦然灵光一闪，赶忙说：我知道了。就好比今日那位柯平去找皇后娘娘评说，可我们没有人脉，完全不知柯平是如何对皇后娘娘言说的。眼下又被禁足，偏殿的人不能出去，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能知道。若是我们在外面有人，不仅能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定在有人诋毁主子时还能给主子美言几句呢。知柳一股脑的说完，猛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说了太多，略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林轩言。林轩言很给面子的夸赞：知柳真棒，就连我没想到的知柳都想到了呢。嘿嘿，这下知柳是真的不好意思了，低着头不敢看人，但嘴角却高高扬起。林轩言待知柳平复了情绪，才继续道：还有一件事，我要拜托知柳完成。林轩言的语气郑重，知柳一惊，连忙看向林轩言，只见他的表情严肃，知柳也连忙起身正色道：主子有事尽管吩咐，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奴婢也一定完成。林轩言被这样的知柳逗得扑哧一笑，好笑的拉着知柳坐下，没有这般严重，但也是重要的事情，只有知柳帮忙才能完成。说罢，林轩言看向门口，小声道：这2个人你得帮我好生盯着，我担心他们是别人安插进来的。今日我刚进宫，柯平就敢给我没脸，皇后更是对我施以重罚，足以可见宫中众人对我态度。尤其是林轩言一顿，嗓音低沉几分：我还有个贵妃姐姐。知柳的心头也沉重了几分。贵妃姐姐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主子的助理，只要不使绊子就是顾着姐妹情了，可只观府上夫人对主子的态度，就知道贵妃会怎么对待主子了。知柳深知，若不是回府那日侯爷给小姐撑腰，夫人岂会那般安静？只需算算主子在乡下待了多少年，就知道夫人的意思了。奴婢会好好盯着他们的。林轩言却摇头：但不要太明显，万一他们真的忠心于我呢？你若是表现得太明显，只怕也会离心。知柳沉思了一会儿，郑重点头。林轩言想说的都说完了，接下来就是静待知柳的成长了，希望他不会辜负自己的一番心意。其实御下和对待男人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以真心换真心，谁表现出来的感情更真，谁就更能俘获人心。今日忙了一早，林轩言让知柳下去休息，但演了几场戏更累的林轩言却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分析今日入宫发生的一切。一入宫就有人给他下马威，这件事他早料到了，但他万万没料到的是皇后的行为。皇帝登基至今不过2年有余，嫁与皇帝也不过3年，如今坐在皇后的宝座上，还可说是时日尚短，看不出什么。可前世一直都是这位皇后，未曾换过人，也就是说皇后有能力稳坐后位。并且林轩言因为林寒冬只是被打入冷宫，还特意关注宫中的消息，他知道这位皇后膝下仅有1女，病怏怏的传闻活不过15岁。但偏偏就是这位膝下无嫡子的皇后，
在后位上好端端的坐了20年，可见手段高深。这也是林轩言疑惑的地方，皇后这样不就是和皇帝对着干，告诉后宫众人她不满皇帝的行为吗？难道是现在皇后还太年轻，远不如日后？第23章人心。宫中人向来是见风使舵的。上午皇后下了懿旨，让林轩言禁足，中午的膳食就迟了1个时辰才来，不仅全是些白菜豆腐，油还冷凝在菜上，看了就没食欲。结果到了下午，皇上赐了一堆东西给林轩言，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晚膳不仅按时按点的送到，还荤素皆有，色香味俱全。经过这一天的起起落落，知信与知顺的心总算是安定了下来。抬眼望去，俩人皆是一张笑脸。用完晚膳，天也渐渐黑了下来。但长夜漫漫，林轩言闲来无事，干脆叫人将今日皇帝赏赐的宝贝搬进内室细细把玩。他虽爱财，但平日里也不会表现得这般明显。可家中无聊时可以看画本子打发时间，在宫中可没有。今日收拾的包裹里，除了一些衣物银钱，就只有皇帝当初赠他的匕首和暖玉了。知柳3人搬了几趟，才将今日的赏赐之物搬完。林轩言满意的感受掌下顺滑的布料，心情大好道：“深夜无事，你们也陪我一同赏玩吧。”夏得知信与知顺连道不敢，御赐之物，我等下人岂敢沾染？林轩言微抬下巴道：“御赐之物如今也已成了我的，既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知信与知顺对视一眼，又看了看在黄昏晚霞与烛火照耀下的御赐之物，满是光滑晃的人眼花，却又挪不开眼。林轩言见状，又道：“再说今夜之事，只有我们4人知晓，怕什么？多谢小主。”知信2人齐声道。林轩言满意的点点头，拥有共同的秘密是拉拢人心的好手段。林轩言搞定知信2人，便也不再管他们，在室内东走走西摸摸。摸完布料，又端起装满首饰的盒子，在铜镜前一个个试戴。行为确实土气了些，可他毕竟是个乡下来的，一时间被富贵迷了眼，也情有可原不是？比起林轩言的随意，知柳3人就谨慎了许多。别说伸手了，看都离得远远的，生怕自己的呼吸惊扰了躺在颈部上的宝贝。林轩言一一将首饰试戴了一遍后，突然想起道：“知柳，你去取几颗银颗子来。”知柳领命而去。林轩言看着有些发懵的知信2人，笑道：“我今日得了赏赐，也该让你们高兴高兴才是。是我忘了，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你们可得提醒我。”林轩言平易近人，知顺的胆子也大了许多，也笑道：“奴才知道了，多谢主子赏赐。”知信也高兴，但还是有些惶恐，主子待奴才们也太好了。正好这时知柳也回来了。林轩言清了清嗓子，正色道：“我今日说过，忠于我的人，我不会亏待的；不忠之人也不会放过。”3人也正色齐声应是。随后3人平分了银颗子，室内又是和乐融融的一团。正所谓有人欢喜就有愁，林轩言把玩着宝贝不亦乐乎，可一墙之隔的某人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齐朝策，我堂堂一个皇帝，竟然在窗外等了1刻钟。叩叩，窗外传来声响，室内4人的动作齐齐一顿，正要细听，却又没了。知信站得离窗最近，正不放心的要推窗去瞧，林轩言却赶忙将他阻止。可那个知信估计是鸟儿在窗外歇息呢，不必开窗了。随后又道：“我有些困了，你们退下吧。”3人应是。知顺问道：“主子，那奴才们将赏赐搬回库房吧？”林轩言：“等你们搬个几轮，窗外的那位也怕是要等得不耐烦了。”林轩言只好装作不舍地摸着玉如意：“不必了，你们退下就是。”3人这才依次退下。几乎是寝卧的门刚关上，窗户处就传来咔嗒的声响，齐朝策熟门熟路的跳窗进来了。林轩言望向齐朝策，既不说话也不行礼，就这么站在原地抿着唇看着人。齐朝策疑惑的微蹙眉心，按捺住想要摸脸的冲动，心想不会是要哭了吧？今日的确是委屈了他。齐朝策微叹，正要上前好好哄上一番，就见林轩言突然小跑了过来，直直的扑进齐朝策的怀里。林轩言环住齐朝策的腰，在他的怀里扬起小脸，抿着唇，眼里却是怎么演不下去的喜悦。齐朝策还疑惑今日的林轩言怎么如此主动，除了上次见面的吻，之前见面都是秉持着男女有别，不小心碰个手都能立马退出3丈远。林轩言瞧了齐朝策一眼，又害羞的低下头去，将脸埋在男人的怀里，声音小小道：“今日入宫，我就是齐陛下的人了，这样做不算失礼吧？”声音被阻隔，听起来闷闷的，但语调中的雀跃是怎么藏不住的。一时间，齐朝策的心头涌上了一股说不上话的感觉，酸酸胀胀的，但这感觉却怎么也不算坏，甚至颇为喜欢。齐朝策将人又往怀里紧了紧，在林轩言的发间深吸了一口气道：“当然不失礼，还可以更亲密。”说着，齐朝策的手在林轩言的颈背游弋，指尖所到之处点起一丛丛看不见的微小火花，星星之火即将燎原。林轩言在齐朝策的怀里几乎要站不住了，
全靠着男人一条揽在腰间的手臂借力才勉强站着。但偏偏是这时，齐朝策的手刚探进衣裳里，初夏的晚风袭来，略微有些凉意。林轩言似是被这阵晚风吹得清醒了一些，睁着雾蒙蒙的眼睛，嗓音软软道：“窗户还没关。”如果说齐朝策的手指是林轩言的打火石，那么林轩言的这道软软的嗓音，直接给齐朝策本就熊熊燃烧的欲火上刮了一阵风，封住火势，愈燃愈烈。但开着窗却是不妥，哪怕窗外桃树茂盛，毕竟有心人的眼睛不是几株桃树就能遮住的。齐朝策不甘心的在怀中人儿的唇瓣上咬了一口，将人抱起放到床上，才念念不舍的去关窗。叫朕去关窗，你也是第一人了。林轩言看着回来的齐朝策，抱着被子在床上滚了一圈，软绵绵的笑着，那是陛下心疼嫔妾。第24章，就是睡不到。室内燃着几支烛火，明明灭灭的照耀着满是珍宝，流光溢彩，又映在林轩言光洁的肌肤上，倒真像是他在散发蒙蒙华彩。偏他又不自知，还躺在床上仰着脸望着人笑，全然不知自己有多么诱人。齐朝策看着这样的林轩言，只觉全身的火都往下贴而去，但碍于一旁的耳房有人守夜，又只能轻手轻脚的大步跨过去。轩儿，齐朝策低声唤了一句，随即上了床，胡乱的在他身上啃咬。衣裳一件件飘落，林轩言的低唤从最开始的陛下，又变回了曾经的齐郎，亦以乱情也迷。却不料林轩言身上只剩一件肚兜时，似是被男人身上的灼热烫得清醒了过来，惊呼一声后，用双手抵着男人的胸膛。齐朝策拧眉，但还是忍了下来。又怎么了？你如今可是朕的人了，不能再用以前的男女之别了。齐朝策用林轩言方才说过的话来堵他，但林轩言既然敢在这最后关头拦下天底下最尊贵的男人，自然是能搬出一套道理的。嫔妾被禁足了，若是与陛下日后事情没有落红，那一段话被林轩言说的吞吞吐吐，但齐朝策也听懂了，不由烦躁的捏拳在床上捶了一下，发出一声闷响。林轩言被吓了一跳，软着嗓子唤了一声陛下，又想往人怀里钻。小主可是有事需要奴婢进来吗？守夜的知信被方才的捶床声惊动了，说话间，知信的脚步声往内室而来。这一下林轩言是真的被吓到了，房间里一塌糊涂，若是真被知信看到，丢脸都只是小事，就怕不小心闹大了，传得满宫沸沸扬扬，那他一个妖妃的名头是决定跑不掉了。偏偏这时齐朝策也来作怪，许是在报复他方才的抗拒，含着他的耳垂不住妈撒，感人的话还没出口，身子先软了一半。知信，我没事，你不必进来了。林轩言深吸了一口气，勉强正常的说完一句话，但知信却依旧不放心，仍道：小主，您的嗓音听起来不太对，可是身子有哪里不舒服？林轩言：对，欲火被挑起又被按下，不舒服的何止是皇帝一个？凭他多年的经验，皇帝那方面的能力挺不错，可惜了。念头一闪而过，林轩言只得悄悄的清清嗓子，赶紧道：可能是今天累了，我没事。知信半信半疑的退了回去，谁知林轩言刚对齐朝策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时，耳房里又传来了知信的声音：那小主有事，一定要及时唤奴婢。林轩言赶忙胡乱应了几声，将人敷衍过去。陛下，林轩言看向齐朝策，软着嗓音小声唤人。搞定了知信，这还有魏要哄吗？经过这么一遭，齐朝策先前的欲火也退了不少，可看着怀里依偎的美人，哪有男人不动心的？你可知违逆天子，乃是重罪。齐朝策松开林轩言，起身坐起。齐朝策本意是想稍稍远离他欲念的源头，让自己冷静冷静，可林轩言却不依，又靠了过来，抱着他的腰，扬起的小脸上满是不安，急切道：嫔妾知道，可这件事陛下也不能怪嫔妾啊。软腻的肌肤贴着，嗓音又那般甜腻，这怎么冷静得下来？齐朝策烦躁的捏眉，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错？他一个帝王沦落到要和自己嫔妃偷情也就算了，还睡不到也就算了，还要自行冷静。可看着林轩言楚楚可怜的小脸，齐朝策就算有满腔的怒火，也对着他发不出来。齐朝策只好拿起团在角落里的锦被展开，将人团团裹住，无奈道：朕未曾怪你。还有，齐朝策捏了捏林轩言小巧的鼻尖，以后在私底下还是如之前一般唤朕齐郎。这下惶恐的林轩言总算是露出笑颜，在卷起来的被蛹里蠕动着靠近齐朝策，偷偷的从被窝里艰难的伸出一只手来，轻轻的捏着齐朝策的衣角，这才望向齐朝策，软糯的唤了一声：齐郎。烛火不甚明亮，就算有满室的珠光加持，也算得上昏暗，但偏偏这一刻的林轩言的眼眸中似乎有星子落了进来，亮闪闪的不输库房中的任何一颗稀世珍宝，且眼前的稀世珍宝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他。齐朝策的心当即就软了下来，俯身将人隔着颈背抱住，又握住那只自以为无人发现的手。齐朝策在林轩言的眉心落下一吻：委屈你了。
林轩言一怔，不解道：“嫔妾不觉得委屈。”傅佑展开笑颜：“今日还以为见不到齐郎了，现在能见到，嫔妾觉得很幸福。试问哪个男人能拒绝一个满心满眼都只有他的小女人？”齐朝策回想起俩人相识的点点滴滴，愧疚的情绪涌上心头。眼前人虽然出身不高，可心气高，若没有遇上他，应该会嫁与一平常人家做正头娘子，别说做妾，光是姊妹共侍一夫就足以让他抗拒。武安侯府的情况，齐朝策早在认识林轩言的第一天时就将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再加上在侯府的那次见面说的那番话，无疑更是体现林轩言对林寒冬的态度。今日之事，原本皇后没打算给你禁足，是母后知晓后派人与皇后说的。反正也不能睡了，齐朝策才想起他今天过来的目的。母后，林轩言瞪大双眼，太后娘娘不喜欢嫔妾吗？齐朝策沉默，这说起来也是他的错，还不是因为他先前出宫太频繁，导致太后觉得林轩言是个狐妹子，故而不喜。但这话齐朝策说不出口，身为帝皇，哪有认错的道理？只得含糊道：“母后不知你的为人，听信了他人的风言风语，你只要做好自己，母后会看到你的好。”林轩言眉心微蹙的点点头，但看向齐朝策时又没忍住露出笑容。只要有齐郎在，嫔妾就心满意足了。第25章，有人欢喜，有人愁。俩人说了一些话，便一同睡了过去。待到翌日清晨，林轩言醒来时，身侧的床榻已然冰凉，显然齐朝策走了许久。只余下半开的窗户被清晨的凉风吹得微动，洒进点点微光。林轩言将散落一地的衣裳捡起，穿上亵衣行至窗前，望着窗外茂盛的桃树，深吸了一口凉风，心情甚好。可这世人的悲欢总是不相通的，有人欢喜就有人愁。皇宫偌大，欢迎林轩言进宫没几个，但未曾谋面便极恨上他的人却不知凡几。经过了昨日的一番事情，和宫中人有以柯嫔为甚。柯嫔的容貌不算美艳，但能入宫的品相怎么也不算太差，尤其是笑起来的模样，无端的就能带着旁人心里也欢欣雀跃起来。但今早一起床的柯嫔就发了好一通大火，一把扯过自己的头发，扬手扇了给他梳头的宫女。这般用力，你是想拽掉我几根头发？梳头宫女立马跪地求饶，脸色苍白，往地上磕头：“小主恕罪，小主恕罪。”可这副跪地求饶的模样更让柯嫔心头火气大起。昨日那个狐狸精也是跪在地上，一副娇娇弱弱的模样，可转眼就给他难堪。他气冲冲去寻皇后评理，本以为皇后会看在他的面子上好好惩戒狐狸精一番，结果反倒批评了他几句。若不是有太后明察秋毫，昨日他就要成为满宫的笑话了。柯嫔越想越气，拔下头上已经插好的几根发簪，往梳头宫女的身上用力一扔，发簪砸在光滑的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主子，季晴上前安抚，何必为了他一个下人大动肝火，气坏了身子可就不值得了。季晴使了个眼色，立马有人将跪在地上的梳头宫女拖了出去。柯嫔冷笑一声：“一个贱婢怎值得我生气？还不是昨日。”主子，季晴略提高声音打断柯嫔的话，皱眉朝柯嫔微微摇头。柯嫔自知失言，压下了差点脱口而出的埋怨之语，但心头的怨气却怎么压不下。好不容易有太后给他撑腰，结果到了下午，听说还是陛下刚从御书房中议事出来，知道狐狸精被禁足，立马赏了大批东西去给狐狸精撑腰。也不知这狐狸精给陛下下了什么迷魂汤，竟让一向重孝的陛下与太后对着干。但这么下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狐狸精，可他就是第二个，也不知会不会被太后与陛下埋怨，还不如皇后将这事轻轻接过呢。想起今日还要去给皇后请安，不由更加烦闷，拍桌道：“季晴，你差人去同皇后娘娘告假，就说我今日身子不适。”柯嫔这般怒气冲冲的模样，哪里有半点身子不适？宫中服侍的奴才们纷纷将头低得更下，佯装没有听见。主子，季晴没能及时将话拦住，只好眼神凌厉地扫视了宫中众人一圈，将人挥退，这才小声劝慰：“奴婢知道主子心有不甘，但您今日若不去请安，的确是见不到其他主子了。可今日一过，他们定更加编排您。”可是柯嫔不服气，但季晴说的在理，宫中人的嘴皮子，他在后宫待了2年，已经见识了个十足。柯嫔看着镜中头发散乱的自己，眉眼含怒，全然没有往日笑意盈盈时的可人，默了半晌才道：“叫访烟进来给我梳头。”访烟就是方才被柯嫔怒斥的宫婢，是雪烟阁里梳头手艺最好的。唉，季晴欢欢喜喜地应了声，主子能设下脸面，又将访烟唤来，就说明想他明白了。不多时，柯嫔便打扮得光彩夺目的去长秋殿请安去了。柯嫔到时，长秋殿已来了许多嫔妃了，除了她就只剩林贵妃和陶宝玲了，一个两个的都与宁真殿的狐狸精有关。柯嫔捏紧手帕，脸上却露出了惯常的笑容来，上前给目前殿内唯一一个比她位分高的请安：“见过淑妃娘娘。”柯嫔妹妹不必多礼。淑妃淡淡道：“
其他的妃嫔也纷纷起身给柯平行礼。待柯平在淑妃的下手坐下时，陶宝林便匆匆而来，见室内也有许多人，顿时脚步一切，忙给众人行礼。淑妃没有多言，只扫了陶宝林一眼，又低眉喝茶去了。倒是柯平气不顺的第一个开口，又陶宝林今日来的迟了。这时的陶宝林连椅子都未坐上，又连忙起身回话，回柯平姐姐的话：嫔妾昨日未曾睡好，故而今日起迟了。昨夜未曾睡好。说起这个柯平就来劲了，可是昨日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说有什么人让妹妹不能安眠？殿中妃嫔顿时个个神色莫名起来，碍于柯平的位分不敢私语，但不妨碍他们眼神交流。陶宝林将头低下，声音细弱道：是嫔妾自己的原因，无故做了噩梦罢了。柯平无趣的撇撇嘴，这陶宝林还是一如既往的胆小，活该进宫2年未曾进过位分。这时殿外守着的太监唱诺：贵妃娘娘到。林寒冬缓步踏入长秋殿，来人一袭月白色的衣裙，仅衣角处绣着几只蝶儿绕着花朵翩跹，头上的发饰也简单，端的是一副出水芙蓉般的清丽之姿。若说林轩言的长相是明艳似火，那林寒冬就是温婉如水。各位妹妹不必多脸，快快起身吧。就连嗓音也如清溪缓缓淌下，真是温婉到极致的女子。林寒冬在淑妃的对面坐下，浅笑着看向众人。方才本宫远远的就听到了殿中热闹，可是有什么趣事，也说与本宫听听。柯平脸色微变，看着其他人眼神里流露出的看好戏的神情，咬咬牙回道：方才只是嫔妾与陶宝林闲聊了几句。这样啊。林寒冬看向陶宝林，陶宝林似乎是住在宁真殿吧？陶宝林立马起身，正要回话，就听皇后娘娘从内室出来了。又是一阵行礼，众人重新落座。对于位分低的人来说，光是行礼就足够烦了，可偏偏地位低又不得不早早赶来。大家不必拘礼，都是自家姐妹。皇后娘娘看着也是个温和的人，但比起林寒冬纯粹的温婉，又多了几分庄重。皇后说是这么说，但谁敢在这样的场合随意？最后还是皇后先开口：今日贵妃也来了，大皇子身体可好了些？皇后体谅宫中妃嫔，原本是每日的请安只需3日一次，但自从年初林寒冬诞下大皇子后，只来过寥寥数次，且总是以大皇子为借口。第26章深夜再会。不过林寒冬脸色丝毫未变，依旧是淡淡笑着：多谢姐姐关心，臣儿身体康健，只是总喜欢黏着妹妹，妹妹稍稍离开就哭闹不休。大皇子是男儿，贵妃还是不要过于溺爱了。能这般不客气的与林寒冬说话，除了皇后也就只剩下淑妃了。淑妃向来与林寒冬不对付，许是武将家庭出身，看不惯林寒冬这副娇娇弱弱的模样。林寒冬低头吹了吹茶水上浮叶，温声道：淑妃妹妹还未过有过孩儿，如何能懂本宫的心情？林寒冬这话一出，殿内的妃嫔可谓是个个都被刺了一刀。皇后脸上的笑容也淡了几分，放在扶手上的手微微用力，转移话题道：说起来，贵妃的妹妹也入宫了，只可惜今日不能得见，见不到又是怎样的美人了。姐姐来前，妹妹正要与陶宝林说起这事呢。林寒冬再次：陶宝林，宝林妹妹，舍妹与你一同住在宁真殿，平日里有事，还盼着妹妹多照顾一二。陶宝林惶恐的行礼应是。自从封林轩言为常在的圣旨下达后，宫内众人就对这个贵妃的妹妹揣测了许久，尤其与林寒冬是同父异母，更加让人猜测俩人之间的关系。但林寒冬一直不曾出宫，众人估不到他的心思。如今林寒冬说这样的话，意思是要护着这个异母妹妹。宫内众人心思急转，坐在柯平对面的怡美人笑着出声了：今日柯平姐姐打扮的真是光彩照人。殿内众人的视线落到了柯平的身上，柯平挺了挺身子，她今日是刻意这般打扮的，越是丢了脸面，就越是要夺目，这样才能压下他人的耻笑。但柯平忽略了一点，越是繁复的发髻珠宝，越需要明艳的容貌，这样才能压得住手势，否则就会被喧宾夺主，反倒显得姿容平平。而柯平恰恰容貌只是尚可，当即就有人没忍住捂着嘴笑出了声。虽然没人直接开口，但众人戏谑的视线，柯平看得懂。你，柯平按着扶手就要起身，季晴连忙在身后悄悄碰了碰，这才让柯平压下怒气。怡美人是贵妃一派，她敢来笑话，无非是贵妃表露了自己的意思。柯平暗恨，他虽嚣张跋扈了些，但也是有点分寸的，平日里哪里敢惹后宫中独一份的贵妃，还不是猜测着贵妃因不喜这个勾搭皇帝的异母妹妹，才敢给林轩言没脸。今日倒好，随随便便哪个阿猫阿狗都敢笑话他了。最后还是皇后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下次要去给母后请安，各位妹妹还是早点回去想想如何哄母后开心吧。皇后这话无疑是在给柯平撑腰，毕竟林轩言虽然有皇帝和贵妃撑腰，可太后对他不喜。昨天的禁足是怎么回事？经过1天的时间，想知道的都知道了。不过皇后已经下了逐客令，没能让柯平找回场子。不过这些恩恩怨怨一概都没传到天照榭来，哪怕是同处一殿的陶宝林回来了，
也不过是有些响动传来，听不出旁的。请安一结束，天照榭又热闹了起来。先是皇后的赏赐，又是林寒冬的赏赐，就连以美人这些位分低的，也有几个送了东西过来。其他人可以说是因为林寒冬与太后的缘故，不愿与林轩言有牵扯。可奇怪的是，陶宝林竟也未曾有表示。不过这些在林轩言略略思索，便抛在了脑后。总之，他现在被禁足，哪里也去不得，在这宫中是又聋又瞎，操心也无用。更何况，与其操心这些旁的，不如好好趁这些时日，将皇帝的心抓得更紧些。林轩言心情甚好地放下画笔，画的正是窗外的桃树。比起林轩言真正的水平来，眼前的画只能说比初学者好一点，形似而无神采，但也能入眼。但偏偏画上又有题字，这字写的行云流水，反倒将画凸显得有些不堪。读书人都要习君子六艺，天界只会要求更加严苛，也不知道他的这幅佳作能不能让皇帝生出几分好为人师的心态来。毕竟纯靠肉体维持感情是不能长久的，还是得交心。林轩言伸了个懒腰，起身去饭厅。厅内的知信方才已经来换过了，又到了用膳的时辰。满足的享受完午膳，林轩言哀愁的捏了捏肚子，这么待下去，迟早得胖一圈。不过等到晚膳来，林轩言还是大快朵颐起来。毕竟也是待过天牢的人，和老鼠抢过吃食，就知道如今的饭菜有多么珍贵了。这晚的林轩言洗漱完，可不敢让知柳三人继续待在寝卧了，万一皇帝又来呢？林轩言将三人挥退，将窗户打开，坐在窗前等皇帝过来。百无聊赖的林轩言仰头看着天空，皇宫的天空被宫墙切割成一块块的，但星汉广袤，一小块的天空也足以让林轩言看得津津有味了。毕竟除了这玩意儿也没别的可看了，窗前的桃树在白日里已经看腻了，星子闪烁，好似千万年都不会更改。也不知过了多久，初夏的晚风愈发凉了，林轩言撑着下巴，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头却越点越低，眼见着就要睡过去了。齐朝侧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他念着昨夜怀中的家人，而家人显然也是在等着他的到来。齐朝侧没忍心唤醒林轩言，但林轩言本就没完全入睡，就在齐朝侧打算悄悄跳进来时，林轩言蓦然一惊，眼睛迷迷瞪瞪的与齐朝侧对视。齐郎，林轩言呢喃唤道。齐朝侧应声。这下林轩言是真的清醒了，当即露出个甜甜的笑容来。我就知道齐郎会过来。月色如水，经过窗户扑进寝卧，但此时的齐朝侧站在窗前，影子代替月色投下，正好将林轩言盖住，好似影子将人拥入了怀中。齐朝侧没忍住，俯身在林轩言唇上啄了一口，这一吻像是雨露恩赐，让如花美眷更显娇艳。林轩言的脸颊顷刻间染上胭脂，浓密如羽翼的长睫轻颤，分明害羞了，却仍是看着男人目不转睛。第27章，深夜再三幽会。齐朝侧的呼吸不由加重，但是一想起林轩言尚在禁足，也只能偃旗息鼓，在心底又将柯平拉出来鞭打了一顿。林轩言让开位置，留出齐朝侧进来的地方。待齐朝侧一进来，林轩言便如昨夜一般扑进男子的怀中，仰着小脸，嗓音里像是含了蜜一样黏糊。齐郎，却又让听着甜到了心里。热情主动的女子，齐朝侧见过，但如林轩言这般主动的还是第一次见，但这感觉并不坏。齐朝侧将窗户关上，再转身将林轩言拥住，佯装没好气道：朕还是第一次见你这般不知羞的女子。哪有，嫔妾最是知礼了。林轩言瞪圆眼睛，如今身份不一样了，嫔妾才会这般的，才不是不知羞。说罢，林轩言撅着嘴松开男人，陛下不喜欢，嫔妾这就改。不闹了。齐朝侧赶紧又将人抱回来，是朕错了，朕极喜欢这样的轩儿。林轩言这才重新展露笑颜，偷偷的在齐朝侧怀里踮起脚，在他的喉结落下一吻，软软的唇瓣印在他的喉结，温热的触感稍纵即逝。齐朝侧不自觉地滚动喉结，呼吸骤然急促，忽然觉得宫人传言的妖精有几分道理。偏偏怀里的人儿犹觉不够，火上浇油道：这样的陛下也是轩儿极喜欢的。齐朝侧几乎是狼狈地移开视线，转移话题道：昨夜不是摆了许多珠宝布料在房内，今日怎一个都没有了？昨夜摆的都是陛下赠与嫔妾的，可陛下来了，嫔妾就不必睹物思人了。齐朝侧还是没能逃脱林轩言对他的吸引，再次将视线挪了回来，看着他满脸的依赖，心头的满足顷刻间胀满。但帝王的喜爱与厌恶都是要藏上几分的。齐朝侧俯身凑到他的耳边沉声道：是吗？朕还以为宫里来了个小财迷。齐朝侧不过随口一句的调笑，谁知林轩言犹豫了一下，竟然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还说嫔妾从小就没见到过这般好看的珍宝，除了见到他们能想起陛下，也的确是极喜欢。说着，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齐朝侧的神色，声音低落几分：齐郎会不会觉得嫔妾上不得台面？还有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怎会，朕富有四海，养你这个小财迷还是绰绰有余。
齐朝策毫不犹豫的话语让林轩言瞬间又高兴了起来，不由让齐朝策失笑，真是个容易满足的小女人。林轩言自然美滋滋，正所谓谎言容易被戳破，但半真半假就不易被人察觉了。与其今后撒了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不如此刻掺点谎话的承认，以绝后顾之忧。就是今夜皇帝来得太晚，蜡烛已经灭了，寝卧只剩室外的一点月光照亮，属实昏暗的厉害。他今日准备的画作没机会出手了。想着，林轩言小小的打了个哈欠，一副倦意上涌的模样，但随即又强撑着睁大了眼睛，笑意盈盈地看着齐朝策。齐朝策想起来时，林轩言打瞌睡的模样，若不是他来，估计这傻丫头就要在窗前睡过去了。当即将人拦腰抱起，获得一声惊呼，大步迈到床侧，两人放下。睡吧，朕不打扰你了。说罢，齐朝策转身欲走。林轩言惊了，这咋和昨天不一样啊？赶紧拽住齐朝策的衣角，在人转身之际，换上一张困惑又可怜的脸来。齐郎要走吗？林轩言，我装睡确实是想睡觉了，但不是要你走啊。一起纯盖被子睡觉不好吗？轩儿不希望朕走。废话。林轩言忙点头，顺杆子往上爬的握住齐朝策垂在身侧的指尖，想让齐郎留下来。齐朝策本就不想走，现下林轩言又这般不舍，干脆就脱了外衣躺上床了。至于方才为何要离开，倒也不是他故意捉弄人，而是怀中人对他的诱惑太大，害怕又如昨夜一样，忍了许久才冷静下来。一想起这个，齐朝策又将柯平拉出来鞭打一顿，在他的雪烟阁里安安分分的待着不好吗？俩人各怀心思的亲亲热热的睡下了。翌日起床时，林轩言身侧的床铺又是已经凉了，不禁摇头在心头感叹，这皇帝当的也是够辛苦的。大清早的要去上早朝，大晚上还要跑来私会自己的小妾，禁足的一天，又是无聊的一天。林轩言让知柳拆了鸡毛掸子，做了个毽子，四人在院子里踢了起来。欢声笑语在小小的偏殿里萦绕开来，愈发显得对面的半梦轩沉寂。及至晚间，齐朝策又翻窗进来了。这次林轩言仍是高高兴兴的一口一句齐郎，甜蜜的能溺死人，但将那幅画给了齐朝策，得了今后有时间便来教他的承诺后，就翻脸不认人了。齐朝策的眼里是这样的，昨夜还是不舍得让他走的小甜心，今晚就说齐郎明日别过来了。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他身为天子，夜夜翻墙，这都是为了谁？但思及这2日林轩言的表现，齐朝策还是好声好气的低声询问，怎么了？又舍得让朕离开了？嫔妾也不想。林轩言垂眸拉着齐朝策的手指，可是齐郎夜夜来，若是被人发现……齐朝策自信打断，朕武功高强，还有人放风，不会被发现的。可是自从嫔妾被太后娘娘禁足后，陛下不仅赏赐了嫔妾一大堆东西，还连续3日不进后宫，太后定更不喜嫔妾了。说着，林轩言没忍住又依偎进了男人怀里，嗓音委屈，嫔妾自然也想陛下能日日陪着，可陛下不是民间男子，嫔妾不敢奢望。林轩言话说的在理，齐朝策原本也没想一直夜探天照榭，至少后日的5月15，他就得去皇后的长秋殿留宿。只是他没想到林轩言会主动将他推开。好，齐朝策回握住林轩言的手，与他的手比起来小了许多，又柔弱无骨，让他没忍住握得更紧。那朕明日便不来了，朕会同轩儿那般想着轩儿的。第28章太后。皇帝不来，林轩言总算是清闲了下来，不必再每日烦扰或唇上或肩头的暧昧痕迹，如何与知柳2人解释？只是林轩言清闲了，但宫中的嫔妃又得开始忙碌了。宫中每月的初1、15，嫔妃们都要去太后的长乐宫请安。相较于皇后宫中的每3日请安，去长乐宫请安，众位嫔妃可就积极多了。不仅仅是太后乃皇上生母，谨朝重孝之故，更是在这请安之际，说不得能遇上皇帝也过来请安。故而宫中嫔妃们大多早早的就梳妆打扮好，前往长乐宫。太后端在上手，看着底下花枝招展的宫妃，和蔼道：“哀家老了少眠，你们年纪轻轻的，不必过来的这般早。”这话谁敢接？就算太后真的老了，也万不能顺着这话讲。皇后率先开口：“母后说的哪里话？若是母后这样身体康健之人也算的是老，那宫中个个都是老人了。你呀你！”太后隔空点点皇后，就会打趣哀家。殿内一时和乐融融，夸的夸太后慈爱，皇后孝顺，赞的赞太后身体康健，不输年轻人。不管是淡然的淑妃，还是骄纵的柯嫔，都眼下了性子，俱是笑意盈盈的陪着太后闲话家常，全然不似在长秋殿中的模样。太后与皇后说了几句，又将视线挪向林寒冬，这一眼看去不由有些失望。寒冬怎没带晨儿一同过来？林寒冬不急不缓的回话：“回太后，眼下早晨风凉，嫔妾恐晨儿受了凉风，故而未曾带来。”林寒冬脸上笑意浓上几分，又道：“太后若是想晨儿了，待会儿气温高一些，嫔妾差人抱晨儿过来。就是午时可能要打扰母后用膳了。”太后哪能不同意？
当即连道3声好，日日过来都行。哀家只要看到晨儿，心里头就高兴。林寒冬垂首掩笑。太后看着林寒冬是越看越满意，但目光扫到其他人，脸上的笑容稍霁。你们呀，也多跟贵妃学学，早日给皇家开枝散叶。众人脸色齐齐一变，不乏有人偷窥皇后的神色。皇后起身垂首认罪，让人看不清她的神色。宫中子嗣不封，是儿臣管理失职。太后嘴皮子动了动，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你这几年来的辛苦，哀家皆看在眼里，你做得够好了。太后挥手让皇后坐下，不再言说子嗣之事，只是后头再换什么话题。殿内的气氛始终不如最开始时热闹，直到殿内的太监唱诺，皇上驾到，殿内氛围蓦然一变，不少宫妃悄悄整理自己的着装，以求面对皇帝时能让人看到最美的一面。就算今晚按照规矩要去皇后宫中留宿，但若能留下个好印象，明日来自己宫中也未可知。修长的身影踏入殿中，在座的除了太后皆起身行礼。齐朝策直接走到太后身前拱手行礼，儿臣给母后请安。太后却没给齐朝策好脸色，哼了一声，但还是给齐朝策留了脸面。皇帝不必多礼，坐下吧。齐朝策心里知道太后是为何不满，不就是为着自从林宣言被禁足后，他就未从进后宫了吗？说来齐朝策也是有气的，当初接林宣言进宫，也是提前与太后说过的，结果一入宫就给人禁足，到底是不满林宣言，还是驳斥他这个皇帝的脸面？齐朝策面上不显，在太后旁边坐下，这才对众人道：平身吧。众嫔妃虽想在皇帝面前显露，但眼见着皇帝母子有嫌隙，又岂敢在这个关头上前惹眼，纷纷寻了个由头告退。就在皇后也要与淑妃最后退下时，太后扫了齐朝策一眼，一儿留下。一儿是皇后的闺名。皇后一愣，随即道：是。淑妃从善如流的告退了。太后挥手将宫人挥退，皇后不由得心中一紧。齐朝策将心底的不耐烦流露了出来，手中的茶盏重重的磕在桌案上。若母后还是说那些，就不必了。太后被气个仰倒，指着齐朝策指尖颤抖：你如今皇帝翅膀硬了，竟也对着哀家发脾气了。皇后心头暗叹，眼下恨不得远远逃离。太后母子的争执是那般好听的吗？但此刻也只能快步上前，抚着太后的胸口，关心道：母后仔细身子。皇后的亲近之举似乎给了太后几分力气，拉着皇后的手拍在桌上：一儿这般好的孩子，皇帝你竟为了林氏女一而再再而三的忽视。桌案上的杯盏被太后拍得震颤不已。齐朝策不耐烦地捏眉心，一边是他的生母多年养育，一边又是有皇后在场，若当他的面与皇后争执，成何体统？齐朝策深呼吸了一口气，看着太后颇为疲惫道：母后想怎样认为就怎样吧，朕还有些政务尚未处理，就不多留了。太后看着齐朝策竟真的要走，色厉内荏冲着他的背影道：哀家不过说话大声了点，皇帝就这般不愿。太后语气软了几分，齐朝策也不好当真就此离开，又坐了回去，无奈道：朕知道母后的意思，如今中宫无子，朕与皇后需多加努力。齐朝策看向太后身旁的皇后，皇后长相温婉，比起林寒冬的温润似水略有不足，但作为皇后需要的大气与庄重已是足够。尤其是在她刚登基时忙前忙后，如一段白月光抚平了她那段时间的悲伤与无措。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那段时间离开的。刚登基时，不仅仅是他身为皇帝繁忙，皇后也事务繁多，因此没能保住腹中孩儿。这2年来，皇后每日喝药进补，朕也时常询问太医。齐朝策深吸一口气：母后孕育孩儿也是需要缘分的，急是急不来的。皇后也在一旁劝慰：如今太医说儿臣的身体已调养的差不多了，儿臣与陛下还年轻，不急于这一时。太后瞪了皇后一眼，恨铁不成钢：你们还年轻，可哀家老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哀家的嫡皇孙了。母后身为子女的，最听不得的就是父母说这样的话，齐朝策就算是皇帝也不例外。见齐朝策放缓了态度，太后也收敛了情绪。那皇帝这几日不进后宫是为甚？记恨母后让林常在禁足了。对于这问题，齐朝策并不想当着皇后的面说。第29章，母子之情，知子莫若母。太后还是妥协了，拍了拍皇后的手：一儿先回宫吧，晚间再让皇帝去瞧你。是。皇后退后行礼，犹豫了一下，还是道：母后与陛下也都坐下来好好商量，万事都能说开，何必动怒呢？太后心中欲贴，哎，还是一儿最贴心。齐朝策也朝着皇后露出一个笑容：一儿先回吧，今晚朕不会失约的。皇后低头含羞带笑，退出了长乐宫。太后微敛笑容，看向齐朝策：皇后已经走了，皇帝这下能说缘由了吧？齐朝策这下也不再推辞：母后由着自己的性子给林常在没脸，那朕呢？母后可曾想过给朕留脸面？这些时日，因为太后的做法，朝堂上又多了几人将此事拿出来大书特书，
就差没将他比作了帝辛周幽王。连去了几夜宁真殿，未尝没有这个原因。太后哑口，她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的男子已不是幼时会扑进她怀中的小童，而是一个君王，掌握着生杀大权。太后在齐朝侧的身上看到了先皇的影子，一时间百感交集，眼眶中涌上盈盈泪点。她的孩子终究是长大了。齐朝侧不知太后心中所想，还以为是自己说话过重，让太后伤心的哭了起来。毕竟是从小养育长大的生母，就算齐朝侧已经开始不耐太后对他的多加管束，但也无法做到对太后的泪水无视。母后，齐朝侧拿起手帕去擦太后的泪水，母后莫哭，此次之事儿臣的处理也不是全然正确，是带了些气的。太后却是笑了，握住齐朝侧擦泪的手，不，这次是哀家错了。后宫是皇儿的后宫，哀家的确是插手过多了，今后哀家行事前一定多多顾虑皇儿的处境，不再鲁莽了。齐朝侧一怔，反握住太后的手，露出了这些天最放松的一个笑容。母后能这么想，儿臣太高兴了。自从太后将林宣言禁足后，齐朝侧虽也每日来长乐宫请安，但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去，不多做停留。今日纯粹是太后担忧齐朝侧这一气，连老祖宗传下来的初一十五在长秋殿歇息都不去了，这才拉着皇后留下，打算同齐朝侧好好说道。但眼下说开了，母子俩又恢复以往的感情。尤其是这几日朝堂上对他的攻讦，齐朝侧总算是找到人吐苦水了。太后虽有听闻朝堂上因着小林氏对齐朝侧不满，但没想到这里面还有他的一份功劳，心中不免有几分后悔，先前对齐朝侧产生的几分怒气，此刻也是全然消散了。临走前，太后问齐朝侧：“那位林常在，陛下看需不需要哀家解了他的禁足？”齐朝侧一怔，几乎是没有犹豫的就摇头：“不必了，母后的懿旨已下，怎能随意更改？”太后确实是有意放了林宣言，作为这次事件的赔礼，但看到齐朝侧的反应，心头还是不免有几分高兴。不过面上却是哼了一声：“这可是陛下说的，到时可不能再说哀家针对你的心头宠。”母后说的哪里话，朕不过观他有几分颜色罢了。齐朝侧随意道：“行礼告退。”前面拒绝太后提议的话是齐朝侧的心里话，但齐朝侧心里还有别的一层意思，若他真的顺水推舟的答应，估计太后只会愈发厌恶林宣言。回话前的那一瞬间，齐朝侧的眼前几乎是顷刻间浮现了那晚林宣言依偎在他怀里的模样，知道太后不喜他，脸上渲然欲泣的神情。如果说最开始的确只是看上了林宣言的容颜，但近些时日的相处却是真心的有几分疼爱了。皇帝太后说开后，宫中原本有些紧张的气氛又恢复了如常。这一日距给太后请安已过了近1月，天气渐渐升温，人心也开始浮动了起来。以美人在给林寒冬请安时就说：“姐姐，嫔妾估算着时日，常在妹妹的禁足也快解了。”林寒冬拿着小剪子剪花的手一顿，很快又手起刀落，剪下一朵开得正艳的花来。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以美人未察觉林寒冬的不对劲，继续笑道：“待常在妹妹解禁的那日，姐姐要不要在宫中办个小宴会？就说给常在妹妹接风洗尘了。”林寒冬当初拉拢以美人，就是看中了她性子单纯，但有时这个单纯的性子也足够让人头疼的。林寒冬放下剪子，无奈的点了点以美人的眉心，摇头道：“你呀，太后明摆着不喜本宫妹妹，本宫还上敢给她办宴席。你是生怕太后不够厌恶她吗？你是生怕太后对本宫有几分喜爱吧？”林寒冬冷笑，自打他进太子府起，太后就对他淡淡，如今的几分喜爱，全是看在他淡育了皇儿的份上。以美人自知失言，连忙轻轻打了自己几下嘴巴，谄媚道：“嫔妾失言，还是姐姐考虑的周到。”谁知林寒冬又温婉笑着拉起了以美人的手：“妹妹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以美人面露疑惑：“给本宫妹妹办宴席自然不妥，但本宫这个做姐姐的接风洗尘还要有的。”林寒冬顿了顿：“那日姨妹妹也一同来吧。”以美人忙不迭地答应。送走了以美人，林寒冬去隔壁看大皇子。3个月大的婴儿正是吃了睡了吃的时候，但这次林寒冬来得巧，正赶上大皇子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打量周围。许氏看到了自己的母亲过来，当即地冲着林寒冬叫唤起来。林寒冬心头一软，连忙将人从奶娘的手中接过，小心翼翼地擦去大皇子嘴边的流出的口水，逗他道：“臣儿认得母妃了是吗？叫母妃，母妃。”大皇子继续叫着，无意间拽住了林寒冬的袖子，不多时就在林寒冬的怀中睡了过去。也不知是不是习惯了手中林寒冬袖口的花纹，林寒冬一要抽袖离开，大皇子就眉毛一皱，一副要哭着醒来的表情。林寒冬乃舍得，自然是任由大皇子拽着他的衣袖安睡，最后手到手臂发麻了，才不舍得脱下这件外衣，回到寝卧。第30章女宫。眼瞧着林宣言距离解禁的时日不多，除了林寒冬的雅兰宫在研议此事，后宫中的有心人几乎个个都将目光看向了天照县。
而被众人关注的林轩言浑然不知，每日里不是作画就是踢毽子，没有其他的乐子，简直无趣至极。就是眼下即将解禁了，这才在饮食上多注意了些，吃的较往常少了些许，又每日早早就起来，围着天照榭散步。正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待他解了禁，不出意外，当晚就要侍寝，这怎么也得好好保持下身材，力求给皇帝留下一个最好的出夜。知信从殿内出来，小跑着到林轩言跟前：“小主，奴婢给您缝制的衣裳已经做好了，你要现在就试试吗？”禁足前期各宫送了不少礼来，布料更是不在少数，与其放在库房中落灰，倒不如裁剪几件衣裙出来。不过林轩言经过多年的后宅阴私，自然知晓后宫妃嫔个个都是他的敌人，对待敌人不能有丝毫松懈，故而这些衣裙皆是由齐朝侧送来的布料制成。不过就算如此，林轩言仍是采用了别的法子试验这些布料有没有问题。幸好如今已入夏，殿中时不时的就有虫鸣此起彼伏。林轩言看似每日都在院子里踢毽子，实则给知柳放风，让他捉上几条虫子，放在那些华美的布料上，观察虫子能否安然度过一夜。这是林轩言前世从青楼中学到的法子，也是一个因家中犯事被贬为官妓的大家小姐，在林轩言被俘隐赎身前特意告知他的。因为这个法子，林轩言前世不知躲过了多少次危机。库房中的这些东西，林轩言分了好几日一次测试，目前来看，倒是没有人一开始就借物害人。也是，他眼下还算得上是皇帝的心头宠，又没与宫中妃嫔起真正意义上的争执，确实不必大费周章。好啊，林轩言和知信一同回到内室，辛苦知信了。知信摇头，奴婢不辛苦，给主子做事是奴婢应该的。这段时日经过林轩言和知柳的一同观察，没看出知信二人是否有二心，不过眼下尚在禁足，就算想做点别的，也没法与外界联系。二人看着还是挺好的，尤其是知信一手针线功夫实在让人赞叹。前世林轩言学的都是阳春白雪的文雅功夫，女工之类的一般闺秀女子要学的，林轩言17岁前学过，后半生基本就没碰过了。毕竟青楼中为了吸引文人墨客，不需针线厨艺，刘福隐看重的是能在床上肆意蹂躏，也不需有旁的技艺。只是后宅寂寥，青楼里学的琴棋书画，林轩言基本日日都有练习，一字一曲最终都化作了虚无。这些天林轩言有心想跟着知信学上点女工，结果短短1刻钟的时间，手指就被扎了3次，实在是触目惊心。幸好当时知柳因为在耳房守了一夜，被林轩言打发去休息了，不然实在难以解释。毕竟16岁的林轩言就算不是什么刺绣大师，但做出来的物品拿出去也能得到交口称赞的，和现在的生疏相比，可谓是一个天一个地。若是被知柳发现，那就真是有口难辩了。不过林轩言并不是一个服输的人，前世他能学好，眼下自然也能。不在知柳面前露馅只是一个用意，更重要的是想着今后能给齐朝侧送点亲手做的小荷包之类的，拉近感情。故而林轩言只要有时间，就会趁着知信缝制衣裳时在一旁观看，然后在独处时苦练技艺，如今也能歪歪扭扭地绣出朵小花来了。知信将衣裳捧到林轩言眼前，是一袭白色拖地烟笼梅花白水裙，袖口绣着欲飞的蝴蝶，仿佛下一刻就要飘然而出。哪怕这条裙子是林轩言看着知信一针一线缝制的，如今看到成品，林轩言还是特别惊艳，称赞道：“真好看，知信你真厉害。”知信被夸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奴婢手艺不过平平，实在当不起小主这般夸赞。若林轩言只是夸了这一次，知信说不得还会大大方方地接受，但每次林轩言在旁观看时都有夸赞之语，实在是让知信这个以往不被人看中的小丫鬟受宠若惊。林轩言当即就在知信的服侍下将这条裙子换上，站在铜镜前转了又转，欣赏镜中的自己。辛辛苦苦做了一件衣裳，最高兴的时刻应该就是衣裳能被人喜爱吧。总之知信是极其高兴的，脸上的笑容一直没下去过。林轩言欣赏够了镜中的自己，突然快步走到梳妆台前，拉开妆帘拿出一支发簪。知信还以为林轩言是想给自己重新打扮一番，却不料林轩言拿着簪子径直走到他面前，将簪子轻轻插入知信的发间。知信愣住，讷讷道：“主子。”林轩言退后几步，欣赏知信现在的模样，赞道：“这只簪子果然配你，真好看。”说罢，林轩言欲将新衣裙脱下，待见陛下时，我再穿这条裙子。可见林轩言的喜爱非虚。知信却似惊醒的，赶紧将头上的发簪取下，双手捧到林轩言面前：“主子，这太贵重了，奴婢不能要。”眼前的这只发簪看似只是普通，只是一只木簪，但好歹也给林轩言梳妆这么多次了，知信还是知道它的珍贵的。而且林轩言对这只木簪也是有几分喜爱的，眼下竟直接给了他，知信如何能不惶恐？真不想要？林轩言挑眉问知信。知信点头，但看着林轩言从他手中真的拿走了发簪，知信心头还是不免泛起了一点失落。林轩言失笑，就算知信极力掩盖，
但也不过是个14、15岁的小丫头，如何能逃得过他的眼神？林轩言拿过发簪，佯装要放回妆帘，但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插回了知信的发间。知信愣住，林轩言看着知信呆愣愣的模样，乐不可支的笑倒在梳妆台上，眼泪都笑了出来，半晌才擦掉眼角溢出的泪水，轻咳几声压下笑意。林轩言昂首摆出居高临下的表情，都说了赏你，哪有赏了还拿回的？再且我得了一条极美的裙子，这是你应得的。主子，先前那点微末的失落化作了巨大的惊喜，将知信团团包围，眼底涌上了点点泪花。第31章，给皇后请安。林轩言解禁前的3日内，圣天城内纷纷扬扬的下着小雨，怎么看都不是个好兆头，不少人在心中看起了好戏。可偏偏这阴沉的天在林轩言解禁之日放晴了，十足的好运气。一向沉稳的支流也不免面露喜意，连道：怪不得今日一早奴婢就听到了喜鹊叫唤呢，原是有好事呢。林轩言看着镜中自己未施粉黛的容颜，制止住支柳要往他眉心勾画的手，只浅浅的扑了层粉，头发也弄得简单。虽然底子摆在那，依旧是美艳动人，但到底朴素了些。主子，支柳欲言又止。林轩言知道支柳想说什么，之前被禁足在榭内，每日里的装扮都比这隆重，怎么偏偏能外出见人了，反而这般打扮？支柳是他的心腹，林轩言不介意多费些口舌教他。女为悦己者容。支柳，你觉得白日里我能见到陛下的概率有多少？林轩言反问支柳。这些时日，林轩言不少出题考他，当即便思索起来，很快便道：陛下政务繁忙，白天见到的概率应该较小，所以小姐是想晚上再打扮的漂亮点见陛下。主子，奴婢说的对吗？林轩言满意的勾唇，继续问：那你再想想，我白天为何打扮的比不出门时还要素净？因为主子待会要去给皇后娘娘请安，打扮的素净些更容易得皇后的喜爱。支柳给了个答案，但还不完全准确。不过短短10日能成长到这个地步，林轩言已经很满意了。毕竟支柳才是真正的自小长于乡下，生活环境和睦，乍然来到勾心斗角之地，表现得很是不错。林轩言挑眉笑着公布答案。支柳觉得，我就算打扮的再素净，又有几人能不嫉妒我的容颜？容貌是天定的，不可更改，但态度是人为的。太后与皇后不管他们内心如何想，至少面上都是希望后宫安宁，肯定都是喜欢安安静静，不惹是生非的。支柳点点头，奴婢懂了。走吧，先去长秋殿给皇后娘娘请安。按照规矩，林轩言应是在入宫第1日就要去给皇后、太后请安，奈何柯嫔从中作梗，足足晚了1月。皇后是后宫之主，而太后虽地位比皇后高，但不常管后宫之事，所以先去给皇后请安。林轩言主仆2人一路无话走到长秋殿门前。宫门处守着的小太监虽不认识林轩言，但观服饰也能知道这位就是刚进宫的林常在，清清丽丽的，尤其是脸上带着的和煦笑容，一眼就能让人心生好感。这位公公，我是宁真殿天照榭的林常在，今日特来给皇后娘娘请安，烦请通传一声。林轩言说罢，支柳上前几步，不着痕迹的往小太监的袖中塞了个荷包。小太监掂量了下荷包的重量，不由觉得林轩言的面目愈加和善了几分，当即躬身行礼道：林小主稍等，奴才这就给您通传。不多时，小太监就从内殿出来了，脸上挂着笑容，看来是好消息。果不其然，小太监笑眯眯的开口：林小主，娘娘还在梳妆，让您先去殿内休息等候。多谢公公，奴才应该的。小太监领着林轩言走入殿内，只见殿中摆设不多，但却在各种细节处显示着华贵，甚是端庄。小太监将林轩言领到会客厅便退下了，随即有一名小宫女上前奉茶，行动间未闻响动，可见规矩之严。支柳的表情严肃，脑袋虽是垂下了，但眼神却一直偷偷的在打量小宫女的一举一动，恨不得将其印在脑子里，回去好好练习。知信虽然也在宫中多年，但与皇后宫中的小宫女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皇后没让林轩言等太久，便步履款款的来到会客厅。林轩言连忙起身行礼，嗓音清越平切，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圣安。皇后在主位上端坐下来，抬手道：妹妹不必多礼，快快起身坐下吧，谢娘娘恩典。林轩言坐回椅子上，皇后在主位上观察着林轩言的一举一动，心里满意的点点头，礼仪学得不错，看来这禁足的1月里也未曾松懈。皇后当初虽然不愿在林轩言进宫当日就予以惩戒，但心里还是认同柯嫔所言，举止不佳。毕竟在她看来，林轩言自从长于乡间，就算跟着宫中的教养姑姑习了10日，能学个皮毛也算不错。但转眼看到林轩言微抬的脸蛋，心底却是一沉，武安侯府家的女儿倒真是个个容貌俏丽。不过又仔细观察林轩言的打扮，皇后微微安心了，至少目前看起来不是个爱出风头的性子。但愿不是如她姐姐一般，只是个面上看着乖巧的人儿。
这些观察打量不过一瞬，皇后侧头吩咐一旁的宫女从云去拿本宫准备好的镯子来。从云应声而去，很快便端着个托盘来了。从云将托盘递到林轩言跟前，皇后脸上满是温和的笑容。妹妹初次到本宫殿中，这只镯子就当本宫给妹妹见面礼。林轩言连忙起身，摇手拒绝，多谢娘娘好意，可是娘娘已经赐过嫔妾许多好东西了，嫔妾不能再收了。皇后看着林轩言，急得鼻头都皱了起来，不由得扑哧一笑，掩唇道：“不过一个镯子，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妹妹收下便是。”说着，皇后从主位上下来，亲手拿起那只镯子往林轩言手上套。根据林轩言多年收集宝贝的经验，此乃杨之玉的镯子，这么贵重的东西，竟然说不值钱，真是颇天富贵的皇家。但乡下来的林轩言不认识很合理，只当是个普通的玉镯，尤其是皇后都亲手给他戴上了，还怎么拒绝？林轩言只好收下玉镯，脸蛋憋得微微有些发红，垂手小声道：“多谢娘娘。嫔妾身无长物，唯有一手字还算看得过眼，届时嫔妾写上几卷佛经，在佛祖前供奉后再呈给娘娘。”说着，林轩言偷偷地打量了眼厅内的陈设，实则小动作全落在了皇后和从云的眼中。厅内陈设典雅，处处显露着大气。林轩言越说越不自信，最后还是咬牙道：“还望娘娘不要嫌弃。”皇后看着林轩言越垂越低的头，脸上笑意愈浓，拍了拍林轩言的手：“妹妹的一片心意，本宫喜欢还来不及。”看着倒是纯善，像极了幼时在山林间见过的小兔。第32章太后的用意。长乐宫，主子知柳皱眉小声道：“眼下林轩言主仆二人正站在长乐宫前等待太后传唤，至于什么时候能进去，还未可知。毕竟是林轩言来的不巧，今日太后身子有些不适，尚未起身。”林轩言扫了知柳一眼，眼含警告，让知柳将话给咽了回去。不过林轩言也在心底暗自抱怨，都快小半个时辰了，太后不待见他就让人走啊，真是腿都要站软了。尤其是站在宫门前，几双眼睛盯着林轩言，还只能老老实实依着宫规站得笔直，可累人了。林小主，太后娘娘唤您进去。殿内走出一个年岁颇大的宫女，上前道。林轩言喜不自胜，连忙道：“是，多谢姑姑通传。”知柳上前塞了个荷包，多亏进宫前香珠姑姑准备了不少打赏人的小荷包，不然还真不够林轩言如此挥霍。殿内的窗户紧闭，燃着袅袅熏香，而太后闭目端坐在主位上，看着有些吓人。林轩言一进入室内就俯身跪地行了个大礼：“嫔妾林氏拜见太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这次太后倒是很快就让林轩言起身，还赐了个座，看着到真相之前是未起身，不是特意刁难。与皇后一样，太后第一反应也是观察林轩言的装扮行为，心里头不由有几分满意。宫规倒还是其次，太后最满意的就是林轩言的装扮，简简单单不出挑，看样子是个老实的。太后一高兴，脸上也带上了笑容，和皇后宫中的流程一样，送了份见面礼，一只镶嵌着红宝石的金簪，看着富贵逼人。林常在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打扮自己。太后笑呵呵道：“为着这只价值不菲的簪子，林轩言这次是心甘情愿的弯腰行礼，嫔妾多谢太后娘娘赏赐。”“不必多礼。”太后抬手：“哀家最喜欢宫中多来几个娇娇弱弱的美人了。”林轩言暗自撇嘴，这假话说的都不需要打草稿的。林常在如今几岁了？回娘娘的话，嫔妾快17了。太后点点头，若有所思道：“那就还只是16，年岁果真是小。锦朝的女子16岁及笄，及笄也就意味着可以嫁人了。而林轩言住的附近，大部分的女子在14、15岁时就嫁人了，甚至还有刚满12岁就嫁人的。官宦人家的女子则嫁人会晚些，但最晚也会在18岁前就结亲的，除非有意外才会拖着。林轩言这个年纪算不得小了。”林轩言不知道太后说这话是何用意，干脆不搭腔，只笑笑，反正伸手不打笑脸人，笑总是没错的。太后也不需要林轩言接话，继续道：“林常在年岁小，不用急着诞育皇子，可多养几年再考虑此事。”林轩言从来只听闻婆婆催儿媳赶紧生，多生的，林轩言还是第一次听到对儿媳说别急着生的。林轩言的疑惑明晃晃地摆在脸上，太后却恍若未觉，吩咐一旁的宫女道：“你去唤庄院判来，给常在开几副调养身子的药。”话落，太后又看向林轩言笑道：“常在身子娇弱，得好生养着，才能更好的养育皇嗣。”太后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林轩言还能说什么？只好低头谢恩。太后娘娘关心嫔妾，嫔妾高兴还来不及呢。不多时，庄院判便急匆匆赶来，给林轩言把了脉，又开完药。庄院判也未多做停留，离开了长乐宫。只是林轩言看着药方上的其中几味药，心头泛起一丝冷笑。半壁、嘉木、云外子这几味药，林轩言熟得很。当年在青楼，这是他吃的最多的药，每次接完课都要喝上1剂，以防有孕。
他前世之所以未曾有过孩儿，正是因为年轻时喝了太多的避孕药，毁了身子，从此再不能受孕。不过这方药和他前世喝过的又有不同，半壁这几味避孕的药材用量比前世喝过的少许多，且还有其他几味药。若林轩言没有记错，确实是有调理身体的功效。中医博大精深，林轩言只是以往喝药时多注意了几分，或许这些药物组合起来，真如太后所言。待养好了身体，林常在可要多多为皇家开枝散叶。林轩言压下心底的疑惑，脸上带着未经人事的害羞，是嫔妾谨遵娘娘教诲。说罢，太后便寻了个由头，让林轩言退下了。回宫的路上，憋了许久的知柳终于忍不住在四下无人时询问：“主子，太后娘娘给您开的这方药，真的是为了给您调养身体的吗？”林轩言轻笑一声，没有回答知柳的问题，只淡淡提醒他在外还需谨言慎行。知柳顿时不敢再言语，老老实实的跟着回到了宁真殿。一回到天照榭，知信与知顺便齐齐上前来，两张脸上都是一模一样的神情，担忧中带着惊惧：“主子，方才太医院来人给您抓了不少药来，说是日日都要服用。”知信说完，知顺立马接上：“主子，您身体怎么了？可别吓奴才啊！”林轩言被这两人逗得发笑，安抚道：“不碍事，是太后娘娘关心我，看我身子娇弱，开的补药。”知信二人齐齐松口气，拍着胸口道：“主子没事就好。”但在长乐宫中听完全程的知柳，却不如这二人一般，依旧是提心吊胆的。知柳虽然也是个未经人事的姑娘，可自小在乡间长大，妇人间的谈话除了家中琐事，就是儿女。儿女大了就攀比儿女过得好不好，儿女还小就攀比谁生得多。知柳才不信皇家就会如此仁爱，这般关心他家主子，尤其是太后一开始并不喜欢主子。知柳亦步亦趋地跟着林轩言走到内室，门一关上就忍不住道：“主子，奴婢想了一路，太后开的这方药，您还是别喝吧。”经过林轩言1月的培养，知柳长进了许多，在宫中宁肯多怀疑几分，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人。只瞧主子连皇上赏赐的东西都要捉虫去试探有没有毒，就知道太后也是不能全然相信的。林轩言没急着回答，先将手上戴着的羊脂玉镯子给取了下来，交给知柳，其中意味不言而喻。第33章，林寒冬的邀约。知柳将镯子放到库房回来后，林轩言已在贵妃榻上好整以暇地躺着。你的顾虑是对的。林轩言的食指绕着胸前垂下的发尾打圈，我暂时不打算喝那药。说着，林轩言突然直起身子，冷笑一声：“我曾在书中见过，那药方中有几味药，分明是用来避孕的。”知柳对上林轩言泛着冷意的眸子，心头一凛。如今主子愈发威严了，若是此刻寻翠来了，怕是都要认不出了。若不是香珠姑姑在那10日里时时提醒我，我说不得还真会对太后的关心感恩戴德呢。林轩言躺回榻上，似是不经意道。林轩言扫了一眼知柳，若说重生后唯一一点的不好就在这儿了，得时时注意自己有没有哪里与之前不一样的地方。不过现在入了宫，只有知柳一个熟悉他的人，比之前还是轻松许多的。再过个2、3月，知柳应该就能习惯他现在的性格了，他也不必时时拿着香珠姑姑做幌子。林轩言闭目养神，懒懒道：“你陪我走了一上午，也累了，下去休息吧，让知信与知顺进来给我按按。”知柳应声退下。很快，知信与知顺进到房间来，知信按肩，知顺按腿。林轩言舒服地发出喟叹的声音：“这才是人该过的日子，这里跪那里拜的，宫中的规矩就是多，烦人。”林轩言的呼吸逐渐绵长起来，知信见状，悄悄地给知顺打手势，俩人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等午膳到了，才将林轩言唤醒：“主子您多吃点，奴婢给您加点鱼肉吧。”知信给林轩言布菜，不住地劝说林轩言用些饭菜。问起缘由来，知信还振振有词：“定是您这几日吃的少了，瘦了许多，才让太后娘娘觉得您弱不禁风呢。”林轩言回想起自己劝走了皇帝，开始大吃特吃的场景。一开始知信这小妮子还被吓了一跳呢，现在不过是恢复了正常的饮食，竟嫌弃她吃的不够多了。但是林轩言摸着自己这2日好不容易才瘦下来的肚子，坚决不受知信的诱惑。“主子！”林轩言打断知信的话，连忙转移话题：“我们待会去对面的半梦轩拜访一下吧。我来了1个月了，还不知道陶宝林长什么模样呢。”说着，林轩言快步往内室走去，还顺道叫上了知柳：“知柳，我的发髻乱了，你进来给我重新梳一下。”全然不顾在后头跺脚的知信。然而一进到内室的林轩言直接往贵妃榻上一躺。知柳疑惑了：“主子不是说要去拜访陶宝林吗？”林轩言摆手道：“眼下正是午膳的点，又不是去讨饭，哪有这个时辰登门拜访的？”知柳不好意思的挠头，在乡下上门拜访也是这个礼，他一时给忘了。“你让知顺去给半梦轩递个拜帖。”林轩言拿上手绢盖在眼睛上：“我小憩一会儿。知柳，你看着时辰换我起来。上午那2遭太累人了，
得多多休息才能养回精力。林轩言睡了不到1个半个时辰，就被支流喊了起来：“主子，今下午打扮的稍微隆重些，您觉得如何？”支柳试探着开口。林轩言眼睛一亮，颇为赞赏地看了支柳一眼：“不错不错，支柳进步很快嘛。上午见大人物，未显无辜，妆容打扮只达到了不失礼的要求，但待会是去见陶宝林的，位分比他低，自然就没这个顾虑了。打扮得漂亮点，说不定还能让人心生畏惧，会省许多事。不过就这1个月来，听到响动来看，这位陶宝林估计是个沉闷的性子，翻不起大浪来。”支柳的梳妆手艺虽不及荀翠，但经过这1月来的练习，也颇为不错了，尤其是速度，经常被林轩言夸赞。镜中女子的眉心描花，朱唇微点，便已极为动人了。发髻松松挽起，略插了几只簪子，又换上一身稍显繁复的宫装，既明媚又带着娇矜。这次去见陶宝林，林轩言将支柳留下，带上了知信。知信不比林轩言先到宁真殿多久，林轩言来之前，他和知顺正忙着打扫，对陶宝林的了解不比林轩言多。不过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陶宝林的确是在这深宫中默不作声的人，若如柯平那般骄纵的，知信在宫中多年，岂能没有听闻？不过陶宝林院中伺候的奴才倒是机灵，等林轩言走到半梦轩门前时，陶宝林竟已在门口等候了。嫔妾宝林陶氏见过林常在。陶宝林一来就是个大礼，吓得林轩言连忙上前将人从地上扶起来：“宝林不必行如此大礼，我承受不住。常在不过比宝林高了半阶，依着宫规，只要半蹲行礼即可。”陶宝林顺着林轩言的手从地上起来，脸上带着怯怯的笑意：“原该嫔妾去拜见常在姐姐的，是嫔妾礼数不周，劳姐姐走一趟。”林轩言拍了拍陶宝林的手：“入了宫，咱们都是姐妹，且你我2人又与旁人不同，同住一殿，感情要比其他人更深厚才是。”“是，姐姐说的是。”陶宝林领着林轩言走到正厅入座，将主位中左边的位置让给林轩言，以示尊敬。桌案上已经摆好了茶水糕点，正散发着袅袅热气。陶宝林有些不好意思：“嫔妾宫中简陋，还望姐姐不要见怪。”“怎会呢？我觉得挺好。”话是这么说，林轩言端起茶水，光闻味就知道是陈茶，一看就是不得宠的。估计这点茶沫子都是特意留下来待客的。不论是后宅还是宫中，捧高踩低的奴才到处都是，林轩言见怪不怪。谁知林轩言与陶宝林不过闲话几句，留守天照榭的知顺急急匆匆跑了过来：“主子，林贵妃派人来传话，说是与怡美人一起，邀您在雅兰宫一聚。”林轩言捏着糕点的手一顿，没想到他与林寒冬的会面竟来得这样快。原来想着后日宫中妃嫔皆去给皇后请安后，顺道拜访一下雅兰宫呢，没想到有人比他还沉不住气。第34章事请前的准备。但林轩言并不打算今日就去会林寒冬，毕竟皇帝应该有90%会宣他事情，去见林寒冬会影响他勾引皇帝的心情。恰好这时进士房的公公来了，一脸喜气的带来好消息：皇上今日翻了林常在的牌子，晚间会有宫人抬软轿将您接去太初宫，常在主子趁着这段时间好生准备一番。多谢公公传话。林轩言一脸喜气，留在天照榭的支柳这时也赶了过来，驾轻就熟的塞过去一个荷包。不论是天照榭众人还是进士房公公，两方都有好处，和乐融融的，反倒显得此处的主人公陶宝林格格不入。陶宝林带进士房公公离开了，这才上前恭喜：“恭喜常在姐姐。”林轩言对房中事早已习惯，但眼下站在别人的地盘抢别人的男人，林轩言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尤其是她现在仍是个28少女，面对这种事也该害羞。面对陶宝林的恭喜，林轩言只讷讷的道了声谢，便赶紧回天照榭了。身后的陶宝林望着林轩言落荒而逃的背影，忧愁的叹了口气，随即想到了什么，又将自己给逗乐了。林轩言回到天照榭，知柳3人纷纷上前恭喜，脸上的喜意怎么也遮不住。林轩言大手一挥，又是3个荷包送了出去。大方的主子谁都爱，但林轩言这种视金钱为粪土式的打赏却是少见。这不，知信就捧着荷包问了：“主子，这段时间来，奴婢都不知道收了您多少赏赐了，您的钱还够吗？”后面的话太直白，知信没问出口，但意思已经清楚了。林轩言眼眸一转，灵光闪现道：“不怕，就算眼下的这些赏完了，还有陛下上次赏赐给我的呢，其中有不少金银，就是得辛苦知信了，多缝制几个打赏用的小荷包。”林轩言说的轻松，3人便也就高高兴兴的将荷包收下了。主仆4人其乐融融的准备林轩言要去侍寝的装扮，不过眼下时间还早，可以慢慢准备。知顺去烧水，知信去内务府领用新鲜花瓣用来沐浴。至于知柳，自然是守在天照榭，总不能让林轩言独自一人留下吧。林轩言也没闲着，铺开画卷，打算给齐朝策看看他这段10日苦练的成果。不过这次没有画桃树了，而是对着室内的玉兰盆栽挥洒墨水。林轩言把握着度，有进步，但进步不多。
毕竟林轩言也已习画多年，短时间是很难有长足的进步的，除非是同前世一般，突遭巨变，使得画功突飞猛进。知柳不会欣赏，但分辨美丑是人之本能，看到林轩言的画作，不由眼前一亮，连声夸赞道：“主子画得真美。”林轩言却是摇头：“我这画不过微墨功夫，比不得陛下。”这话一出，知柳闭嘴了。之前齐朝策最后一次夜会林轩言时，看到林轩言画的窗外桃树，随手在画卷上添了几笔，整幅画立马上了个档次。当然，知柳以为那幅画是从宫外带进来的，比奴婢画的好。知柳补救道。林轩言没好气地看了知柳一眼，若是他的画比知柳这个没学过的人还差，那当初教他画画的女夫子可以一头撞死在墙上了。知柳自知失言，连忙露出标准的微笑，不敢再多话。不多时，知信从内务府领到新鲜花瓣回来，知顺的热水却是等了好一阵才烧好。一桶桶热水倒在木桶里，粉嫩的花瓣挥洒而下，蒸腾的热气使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朦胧而又美丽。看着眼前的场景，知柳的声音不自觉地小了几许：“主子，奴婢服侍您脱衣。”林轩言展开双手，任由知柳动作，一件件衣袍自上掉落在地，光洁如玉的肌肤在窗户紧闭的室内散发着蒙蒙光彩，可谓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倾倒众生。知柳呼吸一滞，连忙将头埋得更低，唯恐自己的视线玷污了如玉的胴体。林轩言却恍若未觉，还捧起一点水往知信身上泼。林轩言实在不爱气氛沉闷，他就是喜欢热闹喜庆，看着俩人低眉顺眼的模样，只觉得空气都凝滞了。主子，知信不满地嘟囔一声，主子今晚就不是个小孩了，还这般调皮。从15岁的知信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显得尤为可笑。总之，林轩言是被逗得乐不可支，便也没有继续骚扰二人。玲珑的曲线在绯色二的花瓣下若隐若现。知信以前也和别的小宫女一同洗过澡，但这次他却不敢多看一眼，体会到了和知柳一样的心境。若是被林轩言知道，估计得怪自己为何之前沐浴的时候不要二人服侍了，多看看也就不会害羞了。知信保持眼观鼻鼻关心的给林轩言洗完澡，然而等到林轩言从桶内出来让知信擦身时，却是不得不看了。细小水珠的自光洁的肌肤上滑落，知信屏住呼吸，一点点失去水珠，忽然明白了为何皇上非要召主子进宫了。若他是男子，自然也舍不得这样的美人。终于身上的水珠擦尽，知信连忙退后，让知柳上前给林轩言更衣。穿上礼衣后，知柳拿着帕子细细绞干林轩言的一头秀发。林轩言不禁想，下午早早的就来传话，为的就是宫妃们有时间弄干头发吧。林轩言的头发是又多又密，知柳换了好几条帕子都还带着水汽。最后林轩言不耐烦了，径直披上外衣，将窗户推开，清爽的微风顿时扑面而来。知柳脸色一变，劝阻道：“主子，洗头后不能见风，恐染风寒。”林轩言毫不在意，笑嘻嘻地拉着知柳的手，感受窗外的夏风。你瞧，风是暖的，不会着凉的。知柳拿他没办法，但也不放弃的碎碎念：“今日便算了，日后风凉时，主子不可开窗吹头。”林轩言敷衍的点头，将人打发了。第35章太初宫。经过风吹，头发干得快多了，但仍是用了快1个时辰。眼瞧着时辰快到了，林轩言简单的用过知顺从御膳房提前取来的饭菜，便开始梳妆打扮。今日我自己化妆，你们给我梳好头就行。林轩言吩咐道。上一次给自己描眉点唇还是前世，林轩言看着镜中自己年轻的模样，不由有几分怀念，在青楼里苦练各种技艺，可惜最后跟了刘福隐，一身技艺无人可观。林轩言初时上妆还有生疏，但很快便找回了感觉，不多时便将自己的脸蛋收拾好了。知柳二人都有些看呆，若说之前的林轩言已是人间角色，那这次化完妆后就是9天之上的神女。顾盼间眸光流转，只消一眼就能让人沉醉在她眼弧的波光里，不知今夕何夕。知柳回过神来，主子真美。哦，林轩言拉长声音，那你的意思是我之前不美了？没有。知柳口拙，不会说别的。倒是知信有几分极致，道平时的主子也很美，只是现在的主子与平时是不一样的美。知柳连连点头，都美。林轩言被他俩逗得扑哧一笑，好了，不逗你们了，快些给我梳头吧。知柳手下不停，很快一个精美的飞仙髻就在他的手下逐渐成型。发髻上零散缀着几只珠钗，却恰到好处，既保留了林轩言的娇嫩，又托出她不俗的颜色。知柳二人很快习惯了林轩言的美颜冲击，但知顺一直在室外候着，故而在林轩言出来时，视线落在他的脸上，半天没移开。急得知信不停地给知顺使眼色。知顺反应过来，谄媚道：“主子今日实在明艳动人，奴才还以为是哪位仙女下凡尘了。”
林轩言却只是淡淡睨了他一眼，脸上没有往日听到赞美时的高兴。知顺看到这样的林轩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好歹也是宫中待了多年的，当即往地上一跪，方才奴才失态，还请主子责罚。知顺盯着他看，和知信、知柳看失了神是不一样的。一来是知柳二人要看着给他梳头，而知顺本就不该抬头看他的脸；二来是知顺油嘴滑舌，态度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林轩言想借着这事给三人紧紧皮。之前1个月来与他们闹作一团，是为了拉近感情，且又只能待在天照榭，有些事不必遵守的太严苛。但今天是他侍寝的日子，意味着他真正的要融入这个皇家内院中了。嬉皮笑脸可以，但要有度。林轩言不希望他做的完美无瑕，却被自己人拖了后腿。林轩言径直从知顺身旁走过，带起一阵香风，将他的话送到知顺耳中：念你初犯，便只罚你今夜不得进食，若再犯，有些话不必说得太死，让其自行想象，更能起到效果。接林轩言去侍寝的阮乔已在宁真殿前等候，知信搀扶着林轩言上轿，知柳则给抬轿的太监各塞了一个荷包。也不知是不是知柳塞得荷包的作用，一路上如履平地，丝毫未觉摇晃。分儿条皮吹起为长衣，一角晚霞余晖趁机溜进来，一缕落在林轩言膝头放着的画卷上。林轩言看着手指上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暖黄光束，唇畔漾起一抹微笑。有轿子坐的感觉真好，先定一个小目标，今后出行都有轿子可以乘坐。宫中妃嫔想出行能乘轿子，须得是一公主位及以上，或者是怀有龙翼。龙翼得靠运气，至于一公主位，林轩言目前的从6品常在距离从2品妃位还差整整4阶，理想很远大。很快阮轿停了，主子，太初宫到了。知信掀开轿帘，伸手扶着林轩言下轿。林轩言趁着下轿的时候看了眼太初宫的模样，不愧是天子居所，不仅仅富丽堂皇，更是守卫森严，远不是宁真殿可比的。见过林小主，一旁的太监上前搭话：奴才是太初宫的管事公公乐生。乐生眼神一凝，笑呵呵看着林轩言怀中抱着的画卷，恭敬道：小主怀中抱着的是什么？太初宫不允许带旁的东西进去。林轩言紧了紧手中的画卷，抿唇道：是我画的一幅画。顿了顿，语带羞涩道：我与陛下约好的。乐生的腰肌不可察地弯了几分，依旧笑道：那小主可否给奴才检查一下，奴才也好交差。林轩言颔首，将画卷递给乐生。乐生细细检查一遍后还给林轩言，心里不由嘀咕：这画工实乃平平，宫中大部分的主子画的都比这好，莫非陛下就爱这口？不过乐生一起方才瞥了一眼的容颜，心里有了别的猜测：陛下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哪里是画好，分明是看上了脸蛋。乐生也是宫里的老人了，心中的猜测一概未在脸上表露，只低眉顺眼道：奴才领您进殿内。林轩言跟着乐生走进殿内，而知信按着规矩只能在殿外候着。林轩言在龙床旁坐下，乐生招手换来一个小宫女，对林轩言道：小主有什么事吩咐他就行了，奴才就不陪着您了，劳烦公公了。林轩言颔首，乐生行礼告退，小宫女则是对林轩言行了一礼后便默默退到一旁。过了一会儿，房门又被人推开，4名宫女依次入内，手上捧着各色糕点与茶水。宫女们将糕点茶水放到离林轩言不远处的桌旁，为首的宫女上前几步，行礼微笑道：奴婢见过林小主，小主吉祥。陛下不知何时才来，小主若是等得饿了渴了，尽可享用，若是不够，奴婢再去端些来。林轩言回以一个微笑：辛苦姑娘了。4名宫女行礼告退。时间缓缓流逝，晚霞散尽，月华缓缓占据大地。殿外来人点上了烛火，火光跳跃，明明灭灭。林轩言看着窗外的即将盈满的月亮，清透的眸中似是露出了哀愁，在思念着谁。一旁的小宫女虽然默不作声地站着，如同隐形人，但其实一直都在观察林轩言，以防主子有需要。以上林轩言所谓的哀愁与思念，皆是小宫女自己挠不出来的。事实上，林轩言在点灯时就已经开始骂人。第36章长夜漫漫。从来都是男人对林轩言急不可耐，少有让他等的，偏偏还有宫女在一旁看着，只能端端正正地坐着，就怕稍微歪一点惹人闲话。第一次睡皇帝，林轩言想做到尽善尽美，直到乐声高空，殿内终于再次打开，颀长的身影自殿外缓步而来。林轩言的脸上恰到好处地露出欣喜的神色，起身欲要小跑过去，但余光扫到宫人们，只好按捺住，弯腰行礼道：嫔妾恭迎陛下。嗓音纤细而轻柔，正如窗外吹进的晚风，温温柔柔地扰动心弦。齐朝侧快走几步，直接将人一把搂进怀里，眸光含笑，嗓音低沉道：让轩儿久等了。林轩言含羞地低下头，也没有等太久，手却悄悄地勾住男人的腰带。齐朝侧低头抵着林轩言的额头，轻笑道：可朕等这一天已经许久了。说罢，
拦腰将林轩言抱起，吓得林轩言惊呼一声，搂住齐朝策的脖颈。跟着齐朝策一起进来的工人们见状，纷纷往店外退去，只留了一人与之前就在店内的那位小宫女站在一块儿，以防主子们有需要。齐朝策抱着人放到床上，看着眼前鲛人不同于往日的妆容，眸光沉了几分，今夜的轩儿与往日略有不同。脸颊上原本只是轻轻扫过的胭脂，因为男人的一句话迅速变浓，且慢慢的再往衣领深处蔓延。林轩言害羞的垂手，但随即又鼓起勇气抬头看向齐朝策，因为今晚是不一样的。林轩言直起身子，搂住齐朝策的脖颈，在他的耳边呵气如兰。齐郎，淡淡的处子香萦绕在鼻尖，耳畔传来的似乎是勾人沉醉的靡靡之音。齐朝策干脆停下脱衣服的手，直接顺着林轩言的力道往床上倒去，偏偏勾人的妖精还一脸纯真。齐郎，我嫔妾带了自己的话来，朕明日再看。齐朝策斩钉截铁道，随即干脆用嘴堵住他的话，踢掉鞋子就往龙床上滚。后者的宫女也极有眼色，垂眸上前将床帘放下，随后明黄的龙床上便传来声声娇吟。不仅未经人事的小宫女羞红了脸，深蓝夜幕上的月亮也躲进了云层中，只余下风儿不害臊的吹动床帘，想一窥究竟。长夜漫漫，太初宫的灯火通明，不知惹红了多少人的眼。但唯有守在太初宫的宫人们才知道这一夜有多么激烈，光是擦身的水就要了几遍。宫人们暗自啧舌，心底嘀咕，若不是翌日陛下还要早朝，估计太初宫的蜡烛要燃至天明了。陛下，齐朝策的贴身大太监安生在床帘外低声唤道：“卯时了，陛下该起身了。”齐朝策睁开眼，看着身上缠着的绢儿，喉间溢出一丝艳足的笑声。齐朝策轻手轻脚地将林轩言的手脚挪开，下床后又沉声吩咐，声音小点，不要吵醒林才人。安生还没来得及惊讶皇帝话中的意思，又听齐朝策道：“待才人睡醒了，再将人送回去，今日的请安亦应免了。”安生压下心中的讶异，小声应是。妃嫔们首次侍寝后升阶是宫中不成文的规矩，但在皇帝起身后还能安睡的也就林才人一个了。尤其是陛下还特意免了林才人的请安，其中宠爱不言而喻。毕竟妃嫔首次承宠后要去长秋殿谢恩，也是宫中惯例。待殿中悉悉索索的声音彻底消失后，躺在龙床上，林轩言抱着锦被翻了个身。年轻就是好，也不怕马上疯。林轩言嘴里嘟囔了一句，又继续睡了过去。天底下最富贵的床，不多睡会就算亏了。床侧候着的宫女听到里面有响动，正要凝神去听，又没了声响。直到辰时，林轩言才带着倦意起身。林轩言打了个哈欠，随即才似惊恐般的瞪大眼睛，连忙掀开床帘，询问宫女：“陛下呢？”林轩言此刻紧着一件肚兜，虽抱着被子，但胸前还是泄出大片春光，其上斑驳点点，而脸上虽犹带倦容，但更多的是满面的春色。宫女只不小心看了一眼，便将头深深埋了下去，弯腰回道：“回才人的话，陛下这个时辰应在御书房批阅奏折。”林轩言这才意识到窗外已天光大盛，皇帝这时候连早朝都上晚了。我起得晚了。林轩言脸色一白：“陛下他……”宫女听到林轩言微微颤抖嗓音，就知道他在担忧什么，连忙道：“小主不必忧心，是陛下特意吩咐奴婢们不去吵醒您。且陛下还说了，今日免了小主一应的请安。”宫女的嗓音轻缓又带着浅浅笑意，很好的抚平了林轩言紧蹙的眉心。但即便如此，林轩言醒了就不能在太初宫久待。林轩言看着床角撕成破布的衣裳，这下是真的老脸一红，想不到一把年纪了还能这么激烈。太初宫的宫人对这种事情已很有处理的经验，早就备好新的衣裙供林轩言更衣。宫人们有条不紊地服侍林轩言更衣洗漱梳头。经过这一连串下来，林轩言少有的害羞此刻也退了下去，脸上只有装出来的点点羞红。宫人扶着林轩言走出太初宫，不像以往，虽然知柳知信也经常扶着他走路，但多半只是做个样子。这次林轩言是真的有点走不动。林轩言在心里叹气，虽然年轻更有精力了，但初次总还是难受的，不论有多少经验都一样。主子，在宫门守了一夜的知信见到林轩言出来，立马一脸喜气的迎了上来，接过林轩言的手，扶着他上轿。知信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但碍于地点不对，也只好暂且忍住。林轩言本以为今天不用去给皇后请安谢恩，一回天照谢就能躺下休息，结果刚下轿子，圣旨也来了，是林轩言敬畏才人的圣旨。林轩言只好忍着身上的难受，领旨谢恩，又塞了几个荷包将人打发走，这才在知柳二人的搀扶下回到内室休息。这狗皇帝一点都不会怜香惜玉，不知道女子出夜要好好疼爱吗？此刻的林轩言全然忘了昨夜是谁在暗地里不停的撩拨人，这才让皇帝要了他一次又一次。毕竟皇帝虽然女人多，但一个个的都是养在深闺里的，少有放得开的，乐子实在平平，如何是林轩言这种身经百战的敌手？第37章，人心浮动。
知柳二人笑着恭喜林轩言晋封才人之位，林轩言却往门口望，知顺呢？这样的喜事他竟不来恭贺我，往日他不是跑得最快了吗？昨夜与知顺一同留守天照榭的知柳道，估计这小子在担忧主子还在生他的气，不敢上前来招您的眼。林轩言失笑摇头，昨日已经罚了我，便不会生气了。只要他今后能记住这个教训，那奴婢这就换他进来，好让主子给赏钱。林轩言颔首后，知信便兴高采烈地出去了。知信与知顺毕竟是一同来天照榭伺候的，情谊自比知柳来的深厚。很快，知顺就跟在知信的身后，怯生生地进来了。一进来，知顺就跪地行了个万福：“主子，奴才已经记住了，还望主子原谅奴才。”林轩言只道：“起来吧。”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但方才知信跑过来与他说的是：“主子已经原谅他了。”知顺咬咬牙，从地上起身，脸上挤出谄媚的笑容：“奴才恭贺主子晋封才人之位。”林轩言这才展言：“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再时时挂念，只需记住从中得来的教训，今后不再犯。”林轩言扫了一眼知柳二人：“你们二人也是。”三人一齐弯腰应是。好了，林轩言拍拍手：“按照咱们天照榭一贯的规矩，有喜事就赏。知柳，去拿点银克子来分了吧。”得到赏钱的三人个个喜笑颜开，嘴里又是一连串的夸赞之语。林轩言摆摆手，将三人挥退，正打算休息，结果知顺一拍脑袋，一溜烟的跑出去，嘴里传来一句话：“糟糕，炉子上还熬着主子的药呢。”林轩言眸光一冷，看了知柳一眼，知柳心领神会，连忙跟上知顺。不多时，知柳端着药进来了，熟悉的药味霸道的瞬间充斥整个房间。林轩言皱起好看的眉头，不耐烦地指着一旁的玉兰盆栽道：“倒了。”褐色的药水消失在褐色的泥土中，只除了房间中还残留着的苦涩药味，什么痕迹都没有了。知柳将窗户打开，散去房间内的味道，室内的空气焕然一新，林轩言胸口的沉闷也消散了不少。知柳离开后，便躺在床上继续休息，但偏偏总有人不如他的意。林轩言才躺下没多久，天照榭又来了人，先是太后，再是皇后，就连林寒冬与淑妃也过来凑了热闹，各种珍宝跟不要钱似的送往天照榭。反倒是齐朝侧的赏赐来的最晚，林轩言快要用午膳时，才由鞍山公公亲自带人送来。这一上午完全没有休息的林轩言还能怎么办？只能扬起笑脸相迎。尤其这位还是皇帝身边最得宠的大太监，林轩言只能痛并快乐着接下这份殊荣。一份一份的赏赐经过鞍山的唱诺送进天照榭。末了，在林轩言恭送代表着皇帝的安生离开时，安生低声笑道：“林小主，那幅花石草重图是陛下看过您的画作后特意挑选给您的。”林轩言微讶，旋即镇定下来，多谢公公告知。只是脸上泛起的丝丝红晕是怎么也藏不住的。安生完成了其朝侧的吩咐，便也不多做停留，带着一溜的工人回去复命。目送安生等人离开后，林轩言立马吩咐知顺将花石草重图拿出来，挂在寝卧中，日日夜夜都能瞧见。其他的东西则一应登记造册，放进库房中。这下林轩言总算能够好好休息了，用过午膳，躺在床上吩咐道：“若无大事，不得进来打扰我。”得亏林轩言的先见之明，不然宫中上门拜访的莺莺燕燕就足以让他无法休息了。不过就算没见到人，各位拜访的宫妃们也都留下了礼物，以作示好。当然，有人愿意烧热灶，自然也就有人连表面的和平都不愿粉饰。这些一个个的都是墙头草，风往哪边吹，他们就往哪边倒。柯平愤怒地往桌上一扫，杯壶顿时掉落在地，摔成碎片。季晴连忙上前安抚：“主子，如今林才人正是新鲜，陛下多疼宠几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柯平知道季晴说的在理，可他就是咽不下心头的那口气。他除了有张脸蛋，还有什么？乡下来的草包。主子说的对。季晴顿了顿，林才人除了有张脸蛋，其余都比不上您。按照每年的惯例，皇后娘娘会在7月初举办赏荷宴，皇上说不定也会来。您的武技无人可比，还怕抓不住皇上的心吗？现在宫中妃嫔不多，每个月柯平轮也轮得到1-2次事情。可这1-2次就像是每月的初1、15皇帝皆去长秋殿一般，成了惯例，不多也不少。这让一向骄纵的柯平如何能知足？皇后、贵妃与淑妃皆是太子府中的旧人，他比不得，但其他人休想踩到他的头上去。柯平忆起他刚入宫时也与皇上过了一段恩爱的日子，哪怕皇后也得避其锋芒。他还记得陛下说过最爱他舞姿的灵动。你去教坊找几个伶人过来与我排练。柯平平复情绪，轻声吩咐道：“是。”季晴领命而去。柯平不愿送礼，自是心中不服，但那些送了礼的又真的是如表面那般讨好吗？颐和殿、静宁阁。主子，玉如意可是当初陛下赐予您的，您怎么就赠给林才人了？宫女跺脚，一脸的不解。杨才人目光悠悠，
看着窗边透进来的暗光，浮沉沉浮。半晌，杨才人声似缥缈，不过死物罢了。如今除了我还记着，这宫中还有人记得吗？明年又要大选，宫中的新人只会愈发的多。杨才人扭头看向宫女平素，你说陛下的心中还会有我的一席之地吗？窗外的林木愈发茂盛，而他却永远的留在了那年冬日，形容枯槁。平素看着杨才人脸上空洞的表情，心中不由一痛。他与才人主子从小一同长大，情谊自非常人能比，主子痛他更痛。主子服侍陛下多年，陛下只是一时被繁花迷了眼，怎会忘却主子呢？平素连忙握住杨才人微凉的指尖，企图给他温暖。杨才人却是抽出手，摇头苦笑，陛下已有半年未曾传唤过我，连累的卓常在也不受待见。第38章野心。林宣言躲过了侍寝后的请安，但翌日是每3日去给皇后请安的日子，这次就没有理由躲过去了。林宣言带人出门总是换着来，上前陪着侍寝的是知信，那这次就带上知柳了。出门时正好撞上陶宝林也出门，俩人便一同前往长秋殿。嫔妾还没来得及恭喜姐姐晋升才人，陶宝林的声音一向是细细弱弱的，听着就惹人怜爱。哪有？林宣言反驳，昨日陶妹妹不是送了礼过来吗？妹妹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陶宝林涨红了脸，他昨日送的不过是自己闲暇时做的荷包，对比起其他人的礼物，他的荷包实在不堪入目，但已经是他最拿得出手的了。林宣言注意到陶宝林情绪低落，拉过他的手道，妹妹做的极好看，我喜欢极了，日后我能不能找妹妹讨教一二？林宣言目光清澈，看着极为诚恳。陶宝林抿着唇，嘴角绽开一朵小小的笑容，忙不迭的点头，姐姐不嫌弃嫔妾手艺粗鄙，就是嫔妾的荣幸了，哪用得着讨教呢？林宣言，看来女工得加快速度练习了，不然就真的要瞒不下去了。俩人一路闲话走到长秋殿门前，与他们一同到达的还有怡美人。嫔妾见过怡美人。林宣言与陶宝林一同行礼。还有，怡美人赶紧上前将林宣言扶起，二位妹妹无需多礼。说着，怡美人就亲亲热热地拉着林宣言的手往殿内走去，完全忽视了陶宝林。林宣言只好向陶宝林投以一个抱歉的眼神。陶宝林毫不在意，只微笑地看着林宣言被怡美人拉走，显然已经习惯了被忽视。怡美人拉着林宣言坐到他的下手，而陶宝林依着位分只能坐在末位，与林宣言的中间隔着一个位置。趁着宫妃们还未全部到齐，怡美人与林宣言说着话，今日可算是见着妹妹了，不愧与贵妃姐姐同出一门，都是一样的美貌呢。林宣言垂下眼眸，似有些害羞，眼唇笑道，怡姐姐说笑了，我如何比得上贵妃姐姐的天姿国色？林宣言虽是在谦让，但仅仅是低头一笑，就足令场中妃嫔们生出嫉妒之心了。明明只是简单典雅的装扮，却难掩明艳，尤其眼下的一笑，更是如美玉生辉，灼人眼睛。恰好这一幕被踏进宫内的柯嫔看到，众位低阶妃嫔纷纷行礼，他却只盯着林宣言冷哼一声，张了张嘴，但最终只是甩袖落座，让众人平身。随后林寒冬与淑妃联袂而来，紧跟着皇后从内殿中走来。嫔妾给皇后娘娘请安。或娇婉或清脆的嗓音汇聚在一起，不比教坊演奏的宫乐差。此刻的长秋殿真正是人间最动人的所在。林宣言看着皇后脚下正红的宫装，他与皇后的位置差了4排，终有一日他要做到首位，让所有人都向他俯首。皇后挥手让众人平身，众人落座后，皇后将视线落到了林宣言的身上。林才人得圣上喜爱，可要早日替皇家开枝散叶，才不负圣上的一片心意。皇后短短的一句话，便将全场的目光吸引到了林宣言的身上。林宣言想往上爬的目标，注定会使他吸引许多的仇恨，但他不想在现在就招惹太多嫉恨。眼下只有皇帝的宠爱，就像是无根浮萍，风吹一吹，说不定就散了。皇后的话刚落，林宣言就立马起身行礼，嫔妾自小体虚，指望身子争气，才不辜负陛下与娘娘的一片心意。皇帝眼下对他的宠爱是有目共睹的，若是说皇帝对他不过平平，只会让人徒生气愤，倒不如卖个惨说他恐男有孕。毕竟嫁了人的女人都一样，除了夫君的宠爱，争的就只有子嗣了。坐回座位上的林宣言脸上虽仍洋溢着笑容，但怎么看都有种悲伤的意味在里面。听说林妹妹自小养在乡下，柯嫔蓦然开口，吸引众人的目光，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原来是真的呀。说罢，柯嫔连忙掩唇，像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林宣言对这个一进宫就给他下马威的主实在没有好感，但此刻也不由在心中给他鼓起了掌。再多说点，我喜欢。不过面上林宣言却是连笑容都快装不下去了，连忙低头不让人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妹妹身体不好，多多调养便是。林寒冬看向柯嫔，目光似含着冰直直的刺向他。柯嫔身体好，可得早日为陛下诞下皇嗣才是。柯嫔当即被气得攥紧了手中的手帕，皮笑肉不笑的回道：是，嫔妾谨遵贵妃姐姐的教导。没办法，
谁叫林寒冬位分比他高，又是宫中唯一有皇子的人呢？皇后最后对这起话头做了最终总结，贵妃说的不错，身子康健就要将谨记替皇家开枝散叶。众人知道了林宣言恐难有孕，之前看到他容颜而产生嫉妒的妃嫔，顿时言笑晏晏过来与他搭话，甚至有些不受宠的妃嫔心头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与其让其他人服侍皇帝诞下皇子，倒不如让林宣言多去分几分宠爱。众人和和乐乐地谈论些时兴的胭脂首饰，每次翻来覆去也就是这几个话题罢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本宫有事宣布。皇后抿了口茶水，朗声开口。殿内默然一静，静候皇后的吩咐。下个月初，本宫欲举办赏荷宴。皇后看向淑妃，淑妃，你从旁协助。淑妃应是。皇后跳过了林寒冬，要淑妃协助，还是得给个解释的。贵妃妹妹照顾皇子要紧，这次就不必跟着操心了。林寒冬唇畔噙着的笑容未变，颔首应是。林寒冬顿了顿，臣儿大了些，不似之前那般闹人。若是皇后娘娘与淑妃妹妹忙不过来，嫔妾乐意效劳。皇后淡淡应了声，神色不动，眼神扫向众人。众位妹妹若有心，可编排几个节目在宴席上助兴。操持宴会的功劳轮不到他们，但说起这个，低位妃嫔们可就来神了。顿时殿内又叽叽喳喳起来，这个说要弹琴，那个说要跳舞，只有2、3个默不作声，在殿内极为显眼。第39章，柯嫔的嘲讽。其中就有林宣言，毕竟他现在可是除了一手好字，就没有别的才艺能拿得出手的了。一直关注林宣言的柯嫔哪会错过这个，当即佯装好奇的询问，不知林妹妹准备了什么才艺？贵妃姐姐的一手琵琶可堪仙乐，林妹妹应该也不差。柯嫔的演技比起刘福隐的小妾们还要差，若不是有个好家世，林宣言估计他早被其他人踩到郁郁寡欢了。林宣言听着柯嫔语气中流露出的幸灾乐祸，脸色白了几分，嗓音低落道：“嫔妾天资愚钝，不如贵妃姐姐。”柯嫔却仍不打算放过他，继续道：“贵妃姐姐才艺出众，寻常人比不过也是应当的。不过林妹妹应该也有擅长的，可不要藏拙。”柯嫔早就将林宣言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同父异母的姐妹，且又都是嫡女，可偏偏林宣言这个原配嫡妻的女儿只能屈居乡下，他才不信这俩人真如面上那般要好。别看林寒冬总是给林宣言说话，柯嫔却是一个字都不信的，他只是性子骄纵了些，不是没脑子。林宣言嗫嚅着，半晌没有回话。倒是坐在二人中间的怡美人看不过去了，没好气道：“柯嫔姐姐顾着自己就是，以往没见着柯嫔姐姐这般关心人了。”美人比嫔位低了整整一阶，柯嫔当即冷笑一声：“我与林才人说话，可没让美人插嘴。”美人二字被柯嫔加重了声音，意思不言而喻，还不忘补一句：“美人时常跟在贵妃身后，怎不见美人学来几分贵妃的性情？”怡美人被气得牙痒痒，但官大一级压死人，只能对林宣言投以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林宣言回以一个感激的目光，但面对柯嫔不依不挠，只好硬着头皮道：“嫔妾才艺不佳，就不献丑了。”林宣言在心底翻了个白眼，展示才艺给你们看，就是将媚眼抛给了瞎子，毫无用处。男人学成文武艺是为了祸与帝王家，而女人一身的才艺自然是献与男人看的。而柯嫔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当即惊呼出声，吸引全场的目光后，又一脸抱歉，眼唇道：“哎呀，是我多嘴了，妹妹可要见谅。”当即就有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坐在一旁听到全过程的人立马窃窃私语地分享了出去。林宣言坐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中，脸上表情羞愤欲死，若不是碍于宫规，估计早就哭着跑出去了。皇后对此也只是不轻不重地斥责了一句：“柯嫔口无遮拦。”随即就让宫妃们退下了。怡美人跟着林寒冬去了，倒是一贯胆小的陶宝林特意落后几步，等着林宣言走过来。俩人在人流中默默往外走，半晌，陶宝林才硬邦邦地安慰道：“嫔妾也没有才艺。”话落，陶宝林握住了林宣言的手，给予他温暖。林宣言其实内心是很喜欢柯嫔对他的针对，毕竟越是显得他无用，其他妃嫔才能将皇帝对他的宠爱轻轻放过。但陶宝林的举动，林宣言还是觉得很温暖。林宣言回握住陶宝林的手，冲着他露出笑容：“妹妹。”林宣言二人刚踏出殿门，一道温润的嗓音在不远处传来。林宣言抬头望去，迅速放开陶宝林的手，并整理好情绪，躬身行礼：“嫔妾见过贵妃娘娘。”陶宝林也连忙行礼：“你我姐妹，何须多礼。”林寒冬伸手去扶林宣言，脸上是一贯的温润笑容。林宣言下意识的想抽出手，但还是忍住了，仍由林寒冬将他扶起。起身后，林宣言冲着林寒冬露出笑容来：“多谢贵妃姐姐。”只是这个笑容怎么看怎么疏离。在宫中经营多年的林寒冬却似未觉，邀请道：“前日邀请妹妹来宫中做客，只可惜时间不巧，昨日妹妹又不方便，择日不如撞日，不如眼下就来姐姐宫中叙叙旧吧。贵妃姐姐可不要忘了我，说好了邀约我一起的。”一旁的怡美人插进话来：“林宣言眼前陌生的姐姐，
纵使他在方才在殿内出言相助，但16年被无视的光阴是无法被磨灭的。林轩言下意识地退后几步，随即意识到什么，硬生生止住退后的脚步，扯出一个似笑非笑的笑容来。是妹妹的过错，没有第一时间去姐姐宫中叙旧。林轩言的回答毫无失礼之处，但眼神却不住地看向陶宝林，目光透露着哀求。陶宝林知道林轩言是什么意思，但他自入宫起就如小透明，不敢多说一句话，唯恐多说多错。但林才人看着实在可怜。陶宝林纵然只待在半梦轩一隅，但总会有些话传到他耳中来。林才人的身世他知道一点，同是嫡女，贵妃在人前光鲜亮丽，林才人却自幼不受宠。陶宝林下意识地回避林轩言的目光，他有些犹豫，却听到一旁的林轩言犹豫着开口：“妹妹可否与陶宝林一同去姐姐宫中做客？”林寒冬神色不变，脸上温婉的笑容像极了一位大姐姐温柔的模样。当然可以。林轩言对陶宝林露出抱歉的神色，陶宝林对此也只能跟着去贵妃的雅兰宫了。怡美人意识到了林氏姐妹之间不对劲的气氛，对于这对姐妹之间的恩怨，她也是知道一点，甚至比陶宝林了解的更多。但先前看贵妃的模样，她以为姐妹俩不似传闻中的那样，而是有些感情的。可今日一看，姐妹俩生疏得很，尤其是林才人的表情，纵使极力掩饰了，但终究涉世不深，心里的想法几乎可以说是明晃晃的摆在面上了。一向爱说话逗趣的怡美人，这次在去雅兰宫的路上全程保持沉默。四人到达雅兰宫时，提前回来的工人早就将小聚的地点布置好了。雅兰宫中有一处小花园，园中有一凉亭，此时亭中已摆好了茶水点心。宫女浅笑上前几步：“娘娘，亭中已摆好了您爱吃的青梅羹，怡美人喜欢的燕窝薏米甜汤，还有林才人喜爱的糯米凉糕。”第40章雅兰宫小聚。林轩言在心里挑眉，看来林寒冬真是要对他走知心姐姐的路线了，连他喜欢吃什么都打探清楚了。而怡美人与陶宝林的想法却是出奇的一致，看来贵妃有心想和林才人修复姐妹之情。怡美人意识到这一点，立马笑了开来，果然还是来姐姐宫中好，经常给嫔妾准备燕窝。林寒冬无奈的点点怡美人的眉心：“你呀。”怡美人捂着额头蹦蹦跳跳的率先跑去了凉亭。林寒冬看向林轩言，笑着道：“早在妹妹进宫那日，爹爹便传信来告诉我妹妹的喜好。”话落，又看向一旁的陶宝林，面露歉意：“今日不知宝林妹妹也来，没能提前备好宝林妹妹喜爱的吃食，下次宝林妹妹来，本宫一定会做好准备的。”陶宝林惶恐，连忙行礼：“是嫔妾冒昧登门，劳贵妃费心了。”“好了，我们也过去吧。”林寒冬将陶宝林扶起，不然亭中的吃食都要被那个小馋猫吃完了。二人跟着林寒冬前往凉亭。林轩言也不得不感叹，怪不得林寒冬能坐上贵妃之位，除了玉子有功，应该也和他处事的滴水不漏分不开关系。他们到时，怡美人正好将他那碗燕窝薏米甜汤喝了个一干二净。怡美人的贴身宫女正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二位妹妹也快来尝尝。”怡美人招手，贵妃姐姐宫中的燕窝甜汤就是比别处要好喝。但林轩言二人不敢同怡美人一般没大没小，老老实实的跟在林寒冬后头依次落座。林轩言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汤水茶点，眸光微闪。利用吃食下毒的手段可不在少数，就光是他自己遇到过的就有好几种，比如茶水无毒，但杯壁上抹了毒；还有单吃无毒，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有毒；甚至还有一种特殊的茶壶，可分别流出有毒与无毒两种茶水。等等手段不一而足。妹妹，先尝尝燕窝甜汤，免得待会被姨妹妹给逃走了。林寒冬揶揄道，亲自端起一碗甜汤递给林轩言。怡美人在一旁气鼓鼓的撅起嘴，恶狠狠地拿起糕点一口咬下，葱段般的纤纤玉指端着冒着热气的甜汤，怎么看都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林轩言垂眸接过燕窝薏米甜汤，一口一口的慢慢喝着，一点也看不出美味的模样。林寒冬看着林轩言一副喝毒药的样子，心头溢出一抹冷笑，就这样上不得台面的丫头，哪里值得娘亲特意写信来要她关照。林寒冬的确是不喜这个从小坐在角落里无人在意的妹妹，竟有一日能和她一样进入皇宫。不过看到林轩言这副模样，林寒冬彻底放下心来，不过是运气好被皇上看中，但丝毫不足为惧，也不动脑子想想他怎么会在自己宫中给人下毒，若是出了事，他就百口莫辩了。林轩言浅尝几口甜汤，便拿起糕点吃了起来，都是别人吃过的，他才跟着吃，用意不言而喻。林轩言哪能不知道，很快就能见效的毒，自然是要将自身的嫌疑全部都扫清才能下，慢性毒得长期服用才行，眼下这一顿根本不顶事。所以林寒冬准备的这一桌子点心，绝大概率是无毒的。但这妨碍林轩言装作害怕吗？他就是要做出不信任林寒冬的模样，因为幼时的经历，林轩言就算与林寒冬同出武安侯府，也绝对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毕竟距离巫蛊之祸只剩1年光景，林轩言绝对没有要帮林寒冬隐瞒的想法，
他只想独善其身，尽力保全自己和香珠姑姑等人。怡美人啃了几块糕点，蓦然眼前一亮，看向林轩言问道：“林妹妹是在宫外与陛下相识的吗？”林轩言刚咬了一口糕点，顿时被怡美人直白的问话吓到呛住，连忙转身弯腰咳嗽起来。知柳赶紧给林轩言拍背，一旁的陶宝林见状，连忙倒了杯茶水递给林轩言。待林轩言平复下来，脸上也不知是因为咳嗽的原因，总之通红一片，眼眶也微微泛红，颇有几分我见犹怜之感。怡美人却不依不挠，见林轩言坐了回来，继续问：“林妹妹是怎么和陛下相识的？”林轩言垂眸不语，只捏着手中的茶杯。怡美人好奇的等着林轩言的回答，就连林寒冬默认了怡美人的举动。能吸引皇帝的手段，宫中哪个女人不好奇？贵妃娘娘，美人姐姐，最后陶宝林硬着头皮说话了，这块糕点格外好吃，您二位尝尝。呵，林寒冬看着陶宝林双手捧过来的糕点，发出意味不明的笑声，但林寒冬还是接过了陶宝林的糕点。怡美人撇撇嘴，只好接过。方才的询问也就在无形中烟消云散了。林寒冬慢条斯理的吃完糕点，擦净唇角有可能存在的细屑，温婉开口：“怡妹妹与陶妹妹先行回去吧，本宫有些提己话想与妹妹说。”陶宝林只能跟在怡美人身后行礼告退，只是临走前担忧的目光刚好被林轩言看到。林轩言一愣，这个陶宝林倒真是心善，哪怕被他拖着过来参加不愿来的聚会，却仍在为他着想。待怡美人二人的身影消失在目光中后，林寒冬又将庭内伺候的工人挥退，最近的工人距离凉亭最少有1丈远。凉亭围着白色的纱帐，夏风吹着白纱不住飘扬。知柳担心的不住打量凉亭，但只能看到大概，声音更是完全听不到。林寒冬起身给林轩言倒了杯茶水，按住也想跟着起身的林轩言妹妹来宫中也有1个多月了，有何感想吗？林轩言诚惶诚恐接过茶水，犹豫道：“宫中姐妹性子和善，妹妹觉得挺好的。”林轩言这话说的分明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久前在长秋殿中，柯平对他的针对还历历在目呢。林寒冬轻声一笑，并未点名：“妹妹应该知道，姐姐问的不是这个。”林寒冬的目光直直望向林轩言。林轩言不敢与林寒冬对视，眸光闪躲，看向庭外枝柳模糊的身影。妹妹不懂。第41章逢场作戏。林寒冬不置可否，换了个问题：“那妹妹为何入宫？”林轩言语结微颤，飞快地看了林寒冬一眼，随后垂眸看着水中的茶水不语。林寒冬也不急，端起茶杯在手中轻晃，似乎杯中的不是茶而是酒，无端有几分惑人的意味。林寒冬水润的双眸望向林轩言，鼻腔里溢出声音来：“陛下召嫔妾入宫。”林轩言放在膝上的左手猛地抓紧衣裙，嫔妾便入宫了。林寒冬对于这个回答不做评价，过了一会儿又问：“那妹妹愿意入宫吗？”林轩言猛地抬头对上林寒冬的眼睛，眼里的情绪复杂不明，直愣愣地看了几息，林轩言才似反应过来似的起身，俯身行礼道：“嫔妾身体突感不适，就不多陪贵妃娘娘了，嫔妾告退。”话毕，也不待林寒冬有反应，起身就往外走，像是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连宫廷礼仪都顾不上了，并肩的钗环当啷作响。知柳连忙跟上林轩言的脚步，追得气喘吁吁，但知柳丝毫不敢开口，让林轩言停下来等等他。早在林寒冬邀约时，他就将主子各种会有的反应想象了一遍。每年从后府回来时，主子都会沉默许久，眼前的反应在知柳看来已经是极为克制了。走到僻静无人之处时，林轩言更是直接裙摆跑了起来，吓得身后的知柳大惊失色。先不说宫中规矩不许，若是冲撞了贵人，挨罚是绝对少不了的。知柳连忙追上林轩言的脚步，伸手将人拉住。主子，知柳劝诫的话语在看到林轩言满脸的泪水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林轩言失神的被知柳拽住，唯有泪水在不停的流淌。知柳看着这样的林轩言，他又何曾好受？但眼下虽是僻静无人，但毕竟室外随时都有人可能经过。知柳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劝慰道：“主子，咱们先回宫。”林轩言听到知柳的话，眼眸慢慢转过来看向他，这才恢复过神智来一般，嘴里扯起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来。好，说着，林轩言胡乱的在脸上抹了一把，擦掉脸上的泪痕，只是长长的羽结上还残留着点点细小的水珠。知柳搀扶着林轩言往回走，走到一处宫墙转角处时，林轩言蓦然轻声道：“知柳，你说她为何偏偏是陛下的贵妃呢？”话音未落，林轩言的眼眶中又溢满了泪水，只要轻轻眨下眼睛，泪水就会蜿蜒而下。知柳正要出声宽慰，转角处走来几位宫婢，见到林轩言二人，连忙跪地行礼：“奴婢拜见主子。”林轩言忙仰头望天，待眼中的泪水消失殆尽，开口唤人起身，只是嗓音中的嘶哑怎么也压不下去。宫婢们将头埋得更低，直到林轩言二人走远了，才敢从地上起来，远远地看着林轩言失魂落魄的背影，不禁窃窃私语。
宫中的话总是传得极快，几乎是分儿一吹打着线儿的就进了另一人的耳中。林轩辕这次被人撞见后，回去的路上没有再次失态了。扶着林轩辕踏进天照榭的那一刻，知柳才猛然发现自己的后背湿了一片。知信二人看到林轩辕魂不守舍的模样，皆是吓了一跳，直到将人扶进房中休息，二人才敢围上去低声询问。不久前陶宝林来过，说是主子被贵妃邀去雅兰宫小聚。知信担忧地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声音又低了几分：“主子可是受到欺负了？”知柳皱眉摇头，先前主子还算正常，后来贵妃与主子单独谈话，一出来主子就这样了，我不敢问。看着二人担忧的模样不似作伪，知柳眸光一闪，将俩人又拉远了些。但为了能够及时听到林轩辕的吩咐，也没敢离得太远。知信二人看着知柳一脸严肃的表情，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看向知柳。知柳在心中做了许久的心理建设，才眼一闭牙一咬道：“想来你们也有听闻，主子他在后府并不受宠。主子自小就没了生母，且出生不久就送到了乡下，说是主子身体不好要静养。可是你们瞧主子的身体。”说到伤心处，知柳哽咽，激不能言，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贵妃是主子同父异母的姐姐，在侯府中千娇百宠着的长大，同是嫡女，主子却只能每年元旦才有机会回到后府。”说到这里，知柳已是泪流满面，却仍是紧盯着知信二人。今日我与你们说这些，不是想要你们可怜主子，主子是个心有傲气的人，他不屑旁人的可怜。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主子对你们的好，不论何时都不能背叛主子，否则……知柳瞪着眼睛与二人一一对视，别说主子不放过你们了，我知柳第一个就要将你们撕了。知柳一字一句的从牙缝里蹦出这句话来，配上他凶狠的神情，绝对能止小儿夜啼。好在知信二人的反应让知柳满意，俩人忙不迭的对天发誓，绝不背叛。知柳姐姐，知信开口，我们就在外面候着吗？用不用进去守着主子？我怕。知柳摇头，主子是个坚强的人，给他一点时间，会没事的。知柳毕竟是从小就跟着林轩辕的人，他说的话，知信二人自不会不同的意见。知顺干脆道：“那我去办孟轩告知陶宝林一句，就说主子已经回来了，让他不必担忧。那我去给主子缝制衣裳，主子最喜欢漂亮裙子了。”知信说着也跑了。知柳则去了御膳房，主子除了爱美，也爱吃，多拿些主子爱吃的吃食，说不定能更早走出来呢。三人各自找好了事做，全然不知寝卧的门悄悄地合紧了。待在房间里的林轩辕早就恢复了原状，或者可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装的，什么默不作声，失魂落魄，甚至在转角处的讲话，都是在他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后演的一场戏。第42章，鞍山传话。林轩辕就是想借此告诉宫中人，他与林寒冬不是一路人。至于知柳的举动，完全是意外之喜，他并不介意将自己的悲惨的经历宣扬出去，若是能得到好处，他甚至在背后推波助澜。林轩辕心情甚好地坐在窗前的书桌前，提笔抄写佛经。之前说好了要给皇后抄写佛经的，可不能忘了。约莫过了2盏茶时间，房门被敲响。主子，午膳到了，您现在需要用膳吗？知柳在门外小心翼翼地问。林轩辕放下笔，朝外应了声，随后对镜自照，确认自己脸上没有颓靡的痕迹，才走出去。悲伤起到作用就可以停止了，长时间的颓废只会让跟着你的人失去信心。林轩辕刚踏出房门，就展开笑颜询问：“今日有什么好吃的？给我介绍介绍。”知柳见到这样的林轩辕，心口的石头下了大半，当即也扬起一个大大的笑脸。今日奴婢早早的就去御膳房等着了，4菜1汤，全是主子爱吃的。知信二人看到眼角眉梢带笑的林轩辕，皆是不约而同的松了口气。女子待字闺中和出嫁后是决然不同的人生，毕竟出嫁从夫，婚后的日子全是看夫君的脸面。如今主子得陛下宠爱，但玉皇子是迟早的事，今后未必不能走得比贵妃更高。毕竟贵妃和主子同是武安侯府嫡女，谁又比谁高贵呢？林轩辕正用着膳，外间却传来响动，有人登门了。林轩辕抬头望去，正好瞧见知顺领着鞍山走进来。鞍山一脸喜气的行礼：“奴才见过林才人。”林轩辕哪能让皇帝身边的大红人真的行完一礼，赶紧将人扶起：“安公公怎么有空过来了？可是陛下有什么吩咐吗？”鞍山身后只跟着2个小太监，又是两手空空的，显然不是皇帝又有赏赐。鞍山悄悄地打量了一眼林轩辕如今的状态，不由得啧啧称奇。方才陛下用膳时听到林才人从贵妃宫中出来后，神色凄苦，颇为失礼，便要他赶紧来天照榭看看林才人如今的状况。如今林才人眉眼含笑，丝毫看不出传闻中的哭过的痕迹。若不是传话的人是他的徒弟，他估计就要以为是乱传的。在这宫中最厉害的，不是能得陛下宠爱的，是既能得陛下宠爱，又能迅速整理好自己情绪的。这样的人，哪怕落入低谷，也只是暂时的。鞍山一瞬间想了许多，
将对林轩辕的重视悄悄地在心中提高了几分，恭敬回道：“陛下有旨，今日晚间来天照谢用膳。”林轩辕眼眸一亮，真的2字脱口而出，林轩辕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连忙跪下谢恩。只是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的喜不自胜。安山看着这样的林轩辕，不禁怀疑，若不是他在场，这位才入宫的小主得高兴地蹦跶起来。林轩辕谢完恩，又赶紧问安山：“安公公，陛下可有喜欢吃的菜？嫔妾好提前做准备。”皇帝喜欢吃什么？作为自小陪在皇帝身边的人，安山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但皇帝的喜好哪能告诉旁人？安山微笑摇头：“陛下没有特别喜好的吃食，林才人看着准备便是。若是小主没其他的事，奴才便回去复命了。”送走安生，天照谢3人围上来恭喜皇帝过来用膳，奴努力，说不定今晚皇帝还能留下呢。不过皇帝要过来，意味着今日下午不能闲着呢。饭菜合不合皇帝口味都只是小事了，毕竟去御膳房里吩咐一句，各色的菜式都来一份，总有皇帝喜欢的。对于林轩辕而言，最麻烦的还是沐浴更衣，因为这装饰累的是他。知柳3人匆匆用过午饭，赶紧又忙了起来，但这种忙是痛并快乐的，脸上的喜意是怎么遮都遮不住的。而回去复命的安山也是一脸喜气，毕竟林才人高高兴兴的，他才好说给皇帝听。若是林才人愁眉苦脸的，那他还得苦思冥想该怎么回话才会让陛下心情好点。安生回到齐朝策身边时，齐朝策已经用完了午膳，正打算午休。他原本是打算亲自去一趟的，但是当皇帝岂能太随心所欲？林轩辕因为林寒冬不高兴，他就去哄，贵妃的脸面不要了吗？只好退而求其次的让安生去看看，到了晚间再亲自过去一趟。陛下，安生笑呵呵道：“才人主子看着心情甚好，尤其在听说陛下会去天照谢用晚膳，才人主子便更高兴了。”齐朝策不由松了口气，虽然晚上有抱着去哄人的心思，但谁不喜欢笑脸相迎的人呢？齐朝策放心的午休了，就等着晚上与美人一亲芳泽了。但后宫中的消息总是传得很快。林寒冬听到皇帝今晚去天照谢的消息时，正抱着大皇子在逗乐。陛下新得了美人，多疼宠几分也是正常的。林寒冬将怀中的大皇子交给奶娘，挥手让人退下。跟着林寒冬从侯府出来的宫女婆氏却皱眉：“娘娘，林夫人可是来信说林才人不是善茬，要您尽快除掉。”林寒冬看向婆师，阳光下她的瞳孔看起来像是琥珀色，一眨不眨的看人时，颇有几分让人毛骨悚然的意味。婆师不敢与林寒冬对视，连忙低下头去，但还是坚持劝说：“一个自幼在乡间长大的女子，却能够攀附上陛下，可见心机之深，娘娘不能轻易放下防备啊。”本宫有说过。林寒冬转身看向窗外繁盛的草木，嗓音淡淡：“对他卸下防备了吗？”先前看到林轩辕落荒而逃的样子，林寒冬是不屑地笑了，觉得这位妹妹难登大雅之堂，但对任何人都持着几分警惕之心，是林寒冬的处事原则。更何况宫中最是磨练人了，今日还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不需多久就能圆滑处事。林轩辕与他天然对立，他又怎会轻易放下防备？多的是被不起眼的小人物绊倒的。凡师，你如今胆子是愈发大了，连本宫的主也妄想做。林寒冬依旧神情淡淡，但说出的话却让凡师吓得直接跪地，膝盖与石砖碰撞出来的声响听得人牙酸。凡师却仿若未觉，脸色苍白道：“娘娘，是奴婢越矩了。”奴婢？凡师的话还未说话，就被林寒冬淡淡打断：“你与本宫有自幼一同长大的情谊，本宫不罚你，你下去好好反思，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来本宫身前伺候。”这话一出，婆师顿时委顿在地，这还不如给惩罚呢。说的好听是反思，说的不好听就是被打入冷宫。至于再次出来的时候，得看主子什么时候想得起你。凡事只能希望主子能念着旧日情谊，尽早让他回来伺候，不然这个宫中最不缺的就是捧高踩低之人。第43章高手。主子，您先前不是说要去瞧瞧林才人吗？咱们晚一点过去吗？陶宝林的宫女平儿试探地问道。陶宝林不赞同的皱眉摇头：“晚间陛下会去，我过去作甚？去夺陛下的宠爱吗？”平儿恨铁不成钢，语气颇厉：“主子，那您就甘心这般在宫中默默无闻的过一生吗？”平儿顿了顿，指着桌上还未撤下的饭菜：“得亏如今天热了，不然您顿顿都得吃冷饭冷菜。您是主子，却连奴仆都敢踩在您的头上。”过了半晌，陶宝林才回一句：“不是天热饭菜才没冷的，是林才人来了，御膳房的人顺带着将我的饭菜也一并送来了。”平儿被气得不行，他当年是在别处干杂活的，给长氏塞了多年攒下来的银子，才谋得一个到宫妃手下干活的位置。原以为能借着宫妃的是扬眉吐气，结果这位主儿一点宠都不去争，还不如当初干杂活呢，说不定日后也能混过长氏当当。可如今入了半梦轩，就与陶宝林分不开干系了。平儿是真的想不通，光在宫中枯坐就能将圣上等来吗？
好不容易这无人在意的宁真殿来了位圣上疼宠的，也不知道为自己图谋，还不如谈答应呢。至少人家还会经常跑去御花园，期盼能偶遇陛下，说不得哪日就真的被陛下看上了呢。平儿在这2年间因为争宠这事不知与陶宝林置了多少气，但毕竟他是奴才，能拿主子怎么办？当下也只能没好气道：“您啊，也就只能当一辈子的宝林了。”陶宝林不说话，拿起一旁的针线篓子，继续上午未完成的花样。面对林轩言的盛宠，他不是没想法，可如平儿所言，直接去天照谢赌人，多半只会落得不讨好的境地，倒不如与林轩言交好，别的宫人也能高看他几分。当然，若是陶宝林的想法被平儿所知，只会再次被平儿鄙夷。平儿听着对面进进出出的动静，心底暗暗下了一个决定。随着时间流逝，夜幕缓缓降临，宁真殿守门的太监唱诺：“皇上驾到！”守在天照榭门口的知顺看到齐朝侧明黄的衣摆出现在眼前时，也连忙唱诺：“皇上驾到！”一道道的传唤声让等在饭桌前的林轩言眼前一亮，连忙带着知柳二人走出正厅。晚风徐徐吹来，拂动林轩言鬓边的发丝。踏入殿内的齐朝侧正好看到的就是这一幕。美人正站在门口眺望，见到他来时，脸上的笑意瞬间加深了几分，似乎下一刻就要跑过来扑到他身上，但碍于规矩，只能强按下内心的冲动，乖巧的行礼。但齐朝侧身为皇帝，却不必时时守着宫规，当即快步上前将人扶起，并顺势搂紧自己怀中。今日的轩儿也是极美的。林轩言害羞地垂下头，悄悄地伸手放在齐朝侧搂在他腰间的手，嘴里却说：“还有许多人看着呢。”齐朝侧登时扫视了在场所有的奴仆，复又看回林轩言，勾起他的下巴调笑道：“谁敢看？”林轩言本就没想着将人推开，当下只是捏起粉拳在齐朝侧的胸口轻轻捶了一下，便仍由男人带着走进室内。按照规矩，皇帝用膳时，妃嫔须得从旁伺候，布菜这种小事让下人做就是，你陪朕用膳。齐朝侧按下想要起身的林轩言，让人和自己挨着坐下。林轩言也不推拒，只眼含爱慕地注视着齐朝侧，便在男人身旁安安心心地坐下。知柳与知信对视一眼，眼中都是一模一样的高兴。平日虽有皇帝的赏赐不时送来，但终归是不如亲眼所见。齐朝侧与怀中的美人调笑了几句，这才分了视线看向桌上琳琅满目的菜肴，不由眉头一挑。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清淡的重口的，甜的苦的，可谓是应有尽有。齐朝侧怀疑，若不是这张桌子只能摆下这么多，估计还能摆上不少。轩儿平时，齐朝侧揶揄地看向林轩言，吃这么多。说着，齐朝侧还往林轩言的腰间捏了捏，这也不胖啊。林轩言怕痒，当即被齐朝侧这2下弄得笑个不停，偏偏齐朝侧见状，又往他腰间挠了几把，直到人笑到在他怀里，软软的将他的手捉住，这才停下幼稚的举动。柔弱无骨的小手按着他宽厚的手掌，齐朝侧当即反手捉住，凑到唇边啄了几口。陛下！林轩言羞红着脸娇嗔，却也没将手挣开。齐朝侧放下手，低头看着林轩言小巧的阴唇，心头有了几分一清方泽的念头，但想着这一桌子菜，若是继续胡闹，估计也不用吃饭了。齐朝侧将人扶正，只是将人往身边又搂近了几分，指着菜肴道：“轩儿还未回答，是怎么吃这么多还不胖的？”林轩言脸上的羞红也退了些，听到齐朝侧的问话，撅起嘴瞪了男人一眼：“才不是，是陛下要来，可嫔妾不知陛下爱吃什么，特意差人要御膳房多做些不同的菜肴，所以才摆了一桌子的。”只是林轩言不知道，佯装的嗔怒本就没有几分威慑力，再加之他刚刚倒在男人怀中笑了一场，眸中水润，说是瞪，倒不如说是抛了个媚眼，让人心痒痒。齐朝侧抹撒了下手指，按捺下内心的欲望，只是嗓音哑了些许。齐朝侧垂眸看向身侧的林轩言，眼底深邃如深海，机遇让人溺毙却又沉醉。林轩言一时看吃了去，但很快就在心底呸了几声，不得不说这皇帝还是有一副好皮囊的，差点勾引不成反被勾引。但林轩言却没急着挪开痴迷的视线，而是过了一会儿才装作回过神来，脸上爆红，赶紧扭头看着桌上的菜肴道：“陛下，我们快用膳吧，不然饭菜都要冷了。”可齐朝侧却没想放过他，凑到林轩言的耳边，近到林轩言都能感受到他的睫毛轻轻地扫过他的脸颊。良辰苦短，轩儿是等不及了吗？齐朝侧轻声满意地看着林轩言，脸红到快要冒烟。林轩言在心底啧啧感叹，年纪不大，调情的手段倒是不少吗？林轩言莫名燃起了胜负欲，很想和齐朝侧来比试一场，看谁调情的手段更高超，可奈何眼下的身份，只好纯情地僵在座椅上，埋头往嘴里扒着白饭。只是嘴里吃的是饭，心里想咬的可就未必了。第44章字画。夜已深，整个皇宫被笼罩在一片暗色中，只有宫殿中还亮着点点灯火。齐朝侧没有再去骚扰，
总算是好好的用完了这顿晚膳。林轩言也没闲着，凭着他多年察言观色的水平，一顿饭下来，将齐朝策的喜爱估摸得七七八八了。偏好清淡的和甜的，荤食也爱，饭前习惯来碗汤。正所谓饱暖思淫欲，齐朝策吃饱喝足就揽着美人往寝卧走，但林轩言却并不想这么快就上床。美色惑人终是下乘，攻心未上。齐郎一进入寝卧，只剩下他们二人，林轩言立马换了称呼。林轩言一边拉着人走向书桌，一边回首笑道：“齐郎可算又来我这儿了，这次可得好好教我画画。”这时齐朝策也注意到了书桌旁悬挂的花石草虫图，不由心中一动。这幅花石草虫图虽不是大家所画，却是他极为喜爱的一幅画。如今看到他被人珍视，齐朝策心中也是极为高兴的。林轩言没注意齐朝策看画的神情，不过就算知道了，最大的反应应该也只是夸赞自己做得对。在细节这方面，林轩言一向是做得滴水不漏。林轩言正忙着低头将桌案上抄写的佛经收好，结果齐朝策看完画了，低头一瞧，挑眉问道：“怎抄了这么多佛经？”林轩言想也没想的就回：“是嫔妾打算送给皇后娘娘的。”说着，林轩言将书卷整齐摆好，正打算放到一旁时，齐朝策伸手抽出一张林轩言抄的佛经展开。先前他也见过林轩言的字，知道他的字写的不俗，一手簪花小楷，深得魏夫人真传一。只是齐朝策怎么看怎么觉得眼下的佛经写得更为用心些。前那2次字，第一次是为了让婢女传话，寥寥写了几句话，第二次就更过分了，写在画的背后，分明是念着他，可画却是他硬生生抢来的。又想起前日侍寝时带来的那幅画，齐朝策当时还觉得颇为受用，可如今和手中的字一比，说是云泥之别也不为过。轩儿送给皇后的礼物倒是极为用心。齐朝策咬着牙道。林轩言却恍若未闻，还点头一脸理所应当。娘娘送了嫔妾一个极为珍贵的玉镯，嫔妾身无长物，也就只有一手字还看得过眼，就想着给娘娘抄本佛经送过去，以全心意。那朕送你的东西就不珍贵了。这下迟钝如林轩言也察觉到不对劲了，连忙转身看向齐朝策，只见男人脸色阴沉，似乎正压抑着怒火。林轩言连忙伸手环住男人的腰，将脸贴在他的胸口，仰头看着他，露出讨好的笑容。齐郎送的东西自然是顶顶珍贵的。说罢，还将脸在齐朝策的胸口蹭了蹭，撒娇的意味不言而喻。齐朝策本就只是装样子，没有真的生气，眼下林轩言的撒娇差点没让他破功。嗨嗨！齐朝策眼唇咳嗽2声，掩饰自己唇角的笑意，另一手伸出食指抵住林轩言的额头，将人推离自己身前。齐朝策放下唇边的手，又是一脸不悦的模样。既然朕送的东西最珍贵，那为何送给皇后的是最擅长的字，而送给朕的却是还需练习画？本来林轩言在齐朝策将他推开时面露了惶然，现在听到齐朝策的话，顿时明白了过来。齐朝策越是将他推开，他就越是要凑近，抬着下巴傲娇道：“原来陛下是吃醋了呀！”脸上的表情怎么看怎么得意，像是一只掉进米缸的老鼠。齐朝策没料到自己的小心思这么快就被拆穿，当即皱紧剑眉，厉声喝道：“胡说！”但林轩言已经看透了他凶狠面具下的羞恼，也不害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凑近，踮起脚尖在他唇上啄了一下。在齐朝策愣神之际，林轩言已经靠在他的胸膛，正捂着嘴笑。烛影幢幢，齐朝策低头看向怀中的娇儿，暖黄的光影在他娇艳欲滴的唇上流连。他突然之间没有了逗人的心思，俯身在让人垂涎的唇上一亲芳泽，一吻毕，脸上的笑意换了一个人。齐朝策心情颇好的把玩林轩言散落肩头的发丝，轩儿还未说为何送朕的是画，作为回礼，怎么也得是自己拿手的吧？谁知林轩言却转过了身子，背对着齐朝策：“我还以为陛下会更喜欢我画的画呢，毕竟陛下可是抢走了我一幅画。再说，林轩言蓦然降低了音量，我也不是不愿意送陛下好看的画，只是一手好字可以靠日积月累的练习，而画画却不仅仅只靠自己练习就行的。”说着说着，林轩言的音调渐渐降低，平切愚钝，不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人。虽然林轩言的嗓音未有哽咽，却人人都能听出他的失落。齐朝策想起了林寒冬与林轩言同出一门的嫡姐，按理来说，林轩言是原配嫡妻的女儿，而林寒冬虽然也是嫡女，但毕竟生母最开始是妾室，应比林轩言低一头才是。可林轩言却自幼长于乡野间，只是空有个武安侯府嫡女的名头罢了，而林寒冬却早有圣天美人、才女的称号，只不过还有如今的皇后与他共争这2个称号，才没让他拿下第一的名头。齐朝策在心底叹了口气，从背后将林轩言拥入怀中：“轩儿的话可是朕指点过的，朕哪能不喜欢？朕只是还想再要一幅轩儿的字。”齐朝策眼下了心头涌起的淡淡心疼，只将不满显露了出来。听到齐朝策这么说，林轩言也恢复了正常的情绪，没好气的哼了一声：“陛下惯会下人，想要嫔妾的字，
直说就好了吗？不过林轩言在齐朝策的怀中转身，脸上是讨好的笑容。送给陛下的字能不能晚点？嫔妾已经答应皇后娘娘了，不好拖延得太久。齐朝策将眼神落到别处，就是不看他。林轩言抱住齐朝策的手摇，撒娇道：“好不好吗，陛下？”齐朝策只能败下阵来：“好好好，不过朕不要一幅单独的字，得要字画，画得不好看不要送给朕。”林轩言瞪大眼睛：“陛下！”齐朝策挑眉：“不高兴？看来轩儿是不需要朕白日过来指点作画了。”林轩言又连忙上前撒娇，一来二去间，不知不觉的就躺在了床上。床帘落下，娇吟渐起，见或有衣裳如蝶般坠落在地。春宵苦短，林轩言在半梦半醒间，才听到男人在他的身上哑声道：“朕有时间就过来指点轩儿作画。”第45章知性的玉牌。夏日的炎热来得又急又猛，不过才过了一夜，原本清晨的凉风就变得燥热了起来。林轩言摸着身侧已然常温的被褥，就知道齐朝策又是一大早就跑去上朝了，心头不由得感慨，可大概就是坐拥3000佳丽的报应吧。知柳，林轩言扬声唤了一句。在耳室等候许久的知柳听到传唤，立马开门进来。知柳看着散落一世的衣裳，顿时脸色通红。虽说昨晚听了一夜，可终究不如直入眼帘的冲击来的厉害。然而单纯的知柳怎么也没料到，散落一地的衣裳算什么？半倚在床头的林轩言拥着被子，从脖颈处到锁骨上，暧昧的红痕更是让他羞得不敢抬头看人。反观林轩言就自在多了，这样的情况他早就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了，脸皮早就厚了。再加之知柳将头埋得低低的，林轩言连害羞都不用假装，只咳嗽了2声，让知柳拿一套衣服过来。林轩言拒绝了知柳的伺候，自己动手穿衣。他实在是害怕知柳低着头会将带子给绑错。在洗漱用完早膳后，林轩言再次将知柳带回了内室。经过这么长的培养，再加上昨天知柳对知性二人的一番话，林轩言觉得可以让知柳更进一步了。知柳，你觉得知性二人可信吗？林轩言倚在软卧上，不急不缓地摇着团扇。知柳低头沉吟，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知道主子的性格，宁愿他回答得慢一点，也不希望他模棱两可的答案。不过也没让林轩言等太久。知柳抬头看向林轩言：“主子，奴婢觉得知性是可信的。奴婢与知性都是女子，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这些天来，奴婢已经从他口中得知他过往的经历和他宫外家中的情况。”林轩言颔首认可知柳的回答，但随即挑眉问道：“知顺呢？他不可信。”知柳迟疑着摇头：“对于知顺，奴婢暂时还没把握。说来听听。”知顺不似知性，知顺性子油滑，而且他在宫中有几个交好的同乡，奴婢不确定他会不会与别的人有关联。知柳的回答让林轩言陷入沉思。根据他这些天的观察，知性的确性子更单纯些，稍许给些甜头就能获得他的忠心。而知顺的性子油滑却也不坏事，若是用好了，不失为一个好助手。但知柳的猜测也不乏道理，怕就怕是别宫安排来的棋子。很快，林轩言便思索完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确定忠心的，哪怕有再大的价值也不能用。林轩言抬眸看向回答完之后一脸忐忑的知柳，先是安抚了几句，随后吩咐道：“你去将知性唤进来，我有话要吩咐你们，不能让知顺看着异样来。”林轩言微微一笑，补充道。话落，知柳脸上的忐忑更甚。林轩言这番话无疑是在告诉他，是因为他的回答才导致眼下的吩咐。但林轩言没有解释，知柳也只好将自己脸上的忐忑压下，恭敬行礼告退。是。很快，知柳带着知性进来。知性不知方才林轩言与知柳的谈话，心情颇好的跟着知柳行礼。知性双眸亮晶晶的看向林轩言：“主子有什么吩咐？”知柳唤他时一脸笑容，使得知性以为是有什么喜事要说。知性过来。林轩言招手。知性走过来，在林轩言的榻前蹲下。林轩言揉了揉他的头，从袖中掏出一块小玉牌给他。不待知性拒绝，林轩言道：“我在家中时有4个婢女，她们人人都有一块类似的玉牌，今日我也给你一块。”知性就算性子单纯，但毕竟在宫中待了也有6、7年了，林轩言话中的含义他自然是懂的。这块玉牌意味着林轩言对他的信任。来天照谢之前，他是既高兴自己不用再干以前的杂活累活，又担心新主子会不会难伺候。结果来的第一天，主子和善就让人庆幸自己的好运气。后来的每一天，他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前世烧了高香，今生才能遇到这般温柔平易近人的主子。知性心中翻江倒海的想法，林轩言二人一概不知，只知道知性低头看着那块玉牌，迟迟没有言语。然而林轩言不急，知柳却是急了，但又不敢怎么样，只能用眼神死死地盯着知性的背，恨不得自己魂穿上身替知性回答。没有等来知性的回答，却先等来了知性滴答滴答的眼泪，很快就阴湿了软榻一角。林轩言用团扇挑起知性的下巴，
小姑娘的脸上此时已是泪流满面，林轩言不由失笑，怎么哭得这般伤心？若是不愿，知信的模样已经很好说明他的心意了，但林轩言偏偏要说反话逗人。愿意。知信打断林轩言的话，随即意识到自己说话太大声，又低下声来重复一句：奴婢愿意。说罢，知信赶紧拿过放在一旁玉牌揣进怀里，生怕有人将他抢走了。林轩言没忍住，伸手又揉了揉知信的头，忽地叹道：他们的玉牌上都有刻着明中一个字，只可惜眼下没法给你刻字了。皇宫有玉珍坊掌宫中首饰，在玉牌上刻字而已，不是难事。但一来林轩言如今虽有宠爱，但位分低，不好特意找上玉珍坊要求为他单独打造；二来将知信视为自己人，还得瞒着知顺。若是知顺背后没人，被如此区别对待，岂不是将他推向别人？知信却紧紧按着怀中的玉牌，吸吸鼻子反驳道：奴婢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奴婢很喜欢。话落，就连知柳也忍不住咧开了嘴笑。林轩言点了点知信的眉心，笑道：今日唤你来，不仅是要将玉牌给你。林轩言顿了顿，在知柳二人紧张的表情中继续道：我还有别的事要吩咐你们，请主子吩咐。知柳、知信道。林轩言来到宫中已有月余，然而他仅仅只是知道宫妃的人数和各自住在哪个宫殿，至于长相，还是上次给皇后请安时才一一对上。但在一群女人中生存，仅仅只是这样，怎么能够？第46章，知信的消息。你们不必紧张，只是一桩小事。林轩言轻笑。知柳二人依旧一脸严肃，林轩言无奈，也只好正色道：我需要你们在宫中行走时多听多看，我想知道其他妃嫔宫中每日都发生了些什么，有什么异常。宫妃每日里无事，多半是待在宫中的，宫婢则不同，尤其是低位嫔妃的婢女，要做的事可多着呢，常常需要在各宫间行走。林轩言将自己的要求细细说给二人听。奴婢明白。二人齐声道。随后知信面露迟疑，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开口。见此，林轩言用团扇点了点他的头。知信在宫中多年，想必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奴婢确实听过一些传闻，但是不知道主子在家中时，家中亲人有没有同主子说过。知信顿了顿，仰头冲着林轩言一笑，就是怕奴婢说的主子都知道，耽误主子的时间。只是眉头皱着，看着搞笑极了。说起这个林轩言就来气，入宫前他名义上的父亲林云飞给了他一份后宫名单，但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就这，林云飞还有脸叫他给皇帝吹枕头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然而林轩言的面上却不显，只道：无事，你说便是。有些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知信组织了下语言，道：宫中主子们最看重的除了皇上，就是皇嗣了。但其实宫中在贵妃的大皇子之前，也有人曾有过身孕。不知道您知不知道，皇后娘娘在陛下初登基时曾有过孕，只是知道的时候就是娘娘小产的时候，所以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林轩言倒是在前世有过耳闻，说是皇后早年小产，所以才导致身子亏空，多年来只拼死生下一个孱弱的公主。林轩言静静地听着，并未打断知信的话。还有，知信蓦然降低嗓音，听闻颐和殿的杨才人在太子府邸时曾诞下过一位皇子。诞下皇子？林轩言微蹙眉头，这可和小产不同，是足月生下的男婴。但如今林寒冬的皇子为常，所以那位小皇子没能活下来。下一刻知信的话印证了林轩言的猜想，只是听说小皇子刚出生时就身体不好，没能活过满月，所以也没上玉牒。知信挠挠脸，奴婢也只是听说的，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若是真的，那便只能说皇家无情。林轩言暗忖，好歹也是替他生儿育女的女人，如今的地位却和他是一样。或者说这是出身低微的女子的悲哀。杨才人原是宫女出身，与卓常在一起，被太后做主赏赐给齐朝侧做通房，不过是个生儿育女的工具罢了。孩子还不没能活下来，又怎值得多费心思？可林轩言却无端的胸口有些沉闷，许是想到了1年后自己命定的轨迹，合上眼帘淡淡道：还有别的吗？你继续说。下面的话让知信有些犹豫，但还是咬咬牙道：在您之前，宫中最受宠的是林贵妃、柯嫔和怡美人。皇上大概每月会在后宫中留宿10余日，除了皇后那里，大半待在贵妃的雅兰宫，其次在怡美人和柯嫔宫中，偶尔去一趟别的宫中。不用知信说，林轩言对此也有些猜测。林贵妃、怡美人和柯嫔，我与他们已有了一些接触，别的宫妃呢？你对他们可有了解？林轩言顿了顿，林贵妃3人，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说，宫中除了林轩言自己，共有12名宫妃，可他除了皇后、陶宝林，还有上面3位，其他除了名字和脸，几乎可以说是一概不知。但知人知面不知心，林轩言初出进宫，与他们相处几日，哪里能看到他们真实的面目？知信点头，这下一点没卡壳的开始说：皇后娘娘是宫中出了名的温柔大方，处事公正。贵妃娘娘
人长很美。说到这，知信讨好的冲着林轩言笑，但是在奴婢心中，天底下最漂亮的还得数主子您。油嘴滑舌！林轩言佯装生气的用团扇敲了敲知信的头，但力道一点也不重。知信捂着脑袋，一点也没叫疼，反而傻傻直乐，逗得林轩言和知柳都眼唇笑了。好了，林轩言出声，知信继续说吧。知信点头，接着认真道：贵妃娘娘也是宫中多有夸赞，为人也很和善大方，许多宫人都喜欢替贵妃跑腿呢。说到这，知信没忍住露出一个笑容，但想到了什么，面上的笑容有些尴尬起来。奴婢也曾有幸给贵妃娘娘跑过一次腿，得了一颗金瓜子呢。知信此刻想将自己扇一耳光，主子明显不待见贵妃，他怎么还夸起贵妃来了？这不是给主子找不痛快吗？林轩言却并不如知信想的那般不快。林寒冬能够生下宫中唯一的子嗣，还能够得到和宫称赞，足见他的手段。思及此，林轩言冷笑一声，可见深得他娘的真传。和善大方是母仪天下的标配，林寒冬想要什么还用说吗？知信却以为林轩言这声冷笑是因为他的话，登时吓得不敢再言语。还是知柳率先出声：主子，知信无心之言，您可千万不要动怒，气坏了身子。林轩言这才看向俩人，个个眉心微蹙，看起来苦大仇深的，顿时扑哧笑出声：我没生你们的气，只是想到了别的。复又看向知信，缓声道：知信说得很好，我就是需要你完完本本的将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说出来。见林轩言所言非虚，知信才放松下来，继续道：奴婢也没怎么见过贵妃，都是听人说的。至于淑妃娘娘，奴婢对她了解不多，婉阳宫甚少有消息传出。淑妃娘娘除了给太后、皇后娘娘请安，平日里极少外出走动。柯平，主子应该有所了解，是个极为骄纵的主，常听闻有奴仆被柯平教训。柯平以下是吕贵人，吕贵人刚入宫时即得皇上宠爱，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被皇上厌弃了，如今和淑妃娘娘一样，轻易不出宫门。第47章下答应。昨日请安时，吕贵人坐在淑妃的下手，再加上后面的杨才人，三人的性子都是比较淡漠的，一眼看去就是那处在热闹的殿中显得格格不入。接着便是怡美人，怡美人是因为攀附上了贵妃，才得皇上喜爱的。怡美人虽不似柯平那般骄纵，却也是经常打骂下人。然后便是杨才人了，这位据说曾诞下过皇嗣的女人，但知信却说杨才人并不受宠，上一次事情好像都是在去年了。宫中还有一位任才人，住在霁月殿的锦瑟居。奴婢只知道每隔一段时间皇上都会翻任才人的牌子，其他的不太清楚。卓常在与杨才人是同样的出身，一同被赏赐当初是太子的皇帝，就连失宠也是一样的，皇帝已有半年没去过颐和殿了。除了卓常在，宫中还有一位冉常在，偶尔皇帝也会翻下牌子。再然后就是与林轩言同住一殿的陶宝林了，知信了解不多，和林轩言一样，都是这几天才知道陶宝林是个怯懦的性子。最后便是下答应了，知信也不太了解，毕竟越是位分低的，宫中众人就越不会关注，趋利避害，不过人之本性罢了。林轩言颔首，去喝杯茶，嗓子都说干了吧。知信摇头，但身体却很诚实的去桌边给自己倒了杯茶，狂饮下肚，这才另外拿起一个杯子给林轩言也倒了一杯。主子也喝茶。林轩言给面子的抿了一口，放到一旁，看着知信二人，知信告诉我的这些消息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吕贵人莫名失宠的原因是什么？我不希望今后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而我却不知道缘由。知柳二人齐声应是。好了，你们退下吧。林轩言挥手。主子，知信快走到门口，蓦地小心翼翼开口：主子，知顺呢？话落，和睦倚在躺椅上的林轩言睁眼，直直看向知信，眼神凌厉。知信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他只觉得脊背一凉，吓得他立马往地上一跪，撞击声听得人牙酸。主子，奴婢多言，还请主子责罚。知柳也连忙跪地，但没有给知信求饶。林轩言盯着知信的头顶看了半晌，才淡漠开口：看你是初犯，我便不罚了。我还未信任知顺的原因，你可以问知柳，但你要记住，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最讨厌藏不住事的人了。话落，知信连忙磕头道：谢主子恩典，奴婢记住了。知柳也跟着道：奴婢记住了。林轩言淡淡应了声，又闭目养神去了。知柳二人跪在地上半晌，不见林轩言有动静，这才互相看了一眼，轻手轻脚的退出了房间。然而待二人一走，林轩言便是烦闷的翻了个身，虽说在知信这里得到了一点消息，但完全不够。若是可以，他甚至想直接将前世的巫蛊之乱清除。林轩言虽然很想让林寒冬等人至死不能翻身，但偏偏他生于武安侯府，身上就烙印着武安侯府的印记。武安侯府不得善终，就算他林轩言能够凭借着皇帝的宠爱留下命来，但今后的道路又该如何艰难？君不见如今的高位，皆是本家显赫的吗？
林轩言揉了揉眉心，也没心思休息了，正打算起身去抄写佛经，顺便静静心时，就听到知信在门外通传：“主子，陶宝林与下答应过来了。刚刚才说起俩人，这边来了，还真是说曹操就到。”林轩言扬声道：“让二位妹妹在外面稍后片刻，我换身衣裳就出来。”是。知信应声而去，知柳则进门来服侍林轩言更衣。片刻后，林轩言一袭蓝色宫装逶迤而来，大气而柔美，手上摇着一把宫羽团扇。夏答应眼尖，立马就看到了林轩言从内殿中走出，上前行礼道：“参见林才人。”陶宝林虽然慢了半拍，但也及时弯腰行礼。林轩言浅笑着让二人起身：“二位妹妹今日怎有空来天照榭做客？”是嫔妾想来。夏答应脆生生回答：“昨日一见林姐姐，就觉得犹如天女下凡，只可惜昨日没找到机会与姐姐攀谈，故而今日特意央请陶姐姐一同来您这儿。”夏答应的一番夸赞，说的是既真诚又直白，倒把林轩言给说愣了。但很快林轩言便回过神来，摇着团扇在首位坐下，多谢夏妹妹夸奖。今日凑近了看林姐姐，只觉得姐姐的光彩更胜昨日呢。夏答应又道。林轩言笑笑，没有再搭下答应的话头，转而看向一旁噙着浅浅微笑的陶宝林：“昨日的事还得多谢陶妹妹。”啊！陶宝林一怔，随即连忙摇手：“没有，嫔妾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当不起姐姐的谢。”夏答应眼眸一转，插话进来：“妹妹今日来，其实是还有事想找二位姐姐商量。半个月后的赏荷宴，妹妹想找二位姐姐共同表演一个节目。”夏答应的话音一落，林轩言就在心底翻了个白眼。他因为没才艺被柯平嘲讽的体无完肤这件事，可就发生在昨日。今儿个这人就上门说要找他共同献艺，林轩言的脸当即就冷了下来，端起茶杯掩盖自己的神情。但放下茶杯时，杯子磕在桌案时砸出了沉闷声，让厅内一静。不管夏答应是真没脑子，还是故意上面羞辱他的，总之不过一个没后台的答应罢了。他一个才人，难道还要看答应的脸色吗？夏答应欲要说话，被陶宝林赶忙截断：“夏妹妹可太看得起我了，我没有什么才艺，恐帮不了妹妹。妹妹还是去别处找别的姐妹帮忙吧。”陶宝林虽然没有明说，但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林轩言也不表演，让夏答应去别处找人。二位姐姐先听妹妹说，妹妹想的这个才艺表演可简单了，只需这段时日好好练练，肯定不成问题。第48章，泥人也有3分火气。这位夏答应像是看不懂眼色似的，吧嗒吧嗒的将自己的想法一股脑的说出来。夏答应想自己跳舞，由林轩言唱歌，陶宝林奏乐。奏乐也简单的很，就是在杯中装水，用金属做的棍子敲敲就行。陶宝林只要记住敲的先后顺序，倒也不难。只是林轩言听到一半，嘴角的冷笑就抑制不住了，真把她当成不懂世事的小姑娘了。若按下答应的安排来做，分明就是要她和陶宝林作配，衬托出夏答应独舞时翩翩的舞姿。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她比夏答应高了1阶半的氛围，若真给夏答应作陪，怕是不用等到赏荷宴结束，就会惹来许多非议了。故而夏答应一说完，林轩言便毫不掩饰的冷笑出声。夏答应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林姐姐毕竟才入宫，若是赏荷宴上不展示一番，恐遭人说3道4。夏答应却恍若未觉，微微一笑：“妹妹也是替姐姐着想。”陶宝林此时却再也坐不住了，猛地站起身来行礼：“林姐姐，嫔妾忽然想起一些事，就不在您这做了。”话落，陶宝林看向夏答应：“夏答应和我一起走吧。”夏答应眉头微皱，但没等别人发现他的这点不悦，就舒展开来，婉拒了陶宝林。陶宝林尴尬地站在厅中，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夏答应是他带来的，结果闹出了这样的事，他实在是没脸继续在天照榭待下去。可夏答应不走，他走了也没用啊。对于陶宝林，林轩言还是有几分喜爱的，不愿让他难堪。正准备开口让俩人闭门谢客时，殿门处传来了通报声：“皇上驾到！”这4个字清清楚楚地落到了厅内众人的耳中。这次林轩言看得分明，夏答应的脸上露出了喜不自胜的笑容来。哼，估计找他排练只是幌子，实际是看中了他最近胜券正浓，想偶遇皇帝。二位妹妹，陛下来了，我就不多留你们了。林轩言唇角微勾，直接逐客。他又不是正室，要什么大度？独占帝皇恩宠才是上计。这下夏答应愣了，确实是没料到林轩言会这么直接，不符合他对宫妃的了解。夏答应愣了，可陶宝林脑子清醒得很，这下也顾不上许多了，直接走过去拉住夏答应的胳膊，打算直接将人拖出去。然而夏答应哪里肯走，与陶宝林暗自使力，最后让他如愿以偿的与踏进天照榭的皇帝撞了个正着。嫔妾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众人的行礼声中，属下答应的嗓音最为娇滴滴，引人注目。然而齐朝侧一眼就瞧见了众人中间的林轩言，快步上前将人扶起，而其他人他只是随意摆摆手，平身吧。
竟连一个眼神都没赏给夏答应。林轩言被齐朝策搂着走进去，眼角的余光瞥到夏答应，气到咬牙，顿时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怎么突然这般高兴啊？齐朝策好奇问道。林轩言回答时，距离门口已有些远了，但还是没能逃过一直关注里面的夏答应的耳朵。陛下来了，嫔妾就高兴。嗓音柔软，像是能掐出水一般。紧接着皇帝也说了什么，可夏答应实在没听清，眼下的情况他也只能跟着陶宝林走了。夏答应跟着陶宝林回了半梦轩，刚踏进半梦轩那扇门，夏答应的表情立马变了。陶宝林，你在做什么？一直不爱争强的陶宝林这时也变了脸色，正欲说话，他的婢女平儿却先开口了。是啊，主子，您方才为何要出来？陛下来了，您……啪！一声脆响，半梦轩安静了。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陶宝林，不敢相信他竟然甩了平儿一巴掌。陶姐姐，夏答应咽了下口水，试探着开口。陶宝林却没看他，只声音平静道：宫婢管教不严，让夏答应看笑话了，今日就不多留下答应了。好，那妹妹就先走了，下次再来看姐姐。夏答应提着裙摆一溜烟的跑了，好似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似的，跟着他的婢女都差点跟不上他的脚步。老实人发起火来，比那些经常生气的人还要来得可怕。半梦轩里的平儿直接被陶宝林一巴掌给抽懵了，力气倒也不是很大，就是太出乎意料了。过了好半晌，陶宝林都进了室内了，平儿才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吓得半梦轩的另一个仆从小太监白木赶紧走出来，低声呵斥道：快闭嘴！陛下可在对面，你是想扰了陛下清静吗？平儿抽泣着小声呜咽，然而正待白木转身要进去伺候时，背后的平儿眸光一闪，立马又放声大哭起来，嗓门比之前还大，就连坐在里面的陶宝林都被吓了一跳，手中的杯子没拿稳，直接碎了一地。白木更是夸张，直接吓得连滚带爬的去捂平儿的嘴。平儿还想挣扎，但白木毕竟是男子，力气大些，愣是被他捂着嘴拖回了房间。白木将平儿甩在地上，气喘吁吁的咬牙切齿：你想死，滚出半梦轩再死，别拖累我和主子。主子窝囊，你也窝囊。平儿也不服输，红着眼睛瞪白木。话不投机半句多，白木径直出去将房门反锁，任由平儿在厢房中嘶吼。这里离天照榭远，又隔着门，应该不会惊扰到皇上了。白木暗自思索，赶紧回陶宝林身边。走到院子的时候，正好碰上知柳过来询问方才的天照榭。齐朝策正搂着林轩言坐在书桌前作画，忽地听闻一阵哭嚎，本来隔得远，听得不是很真切，俩人也没放在心上。结果没过一会儿，哭嚎声顿时大了起来，直接吓得林轩言没握住画笔，好好的一幅画上顿时多了个墨点。来人！齐朝策皱眉唤人，去瞧瞧是何人喧哗。领命的是鞍山这个大太监。林轩言见状连忙拦下：我让知柳过去瞧瞧吧，何必劳烦鞍山公公？宁真殿除了天照榭就只剩半梦轩了。林轩言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半梦轩的人在哭嚎。想到陶宝林的为人，林轩言不介意帮他这个小忙。齐朝策不介意谁去，他只介意有人扰了他的清静。林轩言忙给知柳使了个眼色，知柳秒懂，赶紧去了。第49章再次侍寝。不多时，知柳就回来回话了，禀告皇上，主子是半梦轩的宫女不慎打碎了茶杯，被烫了，所以才哭嚎了几句。齐朝策不甚在意的挥了挥手，倒是林轩言吩咐了一句：我记得库房中有陛下赏赐的伤药，知柳你拿一盒给半梦轩吧。知柳应声而去。好啊。齐朝策捏了捏林轩言的脸颊，拿朕的东西去做人情。林轩言装作扭头去咬男人的手，被齐朝策眼疾手快的躲开。林轩言撅起嘴哼了一声：齐郎已经给我了，那便是我的，我想送给谁就给谁。齐朝策不由失笑的摇了摇头：你伶牙俐齿，朕说不过你。林轩言却恃宠而骄道：那是嫔妾在理。行，轩儿在理，我们继续作画吧。俩人堪堪画了半幅画，就到了午膳的时间。这次林轩言早早的就有吩咐去御膳房取饭菜的知顺，拿的大部分菜都是皇帝的口味。齐朝策一见桌上琳琅满目的佳肴，竟大部分都合他的口味，不由诧异的看向林轩言：嫔妾的脸上有东西吗？林轩言疑惑的摸了摸脸，齐朝策却是蓦然展颜一笑，上前在林轩言的脸上擦了擦，对，脸上沾了墨汁，朕给你擦干净了。哪里有墨汁，这只是齐朝策用来掩饰自己真实情绪的借口。宫中妃嫔不算多，但也有12位，除了林轩言，最后入宫的也已经跟了他3年了，清楚他口味的人有几个，但只有林轩言在一顿饭的时间就看出了他的喜好。如果不是心思全在他的身上，又怎会如此快？齐朝策牵着林轩言的在饭桌前坐下，揉一小手柔弱无骨，带着淡淡的暖意，正如他心头浮起的温暖与柔软。齐朝策用完午膳略略休息了一会儿，就回御书房处理政务去了。临走前还不忘告诉林轩言，
今晚朕过来。齐朝侧一走，天照榭顿时呼啦啦的少了一大半的人，感觉瞬间空了似的。知信这下终于不用忍耐自己的笑容了，嘴咧的都快让人看见他的后槽牙了。主子，今晚陛下还过来？不过连续2晚过来罢了，值得这般高兴。林轩言睨了他一眼，转身往殿内走去。知信乐呵呵的跟上来，陛下往常1个月也就进后宫10余次，您是这个月快过半才开始事情，再加上今晚就已经3次了。说着，知信还伸手比了个3。林轩言看着那3根手指，却觉得很是讽刺。这就是困囿于一方天地的女人，终日为着男人的一点恩宠使尽手段。她不过才侍寝2日，就有人盯上了她的那一点宠爱，眼巴巴的跑来偶遇。主子，您说皇上明日还会召您侍寝吗？知信憧憬道。林轩言没好气的屈指弹了下知信的脑门。明日15，你忘了？初1、15这2日，可是皇帝雷打不动的去皇后宫中安歇的日子。知信自知失言，捂着脑门傻笑。好了，我在房中给皇后娘娘抄写佛经，若无事不要来扰我。林轩言吩咐了一句，便继续埋头在抄写佛经的大业中。明日给太后请安，后日又得去给皇后请安，而他的佛经才抄了10几页，而一整本有足足40页呢。若实在不行，趁着明日皇帝去长秋殿的时候，挑灯夜战也得给他完成。林轩言抄了1个时辰，又到了沐浴更衣的时候。伺候皇帝就是这点不好，每次都要提前做准备，尤其是洗浴这一项是万万不能少的。有人伺候着，林轩言倒也不觉麻烦，就是头发太难干了，烦得很。主子，方才陶宝林来了。给林轩言擦背时，知柳垂眸道。白色的水雾在紧闭门窗的室内蒸腾，有些挂在林轩言的长睫上，形成了细小的水珠。林轩言睁开眼，水珠不受控制的掉了几颗，顷刻间又溶于水中。他来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宝林不愿打扰您，还说今日之事是他冒昧了。知柳顿了顿，对了，宝林还给您送了一套衣裙，是他亲手做的。说起这个知信就来兴趣了，赞道：陶宝林做的衣裳极好看呢，且针脚细密平滑，看得出来费了很多的心思。林轩言轻笑一声，那和你比呢，谁做的更好些？知信不说话了，但林轩言不放过他，饶有兴致地盯着他瞧。知信没办法，只有小声回道：陶宝林的绣法奴婢没学过。懂了，不是知信不行，是绣法差了。就连知柳忍不住打趣：是，咱们知信的绣工才是天底下最好的。知信不说话了。林轩言也不再逗人了，只是笑了好一段时间才停下来，吩咐知柳道：若是陶宝林送来的衣裳没问题，后日去给皇后请安时，我就穿那身。是。检测物品是否有毒的做法，林轩言还未告诉知信，等知信为他做出什么功劳时，再告知也不迟。知信没懂俩人话语中的官司，直到林轩言穿好衣服，知信的脸上才恢复了笑容。知信拿着几只簪子在林轩言眼前比划，今日主子梳个堕马髻如何？脸颊两侧再略略垂下几缕发丝，定然美极了。林轩言不置可否，待头发干了后，仍由知信在他的头上施展。在知信将最后一根步摇推进后，林轩言看着镜中的自己，抿唇一笑。知柳二人看着镜中巧笑倩兮的美人，登时有些发愣，但是这次俩人都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一来是这段时间已经看多了这样的美貌，自然不会有刚开始那般惊艳；二来是知顺被罚才过去没2天呢，这样的主子有种不同于往常的美。知柳还是没忍住夸赞，林轩言却是没好气扫了一眼镜中的知柳，上次也是这般说的，就没有一个新词语来夸我吗？这一下可把知柳难住了，能想出不同于往常的美已经是他的极限了。最后还是知信解了围，主子梳上堕马髻，有种午后刚睡醒的慵懒感。林轩言这才满意的笑了，放过了两人。第50章，他都知道。是夜，天街凉如水。云雨过后，林轩言依偎在齐朝策的怀里，小手不安分地抠着男人的胸膛。齐朝策忍无可忍的一把按住林轩言作乱的小手，沉声问道：轩儿还有精力？林轩言软软的笑了笑，带着情欲过后的慵懒，的确有让人兽性大发的资本，只不过天色太晚，齐朝策只是说了句睡觉，便要闭上眼睛。陛下后日还过来吗？下一刻，林轩言在齐朝策的怀里悠悠发文，明明语气平淡，连疑问的味道都没几分，可齐朝策却偏偏听出了不安。齐朝策将人拥得更紧了，嘴里却是取笑他，怎么这次不将朕往外推了？不怕母后说你了？林轩言默默地翻了个白眼，你娘直接给我喝避孕药，都这样了，我还扒着她干嘛？宫里3大巨头，皇上、皇后和太后。皇后是敌人，维持表面即可。太后她原本是想讨好的，毕竟锦朝重孝，多一个靠山总是好的，可眼下都想让她断子绝孙了，多大仇多大怨，那自然也是维持表面就行了。3大巨头有2条路走不通了，那就只剩皇帝这个最大的靠山了，他不多多要些宠爱，那在宫中就没活路了。林轩言心里腹诽，
嘴里说出的话却是带着小雀跃。太后可喜欢嫔妾了，第一次见面还特意给嫔妾换了太医，说是。林轩言的语气中不自觉染上羞意，按照齐朝策以往的反应，总是会与他亲昵一番，或是调笑，总之不会如眼下一般沉默。捏着他的手还瞬间用力了几分，虽然消失得很快，但怎么逃得过一直关注林轩言的感觉。林轩言的心沉了几分，但嘴里仍是娇羞地说完了，说是给嫔妾调养身体，日后好给陛下孕育皇子。齐朝策沉默半晌，才笑着说：“那轩儿可得努力了。”齐朝策顿了顿：“睡吧，朕明日还得上朝。”林轩言心中的猜测彻底落实，皇帝知道太后给他吃的什么药，而他默许了。看来他必须得赶紧想办法查出药方会不会影响身体，或者找一副能避孕但不损害身体的药来。毕竟药方能使人不能受孕这件事，应该跑不了了。皇帝宠幸他这么频繁，怀孕的可能性是极高的。若真的有孕，岂不是就暴露了他没有听从太后的话？但拒绝皇帝宠幸，那就真的是将自己往死路上推。林轩言垂眸思索，倒是让他想到了2个办法，只是能不能成行还得另说。另外，眼下还有一件极其严峻的事情，为何皇帝与太后一致不让他受孕？不管是在哪里，应该都是多子多福才对。他必须将这个问题，否则没有子嗣的女人在后宫中想要上位，就必须付出比常人加倍的努力。而且林轩言眨下眼眶中涌出的水意，他前世无子，看着别人怀中娇娇软软的孩子，心里不知有多羡慕。林轩言苦思冥想许久，最终将问题的根源定在林寒冬的身上。后宫不比后宅，后宫与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娘家显赫，嫔妃自然也能在宫中多受优待，而嫔妃受宠，娘家在外自然也能多得好处。如今宫中有2位林氏女，一位身居高位，养育皇帝目前的独子，而另一位眼见着也是极受宠的。若是再让林轩言也生下皇子，估计林侯爷就要改叫林国丈了，皇后的父亲也不能急。这天清晨，林轩言打着哈欠也从床上爬起来了。齐朝策很是稀奇，今日轩儿怎起得这般早？服侍陛下更衣是嫔妾该做的。林轩言冲着齐朝策软软一笑，接过鞍山递过来的腰带，能有美人伺候，谁还稀罕太监？齐朝策当即展开双手，让林轩言服侍。然而林轩言拿着那根腰带环着他的腰，在他的背后悉悉索索地摸了半晌，都没能系好。一旁的鞍山都看不下去了：“林主子，要不还是奴才来吧？”齐朝策表示赞同，美人在怀是挺好的，但也得看时候啊。陛下，林轩言却没急着走，反而就着这个姿势仰头看向男人。昨晚的问题，陛下还没回答我呢。陛下后日还来吗？齐朝策垂眸看着怀中的小女人，他的眼睛里满满的都只有他一个人，就像他的全世界只有他一个。其实他都知道，林轩言从来都没想过进宫，而他的身世也注定了入宫后就只有他可以依靠。但是林家有一个贵妃就够了。齐朝策低头在他眉心落下一吻：“朕有空便过来。”这句话就像是春日里的雨露恩泽，让林轩言瞬间绽开了笑颜，嗓音软的似乎能滴水一般：“好嫔妾等着陛下。”林轩言不好意思地将腰带还给了鞍山，但他也没闲着，站在一旁仔细地学习鞍山的动作，手指还不自觉地跟着动作。林轩言的小动作全都落在齐朝策眼里，脸上的笑意不由加深了几分。然而林轩言一送走皇帝，立马往床上一倒，困。昨晚皇帝睡了，他可还想了半宿呢。下一刻，林轩言被知柳从床上拽起：“主子！”知柳跺脚：“今日要去给太后请安，现在可不能睡。”林轩言叹气，却也能顺着知柳的力道从床上来到梳妆台前。看着镜中一脸萎靡的人，林轩言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脸，强行让自己提起精神来。不行，就算不得太后喜欢，也不能让她挑出错来不是。林轩言匆匆赶到长乐宫时，好巧不巧遇到了柯平。哟，这不是林才人吗？柯平上上下下的打量林轩言。林轩言弯腰行礼：“嫔妾见过柯平。”柯平看着林轩言眉间还未消散的几分娇媚与倦意，顿时如咽了口酸梨似的，又涩又酸，卡在他的心头不上不下。哼！碍于这里是长乐宫门口，柯平只得自己咽下这口气，甩袖往里走去。林轩言撇撇嘴：“有本事自己去找皇帝，冲他发脾气算什么本事？”第51章针对。林轩言到时，宫嫔们已经来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林寒冬那个位置还空着。路过陶宝林时，听到他低声道谢：“昨日的膏药，多谢林姐姐。”今早陶宝林原想与林轩言一起来的，只是他耽误了不少时间，让陶宝林不必等他了。林轩言与殿中众人一一见礼后，在自己的位置上落座。不多时，太后从内殿中出来，众人一一行礼，重新落座。太后的脸上挂着一贯的慈祥笑容，然而在看到空了一个座位时，脸上的笑容微微凝固，嗓音微冷道：“贵妃今日怎么没来？”每次给太后、皇后请安时，
两位基本上是等到众人都来齐后才会从内殿中出来，除非是时辰已不早了，才不会继续等着人到齐。而太后这般说，就证明林寒冬也没有提前跟太后告假。殿内一时寂静，林轩言眼观鼻鼻关心地坐在座位上，只是有人偏偏要将战火引到他身上。坐在林轩言斜对面的人才人轻摇着团扇，眼唇笑道：“今日林妹妹也来得晚，莫非是与贵妃姐姐商议什么事去了？”殿内寂静，人才人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落到所有人的耳中，顿时众人的视线全部移到了林轩言的身上。林轩言在心底冷笑一声，若是比他位分高的，他大庭广众之下还会留几分脸面，但一个和他同等位分的才人，仗着先进宫几年就想压在他的头上。林轩言不慌不忙地放下手中的杯盏，轻笑道：“任姐姐说笑了，今早妹妹只顾着服侍陛下，哪有时间去找贵妃娘娘？”人才人摇着团扇的手一顿，差点没将手中的扇柄捏断。宫中最看重的是什么？无非就是皇帝的那点恩宠。林轩言含羞带怯的模样，何止是刺痛了人才人的眼？若照妹妹说，岂不是只需服侍好陛下，旁的事可以一概不管了？这种明晃晃的针对，也就只有柯嫔做得出了。林轩言依旧不急，纸面上做出惊讶的表情：“柯嫔姐姐冤枉嫔妾了，嫔妾与姐姐同时到的长乐宫，姐姐怎能如此揣测嫔妾？我伺候皇帝所以来得晚，你没伺候皇帝，怎么也来得晚？”柯嫔面色瞬间扭曲，却又是一时没找到话语反驳，在侍女季晴的提醒下，急忙用扇子遮脸，整理好情绪。好了好了，宁真殿与雅兰宫相距甚远，与其在这里猜测，不如派人去雅兰宫问问。皇后出来打圆场了。太后微微颔首，默许了皇后的做法。皇后身边的一个小宫女立马领命而去。嫔妾想起来了。怡美人蓦然出声：“昨日大皇子身体有些不适，贵妃姐姐忙着照顾大皇子，都没空见嫔妾呢。是不是？”怡美人咬唇犹豫，对上太后看过来的视线，才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是不是大皇子的身体还未恢复，所以贵妃姐姐才耽搁了时间？”这话一出，殿内众人反应各不相同，大部分的都是面露担忧，但也有极个别的露出了几分嫉妒，才赶紧将表情换成了担忧。先不论其他人是否是真的担忧，但太后的担忧绝不是作假。几乎是以美人的话音刚落，太后便问道：“大皇子病得严重吗？你快速速说来。”以美人吓得起身告罪，回太后：“嫔妾不知，嫔妾昨日未能进到雅兰宫。”末了，以美人补了一句：“嫔妾只知大皇子身体不适。”太后眉头紧皱地扫了以美人一眼，却也只能挥挥手让她坐下了。眼下只能等去雅兰宫的宫女回来了。太后心情不好，几乎没人敢在这时候出声。但就在这时，平时只安安静静作壁上官的淑妃道：“往常大皇子病了，贵妃皆是闹得河宫皆知，昨日却无消息传出，可见大皇子因病的不重。大皇子病了，不少妃嫔想起了这个于他们而言是紧箍咒般的存在。自从大皇子诞下后，贵妃不知多少次用这个手段，在夜晚时将皇帝从他们身边抢走。本来皇帝就不爱进后宫，1月能有半个月待在后宫就算多的了，结果贵妃还靠着这个手段抢走大半，谁能不气？除了初一、15这2天贵妃没去抢过，另外的时间贵妃也结过几次皇后。但没办法，母凭子贵，贵妃依旧是贵妃。柯嫔也出声附和：“淑妃姐姐说得对，贵妃娘娘可最是宝贵大皇子了。若是大皇子真有什么事，昨日陛下定留宿在雅兰宫，而不是临才人的天照榭。”柯嫔短短一句话，又将战火引到了林轩言身上。其他妃嫔也反应过来：“是啊，怎么轮到临才人事情，贵妃就不抢人了？难道真是贵妃挂念着姐妹情？”感受着宫内众人投过来的异样目光，林轩言撕烂柯嫔嘴的心都有了。他前日辛辛苦苦演的一场戏，岂能被柯嫔3言2语就摧毁？林寒冬，他必然是要疏远的。林轩言立马回道：“贵妃娘娘与大皇子皆是尊贵的人儿，而嫔妾低贱之身，岂敢与贵妃娘娘母子相比？”林轩言语气平淡，话里话外都在与林寒冬划分界限。至于林寒冬为何不借着大皇子抢人，与他何干？头顶上有太后坐镇，柯嫔也不好太过分，只得不阴不阳的轻哼了一声。没过多久，去雅兰宫问话的宫女回来了，随行的还有从雅兰宫过来的小太监。小太监一进到殿内就下跪回话：“参见太后、皇后娘娘与各公主子，贵妃娘娘因殿下身体不适，今日不能来给太后娘娘请安，还请太后恕罪。”太后眯着眼睛打量小太监，如今夏日的早晨也热了起来，小太监的额上一片细密的汗珠，可见是一路疾走过来，热得不行。大皇子身体可还好？太后问道。回太后，殿下昨日有些发热，不过眼下已经退热了，只是娘娘不放心，从昨日一直守在殿下身边。小太监的这一番让林轩言不由得微蹙眉心打量他，别看他只短短说了2句话，但该表达的意思都很明确了。皇家就算多名医有药材，但因而发热仍是有极高的致死率，可见昨日大皇子病的凶险。随后又点名林寒冬一片慈母之心，昨夜一整宿未眠守着大皇子。第52章。
林寒冬的用意。林轩言目光沉沉地盯着殿中央跪着的太监，看他这身打扮，应该只是雅兰宫品级最低的小太监，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定是有人提前教过。可林寒冬的用意究竟是为何？总不会真是特意关照他这个妹妹吧？在场的众人都不是傻的，顿时大部分人的目光又落回林轩言的身上。往常别说发热了，大皇子但凡有个咳嗽，林寒冬都能从别的宫中抢人。可昨日竟然安安分分的，谁不赞一句姐妹情深呢？大皇子发热，为何不告知哀家？太后拍桌怒道。小太监跪在殿中，明显的瑟缩了一下。奴才，许氏娘娘不愿意打扰太后的清静。小太监话音未落，太后腾的一下站起身，哀家得去瞧瞧。太后说着就往外走，其他人岂敢继续安坐，当即也站起身，跟着太后一并往雅兰宫而去。呼啦啦的一群人，尤为壮观。所到之处，尽是宫婢奴才俯身下跪。林轩言坠在最后头，陶宝林见状也跟在林轩言身侧。不过俩人什么话都没说，只静静地跟着大部队来到雅兰宫前。雅兰宫的人许氏已经得到了消息，林寒冬的贴身宫女花寇已经在宫门处等候许久，参见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淑妃娘娘与各公主子。太后挥手让人起身，丢下一句：皇后与淑妃同哀家进去，其余人等不必入内。说罢便由宫婢搀扶着进去。皇后却没急着进去，先是吩咐花寇：大皇子身体不适，不便见太多人，你找个地儿让各宫小主坐下歇歇喝茶。顿了顿，皇后在众妃嫔中望了一眼，看向站在最末尾的林轩言：林才人同本宫一并进去吧。话落，也不等林轩言什么反应，皇后便走进了雅兰宫。林轩言没办法，只好跟在淑妃的身后也一并进去。这还是林轩言第一次进入雅兰宫的殿中，殿内陈设大气，但又不失雅致与柔美，珍品更是随处可见。林轩言眼观鼻鼻关心的一路跟着往里走，还没走到大皇子住处呢，就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啼哭声。太后的腿脚一瞬间灵活了许多，被宫人搀扶着，健步如飞的就往里走。太医呢？还不快去换太医来给晨儿瞧瞧！林轩言刚跟着淑妃踏进殿内，就听见太后的怒斥。林寒冬正抱着大皇子拍哄，听到太后的话，苍白的小脸上顿时流下泪来，回太后：太医才回去，已经给晨儿开了药了。太后却没管那么多，一边凑近去看大皇子，一边吩咐工人去换太医。大皇子未好就不能走。林寒冬立马抱着大皇子蹲身道谢：谢太后。好了，不必这些虚礼。太后挥手让其起身：晨儿怎会突然发热？你为人生母，可得多用些心。林寒冬脸一僵，起身将大皇子抱给一旁的奶娘，泪珠又开始扑簌簌的往下掉。许是近日天气变化的太快，晨儿体弱，故而高热。太后看着林寒冬一脸的憔悴，就算有满肚子的话想说，也咽了回去。只是大皇子是他现如今唯一的孙儿，如何不让他挂心？以山，你去哀家库房中取些药材送来雅兰宫。说罢，太后朝皇后等人道：你们先回吧，哀家在这里就行。而大皇子自哭过那阵后，便躺在奶娘的怀里，含着大拇指睡了过去。林轩言无语了，所以太后叫人跟着进来是干嘛？别说站在后面的他了，估计皇后都没能看到裹在襁褓中的大皇子。不过也好，只是多走几步路罢了，没有和林寒冬又扯上什么牵连，他就已经知足了。林轩言乖乖地跟在淑妃后头往外走，快走到宫门口时，正好碰到了原本要去偏殿休息的众妃嫔们，估计还没坐下，就又被喊出来了。众人在雅兰宫前纷纷散去，渐渐的，林轩言身边就只剩下陶宝玲了。林姐姐，大皇子怎么样？病得厉害吗？陶宝玲开口询问道。林轩言却没急着回答他这个问题，拉起陶宝玲的手笑道：私底下就莫叫我姐姐了，我今年才16，应该比你还小，你一口一句的姐姐，倒把我叫老了。私底下你唤我轩言吧。陶宝玲一怔，过了一会儿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也回以一个笑容：好，那妹，那我就冒昧，我姓陶，单名一个妃字，轩言唤我菲菲吧。互换了姓名的俩人显然感情较之前深厚了几分，笑闹了几句，林轩言才捡起之前话题道：我倒是觉得大皇子病快好了，我还未进去就听到大皇子的啼哭声，嗓门可大了，一点都不像生病的样子。林轩言就算没生过孩子，但在后宅里不知见过多少婴孩，尤其是后来长家时，那些个小辈们动不动就带着孩子来给他瞧。故而林轩言一听到大皇子有力的啼哭声，心里都已经怀疑大皇子昨日根本就没发热，否则今天就算病好了，哭声也不会那么嘹亮。而且林寒冬那副憔悴的模样，他一看就知道是画上去的。前世林轩言为了揽客，在化妆一道上也颇为精通，楼里他若论第二，就没人敢当第一。别怕林轩言只待了短短一会儿，却已经将不该知道的全知道了，就是不知道林寒冬做这出戏究竟想干嘛了。林轩言只能祈祷默哀老娘。陶宝玲闻言却是松了口气，大皇子无事便好。林轩言却是奇了，
妃妃怎如此挂心大皇子？林才人是不知道，大皇子刚出生常有不适，闹得全宫都不得安宁呢。是平儿在插话。为此，我家小主还不得不如素了1个月，为大皇子祈福。陶宝林只是笑笑，没有言语，但林轩言却是打量了平儿一眼，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这位平儿应该就是昨日哭嚎的，如今看来，的确是有些不分尊卑且没眼色。林轩言没去接话，也松了口气，与陶宝林低声窃喜道：“幸好大皇子无事，不然我也得跟着1个月不能吃肉，那我可受不了。”第53章，从吃瓜人变成当事人。今日15，皇帝不会过来，林轩言和陶宝林闲聊了一会，就回天照谢抄写佛经了。用午膳时，知柳带来了宫中的最新消息，皇帝一下早朝就去了雅兰宫看大皇子，万幸大皇子无事。到了晚上，又有了最新进展，皇帝在雅兰宫用过晚膳，才按照惯例去的长秋殿。林轩言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好也将佛经抄完了，不由心情大好的给卖力的知信赏了银子。你从他人那里打探消息，偶尔也要给些银钱，才能让人心甘情愿。林轩言一句话制止了知信的推辞。知柳毕竟不比知信，知信是宫中老人了，就算平日里少与人往来，也总有那么几个相熟的。晚上的这个消息，就是知信借着送手帕的由头，从别人那里问来的。这夜无人扰清梦，林轩言睡得很是香甜。就连给林轩言梳头的知信都看出了今日他心情很是不错。一来是不用伺候男人，二来嘛，林轩言也想瞧瞧，昨日林寒冬给了皇后没脸，今日请安时，皇后还会不会维持着一贯的端庄大气，林寒冬又会是如何的反应？然而让林轩言失望的是，今日林寒冬又以大皇子身体不适，没来给皇后请安，而皇后也依旧是端庄大气的笑着，看不出丝毫异样。没了好戏看，林轩言百无聊赖地坐在座位上喝着茶，等着皇后说完琐事就各回个宫。可偏偏又有人将主意打到了他头上。原是在安排赏荷宴的事宜，皇后让打算表演的妃嫔报上节目来，而林轩言根本就没打算出风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从柯平开始，按照位分依次往下报节目。轮到林轩言时，柯平阴阳怪气地呛了林轩言一句，不痛不痒的一句话而已，他忍了。柯平见林轩言低着头不说话，撇撇嘴，无趣地将注意力放到自己衣袖的花纹上。可谁知这时坐在最末尾的夏答应起身回话了，回柯平姐姐，林姐姐已经决定与嫔妾一同表演节目了。林轩言一怔，立马抬头看向夏答应，他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还不待林轩言反应，柯平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夏答应一眼，嗤笑一声，你们，态度极为不屑，就差翻个白眼了。夏答应没有接柯平的话，只看向林轩言笑了笑，随即对皇后道，皇后娘娘，嫔妾与林才人、陶宝林要表演的节目是。听到这里，林轩言是再也坐不住了，当即一拍桌子，打断了夏答应的话。林轩言是真的被夏答应气笑了，一个在宫中分位最低的答应，比宫女强不了多少的人，竟也敢将主意打到他头上来了。是觉得他不与柯平等人针尖对麦芒的吵起来，就是软柿子，可以任人揉捏。林轩言拍桌而起，指着夏答应峨眉倒蹙，杏眸圆睁道，夏答应所言，我怎从未听过？林轩言胸口剧烈起伏，急得知信在后头连忙轻抚他的后背，让他息怒。只是知信偶尔看向夏答应的眼神中，也是隐隐含着怒气。林才人，怎么回事？皇后沉声问道。林轩言稍稍缓过来了些，面向皇后时怒容退了大半，面上更多的已是委屈。回皇后娘娘，嫔妾也不知为何夏答应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方才听到夏答应所言，嫔妾自己都不敢置信。林轩言咬了咬唇，又道，夏答应的确有与嫔妾说过这件事，只是嫔妾微末之际不敢献丑，故而嫔妾并未允诺。夏答应还欲张口辩解，只是陶宝林这时也站了起来给林轩言作证，皇后娘娘，当时嫔妾也在场，嫔妾与林才人的确未曾同意夏答应的提议。话落，皇后气到拍桌，看向夏答应的一双凤眼里满是怒火。夏答应，谁给你的胆子，竟敢任意安排林才人与陶宝林，甚至对着本宫也敢胡言乱语。夏氏欺上瞒下，贬为更衣，迁入南薰殿，无诏不得外出。皇后短短一句话，基本判定了夏答应夏更衣今后的命运。更衣是妃嫔品阶中最低的位分，又将其迁入了离皇帝寝宫最远的南薰殿，更是将其禁足，与打入冷宫又有何异？宫中众人也没料到一向宽厚的皇后竟会发如此大火，但与他们无关，自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此时的夏更衣更是没想到会因为自己一时的小聪明，直接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给断送。夏更衣在听到皇后的话后，直接瘫坐在原地，直到太监上手擒住他时，他才如梦初醒般大叫，娘娘，皇后娘娘饶命，嫔妾不是有意的。夏更衣拼命挣扎，两个太监竟也一时间没能将其制服，皇后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眼见着又有太监上前压制夏更衣时，
一直少有言语的吕贵人开口说话了：“娘娘，嫔妾对此事倒有不同的看法，不知娘娘可否听嫔妾一言？”吕贵人就算是当初得宠时，也是安安分分的，从不与人起争端。如今难得听他有个请求，皇后这时也缓和了情绪，应允了他的提议。吕贵人看了一眼对他目露希冀的夏更衣，嗓音如3月的春风般能拂去人心头的燥热。林才人与陶宝林皆说夏更衣同他们说过，只是他们2人未答应。会不会是他们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导致夏更衣以为林才人2位已经答应了？话落，夏更衣连忙顺杆子往上爬，连连点头。嫔妾原想着赏荷宴是林姐姐入宫后参加的第一个宴席，怎么会不表演节目呢？夏更衣回忆道：“当时嫔妾刚说完，皇上就来了，所以没能等到林姐姐的回复，但嫔妾以为林姐姐默认了。这宫里的女人果然比后宅中的女人更难对付，只是个最底层的妃嫔罢了。瞧这一脸真诚的模样，若不是林宣言就是当事人，就真的要被他给蒙骗过去了。不过夏更衣会演，林宣言就不会演了吗？今日若是让夏更衣好好的走出长秋殿，他就不姓林。”第54章，滑天下之大稽。林宣言定定地看了夏更衣片刻，脸上后知后觉地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来。夏达，夏更衣，难道你要我与陶宝林在皇后娘娘面前将那日的场景重现一遍吗？林才人，夏更衣也是为了你着想，你何必咄咄逼人呢？柯平立马抢话道。林宣言却是没搭理他，扭头看向皇后，皇后娘娘。话还未说出口，泪水便如断了线的珠子般往下掉，不用开口就让人知道他是受了极大的委屈。皇后娘娘，林宣言强压委屈，哽咽道：“嫔妾记得清清楚楚，早在皇上来之前，嫔妾就已拒绝了夏更衣，并非如……”林才人，夏更衣一声厉喝，若不是有太监制住了他的动作，林宣言毫不怀疑夏更衣会直接扑到他面前来。夏更衣喝住了林宣言的话，扭头看向陶宝林：“陶姐姐，你说句话，是林才人记错了，对吧？那日还是你带我去的天照县。”够了！皇后面色阴沉地看着殿内目露凶狠、一身狼狈的夏更衣，这样的女子哪里还有后妃的形象？一个个的都不省心。皇后一个眼神扫过去，早就等候多时的太监立马上前将夏更衣给押出了长秋殿，并及时地堵住了嘴。喧哗的大殿顿时安静了下来，又有工人极有眼色地将夏更衣的位置清扫干净，仿佛方才的闹剧从未发生过一般。随后登记了剩下妃嫔要表演的节目后，皇后便挥手让大家退了。回宫的路上，依旧是林宣言与陶宝林一起走，只是今日的俩人格外沉默，枝头的鸟儿都比他们更喧嚣。直到走进了宁真殿，俩人快要分别时，林宣言才垂眸唤了一句：“妃妃。”陶宝林一怔，这才也回了一句：“宣言。”你今日是在怪我吗？怪我没有顺着夏更衣的话接下来。陶宝林沉默，就在林宣言快要失望时，他才慢慢道：“我与夏更衣一同入的宫，因为我们位分最低，所以我们比其他人走得更近些。后来因为我和夏更衣的一些看法不同，渐渐疏远了。但是……”陶宝林低下头，又是沉默不语。如果说昨天的林宣言对这个沉默寡言、不争不抢的姑娘有几分喜爱，但经过今日这一遭，已经荡然无存了。沉默寡言与不争不抢，作为身边人来说是优点，但没脑子这一个缺点就能顶掉他身上全部的闪光点。所以你觉得是我错了？陶宝林张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林宣言深吸口气，只能说皇宫的女人还是太少，这样单纯的性子竟也能好好的坐着宝林的位置。陶宝林先是站出来帮他说话，结果没想到正好撞上了皇后心情不好，重罚夏更衣。没想到吕贵人帮助夏更衣辩解，让夏更衣有机会翻盘。若是当时林宣言顺着夏更衣的话说下去，的确有可能免除皇后与夏更衣的惩罚。那他呢？明明先前确凿的说没有答应夏更衣，使得皇后震怒后又改口说是自己记错了。那他还要不要在宫里待了？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能替他做主，还有极大的可能让皇后也对他不喜。再说陶宝林他自己当时可是没有替夏更衣说过半句好话。想到这里，林宣言就忍不住冷笑，自己都不敢站出来推翻自己说过的话，却想着他去帮忙做这个好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林宣言缓缓吐气，似是叹道：“我原以为我们会成为朋友。”说完，林宣言转身欲走，陶宝林却是慌了，连忙拉住林宣言的衣袖：“宣言，我只是一时有些难过，你等我回去自己一个人待会好吗？”林宣言低头看着陶宝林拉着他衣袖的手，低低道了一句：“好。”回到天照榭后，憋了许久的知信瞥着林宣言的神色，犹犹豫豫道：“主子。”林宣言坐在椅子上，抬眸看了知信一眼：“有什么话直说，不要吞吞吐吐。”主子。知信眉头紧皱，奴婢觉得陶宝林，觉得他不好，对吧？嘿嘿。知信讨好的笑笑，默认了林宣言的说辞。林宣言白了他一眼：“我也觉得他不好。”
那主子知信一脸惊奇，方才主子与陶宝林分别时的场景，可不像是觉得陶宝林不好的样子啊。林轩言却没与知信解释，将人打发了出去。你去看看知柳回来了没？送本佛经去小佛堂供奉，怎么不见人了？知信只能带着疑惑行礼告退，而林轩言也头疼的往椅子上一瘫，哎，刚培养出一个知柳，又要来培养知信，累啊。所以林轩言干脆将知信打发给知柳，让知柳给他解答。茶水间，知信将方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与知柳说了一遍。知柳姐姐，主子为何要那样做？您真垫住了主子和陶宝林。知柳端起泡好的茶水，你再想想主子这么做的原因。说罢，知柳给林轩言添茶水去了。知柳将当初林轩言教他的模式一五一十的照搬了过来，不直接说答案，只给提示让他自己去想。到了下午，知信还没想出答案来，进士房的太监先来了。林小主，今日陛下翻了您的牌子。这次来的进士房的副总管，由此可见宫中风向。林轩言越是得宠，妃嫔就越将他视作眼中钉，而宫人就越追捧他。待林轩言好言好语的将其送走后，宁真殿中的洒扫宫女、看门太监们也纷纷上前来祝贺了。天照榭内一片欢声笑语，而对面的半梦轩就愈发显得沉寂，平而不甘地望着对面走出来的宫人，个个面带微笑，但他最终只能扭头瞪了一眼静谧的寝卧。旁人的心思林轩言一概不知，就算知道了他也不会在意。得宠的是他，旁人就算嫉妒又如何？不过今日已是皇帝这个月第4次宠幸他了，若是还有第5次，那他就真的要想办法避避了。不是怕妃嫔的嫉妒，而是担心前朝对他的看法。第55章冰消部。林轩言尚未入宫时，朝中就隐隐有给他盖以祸水的名头了。他想当皇后，想当太后，想当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女人，就少不了前朝的支持。后宫与前朝从来都是一体，他可以不顾自己在后宫的名声，但绝对不能不顾前朝。及至晚间，太初宫的莲枝灯已经点上了烛火，林轩言终于等来了他的皇帝。嫔妾给陛下请安。林轩言弯腰行礼，但小脸却是仰着看向齐朝侧，眼角眉梢尽是情意。齐朝侧上前将人扶起，顺势搂入怀中，闻着他满身的馨香，一天的劳累竟似瞬间褪去了。齐朝侧揽着人坐在床前，这次却没急着脱衣，反倒是挥手让工人退下，与林轩言闲聊了起来。自从入宫后，朕每次见到轩儿都是没有烦扰的模样。男人的语调轻松，林轩言却警铃大震。今日夏更衣的惩处与他有关，难不成因为这事向他兴师问罪来了？这只是最坏的结果，但面对这个掌握着他身家性命的男人，林轩言不得不提起12万分的精神。林轩言看着男人深邃的眼眸，两颊染上绯色，因为看到齐郎就想不起烦扰的事了。烛火在他的白净的脸上跳跃，忽明忽灭，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他眼中的绵绵情意，明亮的灼人。齐朝侧蓦地伸手将林轩言揽进怀里，交颈相依。齐郎。齐朝侧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将林轩言拥在怀里，将头埋在他的肩颈，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清香。林轩言也将手环上齐朝侧的腰，紧了紧，道：齐郎，轩儿在，你有没有后悔过入宫？良久，齐朝侧开口：齐郎。林轩言慌乱，想从齐朝侧的怀中出来看着他，却因为依旧被齐朝侧用力抱着，只好依偎在他的怀里，嗓音掩盖在他的身躯中，显得有些发闷。自从得知齐郎就是下旨让我进宫的人，我觉得我每一天都是开心的，从未有过后悔。林轩言，皇帝都下旨了，我能拒绝吗？拿头跟你拒绝好吧。他就算已经大致猜到了林轩言的回答，但亲耳听到又是另一回事。齐朝侧喉结滚动，低声道：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林轩言在齐朝侧的怀里用力摇头，急忙道：怎么会委屈？只要能见到齐郎，什么都是值得的。只要……林轩言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带着浓浓的羞意。只要齐郎同轩儿一样，心中有着对方，轩儿就心满意足了。朕一定会的。齐朝侧承诺。为了后宫平衡，一门不能出二妃，但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多多弥补。今夜难得的没有运动，只是纯个被睡觉。这也正合林轩言的意，虽说和技术好的男人运动的确很爽，但费力气啊。今日靠说话就在皇帝这儿得了一个承诺，目的已经达到，运不运动已经无所谓了。得亏第二天不用去哪里请安，林轩言老老实实的窝在自己的天照榭，倒也没人上门找茬。也不知是不是皇帝与林轩言心有灵犀，后面这个月齐朝侧只进了2次后宫，一次去了雅兰宫，一次宣了科平。这下就算是每3日的请安，也少有人将盯着林轩言了，让林轩言安生的过了半个月。不然次次请安都有人阴阳怪气，搁谁身上都烦啊。到了7月初赏荷宴时，天照榭早早的就摆上了冰盆。林轩言看着榭镜门内的阳光，明亮又刺眼，不由得叹了口气：哎，这么热的天，有什么好去赏荷的？各自待在寝殿歇息不好吗？
林轩言想起了前几日去半梦轩的遭遇，待了还不到半个时辰，背上已全是汗了。为此，他还特意每日拨了一个冰盆送过去。不受宠的就是这样，但凡是个人物，都能在他头上踩一脚。而林轩言就算没被皇帝召见，也是隔三差五就有赏赐来，别说克扣了，每日还多送了几盆。不然林轩言也不会为了表面虚假的姐妹情，分陶宝林一个冰盆。主子，奴婢听人说，这时的清源湖最是凉爽了，而且肯定不会少了冰盆的。知信掩唇笑道。但林轩言仍是闷闷不乐，趴在餐桌上，头一次看着色香味俱全的早餐，没了胃口。可是路上没有呀，走去清源湖可远了。知柳看着这样的主子，心头也不由感慨。别看他家主子进宫后瞬间成长了许多，但有时又还是像从前那般嘟着嘴撒娇的模样，一点都没变。主子别急，奴婢早就给您备好了帷帽，用的是陛下前些日子特意赏赐给您的冰绡布。知柳说的冰绡布触手冰凉，最适合炎炎夏日使用。这冰绡布是南边一小国献上来的贡品，宫中拢共也只有5匹，林轩言就得了其中1匹。林轩言眸光一闪，心情瞬间好转。好，就带这个，还是我家知柳贴心。主子心情好，他们服侍的下人自然心情也好。但他们不知，林轩言完全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宫中只有5匹的冰绡布，除了林轩言，剩下的分别给了太后、皇后、贵妃与淑妃，按照分位发下去的。但偏偏轮到柯平时，最后1匹给了林轩言。林轩言都能想到，待会他顶着冰绡布制成的帷帽过去时，柯平眼里喷火的样子。光是想想，他就高兴。就算柯平仗着位分能对他言语打压又如何？拿到手的才是实的。用过早膳，知柳小心翼翼地将帷帽给林轩言戴上，以免压到梳好的发髻。轩言，林轩言刚出天照县，就看见陶宝林已经在外等着了。林轩言却是瞪了看门的知顺一眼，看着陶宝林不满道：“怎么不进去等我？你看看你满头的汗。”说着，林轩言拉着陶宝林躲到阴凉的地方，用手绢给他细细的擦了汗。不怪知顺，我也是才到。陶宝林浅笑着解释：“只是天太热了，出来走走就满头的汗了。”林轩言看着屋檐下正好落到他脚边的阳光，不由又是一声长叹：“我们快走吧，早点到清源湖的湖心亭乘凉去。”第56章赏荷宴。进了皇宫这么久，林轩言还是第一次来到清源湖。一开始是因为忙着伺候皇帝和给太后、皇后请安，后来天又开始热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林轩言懒，靠自己2条腿走老远的路，只为了看2朵花、3棵树的是窗外的桃树上结的果子不够香甜吗？清源湖旁用鹅卵石铺了一条小路，湖边种了一圈垂柳，走在树荫下，清风拂来，仿佛夏日的炎热顷刻间就消除了。清源湖中正是荷花盛开的好时节，从白到红的花瓣层层叠叠，挤挤挨挨的盛放，风一吹便不住摇晃。站在岸边的林轩言都能闻到淡淡的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复行几步，一条通往湖中的木桥赫然映入眼帘。木桥的末端修建了一座颇大的亭子，此时亭中已有人在了。嫔妾参见淑妃娘娘。林轩言与陶宝林行礼道。淑妃淡淡应了声，便继续看向亭外的莲花。林轩言与陶宝林各自落座。虽然皇后说是此次宴会只当自家姐妹小聚，不必拘礼，但众人依旧是按照各自的分位落座。这次的座位与往常请安时摆放在2侧的不一样，共分了4排，第一排3个位置是给皇上、太后和皇后预留的，剩下的妃嫔坐在后3排。林轩言与陶宝林正好坐在第3排的最右边与第4排的最左边，表演的地方则在湖的对面临水台上。也不知是不是巧了，林轩言才刚坐下，取了帷帽交由知柳收着，柯平就紧随其后的也到了，正好看到了那顶用冰绡布制成的帷帽。林轩言看着柯平瞬间喷火的眼眸，心情瞬间就好了许多。但柯平又岂是委屈自己的性子，与淑妃见过礼后，便自顾自的开口了：“听闻这次贵妃娘娘也准备了节目，不知是不是娘娘最拿手的琵琶？在那次请安结束后，听说林寒冬派人告知了皇后自己要表演的节目，只是具体是什么节目却没有流传出来。”林轩言一听到这话，不用想都知道又是想借着多才多艺的林寒冬来嘲讽他了。林轩言都想直接去问柯平，翻来覆去就这2句话，不嫌累吗？但林轩言不搭理，有的是人搭理，毕竟柯平的位分摆在那里。嫔妾在闺中时就有听说过，贵妃娘娘的一曲琵琶可谓是人间难寻，天上仅有，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若今日能听到，也算是不枉此生了。坐在柯平后面的人才人笑着应和。嫔妾倒是在太子府时有幸听过一回，的确可堪仙乐。坐在陶宝林旁边的卓常在也浅笑着开口。至于淑妃是一贯不管这些事的，杨才人也是望着亭外的荷花，失神的模样，不知在想些什么。但柯平只要有人附和他，他就有话继续接下去。是啊，听说贵妃娘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似我，支舞跳得好。人才人恭维道：“
柯嫔姐姐的舞也是被陛下赞过的，已经是嫔妾可望不可及的了。是呢，嫔妾也习过舞，却只是一般。陶宝林一脸担忧地看向林轩言，但林轩言只觉得这些人吵闹，干脆低声吩咐支柳，要他过去请陶宝林坐他后面来。林轩言后面的位置原是留给夏更衣的，但因为夏更衣被禁足，便空了下来，正好可以让陶宝林坐过来。就算林轩言只是与陶宝林维持表面的姐妹情，也好过听柯嫔暗戳戳的嘲讽。果然，林轩言与陶宝林低声轻语的交谈，时不时的发出笑声来，一副全然不在意的模样。柯嫔也只能没意思的停止嘲讽，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湖中的荷花。没过多久，众位妃嫔便陆陆续续到齐了。皇后依旧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众位妹妹不必拘礼，就当是家中姐妹小聚。皇后端坐在上首发言，但只瞧一瞧众妃嫔花枝招展的装扮，就知道一个个的都鼓足了劲呢。毕竟皇帝是极有可能过来的，有些妃嫔甚至1个月都不能见到皇帝一次，这样的机会如何能不让他们抓紧？一开始的节目是教坊准备的，不论是舞蹈还是乐器，都让林轩言开了眼界。前世虽然在青楼中待过，一身技艺更是不俗，但取悦男人的乐舞又如何能同宫中的雅乐相比？就算后来入了知府后宅，舞乐也皆为高洁，但又怎及宫中的表演？林轩言看得津津有味，但落在有些人眼中，更加鄙夷了几分林轩言乡下人的出身。妃嫔准备的节目掺杂在教坊节目之中，第一个上场的冉常在准备了一首琴曲，一首《阳春白雪》，曲调欢快，情意非凡，比起林轩言真实的水平来说，已经不差许多了。而接下来其他妃嫔的表演，或舞或唱，敢于上台的都是有一身本领在的，这也让林轩言暗暗提起了警惕。这些人都是家族中精心培养出的贵女，教导他们的女夫子无疑不是颇有才名的。就算林轩言有前世的经验，但于才艺上并不比学了10多年的贵女们强上许多。自从入宫后，林轩言的确有些懈怠了，奢靡的时光总是容易使人颓废。毕竟得皇帝宠爱，而宫中妃嫔就算面上不可以，也仅是唇枪舌战，并未实际下过死手。但林轩言不幸，钟鸣鼎10之家出身的女子，不会些后宅的阴私手段，只能说才入宫的林轩言还不足以在他们眼中形成威胁。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这场赏荷宴，不仅仅是其他妃嫔想吸引皇帝的注意，林轩言也想。一个上午的时间，共有3名妃嫔表演了节目，还有3个节目放在下午。午膳自然也是在湖心亭用的，食材全是采用的莲身上的，入口馨香，颇有一番风味。用过午膳，按照林轩言原本的作息，这个点是他午睡的时间，但赏荷宴还没结束，只能在这里枯坐着。林轩言小小的打了个哈欠，眼角冒出了泪花。妹妹可是困了？左侧的杨才人低声问道。一上午基本没说过话的杨才人蓦然开口，林轩言哈欠打到一半都僵住了。第57章，奇怪的杨才人。杨才人与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林轩言偏头看向身侧的杨才人，一脸疑惑。方才在湖心亭时，杨才人借着3级将林轩言给拉了出来，只是看林才人有些困了，想着出来走走好些。杨才人浅笑着解释，目光温和。闻言，林轩言也只是笑笑。至于他相不相信杨才人的说辞，也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不过正如杨才人所说，出来走走的确能解困，尤其是湖边的微风凉爽，吹来有提神醒脑之效。等到2人解决完3级后，回来的路上，杨才人望着湖中娇嫩的芙蓉，不经意道：“林才人入宫似乎已有1月了。”是。林才人觉得皇宫怎么样？林轩言看了一眼杨才人，只见他仍是一副神色淡淡的模样，似乎真的只是随口一言。林轩言轻笑一声，皇宫是天底下最尊贵的所在，自然是极好的。林轩言用冠冕堂皇的话回了过去，谁知杨才人的反应却有些莫名。杨才人苦笑一声，眼神落在湖心亭的方向，似乎在透过垂柳看千娇百媚的妃嫔们，但心思却似乎落到了别的地方。杨才人停下了脚步，林轩言也不好独自一人先走。过了一会儿，杨才人才在宫婢的提醒下回过神来。杨才人看着林轩言目露歉意，让林才人看笑话了。我突然想起了往事，一时有些失神。杨才人是皇帝身边的老人，听说是从小就服侍在皇帝身边了，也是皇帝的启蒙宫女一。他的往事应该大部分都有皇帝的影子。林轩言笑着摇头，无事，在这里赏荷也别有一番风趣。俩人继续往回走，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直到快到木桥时，俩人看到木桥边多出的工人时，才发现湖心亭中多了一抹明黄的身影。皇帝在他俩离开的时候过来了。林才人，杨才人唤住想快步回湖心亭的林轩言。林轩言蹙眉看他，只见杨才人温柔浅笑，希望林才人今后也能如此时一般不忘初心。走吧。杨才人拉起林轩言的手，莫让陛下久等了。林轩言有些发愣的被杨才人带着往湖中走，主要是杨才人给他的感觉太怪了，脸上的笑容明明是极温柔的，可林轩言却无端的读出了苦涩。
总不能是因为杨才人看到他就想起了以前和皇帝相处的时光吧？从皇帝的宫女做到了嫔妃，想来以前还是有些感情的。只是不应该嫉妒他吗？就像其他的嫔妃那样。但胡欣婷已近在眼前，林轩言也只能放下这些胡思乱想，同杨才人一起上前给皇帝、太后与太妃见礼。是的，不仅是皇帝来了，太后与新太妃竟也过来了。新太妃是先皇的妃子，曾育有一名皇子，只可惜15岁时染上天花去世。先皇逝世后，新太妃就一直居于宫内一隅，甚少外出。二位爱妃不必多礼，回来的正是时候。齐朝侧冷笑道。林轩言眼下疑惑，与杨才人回到原位落座。方才陛下说年年皆在湖心亭赏荷太过无聊，今年去湖中乘船赏花。方一坐下，陶宝林便凑过来告诉林轩言，纵然低声，林轩言也听出了他语气中的兴奋。林轩言也眼前一亮，枯坐在这儿的确无聊，再好看的歌舞看上一整日也无趣，换个新奇的倒也不错。不多时，齐朝侧要的船只便尽数到齐，两人一船，共8条小船整整齐齐地停在湖心亭旁。众人依照位分依次上船，齐朝侧自然是与皇后共乘一船。林轩言原以为太后会与新太妃共乘一船，谁知新太妃竟转身看向众妃嫔们，哀家听闻宫中新来了一位美人，哀家想瞧瞧这位美人。顿时众人间有些骚动，在宫中美人可有2个含义，新太妃这般说实在太有歧义了，但新来的美人指的自然只有林轩言了。新太妃顺着众人的视线看向人群中的林轩言，笑着对太后道，姐姐，臣妾想与年轻的孩子共乘一船，也找找年少的滋味。太后自无不允，便选上林寒冬先上了船。林轩言则一头雾水的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跟着新太妃上了第3条船。小船在荷花丛中穿行，世间纷扰似乎都渐渐退去，就算偶有喧嚣传来，都恍如隔世。小船上除了在外称奖的一个太监外，船坊内就只有新太妃与林轩言，并2人各自带的一名宫女。娘娘，奴婢想去外面赏荷。新太妃带来的嬷嬷请求道。新太妃笑着点头，嬷嬷出去时顺手拉上了知柳，陪嬷嬷一同赏花吧。说罢便拉着知柳的手欲出去。知柳向林轩言投来询问的目光，林轩言微微颔首，知柳这才顺着嬷嬷的力道起身出去。到了这，林轩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位新太妃是有话想要单独和他说。新太妃看着林轩言，目露怀念，良久才悠悠开口，香珠那丫头还好吗？林轩言一惊，香珠姑姑是他母亲的婢女，就算林轩言将她视作母亲，但在外人眼中，香珠姑姑仍是卑贱的奴仆，而新太妃却是高高在上的先皇遗孀。可听新太妃怀念的语气，却甚是熟人。太妃娘娘所说的香珠，可是我生母的婢女？林轩言试探询问。新太妃轻笑一声，和蔼道，是，你与你的母亲长得极像。说到这，林轩言反倒放下了疑虑，他的生母当初好歹也是圣天贵女，与新太妃相识也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新太妃看起来最起码也有40多岁了，而他的母亲如果还活着，如今是不到40岁的，从年岁上看应该不是手帕交才对。但林轩言也没听香珠提起，外加与新太妃有什么亲戚关系啊？新太妃看着林轩言面上的疑惑，忍不住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哀家是与你的外祖母相识，你外祖母年长几岁，一直对哀家这个邻家妹妹多有照拂。温暖的掌心落在发顶，林轩言怔愣地看着一脸慈爱的新太妃，不知为何有了想落泪的冲动。第58章人比花娇。这样的话倒也说得通了。当今圣上是太后的老来子，所以虽然皇帝比林轩言只大了4岁，但太后与太妃的年纪却是快可以当林轩言祖母的年龄。新太妃浅笑道，哀家这次来也是收到了香珠从宫外递来的消息，只是哀家常年礼佛，于宫中之事知之甚少，恐不能对你有所帮助。不过新太妃讲话一波三折，整得林轩言的心忽上忽下。不过哀家有办法向外传递消息，你若有幸，每月初10来小佛堂，哀家一般都在。林轩言实在没想到这样的意外之喜，他这些日子其实一直都有在想办法往宫外传递消息，为此已经通过知信送了不少银钱给御膳房的采购工人去打通关系。只是往宫外传递消息这事必须得小心再小心，林轩言目前还不能完全相信那位御膳房的工人。如今有了新太妃这条路，谁还找工人啊？不过林轩言也没有完全相信新太妃，毕竟只是空口白话，想害人有时候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林轩言仍是眸光发亮地看着新太妃，一副十足相信的模样。太妃娘娘，嫔妾入宫已1月有余，实在挂念家中。香珠姑姑，您能不能帮嫔妾送一句话回去，问问他们过得可好？林轩言激动的都快忘记尊卑之分了。谁知新太妃却是正色摇头。娘娘。新太妃看着眉眼间还带着单纯的林轩言，叹气道，哀家的确有办法送信出宫，
但你确定要用在这种事上吗？宫中等级森严，嫔位以上才能往家中送信以表思念，妃位以上才有召见家人的机会，可见往宫外送信之难。林轩言听到新太妃这么问，也沉默了下来，半晌才道：“嫔妾知道了，多谢太妃指点。”新太妃满意点头，蓦地顽皮一笑：“不过这次呢，哀家可以给你送一封私家的信。”林轩言猛地抬头，惊喜地看着新太妃。新太妃这时候反倒不急了，慢条斯理道：“哀家也多年未见到香珠这个小丫头了，确实有些想念。说起来，哀家问你的问题，香珠现在如何了？你还未回答呢。”林轩言吸吸鼻子，压下眼眶中快要涌出的泪水。这时他是真的有些想哭了。此刻的新太妃是真的给了他长辈温暖的感觉，这是他前世一直心心念念的温暖，没想到竟在这如履薄冰的宫中得到了。香珠姑姑很好，林轩言含泪浅笑，对嫔妾很好，身体也很好，都挺好的。新太妃点点头，伸手拍了拍林轩言的后背，在他的耳边轻声道：“好孩子，我们也去赏荷吧。”林轩言在新太妃的怀中整理好情绪，船头已经有3人了，林轩言便和新太妃来到船尾。此时临水台上正好是柯嫔登场，水红色的水袖一扬，浓烈的几乎能灼烧人的眼睛。不得不说，柯嫔的确在武艺上有2把刷子，该柔石媚如水，该飒实英姿勃发，颇有武将风采。恰是一舞终了，不远处传来鼓掌声。好，真可谓是袅袅腰仪折，纤纤秀玉非一。为表喜爱，齐朝策更是赏了柯嫔一匣子东珠，真是羡煞旁人。上午表演的嫔妃们更是个个咬碎了一口银牙。其实谁都知道皇帝下午过来的概率更大，但是位分低就只能任由安排，期盼皇上一下朝就过来。这是林轩言进宫以来第一次见到齐朝策对别的女人表现出喜爱。伤心、愤怒，林轩言只是平静地看着柯嫔脸上绽放出的动人笑容，心底对这一切毫无波澜。男女情爱他没有体会过，也不需要拥有。轩言，新太妃在旁笑道：“我这般换你可以吗？”林轩言怎会拒绝，自然是满口答应。你的节目呢？已经过了吗？新太妃不清楚宴会的流程，故而问道。林轩言摇头，看着临水台上重新登台的伶人，乐曲奏响，清越的筝音如水一般流淌而出。新太妃看着这样的林轩言，明明脸上并未有表情，但她却能从中看出失落。新太妃顿时想起了林轩言的身世，不由在心底长叹一声，面上却依旧是慈爱的笑容。哀家还担心没赶上轩言的才艺，反倒是没准备让哀家高兴了点。说罢，新太妃顺手折了一朵开得正盛的荷花递给林轩言。林轩言本就只是装出来的失落，但新太妃的安慰仍然让他展颜一笑。林轩言接过荷花，蓦然灵光一闪，对新太妃道：“嫔妾曾经住的地方附近也有一片莲池，夏日时有采莲女在池中放声歌唱，嫔妾学了一点皮毛，若是太妃不嫌弃，嫔妾便献丑一回。”先前林轩言的确不打算登台表演，毕竟不能贸贸然拿出精彩绝艳的技艺来，但眼下在荷花池中不用乐器伴奏，光是唱一曲采莲曲就足以应景了。新太妃欣然答应。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中有双鲤鱼，相系碧波间。鱼系莲叶东，鱼系莲叶南。莲叶深处谁家女？隔水笑抛一枝莲。2美人如出水芙蓉般俏生生地站在船尾，手捧一朵荷花，轻婉的曲调和着风中飘散的淡淡花香，宛若莲花成精，勾人心魄。当齐朝策循着歌声看过去时，正好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不由有些失神。安山见状，连忙用眼神示意小太监划船过去。一旁的皇后只是站在一侧静静微笑，让人看不出她内心的真实想法。齐朝策让人将船停到林轩言的侧后方，并示意其他人别打扰。直到一曲终了，齐朝策才出声夸赞：“轩儿的歌声足以绕梁3日，为何不登台，反而躲在莲丛中歌唱？”林轩言早就从身后的动静中判断出是齐朝策来了，但此时仍是装出一副既惊又喜的神情来。林轩言给齐朝策行礼后才道：“嫔妾只是从前在家中时听附近的采莲女唱过，学了一点皮毛而已，如何能与宫中姐妹相比？”林轩言不好意思的垂头，娇嫩的容颜掩在手中的荷花中，一时间让人难以分辨到底是脸颊上泛起的粉色是不是从荷花上蹭过去的。玉宇低头笑，人比花娇。第59章，美人。纵然莲叶何田田，但在场的众人谁不关注皇帝？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看到自己的夫君凝望着别的女人，林轩言都不用看，都能感受到落在他身上极度的目光如火一般，快要将他洞穿。若轩儿此曲只学了皮毛，那你让台上学了10几年的伶人作何想？齐朝策折扇轻摇，说不出的风流写意。齐朝策是换了常服过来的，一袭白色锦服，袖边用银线绣了暗纹，举手抬足间流转着暗光，青丝则仅用玉冠高高竖起。看着是极简单的装束，
但面白如玉，目似繁星，更兼之疏眉浅笑，恰如春日阳光般直化进人的心底。哪怕是如林轩言越难无数，也不得不承认，齐朝策生了一副好皮囊，说是陌上人如玉，公子是无双也不为过。的确，妹妹这一把好嗓子，实在是让本宫望尘莫及。林寒冬的船只划了过来，但只有歌声，却有点单调了。若是能有乐器来和，应能更悦耳。林寒冬的脸上是一贯的温柔笑意，在这水天一色里，更衬得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只是他话语中藏得很好的嫉妒，仍然被林轩言精准地捕捉到了。林轩言脸上的笑意顿时只余下了浅浅一层，垂眸盯着手中的荷花道：“嫔妾愚钝，虽各种均有涉猎，但都不及贵妃娘娘一曲琵琶惊为天人。”林寒冬脸上的笑容一僵，但很快就不着痕迹地恢复了原状。妹妹天资聪颖，若是能定下心来专精一种，假以时日，必然也能技惊四座。林寒冬顿了顿，继续浅笑道：“正好本宫宫中有一张用梧桐制成的琴，赠与妹妹倒是极配。”林寒冬短短几句话，不仅将林轩言的话堵了回去，还借赠琴来彰显了自己的大度。但林轩言不接招了，只弯腰行礼道：“谢贵妃娘娘赏赐。”说罢便自顾自地起身了，依旧没抬头看林寒冬一眼。言语间没说过林寒冬又怎样，这正是林轩言想要的效果。他一个原配嫡妻的女儿，被小妾上位的姐姐压得出不来头，着实丢脸。但对比越明显，林轩言就可以越厌恶林寒冬，与他划分界限。毕竟他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没必要和一个注定被打入冷宫的女人争一时长短。好，既然寒冬送了情，朕也不能不送。齐朝策爽朗一笑：“雪儿可有什么想要的？”皇后在一旁也跟着出声：“那本宫也加一份。”面对帝后，林轩言还是很给面子的，露出了明媚的笑容，尤其是面对皇帝带着小女儿的娇俏。嫔妾谢过皇上，皇后娘娘。林轩言行礼，只要是皇上与娘娘赏赐的，嫔妾都喜欢。瞧瞧这傻孩子，看着是个漂亮的美人，怎一点都不会为自己争取？一旁的新太妃被林轩言逗乐了，正好太后也从船舱里被人扶了出来。新太妃又看向太后道：“姐姐，臣妾说的可对？”太后笑眯眯的表示赞同，这孩子许是都长在了美貌上，哀家也喜欢的紧。太后虽是顺着新太妃的话来说的，但怎么听都有种别的意味，更像是在说林轩言是个草包美人。但不论太后话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总之美人这个名头是盖在了林轩言的头上。齐朝策折扇一合道：“若是轩儿没想好，那就由朕的心意了。正如母后与新母妃所言，还是美人的名头更衬轩儿的国色天香。”这一下就连永远都是一副端庄模样的皇后都差点没绷住自己的神情，更别提其他人了。就连太后也微蹙了眉头，正欲开口说点什么将这话转成别的意思时，新太妃推了推傻愣在原地的林轩言：“这孩子都高兴傻了，还不快谢恩？”林轩言这才如梦初醒般欲要下跪行礼，然而此时在船坊上，林轩言还未跪下，船就左摇右晃了起来。“等鞍山你好旨，再谢朕也不迟。”这话一出，太后就算想说点别的什么也于事无补了。毕竟皇上金口玉言，说出的话岂能轻易更改？这时人才人登台表演了，众人也纷纷散去，只是时不时落到林轩言身上的灼热视线，就知道众人的关注点还在这里。林轩言干脆和新太妃回了船舱，而任才人的节目注定无人观赏了，只在结束时三三两两的响起了掌声，不至于太难堪。这样沉寂的气氛，直到林寒冬登场时才一扫而空。此时已是暮色四合，日与月同时出现在天空两侧，临水台上点上了烛火，微微跳跃的火光映着水色，照耀在林寒冬如凝脂般的肌肤上，正是那皓万凝霜雪。琵琶乐声蓦然响起，恰如此刻的晚风丝丝撩人心弦。夕阳水色，熏风涟漪，凉风习习，花草摇曳，水中倒影，层叠恍惚。水天一色，皎皎孤月，渔舟破水，波涛拍岸，饶民远赖，北乃归舟。好一曲春江花月夜。不论林轩言有多么的厌恶的林寒冬，但此刻也不得不承认，林寒冬的琵琶技艺的确登峰造极，哪怕是他最擅长的琴也略有不如。一时间赞美声不绝于耳，当然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态度。林轩言可以靠一曲采莲，再由新太妃推波助澜，从才人晋升美人，但林寒冬弹得再好，也不可能仅凭着一曲琵琶就晋升。故而齐朝策就算再满意，也只是多多赏赐了些一般妃嫔得不到的珍品，比如北边来的雪阁膏，东边来的珊瑚，南边来的蜀锦。若是没有林轩言的风头在前，今日的最大赢家绝对非林寒冬莫属。随后众人下了船，在湖心亭用过晚膳，便各自回宫了。今日初一，所以不论是林轩言还是林寒冬，皇帝都是跟着皇后留宿长秋殿。当然林轩言也不会作死的想在今天抢皇帝，能够晋升美人已是意外之喜了。若不是有新太妃推波助澜，林轩言就算是唱出血来，
也顶多是得些赏赐。但即使是这样，林轩言依旧对辛太妃保留有一分提防。第60章，念念不忘的美人。初一的夏夜月如钩，繁星点点。从清源湖回宁真殿需要穿过御花园，白天过来时需要赶路，现在回去倒是有时间慢下脚步欣赏了。平儿在前手执宫灯照亮道路，星辉与烛火交辉相映的花园静谧而美好。行到半路，陶宝林突然行礼道：“恭喜林姐姐晋升美人。”林轩言一怔，随即看到陶宝林脸上调皮的笑容，就知道他是故意的。林轩言当即也下巴一抬，用鼻孔看人，哼，还算你上了心，还不快扶着本美人回宫。陶宝林连忙起身，弯腰扶着林轩言伸出的手，但没一会儿，俩人便笑作一团，惊起花丛中的虫儿嘶鸣。借着月色的掩映，俩人也没那么遵守宫规，一路笑闹着回去，直到快回了宁真殿，发现殿内灯火通明，才对视一眼，收敛了脸上的笑容。莫不是给姐姐晋升的圣旨已经到了？陶妃猜测道。先前觉得太晚了，估计圣旨明天才会到，所以俩人才有闲心在御花园慢慢闲逛的。这也是林轩言特意要求的，毕竟若是让他自己出门，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闲心去看御花园的美景了。且夏日炎热，晚上的气温也更为合适。不过这些哪有圣旨重要？林轩言赶紧和陶宝林快步往宁真殿里走，还未进殿，就看到知顺站在殿门往外眺望。在看到林轩言时，脸上的表情又急又喜。林轩言放下心来，那就是晋升的圣旨没跑了。主子，知顺小跑到林轩言跟前，鞍山公公已等候多时了。林轩言蹙眉，但眼下也不是训斥人的时候，连忙让知柳一边给他整理衣饰，一边往里赶。明亮烛火下的林轩言掩去了几分白日里明艳的美，眉眼被蒙上了一层层融融的暖光，像是隔了一层纱，却让人惊艳。鞍山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林轩言，略微愣神后，随即在心里感叹，林美人的确当得起美人之称，也难怪让陛下这般念念不忘。今晚是皇上留宿长秋殿的日子，但还未和皇后走到长秋殿，皇上就吩咐他将林美人晋升的旨意抓紧去办了。也不知道林美人能在陛下心中留下多久时间。鞍山想到了什么，心底一叹，但面上却是笑着迎了上去。奴才见过林美人。林轩言哪能真的让安生将礼行完，连忙伸手将人扶了起来。鞍山公公不必多礼。到了宣布圣旨时，就是林轩言带领着天照谢的众人跪地听鞍山的念诵了。晋升的圣旨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就算今日林轩言是以美敬畏，但圣旨中还是得赞几句贤良淑德。鞍山念过圣旨，便不做停留的离开了，毕竟他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岂能离开太久？当然，知信没忘记给鞍山与一并过来的小太监们塞上装了金瓜子或银克子的荷包。恭喜主子，恭喜林美人！不仅是天照谢的3人恭喜，宁真殿的一众洒扫工人也纷纷涌进了宁真殿道贺。入宫不到2月，就连升2级，说不定日后宁真殿的主人就是这位林小主，众人如何能不赶紧过来恭维？林轩言面对众人谄媚的笑容，自然是大手一挥，人人都得了几两银子，就连陶宝林下面的2个工人都过来讨赏了。林轩言想了想，从妆帘里拿出了一只玉簪交给平儿，让你家主子也沾沾喜气。平儿脸色一僵，林轩言却似完全没看到一般，挥手让人出去了。既然陶宝林都让人过来讨赏了，林轩言又岂能厚此薄彼？再说，经过这段10日的相处，林轩言算是发现了，陶宝林是真的一点都不在乎皇帝，性子也软糯，就连底下的工人都能给他脸色。林轩言不能理解陶宝林是如何想的，但他也不打算去改变陶宝林的想法。人有了欲望，就容易被欲望裹挟，变得不择手段。陶宝林这样挺好的。夜深了，吵闹喜庆的众人纷纷散去，只余下芬儿在院中打着旋儿。主子，洗漱睡吧。知信过来给林轩言卸下头上的钗环珠翠。林轩言没接这话，只靠在椅背上闭目道：“把知顺叫进来。”知信一顿，借着镜子偷偷打量了一眼林轩言的面色，顿时心里一沉，但也不敢耽误，连忙去唤知顺。主子，知柳过来接替知信的活，试探地问道：“可是知顺做错了什么？”知柳寻思着，除了今早没让陶宝林进厅内等候外，应该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了，但当时陶宝林已经解释过了。听到知柳的问话，林轩言睁眼在镜子中看着知柳，见他脸上的疑惑不似作假，顿时冷哼一声：“待会你也给我好好听着。”知柳一领，忙低头手脚麻利的卸完钗环，又捏肩捶背，好不殷勤。很快，知信便带着一脸忐忑的知顺进来了。主子，知顺小声唤道。林轩言淡淡的应声，也不睁眼瞧上2人一眼，知道你2人可知今日做错了什么？知信当即便跟着知顺跪了下来。他没有料到这里面还有自己的错，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总不能是方才给洒扫工人发赏银时，特意绕过自己不喜欢的工人，先给排在后面的人发，被主子看见了。知信苦思冥想，倒是知顺想起了主子回宫时短短一瞬的皱眉，
当时他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主子，知顺试探问，可是奴才们没有招待好鞍山公公。林轩言领完圣旨后，看到了厅内摆放的热茶和点心，可见鞍山公公等他回宫的过程中，二人是有好生招待的。林轩言没有回话，显然这个答案是错误的。一时间，室内只剩了烛火燃烧时的噼啪声。林轩言闭目靠在椅背上，面容沉静，像是已经睡着了。但知柳三人无一人敢离开，依旧是捏的捏肩，跪的跪。最后还是知柳想到了什么。当时回宫的路上，主子说今日天色已晚，圣旨应明日才会下，不如趁着现在好好欣赏一下御花园。结果回到宫中时，圣旨竟已到了。第61章，对知顺的考验。主子，可是因为让鞍山公公等得太久了。知柳打破沉静。林轩言这才睁眼看向知信二人，淡声道：知道错在哪了吗？可是知信二人也委屈，当时奴才们想去唤您的，可是鞍山公公说不急，他愿意等。愿意等？林轩言被气笑了。鞍山公公愿意等是看在我的面子，你们去喊我是看在皇上的面子，你们是觉得我的面子比皇上的面子还大吗？林轩言的怒斥让在场的三人皆是脸色发白，不仅仅是因为主子生气，更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知顺还是不死心的给自己辩解了一句：鞍山公公都那般说了，奴才们若是离开，岂不是不给鞍山公公面子？林轩言强压着怒火，让知顺说完这句话。说完了，还有别的理由吗？不生气的主子比生气时更可怕。知顺偷摸的打量了一眼，顿时将头深深的埋下，不敢再心存侥幸。林轩言见二人不再说话，才开口道：天照谢当时指你们二人，我就当你们要招待鞍山公公，不方便离开。可宁真殿的工人呢？是他们当时全都有事，还是你们无能使唤不动一个？宁真殿的工人就算手上有事，但如果是他们天照谢有事需要帮忙，有的人是人抢着来做。现在三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尤其是知顺二人，额头紧紧地贴在地面，冷汗湿了一背。如今我受宠风光，犯了一点小错，他人可以容忍我，可我日后若是失去陛下的宠爱，今日一点一滴累积的小错，来日就会成为让我万劫不复的大错。你我四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林轩言放低了声音，但这句话却如一记重锤，狠狠地砸他们的心间。支流也跟着跪了下来。在成为主仆的那天起，他们就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奴才们犯了错，主子愿意保，还能留下来；若是主子失了宠，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入宫不到2月就进位2次，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风光？但越风光，就有越多的人盯着我这个位置。你们也都知道，从我入宫起，柯平就看我不顺眼，只是碍于我有陛下宠爱，故而只是言语冒犯。若是有朝一日他使别的法子呢？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你们这样的，我真的不敢保证能不能防过暗箭。知顺吞了口唾沫，嗓音发涩道：主子，奴才有同乡在柯平的听竹工作室，奴才可以让他多多关注柯平的动态。林轩言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但面上只是挑眉，反问道：那别的呢？你能保证只有一个柯平嫉恨我？奴才还有2位同乡在别的宫中做事。说着说着，知顺自己都没底气了。他还是他们同乡中混得最好的一个，跟着一位圣眷在身的主子，另外3人都是在各宫干杂活的。别说盯人了，说不定哪天就因为多看了上头的主子一眼，被打死都不能叫冤。知顺好歹还有几个同乡，知信就认识几个平时交流秀样的宫女，除此之外并无深交。眼下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什么话来，最终只能磕了几个头，奴婢领罚。但林轩言看中的就是知信这一点，遇事不推辞，该认错就认错。先前知顺做错了事，我罚他少吃1顿饭，这次你也一样。林轩言话音一落，知信立马松了口气，谢主子恩典。但知顺却提起了心，显然他这次不会再被轻轻放过了。林轩言看着五体投地的知顺，也不急着说话，似是在思索该怎么惩罚他。但时间过得越久，知顺就越害怕，身子都不由抖了起来。就算主子平时再和善，也是掌握着他生杀大权的主子。知顺，林轩言蓦然开口唤道。知顺反而松了口气，主子愿意说话，总好过一直沉默，让他无端的猜测。我知你机灵，这段时间我冷落你，你应该也是不服气的。林轩言好似能看透知顺的内心。这样，我交给你一件事，若你办成了，不仅今日之事就此结果，我还有些别的事要吩咐你。若没办成，林轩言一顿，嗓音渐冷，我不喜见血，你从哪来的就回哪去。话音刚落，知顺立马往地上磕了2个响头，声音之大，林轩言都怀疑地砖会不会被他磕裂。但请主子吩咐，奴才上刀山下火海也一定完成。林轩言扑哧一笑，没这般可怕，就是我想吃螃蟹了。知顺还没来得及松气，就听林轩言又道：但是你不得直接跟别人说是我想吃，我要你在7月初10之前让我吃上螃蟹，要清蒸的，我要蘸醋吃。
知顺傻眼了，主子的这个吩咐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螃蟹最好是秋季吃最好，但眼下也有能吃的。只是若没有宫中主子的特意吩咐，御膳房大概率是不会去采购。而难就难在这一点，他知顺就算是宠妃的奴才，走出去受人追捧，但也使唤不动采购工人特意去给他买2只螃蟹，然后还得让人给他蒸上。但眼下知顺也只能恭恭敬敬地接下这个对他的考验，这不仅关键着他能不能留在天照县，还是主子在考验他能不能成为心腹。这段时间就算知信避着他，他也能够看出来知信比他更得主子信任。明明是同一时间进来的，凭什么？他不服气。如今主子给了他机会，他一定要抓住。话已经训完了，林轩言演了一天的戏也累了，捏捏疲倦的眉心，去打水来给我洗漱。不多时，天照县内除了几盏灯还亮着微弱的烛光外，已经陷入了黑暗，只余下窗外的虫儿在不眠不休的嘶鸣。知顺回到自己的房间，但却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主子给他出这个题，定是有他的用意，只是他现在还没想到主子想考验他什么。第62章对弈。月落日升，转眼又是一夜。用过早膳后，林轩言带着知信去了小佛堂。小佛堂在后宫的西侧，离新太妃的住处较近，当初也是因新太妃丧子后，先皇特意为了新太妃而建的。当然时号未到，林轩言不是为了去找新太妃传话，而是去小佛堂取佛经，打算今日将佛经送给皇后。供奉了10余日，这样的心意怎么看都十足了。林轩言戴着帷帽，一路不曾停留地赶到了小佛堂，但额上仍是出了一层薄汗。但一进到小佛堂，檀香渺渺，夏日的炎热好像在这里消散了一般。林轩言走进今日小佛堂里，只有一位带发修行的妙元师太。平尼见过林美人，妙元师太行礼，美人可是来取佛经的？林轩言点头，也行了半礼，温和笑道：这段时日有劳师太了。美人有心礼佛，何来有劳？是凭你该做的。妙元师太低眉顺目的慈祥笑着。说罢，妙元师太给林轩言倒了杯茶水，美人先喝口水吧。林轩言接过茶水，不经意道：平日就师太一人在小佛堂吗？妙元师太摇头答道：新太妃也时常过来，不过这段时日阳光毒辣，太妃来得少。这样啊。林轩言笑笑，将茶杯还给妙元师太。随后妙元师太给林轩言点了一支香，俩人在蒲团上拜过后，才将供奉在佛前的佛经取了下来。等林轩言从小佛堂走到长秋殿时，太阳已经高升。林轩言在转角处让知信细细整理了妆容，才走进长秋殿。这次皇后没让林轩言等，经过通传后，林轩言直接被带到内殿。皇后身着一身浅色长服，正坐在棋盘前与自己对弈。林美人来得巧，快来陪本宫手谈一局。皇后听到响动，微笑抬头朝着林轩言招手。此时的皇后也是笑着的，但和往日端坐在正殿上手的模样截然不同，眉眼温和。林轩言刹那间竟有几分看到了林寒冬的影子。嫔妾给娘娘请安。林轩言还是先老老实实的行了全礼，随后才起身面露难色的看向皇后：嫔妾不善棋艺，恐扰了娘娘雅兴。琴棋书画林轩言是样样精通的，但从他来到宫中的那一刻起，就不打算将自己的棋艺显露于人前。执棋者须心有谋算，才能俯瞰棋子。如今的他身处低位，被人俯瞰，怎敢显露自己的心计？何况琴书画3样才艺已经足够支撑他在宫中生存了。但皇后坚持道：无事，你知道规则就行，闲来无事全当打发时间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林轩言再拒绝就显得不知礼了，只好上前坐到皇后的对面，那嫔妾就献丑了。一旁的宫婢将棋盘上的棋子收拢，原是贴心的让皇后执白子先行，但皇后却将棋连兑换，笑道：美人先行。林轩言受宠若惊的捏着白棋下了一子，但一刻钟后不出意料的辜负了皇后的一番好意。皇后看着眼前的棋局不由失笑，美人的棋艺的确与旁人不同。说来能花1刻钟时间，还是皇后按照以往的思路下棋，谁知林轩言不按常理出牌，反倒让皇后思考林轩言下在这一步的用意。但多来几次后，皇后发现林轩言根本就是没察觉到自己的漏洞，常常是下了2、3步后才恍然大悟，这才迅速解决这一局。听到皇后的夸赞，林轩言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嗓音细若蚊蝇道：让娘娘见笑了。和臭棋篓子下了一局，成功的让皇后失了下棋的心思，摆手让人将其收了。很快桌案上摆上了热茶和各色点心，光是闻着香味就让人食指大动。美人今日过来是有何事？皇后端着杯盏，这时才想起来问。林轩言从知信手中接过已经包好的佛经，双手奉上呈给皇后，是嫔妾写的佛经，已经在佛前供奉了10余日，想献给娘娘，还望娘娘不要嫌弃。美人有心了。皇后接过佛经，刚翻开一页，便不由赞道：美人的字果然好看，这份礼本宫极喜欢。林轩言垂眸不好意思的抿唇而笑，
耳间被茶水的水雾蒸腾的泛起薄薄的一层粉润。皇后将佛经交给身侧的宫女，特意嘱咐要妥善收好。不论皇后是否真的喜爱这本佛经，至少在面上已经给足了林轩言面子。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林轩言便想告辞。偏在这时，皇后似无意间发现，美人怎没带本宫赠予你的手镯？可是不喜欢。林轩言有一瞬间的慌乱，但随即强行镇定，回皇后娘娘，娘娘赐的手镯太过珍贵，嫔妾恐戴在手上将其损毁。无事，左右一个镯子，若真坏了，本宫再赠你一个。话说到这份上了，林轩言也只好应承下来。林轩言的身影在长秋殿中离开，渐行渐远。皇后眯着眼睛看向林轩言方才坐过的位置，淡淡道：“你觉得他是真的吗？”皇后的话说的旁人摸不着头脑，但一旁伺候皇后多年的从云哪能不懂，当即回道：“奴婢觉得林美人不似作伪。”皇后吩咐从云重新摆上棋盘，真的单纯也好，假的单纯也罢，在这深宫中迟早也会染成别的颜色。而这边出了长秋殿的林轩言，心中又是另一番想法。不管是下棋，还是面对皇后问话时的那一瞬间慌乱，全是他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让皇后相信他真的只是靠美貌得的圣宠。至少他要熬过这段时间，熬过林寒冬巫蛊之乱的这段时间。他不能在这段时间里树敌太多，待林寒冬的事迹败露之时，不求有人替他说话，至少要保证少有人对他落井下石。而最重要的就是皇后。别看现在的皇后温温和和，若她真要做什么，就连皇帝也要思虑几分，这就是母仪天下能带来的好处。就是皇后最后的那句话，是今日唯一让林轩言不喜的。第63章，赌赢了。皇后的手镯，林轩言在拿回天照榭的第一时间就让知柳去验过了，是没有问题的。但凡事都有意外，能不带他自然是不想带的。但既然皇后已经说了，至少以后见皇后的时候得将那个玉镯子带上。也不知是不是今日出门没看黄历，刚刚在皇后那儿多了一桩烦心事，转头又碰上了柯平与卓常在。嫔妾见过林美人。林轩言本想装作没看到，偷偷的绕过去，谁知卓常在眼尖，远远的就给他行礼了。林轩言无法，也只好上前给柯平请安。嫔妾见过柯平。柯平手中正折了一枝花，从粉渐白的花瓣衬得柯平的指尖银白如玉，然后下一刻，娇嫩的蔷薇花就从他的手中坠落，染上点点灰尘。呀！柯平做作的捂着嘴惊呼一声，一时见到美人妹妹太激动，花都没拿稳。妹妹帮忙捡一下吧。美人二字几乎是从柯平的牙缝中挤出来的，咬得极重。除了帝进宫第一天，柯平直接来了个下马威，但后面的柯平就算再气也只是过过嘴瘾。看来这次是被林轩言的升阶给刺激到了。虽说林轩言打算熬过前期这段日子，但如柯平这种直接打脸的行为，若是还任由他蹬鼻子上脸，只会让人人都觉得他可气。故而林轩言只是微微一笑，径直上前正正地踩在蔷薇花上。你！柯平瞪大眼睛，脸色一变，正要发怒时，林轩言从柯平的身后摘了一朵蔷薇花，笑意盈盈地递给柯平，落到地上的已经脏了，妹妹重新给姐姐摘一朵。层层叠叠的花瓣在林轩言的手中渐次舒展，不比方才掉在地上的差，但柯平在乎的又岂是一朵花？尤其是柯平看着林轩言掩在帷帽后的娇颜，在冰绡布的衬托下，竟显出了几分仙气来，恍若神仙妃子。这匹冰绡布原该是他的。柯平当时冷笑一声，竟是直接伸手成爪，将林轩言手中的蔷薇花狠狠捏碎，花枝当时将他的掌心染成粉色。本嫔就要方才那一朵。此时在场的众人，除了柯平与林轩言，就连卓常在都将头低下，生怕将引火上身。林轩言却是脸色不变，笑着退开几步，让那朵被他完全碾碎的花朵展现在柯平眼前。原本只是沾染了一点灰尘的娇嫩花朵，此刻已是一片狼藉，成了花泥。方才林轩言不只是踩了，还故意碾了碾，花枝当时就给脚下的青石板染上了颜色。林轩言学了之前柯平做作的模样，眼唇惊呼：“哎呀，真是抱歉，姐姐想要的花已经没有了。”神情虽是惊讶带着懊恼，可落在柯平眼中却是十足的挑衅。柯平气急，终是忍不住，抬手就往林轩言的脸上打去。林轩言面对这样的场合，几乎已经是种本能了，也迅速伸手将柯平的巴掌挡住。这时林轩言的脸色也冷了下来，柯平这是做什么？要对嫔妾使用私刑吗？在后宫中，除了皇后，其余妃嫔皆不能对低位妃嫔动用私刑。柯平扯了扯被林轩言握着的手，但林轩言也暗自用力，柯平一时竟没挣脱，气得柯平大喊：“来人！林美人对本嫔不敬，还不快将她拿下！”柯平气到失去了神智，但他的宫人却还是脑子清醒的。柯平纵然是嫔位又如何？林轩言是皇帝刚刚封的美人，圣眷正浓，在后宫中品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皇帝的宠爱。身后的宫人犹豫着不敢上前，柯平气急，喝骂道：“是瞎了
还是聋了？本嫔的吩咐也不听了。尤其是知信上前挡在了林轩言身前，一副保护的模样，更是刺痛了柯平的眼睛。他是嫔位，宫人较之美人翻了1倍，今日也是带了2个宫女出来，但却没一个比得上林轩言的宫女忠心。柯平气到眼睛都红了，林轩言却是借着周围宫人来来回回，不由头疼。这里也不算偏僻，就这么一会儿，就有2拨宫人远远地绕开了这里。指不定多久，他与柯平起争执的消息就要传得河宫分扬了。林轩言在心底叹口气，亲身上前与柯平儿语道：“柯平姐姐，确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嫔妾闹得这般难堪吗？”柯平一愣，脸上怒气消退了些许，但仍是咬着牙道：“你对本嫔不敬，难道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林轩言蓦然展颜一笑，挑眉道：“嫔妾已经给姐姐摘了一朵赔礼，姐姐还要如何？还是说，姐姐打算在皇后娘娘跟前，或是在陛下跟前与嫔妾辩驳吗？”说着，林轩言松开握着柯平的手。柯平也不是蠢笨之人，就是自小被捧在手心里惯了，遇到点不顺心的事就易怒。眼下林轩言说得明白，就算今日闹到陛下跟前，他也不会认错。而依着眼下皇帝对林轩言的宠爱，最好的结局都是2人各打50大板，谁也落不到好处。但最差的结果是陛下只惩处柯平一人，那他就真的是颜面扫地了。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卓长在鼓足勇气出声道：“2位姐姐，今日赏花本是高兴，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扫了兴致。若2位姐姐不嫌弃，去嫔妾宫中坐坐，嫔妾近日新做了一味莲子糕，还劳烦2位姐姐点评1二。”卓长再给了台阶，柯平面上犹带怒容，嘴中却道：“一点莲子糕也值得你显摆，走吧。嫔妾宫中还有事，就不去了。”林轩言后退行礼。卓长在的话本就是给台阶让2人下的，林轩言自然不会没眼色的跟去继续与柯平3言2语不合就吵起来。卓长再也没挽留，只客套的让林轩言下次来做客。林轩言带着知信与柯平2人分道扬镳，没走多远，就听到身后传来清脆的巴掌声，在喧嚣的风声里极为清楚。主子，知信搀扶着林轩言的手臂，目露担忧的看向林轩言。林轩言摇摇头，只道：“回宫吧。”好在赌赢了，林轩言在心底长出一口气。第64章，年轻人精力就是好。林轩言不愿让柯平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脸，但也不愿将这件事闹大。不论是哪种结局，都不是他愿意见到的。能够平和的解决，自然是最好。如果今日柯平身边跟着季晴，林轩言有十足的把握劝服柯平。不对，若是季晴在，柯平大概率应该不会当众给他难堪。好歹也与柯平相处了半月，林轩言对这个季晴实在是印象深刻。每每眼见着柯平的已经怒火中烧，但若有季晴在，定会提醒柯平，让其维持表面的平和。林轩言虽然觉得柯平愤怒，却不敢发出来，只能阴阳怪气的模样极为可笑，甚至特意暗戳戳的挑衅看笑话。但这不意味着他真的想和柯平起冲突。就算柯平不如他受宠，但柯平身后的征东将军府就是他最好的依靠。征东将军就这么一个女儿，听闻在家中时宠得如珠如宝。而林轩言有什么？武安侯已经有了个生了皇子的贵妃，若林轩言真出了事，武安侯定毫不犹豫的就将他舍弃。但幸好柯平虽然骄纵，但也不是全然的没有脑子，在林轩言说明道理后，也愿意咽下气。想到这，林轩言蓦然一叹：“主子，怎么了？”知信连忙询问。知信脸上的担忧不似作伪，以为林轩言还想着方才与柯平的争执。林轩言看着这样的知信，心头刚刚涌起的怅然一扫而空。就算柯平运气好，能够碰到一个看明事理的季晴，但他运气也不错，能够有知信这样一心为他着想的。林轩言笑着捏了捏知信脸上还未褪去的婴儿肥，就是突然想到知信似乎胖了许多。说罢，林轩言快步往前走，银铃般的笑声撒了一路。知信反应过来，连忙追上林轩言，撅嘴不满道：“主子！”见到这样的知信，林轩言更是笑得乐不可支，捂着肚子都快直不起腰来了。知信羞恼的跺脚，但也拿林轩言没办法，伸手搀扶着笑得眼泪都快出来的林轩言，一边往前走一边絮道：“才不是奴婢胖，是主子太瘦了，主子应该多吃点才是。”结果一路念叨回天照谢。林轩言：“是我错了。”于是林轩言立马将知信打发了出去，让他去拿林寒冬送来的琴。林寒冬都将琴送来了，不好好练练，岂不辜负了一番美意？于是整个下午时光，天照榭乃至宁真殿时不时的就响起或嘈杂或悦耳的乐声，让众人苦不堪言。看来天照榭的林美人说自己愚钝，此言非虚。一位宁真殿的守门太监面无表情的想着，这段磨人的乐声直到夜深了才渐渐停歇，总算能让宁真殿众人睡个好觉。但这些人不包括知顺。知顺对林轩言对他的考验已经有了眉目，但有眉目是一回事，怎么做，能不能成功又是另一回事。又是辗转反侧的一夜。第二日的林轩言看着来给他摆早膳的知顺，都有些吓了一跳。
眼下青黑一片，像极了被精怪吸了阳气。不过太监还有阳气吗？林轩言拄着下巴思考。其实林轩言也能猜到知顺没睡好的原因，不管知顺能不能完成他的考验，至少这个态度他还是极满意的。当然，再满意，如果没有完成，说了送回去就一定送回去，否则他今后还如何服众？林轩言用过早膳，将三人打发出去摘桃，他则回到了内室，拿起了绣棚。于才艺上他是没有短板的，不过就是需要装样子练上一练，但这绣功对于林轩言来说着实是有些困难的。练了1个半月了，不能说没有进步，只能进步不大。绣的花是花，鸟是鸟，倒也不会出现将鸳鸯绣成鸭子的乌龙，但就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凑近一瞧就能看出针脚粗糙，放在皇宫里拿去当抹布都会遭人嫌弃。不过也有好消息，林轩言已经渐渐找到感觉了，许是身体还残留有16岁的肢体记忆，这几日的进步可以说是肉眼可见了。下个月太后生辰，估计也能绣个抹额之类的当贺礼了。当然这只是林轩言想想，哪怕从库房里拿个皇帝赐他的宝贝，也好过就送一块抹额，不嫌丢人呀。林轩言一边绣花一边胡思乱想着，突然听到外面响起知顺的通报声：皇上驾到！林轩言一时紧张，针尖刺进了手指，登时就冒出了一个小血珠来，但此刻也顾不上许多，随手在手绢上擦了擦，就将绣棚藏回原地。开玩笑，这样的绣功他才不会拿出来丢脸。等林轩言急匆匆地跑出去时，齐朝策已经走了进来。陛下，林轩言干脆直接扑进了齐朝策的怀里，随即才想起来般，又连忙起身站好行礼。然而才刚刚屈膝，齐朝策就伸手将林轩言搂进了怀中，轩儿无需多礼。林轩言含羞一笑，陛下今日怎么这么早过来了？齐朝策搂着人往内室走，今日不必上朝，朕想来瞧瞧这段时日轩儿的功课如何了。昨夜皇帝歇在雅兰宫，所以这是刚从林寒冬的床上下来，就跑来他这儿了。林轩言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啧，年轻人就是精力好。当然面上的林轩言却是小心翼翼地打量了下齐朝策，小声道：今日可以不画画吗？上个月的后半段时间，虽然齐朝策没有和林轩言睡觉，但也过来用了几次午膳，次次过来都要画上一幅才过瘾。林轩言都怀疑皇帝是不是来他这儿找自信来了，觉得碾压人很有成就感。怎么？齐朝策挑眉，是谁当初缠着朕要朕教他画画的，现在是要知难而退了？林轩言，等老娘日后画一幅大作，直接拍你脸上。林轩言将脸埋在齐朝策的胸膛，伸手环住齐朝策的腰，撒娇道：嫔妾昨日画过了，今日想做点别的。您真殿中人？胡说！是谁昨天魔音川耳就没停过？当然这是齐朝策不知道，听到林轩言这么说，反而道：那将昨日画的给朕瞧瞧。说着就要提步往里走，林轩言有心想要阻拦，却直接被齐朝策拦腰抱起。第65章再想逃吃。齐郎！林轩言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搂住齐朝策的脖颈。齐朝策大跨步将林轩言放到软榻上，俯身凑近在他的颈间嗅闻，嗓音微哑：轩儿今日熏了什么香？感觉格外好闻。哪来的什么香？熏香里最能藏毒，林轩言前世就吃过亏，入宫后从未点过熏香，分明就是这皇帝精虫上脑，偏还要找个借口。齐郎！林轩言抵着齐朝策的胸膛推了推，还是白天呢。谁知话音刚落，齐朝策竟伸手往林轩言的衣襟里探去，掌心粗糙地剪刮着他细嫩的肌肤。林轩言吓得杏眼圆睁，连忙按住齐朝策的手：齐郎，白日宣淫这不太好，晚上嫔妾任您处置。最后那句话声音小到几乎是气音，都不知道齐朝策有没有听到，但林轩言还是脸蛋羞红了一片，也不知与窗外的桃子相比孰红。齐朝策却低声笑了起来，胸膛传来的震动让林轩言一脸疑惑。林轩言正要说话，就见齐朝策从林轩言身上微微起身，伸手刮了下他的鼻尖：轩儿想哪去了？朕可没说要白日宣淫。齐朝策眸光清澈，哪里有半点欲念？林轩言目瞪口呆，合着他是被耍了？偏齐朝策犹觉不够，又道：轩儿可是自己说的，今晚任由朕处置。齐朝策嗓音低沉，就连眸光也幽深了几分。林轩言这下是真的羞得没脸见人了，但又被齐朝策的双臂困在身下，无处躲藏，只好将手臂往脸上一遮，宽大的袖袍将他的绯红的脸蛋给盖住。然而夏日衣衫轻薄，浅浅的几层素纱完全没法遮住，齐朝策依旧能看得分明，双眸紧闭，但长长的羽结却不住轻颤，再往下是那几乎蔓延到已经深处的绯红。齐朝策没再逗人，点到即止叫情趣，要真恼了反倒不美。轩儿昨日的话在哪？给朕瞧瞧。齐朝策起身往书桌走去，林轩言这才睁眼起身，看着男人的背影，心中冷哼：想跟我比床上功夫，今晚就让你下不了床。不过在齐朝策转身之前，
林轩言瞬间恢复成羞窘的模样，在齐朝策的催促下，慢吞吞地走过去。齐郎，今天就别看画了吧。纵使是低着头不敢看人，林轩言仍然坚持。方才齐朝策重新提起看画，本来只是转移话题的借口，但看到林轩言这副模样，反倒提起了他的好奇。你要是不找出来，那朕就自己翻了。说着，齐朝策就抬手往一旁的画缸翻找起来。林轩言没办法，只好自己动手。毕竟看一幅总比看许多幅要好吧。齐郎，林轩言连忙扑过去，抱住齐朝策随手挑中的一幅画，讨好的笑道：“嫔妾来找。”齐郎在一旁看着便是。话落，不待齐朝策反应，林轩言将他按在座椅上，还贴心的奉上了茶水。要不是还得去找画，齐朝策怀疑还能给他捏肩捶腿。很快，林轩言便从画缸中找出所谓的昨日画的画。林轩言手捧着画，犹豫了好一会儿，才一跺脚将画递给了齐朝策。这让齐朝策更为好奇了，伸手打开。齐朝策愣住，还是林轩言出声：“齐郎看完了吗？”齐朝策这才大笑出声，指着画作想说点什么，结果被自己给呛住了，吓得外面的鞍山都进来问了，连灌了3杯茶才缓过来。反正话都看完了，丢脸也丢完了，林轩言干脆破罐子破摔，嘟嘴不满道：“嫔妾的画哟，这般好笑吗？”你呀，齐朝策将人拉到腿上坐着，画得挺好，但画风实在新奇，朕只在幼童笔下见过。摊在桌案上的画堆了许多水灵灵的桃，一个个的晶莹圆润，似乎都能闻到淡淡桃香，可见林轩言这段时间进步之快。但偏偏这堆桃山中躺了个小人，一手一个桃不说，嘴里还叼着半个，显然是享受极了。小人的面目几乎被嘴上啃的那个桃遮了大半，但身上的衣饰却是齐朝策熟悉的，正是林轩言此刻穿的流彩暗花云锦纱衣。齐朝策好笑的点了点桌上的画作：“你是怎么想到画成这样的？”这几日桃吃多了，梦里都是桃。林轩言不好意思的挠挠脸颊，昨日一醒来就将梦里的场景给画下来了。齐朝策又是连声大笑，不过这次收敛了许多，好歹没被呛住。桃吃多了上火，就这么喜欢？看来朕给你挑的天照蟹是选对了。但林轩言却道：“喜欢是喜欢，可是桃摘多了吃不完，扔了又可惜，再喜欢也快要吃吐了。”齐朝策本想说不想吃扔了就是，但又想到林轩言的出身，顿时将到嘴边的话换成：“吃不完那就派人送些给朕，朕和你一块吃。”林轩言眼眸一亮，立马道：“那嫔妾亲自去给陛下摘。”说罢就往外面跑，齐朝策都没拦住。只是刚巧撞上午膳到了，林轩言只好先坐下，和齐朝策用完午膳再跑出去摘桃。不过饭后的林轩言没有急着跑出去了，先回室内换了身窄袖玄裙，才跑去摘桃。毕竟这几棵桃树就算再能长，摘了这么多天，长在下面的桃也基本没了，只能爬树摘顶上的了。知柳3人原是想着他们摘就好，可林轩言偏不，非要自己亲手摘，但齐朝策都没阻止，大家伙也能小心翼翼地在树下护着，免得主子从树下跌下来。鞍山看着麻溜爬树的林轩言，站在屋檐底下的阴凉处都不由擦了擦额上的汗。这位林美人还真是不拘小节。这宫里也有2位武将家出身的妃嫔，可哪个进了宫不是规规矩矩的，也就林美人做得出了。但鞍山偷偷地去着齐朝策的脸色，虽然面露无奈，可他服侍了这么多年，哪能不知道皇上心里正高兴呢？不守规矩便不守规矩吧，这宫里最大的规矩就是让皇上开心。想罢，鞍山提议道：“陛下，不如走近些瞧，看看哪个果子更香甜些。”第66章是水蜜桃味的。主子，左边，你左边有个大的。知信跳着给林轩言指明方向。林轩言立马往左边伸出手去，香甜的桃子在树叶的掩映间若隐若现。快了，林轩言的指尖已经能感受到桃子毛茸茸的触感。然而下一刻，只见眼前一闪，又大又红的桃子瞬间消失，放眼望去，只剩下绿油油的树叶。电光火石间，林轩言失足从树上跌落下来，还是脸朝下的那种。此起彼伏的尖叫声顿时惊走了附近的几只鸟雀，扑棱棱地飞回巢穴。林轩言闭上眼睛，只来得及护住头，但不出意料的，下一刻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林轩言在心底给自己鼓掌，但面上却是等齐朝策抱着他落到地面后，过了一会儿才慢半拍地睁开眼睛，看到男人阴沉下来的脸色，立马讨好道：“陛下好厉害。”行了，这种事交给下人。齐朝策拉着林轩言就要往室内走，但这时林轩言看着鞍山手里的大桃，也反应过来了，顿时不满撅嘴。然而齐朝策脸色阴沉，林轩言只敢小声吐槽：“明明是陛下突然过来吓到嫔妾，嫔妾才会不慎跌下来的。”但齐朝策就在身侧，哪能听不到，当即冷笑一声：“若不是朕，你就要摔个狗啃泥了。嫔妾可会爬树了，若不是陛下突然过来，又怎会发生意外？”林轩言不服气，也不管齐朝策脸色如何，当即反驳道。结果齐朝策只用了一句话
就堵住了不服气的林轩言的嘴。行，这次怪朕，那上次呢？上次，林轩言正要反驳，突然想起在宫外与齐朝策见面时，的确有从树上掉下来，正好被他接住的事，顿时讪讪一笑，不敢再说。然而林轩言偃旗息鼓了，但齐朝策却不愿轻轻放过，拉着人坐到椅子上，吩咐道：“给每人打盆水来。”林轩言一脸疑惑，但看着齐朝策不容置喙的模样，也不敢再说什么，安安静静的等着人打水过来。很快，知柳便端着水过来了，但知柳的脸色怎么看怎么古怪，林轩言竟从他的面上看出了憋笑的神情来。待知柳走近，林轩言立马低声询问：“怎么回事？”知柳没有回答，只将水盆稳稳地放到林轩言身侧的桌上，示意林轩言自己去看。水波微晃，但林轩言还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此刻的模样。发丝凌乱，原本完好的发髻掉落了几缕头发，散落在肩头背后不说，更是有一只发簪在发间摇摇欲坠，似乎林轩言蹦两下就能立马掉落。但这还算好的，最离谱的是发间不知何时插了几片树叶进去，正随着林轩言的动作而微微晃动，看起来比那只发簪要稳当得多。若是再仔细观察，还能看到身上沾的一些细小的绒毛，不知道的还以为刚从桃山里打了滚，明明也就爬了2、3棵树，怎么就能弄得这般狼狈？林轩言登时脸就涨红了，连忙起身道：“陛下，嫔妾去里间梳洗1、2。”齐朝策看着林轩言此刻的模样，脸颊绯红，再配上发间的树叶与脸上的绒毛，像极了方才从树上摘下来的桃，鲜嫩多汁的只想让人啃一口。别说齐朝策本就没怎么生气，此刻看到秀色可餐的美人，顿时食指微动，但碍于此刻天光大亮，也只能喉结微动，颔首应允。主子，知柳端着水盆跟进来，现在没了皇帝在场，便放肆了起来。虽然不敢笑出声来，但肩膀的抖动足以暴露他的内心。林轩言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我成了这样，怎不早点叫我下来？”知柳叫屈：“奴婢能喊得住主子吗？”林轩言沉默了，但依旧没给知柳好脸色，直到将自己重新收拾好，才勉强赏了个笑脸给知柳。这时齐朝策也踩着点进来了，而安山在身后捧了一盘桃。陛下，林轩言眨眨眼睛看向齐朝策，先前桃夭成精的模样让人食指大动，此刻不施粉黛的模样又是一番别的滋味。齐朝策这般想着，吩咐安山给他拿几本书来，就让人退出了房间。随后按照自己想了许久的心意，在林轩言的脸上啄了一口，果然香甜。齐郎，林轩言瞪大眼睛，但手却很诚实地拽上了齐朝策的腰带。但齐朝策显然还是有些礼义廉耻的，不打算白日宣淫，只搂着人在软榻下躺下，看着窗外被风吹得哗啦啦的桃树，吃着美人亲手摘下的桃，抱着娇软的美人，颇为享受。哪个是齐郎摘下来的？林轩言指着软榻旁堆着的桃子问道。齐朝策这下是真把他给问住了，桃都长得差不多，在经过工人们的清洗后放到一块，谁还能分出个1、2、3来？更别说那个桃，他刚摘下来就忙着接人，落地后更是看都没看就给了安山，认得出就有鬼了。但齐朝策慢条斯理地啃了一口手中的桃，咽下后才道：“朕手中的这个。”只见林轩言微微蹙眉，随即探头就着齐朝策的手也啃了一口，捂着嘴含糊不清道：“陛下摘的，该给我才是。”抬着下巴，骄纵中又带着几分羞怯。齐朝策当即就拿开林轩言眼唇的手，将桃放在他的手心。这一段放评论了，改了无数次，真的不想改了，心累真的。骨节分明的手掌似乎带起了火，将身上繁复又层叠的衣裳尽数烧退，只余下温软如玉的胴体。阵地早已不知何时从软榻转移到了拔步床。就在齐朝策打算更进一步时，林轩言睁着水雾蒙蒙的双眸，软糯地唤了一声：“齐郎。”齐朝策敷衍地应了一声，就听林轩言又道：“桃。”“桃？什么桃？”齐朝策一愣，这时才注意到林轩言的手中一直握着他给的那个桃，他亲手摘下来的桃。被啃了几口的桃实在没有美感，但林轩言却依旧牢牢地握着，哪怕汁水都浸染了床褥，也舍不得丢开。第67章云霄与慰藉。齐朝策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异样的情绪，他分不清是什么，但感觉不坏。被啃了几口的桃子好好的放在一旁的矮柜上，而似桃夭般的美人则被拆吃入腹。窗帘被摇下，就连打开的窗户也不知被哪个好心人偷偷合上，隔绝了这满室的旖旎春光。待到云霄雨霁，已是倦鸟归巢时分。安山低着头服侍齐朝策更衣，生怕看到帝王背后几条鲜艳的红色痕迹。陛下，您现在要用晚膳吗？齐朝策艳足的应了一声。穿好衣服正要往外走时，齐朝策看了一眼床帘后正熟睡的林轩言，低声吩咐道：“将晚膳摆进来。”安山心中讶异，但身体的反应更快，当即一躬身就退出房间，将膳食摆到内殿去。安山吩咐道：“手脚轻些，别惊扰了主子。”
林轩言是被饭菜的香味给引诱醒来的，毕竟做了一下午的体力活，就算累到困，也还是被饿醒了。齐郎，林轩言微睁着眼睛往身边摸过去，一手空。正在摆饭菜的工人听到林轩言的称呼，顿时呼吸都屏住了，赶紧将饭菜摆好，就马不停蹄地出了房间，像极了身后有鬼在追。鞍山也很贴心地跟着退了出去，这一看就不需要他伺候，还是别搁在这儿碍眼。齐朝策好笑地看着林轩言在被褥间蠕动，俯身将其抱起。男人的气息将林轩言彻底笼罩，这比饭菜香味还让他清醒，但他仍旧一副强撑着半梦半醒的模样，嘟囔道：“齐郎，我饿了。”听到林轩言的自称，齐朝策不怒反笑，抱着他在桌前坐下：“朕喂你。”说罢就夹起一筷子菜往林轩言的嘴里塞，结果筷子直直地戳在了林轩言的嘴唇旁边，一看就是从来就没伺候过人的。林轩言原本还想忍，但喂到第3口时罢了，这种情趣谁爱玩谁玩吧，再这么下去，饭菜凉了都不能吃个半饱，浪费粮食是可耻的。林轩言皱着眉，睁开犹带困意的眼眸瞪向齐朝策：“还是嫔妾自己来吧。”说是瞪，但因为倦意未消，反倒让人觉得水波潋滟，更像是娇嗔，一点威慑力也没有。齐朝策看着林轩言被自己喂得油乎乎的小嘴，难得的有了几分不好意思，假装咳嗽掩饰尴尬，将人放到旁边的位置上。齐朝策往林轩言的碗里夹了一筷子菜，看也没看到，吃吧。林轩言看着碗里的葱姜蒜，陷入沉思。算了，他是皇帝。一顿饭就在这种半干不尬的气氛中结束。工人撤下剩菜残羹，打开窗户通风散味，此时才不过虚实。按照以往的发展，这时应该是俩人刚含情对视，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但今日已白日宣淫，就算齐朝策年轻精力好，但林轩言的腰有些承受不住了。故而俩人用过晚膳后，只是依偎在床上看书。鞍山在白天就拿过来的书，终于在烛火的照耀下派上用场了。是《孙子兵法》。林轩言看着书名，眸中闪过一道幽光。不多时，齐朝策就听到林轩言小小的打了声哈欠，头还往他手臂上倒，只不过刚倒过去就又摆正了。他垂眸只能看到林轩言的发顶，脸上的表情却是看不到的。然而让他觉得好笑的是，林轩言刚将自己的头摆正，没过多久又往两侧倒，但很快又很倔强地将自己的头摆正，反反复复好几次。这让齐朝策想起了他幼年读书时，在课堂上想睡又不敢睡的时光。困了？齐朝策低声问道，正将书合上，打算让林轩言先睡。谁知林轩言立马回道：“没有，嫔妾清醒着呢。”只是他嗓音中浓浓的倦意，估计也就只有他自己听不出来了。好，可朕困了，学儿给朕念念书上的内容。齐朝策将书打开，逗他道。周公的妻子立马被林轩言抛之脑后，仰头可怜兮兮道：“齐郎。”齐朝策挑眉。林轩言败下阵来，只好提起精神一字一句的念着，可是才念了不到半夜，声音就渐渐小了下去，实在没能经住周公的诱惑，又跑去下棋了。学儿。齐朝策凑到他耳边轻声道。林轩言蹙眉不耐烦地翻了个身，从齐朝策的手臂翻到了他的胸膛，还动了动身子，给自己找了个好躺的位置，丝毫没注意到男人的唇瓣从他的额上擦过。齐朝策怔愣片刻，随即好笑地看着林轩言在他怀中睡得一脸安详，顿时闪过一道恶趣味的念头，伸手捏住了林轩言的鼻子。林轩言成功的再次被弄醒，皱着眉，一副不高兴的模样。谁知齐朝策先发制人：“学儿不是给朕念书吗？怎么自己睡了？”林轩言的脑子还正处于混沌的状态，听到齐朝策的话，反应了一下，才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齐郎，这本书太催眠了，不能怪嫔妾。”“这得怪书，那轩儿看什么书不催眠？”齐朝策语气诚恳。谁知林轩言还真思索了起来，皱着眉想了半晌：“嫔妾喜欢看游记和画本，画本是最喜欢的。”说起这个来，林轩言是一点都不困了。说起来，嫔妾还在家中看的那本，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出下文了，不知道于小姐和屈公子有没有私奔。听到这里，齐朝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心头蓦然涌起一股怒气，沉声咬牙道：“私奔？听起来轩儿很是羡慕。这种才子佳人的书，齐朝策也是见过的，在他的姐姐那儿，都是些落魄才人与大家闺秀的爱情故事。他是真的不知道，这种不切实际的画本怎会受到女子的追捧。而且现在细细想起来，他与林轩言的相遇，不就正合了那些个糟粕中的故事？若没有朕，你是不是会随便找个男人私奔了？”齐朝策的话一句接一句的将林轩言给砸懵了，反应过来后，竟是直接从男人的怀中离开，怒视道：“在陛下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第68章，小意思，不慌。林轩言深吸一口气，想平复下自己的情绪，但一开口仍是嗓音微颤：“若嫔妾来者不拒，又怎轮得到你？”林轩言气急，一时间忘了尊卑，什么你啊我的全冒了出来。
你……林轩言还欲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红了眼眶，转身在床侧躺下，将被子全部卷过去，把自己团成一团，只留下几缕发丝还在外面。齐朝策在林轩言颤着声音说话时，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但听到那句怎轮得到你时，刚歇下的火气立马又冒了出来。现在林轩言就一副不想搭理的模样，他身为帝王，被人骂了个狗血淋头，难道还要他去尾下身段去哄？齐朝策当即将手中的书一摔，起身披上外袍就往走。走到门口时，背中的气音不可抑制地传到了齐朝策的耳中，但他只是脚步微顿，仍是拉开门走了。方才室内的激烈言语隐隐约约传了几个字出来，外面守着的奴才一个个的噤若寒蝉，见着齐朝策片刻不停地往外走，鞍山立马带着一众仆从跟上。主子待齐朝策等人走后，知柳立马走进了林轩言的寝卧。知柳的话才刚起头，眼泪就唰的掉了下来。他实在想不明白，明明下午主子和皇帝还好的如胶似漆，怎么一下子就吵起来了？只是平常夫妻可以床头吵架床尾和，和皇帝吵架，皇帝转眼就能去别的女人宫中睡觉，就算想床尾和也没那个机会。林轩言的声音从被子里冒出来，明显的带着哭腔：他走了吗？这一下更是让知柳泣不成声。宫中的举步维艰他早就知道了，尤其是与宁真殿的洒扫宫人熟悉后，更是得知了陶宝林曾经的处境。宫中的妃嫔没有帝王的宠爱，连个小小的奴仆都能在他头上踩。知柳吸吸鼻子，用生怕惊扰到林轩言的语气极轻道：陛下走了，许是有政务。知柳自己说出来的话，连他自己也骗不到。林轩言却只道：我知道了，你出去吧。知柳张了张嘴，最终也只是默默地退了出去。待寝卧的门一关，林轩言立马掀开锦被，深吸了一口气，可憋死他了。却见林轩言的面上哪里半点泪痕，只是眼眶还有些发红，看着有几分伤心的模样。今日自皇帝来时，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除了方才皇帝发怒，的确是意料之外的情况。他其实只是想告诉皇帝，自己没有心机，只是个爱看情情爱爱的小姑娘，天真不谙世事，得一人心就足矣。但皇帝发怒也好，正中他的下怀，于是他也借机语气吵了起来。毕竟皇帝那话一听就知道是在吃醋，正所谓小醋怡情，吵分开几天，到时候还可以来个小别胜新婚。而他之所以要与皇帝吵架分开，是因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他的易孕期。他在前世虽然没想到要给知府生孩子，但为了争夺地位，手下还是扶持了几个侍妾，而侍妾顾宠的最佳手段就是生孩子。易孕期的说法也是在那个时候从大夫的口中得知，而易孕期之外的日期虽然也有受孕的概率，但要低很多。林轩言现在没喝一口太后准备的药，要是怀上了，岂不是明晃晃的打太后的巴掌吗？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不是怀孕的最佳时机。孩子有时候要等到地位稳固才能生，给孩子创造一个活下来的空间，有时候是为了得到男人的垂怜，母凭子贵。但这个和皇帝吵架分开的时间不能太长，要把握好时机，不然后宫这么多女人，皇帝睡谁不是谁，凭什么一直挂念着他？所以给香珠姑姑去信，让其调查药方的作用，最好能另外给他找一份不损害身体的避孕药方，这件事就极为重要。毕竟总不能靠着和皇帝吵架躲开易孕期吧。而蜜里调油时，皇帝想睡还能拒绝不成？林轩言细细思索了一番接下来的安排，觉得没问题后，便接着倒头就睡了。但林轩言能心无旁骛的睡大觉，后宫中却不知有多少人因为这是烛火长明。点点星辉照不亮黑沉的皇宫，暗流缓缓流动，所有人的命运都在无时不刻的更改。而天照蟹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翌日送来的冰盆少了，早膳从品类繁多的数十种变成了2-3小碟，就连宁真殿的宫人也少了笑脸。世态炎凉，不外如是。知信看着沉默用膳的林轩言，绞尽脑汁的想到了别的话题。主子，昨日卓长再送了糕点过来。昨日？林轩言神色未动，只是顺着知信的话往下接，怎这时才告知我？当时知信正要回答，结果说了2个字又急急止住，还是林轩言投去疑惑的目光，才低声吞吐回道：当时陛下在，卓长再说不进来打扰了，知顺便做主，没让糕点当时就呈上来。知顺果然是这3人里最机灵的，当时若是呈上来，皇帝不喜欢还好，若是正合了喜好甜食的皇帝胃口，岂不是白白给卓长再得了好处？故而林轩言稍顿后，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笑容：知顺做得好，有赏。只是落在知柳2人眼中，就是主子听到陛下后神情恍惚，强颜欢笑。但知柳2人也只能当作没看到，只当主子是真的心情好了，立马也展开笑颜，欢欢喜喜的去给知顺打赏。对了，林轩言想起来道：卓长在送的什么糕点？若是没坏，拿2块糕点混在其他的点心中，给宁真殿的工人尝尝，问他们口味怎样。记住，一定要问到卓长在的糕点口味，并且不能让他们知道里面有卓长在送来的。夏日炎热，食物容易坏，若是已经馊了，
林轩言也做不出明白无故让人吃馊食的事来。知柳与知信对视一眼，眼中布满了疑惑，但仍是老老实实的听从林轩言的吩咐去办事了。待林轩言伤心的用完早膳后，卓常在的糕点味道也问了出来。回主子，卓常在送来的是莲子糕，口味软糯甘甜，且莲子的香味很浓。知柳端着剩下的莲子糕回道。林轩言颔首，继续保持低眉垂眸、闷闷不乐的神情。知信见状，提议道：“主子要不要尝尝？”谁知林轩言竟是冷笑一声：“你若是喜欢就吃，不喜欢就悄悄的丢了。”说罢，林轩言便转身回了寝卧，继续与绣花大计做斗争，留下知柳二人面面相觑。第69章，林寒冬来访。但林轩言才清静了一上午，才用过寡淡的午膳，陶宝林上门拜访了。虽说俩人私底下说好以姐妹相交，但陶宝林每次见面时总是要先行一礼。林轩言还未待陶宝林彻底弯下腿时，就将他扶了起来，何必如此多礼？陶宝林摇头，礼不可废。林轩言却突然沉默，直到与陶宝林一同坐在坐榻上，才蓦然惨笑一声。陶宝林张了张嘴，正要说些什么，就听林轩言低声道：“我与你都是一样的人，又何来尊卑之分？”天色猛然阴沉下来，夏风呼啸，内殿的门都被吹开，冰盆里少少的凉气怎敌狂风带来的湿热，一下子就让人觉得呼吸沉重。宫中无宠之人，除非是妃位及以上，上了皇家玉蝶，否则都一样，就如院中被风吹刮的四处飘零的桃叶，无处可依。陶宝林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来劝慰林轩言，只好默默地握住林轩言握得死紧的拳头，用这样的方法来安慰他。林轩言看着俩人交叠在一起的手，嘴角勉强勾起一抹弧度，可却比哭还难看。幸好还有你愿意登门陪我，你当初未曾嫌弃我不得圣宠，我又怎会远离你？陶宝林细心地慢慢将林轩言的手掌舒展开，免得他太用力，指甲戳破了掌心。这时林轩言才露出今日第一个舒心的笑容。一旁的知柳二人也终于将心放回了肚子，就算要谋圣宠，首先也得主子自己挺过来啊。然而知柳二人将心放得太早了。殿外响起一道惊雷，随后雨似瓢泼般哗啦啦地往下倾灌，水帘将整个天地都笼罩了，让人只能看个大概。偏就在这时，知顺冒着大雨跑进了殿内。主子，贵妃娘娘来了。说起来，林寒冬也觉晦气。出门时天色还正常，走到半路上天色就阴了，结果紧赶慢赶，还是在宁真殿门口时下起了暴雨。于是林轩言二人在屋檐底下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林寒冬躲在伞下艰难地走了过来。嫔妾参见贵妃娘娘。林寒冬走过来，便连忙摆手让二人起身。这时林轩言才看清林寒冬的模样，顿时就想笑，但是想到自己现在正是伤心难受的时候，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笑意给压了下去。这还是林轩言第一次见到这位自小就精致的姐姐这般狼狈，哪怕工人打了伞，但狂风暴雨，伞没被吹翻已算工人力大，但又能挡住几滴雨。此刻的林寒冬发丝都在滴水，就连铅粉化的妆容都化了些，再配上身后阴沉的天色和雨幕，着实有些吓人。不过林轩言就当没看到，林寒冬让他平身就平身，只硬邦邦道：“贵妃娘娘来此，有何贵干？姐姐来此，自是有话想对你说。”但林寒冬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温婉模样，狼狈却不掩将近20年养成的修养气度。不过眼下还需麻烦妹妹准备监空房，让姐姐梳洗一二。知柳，林轩言唤道：“听贵妃娘娘安排。”知柳领命，很快就备好了热水衣裳供林寒冬使用。毕竟是贵妃，宁真殿的工人敢对天照榭的人摆脸色，又怎敢不讨好贵妃呢？等了小半个时辰，梳洗后的林寒冬从内殿款步而来，亭亭袅袅，莲步轻移。纵然未施粉黛，但仍旧是个让人赞叹的清丽佳人。林轩言却在心里翻了个白眼，之前走路也端庄，但哪有此刻的温婉舒逸，显然就是刻意在他面前装的样子。林寒冬一出来就上前亲昵地拉住林轩言的手，偏头吩咐身边的花扣将本宫给妹妹挑的礼物呈上来。说罢，一群工人鱼贯入内，手上各自端着一个托盘，其上珠光灿灿，哪怕被雨淋湿也不掩华贵。多谢贵妃娘娘好意，嫔妾不需要。林轩言依旧没对林寒冬有个好脸色，哪怕如林寒冬这般快20年的修养，脸上完美的神情也差点皲裂，但很快就恢复原状，牵着林轩言在座榻上坐下。不过是些小玩意儿，妹妹不必客气。林寒冬如在自己宫中一般，来人将这些东西搬进库房。知柳二人为难地看着林轩言，见他只是低头看着自己衣袖上的花纹，也只好听从林寒冬的命令，将东西一一搬进库房。待知柳二人重新回到内殿，林轩言才抬眸看向林寒冬，东西已经搬进去了，贵妃娘娘若无事，嫔妾就不招待了。又是毫不客气的赶人，林寒冬只能让自己忍了又忍，谁让他自己要与林轩言装姐妹情深呢？此时便不好翻脸。林寒冬强撑着温婉的笑容，扫了一眼陶宝林，才看向林轩言道：“姐姐不是同你说了，有话想对你说吗？”面对林寒冬的眼神，陶宝林也不是傻子，
纵使心中担心林轩言的状况，但也只能起身告退。然而林轩言却一把按住了陶宝林的手，看着林寒冬一字一句道：“贵妃娘娘有话就直说吧，嫔妾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话是见不得人的。纵然是再好脾性的人，被林轩言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也会生气，更何况本就傲气的林寒冬呢？”林寒冬深吸了一口气，含着笑意的嗓音此刻也冷了些许。既如此，姐姐就直说了，宫中不比乡下，不是你可以随意使小性子的地方。这次你将皇上气走，是皇上不与你计较，否则将你打个几十大板，甚至打入冷宫，你也无处去诉苦。林寒冬越说越大声，甚至在最后拍了下桌，看起来像极了一位对妹妹恨铁不成钢的姐姐。林轩言却似个冰雪雕铸的一般冷心冷肺，不仅没有丝毫感动，还直接反问道：“那嫔妾该如何做？学贵妃还是学皇后娘娘？”林轩言顿了顿，嫔妾就只是嫔妾，模仿不了其他人的模样。你……林寒冬被气走了，哪怕此刻外面还下着小雨，林寒冬也带着呼啦啦的一串工人走了。随后陶宝林也被林轩言以想静静的理由给弄走了。天照谢终于清静了。第70章，就当他放屁。方才雅兰宫的下人进库房时，可有仔细盯着？林轩言立马问知柳二人。哎，知柳二人被脸色急切但鲜活许多的林轩言给弄懵了，但还是老实道：“每个人进库房，奴婢们都有盯着。”知柳补充道：“绝对没有人在库房中做手脚。”林轩言给了知柳一个赞许的眼光，继续道：“将他送的东西单独堆到一起，不必和旁的分门别类的放置。”二人瞬间懂了，立马就去库房重新整理。库房中除了林寒冬送的东西是单独堆放以外，还有齐朝侧送的东西也是单独放置的。只是齐朝侧送的是为了方便拿取，但林寒冬送的明显就是为了防止东西里动了手脚，甚至影响别的东西。至于林寒冬冒着大雨也要跑过来讲的话，林轩言只当他在放屁。不识小性子，跟着宫里大多数的女人一样，学着乖巧懂事，温婉如水。若这副模样真的有用，皇帝又怎会被他给吸引住？一成不变是个人都会看厌，他必须得保持住与众不同的模样，才能在皇帝心中留下不一样的印记。昨天他为何要拿出那样的一幅画，然后又非要爬树的？别人嘲笑他长子相奸，可这分明是他的优势，怎会好端端的将其丢弃？至于林寒冬，行止间大半是学了皇后的模样，温婉端庄，想上位的心呼之欲出。林轩言在心底嗤笑，等他真上了位，再端庄大气的母仪天下也不迟。这一刻，姐妹俩的思维难得的同步。坐在布辇上的林寒冬也在想着方才与林轩言的谈话，林寒冬也是在心底嗤笑，笑林轩言的上不得台面。乡里养的一身小家子气，若不是还有点用处，他才懒得屈尊降贵。这场雨在林寒冬下布辇时停了，方才还阴沉的天倏然间放晴，一道彩虹悬挂空中。美好的景色总是能让人心情舒畅。直到入夜后，才又开始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这夜皇帝召了科嫔。林轩言知道这个消息时，实在没忍住在心底给皇帝鼓起了掌，连续4晚啊，是真不怕肾虚。不过林轩言想起明日又到了给皇后的请安的日子，脸顿时就垮了下去。他已经能想到明天科嫔会怎么对待他了。林轩言在抱病告假和老师请安中纠结了好一会儿，才最终叹气决定还是去。没办法，刚惹了皇帝生气，总不能马上就让皇后也对他不喜吧。但知信只知道主子是听了皇上召了科嫔后就叹气，顿时心里就酸涩了一片，却又不敢显露出来，直到林轩言让他退出去，才敢在门口处默默抹泪。而林轩言哪知道知信的内心想法，让人出去后就躺在床上心无旁骛的呼呼大睡，又是一夜好眠。今夜虽然冰盆不够，但是下雨降温也很舒适。但翌日林轩言坐在梳妆台前时，制止了知柳要给他上妆的手：“我自己来。”只见林轩言在白里透红的脸蛋上轻抹，明明只是略施粉黛，但整个人的精神气都截然不同，一下子就从朝气蓬勃变成了萎靡不振。知柳不解：“主子为何？”林轩言抬眸在镜中扫了知柳一眼：“我一个刚被皇上厌弃的女子，这副模样才是应该的。”话说的没错，只是知柳却觉得哪里怪怪的，但也没时间深思，没了宠妃的名头，哪还敢像之前那般不紧不慢地赶过去。当林轩言和陶宝林到长秋殿时，殿中才只到了4位低阶妃嫔。方一落座，坐在林轩言下手的人才人眼唇轻笑：“今日林姐姐来得早。”呵，不用等到科嫔登场，刚一失宠，低位的人才人也敢内涵了。但林轩言直接无视他，只低头吹着茶水，随后慢条斯理的饮茶，一举一动皆是赏心悦目。人才人气得攥紧了手帕，但终究还是不敢再说什么。毕竟俩人都无宠，而林轩言又是美人，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后宫中也不例外，他也只能生闷气了。见此，卓长在出声道：“林姐姐，不知妹妹送的莲子糕可还喜欢？”听到卓长在的问话，站在林轩言身后的知柳
顷刻间就明白了昨日的吩咐，原来是在这等着。在宫中行走，万事小心为上策，但又不能驳了他人的面子，也就只能借他人的口了。林轩言抬眼看向卓常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幸灾乐祸，似乎真的只在关心自己送的莲子糕是否好吃。林轩言也回以一个微笑，莲子的香味很足，口感也是软糯香甜，多谢常在妹妹。林姐姐喜欢便好。卓常在眉眼弯弯，若是众位姐妹不嫌弃，改日妹妹也送些过去。众人自无不应允。接下来，怡美人、吕贵人、柯平等人一个个的接踵而至，皇后依旧是最后登场。众人行礼后重新落座，谁知皇后一开口就将全场的目光引到了林轩言的身上。宫中女子须谨记以皇上为天，万事不得忤逆。皇后一一扫过在场众人，可听清楚了？皇帝在妃嫔宫中被气到拂袖而走，先帝不论，这届皇帝还是第一次。或不屑或厌恶的目光落到林轩言的身上，只见往常一贯娇艳的脸庞，此刻竟透出几分病态的憔悴，此刻更是因为皇后的话放在膝上的双手微颤。柯平第一个应和皇后，嗓音更是格外娇气，是嫔妾谨记。柯平的话音才落，就立马将矛头对准林轩言。林美人，皇后娘娘说的话，你可得好好用心记着呢。林轩言第一次在柯平的目光中低下头去，是嫔妾谨记。这时林寒冬出声打圆场，皇后娘娘说的对，我等自当谨记于心。其余妃嫔也纷纷附和，有贵妃出面，其余人也不好再继续针对林轩言。而皇后作为一宫之主，自然也不会只盯着林轩言一人，该说的话说过了便罢。只是当众人从长秋殿散去时，没了皇后和贵妃两大巨头，一向看林轩言不顺眼的柯平便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第71章下跪。林轩言看着等在路尾的柯平，心头暗道一句不好，但此刻临时改路已晚，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行礼了。嫔妾给柯平请安，柯平万福。柯平饶有兴致地看着低头屈膝的林轩言，至于一旁受到牵连的陶宝林，柯平更是连眼神都懒得施舍，怪就只能怪他自己没眼色。柯平不让起身，俩人并侍女就只能保持着行礼的动作，一动也不能动，若是动了，一个不遵宫规的帽子就能盖下来。只是屈膝行礼的姿势比跪在地上还让人难熬，尤其头顶上的阳光愈发强烈，似乎经过雨水的洗礼更炎热了几分。而柯平就站在几步之遥的树荫底下，还有宫女贴心的给他扇着风，好不惬意。约莫盏茶时间，林轩言的额上就冒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脸色看着愈发苍白，似乎下一刻就能晕过去。主子，一旁的季晴小声劝说柯平，毕竟林美人前段时日正得盛宠，说不定陛下只是一时生气，过了那个劲又想起林美人的好了呢。若按季晴的想法，今日都最好别惹林美人，等过上个10天半个月，陛下真将这号人忘了，再出气不迟。只是柯平是主，他是奴，主子忍不了非要第一时间找林美人的麻烦，他身为奴婢也只能跟从。不过看到林轩言苍白的脸色，季晴还是忍不住劝说，气也出了，没必要弄得太难堪。毕竟在这宫里，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事迹可不在少数。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柯平听着季晴的劝说，内心天人交战，一边觉得季晴说的对，一边又觉得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若是日后林轩言重获盛宠，岂不是连出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了？但偏在这时，有人竟然撑不住，摇摇晃晃了起来。柯平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娇娇弱弱的主子都坚持了下来，陶宝林的婢女竟然没撑住。哟！柯平冷笑，陶宝林，你身为半梦轩的主子，底下的奴才就是这么敬上位的。平儿站在陶宝林身后，故而平儿身体摇晃他并不知晓，但柯平一开口，平儿便腿一软跪在地上，哀求道：柯平主子，奴婢不是故意的。一边哀求一边往前跪走，柯平的工人岂能让平儿上前，当即将他一脚踹开。事情发生的太快，陶宝林猜测到发生了什么，赶紧跪下：柯平姐姐，是嫔妾的奴婢不懂事，还望您大人有大量。柯平扫了陶宝林主仆一眼，便将目光又投向林轩言，眼底闪过一道幽光。陶宝林管教无方，就在此跪上2个时辰，常常记醒。至于林美人，柯平勾起一抹冷笑：林美人起身吧，宫中姐妹何须如此多礼。说罢，柯平便带着工人离开。除皇后外，后妃无权对低位妃嫔乘以私刑，但也得分情况。柯平昨日才承宠，又是高位，而林轩言刚失宠，陶宝林更是无宠许多，俩人又是低位，还不是任由柯平搓磨。林轩言看着柯平离开的背影，却是想也没想的就跪在了陶宝林旁边。虽说此事是因为平儿之故，但追根究底，还是因为他惹了柯平的厌烦，才导致陶宝林遭受无妄之灾。于情于理，他都该陪陶宝林一同承受。宣言，陶宝林蹙眉看着林轩言摇头。林轩言没理，面无表情的继续跪着，但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其实林轩言在惹怒皇帝时，对这种事
就有了预测。于他而言，柯平摆在明面上的惩罚其实还更好些，总好过一些躲在暗处难防的冷箭。再一个，他与陶宝林的亲密早就是众人熟知的了，要是此刻他独自离开，别人会怎么想他？更别说陶宝林是被他殃及的池鱼。至于柯平，既然敢惹他，就别怪他反击了。林轩言侧头看向也跟着他跪下的支柳，你回去叫知信拿2把伞来。头顶烈阳，腿下却水迹未消，这滋味实在酸爽，拿把伞过来遮遮也是好的。知柳乖乖的起身往回跑，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陪着主子下跪重要，但显然为主子遮阳更重要。你何必呢？陶宝林依旧劝说，是平儿犯了错，我是他的主子，一同受罚是应该的，你无需陪我一起。林轩言却只是看着他笑了笑，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平儿。平儿被柯平的工人踹了一脚后，便赶紧起身继续跪在地上，此刻将头紧紧地贴在青石路上，无法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今日之事皆因我而起，我岂能放下你不管？只是林轩言朝平儿看去，菲菲，你确实该警醒些了。行李连盏茶时间都坚持不住，可见平时有多被懒。陶宝林身为主子，确实该好好整顿一下了，否则这个平儿日后还不知要惹多少事。陶宝林也跟着看向平儿，良久，咬唇道：“我知道。”知柳二人很快就拿着伞疾走而来了，一人一把撑着伞给2位主子遮阴。至于平儿，谁又会去管一个奴婢的死活呢？2个时辰跪完，午膳的时间早就过了。要不是有知柳二人搀扶，林轩言与陶宝林连起身都做不到。林轩言从未觉得回宫的路程这么艰难，哪怕知柳几乎是半搀扶半抱，他依然觉得膝盖疼痛难忍。阳光耀眼，几乎让他落下泪来。直到回到宁真殿，知顺背着他到寝卧的床上躺下，他才觉得活了过来。现在的身体的确娇弱，不过跪了2个时辰就奄奄一息了。主子，今日的午膳已经凉了，但是有蟹，您要不要尝尝？知顺跪在床前轻声询问。林轩言眼前一亮，总算有个好消息了。然而下一刻知顺又道：“不过姜葱蟹炒的。”这大起大伏，林轩言纵使饿得不行了，也没好气的瞪了知顺一眼：“我不是说要清蒸的，蘸醋吃吗？”知顺嘿嘿一笑，回主子：“螃蟹已经有了，蘸醋的清蒸蟹还会远吗？”第72章美味的清蒸螃蟹。太初宫，陛下，林美人今日跪了2个时辰。安山上前低声道。齐朝侧的脚步一顿，只淡淡道：“干朕何事？”说罢，便继续步履不停地往前走了。见状，安山不再言语，只低头跟上，心底却暗道了一句：“果然，陛下心中还是有林美人的。”约莫过了1个时辰，齐朝侧从马上下来，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太医怎么说？”安山秒懂，立马回道：“林美人未患太医，应无大碍。”齐朝侧却绝不可能，她的皮肤娇嫩，稍微用点力就是一个红印，怎可能无碍？但齐朝侧却是颇为恼怒地呵斥了一句：“朕有在问他吗？”安山面上惶恐，是奴才多嘴。然而正如安山能看懂齐朝侧内心真正的想法，齐朝侧看到安山这副模样，也知道这小子不安是装出来的。这下骑马射箭也没兴趣了，没好气地抛下一句：“回宫。”齐朝侧坐在龙辇上，想着之前赏赐的东西里有药膏，比他能在太医院用到的药好，便也暂时将这事压在了脑后。只是晚膳后盛上了一盘水灵灵的桃，齐朝侧的脑海中却登时浮现了那个被握在手里的桃。被啃了好几口的桃，又过了一段时间，桃肉已经泛黄，实在称不上好看。安山，齐朝侧满脸怒容地指着桃：“谁叫你上桃的？”太初宫的工人顿时齐刷刷地跪了一地，安山也不例外，跪着道：“奴才想着陛下爱吃，这才自作主张。”陛下息怒。齐朝侧撒气地朝安山踢了一脚，这才恶狠狠地将人从地上一把拽起，剑眉倒竖，声音却极轻：“你叫人去看看，不要声张。”是。安山低眉顺目的应声，然而转身一出了宫殿，嘴角浮现了一抹淡淡的笑意。陛下分明就是心里在担忧林美人，与其闷在心里，他挨几句不轻不重的骂又算得了什么？至于那一脚，齐朝侧根本就没用力，不然安山早就被踹飞了。待安山回到殿内，齐朝侧已经一手书一手桃，正看得聚精会神。而天照蟹被人惦记的林轩言早已如齐朝侧猜测的那般，膝盖上涂了厚厚的一层药膏，还给陶宝林也送去了一盒。知顺，林轩言将知柳二人赶了出去，只留下知顺在房间里。你是来安抚的，我没记错吧？是，奴才是来安抚人事。林轩言目光看向远方，语气悠悠道：“7月的来安抚正是朱营烂漫，你想家吗？”知顺一愣，猜测主子可能是心情不畅想家了，但还是老实回道：“奴才7岁就入宫了，有关家中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不过朱营漫山遍野的模样，奴才一直记得。”说到这，知顺声音低沉了许多，也不知道家中的父母弟妹如何了。林轩言收回目光，伸手在知顺的头上揉了揉，嗓音微暖道：“
待你能够留下来，我帮你写一封家书，顺便买些朱银以解思念。知顺努力的眨眼睛，想将眼中顷刻间涌上的泪水压下，但哽咽的语气还是暴露了他的现状。主子，奴才多谢主子。许是这番话起了作用，第二天的午膳中就赫然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清蒸蟹，一碟子醋也摆在旁边。林轩言朝知顺投去一个赞赏的目光，却道：醋不慎打翻了，你再去取些来，最好多取些，以免再次打翻。知柳三人的目光不受控制地飘向桌上摆得好端端的醋，但随即想到了什么，立马低下头去。知顺也没问为什么，只躬身答道：是。这点子不起眼的醋，可能就是主子真正想要的东西。不过主子拿这醋有何用？三人皆是百思不得其解，但主子不说，他们就当不知。不多时，知顺便抱着一瓶醋，满头大汗地跑回来，气都还没喘匀，就赶紧将醋双手盛上。林轩言满意的笑了，知柳将这瓶醋收好，知信去拿些银钱给知顺。就林轩言失宠第一日的吃食，就能知道此时的螃蟹就算不够肥美，也不是他能够享用上的。知顺用钱打通了关系，他身为主子，哪能不作为？说说吧，你是如何办到的？林轩言一边示意知顺给他剥蟹，一边问道：您让奴才不能说是您想吃，奴才后来想了好久才想到办法。知顺取下一块蟹肉放到林轩言的碗中，接着道：不能借您的口，那奴才借别人的嘴就是。正巧奴才有个同乡在御膳房里做事，奴才连续跟他念叨了几日螃蟹的鲜美。那小子虽然只是个打杂的，但最是贪吃，定忍不住干活的时候跟旁人念叨螃蟹。这一来二去，采购工人去买了螃蟹给主子们尝尝鲜，也就不稀奇了。昨日奴才去取菜时，就看到了姜葱炒蟹。说到这，知顺一顿支支吾吾的，不敢再往下说。林轩言却眉梢一挑，往嘴里夹了一块蘸了醋的蟹肉。姜葱炒蟹没有我的份里。林轩言毫不在意，将知顺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知顺尴尬一笑，但后面的话也敢说了，奴才便花了银钱，说是弄点新鲜的吃食，让您心情好些，这就端了回来。今天的清蒸蟹，奴才说您还挺喜欢吃螃蟹，便又花了些银钱，拿了2只。林轩言咽下口中的蟹肉，横了知顺一眼，轻笑道：我叫你别说是我想吃，你倒好，还是打着我名头。不过林轩言在知顺变脸色前换言道：做得不错。知顺立马笑了开来，手脚麻利的将2只蟹全给包了。饭后，林轩言也给了知顺一块玉牌，将他是做了自己人。给的时候，林轩言特意让知柳2人出去，只留下了知顺。你虽然和知信一般大，但你聪明许多，我也知道。林轩言看着跪在地上的知顺，一字一句道：你不是个甘于现状的人，我如今失宠，你就不怕我今后就这么困囿于这一方天地了吗？第73章家书。知顺磕了个头，沉声道：奴才不知道您要醋是有何用，但奴才也因此知道您心中是有成算的。既认了您是主，就永远是您的奴才。林轩言勾起唇角，也不枉他费了这么多心思，是个能用的。要个醋而已，其实不必费这么多周折，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应对过去。但为了考验知顺，他不必要多费些功夫，反正只要在10日之前拿到醋就行了。去研墨吧，我给你写封家书。林轩言伸手让知顺搀扶着他走去书桌，将信纸并信封一同拿来。对了，还有醋也拿来。知顺一愣，随即低头道：是。但醋拿来后，林轩言却是没看一眼，径直摊开信纸，让知顺诉说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埋手一字一句的往上写着。写完知顺的，林轩言重又拿了一张信纸，提笔开始给香珠姑姑写信，满纸的思念与委屈，洋洋洒洒，竟写了3页纸。若不是林轩言写信时表情未动，恐真的就被他信中所言给骗得落泪了。当然，知顺不识字，否则又要在心里暗自将林轩言的地位往上提一提了。待写完给香珠的家信，林轩言换了支干净的毛笔，拿过信封，打开了醋瓶。知顺呼吸一滞，只是看了一眼，就飞快地低下头去。但知顺就算不看，他也知道主子是用那支干净的毛笔蘸了醋在信封上写，但醋是透明的，没过一会儿就干了，信封上依旧什么都没有。知顺疑惑，却也什么都没问，反倒是林轩言点了他一句：有什么疑问尽可直接问我，若不问就不要在私底下自己偷偷解惑。知顺将头埋得更深，躬声道：奴才只做事，谨记主子所言。林轩言满意的将知顺的家书给他，至于给香珠的家信，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说来可笑，知顺能够托关系将家书寄回家中，以表思念，而他身为妃嫔，是可以写信回家的，只是走正规方法，他的思念只会到武安侯夫妇手上，到不了他真正思念的人手上。林轩言真正想送出去的是信封上的内容，但信纸上3页的思念又何曾作假？为表公平，林轩言还给知信也写了一封。小姑娘拿到信后，肉眼可见的高兴。工人会字的不少，但多半是主子身边的人，他们想找人写封家书，
不知得填上多少银钱才能如愿，且大多只给写寥寥几句话，哪像现在有满满一页。接下来的日子没有皇帝时不时的过来打扰，林轩言的小日子过得格外安闲。而且又因腿伤未好，林轩言只能每日里不时写字作画，就是弹弹琴。虽然弹琴的时间不多，但许是听得多了，宁真殿众人觉得也没那么难听了。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躲在房间里偷偷绣花。但这样闲适的日子也有2点不好，总的来说可以用2个字来概括，热。不拿银钱买通，端上桌的饭菜不是青菜就是豆腐，连个鸡蛋都少见。至于冰盆，每日送来1盆就不错了，拿银钱买通，没有大价钱。内务府的宁愿免费讨好高位受宠的妃嫔，故而林轩言坚持了2天后，再一次的给皇后请安，就没去了。理由就是腿伤未好。知柳有些担忧，主子不去给皇后娘娘请安，真的没问题吗？知柳看着林轩言膝上未消的淤青，自是心疼的，只是他更担忧，因为这事给林轩言盖一个不尽忠公的帽子，那到时就不止跪上2个时辰就行的了。毕竟隔壁的陶宝林就咬牙去了长秋殿，顺便给林轩言告假。林轩言一刻不停地摇着折扇给自己扇风，不甚在意道：皇后娘娘不是斤斤计较的人。林轩言反倒期待有人因为这事来给他找麻烦呢。毕竟算着时日，也该让皇帝来哄他了。这一来二去，也要花个几天时间才能睡，到时也就刚好避开了孕期。毕竟这样的日子是真的难熬，林轩言可不是个乐意吃苦的人。但林轩言的想法，知柳一概不知，只担忧地想着，若是再来什么惩罚，他一定要去求能不能代主受过。于是林轩言又安安稳稳地在天照榭躺了2天，期间也就只有陶宝林上门与他闲聊了一段时间。待到了10日这天，林轩言一大早就带着知信去了小佛堂，带上信与这几天无事抄的佛经。毕竟去小佛堂总得有个理由。林轩言特意挑了人少的路走，就是不想路上徒生波折。但虽然没有遇见如柯平这样找麻烦的人，但一路上还是遇见了不少工人。只见林轩言一身青绿色的织锦衣裙，只袖口处用银线勾出几朵祥云的形状，一头青丝仅用一支木簪简单挽了起来，耳上缀着一对绿玉耳饰，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配饰。脸上更是未施粉黛，美则美矣，但太过素净了。工人行色匆匆，见到林轩言走近，也只是低头行礼，但他知道他今日的装扮定能传到有心人的耳中。绿色显瘦，再加上这几日着实没有吃好，林轩言没有控制胃口，也依旧瘦了些许。远远看去，似神仙妃子乘风欲飞，无端的就带了几分哀愁。林轩言绕了不少远路，保证有不少工人见过他后，这才带着知信快步走向小佛堂。新太妃已经在了，嫔妾见。林轩言话音未落，跪在蒲团上的新太妃淡淡开口：皆是佛教徒，无需多礼。林轩言也不推辞，略作休整后，便也从妙元师太的手中接过线香，在新太妃身旁的蒲团上跪下拜了3拜，便将香插进佛前的香炉中。但林轩言没急着走，依旧跪着。新太妃虽闭着眼睛转着佛珠，但仍旧问道：林美人还有事吗？林轩言从一旁的支流手中拿过佛经，垂眸低声道：近日嫔妾多有困扰，抄了佛经欲供在佛前，以求心安。新太妃这才睁眼看向林轩言，眼里闪过淡淡的笑意，但面上依旧不变，只道：放上吧，你的心意佛祖会感受到的。第74章祭祖。送完信的第2日，又到了去长秋殿请安的日子。这次林轩言就没有借口不去了，但走路时仍装着有些不自在的模样。柯平竟也难得的没有开口呛声，连个眼神都欠奉。回到宁真殿时，陶宝林甚至长长的舒了口气，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但随即又抿唇看向林轩言，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笑。这反倒让林轩言生出了几分歉意，明明是被他影响才会被柯平针对，一路上提心吊胆。今日去我那儿用午膳吧，我叫知顺取些荤食来。说罢，林轩言也不待陶宝林拒绝，便直接拉着他进了天照榭。无所事事的俩人一边闲聊一边打络子，上午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许是买通御膳房的工人费了些时间，知顺较平时晚了2刻钟才回来。待用过午膳，陶宝林便借故回了半梦轩。因为刚吃完午膳，林轩言又打算叫知顺去拿8珍糕，这不又得费银钱。刚蹭完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午膳，陶宝林没好意思继续待下去了。陶宝林一走，林轩言便看向知顺，说吧，有何事？知顺嘿嘿一笑，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裹，包裹方方正正，看着像是里面包了一本书。林轩言朝知顺投向疑惑的目光。方才奴才去御膳房时，有个小太监径直往奴才身上撞，往奴才怀里塞了这东西。说到这，知顺故意拖长了阴脉关子。林轩言还没说话，知信便先瞪了他一眼，不明不白的东西也敢带回来？你不赶紧说清楚，仔细你的皮。知顺挠挠头，狡黠一笑，奴才本是要呵斥他的，但这人奴才见过，先前陛下过来时他也跟来过。皇帝的人？这下林轩言倒是有了兴趣，不过还是先问了一句，有检查过里面的东西吗？
不起眼的小太监，就算是陛下身边的人，也有可能被收买。说到这，知顺正色道：“奴才检查过，是本书，不过奴才不识字，不知道书里说的是什么内容。另外，奴才还在外面多待了一段时间，确定无人上门横生事端，这才取了午膳回来。”林轩言这才满意点头，让人将包裹打开。一看到书名，林轩言就确定了这书是皇帝送来的，正是他那日说的于小姐与屈公子。三人俱都观察着林轩言的表情，见他脸上不自觉地漾开笑意，也是跟着展开了笑容。毕竟就算知顺做的万无一失，但万一呢？林轩言上前亲自将书捧在怀里，看着知顺喜道：“你去库房随便挑件东西，就当你这次的奖赏。待朱银花到了，让知信给你绣几个荷包装里面，让你的同乡也一并解了思乡之情。”哎，知顺高兴应声。比起这些奖赏，他看重的是主子中奖他的缘由，能这么高兴，这书定是陛下送的。哪怕知信往常最爱和知顺斗嘴，这次听到要给知顺绣荷包，头一回露出了喜气洋洋的神色。天照榭一扫之前沉闷的气氛，接下来的几日，每天都有不同的书送进天照榭，不是莫名其妙出现在院中，就是如之前那般塞到知柳三人的怀里，但俱是些才子佳人的话本子。虽然林轩言其实不是很爱看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但宫中生活实在有些无聊，看些痴男怨女的故事打发时光也是极好的。但能够受人追捧，可见故事写的还是不错。林轩言这一看就是不分昼夜，差点就让他误了大事，误了他勾搭皇帝的大事。哎，话本误人啊！转眼间到了15日，皇家祭祖的中元节。才到辰时，妃嫔们与一众宫人已聚在了承天门前，恭敬等候帝后登场。按照流程，帝后会在4时出发前往皇陵祭拜，中间足足隔了1个时辰，但无人敢喧哗，俱是按照自己的位分站好。待帝后长长的銮驾出现在眼前时，众人不约而同的跪下，动作间除了衣衫摩擦，一点响动也无，几乎是落针可闻。4时一到，承天门大开，门外也跪了许多官员。帝后的銮驾就在这家道中浩浩荡荡的出行。此时跪在地上的众人也齐声道：“恭送陛下，皇后娘娘。”直到銮驾消失在路的尽头，众人才敢起身。随后又是依照着身份各自回宫。林轩言在知柳的搀扶下，望着此时已经紧闭的承天门，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在皇权下的渺小。他跪在地上，头都不能抬。浩荡出行的銮驾，他更是只能听到侍卫行走间甲胄摩擦的声音。别说看到皇帝在銮驾上的模样了，他连最外围侍卫的衣角都看不到。纵然如林寒冬成为贵妃又如何？如今的皇后之下第一人，唯一诞下皇子的妃嫔又如何？哪怕他日日模仿着皇后的一举一动，但皇后终究是皇后，在重要的时刻依旧只能低头下跪。没过多久，轮到林轩言离开了。林轩言收回看向视线，由知柳搀扶着离开。天照榭中，三人感受到了林轩言不甚高兴的情绪，俱是放轻了手脚做事。这样的节日总是容易让人生出思念愁绪。知柳看着林轩言定定地看着手中的书，半天没有翻动一页，上前笑道：“主子，这本书讲的什么故事？给奴婢也讲讲呗。”林轩言回过神来，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在家时就让你们跟着我学字，现在可好，看个话本子都要连猜带想。”这几日知柳几人见他看得津津有味，总爱问写了什么故事。林轩言不耐烦，便让唯一识字的知柳先看了，再给另外2人讲。不过知柳是个半桶水，自己都没看明白，又怎么讲得明白？林轩言无意间听了一耳朵，当时嘴里的茶水都直接喷了出来。没办法，林轩言只好在看书的间隙中教知柳学字。毕竟身为他身边的大宫女，不识字哪能行？待知柳学会了，再去教知信2人。然而吵闹舒心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很快临近申时，帝后回宫的时辰。林轩言身为妃嫔，不得不老老实实的从软榻下起身，继续走到承天门前恭迎帝后回宫。累啊！第75章受罚。啊！刺耳的尖叫声划破夜空，惊起鸟雀高飞。原本只有点点烛火的皇宫，如星星之火燎原，瞬间亮了一大片。已经躺在床上歇下的林轩言被宫外嘈杂的脚步声吵得醒了过来，不由蹙眉唤道：“知柳，外面在吵什么？”今日跪了2场，林轩言累得不行，若没个正当理由，他非得让宁真殿的宫人们常常记醒。就算他惹恼了皇帝，但他身为嫔妃，也不是些洒扫宫人能挑衅的。知柳推门进来，连忙摇头道：“主子，是外面来的动静，宁真殿的宫人们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知顺已经去打探了。”林轩言心里一沉，外面吵出这么大的动静，可见事情不小。但林轩言没打算起身，烦躁地翻了个身，用被子捂住耳朵，只是不耐烦地吩咐了一句：“知顺回来了，让他第一时间告诉我。毕竟天大地大，睡觉最大，知道是个什么事，心中有个底就行了。”然而等知顺回来时，太后的懿旨也来了，让所有妃嫔去颐和殿。
林轩言以更衣打扮的缘由，先送走传旨太监，疑惑的眼神扫向知顺。知顺立马上前低声道：“听闻是杨才人在烧纸钱。”林轩言一惊：“宫中禁止祭奠，重则杖毙。奴才听说是卓长再去找杨才人，结果发现杨才人在烧纸钱，吓得尖叫了一声。正好殿外有巡逻，还以为是殿内的主子们遭遇了什么，赶紧进去救驾，结果撞了个正着。”趁着林轩言梳头时，知顺赶紧将打听来的消息说出来。林轩言蹙眉，听起来是没什么问题，但就是一切都太巧合了，顺理成章的让人觉得不安。而且杨才人是宫中的老人了，自幼就服侍皇帝，不可能不知道这桩极有可能人头落地的规矩。林轩言看着镜中的自己，抬手拔了2只簪子下来，打扮得这么隆重作甚，去庆祝杨才人受罚。随后又换了件素净的衣裙，和对面的陶宝林一起前往颐和殿。今夜风大，蝉鸣不休，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中元节是鬼门大开，15正当圆的月亮都隐在了厚重的云层后面，只有宫人手执的提灯散发着微弱的光亮。只看得清脚下的路，再远一点就只剩下一片幽深，和遥遥的宫殿檐下的一点蒙蒙烛光，让人不自禁的就放缓了呼吸，只埋头赶路。待林轩言与陶宝林到达颐和殿时，帝后并太后已经在殿内的主位上坐着了。卓长在跪在殿前一侧，正默默垂泪，而杨才人正被2个太监按在一条长椅上，头朝下，凌乱的发丝遮住了他的脸，让人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一副即将受刑的模样，让林轩言不自觉的脚步一顿，但随即便恢复过来，低头和陶宝林走进殿内。众妃嫔们已经到得差不多了，只除了1、2住所较远的还未到以外，就连被禁足的夏更衣这次也被传召了过来。林轩言和陶宝林一行人几乎是连衣袂摩擦的声音都没发出，就赶紧汇入了妃嫔中，按照身份站好。待众人都到齐后，太后这才板着脸看向齐朝策：“皇帝，杨才人犯了宫中大忌，你看怎么处理为好？”话音刚落，太后又一一扫过殿中妃嫔，原本年老浑浊的目光此次竟如利刺，让人汗毛直立。然而齐朝策却迟迟未言，烛火将整个宫殿照得亮如白昼，但他的眼睫却微垂，遮住了眸光。但太后都没催，在场众人谁敢打扰？哪怕齐朝策睁着眼睛睡着了，大家也只能苦站着到天明。但齐朝策也没让众人等太久，抬眸看向殿外的杨才人，嗓音极冷道：“杨才人于宫中祭奠，明知故犯，杖责50，贬为更衣，无诏不得外出。”皇帝！太后不满，皱眉看向齐朝策。在场众人除了太后不满外，夏更衣是另一个不满的人了。他半个月前因为欺瞒皇后就被贬为更衣加禁足，结果杨才人在宫中烧纸钱，竟然就是比他多了个杖责50，犯了如此大错，不应该处死吗？虽然杖责50下来，能不能活命还得两说，但夏更衣还是气得咬紧了牙关，竖起耳朵听太后会不会要求皇上处死杨才人，不杨更衣。然而其朝策却是看也没看太后，只道杨才人往日有功，如今功过相抵。够了！太后的嘴唇动了动，但最终还是没说没什么，只是他皱得能夹死苍蝇的眉头表达了不满。齐朝策却似没有看见，只对着太后道：“天色已晚，朕扶母后回宫吧。”这话一出，林轩言来精神了，说他冷血也好，杨才人如何实在与他无关，还不如早早回去睡觉，他才不想在这儿看人受刑呢。中元节见血，他怕回去做噩梦啊。现在皇帝要走，他们这些妃嫔应该也能走了吧？然而却听太后道：“你们留下，待杨才人受完罚再走，好好尝尝记性。”林轩言心里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然而现实却是他还得和众妃嫔一起恭送皇帝和太后离开。齐朝策扶着太后踏出大殿，在经过杨才人时，杨才人突然挣扎了起来，抬头看向齐朝策。太后眉头一皱，正要发怒，却听杨才人口中直呼：“殿下，殿下！”极不相符的称呼却让齐朝策停住了脚步，眸光淡淡的看向杨才人。殿下！杨才人伸着手，似是想拽住齐朝策的衣摆，但他们之间的距离隔得太远，杨才人努力往前伸，终只是握了一手的凉风。杨才人扯开一抹笑容，空洞的眼中无端的滑落一串泪珠，在烛火的照耀下折射着光亮。殿下，让奴婢迁出颐和殿，或是让卓长再迁去别的宫殿吧。奴婢已是不祥人，求殿下了。听到这话，一直跪在一旁垂手流泪的卓长在这时终于抬起了头，满眼震惊的看向杨才人，眼泪都停了一瞬，但随即更加汹涌的往外流。好，齐朝策扶着太后继续往外走，即日起卓长再迁去听烛宫。第76章，对不起。夏风卷起几片绿叶落下，明明白日还正炎热，到了这时却不知为何让人感觉有些刺骨。皇帝扶着太后离开颐和殿，木板一下下落在皮肉上的声音让人不敢直视。杨才人躺在长条凳上，一声未吭，但一旁的卓长在却拼了命似的往杨才人那边扑，若不是有工人拦着，
卓长在怕是就要替杨才人受罚了。杨姐姐，杨姐姐，是我对不起你。凄厉的哭声随着风声传进店内，与拍击声融为一体，使得店内的众妃嫔连呼吸都大声。就连皇后也只是直直地看向店外的场景，对卓长在的行为一言不发。杖责50，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报数声停下时，林宣言听到了好几道输气的声音。说起来，他们是新皇登基后的第一批妃嫔，还未经历过大选。宫中妃子虽有10余人，但对于后宫来说已是极少。再加之皇后掌管6宫，还算人善，这样见血的时候真不算多。皇后朝身旁的从云示意，没过多久，杨才人就被人抬了下去。虽然杨才人一直未曾呼痛，但方才显然是叹过鼻息了，还留着一口气在。静宁阁的宫人在主子犯错时未能劝阻，依照宫规带去慎刑司。皇后淡淡吩咐道，随即起身看向众妃嫔，嘴角弯起一抹笑：“各位妹妹辛苦了，下次请安就免了。”众妃嫔并宫人一齐行礼谢恩，随后恭送皇后离开，这才一一从颐和殿散去。回宫的路上，不知何时，皎洁的圆月从云层后透出身影来，洒下一片朦胧的月华，浅浅地照着脚下的路。林宣言与陶宝林一路默默无言，直到快到宁真殿时，陶宝林开口道：“杨姐姐平日是个不爱张扬的性子。”说完，又是一阵寂静，只闻耳边虫鸣。林宣言回想起那日赏荷宴时，杨才人与他说的一通莫名其妙的话，如今想来，那笑容里的苦涩，多半就是宫中凄苦吧。早年与皇帝相伴长大，现下却落了个如此下场，该说不说，这皇帝还算是留情了啊。说起来，如今宫中还算是平静，除了个柯嫔骄纵外，其他妃嫔至少表面上还是规规矩矩的。然而，就是这样规规矩矩的妃嫔们，她入宫短短2月，就有2人被贬，形同打入冷宫。就是不知明年选秀添了新人后，会有几多热闹。林宣言垂眸，忆起前世皇宫里发生的几件大事，心头也不免泛起几丝苦涩。若是可以，他又何曾想入宫？与陶宝林分开前，林宣言拍了拍他的手道：“我们做好自己就够了。”也似是在对自己说。月亮彻底从云层中挣脱了出来，林宣言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收敛好心头一时的愁绪，闭眼入睡。而宫外的香珠这时却点了一斗烛火，披着外山月信。林宣言10日交给新太妃的信，今日总算趁着夜色到了香珠的手上。如林宣言对新太妃所言，信中所言俱是对乡下家中的思念之情，信中还写了不少幼年时的趣事，看得香珠是又哭又笑，唯恐泪水打湿了信纸。但3页信纸翻到最后一页时，香珠看着上面的内容，眉头却皱了起来。上面写了林宣言尚在垂髫之龄时读书的一件事。初读书时，香珠对林宣言的管教极严，事事都比照着圣天城里的林寒冬，压得林宣言苦不堪言。一日夜里，不堪重负的林宣言偷偷的和荀翠将4书5经烧了大半。香珠抹掉眼角的泪花，将这段重新一字一句的读过去。不对，他记得清楚，小姐是将那些书趁夜丢进了小池塘里，隔日被夫子打了手心，才哭着让人从池塘里将书给捞了出来。他为了让小姐长记性，乡间的书房里至今还留有其中一本。不对，香珠皱着眉将信从头看了一遍，又根据藏头藏尾拼字组合看了一遍，最后将目光落到了烧字上。唯一不同的就是从水变成了火。香珠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挪到烛火旁边，生怕烛火将信纸灼烧，又怕错过信息，最后直到信纸都被烛火烫黄了，也没发现什么异样。难道是小姐记错了？还是她理解错了？香珠的视线在桌上摆着的信扫了一遍又一遍。等等，香珠赶紧又拿起信封，挪到烛火下。在烛火的照耀下，棕褐色的字迹缓缓地在火光下现形，看得香珠又是一阵泪水上涌。他家小姐可见是在宫中受委屈了，否则就以往那个马虎的性子，怎找得到这样隐蔽的传信方法？估计最大的可能就是新太妃一说，就老老实实的将要交代给他的事一五一十的写在信中，完全不会去想新太妃有没有别的心思。虽然人是香珠找的，但毕竟已经20年未曾来往过了，他找关系递上话时，早就做好了石沉大海的可能。毕竟与老爷夫妇已经离开都城这般久，又有几人还能记得曾经的交情呢？就算如新太妃这样还记得的，香珠也要提防一番，是不是别有心思？唉，香珠思绪一时飘远，但她的手一直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仔仔细细地将信封一一烫过，这才将信封放到桌上，抹掉方才感叹小姐长大的眼泪，眯着眼睛仔细看这段隐藏起来的重要信息。半壁、嘉木、云外子这几味药，纵使香珠未曾生育过，但吃了这么多年的饭，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点，这不是用来避孕的吗？香珠气急，他家小姐才进宫就被太后针对，估计也是和外头这些迂腐的文臣一样的想法，觉得他家小姐不守妇道，勾搭皇帝。但分明就是皇帝勾引他家小姐，过分！他家小姐那么乖的一个孩子，若不是皇帝非要缠上来，
他早就给小姐找好了夫家，何必进宫做妾？香珠越想越气，但还是一字一句的将林轩言的吩咐记在了脑中，打算明日一早就去府外找名医看看这方子。第77章，用同心结掉一个皇帝。到了翌日清晨，外头的鸟雀有些吵嚷，许是远处的卓常在谦宫惊到了他们。昨晚杨才人与皇帝的对话，林轩言其实是没太听清的，但得益于他站得比较靠外，所以还是隐隐约约的听见了奴殿下这样的字眼。再根据后面皇帝的吩咐和卓常在的失态，也就不难猜出杨才人求了皇帝什么。只能说这位杨才人实乃宫中一等一的好人，被卓常在牵连被贬受罚，完了还给卓常在求了个迁宫的旨意。毕竟发生了这样不吉利的事后，日后皇帝估计很难再踏入颐和殿了。虽然据林轩言所知，颐和殿的俩人已经半年没受宠了，但万一呢？如今将卓常在迁出颐和殿，倒没这么多顾忌了。只是如果撞见杨才人烧纸钱是卓常在故意所为呢？毕竟一切都太过巧合了，晚上是休息的时候，一般也没人会大晚上的串门。尤其昨夜还是百鬼夜行的中元节，卓常在去杨才人的静宁阁就很可疑。偏偏尖叫的时候正好有侍卫巡逻。但林轩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若真是卓常在刻意为之，如果杨才人没有借相伴多年的情谊替卓常在求下旨意，颐和殿不吉利了，卓常在岂不是更加不得圣宠？想不通的是，林轩言只略略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就放下了。与其在这种事情上耽误功夫，还不如想想怎么结束这只送书不来人的尴尬场面。这狗皇帝再不来，他就要来癸水了。许是昨夜发生了杨更衣的事件，今日皇帝连书都不送了。林轩言决定主动出击。不过在这之前，林轩言特意找知信与陶宝林跟着打了几条络子。林轩言与手工活上确实是差了点，但络子不比刺绣，还是简单许多。经过一天的苦功，还算是编了一条满意的同心结。深夜，就连虫儿嘶鸣都有气无力了。林轩言换上宫女的衣裳，拉着知柳偷偷的从宁真殿的小门出去。太初宫附近有一处小花园，据说皇帝去的还挺勤快，甚至有传闻怡美人就是那里拈花一笑，才得了皇帝的宠爱。这次林轩言也是要去那处淑蕊园。当然，林轩言不是要仿着怡美人的做法直接去勾搭，若要这么做，也不会特意选在深夜了。主子，有人！知柳连忙将林轩言往旁边一拉，低头默默贴着墙根走。虽说到了深夜，但总有那么些人还在后宫行走，除了侍卫，偶尔也能见到宫女太监。林轩言虽然换了身宫女的衣裳，但毕竟这张脸美艳动人，难免会被人认出。俩人一路躲躲藏藏到了淑蕊园，知柳留在外面放风，林轩言则赶紧走进陵园深处。但林轩言也没在里面停留多久，将今日编的同心结络子挂在一株离太初宫最近的树上，便从淑蕊园中走了出来。但从淑蕊园中出来，林轩言却没急着走，带着知柳在旁边闲逛。走了几圈，途中经过了好几轮侍卫，林轩言躲得过就带着人又躲进淑蕊园，躲不过就装作是路过的工人。反复几次后，知柳都疑惑了：主子，我们还要做什么？不回去吗？主子来之前的说法是想与皇上和好，但是怕直接去寻见不到，故而挑了话本中与小姐与屈公子约定见面的方法。往院中伸出墙外的树枝上挂上一条同心结的络子，就代表着想见面。只是林轩言都挂上了络子，怎还在原地徘徊呢？嘘！林轩言示意知柳静声。正好前面等来了林轩言想要的人，2名太监，看方向还是从太初宫过来的。这人再不来，他就得拉着知柳回去了，毕竟逗留太久，容易让巡逻的侍卫起疑。待两人稍稍走近一点，林轩言立马左脚踩右脚，啪叽一下摔倒在地。知柳惊呼，却不敢直呼主子，连忙闭了嘴，要去搀扶林轩言。谁知林轩言却捏了他一把，过了一会儿才顺着他的手从地上起来。这边的动静成功的吸引了2名太监的注意，但这时林轩言却拉着知柳转身回宫了。知柳看着林轩言对他微微摇头的模样，只好先咽下口中的疑惑，一路不发一言的跟着林轩言往回走。主子！知顺听到轻轻的叩击声，连忙将小门打开，看到林轩言脸上轻松的神情，就知道此行顺利。知顺顿时将心放回了肚子里，脸上也溢满了笑容。待3人回到天照榭，等候多时的知信立马迎了上来。知信一见到林轩言，眼里的惊慌立马化作了泪水掉了出来。天知道他穿着主子的衣裳对窗看书，心里有多忐忑。好了好了，林轩言温柔的拭去知信脸上的泪水，我回来了，去将衣衫换了吧。话落，知信立马像是卸下一个重担般，挺直的脊背都垮了几分，立马回到房间更衣。而林轩言则是在知柳的服侍下换回自己睡觉时的亵衣。换过衣裳的那一刻，林轩言也松了口气。但他不是因着穿了宫女服饰而提心吊胆，实在是宫女的衣裳有些粗糙，远远不及妃嫔衣裳来的柔软舒适。虽说前世入过大牢，扎夫的囚服都穿过，但这是毕竟一切还未发生，如今仍是个娇生惯养长大的娇小姐，自然不适应下人的衣裙。
不过若是今晚的谋划没能成功，明晚林轩言还得换上这身衣裳又去。支流给林轩言解开发髻时，忍了许久，终于问道：“主子，为何将皇上送您的暖玉丢在那儿？”“是的。”林轩言故作摔倒后，从腰间将暖玉取下，放在了地上。“你呀！”林轩言顺手拿起一支发簪，敲了敲支柳的头，恨铁不成钢道：“画本中的于小姐与屈公子是早有约定，才用同心结作为私会的信号。可我与皇上哪有约定？自然只能将可以算作是定情信物的暖玉扔在那儿，等人来捡了。”支柳摸了摸被敲的地方，不好意思的低头笑了。主子想事就是比他想得多。第78章，心上人。第二日，由于皇后免了请安，林轩言便安安心心的躺在天照榭里，重新编了一条同心结，再将皇帝送来的画本看完，然后并没有等来皇帝，就连新的画本也没人来送。显然昨晚的同心结失败了，但林轩言也没气馁，不论是挂同心结还是丢暖玉，都是有一定的几率在的，一次成功是运道好，多次才能成功才是人生常态。故而这夜待到烛火阑珊时，林轩言再次换上宫女衣裳，带上人从角门偷溜出去。这次在知信的强烈要求下，留在天照榭对窗看书的人换成了支柳，将知信带了出来。由于昨夜已经走过一次，这次林轩言熟门熟路的低头避开各路有可能会碰到的工人和侍卫，再次来到熟悉的书蕊园。但知信是第一次，从他说话的嗓音里就能听出他的紧张了。“主子，你快去快回。”见知信说话都有些磕巴，林轩言倒是不急不躁，依旧是走到林子的最深处，将怀中的同心结络子挂在树梢上，还闭目装作许愿的模样，停留了一阵才走。就算此时皇帝大概率不在，林轩言还是要将戏做到最好。“主子！”知信一看到林轩言出来，就立马上前想赶紧回宫。然而林轩言却不急，制止了知信的脚步，低声道：“昨日我在这丢了陛下送我的暖玉，我们找找再回去。”“什么？”知信一声惊呼：“丢在哪儿了？主子怎么白天不说啊？过了一日，还不知道有没有被人给捡走？”知信絮絮叨叨，在林轩言手一指方向后，立马躬身细细搜寻过去了。看着知信满脸的焦急，林轩言满意的点点头。果然，他没提前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过了一天，俩人来来回回的巡了几趟，眼见着巡逻的侍卫都要起疑了，暖玉的影子都没见着。“主子，怎么办呀？”知信急得跺脚。而林轩言的眼角余光却瞥到了不远处走过来的小太监，立马拉着知信继续在地上寻找，一边低声道：“再找找，实在找不到就回去吧。”知信觉得是找回的概率不大了，但是主子发话了，也只能继续跟着找。没走几步，那边的小太监走了过来，喝道：“什么人在这里鬼鬼祟祟的？”知信被吓得一抖，小太监愈发觉得可疑，再不说话，我可就要喊人了。林轩言拍了拍知信的手安抚他，随后低头上前几步，回道：“这位公公，我昨日在此丢了一件极为珍贵的东西，特来寻找。”小太监皱眉，正要训斥满口胡言，怎白日不来寻找，偏晚上又按时再来。恰好这时一阵风吹来，摇落了枝头的几朵娇花落在宫女的发梢肩头，也正好吹开了茂密的枝桠，让一缕月光在宫女微微抬起的脸上投下斑驳光影。“你！”小太监呼吸一滞，纵使风过月光消失，惊鸿一瞥的艳丽容颜依旧落在了他的心间，似乎有些眼熟。林轩言重新低下头去，嗓音里透出几分紧张与羞意：“是一块玉，是我的心上人赠我的，若是公公见过，麻烦告知我。”说罢，林轩言就扯过知信，匆匆离开了，徒留下小太监在原地细细品味方才的容颜，究竟是在哪里见过呢？这样严厉的美貌，他不可能忘记才对。但小太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毕竟他身为最底层的奴才，平日里见到主子都是弯腰垂头的，唯恐冒犯。于是小太监回去时，成功被大太监骂了个狗血淋头，误了手上的活计了。美色误人啊，哎。而林轩言则毫无心理负担的回了天照榭，躺在丝滑的锦被上，美滋滋的翻了个身。以他对男人的了解，估计最快明天就能见到了。故而在第二天卓长再派人来请吃饭，林轩言都拒绝了。按照习俗，谦恭需要庆祝一番。前2日卓长在沉浸在杨更衣事件的伤心中，没想起来这茬，今日才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特意请了几位低位妃嫔与同宫的科嫔。若是早2日，林轩言估计为了那顿丰盛的菜肴会走一趟，毕竟失宠后干点啥都得花钱，吃肉都要花钱。就算林轩言还有些身家，但正所谓财不露白，偶尔打打牙祭还行，顿顿吃香的喝辣的容易被人盯上。但是这次为了等皇帝来，林轩言也只能忍痛拒绝了，并且还让赴宴的陶宝林给他带上庆贺的礼物。然而让林轩言傻眼的是，从白天等到黑夜，陶宝林都早早的从听竹宫吃完大餐回来了，他连皇帝的汗毛都没见着一根。林轩言将这2晚的经过重新在脑海中复盘一次，最后决定继续夜探舒蕊园。演戏嘛，总是要做全套，就算是哪个环节出了错，导致皇帝看客没来，
他唱的戏也必须得完美落幕。这次就算知信再怎么哀求，林轩言还是选择带上了知柳。知信这小丫头还是太过胆小了些。待到夜深人静时，林轩言拿上一条临时打的络子，三探舒蕊园。白日里争奇斗艳的舒蕊园，到了晚间的月色下，尤其是风一吹，颇有几分张牙舞爪的惊悚感。尤其是今夜的舒蕊园，林轩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窥视他。但是想到今晚来的目的，林轩言依旧闷头往里冲。鬼再可怕，难道还能可怕过重蹈前世的覆辙吗？依旧是舒蕊园最深处的那棵树，在距离太初宫最近的位置。怎么回事？然而林轩言才刚走到树上，就震惊地瞪大了眼睛。昨夜还在的2条络子竟然不见了。一时间，林轩言脑海中闪过许多可能：被打扫的工人清理了，被鬼吃了，被皇帝拿走了。林轩言一想到这种可能，方才的窥视感似乎也有了解答，但他眉宇间的震惊依旧未消，绕着茂密的树转了好几圈，才失落地垂下头。我的心意真的能如于小姐那般，随着同心结传达给心上人吗？第79章摆架天照谢。月色微凉，照在林轩言踮起脚尖挂同心结的指尖上。你的心意，朕收到了。随着熟悉的嗓音响起，林轩言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林轩言一惊，同心结从他的指尖掉落，但被身后的人眼疾手快地接住。红色的绳结在骨节分明的手掌上缠绕，林轩言低头愣愣地看着，随后眼睛一眨，一滴热泪落在掌心，被络子吸收。别哭，朕在这儿。齐朝策正要哄2句，就听怀中的林轩言颤抖着嗓音唤道：陛下。齐朝策一怔，将人搂得更紧了些。不是说好了私底下换朕骑郎吗？真的还可以吗？林轩言的泪掉得更凶了。我以为骑郎早已将我忘在脑后了。齐朝策只好低声劝哄，毕竟是自己惹哭的人，现在也只能自己来哄了。毕竟也是有10几个女人的皇帝，哄起人来还算是得心应手，很快就逗得怀中家人噙着泪珠展颜一笑。怎么想到来舒蕊园？齐朝策伸手拭去林轩言眼角的泪珠，毕竟他已经送了好几天的话本了，求和的心思已经很明确了。林轩言若是也想和他恢复如初，大可直接派人来寻他，何必大晚上的跑到舒蕊园来？林轩言却握住了齐朝策给他拭泪的手，目光澄澈地看向他。那日我看齐郎似乎心情很不好，我希望齐郎可以顺遂无忧，就便借着话本里的法子，用同心许愿传达心意。这里离齐郎的宫殿最近，我想应该能够更方便传达。齐朝策一愣，显然是没想到林轩言会给出这样的一个回答。他还以为怀中的小女人只是单纯的想见他，毕竟后宫女人为了争宠，各种偶遇手段层出不穷。林轩言这样的他之前没见过，但想来大差不差。结果听到林轩言这么说，齐朝策也觉得合理。毕竟若真是只想见他，何苦大晚上的跑到舒蕊园的深处，还是连来3夜。但不管如何，喜欢的女人愿意在他身上费小心思，他是很高兴的。轩儿这般有心，朕也要送你个礼物。说着，齐朝策就将人打横抱起，吓得林轩言惊呼一声，理智也回笼了。齐郎，嫔妾是偷溜出来的，还得偷偷的回去呢。齐朝策却只是将林轩言的脑袋往怀里按了按，朗声吩咐道：鞍山摆架去天照谢。很快，龙辇就出现在舒蕊园，随行的工人早就被鞍山叮嘱过了，个个只敢盯着自己的脚尖。纵使从地上的影子分辨出皇帝手里还抱着人，但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抱着人去天照谢，众人的脑子里顿时疯狂运转起来。不过不管他们怎么猜，鞍山早有先见之明的让他们将这事烂在肚子里，若泄露出去，所有人全部打发去慎刑司。而知柳则远远地追在龙辇的后面，不敢让人发现他的踪迹。虽然太初宫的这几个工人已经多多少少猜到了龙辇那女人的身份，但皇帝深夜出行，总有各宫的眼线盯着，为了不暴露林轩言，所以知柳还是躲着回去最好。这大晚上的，不知又有几块丝绢被扯破，又有几个瓷器被摔碎，但这一切都和林轩言无关。一夜云雨，许是否极泰来，香珠的回信也到了。除了信，信封里还加了几张银票，共计500两。香珠于经商一途还颇有建树，若是男子，又岂会只守着林轩言生母的那点嫁妆？说起这个，林轩言倒是想起了别的，母亲的嫁妆可是他的金钱来源。若是林寒冬的巫蛊之术暴露，他的这些田产铺子就得全部充公，得想个办法将他的财产从武安侯府中转移出去。不过距离那日还有大半年，待表哥来了，都城再谋划也不迟。林轩言让知柳将银票收好，便开始阅信。然而香珠的回信中也尽是些关爱之语，除了叮嘱林轩言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外，再无其他。林轩言眉梢一挑，扬声唤道：知顺，给我点盏灯。此时正天光大盛，哪怕在室内也是一片明亮，何须点灯？不过主子的吩咐，作为仆从自然是无条件服从。很快，
一盏微亮的烛火便颤颤巍巍地燃了起来。主子，知顺捧着烛火递到林轩言跟前，林轩言抖开信封，细细地将其在微弱的火苗前一一烫过，用醋写成的字迹缓慢而又清晰地在信封上显现。一旁的知顺瞪大了眼睛，也是一瞬间就明悟了，那日主子在信封上写下不留痕迹的字迹是作甚。林轩言却是满意的勾起了唇角，若是能有别的选择，他定要香珠姑姑进宫陪他。30几年的阅历，比起知柳这个小丫头不知强了多少。林轩言写过去的信中，除了用水火之别提醒香珠用火以外，另外还特意叮嘱了他吃清蒸蟹，尤其是蘸醋最美味。醋字他还特意在其上氤氲了一点墨水，看起来像是不小心滴上的，但若是香珠姑姑能够看到信封上的内容，就会有极大的可能知道醋的用意。最后的结果没有让他失望，而信纸中藏起来的话更是让林轩言激动的一拍桌子，若不是有知顺及时护着，茶杯里的水都要震出来了。主子，什么是这般高兴？信封上写的字很短，只有2行，已寻过城中几位圣手，皆言此药可避孕，但不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且还有调养之效，小姐可放心服用。本来林轩言还要香珠另外去寻能避孕但不损害身体的药方来，现在看来这太后还不算太过分，只是让她暂时生不出孩子而已，也还算这皇帝有点良心。哼！林轩言想了一下如今宫中的局势，就一个林寒冬有子，偏还是和他同出一个林家，估计就是这点才让太后与皇帝不想让他早早有孕。但是林轩言又想到前世他死的时候，皇后唯一的嫡公主才10岁，若真老老实实按他们的想法来，那他这辈子就别想靠着生皇子当太后了。毕竟就算能扶持别人的孩子，但总是隔了一层肚皮，哪有自己亲生的好。第80章打脸。之前柯平趁林轩言失宠时借着身份惩治了一番，如今他又重获圣宠，自然也腾出手来要好好回应一下了。这日林轩言正坐在桌前作画时，望着窗外被宫墙分割开来的白云，突然唤道：知顺。一旁伺候的知顺立马上前：主子有何吩咐？林轩言一心二用，竟是问起了来安府的朱银花可有送给同乡。来安府距圣天较远，能运过来的朱银花都是当药材或是做香料，全是干花。已经给了，知信特意缝了4个荷包，奴才也有1个呢。知顺笑着回道。林轩言正好落下最后一笔，抬眸望向他，正色道：你曾说过你有同乡在听竹宫，他可信吗？知顺一怔，连忙回道：他叫慧秀，奴才与他自小就相识，更是一起入宫，情谊深厚。那你找知柳取些银钱与他，今后不管是做什么也好打点。林轩言淡淡一笑，日后你与他来往就不要太过密切了。知顺秒懂，弯腰道：是，奴才明白。而林轩言对慧秀的第一条吩咐就是这几日多往柯平宫中走走，盯着动向，又对知顺下了一条命令，去御膳房抢柯平的份里，不拘是什么，只要能让柯平生气，主子就这般轻易放过他。知信一想起那日主子在炎炎烈日下跪了2个时辰，就气愤不已。如今好不容易扬眉吐气了，就抢个吃食，最多让柯平生气一番，却没半点实质伤害。知信苦思冥想，突然眼前一亮道：不如让那位慧秀姑娘往柯平的饭菜里下点巴豆吧。林轩言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敲了敲知信的头。先不说慧秀一个撒地宫女怎么碰得到妃嫔的膳食，就算真下进去了，慧秀作为非雪烟阁的人，被查的人首当其冲就是她。林轩言既有心安插慧秀做棋子，岂能只用来下一次巴豆？得不偿失不说，说不定还会导致与知顺离心，怎么看都不划算。山人自有妙计。林轩言勾唇一笑，正巧晚上皇帝没照事情，第2日的避孕药就可喝可不喝了。林轩言便干脆吩咐让他们别熬了，随后从其中选了几片药出来，吩咐道：将这个磨成粉给我。林轩言和知信想的法子差不多，都是给柯平下药，但方法却有不同。直接下在吃食里这种法子太低端了，他好歹也在后宅中沉浮那么多年，一点让人不痛快的小手段还是有很多的。午膳时，知顺成功的端来了柯平经常喝的田七鸽子汤。不知道为什么，林轩言总觉得这抢来的鸽子汤就是比旁的菜更美味些。林轩言咽下口中的鸽子汤，看向知顺：辛苦了。知顺却摆手：奴才不辛苦，奴才只是在御膳房说了一句鸽子汤真香，主子这几日有些没胃口，想换换口味，那起子人就直接端给奴才了。说着，知顺没忍住笑了出来，继续道：奴才走的时候正好碰上雪烟阁的人来御膳房，听到里面好一阵闹呢。林轩言也没忍住扑哧笑出声来，也不知道柯平到时的脸会有多么的精彩纷呈，做得不错，你们俩也多跟知顺学学。主子，只是知柳还有些不安，柯平不会又来找您的麻烦吧？林轩言勾唇一笑，眸中闪过一丝幽光，他不敢。听竹宫，雪烟阁啊！柯平双手一扫，
地上的碗盘瞬间碎了一地，汤汤水水混合在一起，哪里还有上一刻色香味俱全，看了就让人作呕。他怎么敢？柯平暴跳如雷，他怎么敢抢本嫔的东西？不就是仗着有皇上的宠爱吗？我可是嫔位，和他的美人之间还隔了一个贵人，他怎么敢？季晴连忙安抚，拉着柯平往旁边走。主子，只是一份鸽子汤，不知当您生这么大的气。说着，季晴还不忘用眼神示意，让人赶紧清扫地上的残渣狼藉。可柯平依旧生气，狠狠地踢了一脚旁边的花架，哪里只是一碗鸽子汤，这是本嫔的脸面。完了还不解气，又狠狠地踢了好几脚，直踢得花架上的盆栽不住摇晃，这才跟着季晴到一旁的座位上坐下。他将本嫔的脸面撕下来往地上踩。季晴有心想说，还不是您前段时间先将林美人的脸面扯下来往地上踩的。他早就说了，起码得过1个月，皇帝彻底将人忘在脑后了，才能上手惩治。非要刚失宠就急不可耐的去出气，现在才几天啊，人家又复宠了，说不定当初的皇帝拂袖而走，只是和林美人之间的小情趣呢。但季晴不敢说，不仅不敢说，还得顺着柯平的意思来，实在是有苦难言。季晴先是附和的跟着柯平骂了几句林宣言，随后又道：“您是嫔位，当初您能让他顶着烈日跪上2个时辰，他现在也就只能仗着皇上的宠爱喝几口汤罢了。这手段实在小家子气。”柯平发了一通脾气，情绪也平复了许多，只还是不愿意就这么咽下这口气。那他抢了本嫔的汤，就这么过去了？柯平拍桌，只是这力道连桌上的茶盏都未动。见状，季晴悄悄的在心底松了口气，那您就给卓常在、陶宝林这些低位的妃嫔都送上一份鸽子汤，让他们也享用一番林美人不顾身份都要喝的美味佳肴。柯平疑惑，但很快就慢慢舒展了眉头，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那你快叫人去，最迟今晚我就要卓常在他们喝上，连续给我送上3天。是。季晴躬声道。不得不说，季晴这个手段算是高端，既不与林宣言直接产生正面冲突，又衬托出了柯平的大气，愈发显得林宣言抢汤之举着实下乘。但天照蟹的林宣言却对此早已有预判，不管柯平是直接出面与他杠上，还是像现在这样，都不影响他接下来真正的动作。抢汤只是告诉众人他已经出过罚跪的气了，以免后面的计策怀疑到他身上。第81章下药。林姐姐来了，快坐。又是1日请安，任才人一见到林宣言进来，远远的就招呼上了。林宣言却只是微微颔首示作打过了招呼。说来这位任才人也是脸皮厚，先前他失宠时跟在柯平屁股后头对他冷嘲热讽，现在他翻身了，又亲亲热热的好似一家。任才人脸色微变，但很快就又恢复原状，又接着笑道：“嫔妾今日新得了一份云鬓花颜汁，涂在脸上可滋润了，晚些时候嫔妾送些给林姐姐吧。”林宣言这才抬眸看向任才人，脸上浮起一抹淡淡的笑容，却并未接话。倒是任才人下手的冉常在笑着接话：“陛下时不时的就有赏赐，林姐姐的脂粉怕是用都用不完，哪里需要任姐姐巴巴的送过去？”冉常在这话说的不客气，只差没把任才人的脂粉廉价2字摆在台面上了。但任才人好歹比冉常再高出1个位分，总能受冉常在这样的嘲讽，当即眼一瞪，正要开口时，柯平与吕贵人相伴来了。众人行完礼后，先前殿内不说其乐融融，至少也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现在柯平一落座，殿内说是鸦雀无声也不为过了。尤其是任才人与冉常在，小眼神不住的在林宣言与柯平之间打转。这2日他们都快喝鸽子汤喝腻了。很快，一向沉不住气的柯平整整了自己的袖口后，便昂首发言了：“这几日的鸽子汤可还好喝？”地位妃嫔除了说好喝，还能说什么？但柯平不满意，看向林宣言：“林美人呢？你那份里特意加了甜气，滋味应该更好。”林宣言不得不感叹，柯平的确有个好助手，就这样不动声色就占了上乘的法子，他可不信是柯平想出来的。但林宣言却没回话，只是端起一旁的杯盏抿了一口茶水，现在不方便动手，不想说话。反正有皇帝的宠爱，只是一句话不回而已。林宣言并不惧。再看柯平，果然已经被林宣言的态度气到不行，要不是有季晴的提醒，估计还要阴阳怪气。不多时，后宫众人就到齐了。3日一请安，若是没有大事，每天就是聊些胭脂水粉、衣裳首饰，都是些翻来覆去的话题，实在无聊的紧。约摸着过了半个时辰，皇后就让众人散了。柯平姐姐。才出长秋殿不远，林宣言就扬声唤住前方的柯平。柯平眉头一皱，往常林宣言虽会仗着皇上的宠爱对他的冷嘲热讽回击，但绝不会主动找上门来。毕竟他是高位，林宣言回击还可以说是气不过，但主动来惹事，就算闹到皇上跟前，他也有理。这般想着，柯平立马抬着下巴转身看向林宣言。这时林宣言也走上前来给柯平行了一礼，毕竟礼不可废，该做的表面功夫还是得有的。但这次不待柯平开口，
林轩言便笑眯眯的自顾自的起身了。柯平姐姐，方才在殿中你问的问题，妹妹还未回答呢。林轩言笑道。问题？柯平狐疑的看向林轩言，方才他在殿中说了不少话，哪里还记得问过什么问题？柯平干脆以不变应万变，继续高抬下巴俯视林轩言，看他要耍什么花样。林轩言淡淡一笑，姐姐先前问加了田七的鸽子汤味道如何，妹妹的回答是极好。说着，林轩言更是出乎众人意料的上前伸手搭在柯平的肩上，偏头在柯平的耳边低声道：若是下次御膳房还熬了田七鸽子汤，妹妹还想喝呢。说罢，林轩言就退开几步，俯身行礼告辞，妹妹的问题已经回答完了，就不打扰姐姐了。直到林轩言往前走了好一段距离，柯平才反应过来，指着林轩言的背影，气得说不出话来。听听这人说的什么话，意思就是下次还得抢他的东西呗。柯平指着林轩言的指尖都在颤抖，太嚣张，太气人了。主子这在外面消消气。吓得季晴赶紧给柯平又是扇风又是抚胸口的，就怕柯平在众目睽睽之下失态。柯平气得跺脚，却也拿林轩言没办法，只好先回宫，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瓷器碎地的声音。而林轩言自然是心情美妙，今日的午膳差点将自己吃撑。谁都不知道那几片药材磨成的粉，他已经趁着拍肩的动作将其撒在了柯平的肩颈。想到这，林轩言又招手将知顺唤了过来。这几日慧秀的情况怎么样？主子放心，正巧这几日负责打扫雪烟阁的工人身子有些不适，慧秀去给他帮忙了。好一个正巧，看来明日就能有效果了。紫树粉加朱银的香味，估计柯平得有1个月不敢出门见人了。到了第2日，柯平一大早就传唤太医的事情就传得河宫沸沸扬扬了，就连皇后都特意去看了。我听说柯平身上起了红疹，尤其是脸和脖颈处密密麻麻的吓人。说起这个来，陶宝林手上的针线活都难得的忘记，脸上的表情也生动了许多，颇有几分眉飞色舞的神态。也难怪如此，就算是好脾性的人，可被罚跪的事还没忘呢。林轩言摇着团扇，掩住唇畔的笑意，只是幸灾乐祸的神情却从他的眼睛里跑了出来。何止呢，我听说他身边的大宫女季晴身上也起了红疹，不过呀，不如柯平身上的厉害。空气里一时充满了快活的气息，就连知信也说了几句讨巧的话，惹得林轩言佯装生气地瞪了他一眼，但很快又笑了开来。但是这次平儿却一直保持安静，和往日跳脱的性子不符，或者应该说，自从那日因他被罚跪后，平儿就沉默了许多。看来陶宝林还是下手整治了一番。做奴才的还是得有做奴才的样子，否则岂不是乱了套？不过也是自那后，平儿就爱往天照榭跑，之前有事大都是白目跑的勤。许是被陶宝林教训后明白了做奴才的本分，但林轩言让知顺盯着了，哪怕是合理的反常，都站着一个反常二字。第82章留疤。过了1个月，柯平脸上的红疹才渐渐的退去，而他自然也有1个月未能见到盛言。一开始齐朝策还想过去看看安抚一下，结果才到雪烟阁门口就被挡了回来，便只好往雪烟阁里送了些药膏。自从过了中秋，下了一场雨后，天气就渐渐转凉了，柯平也终于再次来给皇后请安了。只是这次柯平脸上的妆肉眼可见的浓，就连一向不爱说话的淑妃都忍不住皱眉道：柯平，你怎如此浓妆艳抹？锦朝的妆容偏素净，就算是林轩言想在自己的妆容下小心机，也是极力的让人看不出来费了许多心思。当然林轩言多半只是略施薄粉，毕竟天生丽质，只稍稍点缀1、2就足以惊艳众生。而柯平平日里自是秉持着素净为主，白净的脸蛋透着健康的红润，再加上月牙般的笑眸，总是让人忍不住心生亲近。面对林轩言时抬着下巴，用鼻孔看人除外。这次柯平却是敷着一层厚厚的白粉，嘴唇则涂得浓艳，要不是白天都要以为是不是见鬼了。尤其是坐在柯平下手的虞美人，恨不能离得越远越好，眼里的嫌弃都快呼之欲出了。嫔妾听说这是南方正新颖的打扮，嫔妾见他新鲜，就试了一下。柯平勉强扯开一抹笑容，随口胡诌了一番。淑妃没再说话，只是眼里的不喜是任谁都看得出来的。柯妹妹还小，喜欢这种新鲜玩意儿也不稀奇，只不过林寒冬一顿，平日里还是素净些为好。柯平连连点头，看得林轩言都害怕他脸上的粉掉下来。皇后坐在上首淡淡开口：贵妃与淑妃所言极是，诸位妹妹都要时时警醒自身。众妃嫔齐应声。只是柯平眼里的愤恨都快藏不住了，只能急忙低头饮茶，借此整理自己的情绪。过了好几天后，纵使柯平想极力隐瞒，后宫众人也仍是得知了他浓妆艳抹的真实原因。哪有什么南方来的新奇装扮，就是柯平虽然红疹消了，可病中实没忍住挠了几下，留下了疤痕。莫说在皇家了，就是在平常百姓家，女子脸上有疤也会被夫家所不喜。林轩言怎么也没想到，竟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
不过出乎众人意料的是，自科平好后，皇帝反倒连着传召了3日。难道皇帝的口味不一般些？四下无人时，林轩言忍不住皱着眉吐槽，但随即林轩言又赶紧摇头，将这个糟糕的想法甩出脑外。估计是科平脸上的疤痕并不深，再加上这个皇帝还算是有点情义，这才连召了3日安抚。从处理杨更衣的事件上就能看出，这位皇帝虽然能连着半年不宠幸，但心里还是念着旧情的。一场秋雨一场寒，皇城的天气逐渐转冷。到了今年冬日的第1场雪时，太后与皇后更是宣布暂时免了今年各宫的请安。林轩言只觉轻松，倒是在宫里待了3年的陶宝林有些疑惑，以往只有下雪时才免那1日的，今年倒是奇怪，只一层薄雪，竟是免了2月的请安。哎呀，想这么多做甚？免了请安还不好？这般冷的天，我恨不得窝着不出门呢。这是卓常在。这些天来，卓常在时不时的就做了糕点送来宁真殿，一来二去的，3人倒也熟识了。林轩言却听着陶宝林的话，回想着前世宫中传出的事。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尤其是宫里2位大头都跟商量好似的，一同免了请安。但是林轩言苦思冥想许久，还是没能从记忆中翻出什么来。毕竟前世这个时候的他，还是待在乡下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幻想着未来夫君的模样，哪里会关注皇宫里的事？就算他想关注，也没这个人脉。林姐姐，你说这样好不好？卓常在的询问声打断了林轩言的思考。林轩言微微讶异，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来。你们说了什么？我方才没注意听。2人倒也没恼，又重复了一遍，说是过几日又下雪时，聚在一块煮个古董更衣，顺便赏雪，可谓美哉。林轩言眼睛一亮，提议道：正好过些10日是我生辰，若是那天下雪，便那日吃吧。若不是夏日炎热，常吃又易上火，林轩言恨不得天天都吃古董羹，哪能等到冬日天冷呀？好呀，卓常在府长，到时再饮上一杯方腹酒，涮点羊肉，这样的日子可真是神仙来了也不换。陶宝林连连点头。自从宁真殿住进了林轩言，他的日子也跟着好转了起来。以往冬日只敢用蔬菜菌菇，再加点狗肉2来涮锅，这次也跟着畅享了一番羊肉的滋味。卓常在这话说的彻底将林轩言的馋瘾给勾了出来。待2人一走，就吩咐知顺今晚吃古董羹。好香啊！知信深吸了口气，短短3个字，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林轩言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佯装生气道：平日里我是短了你们吃喝吗？做出这副馋样给谁看？说着夹起一块刚烫好的羊肉蘸上酱，随便吹了2口就往嘴里塞。嘿嘿，知信跟了林轩言这么久，自然知道他没生气，还敢继续嬉皮笑脸。林轩言也被他这副样子给逗笑了，当即点了桌上好几份还没下锅的菜，赏赐给天照谢里的3个馋虫们，给他们私底下聚在一起吃的古董羹添几个菜。谢主子，奴婢就知道主子是天底下最好的小主。知信端着菜，嘴里的赞美就跟不要钱似的冒了出来。林轩赶紧挥手让他走人，眼不见为净。没了知信这个叽叽喳喳的，而知柳只顾着埋头给林轩言添菜，偌大的宫殿一下子就寂寥了下来，就连窗外雪落枝头的声音似乎都能听见。知柳，你将窗户打开，是不是又下雪了？林轩言蓦地吩咐道。知柳犹豫了一下，还是将窗户打开，顿时一股寒风扑面而来，吹散了室内银丝炭燃烧的温暖。第83章，风雪难掩春光。春夏时还繁盛的桃树，此时早已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倒是此刻枝头坠上了白雪，忽如一夜春风来。主子，风大，还是关上窗吧。知柳将炭盆拨弄了几下，让炭燃得更烈些。其实为了通风，房间里早已开了别的窗，只是为了防寒，又用屏风遮住。总之，窗外的景色是半点也看不到。望着窗外的雪景，林轩言突然想起了20年前，在乡下，一大家子人都是坐在一张桌上吃饭，尤其是冬日的这个古董羹，桌上就一个大大铜锅，各式菜样的往锅里烫，有说有笑。纵使屋外天寒地冻，房舍内却温暖如春。她虽是城里来的娇小姐，可毕竟在乡下待着，见了别家的热闹，便回家也吵着要家人聚在一块吃古董羹。香珠姑姑拗不过，只好答应。那是一年到头唯一的没有主仆之分的时刻，是家人。那样的光景对知柳而言才过了1年，而对林轩言而言已经过了20年，记忆中喧闹的年岁早已泛黄模糊。良久，林轩言才道：开着吧，你不觉得这样好像回到了家中吗？但现在的林轩言是绝对不会再说出让知柳等人与他共桌吃饭的话来，就算不论宫中规矩甚严，只论前世荀翠对他的背叛，焉知不是因为从前太过随便，让荀翠忘了主仆之分。就算还有如香珠姑姑那般不论如何都一心只想着他的，林轩言也不敢去赌他人隔着一层肚皮的人心。北风呼啸，摇碎一束琼花衣，吹进室内，就连房门都被吹开，传来吱呀的响动。主子，
知柳欲言又止。林轩言这才注意到自己不知何时落了泪，正顺着他的脸庞跌落在染料二中。林轩言正要抹泪，身后却伸来一只手，轻柔地拭去他脸上的泪痕。怎么哭了？男人一贯的龙涎香的气息中裹挟着风雪的冷冽，不变的是嗓音一如既往的温柔。林轩言连忙起身欲要行礼，却被齐朝策一把搂紧怀中。可是有谁欺负你了？男人的剑眉微蹙，如黑曜石般的瞳孔里倒映着他的影子与灼人的烛火。没有。林轩言摇头，依偎进男人的怀里，耳边充斥着一下又一下的心跳声。工人在齐朝策的示意下退去，炭火燃烧的噼啪声与风雪的呼啸声混杂在一起，却越发显得耳畔的心跳声如雷，与他的渐渐重合。那怎么无端落泪？齐朝策抚着美人的发丝，难不成是你看的那些画本中的才子佳人没在一起？虽然知道男人是想逗他开心，林轩言却是瞪了齐朝策一眼，好不容易来的伤感被这句话弄得烟消云散，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达成了目的。林轩言撅嘴哼了一声，才不是，是想起了以前才没有一个人吃过古董羹呢，一时伤感罢了。纵使林轩言故作骄纵，可言语间的落寞还是被齐朝策捕捉到。入了宫，宫墙便将宫里宫外分成了两方天地。齐朝策一顿，随即牵着人重新坐下，朗声笑道：正好朕来了，可以陪轩儿一块吃。风雪的声音掩盖了外界的嘈杂，在这晚的熔熔烛火下，只有林轩言与齐朝策两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喂食，倒真有几分平常夫妻的模样。时间流逝，烛火阑珊，风雪渐盛，难掩春光。主子，你醒了。林轩言刚睁眼，知柳就立马上前。林轩言摸了摸旁边已经冷下来的被褥，想来皇帝已经走了有一段时间了。陛下什么时辰走的？怎么不叫我？虽说林轩言一点都不想大冬天的服侍男人更衣，但该做的样子还是要做的。林轩言从床上坐起，没忍住嘶了一声。昨晚上他没忍住有点热情，皇帝也是不做人，现在是腰也酸背也痛。知柳连忙扶人，经过了这么多次，现在知柳的脸皮也厚了许多，已经能够脸部红心不跳的看着林轩言的衣领下不经意间露出的点点红痕。是陛下特意吩咐的，还特意嘱咐要动作清闲，莫吵醒了您呢。不仅脸部红心不跳了，还能打趣人了。林轩言面上红着脸，羞恼地瞪了知柳一眼，心里却在一点一点地收回心湖泛起的春潮，直至一点涟漪也无。昨夜耳鬓厮磨的情话尚犹言在耳，春光里的女主人却已主动走进了隆冬中。林轩言拉过知柳，附耳道：你给我按按，腰有些酸。林轩言重新躺下，任由知柳熟练地在他腰间按压，又酸又疼。昨夜的胡闹早已换了被褥，但鼻尖仍是充斥着男人身上的淡淡气息。但林轩言的脑海中却翻阅起了前世的记忆，与他春风一度的男人无数，与他耳鬓厮磨许下承诺的男人亦有许多，但他能够走出青楼，靠的就是不幸男人。多的是男人昨夜还赠他缠头，今日就在隔壁送红绡。男人的承诺就像镜花水月，见不得光，晒一晒就化了。待知柳按完，轻声询问时，林轩言的眼底早已恢复了一片清明。主子好些了吗？现在需要起来吗？林轩言趴在床上伸了个懒腰，哀嚎一声，实在不想起来，可是昨晚折腾了那么久，急需进食。待林轩言洗漱后坐在餐桌前时，桌上已经琳琅满目摆满了各色美食，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那是应有尽有。呵，男人只是他用来吃美食的工具。但就算是林轩言昨晚消耗过度，咽下最后一口汤包时，桌上还是剩了许多吃食，动都没动，实在可惜。你们拿去吃了吧，顺便赏些给宁真殿的工人们。林轩言毫无仪态地瘫坐在椅子上，微微抬手挥道：谢主子赏赐。知信笑呵呵地叫来知顺收拾桌面。跟着得宠的主子别的不说，至少是吃喝不愁的，不是他吹，对面的陶宝林都未必有他们三人吃得好。尤其是主子刚侍请完的这天，各色的佳肴就跟不要钱似的往天照谢送，主子每每吃不完时，可不就便宜他们了吗？第84章修罗场。待到林轩言生辰这日，恰好天朗气清，就连素日来的寒风都合唱了许多。呀，妹妹宫中已来了这么多人，倒是姐姐来得晚了。人未至，以美人的声音倒是远远的就传来了。林轩言连忙扯出一抹笑容迎上去，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姨姐姐来的正是时候呢。是啊，姨姐姐快到这儿坐。人才人赶忙让开位置给姨美人。众人一阵寒暄，随后又重新按照位分落座。不过林轩言身为今日的寿星，所以哪怕姨美人多了个字，仍是林轩言坐在主位。不过林轩言还是颇有些头疼，好好的生辰来了1、2、3、4、5个好姐妹，有的热闹了。他明明只邀请了陶宝林和卓常在，另外3人全是不请自来，但来都来了，也只能好好招待了。林轩言压下心底的烦躁，看向姨美人笑道：姨姐姐，我们正说着今日的古董羹要添些什么菜呢，姨姐姐可有什么想吃的？
都一并记上。妹妹这话说的大气，那姐姐可就不客气了。虞美人掩唇笑道。众人说说笑笑，转眼就到了午时。古董羹才刚摆上桌点上火，就听宫门处的太监唱诺：“皇上驾到！”贵妃娘娘到。林宣言一惊，连忙和众人出门迎接行礼。皇帝这段时间不是忙着做冬狩的准备，成天就泡在舰艇骑马射箭吗？他本以为皇帝最多晚上过了一趟，这才出于礼尚往来邀请了妃嫔。要是早知道皇帝白天就过来，他才懒得见这满屋子的莺莺燕燕呢。只是皇帝来就来，怎么带上了林寒冬，诚心给他添堵。林宣言腹诽了一大堆，但面对皇帝和林寒冬时，仍是笑意盈盈，丝毫看不出内心的想法。齐朝策满面笑容地牵起林宣言的手：“今日你生辰，不必多礼。”说罢，齐朝策手往旁边一伸，安山立马恭敬奉上一枝梅花。齐朝策将梅花递给林宣言，暖声道：“朕来时路过梅园，看到这枝梅花开得正好，便特意吩咐人折了下来与你。”众方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这是林宣言名字的由来，但让妃嫔们极恨的更是这句诗的含义。百花凋零，独有梅花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媚艳丽的景色将小园的风光占尽。将小园的风光占尽，那他们算什么？林宣言握着梅花，含羞低头，只是背后传来的灼人视线几乎要将他洞穿。一枝梅花拉足了仇恨，林宣言捏着这只烫手山芋，恨不得扔出去。你说给个玉雕的或是黄金雕的梅花也行啊，随随便便折了一只，啥好处没有，倒落了一身腥。只是在面上，林宣言还得娇滴滴的回道：“谢陛下。”齐朝策这才看向其他人：“今日是林美人生辰，众位爱妃不必拘礼。陛下，众位妹妹都有些发冷了，先进去暖暖身子吧。”一旁的林寒冬含笑开口。齐朝策颔首，牵着林宣言的手率先踏进殿内。不过到了落座时，主位却成了齐朝策与林寒冬，而林宣言只能坐在齐朝策的下手。没办法，就算林宣言是寿星，但林寒冬可是从一品的贵妃，只能按照位分来。得了皇帝特意折来的梅花又如何，还不是被同父异母的嫡姐压在下头。正当有人看笑话时，齐朝策却吩咐道：“安山，叫人在这儿给林美人加个位置。”这话一出，林寒冬的脸色微变，谨朝以左为尊。方才落座时，主位只有2个，自然是皇帝在左，他在右。现在皇帝要在他的左边给林宣言加个位置，那岂不是林宣言在左，他在右？但林寒冬很快就调整了情绪，笑着开口道：“是本宫疏忽了，今日妹妹生辰，何该让妹妹做主位的？你是贵妃，哪能坐在下手？”齐朝策这才似想起来般，笑道：“你待会儿与林美人换个位置，坐朕左边来。”林寒冬摇头，含羞道：“能伴陛下左右，又何须这些虚礼？”齐朝策笑着拍了拍林寒冬的手，显然对他的知礼很满意。林宣言默默地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跑到他这儿打情骂俏来了，贱不贱啊？于是等到林宣言的位置好了，他刚一坐下，就借着桌子与衣袖的遮掩，偷偷地去牵齐朝策的手。齐朝策一怔，脸上不由浮现笑意，在众目睽睽之下与林宣言悄悄地十指相扣。但是等古董羹咕噜咕噜冒着热气，身边伺候的工人将躺好的菜夹到料碗里时，这样偷偷摸摸的十指相扣明显不行了。毕竟林宣言不是左撇子。好啦，齐朝策夹了一块羊肉放到林宣言的碗里。林宣言低头嘟囔了一句：“谢陛下。”这才松开手。然后齐朝策又一碗水端平的给林寒冬夹了一筷子菜。林宣言恶狠狠地咬下一口羊肉，而右边的林寒冬也很不满，凭什么先给林宣言夹菜，他才是贵妃？略吃了几口菜，人才人起头给林宣言敬酒庆贺。这么一轮下来，纵然方父酒味道偏甜，林宣言也有些上头了。前世早就练就了千杯不醉，但是17岁的林宣言在这之前只背着香珠偷偷的喝过几杯。陛下，嫔妾敬您一杯。林宣言端着酒杯，眼中泛着水雾，眼神迷蒙。齐朝策一看就知道林宣言醉了，当即拿下他的酒杯不让喝了。但林宣言不依，干脆拿过齐朝策的酒杯一仰头饮下，顿时辣得他直咳嗽。齐朝策和众妃嫔们喝的不是同一款酒。林宣言咳完后还不忘将空杯子给齐朝策看：“陛下，嫔妾喝完了，到你了。”现在的林宣言何止是眼中泛着水雾，两颊因为咳嗽泛起了红晕，原就红润的阴唇更是泛着一层水光，在天光下盈盈生辉。哪个男人见了不想将这样的娇人儿揉进怀里？齐朝策纵然是皇帝，但他也是男人。齐朝策刚冒出这样的念头，就听林宣言呢喃了一句：“陛下，怎么有好多个陛下？”话还未说完，林宣言手中的酒杯滚落到桌上，咕噜噜的砸向地面，发出一声脆响。而林宣言也摇摇晃晃的往齐朝策怀里一砸，嘴里还不忘嘟囔一声：“陛下。”但人却是再也没有起来，显然已经是醉了过去。第85章林寒冬抢人。林宣言被工人搀扶着送进了内殿，
但生辰宴会的主人公不在，再加上皇帝明显的心不在焉，众人也非常有眼色的加快了进食的速度。娘娘，娘娘！林轩言都听到外面快要散场了，结果传来了工人的惊呼声，这称呼一听就是在喊林寒冬。林轩言握紧了拳头，他的确是喝了酒，脑袋有些昏沉，但醉倒却是他装的。虽然不知道林寒冬是一路跟着皇帝过来的，还是俩人在路上偶遇的，但到了这里后，话里话外无不是在给他下绊子。林轩言就是担心皇帝最后被林寒冬用些冠冕堂皇的话给骗走，这才先下手为强。外头传来工人哽咽的话语：“奴才参见皇上，各供小主。”随后是齐朝侧不耐烦的声音：“有什么事快说。”大皇子啼哭不止：“奶娘喂奶也喂不进，奴才们担心得很。”林轩言听到这里，心里骂娘，骂大皇子的娘。这大皇子3天一小病，5天一大病，怕不是瘟神转世。但不管林轩言再怎么气，还是听到齐朝侧怒斥了一声后，便和林寒冬相携离去。方才还热闹不已的天照榭，随着皇帝与贵妃的离开，也渐渐恢复了平静。这时知柳端着煮好的醒酒汤过来：“主子，喝点醒酒汤吧。”林轩言却都没让知柳扶，就自己坐了起来，只是眼底还透着些许迷蒙。“主子，你酒醒了？”知柳诧异，他不过是转身放个碗的功夫，刚还醉醺醺的主子就好了。林轩言淡淡的应了声：“酒醒了。皇帝都不在了，演戏给谁看？”“主子。”知柳重新端起醒酒汤：“那还是喝2口吧。”林轩言也没拒绝，一口闷了小小的一碗醒酒汤，吩咐道：“你去御膳房弄几个菜来。”喝酒喝得太早，好好的古董羹就尝了几口，但是现在让他重新吃，又没了最开始的那份心情。待御膳房的菜肴端过来时，知顺的消息也打听到了：“主子，皇上与贵妃娘娘是来的路上碰到的。另外，大皇子应该问题不大，太医院就去了一位太医。”听到这，林轩言夹着菜的手一顿，嘴角溢出一抹冷笑。林寒冬就是故意来抢人的，表面上一口一个的好妹妹，时不时的还送些小玩意儿过来，但打起他的脸来倒是比柯平还狠。就算这段时日不用去请安，但是他林轩言在生辰当天被嫡姐截胡的消息，不用1日就能传得满宫沸沸扬扬。“主子，我们要不要去雅兰宫请皇上？”知顺提议道。林轩言摇头：“大皇子是林寒冬最大的依仗，也是如今宫里皇帝最看重的，他没必要为了一时的义气去惹皇帝生念，除非他也有一个孩子。”林轩言摸上小腹，隔着衣服，他似乎都能感受到掌心下透过的温热，这里是孕育生命的地方。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有时候孩子在肚子里比生下来更有用。知柳，你去库房里挑一些药材，送去雅兰宫。林轩言吩咐道。不去请皇帝过来，但不代表他不可以去提醒皇帝，宁真殿还有个人在等着他，说不定皇帝看大皇子病得不重，又过来了呢。知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连忙道：“这天寒地冻的，还是让奴才去送吧。”林轩言不在意，随意的挥了挥手。结果回来的知顺一脸垂头丧气，显然没达成目的。知柳二人也跟着叹气，但林轩言却不以为意，皇帝能来是最好，不能来让提醒他一下也就够了。正当天照榭的3人整理好情绪后，殿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奴才见过林美人。”是鞍山。鞍山一脸笑眯眯地站在前方，而他的身后跟着一长串手里捧着东西的工人。林轩言也立马眉开眼笑，亲自扶起鞍山：“公公不必多礼，这大冷天的还往我这儿跑，真是辛苦公公了。”说着，林轩言扭头吩咐知信去给公公泡杯热茶来暖暖身子。鞍山笑呵呵的也没制止，直道：“林美人，陛下特意给您送了生辰礼过来。上午皇帝已经派人送过一次生辰礼了，这次又送，显然就是在为了不能过来陪他而做的补偿。”林轩言没想到还有这意外之喜，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但面上还是一副疑惑的模样。生辰礼，今日不是？说到这，林轩言反应过来，神情蓦然落寞，勉强抿开一抹笑容，行礼道：“嫔妾谢陛下恩典。”跟在皇上身边多年，妃嫔们落寞的神情，鞍山看得多了，但每每还是忍不住唏嘘。皇帝只有一个，宠了这个，自然就会冷落那个。但也仅止于此。鞍山扶起林轩言，随即唱诺道：“宝蓝点翠珠钗一对。”林轩言美滋滋的在心底跟着鞍山将赏赐的物件一一念了一遍，但面上还是强撑着笑容。直到念完，鞍山这才招手从后面上来的小太监手里接过一幅画卷：“美人主子，这是陛下赠与您的。”林轩言一怔，随即双手接过画卷，喃喃问道：“是陛下画的吗？”“是。”鞍山肯定道：“陛下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今日送给您呢。”话音刚落，林轩言的脸上立马绽放出了惊喜的笑颜，正好冬日的夕阳洒下阳光，血色的天地间金灿灿一片，却不及他唇角的一抹笑容，像是冬日的梅花倏然绽放。鞍山接过知信递来的小荷包，满意的想着，这下总算能给陛下回话了。林轩言送走鞍山一行人，
这才抱着皇帝送他的画卷回到了寝卧。还算这个皇帝有点心。林轩言是很喜欢金银珠宝没错，但是对皇帝而言，钱财只是身外之物，他的用心才是更珍贵的。以后才能从皇帝身上搞到更多的金银珠宝。林轩言美滋滋地想着，将画卷放到桌上打开，画卷徐徐展开，一束的梅花赫然绽放。雪鸦枝头，哪怕雪上折射着阳光的金色，却也不及顶雪绽放的梅花的那一抹红。而树上还坐着一人，正是笑得眉眼弯弯的林轩言。画上还有题字：众芳摇落独轩言，占尽风情向小园，与今日送来的梅花相得益彰。林轩言的嘴角忍不住翘起，但还是哼了一声，嘟囔道：我可不会大冬天的跑去爬梅树。第86章送子观音。而在外守门的知顺却喝住了过来的平儿。平儿姐姐，淘宝林有什么事吗？知顺拦着闷头往里走的平儿。平儿这才抬头呵呵一笑，我看到你们这儿似乎有些忙乱，我想着你们可能需要帮忙。哦，知顺拉长声音，我还以为平儿姐姐是过来要讨赏的呢。平儿的脸色一僵，但随即道：美人大方，我今日已经领过一次赏钱了，哪里会又来一次？这不想着领了美人的赏钱，就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得上忙的。知顺摇头，知柳姐姐和知信忙得过来，不必平儿姐姐帮忙了。平儿却还不死心，那美人身边定缺人伺候，我去吧。说着，平儿就欲往里走，但知顺往正中央一站，直接挡住平儿的去路。知顺冷下脸，嘴里呼出白气，一字一句道：天照谢不需要外人帮忙。顿了顿，知顺脸上又挂上了笑容，仿佛方才只是幻觉，道：平儿姐姐伺候好淘宝林就可以了，若有什么需要忙的，宁真殿有的是工人愿意，实在不必劳烦平儿姐姐。站在宁真殿宫门口的太监听了一耳朵，立马附和道：知顺公公说的极是，美人主子有什么事，叫奴才便是，平儿姑娘只需顾好淘宝林。平儿的脸色一下子像是打翻了调料盘般，变得精彩纷呈，也不好意思再找借口要进天照谢，正好半梦轩的白木过来，言说主子正寻他，给平儿找了个台阶。知顺眯着眼睛看向平儿与白木离开的背影，冷哼了一声。别说主子特意叮嘱了要盯着平儿，就看平儿这一副就别有用心的模样，他都不可能放他进去。但是知顺也疑惑得很，之前他与知信二人不是没有特意放平儿进来，然后在一旁偷偷的打量他的用意，但是平儿就真的只是进来帮忙似的，主子需要什么，他跑得比知信二人还要快。要不是一应用具都是天照谢的，再加上时刻盯着确认平儿没法动手脚，知顺都要怀疑平儿是不是想给主子投毒。知顺将这个问题压在心底，不管平儿有何目的，反正有他在，一只苍蝇都别想飞进天照谢。翌日一早，林轩言还躺在床上哼唧，不想从被窝里离开，就见知信急匆匆的进来，低声道：主子，雅兰宫来人。林轩言立马起身，柳眉微蹙：什么事？说是贵妃唤您去雅兰宫一叙。林轩言直接当着知柳二人的面翻了个白眼，拉着被子重新躺回床上，不去。开什么玩笑呢？他对林寒冬可谓是避如蛇蝎，怎么可能跑去雅兰宫和他叙话？再说这般冷的天，他连被窝都不想出，怎么可能愿意离开有炭火的房舍？不是要做知心大姐姐吗？有话不会自己跑过来说？反正昨天都跑了，还差今天。林轩言两个字说得轻巧，知信走到外面却是你来我往的说了一堆话，才将人打发走。林轩言在床上又躺了一阵，才让知柳拉着他的手起身。虽然室内燃着炭火一点都不冷，但冬日离开床铺都能算作是出远门好吗？你们说，要不把昨日送来的画挂在中间怎么样？林轩言坐在梳妆台前，让知柳梳头，但脑袋却不安分地扭向一旁。奴婢觉得极好，昨日皇上送的画可不是之前那些能比的。知信立马赞同，奴婢倒是觉得夏日的那幅挂在中间也是极好的。知柳持不同意见，夏日那幅说的是那次吵架又和好后，皇帝当着林轩言的面画的画，画的正是林轩言爬上桃树摘桃的模样。一想到这，林轩言不由嘴角微抽，这皇帝莫不是爱上了他爬树的样子？不然怎么会凭空捏造一幅他坐在梅树上的画？最后林轩言将这两幅画并列挂在中央，争取下次让皇帝给他各画一幅春天和秋天爬树的，凑个一石四景。冬日里的时光是很无聊的，就连平日爱上门的妃嫔们也来得少了。林轩言躺在软榻上，有一搭没一搭的翻着画本。这几日皇帝忙着练习骑射，他的画本子也好几日没更新了。这时知信又匆匆走了进来，来到林轩言身边，轻声道：主子，贵妃又派人来了，还送了礼。送的什么？林轩言立马打起了精神。知信摇头，隔着红布，奴婢不知道，但观外形应该是佛像之类的。林轩言皱起眉头，这林寒冬又打什么主意？但贵妃赏赐，就算林轩言仗着妹妹的身份，也不好继续在内殿待着，只得让知信给他整了整衣饰，出门谢礼。林轩言眼眸微抬，看向林寒冬身边的大宫女花扣，
有劳花蔻姑娘跑一趟。林美人客气了。花蔻浅笑，娘娘对昨日之事心怀抱歉，特意让奴婢送来一尊送子观音。这尊观音还是侯府夫人去庙里求来的，娘娘日日供奉，可有灵性了。说着，花蔻放眼打量殿内的陈设，林美人觉得这尊观音供奉在何处合适？皇帝送来的东西，她都要验了才敢用。别说现在冬日捉不到虫了，林寒冬的东西，就算验过了，她也不敢用。林轩言眯着打量花蔻，不愧是商素精心给他的宝贝女儿培养的大丫鬟，三言两语就给做了主。但林轩言又是何人？当即脸上绽放出一抹笑容，抚掌笑道：“贵妃诞下皇子，可见这尊送子观音的确灵得很。但这般好的东西，岂可让嫔妾一人享用？这样吧，林轩言指挥道：劳烦花蔻姑娘陪我走一趟小佛堂，将观音供奉在那儿吧，这样和宫姐妹都能受益。”花蔻脸色微变，但随即低声道：“这乃娘娘对美人的一片心意，送去小佛堂，哪有只对美人一人灵来的好？”林轩言笑容不变，宫中姐妹不论是有孕，皆是陛下的喜事，陛下高兴，嫔妾就高兴。说罢，林轩言率先走出内殿，回首笑道：“走吧，劳烦花蔻姑娘陪我走一趟了。”林轩言也不给花蔻拒绝的机会，直接给她做主了。第87章除夕晚宴。自从那日将林寒冬的送子观音像送去小佛堂后，林寒冬隔日又送来了一大堆的东西，说是感谢林轩言的赠药之情，除此之外就再无异动。就像赐观音像，还想直接安排将观音像在他的天照榭供奉起来，只是花蔻的无心之言。但林轩言依旧警惕，还是如同之前那般，将林寒冬的东西单独放在一起。总之，小心无大错。临近年关，冬日的雪愈发大了，就连总喜欢上门的人才人与卓常在也来得少了，只有同在一宫的陶宝林还时不时的走一趟，和林轩言探讨一下女工。说起女工，林轩言苦练许久，总算是能拿得出手了，终于不用背着人偷偷摸摸的练习了。转眼间除夕已至，宫中各处都铺满厚厚的银雪，入目处皆是白茫茫一片。林轩言裹着狐裘鹤氅站在门口，半天不想踏出去一步。主子，再不走，晚宴就要开始了。知柳催促道。林轩言望天叹气，明明才吃过午膳，就要去朝阳殿用晚膳，这合理吗？知信掩唇笑道：“好啦，主子，也就路上冷一会儿，到了朝阳殿，保证比咱们这儿还暖和。”知信一语戳破林轩言的小心思，气得林轩言抬手欲打人，知信却一点不惧，嬉笑着躲到知柳身后。正好对面半梦轩的平儿过来了，见过林美人，我家小主派奴才来问，您现在出发去朝阳殿吗？陶宝林都派人来催了，林轩言也不好继续拖延下去，只得抱紧了怀里的汤婆子，带上知柳与知顺出发。林轩言走出天照榭时，陶宝林也正好从半梦轩里出来，一看到林轩言，陶宝林便露出了笑容，快步走向林轩言。轩言，林轩言却是眉头一皱，转头吩咐一旁的知柳去拿件斗篷来。陶宝林虽然穿了一身厚实的袄子，但冬日严寒，才出来这么一会儿，脸蛋就被寒风吹得泛红。陶宝林一怔，连忙摇手拒绝：“轩言，我有斗篷的，只是昨日正好拿去换衣局了，这才没有穿。”林轩言充耳未闻，只催促知柳快点。很快，一件崭新的斗篷便拿了过来。林轩言不容陶宝林拒绝，直接抬手往他身上披好，又亲自给他系好系带。轩言，你已经帮助我许多了，冬日里的炭火也是因为你才能长燃不断。陶宝林眼圈一红，林轩言却只是退后几步，欣赏了一下穿上斗篷后的陶宝林的模样，满意的点了点头。知柳选的不错，这件斗篷正衬你今日的妆容。随后才上前牵起陶宝林的手，笑道：“走吧，再拖延下去，怕是赶不上申11到了。”陶宝林也只好停下嘴里的感激之语，快步跟上林轩言的步伐。此时的皇宫还飘着雪，虽然地面的积雪被工人清扫过，但很快又落了一层，一连串的脚印在身后蔓延开来，随即又被白雪覆盖。对了，今日怎么不是平儿跟出来？林轩言看向扶着陶宝林的白木，好奇问道。我担心下雪路滑，便让白木扶我，好歹力气也大些。陶宝林望向扶着林轩言的知顺，轩言不也让知顺扶着吗？林轩言笑笑，他让知顺跟出来，确实也有陶宝林一样的心思，但更多的是知信性子单纯，遇事容易慌乱，而知顺与知柳稳妥许多。再说这天寒地冻的，平儿一个小姑娘，还是待在半梦轩舒服些。陶宝林补充道。听到这话，林轩言不由诧异扬眉：“你一个主子都出门了，你还心疼她？”说完，林轩言自己都觉得好笑。平日里就觉得平儿骄纵，经常仗着自己是妃嫔身边的人，对着宁真殿的宫人大呼小叫。林轩言待在自己的天照榭里，有时都能听到平儿尖利的嗓音。陶宝林低下头，平儿跟着我算是受苦了，我就想着待她好些。看到这样的陶宝林，林轩言颇有些头疼。这些时日，他明里暗里的都说过了，要陶宝林对平儿多加管教，可每每只是让平儿安分了1-2日，便又就太傅萌。
毕竟是别人的事，林轩言也不好多插手。陶宝林与他同处一个屋檐下，俩人虽不算紧紧的绑在一起，但在这后宫中，他们的关系天然就会比旁人更紧密些。尤其是住得这么近，林轩言必须得跟陶宝林打好关系，否则陶宝林若是与他交恶，不管是亲自针对他，还是当别人的法子，都比旁人更容易些。陶宝林不爱出风头的性子是挺好，但未免太软弱可欺了，尤其是有个平儿那样的婢女，实在是祸害。若是没有平儿，林轩言不介意在皇帝面前替陶宝林美言几句，毕竟皇帝一个月就来后宫那么10余日，与其便宜了别人，倒不如便宜陶宝林。谁又能知道皇帝会不会在宠幸陶宝林的时候想起在陶宝林对面的他呢？思及此，林轩言默然长叹：“你呀，就是心肠太好。”陶宝林笑笑，伸手拂去落在林轩言肩头的雪花：“你不也一样吗？总是心疼我。”闻言，林轩言垂眸笑了一声，没在这件事上再发表意见。一路走走停停，俩人赶到朝阳殿时，距离申时还有2炷香时间。但此刻的朝阳殿已经坐了不少人，就算女眷们压低了声音讲话，殿内依旧热闹非凡。除了后宫嫔妃，还有官员的女眷们，还有皇帝的嫡亲姐姐元陵长公主。这是林轩言第一次见到这位在前世堪称传奇的公主。其实林轩言入宫这半年以来，元陵长公主经常入宫，但一直都是只闻其人。毕竟长公主入宫多半只去太后的长乐宫，林轩言根本碰不着。但若是说起这位长公主，林轩言心头只有一句话：不想沾边。咦，那位可是皇帝新得的美人？林轩言才刚踏进朝阳殿，元陵便眼尖的看到了。林轩言虽然100个不愿意，也只能上前见礼。但幸好这位长公主对林轩言只是一时好奇，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美人能够让皇帝特意下圣旨接进宫的。将人叫到跟前来，仔细打量一番，便让林轩言退下了。林轩言松了口气，说起这位长公主，比起不想沾边，他其实更多的是羡慕。第88章，新年的暗涌。长公主年轻时喜爱平墨季家的大公子，硬生生求了圣旨赐婚。婚后生了一子一女，看上去还算相敬如宾。只可惜锦朝的驸马爷只能领个虚职，但偏偏季公子心有抱负，且自幼是出了名的神童，说是文曲星下凡也不为过。可想而知，季公子就算与如花似玉的公主结为夫妻，也是终日郁郁寡欢，难见一个笑脸。而元陵呢，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1日2日1年5年都可以忍受，但10日一长，终究是消磨殆尽了。哪怕前世的林轩言待在距离圣天极远的化名府，也对元陵的事迹有所耳闻。长公主府上养了面首，这也是林轩言羡慕的地方。同样是女子，长公主可以睡男人，而她只能被男人睡。但也是林轩言不想与长公主沾边的地方，毕竟她不是公主，没有太后母亲与皇帝弟弟护着，别说面首了，有点风言风语都足以让她寸步难行。林轩言一边想着长公主的辉煌事迹，一边与周围的人搭几句话。申时很快就到了，太后也已经在上首坐着，但按照规矩，皇后得先跟着皇帝在官员那边接受朝臣的跪礼，才会来到女眷这边。随着隔壁山呼般的朝贺声落下，皇后在宫人的搀扶下缓缓来到女眷这边的宫殿。嫔妾臣妾参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除了太后，女眷们纷纷行礼。皇后在众人的跪礼下缓步来到上位，朝太后行礼后才转身让众人起身。不知道是不是林轩言的错觉，总觉得2个月没见到皇后，感觉皇后的身形丰腴了不少。林轩言不由摸了摸自己的脸，虽然他一到冬日就懒得动弹，但为了婀娜的身姿，基本每日都有逼着自己踢毽子或是投壶，实在不行在殿内走半个时辰也是要有的。所以虽然不可避免的胖了些许，但问题不大。众人重新落座后，太后与皇后各自说了一些吉祥话。眼见着宫宴就要开始，太后笑盈盈的开口：“今日还有一件喜事要公布，皇后已有孕3月。”偌大的厅堂倏然一静，但随即又重新热闹起来，命妇们纷纷上前恭喜，妃嫔也不甘落后，高兴的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怀了一样。林轩言自然也上前说了几句吉祥话，明悟了这段时间皇后的反常。怪不得早早就免了请安，原来是在养胎。不过吗，就算再怎么小心，皇后这胎也生不下来，毕竟前世皇后年近30才生下一位体弱多病的公主，说不定就是这次落胎伤了身子。除此之外，宫宴上并无其他的事情发生，吃吃喝喝看着邻人表演，就是吃进嘴里的饭菜多半是冷的，浪费了上好的食材。只是在场的妃嫔除了林轩言还有心思嫌弃饭菜以外，其他大半都在想皇后的肚子。一场宫宴在众人各怀心思结束。待林轩言与陶宝林相携回宫时，梅园的花开的正艳，雪花漫天飞舞，就算撑着伞也不可避免地落到了肩头发尾。夜空漆黑一片，星子隐在了厚重云层下，只有前方的宫灯照亮脚下的路。除了风声呼啸，似乎一切静好，而隐藏在静好背后的暗流却已经开始涌动，有几人能独善其身呢？回宫的中途，
陶宝林与林宣言闲聊，皇后娘娘有孕，真是太好了。林宣言知道皇后这胎的结局，随意附和了几句，转移话题道：那你呢？想不想当一个母亲？陶宝林一顿，随即垂下眼眸，我自然是想的，只是皇帝1-2个月都不一定能想起他，想当母亲也是有心无力。林宣言默默地在心底补全这句话，就听身侧的陶宝林已经整理好了情绪，揶揄道：还说我呢，你承宠这般久了，怎还不见有喜？林宣言羞恼的抬手要打，陶宝林见状赶紧往前跑，俩人你追我赶，遇到工人便赶紧停下，装作矜持的模样，但工人一走又立马恢复原状，一路笑笑闹闹的回了宫。宣言，新的一年祝你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陶宝林站在宫门处，随着他说话，散出一片白雾，遮住了他的面容，唯有一双眼眸在屋檐宫灯下衬托下灿若繁星。不论林宣言对陶宝林是何种心态，但此刻在这个大雪的夜晚，他的心似乎被春日的嫩芽轻轻地挠了一下。那我祝你无忧天天笑，喜事朝朝闻。然后趁陶宝林笑时，林宣言将准备许久的雪球往他的衣领处一塞，便大笑着往天照榭跑。许是乐极生悲，俩人回来时吵闹了一路都未衰。林宣言刚进天照榭的大门，就狠狠地滑了一下，支柳都没拽住，要不是有知顺眼疾手快往地上一扑，一个狗啃泥是免不了的。哈哈哈哈！是陶宝林放肆的嘲笑声。林宣言被支柳搀扶着起身，咬牙羞恼道：关门！阻绝了陶宝林幸灾乐祸的笑声。可天照榭三人脸上憋笑的神情，在烛火的照耀下看的是一清二楚。尤其是知顺给林宣言端来洗脚水时，憋得他的嘴唇都在抖了。林宣言微笑：我看有人是不想要明日的赏钱了。知顺立马咳嗽一声，神色一正，丝毫看不出方才憋笑的模样，就连知柳二人也迅速恢复了原状。林宣言冷哼一声，这才放过三人。待泡过脚，身子暖了起来，林宣言迫不及待地朝着知信招手：快端上来。好嘞。知信秒懂，赶紧从茶房里端出3菜1汤。早在去之前，知信就担心宫宴上的饭菜不合林宣言的胃口。林宣言没参加过宫宴不知道，而知信虽然之前也没参加过，但多少还是知道宫宴上的饭菜多半凉的，尤其是冬天连个热气都没有。毕竟宫宴上的饭菜经过层层检查流转，送到朝阳殿时还能热着就有鬼了。知信知道自家主子最好这口吃时，哪能不提前做准备呢？既然是饭菜，还是热的。林宣言看着饭菜上散发的热气，目入惊喜。林宣言以为就是些糕点，最多有碗热汤，3菜1汤，属实出乎他的意料。但知信却仍不满意，只可惜今日御膳房忙着准备宫宴的饭菜，奴婢塞了银子都只拿到这么点菜。无烟的银丝炭在室内燃烧着，散发暖意。林宣言堪堪填饱肚子后，就舀了一碗汤浅酌着，剩下的菜则让知柳与知顺端下去食用。窗外的风雪不知何时停了，而天照榭的4人聚在一起，一边守岁一边打祥和排一，欢乐的氛围直到窗外燃起烟火时才结束。林宣言让人将窗户打开，抬头看向天际。新年的烟火持续了小半个时辰方休，但每一朵烟火都只一瞬，新的一年在这明灭的瞬间中悄然展开。第89章逛梅园。许是新年，也许是皇后宣布有孕后和宫大赏，行往的宫人似乎比往日多了笑脸。林宣言看着前方坐在庭下饮茶的齐朝策，心想估计是皇帝这几日不用上朝，多了许多时间来后宫，这才让和宫欢心吧。林宣言腹诽，但丝毫不耽误他的脸上露出笑容，脚步稍微加快，行礼道：嫔妾参见陛下。齐朝策伸手示意林宣言起身，让他坐到自己身边来。朕听闻你素日里就闷在宫里，也不出来走动。齐朝策捏了捏林宣言脸颊，似乎胖了些。当着众多宫人的面，林宣言也不好做出闺房之乐的娇态来，只好任由齐朝策捏了2把，不服气道：东标春检，现在胖一点是正常的。齐朝策失笑，抬手提起茶壶倒了杯茶。只见玉壶光转，拂袖间茶水自壶嘴里倾泻而出，袅袅白雾伴着茶香一并席卷而来，让人闻之精神一振。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尤其是白雾模糊了齐朝策稍显凌厉的眉眼，再加上一身靛蓝长服，真是矫如玉树临风前。今年的眉上雪水，尝尝。齐朝策将茶杯推到林宣言身前，谢陛下。林宣言端起杯盏，只见叶片沉浮，淡淡茶香氤氲，这才轻抿了一口。茶水刚进嘴，林宣言便眼前一亮，口感鲜嫩柔和，细细品味似有回甘。嫔妾以为先前陛下赏赐的茶就已经顶好的了，没想到今日竟能品到茶中极品。齐朝策爽朗一笑，显然是很满意的林宣言的反应。其实林宣言并不爱喝茶，总觉得苦涩，哪怕是再好的茶会有回甘，但刚入口时总是涩的。林宣言不爱吃苦，一点也不怨。但此时的林宣言却拉着齐朝策的手臂撒娇：陛下，
这是什么茶？可否赐些给嫔妾？齐朝策没好气地点了点林轩言的鼻头，扭头吩咐安山送些去天照榭。喝过茶，齐朝策便拉着林轩言在梅园里四处闲逛，还美其名曰是让林轩言透透气，免得整日闷在宫里憋坏了身子。梅园的确风景秀丽，尤其是今日晴好，但昨夜的雪仍在枝头，与梅的红辉就成一幅冬日画卷。但身处其中，更有鼻尖萦绕的淡淡梅香，让人神清气爽。我听说母亲的院中也有一处梅林。林轩言蓦然开口。齐朝策一怔，对于林轩言的过往，他早已打探清楚，但对于武安侯府里有没有梅园，他身为皇帝哪里会去了解这么多？不过以林轩言对侯府的感情来看，这个母亲应该不可能是林寒冬的生母，如今的武安侯夫人。齐朝策紧了紧握着林轩言的手，装作随意道：“怎么是听说现在没有了吗？”因为无人打理，早就枯萎了。我上次住进母亲的院子时，那片梅林已经被砍了，栽成了别的花。林轩言笑笑，但是神情却颇为落寞。听说母亲生我那日正好梅花开了，且有阳光透云而出，就像陛下送我的那幅画，所以才给我取名叫做宣言。按理来说，林宣言身为武安侯原配嫡女，奈何生母早亡生父不宠，早早的就以其体弱多病放在乡下养着。但奈何武安侯会讨先皇的欢心，对林宣言大面也还过得去，生母的嫁妆一应都在他的名下，就算有谏官进言，也不过是轻轻放过。多来几次，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继续揪着这事去惹先皇不高兴了。而齐朝策身为林宣言的枕边人，自然知道所谓的体弱多病不过是借口罢了。那看来朕送的那幅画是恰到好处了。齐朝策笑道。林宣言这时也散去了眉宇间的落寞，眉眼弯弯的点头。爬树的画，陛下已经送了下，东两幅，什么时候给嫔妾补上春秋的呢？林宣言两手一摊。齐朝策只是想转移话题，让他高兴一点，谁知这人惯会顺杆子往上爬。那等轩儿什么时候爬树？齐朝策挑眉，在什么时候画吧。林宣言撅嘴，可是冬日的那幅梅树图，嫔妾也没爬树呀，陛下怎就画了？谁知齐朝策比他还振振有词，朕梦里见到了。气得林宣言直接甩开了齐朝策的手，就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好了好了，齐朝策好笑的又去拉人的手，但说出的话却仍是让人不爽。既然轩儿不想爬树，那就等朕什么梦到在什么时候画。林宣言气鼓鼓，倒是没有再甩开齐朝策的手，毕竟偶尔耍一次小性子是情趣，多了可就生厌了。陪着齐朝策又逛了差不多2炷香时间的梅园，林宣言终于撑不住了。陛下，咱们回宫吧。齐朝策扬眉，朕见你整日闷在宫中，这才特意换你出来走2步，朕还未说累，你倒是累了。是，你大冬天的骑马射箭都不嫌冷，还能在冬狩时得头名，你厉害，我比不了。林宣言腹诽，白眼都要忍不住了。是太冷了，陛下，您就当可怜嫔妾吧。林宣言吸吸鼻子，眨巴着眼睛看向齐朝策。齐朝策这才点头同意。行，安山摆驾去天照榭。谢陛下体谅，嫔妾就知道陛下最好了。林宣言立马甜笑道。算起来，这还是林宣言第2次乘坐皇帝的龙辇，不用自己走路的滋味就是好。回天照榭的路上，正好碰见任才人迎面来，回去了才从知柳的口中得知，任才人来寻过他。林宣言撇嘴，皇帝召他去赏花，他就不信任才人来之前不知道，分明就是特意来天照榭走一圈，然后到皇帝跟前转悠一下呗。不过这和宫中除了林寒冬，也就没人能从他这里抢走皇帝了。当然，这也是因为皇后与淑妃从不抢人。及至晚间，天色早早的就暗了下来，林宣言与齐朝策用过晚膳，便躺在床上歇息了。但时辰尚早，俩人各自捧了一本书看着。窗外寒风呼啸，天上点点星子的微弱光芒没能驱散丝毫黑暗。林宣言看着看着，突然往齐朝策身上一趴，眼睫忽闪。第90章，烤芋头。齐朝策坐在台阶上，看着前方笼罩在灯火下的大门，北方席卷寒意，吹得他透心凉。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听了林宣言的话。时间倒回在林宣言刚趴在齐朝策身上的那一刻。齐郎有吃过烤芋头吗？林宣言软语道，眼眸闪闪发亮。齐朝策皱眉，放下书，烤芋头。朕吃过蒸芋头、芋头汤，这烤芋头还真没吃过。林宣言嘿嘿一笑，伸手揽住齐朝策的脖颈。嫔妾以前在冬日时，经常在家中烤芋头，可好吃了，口感软糯，味道芳香，绝对是冬日烤火时不可错过的美食。林宣言表情诚恳，不知道的还在说什么承诺。是你又馋了吧？齐朝策将人扒拉开，他可是听说了，林美人喜好吃食，总是用完午膳不久，还得要上几碟子糕点零嘴。说来也是奇怪，爱吃却不运动，整个冬日下来也就胖了些许，也是难得。若是林宣言知道皇帝的心声，保准冷笑一声，笑话，他自然不会说为了保持身材，
每日都有运动，若是真胖了，还会减少进食，但零嘴是不能少的，就算只吃一口都行。不过林轩言不知道皇帝心中所想，故而又重新蹭过去，抱住男人的手臂，是有一点馋，但主要是烤芋头真的特意好吃，才想着让齐郎也尝尝。林轩言拖长了声音，好似这样就能显得他不馋似的。齐朝策被林轩言这副模样逗笑了，于是就出现了最开始那一幕。偏生林轩言还说吃烤芋头时席地而坐才最美味，当然若是能坐在火堆前就更有感觉了。但是想想堂堂皇帝坐在炭火盆前吃芋头，怎么想怎么傻，这才退而求其次的在门前的石阶上坐着，只是现在看来似乎也没好到哪去。呼呼，一旁的林轩言捧着烤好的芋头在手上左右调换，不时吹着气，等稍微凉一点就可以吃了。齐朝策低头看着在怀里静静躺着的芋头，虽然工人已经清理过外皮的脏污，但仍有残留在他的衣袍上留下痕迹。齐朝策现在只想将这所谓的美食丢得越远越好，但看着林轩言兴奋的模样，还是学着他的样子拿起芋头在手里吹气。而林轩言的芋头已经温度刚好，可以入口了，却不料他撕开芋头的表皮后，将其递到了齐朝策嘴边，给齐郎吃。工人早就被平退，毕竟皇帝坐在地上的模样岂能被人看见。夜色漆黑，唯有屋檐下的宫灯亮着烛火，洒下光辉，照亮这方小小的天地。而在这方小小天地间，只有林轩言与他紧密相挨。天上星子的光亮许是落到他的眼中才会这般熠熠生辉，不对，就算是夏日的满天繁星也不及他此刻眉眼间的笑意。齐朝策伸手接过芋头，却没急着吃，而是轻身凑近林轩言，在他的唇上轻轻咬了一口。林轩言懵了，直到皇帝退开才反应过来，脸上后知后觉的慢慢涌上红晕。齐郎。而齐朝策却是慢条斯理的咬了一口芋头，的确如林轩言所言软糯香甜，但嘴上却称朕觉得滋味不过尔尔。林轩言还沉浸在方才的一吻中，听到这话还未来得及反应，就听齐朝策继续道：不及轩儿万分之一。这下林轩言不用装，脸上也是绯红一片，是任寒风吹拂也退不下的那种。毕竟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皇帝平日里看着文质彬彬的这种鱼水之欢时的情话，竟能在大庭广众下说得这般正经。就算工人看着是不在，但全都在不远处随时听候吩咐，这句话也肯定被听到了。陛下，林轩言娇嗔，捏起粉拳捶了一下，但力道不重，如同瘙痒。快吃吧，不是说冷了就不好吃了吗？齐朝策三两口将芋头吃完，将自己原本的芋头包好递给林轩言。林轩言含羞接过芋头，小口小口的吃着，看得一旁的齐朝策有些心痒痒。平常百姓家的冬日也许就是这样吧，芋头不大，就算林轩言吃得慢，也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就消灭了。带回到寝卧，林轩言突然心生一计，轻咳两声后一脸正经道：嫔妾觉得这芋头似乎也没记忆中那般好吃了。此时工人才刚服侍完两位主子脱衣退下，林轩言站在齐朝策身前，仰头看向他。齐朝策看着林轩言脸上狡黠的表情，就知道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但他仍是挑眉道：是宫中的芋头不行。林轩言没搭理他这句话，话音还未落，就踮起脚尖往齐朝策的唇上啃了一口，随后趁人不注意火速跃到床上，将自己裹进被子里。林轩言。反应过来的齐朝策咬牙切齿，吓得耳房里守夜的工人以为陛下又生气了，但随即又听到房内传来女子模糊的娇笑声，这才放下心来，原来是闺房之乐。宫中芋头乃精品，自然不是芋头不行。林轩言的声音从被子里透出来，顿了顿，似是在组织语言，是有了齐郎，任何美食都不过如此了。这小女人胆子大，竟敢拿她与食物做比较，明显是在回敬她之前的话。齐朝策有些好笑，但不妨碍他将人从被子里挖出来，狠狠地打了两下屁股，但也只是神色凶狠罢了，落下的力道并不重。故而林轩言丝毫不惧，还敢振振有词道：齐郎这是指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又挨了两下，听得耳房里的人胆战心惊，要不是随后又听到了皇帝的低笑声，尤其是知信都快瑟瑟发抖了。这晚上注定是不平静的，但知信却终于能够平静了，总算不用一惊一乍的担忧主子是不是又惹了皇上生气。至于模糊的水声与娇媚的喘声，知信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刚来天照榭的单纯姑娘了。声音越大越好呢，知信暗自点头，这样才能证明主子和皇上的感情越好。寝卧里的英宁从一开始的如黄鹂出谷到后面的嘶哑才渐渐停歇，知信满意了，皇帝也满意了，唯有林轩言揉着腰想哭。早知道就不惹饱暖思淫欲的男人了。第91章元宵佳节。主子看，知信展示自己刚刚做好的灯笼，奴婢做的兔子灯好看吗？自从初八后，皇帝开始上朝，后宫也停歇了下来，各自在宫中准备即将到来的元宵节。哇，做的真像，我帮你上的色，保准你的兔子灯是宁真殿最好看的。
林轩言拿过知信手上空有奇形的兔子灯。自从经过这半年来皇帝的调教，林轩言的画技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旁的知柳不高兴了，主子不帮我，竟帮知信。你做的灯。林轩言尬笑了2声，还是没有直接打击人。知柳低头看了眼自己手上不知道是个什么形状的灯，不说话了。知柳明明平时手脚麻利，但不知为何做起灯来频频出错，而他又不服输，总想挑战高难度，故而今日忙活了大半天，竟是一个也没成。林轩言提着画笔在兔子灯描绘，不忘安慰知柳：“你做个走马灯呗，我也给你画。”一旁的知信也忙道：“知柳姐姐，我帮你。”知柳又看了眼手上的几根竹条，点头同意了。转眼间就到了正月15元宵节，各宫的屋檐下无不换成了这几日做的花灯，时不时还能听到爆竹声。主子，耍杂技的已经进宫了，咱们也快过去瞧瞧吧。知顺兴高采烈地跑进来。林轩言瞪了他一眼，知顺哪里都好，就是这个性子太跳脱了，高兴起来就容易忘了规矩。知顺立马扶正帽檐，躬身询问道：“主子，奴才扶您过去。”今日佳节，林轩言也不想在这大好的日子里动气，故而只是起身敲了敲他的脑袋，以作警告。陶宝林呢？去问问他，可要一同过去。林轩言张开双臂，让一旁的知柳整理好他的衣饰，而知顺则是慢慢的退出殿中，随即一溜烟的跑去对面的半梦轩。不多时，陶宝林与平儿、白木一同出现在天照榭。林轩言诧异：“今日平儿与白木都去吗？”“陶宝林含笑点头。好不容易宫中热闹一回，让谁待在宫中不去，都觉得亏待了。再说，我已拜托了宁真殿的工人帮忙看顾1、2，没问题的。你倒是心善，我只带2人，总得留个看着。”林轩言不赞同道：“不过他也早有安排，每过1个时辰就回来1人替换。”一行人这才出门去看杂耍，去的路上还正巧碰上了卓常在。陶宝林左右看了一圈，低声道：“柯平呢？你们没一起出来？”卓常在摇头：“我出门时，柯平还在梳妆打扮呢，我就没等了。”听到这话，林轩言与陶宝林了然。自从柯平的脸上留疤后，秦安时经常是最后一个才到，想必是在妆容上花费了许多功夫。但不得不说，多费些时间还是有成效的，不仅没有初次的浓妆艳抹，妆容渐渐变得素淡了起来，疤痕也依旧没有显露出来。不过比起以前简单的妆容，总是觉得柯平失了几分灵性。好了，林轩言打断2人的对话，说些高兴的事儿。2人这才将柯平抛之脑后，谈起了往年元宵节的盛景。对了，除了杂耍，还有货郎会挑些民间时兴的玩意儿进宫呢，你们可备足了银钱？卓常在突然想起道：“那可不。”陶宝林拍拍腰间的荷包，但与陶宝林同在一个宫殿的林轩言3人却是知道陶宝林为了攒这点银钱有多努力，偷摸的让平儿与知顺去售卖自己的绣品。不过就算再小心，难免有些风声传到离得最近的天照榭来。其实宫中在新年时额外发了1月的月例，也不知陶宝林用来做什么了，才到元宵银钱就不够用了。这些念头在林轩言的脑海中一闪而过。这时知柳支支吾吾道：“主子，奴婢忘记带银钱了。”知柳负责管林轩言的内务，钱财自然也是归他在管。说没带钱，也就意味着不仅是自己的没带，也没给林轩言准备。林轩言也没想到一向谨慎的知柳也会出岔子。林轩言表情凶狠的轻轻揪了下知柳的耳朵：“那你还不快回去？”顿了顿，林轩言没好气道：“让知信送来，你回去好好反思一下。”知柳的脸一下就垮了下来，林轩言只好又补充一句：“还是轮换着来。”知柳这才重新扬起笑脸，快步往回赶。毕竟知柳以前从不知道宫中是如何过元宵的，出了纰漏也情有可原。再说今日这般喜庆的日子，若是动怒，岂不浪费了？说不定待会还得先找你们借上1、2。林轩言无奈笑道。陶宝林立马道：“说什么借不借的，都是姐妹，替林姐姐买了又如何？”卓常在点头附和：“是呀，就是些小玩意儿罢了，哪里值当林姐姐这般郑重。”随着一行人的走动，热闹的声音越来越大，欢笑声夹杂着炮竹的声音，吵得人都有些震耳。但3人却是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宫里一年到头难得这般热闹，越是吵闹才越是喜庆。3人到时正碰上耍杂技的在喷火，而不远处的台子上则是4人在唱竹马戏，手持刀枪剑戟，咿咿呀呀地唱着戏文。正中央是一座尚未点灯的巨型花灯，至于货郎还未到。比3人早到的虞美人则是站在一块空地上，朝着3人招手：“快来，这里可以点爆竹。”往常的虞美人不说多么的斯文沉静，但也是说话轻声细语，难得见他这般扬声喊人。3人走过去，卓常在与陶宝林正要行礼，虞美人便挥手道：“今日元宵佳节，就不拘这些礼了，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听得这话，卓常在脆生生的应了下来。陶宝林见状也没坚持行礼。虞美人手里提着个木棍，前端绑了条绳，绳端则坠着个爆竹，等着工人去点燃。
林美人要不要试试？尹美人将木棍往林轩辕跟前一递，林美人以前玩过吗？这可好玩了。林轩辕接过木棍，低头望着下端绑着的爆竹，目露怀念，怎会没玩过呢？乡间的孩子可不会如宫中的主子这般金贵，都是直接点上再远远跑开。不过这样的经历已经过去20年了，后来的林轩辕都只是看着别人点燃爆竹，听着一声又一声的砰砰声。第92章，以美人当说客。林轩辕抬起头，眉眼含笑，自然是玩过的，但是提着的玩法却是第一次。知顺在林轩辕的示意下点燃炮竹，而以美人等人则赶紧捂住耳朵躲远。接着卓长在也过来玩了一会儿，倒是陶宝林胆子小，不管众人怎么劝说都不敢玩。不多时，众妃嫔们依次到来，帝后2人与太后是一起过来的。不过今日值此佳节，众人也只是行了一礼后，便纷纷循着自己喜爱的东西过去了。毕竟皇帝正陪着皇后与太后看杂耍，哪位妃嫔赶上前找不自在？就连素日冷淡的淑妃走去了货郎的货单前，挑选各式花灯。但若是说起花灯，还是一早就摆在正中央的巨型花灯显眼，只是如今天光明亮，离点灯的时辰还早得远呢，倒真有几分宫外的烟火气息。以美人拉着林轩辕来到冰糖葫芦前，伸手拿了2串，递给林轩辕1串。虽然宫中也能吃到冰糖葫芦，可我就是觉得没有宫外那个味道。不知何时，陶宝林与林轩辕分散，身边就剩了以美人。林轩辕接过糖葫芦，在冬日淡淡的暖阳下，山楂表层的一层光滑的冰糖折射出浅浅的光芒。宫里的糖葫芦我还未吃过，倒是不能做比较了。林轩辕咬了一口，眼睛一亮，这个糖葫芦我怎么觉得比我在宫外吃过的还要好吃呢？以美人也跟着咬下一颗，捂着嘴含混不清道：我听说妹妹爱好吃食，怎么都没让御厨给你做？林轩辕有点尴尬，怎么似乎自己的这种名声和宫传遍了？我平日里就是御膳房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没特意吩咐过。以美人笑笑，没再说话，专注着消灭手上的冰糖葫芦，随后又拿了2串，这次里面串的是海棠果。以美人又递了1串给林轩辕，你瞧，这糖葫芦总是成串，没有落单的。听这话应该是在思念家人，林轩辕没有接话，只是目光落在手上的糖葫芦上，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以美人却以为林轩辕听了他的话有些触动，又道：你比我们好，至少在宫中不是孤身一人，你还有家人。以美人什么意思？林轩辕眼神一厉，宫中姐妹难道不是以美人的家人吗？他方才出神，只是不知道怎么接话，因为不管他选哪条路，都注定了不能家人团圆。至于侯府一家子，他根本就没当成是家人过。妹妹，以美人被林轩辕的反应弄得一懵。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以美人急着解释，但林轩辕直接扭头就走，不给他说完的机会。自从最开始那日林寒冬邀他去雅兰宫小聚后，他对林寒冬的冷淡反应，使得一开始对他亲热的以美人瞬间疏远，就算偶尔有来往，也从不在他面前提林寒冬。林轩辕原以为是今日元宵的缘故，以美人高兴才拉着他一起，结果竟是来给林寒冬做说客的。主子，我们去看戏吧。已经赶过来的知信看到林轩辕的神情不愉，小声提议道。戏台上正唱着三音战吕布，骑在竹马上，战况正激烈。此时台下只坐着吕贵人。也好，林轩辕选了最后排的位置，与吕贵人相隔甚远。被以美人那么一说，他现在没心情再去和别的女人交谈。而吕贵人也只是在听见响动后往后看了一眼，便继续看着台上的戏。待看完这出戏，林轩辕又寻了别处玩乐，没了以美人在耳边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这一天还是挺欢快的。然而欢乐的时光过得很快，似乎是倏尔间天色就暗了下来。摆在正中央的巨型宫灯被工人点上烛火，这是一座采莲坊，底座是一朵层层叠叠的莲花，而船坊被莲花拖着行驶，其上更是缀了无数彩石珠宝。烛火一燃，珠宝折射着灯火，投射出一片流光溢彩的光芒。做工精致，富丽堂皇，说是巧夺天工也不为过。而隔了几道宫墙后，一朵一朵的烟花轰然在天幕上绽开，五彩的光芒映在每个人的脸上，似乎伸手就能碰到天上的明媚的烟火。真美。林轩辕喃喃道。烟花燃放的声音几乎将戏台上的声音淹没，让人只能关注到漆黑夜空上的盛景。但这也意味着元宵节快要结束了。待吃过元宵，皇帝便与皇后相携离去。至于太后，未到黄昏就言说精神不济，早早的便回宫了。众人恭送帝后离开，随后林寒冬与淑妃等人也一一散去，只余下烟火燃放的硫磺气息。主子，我们也回去吧。知柳低声询问道。林轩辕点头，白天是主子们玩乐的时光，但这些戏台子却不会立马撤去，而是会一直唱到亥时，让来往的宫人也能放松片刻。这也算是宫中不成文的规矩了，毕竟有主子在，宫人们还怎么放松？主子，奴才能不能晚些再回去？知顺嘿嘿一笑，讨好道。
林轩言瞥了知顺一眼，还没玩够。别以为他不知道，借着给他买东西的时机，顺便也买了不少自己想要的。这戏台上唱的戏，奴才想看完。几年了，不是只看到头，就是只看到尾，总觉得有哪里衔接不上。知顺挠头，林轩言应允了，这点子小事没必要上纲上线的。而这时陶宝林也念念不舍地提着盏荷花灯过来了。林姐姐，等等我！陶宝林快步跟上，身后的白木与平儿更是抱着一大摞的东西，什么九连环、不倒翁，就连冰糖葫芦都拿了5串。尤其是白木，林轩言都看到他累得额角都有汗了。陶宝林好奇地扫向两手空空的知柳，林姐姐，你没有买东西吗？才没呢，我让他们往回跑了几趟。我就说，我明明见着林姐姐买了东西，怎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许是今日天气晴朗，在烟火燃放过后，一轮明月挂在正空，淡淡的洒下一层光影。但今日却是提灯最多的一天，往日只有工人提着灯在前照路，今日陶宝林提了一盏荷花灯，林轩言也提了一盏花篮灯。远远看去，只能看见一团明亮的光源渐行渐远，直至分成2团又消失。第93章，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过了元宵，春节也就算过完了。但皇帝不一样，才刚放完半月的年假，这次元宵又休息3天。河宫的妃嫔自元宵前3日起，就不知送了多少花灯去太初宫，就盼着皇帝能够在16日的传唤。元宵佳节15日，皇帝自然是要与皇后相处，纵使有妃嫔盼望着皇帝敢为他打破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也不敢在面上表露出来。但林轩言却没送花灯，虽然他想皇帝能够在16日传唤他，毕竟在这个特殊时日的召见，更能显得皇帝对他的看重。但是林轩言前几日看着自己做出来的花灯，实在没脸送过去，在这一点上，知柳许是随了他。不过林轩言倒是准备了一个荷包，毕竟辛辛苦苦躲了大半年苦练女工，不就是为了给皇帝绣点东西，博点宠爱吗？但荷包绣是绣好了，林轩言却没急着送出去。这几日太初宫收礼收了不知凡几，林轩言如果这时候去凑热闹，大概率就是落得个泯然众人的下场。他没这么傻，宁愿送一个迟来的元宵节礼物，也好过被遗忘。主子，主子！知顺高声喊着进了殿内。林轩言眉头一皱，元宵节可以轻轻放过，不代表过完节还能放肆。正要斥责，就见知顺满面笑容道：主子，太初宫的乐生公公过来传唤，说是陛下召您过去。林轩言狐疑地看了一眼天色，这距离午膳都还有1个时辰呢，这么早就召他过去？知顺却没给林轩言太多思考的时间，又道：主子，快让知柳姐姐给您梳妆打扮一下，软轿已经在外边等了。林轩言压下心底一些不合时宜的想法，赶紧和知柳走到梳妆台前梳洗。他先前就没想过皇帝今日会召见他，故而头发只是松松挽了个发髻，简单随意的很。此刻要去见男人，自然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谁知紧赶慢赶，到了太初宫后，齐朝策只扫了林轩言一眼，便皱眉道：将脸上的胭脂水粉洗了。林轩言，以前你可不是这样说的，甚至还赞过他艳若桃李，顾盼生辉。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林轩言背着齐朝策，咬牙切齿的让知柳给他卸去脸上精心描绘成的妆容。但妆容对于天生丽质的人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林轩言卸去了妆容，也依旧不掩风华。林轩言刚卸去妆容，重新回到齐朝策跟前，还没来得及换上一句，就见齐朝策指向一旁宫女手上捧着的衣饰去换上，随后观摩了下林轩言的样子，又道：头发重新梳个简单的。林轩言满腹疑窦，但看着齐朝策没想解释的模样，也只好暂且咽下，跟着宫女下去换衣服。就连知柳也被另外的工人带去换衣裳了。你知道陛下为何要我换衣服吗？林轩言偷偷地询问宫女。小宫女摇头，回美人，奴婢不知。林轩言看着身上重新换上的衣裙，这般剪裁不像宫中实心的，倒像是民间普通百姓常穿的，也就是衣料更为舒服些，不是一般百姓能穿得起的。知柳也换上了一身民间装扮，看着有几分未进宫时的模样。美人，好了。梳头宫女的出声打断了林轩言的胡思乱想。这次林轩言重新回到皇帝身边，打量了一番后，终于得到了点头。而这时的齐朝策也另外换了身衣裳，虽然林轩言平日见他时也多是穿常服，但正如林轩言身上这套，皇帝的也更像是民间的，且两人的衣服都是浅蓝渐白，衣领衣袖等处的纹饰也基本相同，只不过一个男装一个女装罢了，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两人是一起的。但齐朝策依旧没有解释的打算，拉着林轩言偷偷的上了一架早就准备的马车上。在得得的马蹄声中，林轩言终于忍不住开口：齐郎，我们是去哪？轩儿向来聪慧，应该已经想到了。齐朝策笑道。林轩言微蹙的眉头不敢置信的舒展开，杏眸瞪圆，低声道：齐郎可是要带嫔妾出宫？齐朝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道今日就不必自称嫔妾了。
林轩言喜得直接扑进了男人的怀里，这是他入宫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他本以为一旦入宫，就与宫外的世界画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怎么也没有想到，出宫的时日竟来得这般快。虽然这次出宫不能与香珠等人见面，但林轩言已经知足了，能够出宫本就已是极大的恩典，他不奢求其他。这般高兴，男人的轻笑声自头顶传来。林轩言连连点头，但随即抬头嘟嘴道：“出宫也不必将平，我的妆容给洗掉呀，可以另外再画个简单的吗？”齐朝策伸出食指挑起林轩言的下巴，垂眸细细打量，一双黑眸宛若上好的黑曜石，深不见底，却又如温柔的浪波，不时地拍打岸边。林轩言被这样的眼神盯着，脸颊不由泛起红晕。齐郎，齐郎为何这般看着我？轩儿哪怕是不施粉黛，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齐郎，林轩言娇嗔，害羞地将头重新埋入男人的怀里。齐朝策爽朗一笑，笑声带动的胸膛也在震动。林轩言摩挲着男人的腰带，眼眸一转，心生一计。待齐朝策的笑声停止后，林轩言往上凑到男人的耳边，吐气如兰。在轩儿心中，齐郎也是玉树临风，气宇轩昂。随后便稍微离开些许，用水盈盈的双眸望着男人，似乎满心满眼都只有眼前人。粉嫩的双唇被含住，撕磨片刻才放开。我看轩儿这张嘴倒是越来越会说话了。齐朝策揽着人在他的耳边哑声道。林轩言便干脆抱着人更贴近几分，含笑道：“那我也是跟齐郎学的。”嗓音中含着明显的羞意，但却又说得坚定。再说，我只是说了实话罢了。两人在马车里搂搂抱抱的，下车时难免需要重新整理一番。林轩言又是一阵脸红，看得人心痒难耐。第94章，齐夫人。刚下马车，街道两旁的叫卖声就如潮水般涌来。朝廷官员休沐3日，但却是商贾们日进斗金的大好时日。除了林轩言与齐朝策，另外就只有知柳与太初宫的一位小太监随行其侧。齐朝策握紧林轩言的手，跟紧我，不要走散了。林轩言点头，脸上是难以抑制的兴奋，眼神早已落到一旁的小摊上。听到齐朝策的话，这才艰难地将视线挪了回来。齐朝策失笑，却也没说什么，毕竟今日带他出来就是让他高兴的。街上行人摩肩擦踵，元宵的余韵尚未散去，街道两旁的屋檐下还挂着各式花灯，光是看着就能想象夜晚点灯时绚烂的景象。林轩言好奇地打量周遭的环境，圣天的市集自然不是华明府能比的。待林轩言在其中走过一段后，才后知后觉地发觉了不对劲。齐郎，这是西市。圣天的市集分东西，东市靠近达官贵人的居所，售卖的物品自然也贵重些，而西市则多服务于平民百姓，售卖的物品自然也就低廉些。只是林轩言疑惑的是，堂堂皇帝真的会喜欢这些几文钱就能买到的东西吗？还是说皇帝觉得他会更喜欢这些小玩意儿？林轩言腹诽，就算他在乡间长大，幼年也的确丰完了些，但吃穿用度不比一般的富贵人家差。齐朝策不知林轩言心中所想，点头道：“对，这里是西市，更热闹些。”说着，齐朝策低头凑到林轩言耳边道：“东市恐有人认出我。”林轩言这才恍然，要不怎么有人说天子脚下随便拿块砖头砸人，10个里有9个是当官的。而且林轩言觉得西市虽然喧嚷，却让他更为自在，不必再记着所谓的宫规，只需看上了什么喜欢的，拉着齐朝策过去挑选一番就行。待逛了几个摊位后，到了午膳的时辰，走，带你吃面去。齐朝策熟门熟路地穿过人群，鼎沸的人声逐渐远去，顺着扑鼻的香味望去，赫然是一家隐在巷子深处的面馆。此刻面馆里只零星人在用餐，一对夫妇正在店铺中忙活。擦桌的老妇听到有人进店的声音，连忙抬头看去，客官快请进，可要用些什么？老妇人迎着笑脸，待齐朝策与林轩言落座后，才迟疑道：“可是齐老爷，方大娘还记得我？”听到这话，方大娘重新笑了开来，脸上的皱纹如菊花绽放，哪能忘了齐老爷？不过齐老爷可是许久没来了，大娘差点没认出来。方大娘看向齐朝策身侧的林轩言：“这位是夫人吗？”林轩言眼睫一颤，抿着唇不敢说话，却不料齐朝策伸手附上了林轩言放在膝头的手，淡笑道：“是。”在他这句短短的一个字落下时，林轩言只觉周遭的声音疏忽间尽皆散去，只有膝头男人的掌心传来的温热。夫人，这是只有正妻才能得到的称呼。林轩言以为他离这个称呼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却没想到竟在今日忽然得到。哪怕他知道仅有短暂的一天，许只是齐朝策的随口一言，但他仍然觉得熨贴。就像眼前端上来的面条，澄澈的汤汁上泛着点点油腥，散发着刚出锅时的热气，只要喝一口就能瞬间驱散冬日的严寒。蒸腾的水雾在林轩言的眼睫上凝结，很快变成了一颗水珠，重新掉入面碗里。一旁正在吹面条的齐朝策发觉不对劲，扭头问道：“怎么了？”
林轩辕整理好情绪，回道：“被烫到了。”只见林轩辕的眉头紧皱，眼睫上还带着残留的水汽，阴唇红艳，正微张着哈气。小馋猫。齐朝策好笑地捏了捏林轩辕的鼻子，随即吩咐道：“知柳，过来服侍夫人。”知柳与小太监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听到齐朝策的吩咐，立马起身就要过来。林轩辕却忙道：“知柳不必过来了。”随后小声贴着齐朝策的耳畔道：“我想和齐郎两人。”好。见此，林轩辕笑的眼睛都弯了起来。这时方大爷又端上了别的吃食，齐朝策饶有兴致地给他介绍，这家店做羊肉也是一绝，这是坯切羊头，这是顶煮羊羔，都尝尝。一旁的店家瞧了，不由笑道：“齐老爷与齐夫人感情真好。”林轩辕一愣，看了一眼齐朝策，见他面色如常，这才笑着回道：“方大爷夫妇的感情才让我们羡慕呢。”方大爷呵呵笑着，脸上的皱纹和方大娘脸上的皱纹如出一辙，一笑就如菊花绽放，看着就是两位和蔼的老人。待用过午饭，两人出了巷子，继续在市集里闲逛，累了就找个茶摊歇脚，也不知时间怎就过得这般快。街道两侧的花灯递次亮起，本就人潮汹涌的西市又多了不少人，巡逻的官兵也多了不少，稍有不慎就有走失的可能。但偏偏这样的汹涌的人群中，还有人挤着往一处钻。林轩辕拉着齐朝策的手臂摇晃：“齐郎，我们也过去瞧瞧吧。”齐朝策仗着身高扫了一眼，有个大型花灯罢了，远没有家中的好看。林轩辕无语，皇家的花灯哪是平民百姓家能比的，何况这里还是西市，自然是远比不上的。去嘛，家中的花灯富丽堂皇，这里的自然又有另外的风味。林轩辕撒娇道。见林轩辕这么说，齐朝策也无不可的牵着人往人潮中挤去。不知道是不是林轩辕的错觉，他总觉得别人挤得艰难，而他与齐朝策在其中却如闲庭漫步，还不如方才在街道上闲逛时来得拥挤。林轩辕在周围几个人的脸上扫过，眸光一闪，懂了，这几人在面馆里吃饭时也出现过，应该就是皇帝的侍卫。也是，皇帝就算微服出宫，又岂能没人保护？哇，是冰做的灯哎，真美！耳边传来前方群众的赞叹声。这时齐朝策也来了兴趣，冰灯他见过，但是做的这么大的还是少见。两人不约而同的加快脚步往前走，只是苦了周围护驾的侍卫，不时还能听见百姓的骂声，也不知是在骂侍卫，还是在骂其他拼命往里挤的。不多时，林轩辕便与齐朝策走到最顶端，是一座雕成鲤鱼形状的冰灯，不管是他身上的鳞片，还是四溅的水花，都栩栩如生。第95章元宵礼物。待看过流光溢彩的冰灯，两人又往另一处的人多的地方挤。主要是林轩辕感兴趣。轩儿以前没来逛过元宵节的方式吗？齐朝策不由好奇问道。那自然是逛过的，元宵节就算是再爱玩的公子哥儿，也得老老实实的与家人共庆佳节。那时的他身为花魁，自然能央求老鸨得来出楼的机会。至于再久远一些，他也是来过的，只是已经记不清是哪年了。林轩辕仰头笑道：“来过，只是香珠姑姑管得严，很难才能到城中一趟。”齐朝策紧了紧手中柔弱无骨的小手，温声笑道：“以后有机会再带你出来。”林轩辕眼眸一亮，对上齐朝策那双映衬着花灯烛火的双眸，不可置信道：“真的？”“自然是真的，不过……”齐朝策话音一转：“得看你表现。”林轩辕不依了，走到齐朝策的身前：“我一向表现的都很好，对不对？”齐朝策笑笑不说话：“对不对嘛？要是不对，我哪里不好？你快说，我回去就改正。”林轩辕拦着人撒娇，齐朝策却不看他，抬头看向半空中悬挂的花灯，半晌才道：“对与不对哪有标准，得靠你自己领悟。好了，还过不过去了？不去的话，我们就回家。”林轩辕知道齐朝策是故意这般说的，但也能乖乖地退回到男人的身侧，继续往人多的地方走去。这次是众人聚在一起猜灯谜，猜对了就能拿到灯谜后的花灯。虽然这些花灯远不及宫中分发的，但就如昨日货郎挑进来的那些花灯一样，宫外的东西永远赋予了一层不一样的滋味。林轩辕一眼就瞧中了其中的一盏。齐郎，我想要那盏荔枝灯。一旁的摊贩立马上前：“老爷夫人，我这只需5文钱就能猜灯谜，5文一盏，猜对了就能拿走花灯，没猜对不退还。”小太监上前交付铜钱，摊贩的脸上立马笑得见牙不见眼。不得不说，这里的花灯较周围的更为精致，难怪众人都往这儿涌来。来不及多想，齐朝策已经将林轩辕看中那盏花灯的谜语给猜了出来。林轩辕持着新得的荔枝灯，高兴道：“齐郎真厉害，齐郎，我还想要那个。”林轩辕手一指，推着人走过去。这次又是刚看完题，齐朝策便答了出来。这时小贩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了，若真5文钱一个花灯，他能亏死去。然而林轩辕却哪管这许多，手又一指：“齐郎，我还想要那个。”还要？你打算一只手提2个吗？齐朝策扬眉。
怕走散，齐朝策一直没松开与林轩言相牵的手，所以第二个花灯已经是齐朝策提着了。不过林轩言还有办法，扭头看向身后跟着的知柳二人，意思很明确。谁知齐朝策却在一旁凉凉开口：“你确定待会儿不买别的东西了？”这一天来，林轩言不知买了多少东西，几乎是走过一个小摊就要上前看看，在摊贩的叫卖攻势下，很少有空手走的时候。为此，知柳两人多次返回马车处送东西。林轩言回想自己先前的表现，脸有些发红，但仍是小声的给自己辩解了一句：“这里的东西基本上就那些，我已经买的差不多了。”对此，齐朝策回了一声冷笑。林轩言挠挠脸颊，轻咳两声：“我有些饿了，去吃点东西吧。”两人退出拥挤的人潮，袖中的双手依旧紧握。不知何时，天上洋洋洒洒的下起了雪，烟花欲与其争艳，不甘其后的在夜空绽放，一朵一朵的将明月的光辉掩盖，就连地上的火树银花也不敌其光彩。此夜的皇宫早已灯火阑珊，而宫墙之外的圣天城却是一夜鱼龙舞，花千树，星如雨。在烟火与灯火的映衬下，林轩言扭头看向身侧长身玉立的男人。这一刻，他好像回到了夏日，桃树枝头挂着沉甸甸的果实，咬一口，沁甜的汁水在口齿间留有余香，最后分了一缕在他的心头盘旋，迟迟不散。夫君，林轩言喃喃道。嘈杂的声音盖住了这声小小的呼唤，只是林轩言的眼神太过灼热。齐朝策看向他，眉目疏朗，笑道：“怎么了？”林轩言摇头，踮起脚尖，凑近男人的耳畔：“齐郎英俊潇洒，许多小娘子看你呢，我们回去吧。”正如20年前酸涩的青梅，有些滋味尝过一次就不算虚度此生了。毕竟虚妄的感情就如同镜花水月，若是沉迷，只会溺毙于水中，万劫不复。元宵礼物带回到太初宫，林轩言才将荷包放到齐朝策手中。元宵礼物，齐朝策挑眉，今日已是16日，是提前送明年的元宵礼物吗？谁知林轩言还振振有词：“礼不值气也壮，齐郎若觉得是明年，那就是明年的罢。”齐朝策简直要被气笑，但看着眼前人的小表情，又哪能狠下心来生气，只好捏了捏他气鼓鼓的腮帮子。明年若是元宵节不送，你看朕罚不罚你？这次就算了。话落，林轩言这才抿着唇笑，又凑进来，软着声音道：“那明日齐郎将荷包带在身上吧。”好。齐朝策点头应允，随后将鞍衫换了进来。元宵礼物，一块暖玉在齐朝策摊开的掌心上。之前林轩言为了和皇帝重修于好，故意遗弃的玉佩，早已由皇帝送了回来，眼下的这一块是另外的。林轩言拿过暖玉，依旧是入手升温，只不过形状大小略有差异。林轩言暗喜又是一件宝贝，面上却不满的嘟嘴：“齐郎还说我呢，自己不也是过了元宵才送的？且又是暖玉。”林轩言小嘴巴巴的，齐朝策直接伸手又将暖玉拿了回来，仗着身高让林轩言急得跳脚也抢不回来。既不喜欢，那朕就不送了。喜欢喜欢，齐郎送的都喜欢。齐朝策这才将高高举起的手放下，仍由林轩言抢了过去。朕想着你爱丢，干脆多送一块，以免丢了还有备用。第96章，雅兰宫再聚。随着元宵结束，宫里的年味便渐渐散去了，就连皇后也恢复了众妃嫔的请安。虽仍是打着冬日严寒的幌子，只10日一次，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为何。妹妹留步。林轩言刚从长秋殿出来，就听林寒冬的声音响起。林轩言只好转身看向林寒冬，眼眸微垂，行礼道：“给贵妃娘娘请安。”今日的林寒冬难得穿的艳丽，一袭暗金秋香色长裙，外系一件水红色鹤氅，镂金蝶翼流珠在飞仙髻上微颤，清丽又不失贵气。林寒冬在花寇的搀扶下款步走来，浅笑道：“妹妹进宫许久了，还只来过我宫中一次，今日不如去姐姐宫中坐坐吧。”不等林轩言回话，林寒冬便伸手牵起林轩言微凉的手，届时做姐姐的不撵回去，也省些脚程。随后又看向一旁的陶宝林：“宝林妹妹若是不嫌弃，也一并来吧。不过本宫的不撵不大，恐坐不下3人。”林寒冬的不撵此刻就停在不远处，坐3人的确够呛。陶宝林张嘴正要说话，林轩言抢在他前头先开口：“既是贵妃娘娘寻我，我一人去就是。”也好。林寒冬脸上的笑意更深，只陶宝林有些不放心，但在林寒冬的注视，连伸手拉一拉林轩言的衣摆都不敢，只能用担忧的目光目视着林轩言跟着林寒冬上宜鱼。在宜鱼上，林寒冬倒是没急着说明来意，林轩言也没心情和他寒暄，两人一路无言。刚进雅兰宫，一股暖香便传来，让人拂去殿外的严寒，通体舒畅。林寒冬一副知心姐姐的模样，牵着林轩言在榻上坐下，茶水点心已经摆好了。妹妹不必拘束，在姐姐宫中就如在自己殿中即可。说到这，林轩言忽然心念一动，头也不抬的冷哼，只是说出的话却带着软和的意味：“自己殿中，贵妃娘娘宫中有什么？哪里摆了椅子，哪里摆了床，嫔妾一概不知。
如何能当成是自己殿中？林寒冬一怔，但随即反应过来，笑盈盈的伸手附在林轩言的手上，那姐姐便陪着妹妹在宫里逛上一圈。林轩言低着头，眼中眸光一闪，但其身后瞥向一旁站着的知信，不由叹了口气。若是今日带的是知顺便好了，再不计知柳也好。但林轩言很快便整理好了心情，冷着脸由林寒冬牵着将雅兰宫大大小小的屋舍走了一遍，尤其是大皇子的房间，林寒冬特意带着林轩言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林寒冬从小床中抱过孩子，这时的大皇子刚喝完奶，正睡得安详，许是知道是母妃来了，梦里还咂巴了下嘴，着实可爱。林寒冬抱了一会儿，出乎意料的走到林轩言跟前，欲将孩子递给他也抱会儿，妹妹也抱抱吧，你好歹也是他的姨母。嫔妾手脚粗笨，恐惹了大皇子清梦。林轩言退后几步婉拒，虽然大皇子是林寒冬的命根子，但谁知道林寒冬会不会借此给他下套？小孩最是脆弱了，随便编个由头就够他喝一壶了。林寒冬却坚持，仍是浅笑道：“这里站着这么多宫人，若是晨儿有什么问题，也是该打他们的板子，和妹妹哪有关系？”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林轩言也不好继续拒绝，从林寒冬的手中接过大皇子。这还是林轩言第一次清楚地见到大皇子的脸，眉眼间有几分皇帝的模样，且面色红润，一看就是康健的孩子。看着这样白里透红的脸蛋，林轩言哪里信这孩子月月都要闹上一场病，只能说林寒冬与皇帝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林轩言装作双手僵硬的模样，抱了一会儿，便赶紧将大皇子送回了林寒冬的怀中。只是抱了一会儿，许是被孩子软绵绵的身体感染，林轩言一直冷着的脸也缓和了许多。这个孩子近20年没见到母亲，立功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母妃接出冷宫，可见其孝心，得好好爱护呢。不多时，整个雅兰宫便都走了一遍，林轩言对其中的布局有了大概的了解。虽说各宫的走势都大差不差，但只有亲自走一圈，才能做到了如指掌。妹妹觉得晨儿如何？林寒冬亲自给林轩言倒了杯茶，滚滚的白雾自杯中升腾而起，似乎也模糊了其中的暗流汹涌。林轩言看着杯中沉沉浮浮的茶叶，唇角微勾，露出了来到雅兰宫后的第一个笑容。大皇子自是极好。林寒冬见状，脸上的笑容更甚，挥手将殿中服侍的宫人退下。知信有些不安，主子。林轩言拍了拍他的手，在贵妃娘娘宫中能有什么事？你跟着他们下去也歇歇脚。知信这才带着眼底未曾退下的担忧离开。妹妹入宫也有半年多了，平日陛下也对你颇为宠爱，怎这肚子还不见动静？林寒冬抿了口茶，关心问道。林轩言好不容易才缓和下来的脸色，一瞬间又冷硬起来，呛声道：“贵妃娘娘也是服侍陛下几年才有了大皇子，嫔妾不过半年，未有动静，实属正常。”林寒冬脸色一僵，捏着手怕失去唇角的水渍，复又笑道：“姐姐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女人嘛，还是有个孩子傍身最好。之前姐姐特意送你的送子观音，你非得供在小佛堂，让和宫姐妹接受庇佑，可哪有菩萨只保佑你一人来的好？你呀。”林寒冬亲昵地点了点林轩言的眉心。林轩言压下想狠狠擦一下额头的想法，听着林寒冬继续说话：“以往在家中的确是姐姐忽视了你，可我们如今皆是宫妃。”林寒冬握住林轩言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压低声音一字一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的凌驾。你入宫前，父亲也应该都同你说过，你也不小了，应该懂其中的意思。”林轩言偏过头，避开林寒冬的目光，似是心里在剧烈斗争，半晌才转回头，只是与林寒冬才对视片刻，便垂下眼帘，遮住了眼底的情绪。我知道。第97章求子心切。听到林轩言的自称，林寒冬脸上的笑意更深。那我让母亲去寺里给你也请一尊送子观音来。林轩言沉默了一会儿，随即仍是摇头：“不必了，我才将贵妃的观音送进小佛堂，怎好紧接着自己又请一尊？也好。”林寒冬拍了拍林轩言的手，倒也没有坚持。林轩言又坐了一会儿，便从雅兰宫告退。只是回宫的路上，迎面碰上了怡美人。咦，妹妹是从贵妃姐姐宫中出来的吗？怡美人见着不撵欲要行礼，余光一瞥，看到了随行其侧之信，故而扬声问道。林轩言只好让宫人放下不撵。贵妃姐姐找妹妹说了什么？怡美人上前几步搭话。林轩言摇头，没什么，只是问了我的近况而已。怡美人的眼中露出羡慕的神情，好似真的在感动姐妹情深。我听说贵妃姐姐欲给妹妹重新请一尊送子观音呢。林轩言眼眸一转，看着怡美人娇嫩的脸蛋，脸上浮起淡淡的困惑。贵妃娘娘才送了嫔妾一尊，这次便婉拒了，倒是怡姐姐跟了娘娘许久，娘娘怎没想着给怡姐姐请一尊？谁知怡美人艳艳的神情愈深，要不怎么说你是贵妃姐姐的妹妹呢？毕竟同出一门，感情自然比旁人深厚。林轩言扫了一眼怡美人脸上的表情，脸上重新扬起笑意，便随口说了几句，与其告辞。回到天照榭，林轩言伸手在炭盆上烤了烤手，待身上暖和起来后，才看向知信。方才在雅兰宫，
可有记住齐宫中的布局？知信一愣，但还是回道：奴婢记得。那我问你，哪几间屋舍少有人走动？哪几间屋舍常有人来往？这下知信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除了大皇子的房间都待了会儿，更多的房间只是在外走了一圈，都未进去。走马观花，如何能知道这些？林轩言看着知信紧抿的唇瓣，虽然极力忍耐，但还是泄出了几分委屈。不过这次林轩言没有安慰他，摆摆手让他退下了。距离巫蛊之祸已不够6月，他不想帮林寒冬躲过这次灾害，那么就只有尽力保全自身了。也不知乐林县的表哥此时有没有动身赶来圣天。去年腊月10日，他写了一封信拜托新太妃转送，用簇写明让表哥于景明尽快来圣天。按着时间，此时应该动身了。景朝的会试在8月初一举行，前世的表哥还未赶到圣天，林寒冬的巫蛊之事就已被揭发，从此断绝官途。而这一世林轩言让于景明早早赶来圣天，就是让他趁着会试之前在圣天以文会友，将自己的名声打响。至于于景明有没有这个本领，林轩言倒不是很不担心，毕竟是不论是院士还是乡试，于景明皆是头名，就算不能是全国第一，也比大多数人强出许多。至于香珠等人，林轩言也已有了别的安排。乐林县距离圣天路途遥远，待香珠来信说于景明到时，已是2月末，宫中正在准备大皇子的抓周和秀女进宫的事宜。待到大皇子抓周这日，虽已入春，但依旧春寒料峭，风吹来仍旧让人发冷。主子，该去雅兰宫参加大皇子的抓周宴了。知柳提醒道。林轩言放下手中的画笔，坐到梳妆台前，让知柳重新给他梳妆打扮。不多时，便与陶宝林一同到了雅兰宫。这次帝后难得的不是待众人出现后才到了，皇帝更是刚抱了回大皇子，脸上洋溢着笑容。至于皇后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尤其是脱下厚厚的冬装后更为明显，此刻也正看着大皇子慈爱的笑着。见到林轩言2人来，帝后这才分了目光过来，俩人才刚行礼，齐朝策便大手一挥，不必多礼，你们都去看看臣儿沾沾喜气。皇帝都这般说了，林轩言2人也只好凑到奶娘身旁去看刚满周岁的大皇子。这时大皇子身边以围了不少人，但碍于大皇子身边伺候的奶娘嬷嬷们也只是远远的看着，难以近身。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养，柯平又恢复了以往的嚣张气焰，见到林轩言过来，当即阴阳怪气的哼了一声，某人求子心切，又何必假惺惺的将送子观音送去小佛堂供奉。碍于皇帝在场，柯平说的小声，但周围的妃嫔们哪个没听清。林轩言心头闪过一丝疑惑，他何时求子心切了？但面对柯平的话语，他当即回以一个冷笑。哦，谁又送了送子观音去小佛堂？嫔妾入宫晚，倒是不急。话音刚落，众妃嫔看笑话的表情齐齐一变，但是碍于场合，倒也不敢学着这2人直接呛声。而作为起头的柯平，则是被林轩言气个仰倒，但偏偏皇帝在场，他也只敢瞪着眼睛怒视林轩言，甚至在重新回到皇帝跟前时，怒容都掩去了。倒是林轩言在想，他什么时候对外传出求子心切了？莫不成又是林寒冬搞的鬼？只是若真是他散布这种消息，于他有什么好处呢？毕竟这后宫的女人哪个不想要儿子？故而在大皇子的抓周一结束，林轩言就赶紧让知柳测试林寒冬冬日送来的东西有无异常，结果还真找出了几件不对劲的。林轩言远远地看着那几件钗环布料，但奇怪的是，这几样都是他平日不太用的。主子，这些东西怎么办？知柳站得近，此刻更是全副武装，不仅手死死地缩在袖中，就连口鼻处也系了一块布。林轩言眸光暗沉，忽然想起了什么，嘴角勾起一抹大大的弧度，将这几样拿箱子锁起来，留待日后送人。说罢，林轩言便拂袖而出，让知顺赶紧抬热水来，他要洗浴。随后出来的知柳也被林轩言安排了清洗一番，才让他净身。虽然那些东西已在库房摆了2-3月，若有事早有事了，但林轩言还是觉得脏。要不是已经想好了用途，林轩言只怕当即就要扔在火盆里。第98章，秀女入宫。到了3月初3这日，上巳节，也是秀女进宫的日子。这日一早，林轩言早早的就在殿外听到了人才人的声音。林姐姐伴着一路笑声，见到林轩言后才收敛了表情，请安行礼。只是林轩言刚换起身，人才人又恢复了原状，旁边还跟着浅笑着的卓常在。林姐姐，今日秀女进宫，要不要去瞧瞧？人才人挤眉弄眼。林轩言看向一旁的卓常在，你也跟着胡闹？宫中难得有新人入宫，嫔妾的确有些想去瞧瞧。卓常在掩唇笑道。林轩言无奈摇头，不过如今天气放暖，他的确也有出去走动的心思，毕竟再过不久，他可能想出去走动都不方便了。于是便同意了2人的请求。一同前往的自然也有陶宝林。听说人才人压低声音，他
太后的娘家人宜苏邓家也来了位嫡出的女儿。宜苏邓家自前朝起便创立了国朝第一书院明真书院，但邓家人从不入朝为官，只兢兢业业地在书院中教书育人，但朝中学子多半出自明真书院，就连历代的皇后也皆是邓家女。只不过到了齐朝策上位时，由于先皇是突发急症，而邓家又无年龄相仿的嫡女，这才另外选了如今的皇后。那皇后娘娘陶宝玲惊呼，但随即急急住嘴。此次进宫的秀女又何止邓氏，更有国朝唯一异姓王平南王的女儿。不过平南王无嫡女，此次进宫的是庶女，比不上邓氏尊贵，但也是秀女中的头一等了。且听闻平南王只这么一个女儿，素日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还特意为其求了县主的封号。只可惜入了宫，便只能是帝皇的妃嫔。不过就算这二位母族得力，但稳坐凤位的一直都是如今的皇后娘娘，至少在前世林宣言死前是这样的。就在四人快到储秀宫时，身后传来怡美人的声音：“四位妹妹，且等等我。”任才人等人连忙行礼。怡美人随意的挥了挥手，便亲亲热热的拉起了林宣言的手。四位妹妹也是去看新进宫的秀女。林宣言微蹙眉心，不着痕迹的将手从怡美人的手中抽出。一旁的任才人见林宣言没有回答，连忙道：“是呢，怡姐姐也是。”怡美人这才看向任才人：“同去吧，听说这次来了不少漂亮的小姑娘呢。”这话一出，众人皆是眼唇含笑，只是心里想的是什么，就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不过林宣言五人到储秀宫时，宫中只寥寥几位秀女，大部分上在检查身体有无缺陷，待老练的嬷嬷们查验无误后才能准允进宫。但也够了，毕竟排在最前面的必然是身份高贵，入宫后能让宫中局势产生变化的。怡美人道，林美人道，任才人道，卓常在道，陶宝玲道。储秀宫门的太监唱诺。五人才刚踏进储秀宫的宫门，院中已摆好了桌椅茶水。而这时听见通传的秀女们也赶紧出来行礼，只不过才进宫的秀女顶多在家中学了些宫规，除了几个的行礼挑不出毛病，剩下的各有各有的缺漏。任才人扫了一眼，声音不大道：“看来新入宫的秀女们还有的学呢。”声音虽是不大，也刚好让在场的众人听见。二位姐姐觉得如何？林宣言抬眸，正好对上任才人那张带笑的脸，正要开口说话，却被怡美人抢了先。这倒是，新入宫的秀女还需多加训导。林宣言便只好笑笑道：“我倒是觉得领头的二位秀女一举一动皆合乎礼仪。”领头的二位看穿着打扮与周身的气度，应该就是邓氏与平南王之女罗氏。听得林宣言这话，两位秀女连忙出队行礼谢恩：“臣女邓氏、罗氏，谢美人夸赞。”邓氏与罗氏出自一文一武两个家族，许氏家族底蕴蕴养，邓氏更显清丽，而罗氏则更为明艳，但都是难得的美人。林宣言淡淡颔首微笑，一旁的任才人却是眼眸一亮，连忙上前将二位秀女扶起。早就听闻宜苏邓氏的女儿，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这位任才人还真是风往哪儿吹就往哪儿倒，邓氏还未有名分，他堂堂宫妃就这般讨好，着实没眼看。再且可见任才人的消息来源有些不足，光知道宜苏邓氏，直接将旁边的罗氏给忽略了个彻底。好歹是与任才人一块来的，林宣言正要说点话挽救一下，就听宫门的太监唱诺道：“柯平道。”柯平一进到院中，就看到林宣言五人齐齐坐了一排。哟，这储秀宫还真是热闹。一见到柯平，林宣言出门散心的心情全然没了，尤其是自己还得起身给柯平腾位置，更是厌烦得很。只是柯平一来他就走，总归不好，只好继续待会儿。不过这次柯平倒是没有对上林宣言挑刺，毕竟他们是宫妃，在内可以针尖对麦芒，但面对秀女还是得金贵些。柯平只随手点了几位礼仪好的秀女上前问话，尤其是罗氏更是笑着拍了他的手：“可是平南王的女儿，家父正是平南王。”罗氏颔首回道：“我幼时还曾见过王爷呢，只是一晃10年过去，我连王爷的容貌都不记得了。不过一见到你，便有种一见如故之感。”罗氏眼眸一亮，脸上带了几分雀跃，但碍于宫规，却只能克制。臣女见到柯平主子，亦有亲近之感。柯平脸上的笑意愈深，伸手从头上拔下一只钗环，是一只刀形簪。平南王镇守国朝南方，想来罗氏对18般武艺也颇为熟悉，送刀形簪恰到好处。果然罗氏只略推辞1、2，便美滋滋的直接插在头上了。当然其他被叫上来的秀女，柯平也一一赠了礼物。只是柯平这般举动，也就让另外5人也只能跟着送。林宣言与怡美人还好，尤其是任才人与陶宝玲，脸上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不得圣宠，这几样带出来光鲜亮丽的首饰，拢共就那么几件，送一件可就少一件。第99章流产。回去的路上，由于卓常在与柯平同住听竹宫，故而卓常在与柯平一同回宫，怡美人依旧是独自一人，林宣言这儿便只剩了3人。但3人还未回到宁真殿，
就听到来往的工人行色匆匆，一看就是有事发生。你站住！林轩言随便点了一个面色焦急的工人，出了什么事？怎如此慌张？宫女一惊，随即颤着嗓音回话：回林美人，卓常在，卓常在他见红了。林轩言的心咯噔一下，与任才人、陶宝林二人面面相觑，卓常在并不受宠，只在年后侍寝过一次。林轩言看向宫女，眸光一厉：怎么回事？速速说来。宫女紧张地吞咽了好几口口水，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季，竟害怕地冒了一额头的冷汗。回美人，奴婢也不甚清楚，只听闻是卓常在是跌了一跤，身下当时就见红了。宫女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林轩言摆手让她离开了。良久，任才人才嗓音干涩地开口：卓常在，平日也没见他有什么异常，且才侍寝一次，怎就怀上了？林轩言长叹一声：我们也去瞧瞧吧，才分开，怎就出了这样的事？说他好运，近1年才侍寝一次便怀上了隆重，可偏偏有喜的消息还未传出，就小产了。别人只知是见红，说不定还有挽救的机会，但林轩言却是知道这个孩子没能活下来。林轩言3人连忙赶往听竹宫，路上又碰到了尹美人，显然也是听到了消息，去听竹宫看望卓常在。尹美人勉强扯开一抹笑容，又碰到3位妹妹了。林轩言3人对此也只能勉强笑了笑，随后便是一阵沉默，行色匆匆地赶往听竹宫。等到了听竹宫祭云楼时，里面进进出出的都是端着一盆盆血水的宫女，看得人触目惊心。里面还不时传来卓常在痛苦的呻吟，而柯平则是脸色铁青地站在院中，死死地揪着手中锦帕。林轩言与尹美人等人对视一眼，正要询问情况，就听到太监的唱诺声：皇后娘娘驾到！贵妃娘娘到！淑妃娘娘到！听竹宫众人顿时齐刷刷跪了一地。皇后扶着肚子皱眉，怒道：快去照看卓常在！众人这才敢起身，继续做该做的事。而从云则赶紧扶着皇后坐下，生怕这血腥味冲撞了皇后。柯平，你说卓常在是怎么回事？皇后一拍桌子，桌上的杯盏都震动一下，可见力道之大。柯平咚的一声跪地，清脆的声音听得人牙酸。回皇后娘娘，嫔妾也不知。柯平脸上此时已是满面泪痕，嫔妾只是和卓常在一起回宫，路上不知怎的，卓常在就跌了一跤。卓常在跟在嫔妾身后，嫔妾听到动静回头时，卓常在已经摔倒在地了。娘娘，此事和嫔妾无关。此时的柯平已不只是流泪了，身体抖得跟筛糠似的。本宫只是问你话，皇后陈生还并未断定你与此事有关。皇后视线冰冷地看着柯平，柯平张了张嘴，但却不敢再为自己辩驳。待祭云楼中卓常在的痛呼声渐渐停下来时，太后急匆匆赶到了。太医，哀家的皇孙可有事？太后一来，不顾行礼的众人看着太医便急道。太医吓得跪地，头紧紧地贴在冰冷的地面上。见到太医这样的反应，众人心中已有了猜想。果然，回太后，卓常在月份尚浅，皇嗣没能保住。太后气得抄起桌上的杯盏往太医身上砸去，茶杯没能砸到太医身上，但滚烫的茶水四溅，顷刻间太医的手背上便红了一片。但即便如此，太医依旧一动不动地跪在原地。母后、皇后连忙上前安抚太后，母后注意身子。太后的视线落到皇后挺起的肚子上，脸上的怒容稍缓，牵着皇后的手往殿内走去。只是方进入殿中，血腥味就浓厚了许多。皇后是有孕之人，平日闻点油腥就不舒服，此刻还未进到里间，便不住蹙眉，强忍下恶心。太后气急，却也及时发现了皇后的不适，连忙道：你有身子，不必跟着来了，有母后在，劳烦母后还要辛苦班臣。皇后倒也没推拒，就算卓常在的孩子保住了，那也远不及她腹中的皇儿。而太后领着一行妃嫔进到里间，血腥味又浓了几分，哪怕这些妃嫔一个个的都身体康健，此刻也不由面色苍白。而卓常在躺在床上，双眼空洞地看着上方，两行清泪不自觉地淌下。过了好一会儿，卓常在才如梦初醒般要给太后起身行礼。太后忙上前将卓常在按下，怜惜道：可怜的孩子，你遭了大罪，好好躺着休息。卓常在看着太后刚张嘴，便哽咽难言。皇上驾到！一声接一声，唱诺声还未停下，齐朝策便大跨步迈了进来。众人连忙行礼。这还是林轩言第一次见到齐朝策连朝服都未更换便来了后宫，身前的五爪金龙栩栩如生，往常温润的气质一扫而空，再配上他阴沉的脸色，更是吓得在场众人额前都冒起了虚汗。尤其是柯平，若不是有季晴扶着，恐怕连跪都跪不住了。但齐朝策根本连瞧都未瞧其余人，一进来直奔卓常在床边。陛下，卓常在眼泪掉得更凶了，嫔妾的孩子，嫔妾都未曾知道他来过，他就走了。齐朝策一手握着卓常在冰凉的小手，一手拭去他脸上的泪水，只是这泪水却怎么也擦不干净。
只好微叹一声：“你还年轻，朕与你，今后还会有的。”卓长在闭眼摇头，那也不是他了。本就沉静的室内听闻这话，更是落针可闻，尤其是众妃嫔，无不心有戚戚焉。齐朝策又耐心地哄了几句，卓长在才勉强露出了个笑容，幸好还有陛下在。说完这句，宫女端来要为卓长在服用，不多时，本就精神不济的卓长在便昏睡了过去。第100章，与柯平无关。柯平，好端端的，卓长在为何会流产？待众人来到大殿，齐朝策这才一拍扶手，看着跪在正中央的柯平怒斥。柯平一边摇头，一边爬着靠近齐朝策。皇上圣明，嫔妾只是和卓长在一并回宫，不知怎么回事，卓长在便摔倒了。嫔妾连卓长在是怎么摔倒的都不知道的，嫔妾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皇上。齐朝策却只是用冷冰冰的眼神看着他，看得柯平都不敢继续往前爬。皇后在一旁提醒道：“将今日跟着的宫人都带上来。”卓长在今日带了一个宫女在身边，柯平倒是带了2个宫女与1个太监。你说今日是什么情况？齐朝策目光沉沉的看向卓长在的宫女，从头到尾全都给朕说清楚。金宇是一路哭着进来的，听到齐朝策的问话，张了好几次嘴，才嗓音嘶哑着发出了点声音。今日卓长在主要就是与人才人一同到宁真殿来寻林轩言与陶宝林，随后4人一同去储秀宫等事，这些林轩言都是知道的，唯独不知道的就是卓长在与他们分开之后发生的事情。回宫的路上，金宇怯生生地看了一眼柯平，柯平说主子连个像样的首饰都拿不出来，平白丢了听竹宫的脸面，一路训斥主子。你胡说！柯平气得就要上前去扑打金宇，但宫人们也不是吃素的，迅速上前将柯平挡住，不让他碰到金宇丝毫。金宇看着柯平癫狂的模样，身子颤抖，但仍是咬牙说了下去：“奴婢一路扶着主子，没敢抬头。奴婢也不知道怎么了，主子突然就往前摔去，奴婢想拉都没拉住。是奴婢无能，是奴婢无能。”说到这儿，金宇一下一下的往地上磕着头，很快地上便阴开了一滩血迹。听到这儿，柯平竟是怒目圆睁，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往卓长在的寝卧闯去，一边冲一边大喊：“卓长在，本嫔未曾对你动过手，你快告诉皇上，本嫔只是说了你几句。”柯平的嘴被宫人堵住，但他仍不甘心，在嬷嬷的怀中不住挣扎，伸着手想离卓长在更紧些。够了！齐朝策怒斥：“陛下，竟是卓长在过来了。”此刻的卓长在仅披了一件外衣，倚靠在宫人身上，青丝如瀑，更衬得他面色苍白，弱柳扶风。齐朝策连忙起身过去，将人半揽着：“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卓长在将头靠着齐朝策的胸口处，看了一眼目露希冀又掺杂着怒意的柯平。陛下，今日之事与柯平无关，是嫔妾不小心。说到这，卓长在一闭眼，清泪便如断线的珠子般掉落。听得这话，柯平这才浑身一轻，若不是有嬷嬷伴抱着，怕是得直接跌坐在地。齐朝策却连个眼神都未曾施舍给柯平，只道：“好，朕知道了。”说罢，便抱着卓长在回了寝卧。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出来。陛下，柯平满含希冀的温柔望向齐朝策。柯平许是不知道自己如今的模样，他本就因为脸上有疤而大肆敷粉，虽然化妆技艺有所长进儿，使得妆面素净，但胭脂水粉却是丝毫未少。经过这又哭又闹的，面上一塌糊涂，红的白的糊作一团，再加上凌乱散落的发型，若不是此刻青天白日的，与青面獠牙的鬼又有何异？看到齐朝策嫌恶的目光，柯平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连忙低下头整理仪容，但越是弄，反而越是乱了。你平日跋扈，朕从不对你多加苛责，可这次齐朝策神色冰冷，你太让朕失望了。柯平看着高高在上的帝王，心也一点一点的沉了下去，但仍是不死心道：“陛下，嫔妾什么都没做。”太后拍桌而起，斥责道：“就算你什么都没做，言语嘲讽比你位分低的妃嫔就是应为之事。正好贵妃与林美人于小佛堂供奉了一尊送子观音，你去潜心求拜，什么时候卓长再次有孕了，你再出来。”柯平瘫倒在地，玄色的衣摆自他眼前划过，但他的脑海中却一直浮现皇帝看他的嫌恶的眼神。直到季晴将他扶起，他才发现殿内只剩了他一人，空空荡荡。宣言，你说真的是卓长在自己摔倒的吗？陶宝林端着杯盏，却半晌没有喝一口，默然道：“卓长在自己都说与柯平无关了，那就是他自己走路不小心。”林宣言垂眸把玩着手上的玉镯，淡淡道：“可是陶宝林面露悲伤，一想到那个无端没了的孩子，他就心疼。卓长在平日最是小心谨慎，怎偏偏就是这次走路不小心呢？”没有可是，林宣言抬眸看向他，若真是他人的问题，卓长在为何不追究？就算柯平真有问题，可他自己都不追究，还有谁能替他出头？陶宝林抿唇，
最后也只能接受林轩言的说法。林轩言招手朝知信耳语几句，不多时，知信便捧着个妆帘重新过来。林轩言将妆帘塞到陶宝林的手中，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好了，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了，你打开看看，可还喜欢？陶宝林下意识地打开，一看清里面的东西，立马又将盒子关上，连忙又塞回林轩言手中，摇头道：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林轩言直接按着陶宝林的手，强势地将妆帘放到他的掌下。你我姐妹，何必介意这些虚礼？林轩言皱眉不满，但陶宝林仍是拒绝。你素日已经帮了我许多，我哪里呢？哪有？你不是还送了我好几身衣裳吗？要是你觉得过意不去，就再给我缝制一身呗。林轩言直接打断陶宝林的话。再且，林轩言正色，你今日舍了这么多首饰出去，总得有几件拿得出手的吧？陶宝林这才没有拒绝，只好抱着妆帘郑重道谢，谢谢你，轩言。第101章，弦断不详。知顺，将这幅画送给陛下。另外，林轩言放下画笔，想办法让陛下过来。我最近学了一首曲子，想弹给他听。是。知顺将桌上的画卷卷起，躬身退出。算着日子，皇后也快小产了，毕竟月份已有5月，若是再晚点，这个孩子就不会是流产，而是早产了。这几日，皇帝因为着常在的小产，已经连续好几日未进后宫，若是再撞上皇后流产，那他的计划就只能一拖再拖，所以只能早日提上议程。知柳，你去将贵妃送来的那张琴拿过来。林轩言吩咐道。是。知柳诧异，但并没有多言。自从皇上送了一张琴后，主子就也没用过贵妃的琴了，这次想让陛下过来，却用贵妃的琴。等知柳拿来琴时，林轩言正把玩着皇上送他的那柄匕首。主子！知柳看到林轩言的动作，不由惊呼。林轩言却没抬头看他一眼，继续手上的动作，直到做完，才用手绢擦了擦笔刃，顺便抬头看了知柳一眼。你说陛下会来吗？林轩言抚着琴的边缘，淡淡问。他画了一幅窗外桃树，此时的桃树枝头已有小小花骨朵盛开，又是一年春。陛下心里有您，自然是会来的。知柳顿了顿，主子，皇上自那日后便未踏足后宫，您为何在此时出头？林轩言其实是很少去争宠的，他向来都只是与皇帝在一起时与其约定下次，但几乎没当着众人的面往太初宫送东西。再加上方才他奇怪的举动，实在让知柳疑惑得很。林轩言抬眸一笑，这是个秘密。见状，知柳懂事的将这件事压在了心底。总之，主子行事总有他的道理，他要做的就是守口如瓶。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知顺满头大汗的从太初宫急匆匆的回来了。主子，奴才不确定皇上今晚来不来，但太初宫的乐生公公送完画之后，说皇上很喜欢那幅画。林轩言勾唇一笑，他特意在画中写了字，提醒皇帝就快到相遇1年的日子了。如今听到这番话，他基本可以断定皇帝今晚会过来了。知顺，去备水，我要沐浴更衣。是。知顺可没有知柳那么多的担忧，皇帝几日未进后宫，若是头一个选的就是他们主子，可见主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再一个，如今秀女入宫，也能在他们心中树立主子的形象，省得日后有些不长眼的上前挑衅。待林轩言一切都准备好时，宫门处也传来了太监的唱诺：皇上驾到。今日的林轩言特意换上了一身轻纱百褶裙，在这个凉风透骨的初春时节，显然是极单薄的。但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晚风轻轻吹起纱裙的衣角裙摆，似神仙妃子，羽化而登仙。齐朝侧眼底闪过一丝惊艳，嫔妾给陛下给请安。林轩言盈盈俯身，还未彻底屈膝，就被齐朝侧伸手扶起。然而齐朝侧刚一碰到林轩言的手，剑眉立即紧皱，手怎这般冰凉？还不快给你们主子取件衣裳来！齐朝侧将人搂进怀中，看着知柳两人怒斥。林轩言反手握住齐朝侧的手，摇头道：不怪他们，是嫔妾听到陛下来了，急着出来，这才穿得单薄了些。你呀，就是太惯着他们了。林轩言笑笑不语，与齐朝侧用过晚膳，便说要给他弹琴。好，齐朝侧失笑，朕倒要瞧瞧你这个琴学得如何了。实在不是齐朝侧打击人，主要之前他也撞见过几次林轩言抚琴，算不得是欧雅招渣难为听，但也难登大雅之堂。林轩言却是皱了皱鼻子，哼道：正所谓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陛下少瞧不起人了。说着，林轩言便在琴前坐下，抬手试了几个音后，便熟练地弹奏了起来。齐朝侧满意的点了点头，比起之前听过的几次，的确好了许多。虽然在后宫中仍排不上名姓，但也能看出他下了苦功。烛火微摇，齐朝侧斜靠在软榻上闭目听乐。室内的工人早已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这种时候谁敢上前打扰？只是筝乐曲骤然一停，赫然是一根琴弦崩断。齐朝侧睁眼看到的就是林轩言捂着手指吃痛，柳眉紧蹙，
眼眶中也已蒙了一层水雾。齐朝策连忙走过去，打开林轩言的掌心，只见焦白的指腹上出现一条血痕，极为醒目。安山，去传太医！齐朝策朝着外面大喊。林轩言连忙阻止，只是破了个口子罢了，哪里知当叫太医。见齐朝策还沉着脸，林轩言只好扯扯他的衣袖，无奈笑道：“这点小伤，等太医赶到时，血都不流了，抹点药就好了。”齐朝策这才作罢，让人端水送药。主子，这好端端的琴弦怎么就断了呢？知信边给林轩言清洗伤口，边皱眉问道。方才他看了一眼搬下去的琴，那根断掉了琴弦上还沾着主子的一点血，在烛火的照耀下显得有些妖艳。奴婢听说弦断事，知信急急住嘴，但话里的意思林轩言已经听懂了。弦断视为不祥。林轩言没有说话，只是他微蹙的柳眉愈发皱得紧了。待齐朝策给他上药时，林轩言也只是略微舒展了一点眉心，但整体仍是一副苦闷的模样。齐朝策见状，不由放轻了几分动作。这般痛，朕还是叫太医过来一趟。林轩言这才轻轻一笑，若是能让陛下一直给嫔妾上药，再痛些也是可以的。见到林轩言笑了，还有心情开玩笑，齐朝策这才放下心来，没好气的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林轩言吃痛的捂住额头，陛下太过分了。齐朝策却只是哼了一声，让安山给他擦去手指上的药膏。待安山收拾好药膏退下，林轩言的额头上还留着一点红印。不行，嫔妾额头也痛，也要齐郎上点药。林轩言瘪着嘴扑进男人的怀里。第102章。夜深人静，就连耳房中守夜的工人都打着哈欠，昏昏欲睡。恰在这时，一股凉风吹开耳房微合的窗户，工人立马打了个激灵，清醒了一点。工人擦了擦眼角，正准备去将窗户关上，却听见寝卧中传来响动。工人连忙凑到门边，生怕错过主子们的吩咐，只是动静太小，听了半晌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但能确定的是，主子们没有换人。寝卧，不要，齐郎，不要，别走！林轩言哽咽的喃喃私语，眼泪顺着他的脸庞滑落，阴湿亵衣。齐朝策被吵醒，半梦半醒间正皱眉时，听到旁边林轩言小声的哭泣声：“别走！为什么？齐郎？”齐朝策一惊，连忙翻身将人搂进怀中：“轩儿，轩儿，你怎么了？”但林轩言仍是重复着方才的话语，嗓音中含着恐惧与悲伤，让人闻者落泪。“轩儿，醒醒！”齐朝策意识到他是做了噩梦，连忙将人摇醒。然而醒来的林轩言却是呆呆愣愣地看着齐朝策，眼泪仍是不住地往下流，早就将两人的衣裳打湿了一片。齐朝策抚着他的长发安抚道：“好了好了，只是噩梦，不要害怕。”林轩言过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攥紧齐朝策腰间的衣裳，将脸死死地埋进他的胸膛，眼泪很快就浸湿了男人胸口的衣裳，热泪滚烫，烫在他的心口处。“只是噩梦罢了，有这般吓人吗？”林轩言点头，咽了好几次才说出声音：“嫔妾梦见齐郎不要嫔妾了。嫔妾在后面追，可是齐郎都不肯回头见嫔妾一面。”听到这里，齐朝策失笑，声音又软了几分，低声哄道：“朕怎会无故不要你？嫔妾不知为何，陛下就离嫔妾越来越远，嫔妾怎么追都追不上。你好好的，朕怎会不要你？难道……”齐朝策压低声音：“难道是轩儿做错了什么事，才害怕朕不要你？”齐朝策这句话只是玩笑，谁知竟让林轩言哭得更伤心了。“没有！”林轩言嘶哑着声音大声反驳：“嫔妾怎会做让陛下不开心的事？明明就是陛下无端远离，不要嫔妾了。”见转移话题的计策失效，齐朝策只好又道：“朕怎会无端远离轩儿？定是梦与现实相反，轩儿梦见朕远离，说不定是预兆着朕要更宠爱轩儿几分。”“真的？”林轩言抬眸，就着窗外的月光描摹男人的容颜。可是先前弦也断了，常人皆言弦断不祥。说着，林轩言的情绪又低落了下去。齐朝策却是冷哼一声，豪气道：“朕乃天子，不祥岂敢近身？有朕护着你，何须怕这些鬼神之说？”林轩言这才抿着唇露出笑意。恰如此刻，桃树枝头欲放的花骨朵迎着朝露，待人采撷。齐朝策低头擒住娇软的唇瓣，细细品味了一番，才松开：“朕一直都在，别怕。”林轩言这才满意的重新依偎进男人的怀中，只是刚才哭了许久，尤其是齐朝策的衣裳湿了大块，初春尚冷，可不能就着这样的衣裳入睡。于是接下来寝卧内烛火通明，而林轩言却抱着被子不敢冒头。哭了之后的样子肯定与平时的模样不同，可齐朝策却以被褥也被哭湿为由，硬是将林轩言拽了下来，让工人将床单被褥全换了新的。林轩言红着眼眶偷偷地瞪了齐朝策一眼，不能让工人知道他对天子不敬，但不妨碍他让天子知道自己的不高兴。“小兔子！”齐朝策凑过去轻声唤道。林轩言愣了一下，
随即在铜镜中看到自己的模样，瞬间反应过来，跺脚嗔道：“陛下！”齐朝策却是爽朗大笑。听到皇帝的笑声，提心吊胆的宫人这才放下心来。毕竟美人主子哭了这般厉害，谁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主子们不高兴了，最后难受的还不是他们这些奴才。待宫人退下，烛火重灭，两人又如先前一般依偎在一起睡觉，这次好梦到天明。而林轩言也是难得的从一同醒来，打算服侍齐朝策更衣。好了，昨夜哭了半宿，继续睡会儿吧。齐朝策按下想要起身的林轩言，温声道。林轩言闻言打了个哈欠，但却摇头，哪有陛下起身，嫔妾还躺着睡觉的。这话说的齐朝策都哭笑不得，拉着鞍山道：“你听听这话说的，也不知是谁经常在朕面前呼呼大睡。”林轩言窘迫，只能找不到，那嫔妾日后次次都服侍陛下更衣。齐朝策却看到了他眼底的那抹不安，心头叹了口气，面上却是嗤笑道：“你服侍朕更衣，你打算让满朝文武等多久？”随即却又压低声音安抚道：“别想着梦了，你不如想想今晚朕过来要用的晚膳。”林轩言听懂了齐朝策言外之意，眼眸一亮，立马乖乖地躺了下来。只不过在齐朝策更衣洗漱期间，眼也不错地盯着人，生怕少看了片刻。齐朝策心间一软，临走前没忍住在林轩言的眉心落下一吻：“朕去上朝了。”林轩言点头，眼眸中含着绵绵情意，不舍道：“嫔妾恭送陛下。”待齐朝策一行人一走，林轩言脸上的娇羞立马退下，困倦地打了个哈欠。昨夜又是体力活又是脑力活的，才安生睡了半宿，不困才有鬼了。待林轩言回笼觉睡醒后，已是日上三竿。知柳端着避孕药进来：“主子，喝药。”“不必了。”林轩言看着药碗上升腾的白雾，今后这碗药不必送给我了。林轩言伸手附上小腹，勾唇一笑，不仅是要断了避孕药，他还得算着易孕期，勾搭着皇帝与他云雨。林寒冬能以靠着孩子躲过杀头之罪，他为何不能靠着孩子躲过连累之苦？第103章万寿节。只是皇帝的行踪岂能由林轩言设想？自从皇帝来过林轩言这里之后，除了第二日依着承诺又来了一趟天照榭以外，后边就在别的宫中打转。眼见着易孕期过了，林轩言便只好推算着下一次易孕期的到来。而在这等待的期间，皇帝的生辰悄然而至。或许用悄然二字并不合适，毕竟皇帝的生辰盛典自年后就开始筹办了，到了临近的这几日，宫中更是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皇帝的万寿节总共持续3日，第一日是皇帝与大臣同庆，第二日才是与宫中妃嫔庆贺。但由于今年秀女进宫，家宴上特意安排了秀女们登台表演节目。自从第一日卓长在从储秀宫回宫的路上流产后，宫中妃嫔们便再无人过去了，只妃位以上的3位派人赐了东西过去。不过倒是有秀女被召进后宫，太后召了娘家侄女邓氏，淑妃召了平南王的女儿罗氏，吕贵人召了同族姊妹。听闻邓氏在长乐宫时与皇帝已有过一面之缘了，至于两人初次见面是否相谈甚欢，便不得而知了。但这些人林轩言都不惧，别说在前世没能翻起什么风浪了，就算盛宠一时，林轩言也能信心能夺过盛宠。到了万寿节第2日，林轩言一大早就打着哈欠从床上起来了。知柳看着镜中的美人，笑道：“主子，今日想梳个什么样的头发？你看着来简单点就好。”林轩言随意道：“简单？主子，今日是为皇上贺寿。”知柳皱眉不赞同。林轩言挑眉一笑：“你信不信，今日装扮华丽的不在少数，我又何必去泯然众人呢？倒不如别出心裁，说不定还能让陛下眼前一亮。奴婢知道了。”知柳颔首，捏着梳子的模样，莫名有几分斗志。知柳梳头的技艺越发高超，不多时就梳了个随云髻，再插上2、3点缀，便大功告成。但妆容却是林轩言亲自动手，妆成后看着与平日差不多，但笑意盈盈间眸光流转，可谓是顾盼生辉。至于衣裳，则挑了件绢纱月白色衣的长裙，清丽又不失优雅，除了风一吹有些冷外，一切都很完美。待匆匆用过早膳，林轩言便与陶宝林一同前往花月香辉楼。唉，陶宝林蓦地叹了口气：“怎么了？”林轩言好奇询问。陶宝林抚着发间的珠钗，目光却望向伸出宫墙的一只绿芽，生机勃勃：“无事，我只是想到宫中即将迎来新人，不知我们的宁真殿是否会有新人入住。”春风悠悠扬扬的在宫中四处游荡，入目之处皆是一片绿意，恰好一片嫩芽被风吹落，落在林轩言的掌心。每3年一次的选秀，正如这年复一年的春，来了又如何？林轩言抛下落叶，淡淡的呢喃随风飘散在空中。陶宝林跟上林轩言的脚步，笑容明媚道：“事不如何，能得一个宣言，已是我今生有幸。”林轩言笑着回首看向陶宝林，只见他眼中的情绪不似作伪，心头微微一动。这份感情
能让他克服性格的懦弱吗？罢了，林轩言压下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只要能在他落魄时不落井下石，就已足够。两人还未到花月香辉楼时，就听到了楼中传来的嬉闹笑声。100来位秀女已在楼中端坐，只是年轻的姑娘们聚在一块儿，总是忍不住与3两好友窃窃私语，眉宇间灵动的神情，俱是对宫中生活的好奇，还有对即将到来的皇帝好奇。随着宫妃们一个接一个的到达，及至午时，帝后相携而至。今日家宴不必拘礼，仅可挑着自己喜欢的地方落座。齐朝策端坐上首，唤众人平身后，淡淡道：“不过话虽这样说，可众人面面相觑后，谁又真的敢随意落座？”见众人没有动作，林寒冬看向林轩言开口：“那妹妹便来与姐姐同坐吧。”话落，众人的目光皆看向林轩言。林轩言纵然万般不愿，也只能重新在林寒冬的身旁落座。有了宫妃做榜样，秀女们也有几个胆子大的挪了位置，甚至有秀女跑到了吕贵人身旁坐下，看样子是其族妹。直到众人重新落座后，才算是正式开始今日的家宴。臣妾以茶代酒，敬陛下一杯。皇后举着茶杯率先道：“祝陛下万寿无疆，圣体康泰。”而一旁的宫人则在旁唱诵，报上皇后送的生辰礼。接着便是林寒冬、淑妃等人依次往下祝贺，并送上生辰礼。林轩言送了一柄玉如意，是前段时间武安侯从宫外送进来的，放在众妃嫔的礼物中，既不出风头，也没落了下乘，正合适。待妃嫔们送了礼后，本该到了上膳食的环节，却听下边秀女中有人朗声道：“启禀陛下，臣女也有寿礼要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富有四海。”妃嫔们赠礼本只是作为一项固定的流程，虽有人在此下了苦功，但少有能让齐朝策眼前一亮的。而秀女能带进宫的，也就一些梯级，故而并未安排秀女们赠礼，所以就显得这位赶在帝前出生的秀女与众不同。众人循着声音看过去，正好瞧见一名秀女手捧一幅画卷起身而出。只见这位秀女的穿着打扮在众秀女中并不出挑，但越是这样简单的装扮，却越能衬托出她容貌的不俗，一身简单的宫装竟也被她穿出了几分出尘之姿。但她掩藏的再好，林轩言也依旧在她的眉宇间看出了几分野心勃勃。也是，敢于在皇帝的寿宴上出生之人，又岂会对皇帝没点想法？哦，齐朝策来了兴致，安山，你去取来。安山领命而去，却见那名秀女直接将画卷展开，一幅万寿菊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正提着心的众人见到一幅画，顿时松了口气。就这画工，还不如这段时日在皇帝手下苦练的林美人呢，不足为惧。可就在这时，离得近的秀女看清了画中的模样，顿时眼唇惊呼。第104章，又见小产，竟是用许多的寿字写成的万寿菊。此话一出，顿时又重新将目光吸引回了画上。正如所言，这幅画从画工来看并不出奇，甚至在后宫的这些贵女出身的主子们而言，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但他的这份心意，却足以在今日的寿礼中脱颖而出。而这时，安山也走到秀女身旁，将画取走，送到皇帝跟前。好！齐朝策细细观阅过后，由衷赞道。皇后在一旁也道：“初看的确平平无奇，可细看这一手字，不论是豪放狂狷的草书，还是端正娟秀的楷书，皆可谓大家之作。”齐朝策示意将安山将画卷收起，看向众秀女中起身的女子，就像是百花丛中开得最娇嫩的那朵。你这份礼，朕极喜欢。你是哪家的女儿？回陛下，家父是云阳府长寒县的县令。秀女盈盈俯身，不知从哪飞来了一只蝴蝶，恰好停在她鬓间的一只发簪上，翩跹欲飞。此景又引来周围秀女的惊呼，蝴蝶被惊走，顺着风飞到花丛中。不少人几乎要将手中的绢帕揉烂，但齐朝策见到此景却是无太大的反应，只笑着让人平身，随后便吩咐工人上膳食。不少秀女都松了口气，七品小官的女儿，若是让她先得圣宠，岂不是落了他们的面子？但熟悉齐朝策的宫妃来说，却是知道这位秀女入宫是板上钉钉的了。纵使不会是此次入宫的秀女中的头名，但位分绝对比她的身世能够到的要高。林轩言却是听到她的家世后，眉梢微动。云阳府舅舅也是云阳府的县令，因与这位长寒县县令相熟。待上完菜后，便是秀女们准备的才艺表演了。秀女们总共只能有20支表演，但人数共有上百人，故而节目中多半是多人群演，只除了罗氏单独表演了一场剑舞。这也是20支表演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剑刃反射着日光，粼粼光芒映衬在罗氏略带英气的脸颜上，颇有几分肃杀之气，不愧是出身武将之家的女儿。就连齐朝策在罗氏表演结束后鼓了掌。其余的表演不能说难看，但在宫中见惯了伶人的表演的主子们来说，实在没什么出奇的。眼见着秀女们的表演就剩下最后几场，这场家宴也到了尾声。端坐在上首的皇后面露苦涩，捂着肚子，眉头紧皱。一旁的从云率先发现不对劲，焦急道：“娘娘，娘娘，您怎么了？”
此话一出，秀女们正在奏乐的手一停，楼中顿时一片沉寂。就见齐朝侧起身抱着皇后往楼中的房舍走，一边冲着工人大吼：“快传太医！”而皇后则是捂着肚子，疼得难以开口，片刻间便出了一身汗。工人们在鞍山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准备热水、布帕等东西，而妃嫔与秀女们别说动了，就连呼吸都不敢大声。血腥味就在这样的沉寂中渐渐散发了出来。皇后娘娘见红，太医院的太医几乎是倾巢出动，一个个的被侍卫提着衣领，健步如飞地赶到花月香辉楼。一盆盆的血水从内室中搬出，富贵堂皇的花月香辉楼被血腥味浸染，竟无端的有了几分阴森。春风一吹，更是让人脊背发凉。就像半个月前卓长在小产时也是这样的场景。太后也从长乐宫急匆匆赶来，本来按照安排，皇帝会在今晚单独陪太后用膳，只可惜人来了一个又一个，皇后的孩子依旧没能保住。5个月大的男婴已经成型，可惜还来不及见到外面的世界，就永远的停住了呼吸。皇后这一胎向来安稳，怎会突然小产？齐朝侧提着为首太医的衣领，将其从地上拽起。院判年纪颇大，两鬓的毛发已然苍白，被齐朝侧这么一吼，更是颤颤巍巍了起来，让人生怕他下一刻就会栽倒在地。但院判显然也是历经了沧桑，纵使面对天子震怒，纵使身体颤抖，但也依旧抖着嗓子，思路清晰道：“回皇上，皇后娘娘是被人提前几月下了药，且日日服用才有效果。此药通常是母体不适，为保胎儿顺利降生才会服用。若是不出意外，皇后娘娘会在临产那日血崩，而皇嗣则会平安降生。此次硬是皇后娘娘服用了相克的药物，才会导致提前小产。”院判吞了口唾沫，此药中原少见，多来自塞外。院判一口气说完，但仍是被额头青筋暴起的齐朝侧一把灌在地上。皇后被人下药，你们日日给皇后诊脉，竟无一人诊出来。太医们早已齐刷刷跪了一地，听到齐朝侧的问话，除了将头磕得更用力，无人敢答话。最后还是倒在一旁的院判从地上爬起，跪着回话：“回皇上，此药乃是固本还原之效，皇后娘娘平日服用，只会在脉象上显得愈发稳健，很难分辨出有异。”很难？齐朝侧嗓音冰冷，那镇养你们这群庸医有何用？太后也是气得胸膛上下起伏，那照你这么说，被下了药的有孕妃嫔们只能2选1活一个。齐朝侧，太后与太医的对话清晰地从内室中传了出来，在场的妃嫔们无不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后宫中向来是母凭子贵，但若是生了孩子就要丧命，那谁还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孕育皇嗣？就连一些秀女都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在场的众人中，可能也就林寒冬最为安稳了，毕竟他已经有了皇子。幸好院判紧接着又出声，给众人稳住了心神。此药虽然歹毒，但亦有解决之法，只需在孕中常饮用月服花制成的花茶，2香配5下，比寻常的安胎药还要有用些。塞外在锦朝北面，而月服花产自锦朝的最南方，一南一北，寻常人的确难以将其联系起来。不过月服花在宫中也不算少见，总有那么小宫女用来泡花茶。别说此药在锦朝难寻，寻常人难以想到之外，向来高高在上的宫妃又怎么会去饮下人们的花茶？第105章林宣言被怀疑。恰在这时，一个侍卫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神色慌张，看得在场众人无不提起了心神。在太医查出皇后是被人下了药之后，就派了人过去彻查长秋殿，此时显然是有了结果。启禀皇上，长秋殿有一宫女在厢房中上吊自杀了，臣等搜查到时已经断气了。侍卫的帽檐偏了，但他此刻完全不敢伸手去扶正。听到这话，众人反而有种尘埃落定之感，这宫女显然是畏罪自杀，但能拿到来自塞外的药，绝对不是一个小宫女能做到的，她的背后还有人，会是谁呢？若是按利益关系来算，河宫之中除了诞下长子的贵妃之外，不做他想。毕竟若是中宫无子，能够登临帝位的最大可能就是为长的大皇子。这个想法不仅仅是林宣言想到了，就连不少秀女都偷偷的拿眼神去打量林寒冬的神情。但在众人打量目光下的林寒冬却是正色起身，来到皇帝与太后身前。陛下，太后娘娘、皇后娘娘与皇嗣被奸人如此残忍对待，必须要尽快抓出背后之人，严惩不贷，才能稳住后宫的惶惶不安。林寒冬跪地道，声音铿锵有力。贵妃娘娘都跪下了，剩下的无论是妃嫔还是秀女、宫人，皆是齐刷刷的跪了一地。林寒冬此举无疑为自己洗刷了不少怀疑，毕竟若是他有问题，又岂会主动站出来要求即刻清查？但跟着跪下的林宣言却想起了香珠姑姑曾对他说的话，他的母亲怀他时，所有的大夫皆言身体康健，就连接生一辈子的稳婆都说这胎一定母子平安。可偏偏他的母亲在产后流血不止，也不知道母亲有没有机会看他一眼，便永远的闭上了眼睛。那日雪后初晴，香珠姑姑新酿了酒埋在梅树下，只可惜再也等不到有人来品尝。林宣言在皇帝的怒声下收回飘远的思绪，
将目光投向前方跪得笔直的林寒冬。林寒冬既然敢说出这样的话，且这咬一下就是几月，那他肯定是已经扫清了首尾。如今皇帝与太后就算再生气，也查不到他头上去。只是林轩言怎么也没想到，在那位宫女的房间内，除了找出了下的药，竟还找出了一只宫妃的簪子。且根据长秋殿宫人的供词，皇后娘娘并未赐过他这只发簪，且也从未见他拿出来过。而这只发簪，任才人捂着嘴惊呼，眼神在发簪与林轩言身上不住打转。太后皱眉看向任才人，任才人，你识得这只发簪？这时林轩言也认了出来，不只是他，陶宝林也认了出来。陶宝林脸上的血色顷刻间消失，摇摇欲坠。回太后，这只簪子，嫔妾，嫔妾。吞吞吐吐什么？有话快说！齐朝策一声暴喝，吓得任才人瘫坐在地。但在齐朝策冰冷的视线扫过来时，任才人连忙跪好，低头道：“这只发簪，嫔妾曾见林美人戴过。”任才人此话一出，那些平日与林轩言不常来往的妃嫔们也想了起来，似乎是曾见过林轩言插过这只发簪。众人看着林轩言的视线微变，他的发簪平白无故出现在畏罪自杀的宫女的房间，答案呼之欲出。就连齐朝策也将怀疑的目光落在林轩言的身上。林轩言心底一凉，却听高高在上的帝王沉声道：“林美人，对此你有何话可说？”不少人听到这话，捏紧了手中的锦帕。皇帝这话显然是给了林轩言辩驳的机会，有什么比皇帝的信任来得更重要呢？一时间，楼中陷入一片沉寂，就等着林轩言要如何辩驳。然而林轩言开口的第一句，却让众人大吃一惊：“回陛下，太后娘娘，嫔妾的确曾有过一模一样的发簪。”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却见林轩言垂手避开齐朝策幽深的目光，继续道：“只是这只发簪，林姐姐早在10余日前便赠予了嫔妾。”竟是一向胆小懦弱的陶宝林扬声开口。面对众人看过来的目光，尤其是齐朝策与太后阴沉的目光，陶宝林全凭半靠在平儿的身上，才没瘫倒在地。陶宝林眼神慌乱，连忙低头跪地，咽了口吐沫，才鼓起勇气继续道：“那日嫔妾与林妹妹从听竹宫回来后，林姐姐见嫔妾的首饰简单，便赠了不少，其中就有与这只一模一样的。”陶宝林的声音越说越低，但在场的众人还是听了分明。安山立马使眼色，让人去宁真殿翻查。谁知这时一向安安静静的淑妃开口道：“臣妾观这只发簪的工艺也不算难，有人见林美人戴着好看，仿一只也是有可能的。”是啊，仅凭一只发簪，的确难以作为证据。林寒冬也紧跟着开口：“再且林美人平日对皇后娘娘最是恭敬，岂会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领头的2位宫妃都在为林轩言说话，其他妃嫔自然也纷纷开口替林轩言辩解。主要是林轩言入宫才不到1年，而陶宝林向来懦弱胆怯，若是这样的2个人都能往长秋殿插人，未免显得皇后太过无能。但偏偏从宁真殿搜查的侍卫也回来了，启禀陛下，并未在宁真殿搜寻到与这只一模一样的发簪。话落，众人皆是神色一变。好啊！齐朝策一拳砸向柱子，朕的后宫竟有如此手眼通天之人，不仅能毒害皇后，还能栽赃陷害他人，给朕彻查！安山，你带人将河宫上上下下都清查一遍，朕就不信了，能做到天衣无缝。齐朝策的手从柱子上移开，只见柱子都微微凹陷了下去，急得太后连忙召来太医给齐朝策看守。安山则是躬身从楼内退出，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宫人与侍卫去各宫搜查。翻查妃嫔的寝殿只能是宫人去，而侍卫作为外男，负责守着宫殿，以防有人从殿中偷溜出来。只是林轩言听了皇帝这话松了口气，他虽然面上看着镇定，其实内心还是有些不安的。毕竟就算他能守好天照泄不被人渗透，但若是惹了皇帝怀疑，就算清白也无处辩驳。但显然他先前在皇帝心中的形象还不错，让皇帝愿意给他一点信任。第106章幕后凶手。毕竟他的天照泄向来看守的极严，尤其是后来平儿总想往这边来，看得更紧了。林轩言就不信了，还有人能往他的宫中塞东西。这一等便是等到了烛火通明，皇后也早就醒了过来，只是按着太医的吩咐，须得静养，且短时间内不能移动，只能先在花月香辉楼养好身体，才能回长秋殿。呜咽的哭声听得厅内众人无不是心里一沉，尤其是皇后这胎落的是一个5月大的男婴。先不说男婴对于后宫女子有多重要，单说这5月，就算不用太医提起，众人也知今后皇后再想有孕怕是难了。但是却也让不少人心思活络了起来。启禀皇上，安山匆匆从外面进来，宫中并未搜查出异常。好，好，好！齐朝策连到了3声好，冰冷的目光从众妃嫔身上一一扫过，最后隔着门忘了正传来气音的皇后，便拂袖离去。自从皇后醒来后，齐朝策就未进去看过皇后，倒是太后在皇后醒来时便急匆匆地进去看望了。但齐朝策走了，厅内的妃嫔与秀女们却依旧不敢动弹，
直到太后从内间走出，让众人回宫。林宣言出了楼，便快走几步来到了淑妃身边，低声道：“今日之事，多谢娘娘。”淑妃却连个眼神都欠奉，听了林宣言的话，只是嘴角溢出一丝冷笑，随即便在宫人的搀扶下上了步辇。见此，林宣言也懒得去想淑妃所作所为的用意，既然淑妃不需要他的感激，他又何必去热脸贴冷屁股？今日皇后小产一事，除了几位太医被拖下去打了板子，其余人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回到天照榭后，支流给正在泡脚的林宣言往膝盖上涂抹药膏。今日这一跪，比那日柯平的责罚可要久得多，但谁又敢在这时去传太医？别说太医基本都在花月香辉楼候着，就算有空闲的，谁敢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此时的寝卧内仅林宣言与知柳二人。知柳细细的给林宣言涂完药膏，又给他按酸痛的小腿，尤其泡着热水，1日的紧张疲惫仿佛尽皆消散。知柳，你觉得会是有这个本事给皇后下药呢？林宣言勾着胸前散落的发丝，手指无意识的缠绕着。知柳看了眼门口，这才认真回道：“回主子，奴婢觉得能够持续几月给皇后娘娘下药之人，定是在宫中深耕多年，或是有权势之人。”林宣言此刻早已卸了钗环，如瀑的青丝散落，明亮的烛火在如缎的秀发上跳跃，哪怕眼神不知落在了何处，也依旧美得如同一幅画卷，只可惜无人欣赏。林宣言靠在软榻上，喃喃道：“着常在与如今禁足的杨更衣，皆是从宫女爬上的枝头，而宫中有权势的女子，自然就是贵妃与淑妃。只是着常在与杨更衣与皇后往日无仇，又无利益冲突，淑妃与这二人也是一样的，且淑妃向来淡漠，见着皇帝也无太多表情。而且当时是淑妃率先替他开脱，若是淑妃所为，又特意找了发簪嫁祸，又何必给他辩解？倒是林寒冬，不仅与皇后有利益冲突，且那喂药的功效。”林宣言闭了闭眼，以前他与香珠姑姑早就猜到了母亲的逝世与商素脱不开关系，只是一直未能找到证据。没想到如今却是歪打正着，从商素的女儿身上寻到了蛛丝马迹。哼，这也算是一脉相承了。贵妃、淑妃、着常在与杨更衣，你觉得是谁下手了？林宣言轻声问道。知柳抬眸看了一眼林宣言，随即又匆匆低下头去。主子，依奴婢所见，知柳咽了口唾沫，贵妃的可能性更大些。这倒是与林宣言的猜想一般无二，只是知柳迟疑，若真是贵妃所为，为何要用发簪栽赃嫁祸给您？就算您与他不和，但在他人眼里，您与贵妃皆是武安侯府的女儿，若是一人出事，另一人就算免于责罚，也难免让他人忌惮。呵，林宣言轻笑，睁开眼睛看着知柳，你瞧，就连你都是这般想，那其他人呢？林宣言点到即止，知柳一脸困惑，但见着主子没有解释的想法，也只好自己暗自揣摩。直到给林宣言全身都按了一遍，知柳这才瞪大了眼睛，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主子，您的意思是皇后小产，所有人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贵妃，但若是给您栽赃嫁祸，反而降低了他人对贵妃的怀疑。林宣言眨了眨眼，伸出食指在唇边，嘘。知柳闭了嘴，只是从他的面上还能看出他内心的不平静。而且正如淑妃所言，那只发簪的工艺并不繁琐，民间的工匠都能复刻出来，若真想栽赃陷害给他，又岂会如此简单？只能说林寒冬这招的确高超，不仅洗清了自己身上的怀疑，也没让武安侯府因此有了妨碍，可谓是一举两得。只是知柳并不知道林宣言母亲的死因，故而也只是加深了对林寒冬的怀疑，不像林宣言已经基本断定就是林寒冬所为了。塞外来的要那般稀少，怎就这般凑巧，都与商素母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知柳，你也下去休息吧。林宣言在知柳的搀扶下，在床上躺了下来，闭目道。知柳此时也整理好了脸上的表情，轻声应是，随后便吹灭了烛火，轻手轻脚地退出了房间。而房间内的林宣言却并未入睡，而是想起了前世的巫蛊案。前世他刚被林寒冬牵连时，几乎是恨毒了林寒冬，恨不能啖其肉饮其血。但后来渐渐成长的他，反而对这桩巫蛊案有了不同的看法。林寒冬身为贵妃，且又有皇帝当时唯一的皇子，为何要做巫蛊娃娃咒杀皇帝？毕竟若是皇帝死了，就靠着林寒冬年仅1岁的幼子，又如何能坐稳皇位？就算如今海晏河清，但观历代皇朝，幼子登临帝位的皇朝少有平稳的。前世的林宣言便对这桩巫蛊案的幕后凶手有了怀疑，经过今日之事，他已有了怀疑的对象。不过他依旧不打算想办法帮助林寒冬乃至武安侯府逃过这次无妄之灾。第107章，皇帝打算当和尚。昨日之事还要多谢妃妃。林宣言拉着陶宝林的手在榻上坐下，陶宝林却是摇头，浅笑道：“我只不过说了实话。”不过说到这，陶宝林突然目露歉意，迟疑道：“那只发簪早几日就不见了，许是外出时不慎遗落了。”话落，林宣言看向陶宝林身侧的平儿。平儿作为陶宝林唯一的侍女，
是贴身伺候的，珠翠钗环都是他在打理。且若是外出，平儿应是一步不落的跟在陶宝林身后，而发簪又不比尔氏小巧玲珑。发簪丢了，平儿无论如何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平儿完全不敢面对林轩言探寻的目光，连忙将头深深的埋下。倒是陶宝林替他开口说话，平儿的确粗心，我已经说过他了。初时林轩言觉得陶宝林性格软糯，还颇为喜欢，后因下更衣之事对他颇为失望，此次因昨日皇后之事对他又有了些改观。本以为陶宝林有了长进，却没想到对待下人依旧是这副模样。其实陶宝林对身边人都是一副和善平易近人的模样，只是因为平儿是他的贴身宫女，且常常犯错，才使得看起来陶宝林对平儿格外宽容。其实他对身边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态度，只是有些工人谨记主仆之别，依旧恭敬对待，但有些却敢对陶宝林甩脸色。若不是林轩言与陶宝林交好，陶宝林如今连顿热菜都吃不上。只是林轩言岂会甘心只当一个美人？宁真殿迟早有一天会是他的地盘，他不想上能用的陶宝林身边跟着个拖后腿的平儿。故而这次林轩言直接当着平儿的面对陶宝林道：“平儿粗心也是一次两次了，你身为主子就没责罚过他。”平儿脸色一变，他知道林轩言早已对他不满，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林轩言竟然会直接当着他的面讲：“平儿跟着我也是受苦了。”陶宝林急忙为平儿辩解，只是话还未说完，就被林轩言淡淡打断：“你只想着自己的不足，你以为你能一直护着他吗？这次若不是淑妃等人为你我开脱，你以为能毫发无伤地走出花月香辉楼？”陶宝林不说话了，他不是不知道，就是想着事情过去了就算了。林轩言看着陶宝林低下头，哼笑一声，招手唤来了知顺：“你与陶宝林说说，昨夜长秋殿拉了多少个工人去慎刑司？”陶宝林与平儿听到这话，俱是神情一变，猛地抬头望向走进来的知顺。进慎刑司的工人多半只有一个下场，死。说实话，陶宝林入宫3年，上头的主子都不是暴虐的人，故而没听见多少工人被拉去慎刑司。是。知顺笑着给二位主子行礼，只是说出来的话却让人毛骨悚然。回主子，陶宝林，昨夜长秋殿除皇后娘娘的4位贴身宫女外，全部都进了慎刑司。今日一早，皇上与太后娘娘便将自己身边的工人拨了一部分过去。倘若知顺望着陶宝林抬眸一笑，明明是阳春3月，却让人如坠数9隆冬。倘若不是因为发生在万寿节，那其子宫人估计昨夜就全会被打死了。平儿狠狠地打了寒战，陶宝林的脸色也不好看。林轩言见状，抬手端起身前的茶盏轻轻吹拂，嗓音顺着腾腾的白雾悠悠传来：“我并非要你对平儿如何，只是你的纵容迟早会害了她。”话落，林轩言饮了一口茶水，目光清透地望向强撑着挂着一抹笑容的陶宝林。陶宝林看了平儿一眼，随即紧了紧手中的绢帕，哑声道：“我知道了，多谢轩言提点。”平儿也连忙跟在陶宝林身后道谢。言尽于此，陶宝林与平儿能听进去几分就不知道了。若是平儿还是如此，那他就只能想办法让平儿不得不从宁真殿滚出去。接下来林轩言主动换了个话题，谈起胭脂水粉来，无论哪个女人都是爱的，两人间很快又恢复往日的其乐融融。只不过待陶宝林一走，林轩言便头疼地捏了捏眉心。昨天皇帝连皇后的面都未见，就急得拂袖离去，可谁知今日一下朝就去花月香辉楼看皇后，眼下都快到了用晚膳的时间，皇帝还未从楼内出来。要知道之前卓长在小产后，皇帝可是一次都没去见，只是每日都派人上次东西过去。也是，皇后又岂是卓长在能比的？只是皇帝这一去，连着就是3日，虽然晚上未曾在花月香辉楼留宿，但也没照其他的妃嫔事情。随后又去看了卓长在，接下来的几日，不是在看皇后，就是看卓长在，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帝准备当和尚了。其他人怎么想，林轩言不清楚，但他得尽快怀孕，必须要勾着皇帝过来。可宫中才连着出了2件流产事件，林轩言也不好在此刻冒头，尤其中一位还是皇后，身份低位妃嫔，不说要与皇后同悲，还想着与皇帝干那档子事，岂不是往皇后的枪口上撞？林轩言望着窗外枝头桃树上已经舒展了花瓣的桃花，又是长叹一声。这时知顺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主子，长秋殿有令，需各宫主子前去市集。”林轩言一怔，就听知顺继续说：“按照太医的嘱咐，皇后娘娘最少得在花月香辉楼静养1个月，再回长秋殿。但是如今才过了10日，皇后便被人包裹的严严实实回了长秋殿，随后便发了懿旨，让各宫妃嫔前往长秋殿市集，从贵妃开始，每人3天轮流来。”听完知顺的话，林轩言倒是松了口气，说是市集，除非皇后故意刁难，否则他身为妃嫔，能做的最多就是给皇后喂喂药。陛下呢，今日可有翻牌子？林轩言忽然道：“若是皇帝还打算守身如玉，那他就只有去长秋殿悄悄地勾引人了。只是这事做得不好，难免被皇后给记恨上。”
知顺却是一笑，眨眨眼道：“今日太后去找了皇上。”第108章，小样，看姐不迷死你！林宣言秒懂，齐朝策身为皇帝，除了治理国家，还有一项重任，那便是留下皇室血脉。才刚没2个孩子，太后哪能让他天天围着这2个暂时不能伺候的女人打转？想来要不了多久，皇帝就得翻牌子了。只是林宣言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消息才过去1个时辰，进士房那边就传来了消息，今晚皇帝翻了淑妃的牌子。林宣言满意的捏起一块糕点，那他过几日去与皇帝来个偶遇，也就不算什么了。只是林宣言有这个想法，别人也有。才过了3日，皇帝就接连偶遇了虞美人与人才人。许是前面10日憋得很了，皇帝遇上了谁，就去了谁的宫中，整得这3日之幸不住的在林宣言耳边叹气：“主子，哎，主子，咱们也去吧。”只不过林宣言反而打消了去偶遇的念头，皇帝碰上了谁就宠幸谁，若他这个时候也上赶着去偶遇，岂不是平白在皇帝心中跌了分？这与他一贯的形象不符。林宣言摆摆手，头也不抬的道：“你继续去送汤。对了。”林宣言忽然想到了什么，昨日的薏米百合汤是不是陛下喝了？在皇帝连着3日没翻牌子后，林宣言便每日跟着众妃嫔给皇帝送些汤汤水水。毕竟皇后那时才刚小产，皇帝看着也一副伤心的模样，他送些补身体的汤水也不算出挑。只不过前些10日的汤水基本上都是被退了回来，只有昨日送过去的薏米百合汤被乐生端了进去。知信点头回主子：“是的，今日继续送薏米百合汤，稍微多放些糖。”也是他忘了，皇帝确实是偏爱甜食馅。在连着送了几日的薏米百合汤后，皇帝总算是翻了林宣言的牌子。但是林宣言还是有些不满足。哎，他早已给皇帝准备好了羊肉、牛肉、甲鱼、韭菜、枸杞等，怎就偏偏是照他去太初宫侍寝呢？吃了他精心准备的菜肴，林宣言保准让皇帝第2天下不来床。正好明日就是休沐，不用上早朝，岂不美滋滋？主子，热水备好了，可以洗浴了。知柳上前打断林宣言的畅想。林宣言面上依旧一片沉稳，完全没让知柳看出他满脑子不可见人的想法。今日穿素净些。对了，从我绣的荷包里挑个松树的花样来。林宣言淡淡吩咐道。知柳应是，跟着林宣言走到旁边的房间替他擦洗身子。今日的林宣言不仅衣上穿的素净，就连知柳想要给他上妆都被拒绝了。不过林宣言却是另外挑了桃花膏往身上涂抹，每一寸肌里都被细细染上桃花的香味。虽说他今日不打算靠美艳勾搭皇帝，但不代表他不可以从别的方面去勾引皇帝。说起来，这个桃花说是他与皇帝的定情之花也不为过了。待到暮色四合时，一顶软轿将林宣言从宁真殿接走。嫔妾给陛下请安。林宣言盈盈俯身过来。齐朝策半靠在软榻上看书，头也不抬的朝着林宣言招手。林宣言乖巧的走过去，心里却暗自在咬牙，方才的动作完全做给了瞎子看，白瞎了他演练那么久。陛下，林宣言站在软榻旁轻唤，轻唤声还未落下，就被齐朝策伸手一揽，直直的撞进了男人的怀里。今日的林宣言不仅是未施粉黛，就连头上也仅是用了一根簪子松松将青丝挽起，被齐朝策这么一拉，发簪直接不堪重负的从发间滚落，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陛下，林宣言轻呼，淡淡的桃花清香悠悠的萦绕。齐朝策眉梢一动，低头往林宣言的颈间深嗅了一口，这一闻，揽在林宣言腰肢的手便不可抑制地收紧了。男人灼热的呼吸烫得林宣言微微发颤，但他却只是微微垂眸，往齐朝策身上又贴了贴，悄悄地伸手搂住了齐朝策的腰身。如是的触感在颈间划开，手中的书本早就不知何时掉落在软榻上，而殿内的宫人早已有眼色地退了出来，只留了2个宫女垂眸等待主子的不时之需。随着衣裳的掉落，更多的桃花香气铺散而出，只是这个香味并不浓烈，稍微离远些便若有似无，勾得人只想逐寸的一点一滴的去舔舐，将春日的气息一点点的拆吃入腹。男人的气息如星星之火，在霜雪凝脂般的肌肤上燎原，让林宣言不住轻颤，终于在眸间溢出细碎的水光，受不了的推了推身上的男人。陛下！齐朝策的动作一顿，额间不知何时冒出的汗水滴落在霜雪凝脂上，暖黄的烛火在其上跳跃，勾得人不由呼吸粗重。齐朝策继续动作，只是哑着声音道：“今日轩儿怎这般香？”林宣言被男人的动作撩拨的早已神思混沌，听到问话，勉强回道：“前几日天照，谢的桃花开了，嫔妾摘了些做香膏。”含了蜜糖的嗓音似乎在断续的说话间连着糖丝。齐朝策本就喜好甜食，当即凑了上去细细品尝。过了许久，才听到偌大的殿内传来男人似叹息的屈昂声。今日的轩儿格外得朕圣心。只是林宣言早已化作了一滩春水，就连眸子里都充斥了水光，
只能回了一句破碎不成言的话。遥远的天际似乎飘来了乌云，发暗的月光摔进宫内，被窗棂筛成细碎的阴霾，浅浅的洒了一层，却愈发显得怀中的家人耀眼的让人想将其揉进骨髓。这一夜似乎格外漫长，又似乎格外短暂，累得林轩言都没机会将准备好的荷包送出去，直到知柳在他耳畔轻唤，林轩言从混混沌沌的从龙床上睁开眼睛，只是意识还未归笼，过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他目前还在太初宫。林轩言看着窗旁的阳光，不由眨了眨眼，嗓音嘶哑的询问：什么时辰了？夏得知柳连忙去给林轩言倒茶，一边喂一边回答：回主子，快到50了。第109章不安生。林轩言眼睛瞬间圆睁，50？怎么早点喊我起来？说完，林轩言便掀开锦被，打算下床。只是他忽略了自己劳累了一晚的身体，要不是有知柳连忙扶住，差点没直接跪下去。皇帝年轻气盛，又是习武之人，果真是身强体健。这也让林轩言暗自庆幸昨晚皇帝没去天照县，不然一顿壮阳大餐下去，估计他就真的下不了床了。也就是稍微勾引了一下，这皇帝咋就这么经不住诱惑呢？林轩言暗自腹诽，知柳在一旁小声解释：陛下说您昨晚累了，叫奴婢们不要打扰您。说着说着，知柳的脸都红了。虽然这种事他已经见得多了，但这么激烈还是第一次。主子，这个时辰陛下应该快用午膳了，咱们快些吧。知柳催促道。林轩言瞪了他一眼，我知道，紧赶慢赶，总算在皇帝回来时梳洗完毕，只是腿还有些软。嫔妾给陛下请安，陛下万福金安。林轩言用茶水润了喉，一夜嘶哑的嗓音总算缓了过来，只是细听还是有些异样，反倒别有一番风情。齐朝侧笑着将人拉进怀里，亲昵的点了点他的鼻尖，朕还想着轩儿是不是得在太初宫睡上一整日，没想到这才50便醒了。林轩言脸一红，将头埋进男人的怀里，好像这样就能遮住他羞红的脸颊。齐朝侧大笑着将人搂着走到餐桌旁，随后更是直接抱着放在腿上，让一旁服侍的工人都不敢抬头看。林轩言羞得耳垂都能滴出水来，小声抗拒道：陛下，嫔妾给您布菜吧。说着，林轩言欲起身，只是才刚挪动了一下，就被齐朝侧按了下来。这里这么多人，还用得着你布菜？齐朝侧在他的腰间捏了下。林轩言本就腰肢酸软，顿时嘤咛一声倒在男人的怀里。陛下。一顿饭在俩人你侬我侬的甜蜜氛围下用完，直到工人撤下餐桌上的残羹冷炙，林轩言这才想起自己昨夜带来的荷包还未送出去。齐朝侧看着手中的荷包，不由打趣道：又是荷包？你只会绣荷包不成？林轩言不服气，嫔妾才只送了陛下2次，怎么就只会绣荷包了？那轩儿的意思是下次能给朕绣个别的，比如衣服什么？林轩言不说话了，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就是不看齐朝侧，意思很明确。齐朝侧倒也没为难他，毕竟看这绣活就知道怀中的小女子不过尔，能有这份心意就够了。毕竟若是林轩言真给他缝制了件衣裳，他可能也不好意思穿出去，毕竟荷包小小一个挂在腰间也不起眼，但衣裳大，绣活粗糙，不知道的还以为国库空虚了。咦，怎么绣的是松树？齐朝侧正准备换上荷包，仔细一看花纹，不由挑眉问道：别的妃嫔有送花、云、竹、龙等花样，送松树的确少见。林轩言在心里松了口气，本来还想着皇帝若是不主动问，他还得挑起这个话题，否则岂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一番心意。林轩言一边替齐朝侧换上荷包，一边回道：嫔妾希望自己做松柏上的蒲苇，依绕着生长。陛下。林轩言抬眸，嫔妾愿陛下如松柏般四季常青，无惧风霜雨雪。齐朝侧心中一动，将人揽进怀里，结果又听怀中的女人轻声道：陛下，您和皇后娘娘还年轻，一定还会有孩子的。话落，齐朝侧放在林轩言腰间的手陡然一紧，差点没让林轩言没喘过气来，但他没有出声，而是乖巧的将头贴在男人的胸膛。孩子，齐朝侧眼眸一暗，皇后本就流过1次产，这次胎儿5个月大了又流产，以太医的诊断，皇后这辈子很难再受孕了。但齐朝侧很快就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将头放在林轩言的发顶上。轩儿就不想给朕生孩子。林轩言悄悄地翻了个白眼，给我喝避孕药，还想我怀孕，可把你弄坏了是吧？不过林轩言面上却是一副惊喜的模样。想，说着声音又羞窘地低了下来，白嫩的指尖无意识地在男人的胸膛打圈。嫔妾自然是想的，只要一想到会有一个和陛下的孩子，嫔妾都能从梦里笑醒。齐朝侧被林轩言的话给逗笑，方才压抑的情绪一扫而空。只是让林轩言咬牙的是，皇帝看着一副温情脉脉的模样，却从头到尾都没提过那碗避孕汤药。罢了，反正他也想好了，若是怀孕，以什么借口去应对避孕药无用的问题。时间转眼就到了4月初3，秀女进宫满1月的日子，也是决定秀女去留的日子。按着规矩，是皇帝、皇后、
太后与2位妃尉才有挑选秀女的权利，但皇后才小产半月，以太医的看法，自然是让皇后好生在长秋殿躺着养身。但让人大吃一惊的是，皇后竟不顾众人的劝阻，前去了静怡轩参与选秀。本来安排在御花园，只是考虑到皇后的身体，将地点安排在了室内。林轩言作为从五品的美人，只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天照榭，等着选秀结束。什么？听到知顺打探来的消息，林轩言不可置信的起身。宁真殿已经住了他和陶宝林2人，林轩言怎么也没想到此次选秀竟然又安排了一个进来。倒也不是住不下，只是旁的宫殿甚至都没有一个妃嫔住进去，怎就偏偏安排宁真殿住3个？这里是什么风水宝地吗？一旁的陶宝林也是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只是见到林轩言这般激动，也只好出声安慰道：过来的妹妹许是性子沉静的，但愿如此。林轩言烦躁的重新坐下，看向知顺。知顺不敢与林轩言对视，连忙将头低下，尴尬的笑了2声，才道：回主子，进宁真殿的是万寿节上送画的长袖女。林轩言头疼的捏眉心，怎就偏偏来了个不安生的？第110章，天下男人一般黑。这一下就连陶宝林都不知道怎么圆了。这位长袖女一看就是个不安生的。早知道她会住进宁真殿，林轩言早几日就要推波助澜一番，而不是听个笑话就过去了。前几日长袖女脸上长了红疹，若是一般人，定是直接就被打发回去了。但是储秀宫的长氏姑姑许是想着她在皇帝面上留了印象，单独给她安排个房间养病，没想到还真被她在选秀前养好了。只是事情已成定局，林轩言也只好摆摆手，继续让知顺去打听消息。经过1个下午的选灵，共有15位秀女入宫。除了这位长袖女，太后的侄女与平南王的女儿自然都是进了后宫的。邓氏被封为正3品昭仪，而罗氏则是从3品的贵嫔。这倒是出乎林轩言的意外，他原以为邓氏与罗氏皆会被封妃，再不济也得封邓氏为妃，毕竟邓氏乃太后侄女，又是来自向来专出皇后的遗苏邓家，不封妃反倒是异常。不过林轩言眼眸一转，想到了皇后才流产，许是因为这个才让邓氏暂时屈居9品1之位。林轩言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只是宫中向来有初次侍寝升位分的规矩，他倒想看看离妃位只差一步的邓昭仪会不会因此封妃。余下的秀女倒是一贯的分位低，最高的也就是个正5品的贵人，是吏部尚书的女儿，姓文。至于长秀女是正7品的宝林，安排住在陶宝林的隔壁右汉斋。而在常宝林到宁真殿之前，林轩言也在知顺口中得知了他被安排在宁真殿的经过。回主子，是太后娘娘将常宝林安排在宁真殿的。林轩言目光一凝，正要说话，又听知顺道：皇后娘娘原是说贵妃宫中寂寞，意思要将常宝林安排去雅兰宫，可是贵妃言说大皇子吵闹，最后被太后拍板，将常宝林安排进了咱们宁真殿。俗话说得好，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怪就只能怪他不是妃位，没有参与选秀的资格，什么事都只能等尘埃落定，接受安排。林轩言摆摆手，吩咐道：去御膳房多取些膳食来，若是常宝林没有被陛下招去侍寝，就替他接风洗尘一番。话毕，林轩言看向陶宝林，含笑道：妃妃也一同来。说起来，我俩也有好一段时间未曾一同用膳了，看来这次我要沾常宝林的光，到轩言这儿来蹭饭了。陶宝林眨眨眼，故作受宠若惊。林轩言被他逗笑。至于皇帝今晚会宣谁，总之不管是林轩言还是陶宝林，谁都不会认为是常宝林。毕竟上头压着邓昭仪与罗贵嫔，怎么轮不到一个小小的宝林？待常宝林被宫人送到宁真殿时，林轩言也收到了进士房的消息，今晚皇帝翻了罗贵嫔的牌子。罗贵嫔？林轩言挑眉，竟然不是邓昭仪。管他呢，反正不是扯他的脸面，邓昭仪会不会因此羞愤，又与他何干？只是以皇帝这个举动，倒是让林轩言懂了些为何皇后能稳坐后位的原因了。但这种所谓的关怀，林轩言觉得若她是皇后，只会觉得作呕，不睡本该是皇后的邓昭仪，换了个女人睡，就能证明自己对妻子的关怀备至了。啊，天底的男人，就算是皇帝又如何，都是一般黑。不多时，在右汉斋安置下来的常宝林，在宫人的巧手下梳了个妇人的发髻，便连忙赶到天照榭给林轩言请安。常宝林在殿中盈盈俯身，嫔妾给林美人请安。林轩言端起茶水抿了一口，这才淡淡道：常宝林不必多礼，快快坐下吧。常宝林这才起身，随后又给一旁的陶宝林行了个半礼，见过陶姐姐。陶宝林也连忙给常宝林回了个半礼，你我同阶，哪能让你给我行礼？且常宝林一入宫就是宝林，待侍寝后就是常在，陶宝林还真受不起这里。好了，都是自家姐妹，何必论这些虚礼？林轩言故作生气，饭菜都要凉了。陶宝林与常宝林这才落座，一顿饭下来，也算是宾主尽欢。尤其是林轩言说起自己的舅舅也是云阳府的县令，让常宝林既惊又喜，看着倒是一副不作伪的模样。
只不过想起万寿节那日的表现，这位常宝林又岂会是表面这般简单？本来林轩言没打算因为一位县令的女儿就去麻烦表哥去打探，但是谁让这位常宝林住进了宁真殿，这让他不得不多提起几分提防来。而在4月10日之前，轮到了林轩言给皇后侍疾。这次是一个生面孔将林轩言领进了长秋殿中，但也不算多陌生。林轩言曾在太后的长乐宫中见过。奴婢丹翠见过林小主。林轩言将丹翠扶起，笑道：“丹翠姑姑快请起，这几日还要劳烦丹翠姑姑对我多加关照了。”丹翠笑笑，并未过多言语。如林轩言想的那般，这3日在皇后宫中侍疾，最多就是帮忙端个药喂一下，实在没什么劳累的。只是，主子，奴婢给您端一会儿吧。知信在一旁小声道。这碗药自滚烫起就端来了皇后的寝殿，而林轩言自然是要一到就接过了药碗，腰背挺直的在床前的脚踏上跪下，准备给皇后喂药。只是皇后这段时间总是昏昏沉沉，方才还和林轩言讲了几句话，这下要来了，竟合上了眼睛，许是又睡了过去。只是苦了林轩言，滚烫的药汁不多时，就让药碗也一并滚烫起来。林轩言白嫩的指尖很快便绯红一片，就连手也有些摇晃。但听到知信的话，林轩言反而是偷偷的瞪了他一眼，微微摇头。就这点苦楚，算得了什么？等药温度适中时，林轩言这才小声的询问一旁的从云：“从云姑娘，皇后娘娘醒了吗？这药再不喝，恐就要重新熬制一碗了。”从云闻言，上前揭开床帘，轻轻唤醒皇后。睡醒的皇后一眼就看到了林轩言绯红的指尖，皱眉正要说些什么，就听到宫殿外远远的传来一道声音。第111章侍疾。皇后救母，一团火红色的身影似风一般闯进了寝殿。身后太监的唱诺声都被他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粉雕玉琢的小姑娘一进来往床边凑，林轩言差点就被她给撞倒。咦，这怎么有个大姐姐跪着？小姑娘疑惑地看向林轩言，但下一瞬立马皱眉将林轩言狠狠推了一把。这下要是彻底洒了，褐色的药汁瞬间浸透了林轩言浅色的衣裙，但幸好已经不烫，除此之外也无大事。众人还来不及反应，就听小姑娘怒道：“皇后舅母生病了，你怎么还能惹她生气？”阿莹，皇后沉声：“这是你皇帝舅舅的林美人，不可无礼。”从云也连忙在旁解释：“郡主，并非林美人犯错，林美人是过来侍疾的。”季莹这才收敛了怒容，神色有些讷讷，伸手欲将林轩言扶起。这时袁林才姗姗来迟，扫了一眼殿中的情形，朝着季莹招手道：“你这小调皮，才到舅母宫中就闹事。”季莹看了林轩言一眼，转身扑向袁林怀中。林轩言这才有时间行礼请安：“嫔妾见过长公主殿下，郡主。”袁林微微颔首，淡淡道：“你先下去吧。”见皇后没有意见，林轩言躬身告退。只是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衣袖中，林轩言慢慢握紧了食指。一出寝殿，知信连忙扶住林轩言，小脸上满是心疼，小声道：“主子，奴婢扶您回去抹药。主子的手被烫了那么久，到时定会起泡，也幸好今日已是最后一天。”只是林轩言却摇了摇头，还未到时辰，怎能擅自回去？可是知信在林轩言的注视下闭了嘴，只是脸上还带着愤恨不甘的神情。无论是皇后还是长公主，都不是他能得罪的对象，怪只能怪他位分太低，只能忍。不过在林轩言回到厢房中休息时，很快便有小宫女跑来送了药。此时林轩言的指尖早已通红一片，若不是他端药时不停地换着手指用力，估计现在皮都被烫下一块来了。只是现在仍是疼痛难忍，等厢房只剩下林轩言与知信时，脸上的表情再也撑不住了。林轩言蹙着眉连声催促：“快给我上药！”知信手忙脚乱地给林轩言上药，待药膏敷上去的那一刻，清凉的感觉瞬间包围，林轩言长长的舒了口气，眼泪反倒在这时不合时宜的掉了下来。主子，知信哭得比林轩言还凶，这反倒让林轩言破涕为笑。他掉泪本就只是身体的应激反应，不受控制的落了一滴罢了，反倒是知信涕泗横流的模样让他啼笑皆非。在知信的惴惴不安下，皇后这一日都未召林轩言进寝殿伺候，直到宫门快要落锁，袁林才带着季莹出宫。而这时也到了林轩言回天召谢的时辰。丹翠姑姑，皇后娘娘睡下了吗？方便嫔妾过去请安告退吗？临走前，林轩言询问丹翠。不多时，丹翠便带回了消息，笑道：“回林美人，皇后娘娘歇下了，您自行回宫便是。”于是林轩言在殿外冲着里面行了个礼，这才带着知信回去。回去之后的林轩言又遭受了一波眼泪洗礼，这时他的指尖已经冒起了小水泡，别说是才见到的知柳了，就连已经哭过一阵的知信也又开始眼泪汪汪。反倒是林轩言这个患者有条不紊的吩咐，打发人一个个的去做事。很快林轩言指尖上的水泡就被挑破，重新涂抹上了一层药膏，真正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这段时日皇后休养身体，
就连出事情的妃嫔都只是在殿外远远的见礼，未曾踏入殿中一步。这几日有2位新进宫的妃嫔侍寝，分别是罗贵嫔侍寝后封为了昭苑，另外还有1位孟答应侍寝后晋升为宝林。这些事林轩言都懒得搭理，眼下头疼的是他的手指受伤了，怎么写字呢？主子，奴婢带您写吧。知柳提议道。你？林轩言挑眉，但随即也只能叹气同意这个建议。知柳这半年来跟着他也学了不少字，目前来说除了字写的有些不堪入目外，其余倒也没什么毛病。就是得写清楚这是知柳代笔，免得香珠姑姑以为这封信是被人冒名顶替的。一到10日这天，林轩言便早早的去了小佛堂。为了每月10日送信不显得突兀，林轩言经常打着写佛经的名头去小佛堂，但自从上月柯平被罚去小佛堂后，这还是林轩言第一次来。一进到小佛堂，林轩言被看到柯平跪在一旁的送子观音像前的蒲团上，腰背挺直。林轩言在其身后行礼，嫔妾见过柯平。柯平身形未变，也未出声让林轩言起身，但林轩言是何人？之前仗着皇帝的宠爱就敢与柯平对上的人，如今柯平都被打发到小佛堂了，他更是不惧，自顾自的起身了。林轩言在室内扫了一眼，并未看到新太妃，询问的看向妙元师太。妙元师太同样用眼神示意林轩言借一步说话。林轩言疑惑的跟着妙元师太去了隔壁的房间。这时妙元师太才道，自从柯平过来，太妃娘娘便与他约定好了时辰，上午是柯平祈福，下午才是太妃娘娘念诵佛经。林轩言听得这话，面上虽然恍然大悟，但心中却是暗自蹙眉。新太妃并非是每日都来，只是因为10日这天与他约好了，这才每月固定都会来。只是他这段时间虽然常来小佛堂，表面上也因为与新太妃讨论佛经而显得熟识了几分，但若是仅因这一点，直接在小佛堂等上半日，反倒突兀。但林轩言心念一转，很快便有了应对之策，笑道：原是这样，看来今日是我与太妃娘娘无缘。妙元师太唱了句佛语，双手合十道：太妃娘娘通常申时会到，美人若是想与娘娘讨论佛经，日后可那时再来。林轩言也回了个礼，笑道：多谢师太。说罢，林轩言去佛前上了支香，便带着知信回去了。只是还不到申时，天照榭就传来一阵吵闹声，不多时，知柳与知信便急匆匆地从宁真殿出来。第112章，如意郎君。知柳、知信、常宝林疑惑地看向从外面急匆匆回来的2人，你们怎么不在林姐姐跟前伺候？知柳2人连忙行礼，笑道：回常宝林的话，主子的耳坠掉了，奴婢与知信方才去寻了回来。常宝林颔首，倒也没再说什么，带着宫女下书出门了。知柳与知信连忙回了天照榭，对视一眼，齐齐松了口气。寻耳坠只是幌子，为的是将信送给新太妃。你2人怎这副表情？知顺压低声音，办成了吗？知信白了知顺一眼，自然。说罢，还不解气地踩了知顺一脚，趁着知顺还没有报复回来时，便小跑着跑进殿内，让守在门口的知顺气得咬牙，却又无可奈何。看得一旁的知柳直笑，好悬没惹火上身。知信到了林轩言的寝卧门口，放缓脚步才进门。林轩言放下手中的书，抬眸道：耳坠找到了。知信笑嘻嘻的行完礼，便凑上去，双手一摊，一个绿莹莹的耳坠赫然出现在掌心，回主子，找到了。林轩言心领神会，努努嘴，示意知信放回梳妆台，道：行，今日便让知柳给你讲上一个时辰的故事。知信眼眸一亮，而晚到了一会儿的知柳则是脸瞬间垮了。知柳毕竟是以前学过字的，故而这段时间来3人同时学字，知柳的进度是最快的，于是知信总是求着知柳给他讲话本上的故事。但是求嘛，总是得付出点什么，哪有主子直接吩咐来的爽快？主子，知柳不依，奴婢也去了，怎么就光赏知信？林轩言道：那你想要什么奖赏？这反而将知柳难住了，支支吾吾半天没想出来。倒是林轩言灵光一闪，饶有兴致道：不如待日后知柳可以出宫时，我让香珠姑姑提前1年就给你在外选人，保准知柳一出宫就能嫁个如意郎君。知柳吓得眼睛都瞪圆了，连忙在林轩言跟前跪坐下来：主子，奴婢要一直跟着主子身边，哪也不去。林轩言挑眉：这可是你说的，可别到时候哭着求着让我放你出宫。知柳连连点头，好似只要点慢了一会儿，林轩言立马就能将他打发出宫嫁人。行了，逗你的，以后到了年纪，若是想出宫，你就与我说；若是想一辈子陪着我，那就不许后悔。林轩言将知柳扶起，语气平淡。知柳这才展开笑脸，瞥向一旁看戏的知信，掩嘴道：日后知信出宫了，主子可以得给知信挑个如意郎君。说完，知柳往林轩言身后躲开知信做事要扭打的手。林轩言却是若有所思的点头：知柳说的对，咱们知信这般可爱，必须得千挑万选一个。主子，知信跺脚：你也和知柳姐姐一同打去奴婢。
那你以后也想和知柳一样，陪着我在宫中孤独终老？”听到这话，知信没说话了，手指互捏，目光闪躲的不敢看人。林轩辕失笑的拿书拍了拍知信的头：“你想出宫嫁人，直说便是，难道我还能硬拦着你，不让你出宫不成？怎么，在你心目中，你家主子就是这般不讲情面的人？”林轩辕叉腰扬怒，知信尬笑，挠挠脸颊，这才道：“自然不是，只是奴婢还没想好。奴婢想过嫁人，但是以前奴婢在的村里，有些男的会打人，可是奴婢也见过对妻子极好的。”知信一下皱眉一下笑，看得林轩辕颇有些好笑。知柳也是扑哧一笑：“你担心什么？有主子在，哪个男人敢打你？你只管让主子给你做主。”林轩辕也故作深沉地拍了拍知信的肩：“你只管放心，主子日后一定当个高位，好好护着我们知信。”看着林轩辕与知柳含笑的眼眸，知信闹得满脸通红，又羞又窘的跺脚跑出去了。但偏偏在寝卧里的林轩辕二人爆发出一连串的大笑，让知信脸上的红晕又多了一层。也幸好这时宁真殿的守门太监扬声道：“皇上驾到！”这才让林轩辕与知柳连忙止住笑声，上前恭迎皇帝的到来。只是林轩辕才见到皇帝，脸上温婉的笑意瞬间一凝，但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嫔妾给陛下请安，陛下万福金安。”林轩辕盈盈一拜，正好庭院的桃花悠悠扬扬的打着旋儿飘落过来，吹起娇人的发尾一梢，可谓是人比花娇。齐朝侧上前将人扶起，正要说些什么，就听身后传来一道软语温声：“嫔妾见过美人姐姐。”第113章，不是手疼，是心疼。林轩辕反手握住齐朝侧的手，微微侧头看向跟在皇帝身后过来的常宝玲，淡声道：“宝玲妹妹无需多礼，请起吧。”是个人都能看出林轩辕周身萦绕的不快，尤其是齐朝侧的感受更深，因为林轩辕握着他的手愈发用力。见此，齐朝侧竟直接将林轩辕打横抱起，惹来林轩辕一声惊呼，而常宝玲更是瞪大了眼睛。然而齐朝侧对此只是往后抛了一句话：“常宝玲退下吧。”林轩辕伸手揽住男人的脖颈，从他的肩颈处看了常宝玲一眼，明明是含笑的眼眸，但常宝玲硬是从中看出了几分不屑与挑衅。常宝玲袖中的五指紧握，却只能不甘的躬身行礼：“嫔妾遵旨。”“疼吗？”齐朝侧将林轩辕放到软榻上，轻轻握着他的手。林轩辕疑惑：“疼？嫔妾哪里都不疼呀。”齐朝侧将林轩辕的手掌摊开，只见原本焦白的指尖如今泛着不正常的红，是前几日的烫伤还未好全。此刻的男人俯身弯腰，身形的阴影将软榻下的林轩辕全部覆盖，唯有一双黑曜石的眼睛在一片暗色里折射着光芒，而在其上阴挺的剑眉正紧皱。“还疼吗？你的手指。”林轩辕垂下眼眸，指尖不自在的微微蜷缩，轻声道：“不碰就不疼，快好了。”齐朝侧长叹一声，俯身将人抱进怀里，嗅着他发间淡淡的清香，沉声道：“朕知道。”只是未等齐朝侧说完，林轩辕将人微微推开，直视男人深邃如海底的眼眸：“嫔妾知道，所以也未曾怪过皇后娘娘。若嫔妾是皇后娘娘，可能比她还要失控。”可是话音未落，林轩辕的眼眶中便积蓄起了泪水，眼见着就要流下来。林轩辕拽紧齐朝侧的衣襟，可是齐郎来嫔妾宫中，为何要带别人？怀中女人的声音含着鼻音，软糯又娇甜，明明是说着指控的话，却让齐朝侧的喉间一动。尤其是当眼泪滑落进两鬓的发间时，更是让男人眸光一暗。今日正是路上碰上了常宝玲，这才一起过来了。可林轩辕却抽抽鼻子，开始翻旧账，可也不止今日一次。齐朝侧疑惑，看到男人脸上困惑的神情，林轩辕眼泪掉得更凶了。齐郎都忘了，嫔妾生辰时也是与旁人一块来的。齐朝侧这才恍然大悟，好笑道：“朕与贵妃都是过来与你庆生，路上碰到了，便一并过来了。”可林轩辕哪里听，只拽着男人的衣襟愈发用力。齐朝侧正要说些别的轰轰，却见林轩辕拽着他衣襟的手愈发用力，原本泛红的指尖此刻已不见丝毫血色，只好略微用力掰下他的手指，无奈道：“不是说碰了就疼吗？不想好了。手疼，可嫔妾的心更疼。没有一个男人能抗拒泪眼朦胧的女人，尤其是这个女人还在为你吃醋。若是平常有人敢这般对她耍脾气，她最多哄两句就直接拂袖离去，眼不见心不烦，哪会如眼下这般好脾性的哄了又哄。”林轩辕修长的手指按着心口，偏偏面上还带蹙眉带泪，说是戏子捧心也不过如此。齐朝侧沉声道：“那朕给你揉揉，揉揉就不疼了。”说着，男人就伸手欲往林轩辕的衣襟里探。说着心疼的林轩辕心里却很有兴致的怒骂：“呸！色欲熏心的男人，手往哪搁呢？”林轩辕眼一瞪，竟然直接将齐朝侧的手给拍掉，咬着牙道：“陛下根本就没将嫔妾放在心里。”
这下齐朝策也有些挂不住脸了，脸色一沉，竟直接起身欲甩袖而走。林轩言直接在他的身后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但随即下榻追上男人的步伐，趁着他拉门时扑到他的身后，搂住他的腰。第114章，多哄哄我。林轩言将小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背上，也不说话，只默默地流泪。如今4月，早已褪去了厚重的冬装，不多时，眼泪便浸透春衫，湿了一片。你不待见朕，还不让朕走了？齐朝策被哭得没法，但仍是带着怒气咬牙道。谁料林轩言的语气比他还冲，高声道：“嫔妾是什么意思？齐郎当真不懂。”只是嗓音里掺杂着哭腔，纵然高声也听不出几分怒意，只有满满的委屈。更别说随之声音又低了下来，更显委屈。嫔妾不过是想让齐郎多哄哄罢了，哪里就这般难呢？听得这话，本就怒意渐退的齐朝策更是长叹一声：“罢了，谁叫自己拿他没办法呢？好，朕多哄哄你，你先松手，朕不走了。”齐朝策低声道。林轩言这才试探地松开抱着男人的手，然而待男人一转身过来，又紧紧地抱了上去。不过这次只有脸上未干的泪痕，倒是没将齐朝策胸前的衣裳弄湿。直到齐朝策低声哄了好一会儿，金银珠宝都开口送了一堆，这才让怀中人破涕而笑。我才不要呢！齐郎身为天子，富有四海，金银珠宝又有什么稀罕？林轩言从男人的怀里抬头，刚哭过的眼眸如雨后澄澈的天空。齐朝策没忍住低头吻了吻，似乎还能尝到咸湿的气息。金银珠宝不稀罕，那你稀罕什么？这话反倒将林轩言给问住了，蹙眉沉思良久，才觑着男人的神色道：“想让齐郎多陪陪嫔妾。”齐朝策神色还未变化，林轩言先急急道：“自从秀女入宫，齐郎都没时间过来教嫔妾画画了。”今日一来，林轩言瞥了一眼男人的神色，瘪嘴低声道：“就想着白日宣淫。”最后一句声音小，但两人距离极近，齐朝策又怎会听不到，当即就被气笑了。别的妃嫔恨不能一见到他就拉着上床云雨，倒是他竟还嫌弃上了。但看着怀中的小女人一脸委屈的模样，齐朝策也不好再说什么重话，无奈道：“朕瞧你作画已有十足的长进，想着应该不需朕的教导了。”真的？林轩言眼眸一亮，差点就要蹦起来了。齐朝策心虚的摸摸鼻子，确实有了十足的长进，但也还是有许多进步的空间。不过眼下哪里是说真话的时候，当即道：“自然，改日朕就将轩儿的画作挂在御书房中。”听到这话，林轩言脸上的笑容更是藏都藏不住，但还是努力装作谦虚的模样，轻咳两声：“那嫔妾画一幅新的吧，新的肯定比以前画的更好看。”说完，拉着齐朝策在桌案前坐下，将画笔塞进男人的手中：“今日陛下再教教嫔妾呗。”林轩言则准备研墨，只是下一刻瞥到了齐朝策背后的湿痕，脚步一顿，想忽视又怕男人因此受寒发热，还是齐朝策自顾自地摊开了宣纸，发现人停在他的身后没动。“轩儿不给朕研墨，那朕可就喊工人了。”林轩言的脸颊上飞来了一抹胭脂，细若蚊蝇道：“齐郎换身衣裳再作画吧，背后都湿了。”林轩言后知后觉地开始羞窘，尤其是想到先前在屋内又哭又闹的，定被外面的工人听了个一干二净，且偏偏是哭湿了后背的衣裳，若是别的地方还能找借口说是茶水不慎泼上去的，可背后的位置那得多巧合才能泼上。就算找到了借口，林轩言连自己都不会信。反倒是齐朝策听了这话一愣，他自幼习武，这点水痕除了刚开始时有点不适应外，习惯后已不觉得有什么，就春日的这点凉风实在难以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只不过听到林轩言的话，齐朝策勾唇一笑，将人从身后捞进自己的怀中，挑眉道：“也是，雪儿哭湿了一大片，得赶紧换掉，免得感染了风寒。”哭字被齐朝策加深了语气，调侃的意味不言而喻。林轩言自然听出了他的故意，哼了一声，便扬声将人唤了进来。随后下巴微抬，颇有几分居高临下道：“那齐郎还不快将嫔妾放下？难不成想这样更衣吗？”若是林轩言的脸上没有那片比桃花还娇艳的红晕，倒真有几分骄纵的意味。只可惜此时的模样落在齐朝策的眼中，只让人十足的怜爱。齐朝策在他的唇上轻触了下，便没再逗他，起身让工人给他更衣。而林轩言却是一本正经的找了个理由出了房间。虽然工人脸上只有恭敬的表情，但他总觉得有人在偷偷发笑。只是才出房间，却是直接对上了支流与知性含笑的眼眸，尤其是嘴角憋笑，林轩言深深的感觉，要是此刻无人，这二人定是立马大笑出声。林轩言一人赏了个暴力，成功用疼痛止住憋笑。待齐朝策换完衣裳，林轩言这才溜溜达达的重新回到房间。嫔妾给齐郎研墨。林轩言抢在齐朝策前头道。齐朝策失笑摇头，却也没说什么，笔尖吸满墨汁，随即在画上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的时光倒是其乐融融，除了齐朝策作怪往林轩言的脸上抹了一道黑痕外，倒也没什么意外。林轩言浑然不知，白皙的脸上顶着黑痕，
跟着男人出了房间，准备用膳。知柳一愣，主子。谁知齐朝策立马眼一扫，握拳抵唇，咳嗽2声。知柳眨眨眼，恍然大悟。别的工人也是接收到了齐朝策的命令，除了眼神总是不受控制的飘到林轩言的脸上，和强压也微微翘起的嘴角外，倒也没什么异常。林轩言用膳间不止一次的疑惑，想要摸自己的脸，但齐朝策每次都开口让他将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最后还是准备就寝时，在梳妆台前的铜镜前见到了自己脸上的墨痕，当即气得拔下头上的钗环往桌上一砸，声音大的让服侍的工人都不自觉抖了一下。齐朝策却是一脸笑意走过去，捏着林轩言的下巴打量道：“朕觉得这样的轩儿一样很美。”说罢也不待林轩言反驳，眼睛在梳妆台上一扫，拿起胭脂就往他的脸上涂抹。很快一朵石榴花跃然而上，那道墨痕正好是石榴的枝干，在烛光的照耀下仿佛鲜活如真，正缓缓舒展花瓣。齐朝策的画意确实没得说，不过寥寥几笔瞬间便变了个模样。只不过林轩言在心里哼了声，那也是他长得好才衬得石榴花好看。然而面上却是在男人深邃的眼眸中渐渐红了脸颊。第115章，还是邓昭仪。石榴寓意多子多福，嫔妾也想如石榴一般，可为何大半年过去了，嫔妾的肚子却没有丝毫动静？云雨后，林轩言趴在齐朝策胸膛，垂眸道：“长长的雨节在烛火下投下一大片的阴影，只是阴影能遮住他眸中的情绪，却遮不住他嗓音里的失落。”齐朝策一怔，他画石榴，只是正好看到了梳妆台上的一只石榴发簪，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此刻听到怀中人这般说，齐朝策安抚地摸了摸林轩言的头：“孩子得看缘分，你还年轻，哪里就需要着急了。嫔妾已经17了，过了今年的生辰就18岁了。”林轩言抬眸看向齐朝策，眸色认真。在乡下，有些18岁的女子就已是2、3个孩子的娘亲了。如今宫中只有贵妃一人有子，如今皇后难再有子，让林轩言受孕，最少也得等宫中另外有人平安诞下孩子。孩子会有的。齐朝策将林轩言的头按回自己的胸膛，沉声道。齐朝策不愿看到林轩言的眸光，而林轩言听到齐朝策的话，却是眸光骤然深沉，泄出了几分戏谑。林轩言不知齐朝策的心声，但他若是知道，也只会冷笑一声。若真等到那时，黄花菜早凉了。夜色渐深，烛火吹灭，热闹的天照榭陷入沉寂，只是依偎在一起睡觉的两人却是同床一梦。自从新人进宫，皇帝来天照榭的时日比以往少了一半，毕竟皇帝进后宫的时间仍旧那么些，如今要分给近30个女人，分给每个女人的时间可不得大大缩减。不过林轩言却是不急，如今他睡皇帝的时间可得仔细把握，最好是能够一击即中。若是皇帝没在意孕期就主动召他，岂不是平白浪费了机会？故而这段时间，林轩言就待在天照榭作画，除了去给太后请安，过上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不过他不出门，却总有人上门。卓长在自从流产后就一直在休养身体，但是人才人依旧和以前一样，隔3差5就上门来找林轩言拉拉家常。另外也有些新进的妃嫔上门，除此之外，自然就是与林轩言同住一个屋檐的底下的陶宝林与常宝林。就比如今日，陶宝林、常宝林还有一位班更衣都跑来了天照榭。班更衣就住在宁真殿不远处的玉容宫。正所谓3个女人一台戏，而后宫中的女人的话题，除了胭脂水粉、衣裳首饰，就只有皇帝了。这半个多月来，皇上一共幸了4位姐姐。林轩言抬眸望向坐在离他最远的班更衣，浅笑道：“妹妹说错了，算上昨晚，应是5位才对。”班更衣一怔，听到林轩言这话，竟然掰着手指一个一个数了起来。不对啊，妹妹怎么数来数去都只有4位姐姐得了升位的旨意，没有5个呀？班更衣皱眉，除了先前提过的罗昭苑与孟宝林，这半月来陆陆续续又幸了2位新人，一位是文贵人，一位是唐更衣。当然现在该换作文嫔与唐答应了。班妹妹不知。常宝林捏着一块糕点，挑眉望向他。班更衣皱眉摇头。昨夜皇上翻了邓昭仪的牌子。常宝林浅笑道，慢条斯理地咬了口糕点，浅浅的牙印印在糕点上，咬下去的部分几近于无。班更衣听到这话，顿时眼唇惊呼，侧头望了望外面大盛的日光，迟疑道：“此时不是已经下午了吗？”随即又求证地看向林轩言3人，不可置信道：“嫔妾怎没听到邓昭仪升妃的圣旨？”班妹妹慎言。林轩言略提了音量，初次侍寝后升位，本就不是宫中明文定下的规矩，陛下如何，不是我们能言议的。林轩言也没想到，皇帝竟然能让姨苏邓氏的女儿坐着9嫔的位置，而太后也没对此有意见。错过此次顺理成章的封妃理由，日后再想封妃可就难了。封妃可不比旁的，那是能上皇家玉牒，能在史书上留名的，不像她的美人，简简单单唱首歌，再有太妃推波助澜，就轻而易举到手了。
但这样的机会多半也就这一次，日后再想以这种开玩笑的方式升位，基本上是不可能了。邓昭仪未封妃的消息，除了班更一这样消息之后的，其余的后宫众人全都知道了。故而听到林宣言的话，陶宝林与常宝林只是端着茶杯吹了吹水面上的浮沫，唯有班更一吓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天哪，怎么会这样？邓姐姐她……班更一在林宣言不悦的眸光下停了声音，讷讷笑了一声，嫔妾有些失态，让三位姐姐看笑话了。其实他刚收到这个消息时，也只是比班更一好了一点，没有这般失态，但心中却是如惊涛拍岸。邓昭仪未封妃，是皇帝还挂念着皇后这个可笑的理由，还是邓昭仪昨夜哪里坏了皇帝的心情，导致皇帝不喜？只可惜皇后尚在坐小月子，还未恢复请安，不能从中旁敲侧击得到消息。虽说还有太后的请安没有取消，可邓昭仪毕竟是太后的侄女，谁敢在长乐宫打探邓昭仪的伤心事？不过这些都与林宣言无关。算着时间，明日是他1月中受孕的最佳日期，他说什么也得和皇帝睡上一场。未免被人捷足先登，林宣言掐准时间就拿着画卷跑去御书房找人。这个时候皇帝刚下早朝，通常都会在御书房继续处理整理，而若是没有意外，会在午膳后翻今晚的牌子。只是林宣言想得很好，偏偏今天的御书房除了皇帝还有大臣。林小主，陛下正在处理政务，您的话奴才可以带您送进去。安山恭敬笑道。林宣言抱紧了怀中的画卷，摇头道：我想亲自送给陛下，就不劳烦安山公公了。安山也没坚持，但见林宣言依旧站在御书房前不走，便道：那奴才领您去隔壁房间歇息，待陛下处理完，奴才再为您通传。第116章，皇帝行不行啊？皇帝的御书房就在太初宫隔壁，但林宣言还是第一次进来。林宣言正要行礼，余光却看见皇帝正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立马闭嘴，轻手轻脚地走到皇帝的身后，将画卷往桌案上一搁，随即便伸手给皇帝捏起肩颈来。轩儿这一手按摩倒是颇为精通。良久，齐朝策握住肩头的手，将人拉到自己的腿上坐下。林宣言顺势伸手揽住齐朝策的脖颈，笑得眉眼弯弯：齐郎舒服就好。这手法和谁学的？安山都不及你。林宣言眼眸一转，身为妓女，按摩是最基本的功课，10多年的练习早已将这些记忆印在了脑海中，只是这具身体还是第一次给人按摩，刚就这一会儿，手腕就酸痛不堪了。平日嫔妾经常叫支流等人给我按摩，久而久之，自然也会了些。林宣言答道。齐朝策扬眉，之前没给他人按过。林宣言点头，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若不是你的手与安山不同，朕还以为是安山过来了。齐朝策捏着林宣言的指尖，经过半个多月的休养，指尖又恢复了往日白里透红的模样。就不许嫔妾天赋异禀吗？林宣言下巴一抬，一副骄傲的模样，看得齐朝策失笑不已，摇头道：不是说带了画过来吗？林宣言点头，在男人的腿上伸长了手臂去拿放在桌角的画卷。随着动作，春衫下纤细的腰肢被一览无遗，堪堪一握。这般想着，齐朝策顺从自己的心意，伸手揽住盈盈一握的纤细楚腰。男人的手臂环了一圈，手掌刚好落在腰窝上，林宣言当即咯咯直笑起来，刚拿起的画卷又掉了下去。腰窝是林宣言的敏感地带，若是重些还好，最怕这种力道不轻不重，简直像被人点了笑穴，笑到停不下来。齐郎将手拿开，哈哈，好痒。林宣言笑得眉眼弯弯，眼泪都从眼角溢了出来，春光都不及他明媚。可林宣言越是求饶，齐朝策就越是起劲，直让人笑得起不了身。只是腰肢的敏感，一半是真一半是装，齐朝策越是起劲，林宣言反而越往他的怀里蹭，看着像是只要躲进他的怀中就可以隔绝风雨。原本精心梳成的发髻，经过这么一闹，有几缕发丝不堪其扰地落了下来。明明只是轻飘飘的一点点，可随着林宣言的不住动作，发丝轻摇，缓缓地划过不可言说的部位。齐郎感受到男人身上传来的不同的感觉，林宣言暗喜，面上却是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知所措。不同于林宣言的羞窘，齐朝策却只是轻咳了一声，手不再作乱，将人抱紧了些。除此之外，竟无其他动作。林宣言按照以往的发展，这时候不该那啥吗？这情节不对啊。只不过他一贯脸薄惯了，齐朝策不动作，他自然也只好老老实实的趴在男人的怀里，一动都不敢动。过了好一会儿，男人身上不同的感觉才渐渐下去。林宣言咬牙切齿：你是皇帝，忍什么？能不能行了？还年纪轻轻的憋着可不好。但没办法，好不容易挑起的不同感觉已经下去，林宣言就算气愤，也只能到时再想别的法子了。去将画拿来。除了声音还有些微哑，齐朝策的面色已恢复如常，画卷早已在那一摔中咕噜咕噜地滚到了地上。听到这话，林宣言只能不依不舍地从皇帝的腿上起身，去将画卷给捡起。
画卷缓缓展开，是漫天的灯火。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心如雨。嫔妾这些日子画了许多幅，还是觉得这幅画最好看。林轩言的脸上还带着方才未退的微红，含着情意的眼眸望向齐朝策。齐朝策也有些异动。元宵节的灯会他去过不少次，但今年的元宵是不同的，他第一次带了女子一同去逛。元宵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可灯会上却有不少有情人在玉壶光转下暗生情愫。他与林轩言在喧闹的人群中只是一对普通的小夫妻，正如这幅画，画上人来人往，而他与林轩言并没有站在画的最中央，而是在其中一灯火阑珊处，唯有各自手中提着花灯照亮了脸上的笑容。齐郎找到我们在哪儿吗？林轩言趴在桌案上，撑着脸看向男人。两人的衣裳是同色，在这一堆颜色各异的人群中，自然是与众不同的，更别说角落中的二人明显多落了几笔。若是旁人来看，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定找得到，但是齐朝策是亲历者，哪有找不到的？但他面上却是剑眉一皱，目光仔仔细细的在画卷上搜寻。这画上画了我们。听到这话，林轩言瞪大眼睛，指着角落里的两人，急道：“这里啊，齐郎看不出来吗？”齐朝策哈哈大笑。林轩言立马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捏起拳头就往男人的身上砸去，只是齐朝策没觉疼，反倒是他自己刚捶了2下，就含着泪花捂着手喊疼了。好了，你去叫安山进来。齐朝策捧着林轩言的手揉了揉，晚间朕再去寻你。林轩言竟然把他这么个大美人往外推，还是男人吗？气死了！林轩言本来打算的很好，反正这个男人根本不惧什么白日宣淫，所以干脆白天就勾搭上床好了，宫里有人议论就议论呗，反正她怀孕最重要。但林轩言怎么想到，都已经让他进来御书房了，还能把他给推出去的？林轩言还想挣扎，拉着齐朝策的衣袖不舍道：“嫔妾想留在齐郎身边，想多和齐郎待会儿。”然而齐朝策却只是将林轩言抱进怀中，在他的眉心落下一吻，安抚道：“朕还有政务要处理，晚上再去寻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林轩言也只能不依不舍的点头，只是临走前还不忘勾着男人的腰带：“那齐郎要记得来，不许失约。”齐朝策好笑的点头，林轩言这才一步3回头的离开。第117章和善的罗昭苑。去的时候时辰尚早，倒是一路顺畅。如今回宫已近午时，光是穿过御花园，林轩言就瞧见了好几位宫中姐妹。林轩言不想搭理这些人，远远的就换了条道走，但他不想搭理，却有的是人想搭理他。林美人！花丛中的美人扬声一呼，林轩言便只能硬生生停了脚步，上前行礼：“嫔妾见过罗昭苑，罗昭苑安康。”罗昭苑与林轩言的长相是一类的长相，都是明艳动人，但许是罗昭苑出身武将之家，眉眼之间更为凌厉，显得有些咄咄逼人。而林轩言虽然比罗昭苑长了些许年岁，眉眼间却更多了些稚气，倒也符合如今两人尊卑之别。只是若单论容貌，林轩言却是不惧的，在这后宫中，她的美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寻常人哪能及？罗昭苑上前将林轩言扶起，笑道：“上次与灵儿姐姐见面，还是在陛下的万寿节上，只是姐姐坐在陛下跟前，未能与姐姐言说一二。”罗昭苑的姐姐二字一出口，林轩言便微微瞪大了眼睛，只是又不好打断，直到他说完，急忙道：“嫔妾乃当得起罗昭苑一句姐姐。灵儿姐姐何必如此生疏？”罗昭苑，林轩言提高音量打断罗昭苑的话：“嫔妾不过美人之位，当不起罗昭苑的一口一句的姐姐，还请罗昭苑慎言。”林轩言一脸正色，见状，罗昭苑脸上的笑容也淡了许多。罗昭苑的眉眼凌厉，只是稍稍收了些笑意，便有几分疏离之感。那日林美人来到储秀宫，我就觉得与美人有一见如故之感，只可惜美人那日后就再未来过。见罗昭苑不再喊姐姐，林轩言也松了口气，随口道：“是嫔妾的荣幸，对她一见如故。算了吧，大家在后宫中都是敌人，谁信呢？”不过这也让林轩言暗自警惕，他与罗昭苑此前也就储秀宫那一次的见面，哪里就值得罗昭苑如此记挂？事出反常即为妖。许是罗昭苑也看出了林轩言的敷衍，便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从头上拔了支发簪下来，塞到林轩言的手中，重又笑道：“今日与美人见得匆忙，这支簪子还望美人不要嫌弃。”簪子造型普通，只是簪头镶嵌了一颗硕大的东珠，旗下的流苏更是缀着不少细碎的宝石，此时在阳光底下一晃，斑驳的光影便四处碰撞，美不胜收。一看就是罗昭苑从平南王府带来的，毕竟宫中的东珠可轮不到罗昭苑去享用。上次美人也赠了我一个玉镯子，正所谓礼尚往来，美人可不能推辞。罗昭苑许是看出了林轩言的推拒之意，抢先道。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林轩言也只能笑着接下来，随后便找了个话题与罗昭苑告辞。毕竟临近午时，也该到了用膳的时候。林轩言看着手中的东珠不摇，眸光幽深。罗昭苑在他前世死时已是妃位，膝下有子，
但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的消息传出。其实林轩言一直不懂罗昭院进宫是为何，他是平南王的掌上明珠，若是不进宫，纵是庶女又如何？什么样的如意郎君挑不到？除非是皇帝怕平南王功高盖主，特意让罗昭院进宫，用以制衡。不对，林轩言立马否决自己这个想法。如果是这样，皇帝应该好好宠着才对，就算没有一进宫就封妃，也得连召几日以示恩宠。但是皇帝除了第一日宠幸了罗昭院以外，也就是在白日里去见过一次，除此之外再无动静。只能说罗昭院是新进宫的妃嫔第一人，但还当不上后宫第一人。总不能是罗昭院喜欢皇帝，死乞白赖的非要进宫吧？林轩言脑中一浮现这个想法，就立马打了个寒战，赶紧甩出脑外。那罗昭院得多想不开才能喜欢皇帝啊！后宫3000佳丽，皇帝一个个睡过来，都得要1个月才能轮一遍。主子，可是冷？知信不知道林轩言心中所想，还以为是方才凉风之故。林轩言摇头，将东珠步摇交给知信，收进库房，待日后罗昭院生辰时再拿出来戴。知信刚接过发簪往外走，就见知顺冒冒失失的跑了过来，当即眼一瞪，提醒知顺注意仪容。知顺这才赶紧整了下衣裳，平复呼吸后才走进房间。主子，知顺唤道。林轩言看向知顺，示意他讲话。主子，皇上去了少碗殿。话落，林轩言手中的杯盏便从手中脱落，茶水瞬间淌了满桌，随即滚落到桌上，粉身碎骨。主子一早就去了御书房，连顿午膳都没吃着就算了，结果皇帝跑去了别的女人那里用膳，这谁听了不生气？但眼下茶水将主子的衣裳给浸湿了，不是与主子同仇敌忾的时候。知顺忙上前将林轩言扶走，絮叨道：“主子，别看春日暖和，要是入了寒气，少不得病上一场。”说罢，又扬声将知柳唤了进来，让其给林轩言更衣。而林轩言却是一句都没听，只是捏紧了拳头。好你个齐朝策，嘴上说着忙正午，转眼却去了少碗殿，打谁的脸呢？要是今晚上皇帝不来，先不说他会沦为何宫的笑话，单论这宝贵的一天，他辛辛苦苦算了那么久，反复确认好几遍，才得出今日是1月中最易受孕的日子，错过了今日，可就又得等1个月。但是距离巫蛊案也就不到2月的时间了，如果没能怀上，他就只能假装怀孕了。他前世倒是得过一个药方，能暂时骗过大夫，只是那药方他自己并未用过，功效也只是听人说的，能不能成还未可知，能不能骗过宫中的御医又是另一回事了。但如果真没能怀上孩子，也只能赌一把了。林轩言的脸色阴沉，知柳吓得不敢说话，但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登门。林姐姐，常宝林笑意盈盈地走了过来。林轩言也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诧异地望向窗外，已是用膳的时辰，常妹妹怎这时候来了？第118章，是谁在大言不惭？常宝林脸色一僵，但很快就恢复如常。是妹妹来的不巧，林姐姐不嫌弃吧？林轩言正心情不好，也懒得与常宝林打这些言语官司，直接道：常妹妹有事吗？若是无事，我便不留了。这位常宝林看着总是一副恭敬的模样，只可惜只装了表面。这些天来，时不时的就能听到知顺打探来的消息，又旱斋又碎了瓷器。林轩言也很好奇，不过一个县令之女，哪来的银钱供她这么早？可听到林轩言毫不客气的话，常宝林反而笑意更深。妹妹过来，自然是有事的。妹妹听说陛下去了邓昭仪那儿。林轩言面色一沉，抬眸看向常宝林，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直看得常宝林脸上的笑容挂不住。林姐姐，妹妹没有别的意思。常宝林看了看左右站着的知柳二人，低声道：妹妹有些话想与姐姐说。林轩言挑眉，见常宝林脸上的神情诚恳，便挥挥手让知柳二人退下。而常宝林的宫女夏淑也跟着下去了，室内只剩下林轩言与常宝林二人，一时间安静异常。林轩言抬手给常宝林倒了杯茶，袅袅茶香氤氲而出。此时只你我二人，常妹妹有话便直说吧。常宝林接过茶水，听到这话，先是回头看了看紧闭的门，这才又凑近几分，压低声音道：妹妹知道姐姐不是选秀入的宫，是陛下特意下圣旨召进宫的。林轩言手一顿，但却没有说话。常宝林继续道：按理说陛下应该对姐姐有几分不同才是，可妹妹住进宁真殿这段时日。常宝林顿了顿，打量了下林轩言的神色，见他面色如常，这才接着说：陛下过来的次数屈指可数，召您侍寝的次数更是只有1次，甚至今日姐姐主动去御书房找陛下，可最后陛下却是去了少碗殿。常宝林看向林轩言，姐姐就没点别的想法吗？林轩言放下杯盏，直视常宝林的眼眸，若常宝林是来笑话我的，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林轩言一字一句道。林轩言正打算抬手唤人进来，没料到常宝林一把按住了林轩言的手。常宝林也直视林轩言的眼眸，语速极快道：宫中或许有女人甘于平庸，
但从我住进明真殿的那天起，我就知道姐姐与我是一样的人。林轩言抽回手，却是没急着换人了，重新靠回椅背，示意常宝林继续说。常宝林微微松了口气，笑道：“我想与姐姐合作，在这宫中爬上高位。”话落，房内倏然寂静，唯有两人身前的杯盏中冒出缕缕白雾，似乎模糊了眉眼。呵，林轩言蓦地一笑，打破寂静：“我凭什么与你合作？宫中不得圣宠的女人多了去了，如今宫中的妃嫔愈发多了，我一月能得一次，就不知比旁人好了多少。再说……”林轩言失笑摇头，看着常宝林。常宝林貌似还未得过宠幸，你怎么会觉得我一个美人需要与你合作？常宝林五指一紧，神色却丝毫未动。若是一月一次就满足，姐姐又何必今日眼巴巴地跑去御书房？人是不会满足的，有了一次就想有第二次。常宝林笑了笑，眸光似星辰闪烁，仿佛胸有成竹。现在的我确实暂时未得圣宠，但我能吸引陛下的目光一次，自然就有信心吸引第二次。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升为常在。至于为何姐姐一个美人要与我合作，自然是我们同住一殿，关系自然要比旁人更亲密。常宝林说完，端起杯盏，细细吹去热气，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看上去完全不担心林轩言会拒绝。林轩言听完常宝林没急着表态，只是轻轻笑了两声，待常宝林放下杯盏，才不急不缓地说话。只是说出来的话却是让常宝林脸色大变。我不需要合作，我只需要……林轩言轻身靠近常宝林，在日光浮沉里，在他的耳边落下轻轻一句，却如春雷炸响：“我只需要忠心的狗。”你……常宝林面色惊疑的起身，眸光闪烁的盯着林轩言脸上明媚的笑容，怀疑是自己听错了。林轩言在常宝林的目光中慢条斯理的端起杯盏饮了一口，随即歪头笑道：“常妹妹怎么了？若是觉得小狗可爱，我会给妹妹留位置的。李美人，你不要太过分。”常宝林被胸膛起伏，指着林轩言的手指都在不住颤抖。林轩言见此，脸色一沉，将手中的杯盏用力往桌案上一磕，发出沉闷的声响：“谁给你的胆子，竟敢直接指我？”林轩言声音冰寒：“来人！”林轩言扬声道。知柳与知信立马进来，一见到室内的场景，也是脸色立马一变，迅速挡在林轩言身前。常宝林对我不敬，依照宫规可罚跪2个时辰，但我心慈，就让常宝林在自己的右汉斋跪上1个时辰就够了。林轩言勾起唇角：“知柳，你去盯着。”常宝林却是没想到林轩言竟会和他直接撕破脸皮，若是不愿合作，拒绝就是，何必闹得这般难堪？而且竟还说出那般大言不惭的话，他以为他是谁？不过一个小小的美人，给他当狗？做梦呢吧！至于林轩言所说的罚跪，常宝林却是充耳不闻，带着下书就要往外走，但林轩言直接示意知柳2人将常宝林制住。虽然两边都是2人，但知柳与知信都是下人，岂是常宝林这位娇滴滴的大家小姐能抗衡的？一番争执下，除了将自己弄得狼狈以外，结局丝毫未变。常宝林被压着跪在地上，恨声道：“你不过美人，没有资格惩罚我。”对此林轩言只是淡淡摆了手，知柳2人便压着常宝林去了右汉斋，任凭他怎么叫唤都没松手。一个尚未侍寝的宝林罢了，谁会将他放在眼里？甚至在出了天照榭的大门后，宁真殿的工人见状，还上前询问需不需要帮忙。第119章陶宝林的用处。谁知林轩言这边刚摆上饭，陶宝林便上门了。轩言，常宝林怎么了？陶宝林一坐下，便皱着眉问道。林轩言瞥了他一眼，只抬手让知信另摆一副碗筷。轩言，我已经吃过了，不用了。陶宝林忙阻止知信，随即又道：“可是常宝林做了什么事让你不高兴了？”林轩言简直不想理陶宝林，他都把人押回去罚跪了，还用问吗？这不是明摆着呢吗？林轩言将筷子一摔，沉着脸道：“对，你是来给他说情的吗？”陶宝林一怔，但很快急忙道：“不是，你怎这般想？我来是怕你气坏了身子，想着说点别的让你开心开心。都怪我不会说话，又让你不高兴了。”陶宝林自责道。林轩言这才脸色稍霁，拿起筷子继续夹菜，只是嘴里却仍是哼了一声。陶宝林见状也跟着笑了起来，又凑近几分：“我昨日刚做好一身衣裳，待会你穿着试试。”林轩言这才赏了他个笑脸，只是嘴里却道：“我赏你那些料子是要你自己做了给自己穿的，你倒好，全给我做了。”陶宝林却只是笑笑，连忙让平儿去将衣裳拿过来。待林轩言用过午膳后，便穿着试了试。陶宝林的手也极巧，总之他闲来无事就爱摆弄针线活，就连知信都不及他。试过衣裳后，林轩言打了个哈欠，陶宝林便极有眼色地带着平儿告退了。自从皇后小产一事后，林轩言就对陶宝林有了改观。如今一瞧，
这人也不枉他时常照拂，还算有点良心。且这个平儿也是自那次说过后，也有了极大的改进，不仅没有经常往天照谢钻，平日也乖巧了许多，看着与往日倒像是两个人了。不过对于平儿，林轩言还是觉得再多多观察，毕竟变化太快了，不得不让他提防几分。待林轩言午睡起来后，知柳也从右汉斋回来了。知柳，林轩言唤道：“主子。”知柳在床头蹲下：“主子有何吩咐？”林轩言趴在床头凑近几分，轻笑道：“你觉得陶宝林怎么样？”声音里带着方睡醒后的慵懒，淡淡笑着，像是少女间的闺房之话。奴婢觉得陶宝林近日改变了许多，处事也肯为主子考虑了，比去年强多了。你觉得陶宝林可用吗？林轩言浅笑着，笑容清澈明媚，仿佛不谙世事的少女与他说出的话形成强烈的对比。知柳却恍若未觉，顺着林轩言的话问道：“主子问的是哪方面的？”争宠。争。知柳抬头瞪大眼睛，在后宫中，皇上对主子已算是宠爱，您何须用旁人去那个？闻言，林轩言却是淡淡一笑，日光在他的眼睫上划过，落下长长的一片阴影。花500日红，总有一日我会遭到厌弃。良久，林轩言嗟叹道。知柳却是摇头：“怎会呢？皇上待您是不一样的。您忘了。”知柳压低声音：“皇上待您出宫，还说您是他的夫人，别的妃嫔哪有这待遇？可见您在皇上心中是不同的。”见林轩言神情不变，知柳又道：“奴婢知道，自从宫中来了新人，皇上照您的时日少了许多，但男人难免爱新鲜，过了这一阵就好了。”知柳觑着林轩言的表情，咬牙道：“陛下不是说了晚间过来吗？岂会食言？昨日皇上信了邓昭仪，却没给升妃。可邓昭仪毕竟是皇上的表妹，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不过是去吃顿饭而已，那就值得主子这般哀愁。”林轩言却就只是笑笑。知柳不似他有前世的经历，自然不知侯府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能看到的就只剩下眼前的这些事。我只问你陶宝林可能用来争宠，你倒好，讲了这许多无关的。林轩言没好气的屈指敲了敲知柳的额头。听到这话，知柳也只好将自己满肚子劝解的话收回，顺着林轩言的思路道：“奴婢觉得陶宝林不太行。”林轩言没说话，示意知柳继续说：“陶宝林入宫几年，从来都是缩居宁真殿一隅，若是他有争宠的心思，又岂会是如今的局面？”知柳说的话不无道理，只是待巫蛊之乱后，就算在他做了安排后，皇帝依旧对他心有怜爱，但碍于旁人，定不会同如今这般宠爱。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时日一长，再加上后宫莺莺燕燕众多，林轩言可不能保证皇帝还能记得几分那年桃树下的女子。见异思迁的男人，他见得多了。常宝林倒是有争宠的心思，那你觉得他更合适？林轩言反问道。知柳被问住了，想了一阵，这段时间常宝林的为人，合适二字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常宝林许是不知道，半月前他跟着皇上一同来到天照榭，结果刚行完礼就被皇上打发了，他气得在右汉斋摔了不少瓷器。这事他前脚摔完，后脚就有听见响动的工人抱了过来。好歹主子平日里赏了那么多东西下去，总得有点用不是？更别说主子才将常宝林罚跪了一个时辰，但凡有点心气的，都不会甘于在主子手底下做人。知柳很肯定，常宝林心气很高，就算主子没罚跪，他也不会担心。于是知柳在林轩言的目光下，也只能尬笑着回道：“奴婢觉得常宝林也不合适。”林轩言哼了一声，一副早知如此的表情：“我倒是觉得陶宝林好拿捏，你看他如今是不是待我挺好？那他若是得宠，是不是会在皇上跟前替我美言几句？”知柳赶紧接着道：“那是因为主子对陶宝林好。至于陶宝林无心争宠这事，林轩言目光飘向远方，人总会变的，至少我会让他为了我去争圣宠。”知柳看着这样的林轩言，心头泛起了疑惑，他实在不懂为何主子这么悲观。只是身为奴婢，他知道现在不是问话的时候，到了时候他自然会知道的。第120章告状。天阶夜色凉如水。林轩言本以为皇帝今晚不会过来时，就听见外面工人通报声：“主子！”知柳激动，刚给林轩言卸下来的钗环，又想给他插回去。林轩言却神色未动，按住知柳的手：“主子！”知柳疑惑：“皇上过来了，不论如何，哪怕只是依照宫规，都得梳妆打扮好去迎接。”林轩言没说话，而是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渐近，才悠悠地叹了口气：“陛下还不一定是来我这儿。”话落，房门就被人推开，正是林轩言心心念念的男人。“皇上万安。”知柳行礼道，而林轩言则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梳妆台前，连个眼神都没施舍。室内的空气一下就凝滞了起来。齐朝策摆摆手，让工人退下。
支流只来得及扯了扯林轩言的衣袖。待房内只剩了他们两人，齐朝策踱步走到林轩言身后，接替支柳未完的工作，在生阵的气。林轩言看着铜镜中的齐朝策，他低眉垂目，一脸温柔。若只看这一幕，像极了晚归的丈夫在哄生闷气的妻子。随着钗环的卸下，满头的青丝缓缓落下，如一匹顺滑的缎子，在烛火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齐朝策将人抱进怀里，轻哄道：“朕说了晚间过来，这不是过来了吗？轩儿不是说一见到朕就开心，这几次朕过来，多半是见你不高兴的。”林轩言这才努力提了提嘴角，只是眼泪更先下来。今日我让常宝林跪了一个时辰。常宝林？齐朝策皱眉，想了一会才迟疑道：“新住进宁真殿的那位妃嫔。”齐朝策没好气地捏了捏林轩言的脸颊：“他惹你生气，你罚他便是，怎还给朕摆上脸色了？”谁知这话一出，林轩言哭得更凶了。他说：“嫔妾眼巴巴地过去找陛下，结果陛下却去了别人的宫中，他笑话嫔妾。”林轩言转身看着齐朝策，柳眉微蹙，水雾朦胧的眼眸中满是心碎，哽咽道：“他笑话嫔妾不得圣宠。”齐朝策一怔，默默数了下这月来天照泄的次数，但随即便是大怒，恨不得现在就将常宝林给拖出去宁真殿。可看着林轩言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心头也有些难受，温柔的拭去他脸上的泪水：“朕待你如何，轩儿难道自己不知？”林轩言垂眸，掩去眼中的嘲讽，嘴里却依旧哽咽道：“陛下有那么多美人，早就将嫔妾忘在了脑后。”只是说归说，林轩言的手却是紧紧拽着齐朝策的腰带，生怕人走了。齐朝策也发现了这点，心头泛起细细密密的酥麻，在林轩言的脸上落下几个吻，贴着他的耳畔低声道：“朕若是忘了，又怎么大晚上的还跑过来？轩儿画的画，朕已挂在了御书房，改日朕带你去瞧瞧。”男人低沉的嗓音带着温热的气息扑洒而来，顷刻间从耳垂开始，血色蔓延，直到被衣领挡住了视线。林轩言却是摇头，正当齐朝策想着还要怎么哄时，就听见他轻声道：“我相信齐郎。”林轩言将脸埋进齐朝策的胸膛：“我知道齐郎是天子，在后宫要雨露均沾。”可是说到这里，林轩言没忍住又泛起泪花，嗓音颤抖：“可是齐郎有后宫3000佳丽，若是雨露均沾，要等多久才能见到齐郎一面？嫔妾只有齐郎一人，嫔妾可不可以自私一点？嫔妾希望可以多见齐郎几面。”一字一句宛若杜鹃啼血，像是春日的惊雷，砸在齐朝策的心间，让他不由开始心疼。怀中的人与宫中其他人不同，他们都是主动进的宫，只有林轩言是他特意下了圣旨将人接进宫的。齐朝策一时没有说话，心想自己这段时间的确是冷落了他，就连个刚进宫的宝林都敢踩在他头上了。林轩言却以为齐朝策不愿，眼中的泪珠再次滚落，手却搂紧了男人的脖颈，滚烫的泪水一滴滴的砸下，是嫔妾贪心了。不，齐朝策也抱紧了几分，是朕疏忽了，以后朕定多来陪陪轩儿。林轩言这才展颜一笑，只是抬头的眸中还掺杂着不可置信：“真的？若是让齐郎为难，少来几次也是可以的。”林轩言故作大度，只是看他抿着唇吞吐的说出这句话，就知道他有多心不甘情不愿了。齐朝策好笑的捏了捏林轩言的鼻尖，将人抱到床上。床帘落下，遮住外面的烛火，床帘只剩下一片朦胧的光华，暗色里的气息在升温。“朕答应你的，何时食言过？你放心，朕自有办法。”林轩言这才彻底的展开笑颜，眼睛弯成月牙，亲亲热热的腻过去，直叫人甜到了心里。只是很快，月牙的眼眸中又聚集了一层水雾，水光破碎。长夜漫漫，正是酣战时。旭日东升，林轩言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辰醒来的，只知道一睁眼，外面已是阳光明媚，屋内也被阳光照得明亮。“主子，方才鞍山公公送了好多东西来，知柳姐姐还在清点入库。”知信一见到林轩言睁眼，立马将头凑过来，笑得见牙不见脸，一脸傻气。林轩言刚醒，脑子还有些转不过弯，只有一个想法：皇帝被他炸，真的有些害怕被榨干。过了好一会儿，林轩言眨眨眼，才想起知信方才说了啥，不由皱眉道：“陛下赏赐，怎不换我起来谢礼？”知信捂嘴笑：“鞍山公公带了话过来，说是不打扰您。”知信笑得一脸暧昧，林轩言向来厚脸皮，也不由有些脸红。“什么时辰了？”林轩言轻咳2声，转移话题。知信笑道：“快50了，主子现在要起身吗？”估摸着知顺也快从御膳房回来了。林轩言应了声，让知信将他从床上扶起。等怀上了孩子，他绝对再也不这么死命勾引皇帝了。别说害怕皇帝马上疯，他都害怕自己哪天夭折了。用完午膳，人才人玉文更衣又过来串门了。陶宝林听见消息也跟着过来，倒是右汉斋一点声音也没有，估计常宝林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过来了。第121章，好浓的醋味。有搭没一搭的聊天过完了白日，夜幕降临，林轩言刚用完洗漱完就困倦的打了个哈欠。
知柳见状，将林轩言扶上床，便吹灭烛火，默默退出房间。谁知这边门才合上，那边窗户就不甘寂寞地传来扣扣声。林轩言刚闭上的眼睛猛然一睁，今天皇帝没有翻牌子，也没有去别的妃嫔宫中，所以林轩言赶紧坐起身，在自己脸上狠狠搓了几把，让自己提起精神来。而窗户这边的响动开始急促，显然是外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主子，林轩言刚下床，就听见房门也被敲响，知柳的声音传来：“主子，是您有需要吗？”“没有。”林轩言连忙道：“是我起身喝茶，你不必进来了。”知柳应声：“是。”听着脚步声远去，林轩言刚松口气，窗户的叩击声又响了起来。林轩言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催魂呢。不过等林轩言打开窗户时，脸上的表情已经换成了又喜又惧。齐郎，林轩言仰着头小声唤道。从齐朝侧的角度看过去，好似漫天的星子揉碎了嵌在了他的眼眸中，而每一颗星子中都是他的身影。齐朝侧心随意动，俯身在他的眼眸上落下一吻。这个吻稍纵即逝，可却足以让林轩言笑得眼眸弯成月牙儿。齐朝侧也不由跟着笑了起来，从窗户外跳进来，就将美人搂进怀中。这么高兴？齐朝侧拥着人在床边坐下。林轩言点头，嫔妾都说了，见到齐郎就开心吗？话音刚落，又赶紧抢在齐朝侧前头道：“前2次是意外，不能算。”齐朝侧被他逗笑，只是碍于是偷偷过来的，只能将笑憋着，胸腔震动。嫔妾还以为齐郎都不会这样偷偷过来了呢。待齐朝侧笑完，林轩言软着嗓音道：“喜欢这样？”齐朝侧问道。谁知林轩言又是点头又是摇头，让齐朝侧不由挑眉：“你这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林轩言笑着在齐朝侧唇上浅啄一下，眸光痴迷道：“齐郎只要过来，嫔妾就高兴。不过齐郎偷偷过来，是不是在齐郎心中嫔妾是不同的？”林轩言眨眨眼，一脸期待。谁知齐朝侧却道：“看来轩儿是更喜欢朕偷偷过来。”啧。齐朝侧为难的皱眉，但最后却是一副看着林轩言无可奈何的目光。那朕日后就都偷偷过来，让轩儿多多高兴。齐郎气得林轩言将齐朝侧的手都给甩开了。结果这句话没能控制住音量，又将守夜的知柳给吸引了过来。林轩言紧张地看着门缝底下的阴影，这次知柳没有问话，而是贴在门上细细听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声音，这才离开。知柳一走，林轩言狠狠地松了口气，随即又狠狠地瞪了齐朝侧一眼。齐朝侧心虚地摸了摸鼻子，压低声音道：“朕逗你的，怎么还当真了？”林轩言仍是怒意未消，拿起男人的手就咬了一口，只是下嘴时又放轻了力道，只浅浅地留了个牙印。齐朝侧顺势重新将人抱住，把玩着林轩言的发丝：“朕今日听了件事，想着轩儿也许会高兴。”还撅着嘴的林轩言一听这话，立马好奇道：“什么事？不会是侯府的事吧？”想到这，纵使林轩言极力掩饰，依旧有几分嫌弃露了出来。齐朝侧有些好笑，他虽然孝顺，但并不愚孝。林轩言自幼是个什么状况，他基本都清楚。换了是他，估计这时候都要甩脸子了。但看着林轩言这副模样，反而有几分想逗弄的心思，嘶了一声，还真是与侯府有几分关系。一听这话，林轩言的脸立马就垮了下来，转身用后脑勺面对男人，这是连装都懒得装了。那这个消息，齐郎说与贵妃更合适，贵妃定比嫔妾更高兴，是吗？齐朝侧挑眉，可这个人贵妃连他叫什么估计都不清楚，朕觉得贵妃应该不会高兴。话说到这，林轩言心头已经隐隐有了猜测，不过面对皇帝嘛，还是得接着演下去。贵妃都不知道叫什么，嫔妾又怎么会知道？林轩言没好气道，径直将被子往上一提。林轩言越是这样，齐朝侧越是期待他知道后的反应，故而装作疑惑，又慢条斯理道：“是吗？于景明你不认识？”话音刚落，齐朝侧就感受到怀中人的身体骤然一僵，随即急急忙忙地掀开被子，又转身回去。齐郎说的是我表哥吗？林轩言深吸一口气，紧张道。齐朝侧本是想逗人，看着林轩言这副反应，应该正中下怀才是，可现在反倒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于是语气也淡了几分，漫不经心道：“轩儿不是不认识吗？”林轩言却以为皇帝还是在逗他玩，讨好的抱住齐朝侧的手臂，撒娇道：“齐郎是嫔妾错了，齐郎就告诉嫔妾嘛，表哥怎么了？”齐朝侧将手从林轩言的怀中抽出，虽然有克制，但林轩言还是一眼就瞧出了他情绪不对。齐郎，林轩言干脆又贴近几分，眨巴着眼睛：“齐郎怎么了？”唉，男人心海底针。齐朝侧眼不见心不烦的闭上眼睛：“表哥表妹，朕记得你近日看的话本里就是一对表兄妹。”林轩言秒懂，扑哧一笑：“齐郎想到哪里去了？嫔妾与表哥至今都未见过面，只是逢年过节外加送节礼过来，顺便都会写一封信，表哥也会写。而嫔妾呢，
自然也会写信送到外家，顺带着问候一下表哥。另外，林轩言拖长声音在齐朝策唇上亲了一口，才道：“另外，表哥已经成亲了，是他的青梅竹马，嫔妾还特意送了新婚礼物过去呢。”说罢，林轩言还故作矫情的用力嗅了一下，眼鼻道：“呀，哪里来的醋味？好酸呀！”齐朝策这才羞赧的睁开眼睛，只是一睁眼就瞧见林轩言促狭的笑容，有种想翻窗就跑的冲动。第122章，香珠的来信。看着男人快要恼羞成怒的表情，林轩言知道不能再火上浇油了，连忙转移话题哄了几句：“表哥发生了什么好事？齐郎快说嘛！”林轩言眨巴着眼睛撒娇道。齐朝策这才脸色稍霁：“你这位表哥才学出众，太傅极喜欢他近日做的一篇策论，朕也看了，的确不错。不过……”齐朝策拖长声音看向林轩言的表情玩味，林轩言被他弄得心提了起来，让于景明在圣天崭露头角是他的主意，可万不能出什么岔子。况且这关系到于家在巫蛊之乱后能不能免受波及。齐郎，怎么了？表哥才学出众不是好事吗？林轩言连忙抱着齐朝策的手臂撒娇。温香软玉在怀，齐朝策也没卖太久的关子，挑眉道：“太傅不仅觉得他才学出众，长相也是一表人才，想招他做孙女婿。”林轩言闻言瞪大了眼睛，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可是表哥已经娶亲了。”不过很快林轩言便笃定道：“表哥和表嫂感情很好，肯定不会同意的。”齐朝策却是没好气的屈指敲了下林轩言的额头：“太傅是朕曾经的夫子，他能让自己嫡亲的孙女委身给一个有妇之夫？”林轩言这才发觉自己的想差了，讨好的吐吐舌头。能在皇帝嘴里听到于景明的名字，估计于家这事应该能避免巫蛊案带来的牵连。毕竟他的母亲于芷月是出嫁女，且已去世近20年，本就与侯府关联不大。前世虽说有受到波及，但至少性命无虞。这时于景明的才学已经在太傅乃至皇帝跟前有了姓名，景朝自开朝皇帝起就极为惜才，他就不信还会落得跟前世一样的下场。搞定了一件事，林轩言也就有心思继续他未完成的大业。至于皇帝觉得他是偷溜过来的，不想翻云覆雨，那又如何？男人上了他的床，就休想逃过他的五指山，当他前世白活了吗？至于外面的支柳，林轩言表示这样才刺激，但是刺激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林轩言艰难地捂着腰从床上爬起，昨夜虽然只厮混了一次，但是腰酸的程度这一次顶得上之前3次，这就是追求刺激要付出的代价。至于皇帝，自然是一大早就翻窗走了，哪能留在这儿被支柳抓现行？只是支柳看着刚从床上爬起的林轩言，手里的衣裳从他的臂间滑落在地，而支柳却恍若未觉，眼睛瞪大，半晌没能说出一句话来。林轩言顺着支柳的目光低头看向自己亵衣滑落的肩头，上面有斑驳红点。林轩言尬笑2声，正要说点什么转移话题，就见支柳迅速捡起衣服，转身将门猛地关上，随即小跑到林轩言跟前，动作一气呵成：“主子，您昨晚这是……糟糕，瞒不住了。”不对，林轩言眨眨眼，这种事他为何要替皇帝瞒着？于是咳嗽2声，正色道：“昨夜是陛下过来了，一切如你所见。”说着，林轩言淡定地将滑落的亵衣拉起，只剩下支柳一副被雷劈过的神情。最后还是林轩言出声提醒，支柳才回过神来，将林轩言扶起，伺候他穿衣。主子，支柳给林轩言系颈部。皇上为何要偷过来啊？后宫要平衡，最好是雨露均沾，岂能对我太过偏爱？林轩言语气淡淡，支柳闻言却是眼眸一亮，兴奋道：“我就说皇上心中待主子是不同的。”林轩言对此却只是意味不明的哼笑了一声，或许吧。在这次的意孕期内，皇帝偷偷的来了2次，林轩言又想尽办法勾着人在白日作画时来了1次。虽然累是累了点，但厮混了这么多次，总该怀孕了吧？林轩言摸着小腹沉思，毕竟他以前也未怀过孕，只知道有些人怀了孩子，闻着点味儿就想吐，而有些人却是好吃好喝，除了胖了一大圈外，没什么不适。除此之外，林轩言对怀孕后的状态了解的不太多，不过这段时间确实有些嗜睡，这点符合怀孕的状态。但是林轩言咬唇皱眉，这段时间和皇帝闹的事有点过分了，晚上没睡好，白天想睡也很正常。唉，在林轩言期盼又愁虑的纠结中，收到了香珠姑姑的回信。收到信后的林轩言一扫之前的忧愁，香珠姑姑已按照她的吩咐，将母亲的嫁妆陆续转移到于景明的名下，预计5月底能基本转移完毕，只除了几家比较大的铺子，因为太过显眼，估计得放弃。但即使如此，也只不过是略损失些皮毛。转移了财产，下一步就是将香珠姑姑等人的身契也转到于景明名下，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至于如何转移，就得靠表哥上门游说了。林轩言相信，他那个唯利是图的父亲应该不会拒绝一位尚未步入官途
却已经入了皇帝眼的举人。毕竟香珠姑姑信中也有提及，自从表哥在圣天展露才学后，凌云飞不止一次地邀请表哥上门一聚，为此还与商素吵过架。除此之外，信中还写了有关常宝玲的事情。常宝玲本是长寒县令的庶女，但因其姨娘早逝，故而自幼养在嫡母膝下。此次选秀前，特意将她的身份改成了嫡女。而这位常宝玲，以往虽然只是个县令的庶女，却能让府城的公子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至于县城里的，那就更别提了。这也是为何香珠一去问于景明，于景明就能迅速回答的原因。毕竟这位常宝玲，她经常能听见有公子哥为了她大打出手。不过与之相对的是常宝玲的名声，按理来说，这样的女子不被附近的人说成是水性杨花，就算是手下留情了。但偏偏奇怪的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夸赞常宝玲贤良淑德，有一颗慈爱之心，是当地女子的典范。林轩言看完信，将其放在烛火上点燃，目光看向了右汉斋的方向。在长寒县，常家是地头蛇，常宝玲可以慢慢图谋发展自己的名声，可在宫中，她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正七品宝玲。若是还想着用以前那套，估计很快就会落得个困手一鱼的下场。第123章雅兰宫探病。似乎所有的天气变化都在一场雨后。夏日的炎热在淅淅沥沥的雨中悄然而至。大皇子还没好吗？林轩言抿了口茶水，淡淡问道。下手的人才人摇头，手中团扇也跟着轻摇。不曾，今日又是一群的太医去雅兰宫。说着，人才人没忍住哼了一声，陛下也是一下朝就去了，贵妃真是仗着大皇子就为所欲为。话落，林轩言手中的杯盏磕在桌案上，发出一声闷响，人才人立时住嘴，讨好的笑了两下。林寒冬向来喜欢用大皇子做借口，从别的宫中将皇帝喊走，每月少说也得有一次。只是自从前几日的雨后，大皇子便一直啼哭不止，可太医诊脉却没诊出个所以然来。宫中的妃嫔皆以为这次又是林寒冬借故抢人，只是没想到这一抢就连了近10日，众人愤恨也是难免的。只是我听人说，大皇子的确是哭啼不休。陶宝玲微微蹙眉道，这是让众人最为疑惑的地方，且皇帝还因此事对林寒冬发过脾气，若他只想借着大皇子抢人，惹来斥责，岂不是得不偿失？要不姐姐们与嫔妾一同去雅兰宫瞧瞧。文更一提议道。人才人立马赞同，罗昭苑也想去呢，要不带我问过罗昭苑，一同去。陶宝玲却是看向林轩言。林轩言用手撑着头，半合着眼点了点头，一副兴致不高的模样。似乎也是那场雨后，他们每来到天照榭，林轩言便总是这副样样不乐的模样。陶宝玲等人见状，纷纷起身告退。可谁知他们一走，林轩言就立马伸了个懒腰，一扫方才的颓靡之色。知柳，林轩言唤道。知柳在屋外应声，赶紧快步走进来。知柳，今日已是15，你给我算算，我的癸水是不是已经推迟5日了？林轩言掰着手指，激动道。话落，不仅是知柳，就连知信也凑了过来，三人数了一遍又一遍，非常肯定道，推迟了5日。林轩言的癸水向来准时，提前或推迟1、2日有，但是推迟6日是从未有过的。且这段时间以来，林轩言除了那几日与皇帝云雨晚睡了以外，每日就寝都很准时，用膳也与平日并无区别。另外，他的确是有些嗜睡。说着说着，林轩言又打了个哈欠。主子，奴婢去唤太医过来给您瞧瞧吧。知信兴奋道。林轩言却是摇头，就算真有孕，最多也就半个月，太医就算过来也把不准。再说，林轩言垂眸府上小腹，这时太医都忙着去照顾大皇子，哪有时间管我？待时机成熟，再换太医也不迟。若真有孕，自然是要将这个孩子用在恰到好处的地方。而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安排支流等人去做。本来他还发愁要怎么派人进雅兰宫，偏偏这时大皇子生病，正好给他可乘之机。林轩言将事情一件件吩咐下去，接下来就是等着与罗昭苑一行人去雅兰宫探病了。这个时间并没有让他等太久，就在2日后。除了上次在天照榭商谈的3人，还有罗昭苑与常宝玲。常宝玲自从上次被林轩言罚跪后，就再也没主动去天照榭，这次还是第一次，面上又恢复了惯常的笑容，丝毫看不出那日的愤恨神情。今日的常宝玲穿了一身轻薄的夏装，虽然如今天气转热，但对于初夏来说，这身衣裳属实有些过于单薄了。但常宝玲却丝毫不觉，手中还摇了一把团扇，体态风流。人才人一见到常宝玲，便掩唇笑道：“常妹妹看着极为怕热呢。”常宝玲摇着团扇的手一顿，面对人才人的暗讽，并未有何反应，只是微微笑了2下。人才人顿觉无趣的撇撇嘴，随即又将目光落向了前头的林轩言身上，好奇道：“今日林姐姐怎将知顺也带出来了？平日姐姐出门不是只带个宫女吗？”林轩言面色未动，浅笑道：“近日身子有些不适，这不是怕待会儿在雅兰宫中失态，想着多带一人也好应对。”
今日的林轩言涂抹了胭脂，但是粉润的脂粉下的确是透着一股不易察觉的病态。被他这么一说，周围的人才察觉过来。话落，罗昭愿侧手拉住林轩言的手，蹙眉道：“你身体不适，又何必去雅兰宫呢？免得又染了病。”是啊，常宝林接话道：“林姐姐身体不适，大皇子也是身体不好，不论是谁给谁带去了病，总归是不好的。”常宝林这话一出，周遭顿时一寂。人才人玉文更衣对视一眼，上次林轩言罚跪常宝林的事并未瞒着，所以他们也是知道的。故而面对常宝林的暗讽，两人默默闭了嘴。倒是陶宝林眉头一皱，正要开口说话，就听林轩言轻笑了一声：“我只远远的看一眼，又能妨碍到大皇子什么？只是大皇子患病，我等自要前去聊表心意。”常宝林笑笑，没再说什么。这反倒让林轩言有些可惜，这位常宝林的确有些心高气傲，可是这段时间以来的宫中生活已经将他磨平了不少，比他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可惜了。若是柯平在此，保准能跟他斗个有来有回。看来他还得给常宝林下一剂猛药，否则在巫蛊案之后，他怎么能在常宝林的衬托下显得楚楚可怜呢？思及此，林轩言还真有些怀念日日跪在佛前的柯平了。众人继续前往雅兰宫，只是陶宝林偷偷地拽了拽林轩言的衣袖，目露担忧。林轩言摇头表示无碍。经过长又曲折的宫道后，大气的雅兰宫终于出现在眼前。林轩言不经意地侧头扫了知顺一眼，低声道：“知信，你扶着我点。”知信不自觉地吞了口唾沫，连忙扶住林轩言搭过来的手。隔着衣袖，林轩言都能感觉到手下的躯体在微微颤抖。林轩言稍稍用了些力，知信的颤抖渐渐停了下来。随着雅兰宫人的通传，众人一一入内。第124章，知信落水。晨儿啼哭，没想到竟让众位妹妹担忧了。林寒冬一脸憔悴地端坐上手，只是周身的气度还与以往一般无二。罗昭愿面带愁容叹道：“宫中之大皇子一个孩子，嫔妾们怎能不担忧呢？”其余妃嫔纷纷附和。其实林轩言这几人并不是第一批来雅兰宫探望的妃嫔，大皇子刚出世时，皇后就派了人过来探望。昨日邓昭仪与几位妃嫔也过来探望了一次。众人正说着话，不远处的房间里又是一阵兵荒马乱。从宫人的交谈中得出，大皇子又开始哭闹了。以往大皇子哭闹时声音洪亮，就连厅内都能听到一二，可今日却只能听到宫人慌乱的声音，让人听了就不由心底发沉。林寒冬当时也不顾上厅内的这些女人，连忙搭着花蔻的手臂就去看望大皇子，而林轩言等人自然紧随其后。谁知才跟着走出了大厅，知信一脸苦涩，拉了拉林轩言的衣袖，附耳小声说了几句话：“你呀。”林轩言没好气的点了点知信的眉心：“快去快回，奴婢省的。”知信讨好一笑，待知顺上前接过林轩言的手后，便连忙找了雅兰宫人往一旁去了。林轩言见周遭几人都看向他，无奈解释道：“这丫头3级让诸位姐姐妹妹看笑话了。”话落，大皇子的房间也已经走到了。这时他们才听见嘈杂的声音中大皇子微弱的哭声。林寒冬更是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要不是有花蔻扶着，怕是就要直接摔倒在地了。林轩言等人见状不由对视一眼，将叹息声埋在了心底里。林寒冬也顾不上以往在外人面前一贯的温婉大气，一听到大皇子的哭声，几乎是扑着进去的。太医，皇儿好不容易才睡上一觉，怎么又哭起来了？为首的太医颤抖着跪倒在地，也不敢抬头，只得垂着脑袋，支支吾吾道：“大皇子脉象只有些许虚弱，旁的应是无碍。”无能。林寒冬上前就往太医的心窝里踹：“皇儿无碍怎会啼哭不休？你们一个个的，竟连这种小病都看不好，要你们有何用？”太医被林寒冬踹了一脚，依旧不敢抬头，就连头上的冷汗都不敢擦。倒是一旁的大皇子许是被吓到了，哭的声音略大了些。林寒冬连忙住嘴，脸上的愤怒顷刻间又换成了哀戚，看着床上大皇子泪流不止，他现在连伸手去抱都不敢，就怕哪里不对又让孩子不适。罗昭愿轻声走到林寒冬身后，温声道：“大皇子吉人自有天相，会没事的。”林寒冬这才注意到还有外人，连忙低头擦掉眼泪，脸上的表情很快又变成了一贯的模样。只是他微红的眼眶明晃晃地暴露了他此刻的心境。众位妹妹看也看过了，本宫就不留你们了。林寒冬下逐客令。见状，众人也只好说上几句吉祥话，就准备打道回府。不好了，落水了！有人落水了！远处传来尖叫声。知顺扶着林轩言的手一顿，而林轩言却是与周围众人的神色一致，惊讶又带着担忧。只是他与旁人不同的是，在跟着人流从大皇子房间出来后，往旁边的一间房屋瞥了一眼，除了知顺，无人注意到。这些天来，因为大皇子的事本就让雅兰宫众人疲惫不堪，如今又出了意外，一时间喧喧嚷嚷，乱作一团。这时池边的又传来惊呼声，是林美人身边的宫女。林轩言的脸上恰到好处地流露出震惊的神情，
随即尖叫着拉着身旁的工人：“快去救人！快去救人啊！”原本妃嫔这里还算有序，被林轩言这一弄，也瞬间混乱起来。众人脚步纷杂，难免会有冲撞。林轩言见状，连忙落后几步，躲在陶宝林身侧，不着痕迹地护着肚子。吵嚷了一阵后，林寒冬忍无可忍，厉声道：“安静！”但工人们一边忙着要护住主子们，一边又忙着赶去池边救人，而妃嫔们则因为混乱不时尖叫抱怨，只让林寒冬吼了好几句才消停。林寒冬如针芒般的眼神在众人的脸上扫过，最后落到林轩言的身上。“林美人，本宫倒想问你，你的宫女怎会跑去池边？”面对林寒冬的问话，林轩言早有应对之法，眼一眨，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苍白的面容上滚落而下，抽泣道：“知信要如厕，这才从嫔妾身边离开。”林轩言抬眸望向林寒冬：“贵妃娘娘，嫔妾的婢女好端端的，怎就落水了呢？”林轩言含着泪控诉，泪盈于结梨花带雨，若不是有陶宝林扶着，都怕她站立不稳摔倒。知信如厕是过了明面的，林轩言这么一说，众人纷纷点头。林寒冬见状，脸色更黑了几分，偏偏这时大皇子那边又吵了起来，直让他头疼欲裂，怒道：“本宫宫中向来安好，怎林美人的宫女一来就落水？”说罢，便甩袖又折返回大皇子的房间。众妃嫔面面相觑，不知是该跟着林寒冬，还是跟着林轩言去池边。最后还是罗昭苑开口：“贵妃娘娘恐无心情招待我等，还是不要过去添麻烦了。”众人这才安下心来，跟着林轩言去池边。倒是陶宝林发现了不对，扶着林轩言低声道：“知顺呢？这小子跑哪去了？”林轩言抹着眼泪回了一句：“他一听到是知信落水，便跑走了。他二人感情深厚，定比我更担忧。”陶宝林闻言一叹，倒是没再说什么，只是扶着林轩言的手更用力了几分。很快，这群娇娇弱弱的妃嫔们就在宫人的簇拥下赶到了池边，而这时知信也被人从池中捞了出来，正浑身湿淋淋的躺在池旁的石子路上，双眸紧闭，面色苍白。一旁的工人正按着他的腹部往外吐水，不知生死。知信、林轩言一见到知信的模样，眼眶又红了几分，不顾陶宝林的搀扶，就往知信身边扑，豆大的泪珠扑簌簌的往地上砸。妃嫔们有些瞧不上林轩言的作态，不过是个宫女，哪值得这般伤心？但一旁的工人们却是有些羡慕。但不论他们心中如何作想，总之面上皆是一副哀戚的模样。第125章，东西放好了吗？主子在吐了几口水又被掐了人中后，知信悠悠转醒。林轩言上前正要伸手握住知信的手，恰在这时，知顺抱着一床棉被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将知信裹进棉被里。罗昭苑上前几步，在林轩言的身旁蹲下，安慰道：“知信无事便好，你也不要太过伤心了。”说罢，罗昭苑扭头看向一旁站立的泗水，还得劳烦泗水姑娘派些人送她回去。泗水是林寒冬的大宫女之一，虽然林寒冬没来，但雅兰宫出了这么大的事，也得有个主事的。谁知泗水竟是摇头，正色道：“回罗昭苑，知信姑娘落水来的蹊跷，奴婢还需问过话后才能送她回去。”罗昭苑脸色一沉，她好歹是正三品的妃嫔，被一个下人当着众人的面拒绝，岂会好受？而林轩言听到这话，也是眼泪一停，猛地起身怒视泗水：“你这话什么意思？”泗水毕竟是贵妃的大宫女，面对两位主子阴沉的脸色，依旧不卑不亢道：“并非怀疑知信姑娘，只是无端落水，总要查明原因。”说罢，泗水一招手，之前领着知信去如厕的那位宫女被带了上来。小宫女的身体抖得不成样子，比落了水一身寒凉的知信抖得还要厉害。泗水眼眸微垂，淡声问道：“好端端的，知信姑娘怎会落水？”小宫女立马颤着声音回话：“回各位主子，泗水姑娘，奴婢也不知，奴婢只是在前头带路，走到这儿时就听见身后扑通一声，她就落水了。主子们明见小宫女跪在地上磕头，奴婢真的碰都没有碰到她，奴婢什么都没做。好了，也无人说你犯错，泗水一顿，若你清白，自不会罚你。”泗水显然就是在为小宫女说话，也是，这里是雅兰宫，哪怕林寒冬不在，他又岂会拒一个小小的美人？听了泗水的话，小宫女身体的颤抖也渐渐停了下来。倒是林轩言被气得不行，正要说话时，100被躺在地上的知信扯了扯：“主子，应该不是他推的。”知信颤抖着声音道。见知信这么说，林轩言一顿，刚提起的气只能泄掉，不过还是剜了泗水一眼才罢休。但泗水却道：“不是他推的，那知信姑娘怎会落水？池边向来少人，应该不会是被人不小心撞下去的才对。”知信摇头，哭丧着脸回忆道：“奴婢也不知，奴婢只是跟在这位姑娘后面，突然斜后方传来一股大力，再然后奴婢就落水了。”泗水眉头一皱，立马看向小宫女：“你可有看到是何人推了她？”小宫女连连摇头，身子又开始抖了起来。而知信这边不管怎么问，
也是没瞧见是谁推了他，但他就是咬死了是被人推下水的。泗水俏脸微寒，只是他想不通，如果是故意的，林美人的宫女落水能做什么？不仅是泗水疑惑，其余人也同样疑惑。如果是林美人故意，那让宫女落水有何用？得是林美人落水才能博皇上联系，若是贵妃故意，那也得是推林美人才对。就只有林轩言气愤不已，可偏生之幸又咬死了没看到是谁推了他，这桩无头案子也只能落下帷幕。毕竟只是个宫女罢了，就算今日没能从池中捞出，顶多在这宫中平添一段闲谈。林轩言握紧拳头，看着泗水冷声道：既如此，我便带知信先行回宫了，劳烦泗水姑娘帮我跟贵妃娘娘告退。说罢也不管泗水什么反应，扭头就走。而知顺则是抱着知信在后面跟着。陶宝林担忧地看了林轩言一眼，咬咬牙也俯身让泗水代为转达一声，随后便赶紧追上林轩言的脚步。罗昭苑则是叹了一声，带着剩下的妃嫔去给林寒冬告退，这才离开雅兰宫。好好的来探望大皇子，偏生出了这档子事，谁不说一声晦气呢？而这边的陶宝林追上林轩言的脚步，见他面色苍白，不由担忧地扶着他的手臂，安慰道：轩言，知信无事就好，你不要太过担心了。林轩言靠着陶宝林的手臂，微微泄了些力，顿觉轻松不少，勉强笑道：我知道，谢谢。你我之间说这些做什么？陶宝林嗔道。随后二人一路无言地回了宁真殿。林轩言一回到天照榭，就立马瘫坐在软榻上，捂着肚子皱眉，可能是方才又哭又怒的情绪波动过大，现在肚子有些坠坠的钝痛，这让原本想要去照顾知信的知柳顿时大惊，连声问道：主子你怎么了？肚子还好吗？自从前日推算出癸水来迟，天照榭上下已基本断定林轩言腹中有了皇嗣，如今见他这般，如何能不担忧？主子，知柳满脸担忧，还是叫太医来看看吧。明明额上已经有了冷汗，林轩言依旧是摇头：我无大碍，你给我倒杯热水来，我喝点就好了。如今一切都按照他的想法在推进，他岂能在这时自己掉链子？林轩言抚着小腹暗道：我这时要你，的确是藏了私心，可是孩子，娘亲盼你盼了20年了，只是眼下这关，娘亲只能冒险，才能保你我日后安稳。许是真有母子连心，也许是热水下肚的缘故，总之林轩言紧皱的眉头舒缓了许多，这让知柳狠狠地松了口气。林轩言这时也有了心思管别的事，闭目摆手道：你去找个太医给知信瞧瞧，别落下病根了。另外将知顺叫过来。是。知柳躬身退下。知顺很快来到林轩言跟前，衣裳上还沾着知信身上的水汽。主子。知顺拱手行礼唤道。林轩言睁开眼睛看向知顺，招手让他再靠近一些，低声道：东西放好了吗？知顺看着林轩言的眼睛，点了点头。林轩言松了口气，这才不枉他与知信共同演的一出戏。只是知顺不解，从前日主子安排起，不仅是他，知柳与知信都是不解的。第126章计划。时间拉回到前日，林轩言看着眼前的三人，一开口就是一句惊雷：后日，知柳你随我去雅兰宫，我需要你假装落水。话音未落，知信就瞪大了眼睛：主子，这是为何？知柳却扯了下知信的衣袖，低头应是。林轩言看向知信：知信你也有任务，你需要做一个人偶，上面绣着我的生辰八字，做好后在人偶的头部或心口处多插几针。这话一出，不只是知信，就连方才听到要他投水的知柳都不可置信地望向林轩言。主子，知柳稳了稳心神：主子，您这是要做什么？在人偶上绣生辰八字，不就是巫蛊人偶吗？这可是宫中大忌，轻则打入冷宫，重则连累9族。可偏偏林轩言吩咐的是人偶上绣他的生辰八字。林轩言没急着解释，又看向知顺：而你负责将人偶藏在雅兰宫。3件事吩咐下来，三人对林轩言想做的事有了基本的猜测。而后林轩言又将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安排他们何时要做何事。从一开始的知柳如厕，到林轩言听闻落水失态的拉扯周围的工人去救，为的就是让雅兰宫乱作一团，给知顺创造去放人偶的机会。至于人偶要放的地点，林轩言也早已胸有成竹。上次在雅兰宫中逛了一圈，他已从来往的工人与房外的摆设推测出了哪些房间少有人走动。待知顺藏好，顺手抱一床被子出来，给落水后的知柳裹住，他的离开也就有了解释。林轩言确定一切无遗漏后，揉揉眉心，声音里带着些许疲惫：你们可有异议？话音刚落，知信清脆的声音立马开口：主子，让奴婢跟您去雅兰宫吧。奴婢愚钝，不如知柳姐姐沉稳，能替您分担事情，落水就交给奴婢去做吧。知柳一惊，正要开口，却见林轩言看向知信，沉声道：你确定？知信也看向林轩言，目光诚恳的点头。林轩言看着这样的知信，整个人都放松了许多，
展颜笑道：“这是你自己说的，到时落水后可不能怨我。”知信重重点头，也跟着傻傻笑了起来。倒是知柳在一旁急道：“主子，还是奴婢去吧。知信年岁小，身体自然也是不如我的。我不过比姐姐小了1岁，这话说的倒像是差了10余岁呢。”知信反驳。知柳还要说话，被林轩言制止了，最后还是拍板定下了知信。只是事情都安排好了，可三人还是不解为何要这么做。毕竟巫蛊人偶一旦被发现，可有千雷9族之祸。主子就算再不待见贵妃，他们也都是同出一门，贵妃遭罪，主子又能好到哪去？可若是巫蛊人偶不被人发现，那主子又何苦谋划这些？主子，你与贵妃毕竟是姊妹，若她出事……知柳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林轩言却是慵懒地往软榻上一靠，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团扇，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林家很快就会在林寒冬手中落败，我不过是为求自保。自嘲的声音在房间内响起，三人面面相觑，依旧是不太明白林轩言话中的意思。贵妃有大皇子，若是不出意外，皇位都可以搏一搏，能出什么意外？林轩言看出了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疑惑，依旧是淡淡道：“我无法告诉你们，我为何笃定林家落败。你们只要知道的是，我这个人很惜命。”三人心底一沉，近1年来的相处，正如林轩言摸清了他们的性格，他们也基本了解林轩言的为人。他们的主子绝不是表现在皇上面前那般，主子是有野心的，是个不甘于现状的人。故而面对林轩言模棱两可的解释，三人俱是沉声应是。也是，他们早就踏进天照榭的那一天起，就与林轩言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算主子要自毁前程，他们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你去宁真殿中找几人来照顾知信，但要盯紧他们。林轩言的吩咐将知顺从回忆中拉回来。知顺应是，随后便在林轩言的摆手下退出房间。用过午膳，许氏之幸落水一事，皇帝特意赏了东西过来给林轩言压惊。至于他的人，则是待在雅兰宫。但偏这时也有消息从雅兰宫传了出来，说是皇帝一靠近大皇子，大皇子更容易哭闹。可皇帝只要一离开，大皇子哭闹立马停止，顶多就是抽噎2下。1、2天还以为是意外，次数一多，皇帝就算想多关心儿子，也不敢轻易靠近。每日就是在雅兰宫中略坐一会儿便离开了。但即便如此，皇帝也有好几日未曾宠幸妃嫔了，弄得宫中哀声灾悼不已。也是，就这么一个活到1岁的儿子，再加上前段时间才流掉2个，皇帝重视也是难免的。君不见，就连平日不出长乐宫的太后都隔3差5的跑来雅兰宫，就算哪天没去，也定是送了一大堆的东西过去。宫中2大巨头都是如此，其他妃嫔纵然心有怨言，也只敢在私底下发脾气。但这些都与林轩言无关，他一从雅兰宫回来后就开始装病，打算闭门谢客，安心养胎。只是他是装病，知信是真的病了。就算林轩言又是喊太医，又是找人照顾的，知信仍旧是在半夜里发起了高热。暖黄的烛火下，知信满面通红的紧皱眉头，眼睛虽然是紧闭的，但嘴里却是一语不断，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急得照顾知信的2个小宫女，又是给他擦汗，又是敷额头的。天照榭说大也不大，知信这边的动静将已经入睡的林轩言给吵醒了。林轩言按着额角从床上起身，唤道：“知柳，知柳。”隔间的知柳披着外袍跑了进来：“主子有何吩咐？你去看看，是不是知信如何了？”林轩言倒是想亲自去瞧瞧，只是他今日才腹痛，此时是有心无力。知柳应是，但先给林轩言喂了杯温水，扶着人重新躺下，掖紧被子道：“主子不必太担忧，今日太医说过，知信许有感染风寒的可能，但按时喝药就无大碍。”第127章流言四起。主子，知信有些发热，但是楚敏与辛勤照顾得很好，已经渐渐退热了。知柳回到寝殿低声道：“还有知顺看着呢，您别担心。”林轩言点点头，又问了几句有关知信的情况，提着的心总算是能放下了。若是知信知道主子这般担忧他，又该自责了。知柳淡笑道。知柳给林轩言又掖了掖被子，正准备告退时，林轩言蓦然灵光一闪，连忙出声：“你方才是说知信发热不时一语？”知柳点头，眼中不由染上一抹笑意：“是呢，嘴里不时就冒出一句话，可惜一句也听不清。你过来。”林轩言将知柳拽近几分，贴着他的耳畔小声说了几句话。主子。知柳微微瞪大眼睛，但很快便镇定下来：“奴婢知道了。”话是这么说，月色下知柳的指尖却在微微颤抖。他毕竟自小长于乡间，见过最多的仇宴，也不过是两骂战，最多是2家人真刀真枪的干上一场。见血可怕，可这样一层一层的计谋，却是让人毛骨悚然。哎，林轩言叹口气：“香珠姑姑他们，我都已有了安排，不会让他们有事。”林轩言牵起知柳微凉的手掌，放在掌心暖热，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别害怕，你是我的人，
我会护着你。主子，知柳唇瓣嗫嚅。过了好一会儿，蓦地鼓起勇气，回握住林轩言的手，诚恳道：“主子，奴婢不害怕，您再给奴婢一点时间，应该是奴婢护着您才对。奴婢太笨了，不能帮主子出谋划策。奴婢……”说着说着，知柳忙将头低下，只是声音却难以掩盖的哽咽了起来。奴婢愚钝，当初若是带荀翠或是佩玲，都比奴婢聪明。知柳，林轩言正色打断知柳的自责：“我与香珠姑姑一致选你陪我入宫，自然是觉得你比他们3人都要好。你很好，我很喜欢。”知柳这才讶异的抬头看向林轩言，只见月色下林轩言的目光清透，没有一丝闪躲或是迟疑。见此，林轩言好笑的揉了揉知柳的头，叹道：“傻丫头。”知柳也跟着一并笑了起来，连忙抹掉眼角的泪花，有些不好意思：“好了，你下去休息吧，明日没有知信给你换班，可不许给我打瞌睡。”林轩言故作严厉道，只是刚说完，便笑着将自己埋进了被窝中，困倦的打了个哈欠。知柳见状，轻手轻脚的退了出去。而从第二天起，不论是谁上门拜访，皆被知顺一句“主子身体不适”给挡了回去。就连陶宝林也没能见到林轩言一面。偶尔知柳外出办事，也都是行色匆匆，难得能说上几句话。按理来说，天照谢闭门谢客，除了林轩言身体不适外，应该没有消息能传出才对。可偏偏随着知信的病好，宫中渐渐流言四起。你听说了吗？深夜，一处下房中燃着一斗烛火，几个小太监正吃着小酒小菜，好不惬意。烛火悠悠，配合着他诡异的表情，让人觉得有几分阴风袭来。听说什么？有屁快放，别吊个几个胃口。就宁真殿林美人，前些日子她不是有个宫女在雅兰宫落水了吗？你小子失忆了？这是前2日咱不是还聊过？嗨，不是落水，哎呀，和落水有关，是这宫女落水后的事。我听说啊，这宫女被救上来后就发热了，嘴里念念叨叨的，你们猜她念叨啥了？小太监环视一圈，见其他人面色都认真起来，这才满意的又压低了几分音量。偏这时一阵风吹来，吹得桌上的那一斗烛火不住摇晃，众人的身影投在墙壁地面，恍若鬼魅。他说：“贵妃娘娘，奴婢求娘娘，别推我家主子下水。”小太监嗓音尖锐，模仿起女子哀求的声线来，可谓是惟妙惟肖，尤其是在这样的深夜中，直让人起鸡皮疙瘩。但很快就有人回过神来，将花生往碟子里一扔，没好气道：“是那小宫女自己落的水，和贵妃有何干系？再说也不是林美人落水啊，你这听的什么谣言？”众人纷纷嗤之以鼻。小太监见其他人不信，这下也不故作玄虚了，忙道：“宁真殿我有认识的人，他亲口跟我说的。那林美人心慈，小宫女落水发热，特意在宁真殿另外找了2个小宫女去照顾，听得真真切切。那宫女一发热昏迷，嘴里就念叨：求贵妃娘娘别推我家主子。而且啊，小太监见众人的注意力又被他吸引了过来，声音拉长几分：你们知不知道那小宫女从水里被捞出来后说的是啥？”众人摇头，说是有人推的她，但是当时在那附近的人没一个看见推她的人。窗外中庭地白，树影疏漏，唯有夜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平添几分幽凉。良久，有人咽了口唾沫，说起来：“你们不觉得大皇子这病来的蹊跷吗？”细听下，他的嗓音还有些微颤抖，但这时却无人嘲笑他。太医天天守着，愣是连个病症都查不出来。皇上气的又是罚俸又是打板子的，一点用都没有。我也听说了。这时又有另外的人接话，而且只要是皇上一靠近，大皇子保准就哭，一走就停，奇怪的很呢。你们说是不是沾上了？呸呸呸，说什么呢？类似的话题在宫中各处流传，不消几日便传遍了6宫各处。往日里炙手可热的雅兰宫，一时间众人竟有些避如蛇蝎。林寒冬自然也知晓了这些传言，气得他拂袖扫了一桌的茶具，噼里啪啦碎了一地。只是现在大皇子的病症扰得他日日不能安眠，再加之林轩言抱病谢客，天照谢又看得紧，一时间林寒冬也拿他没办法。就是雅兰宫的瓷器，这些日子更换的愈发快了，而此时的天照谢却是一片欢乐。第128章。6月到，齐朝策将林轩言揽进怀里，抚着他的眉眼，剑眉微蹙：“朕听说你近日身子不适，许是换季，胸口有些发闷，但除此外并无别的事。”林轩言摇头笑道：“只是暖黄的烛火下，往日白里透红的脸蛋，此刻只剩下玉瓷般的触感。”齐朝策不信这个说辞，瞥了一眼一旁的知柳：“你来说。”回皇上，主子自从上月末起，身体就有些不适。林轩言蹙眉，提高音量打断他的话：“知柳。”林轩言还欲说些什么，却见齐朝策瞪了他一眼，对着知柳道：“你继续说。”知柳看了林轩言一眼，但面对齐朝策凌厉的目光，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道：“这些天来，为了给主子调养身体，想着是要3分毒
将汤药断了，改成了食补。汤药断了，这次是齐朝策皱眉打断了知柳的话。知柳吓得身子一抖，连忙将头低下。林轩言见状，忙拉过齐朝策的手臂撒娇：“嫔妾早就不想喝劳什子汤药，太苦了，吃蜜饯都压不下。这几日更是闻着那药味就想吐。”林轩言将脸贴近齐朝策的脖颈：“嫔妾好不容易找到借口，就让嫔妾断一段时间吧。”淡淡的幽香萦绕鼻尖，温香软玉在怀。齐朝策就算有气，也成了绕指柔，只好道了句：“那要是给你养身体的，你倒好，一病就不喝了，这怎么养的好身子？”林轩言笑着不讲话，只是将身体贴得更紧了些，让男人拿他根本就没办法。只是夜色渐浓，按理来说该是春风一度的时刻，可谁知齐朝策只是晚上床了一会儿，林轩言就趁着这段时间陷入了梦乡。轩儿，轩儿，齐朝策轻声唤了两句，林轩言循着声音凑近了过去，只是眼睛依旧紧闭，一看就是睡得正香。看着眼前香甜的睡颜，齐朝策没好气地戳了戳林轩言的脸颊，见他不耐地皱起了眉头，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没能听清。齐朝策不由失笑摇头，将人往床里挪了挪，这才放轻了手脚上床睡觉。只是刚一躺下，林轩言便又凑近了过来，嘴里呢喃了一句。这次靠得近，齐朝策听清了。齐郎。齐朝策眼帘微垂，侧身看着身侧眼睛紧闭的人儿，在他的唇上落下一吻。睡吧。说罢，床帘垂下，室内的烛火渐次熄灭，工人轻手轻脚地退出，只留下两道相互纠缠的呼吸与一地朦胧的清辉。大皇子病后，皇帝来后宫的次数愈发渐少，唯有雅兰宫和长秋殿去的最勤。但偏偏林轩言抱病，又勾着皇帝去了几次，哪怕皇帝只是陪着用一顿饭，也足以让后宫中的女人眼红。一时间，宫中患病的妃嫔见长，弄得太医院唉声哉道。而同一时间，宫中的流言愈盛，林寒冬气地惩处了好几个嚼舌根的工人，这才让日渐妖魔化的流言稍有停歇。只是有些东西已经根植在人的心中，最起码短时间内难以让人遗忘。很快，窗外的桃花谢了，枝头结满了小小的果子。6月到了，主子，皇后娘娘有令，明日起恢复3日一请安的规矩。知顺匆匆走进来道。林轩言捏着针的手一顿，随即继续垂手绣花。我知道了。卓长在小产月份小，只做了1个月的月子，而皇后是留了个5个月大已经成型的胎儿，少说也得做2个月，可自万寿节到今日，满打满算也就1个半月。更别说皇后娘娘又是从花月香辉楼回长秋殿，还强撑去选了秀女，身体如何能好？想到这，林轩言轻笑了一声，许是皇后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在意了。但不论如何，第2日一早，林轩言便打着哈欠，睡意正浓地从床上爬了起来。皇后小产后首次露面，只要是没病的起不了身，都得去长秋殿请安。轩言，陶宝林一见到林轩言从天照榭里出来，立马眼眸一亮地迎了上来。你也真是，连我都不让进。陶宝林捏起拳头做事要打人，只是看着林轩言略带苍白的脸色，方扬起的手又悻悻地落下。林轩言忙笑着讨饶：“是我的错，妃妃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吧。我这不是怕将病气传给你吗？我这里2个病人，哪敢让你进来？”陶宝林这才哼了一声，缓和脸色，走到林轩言身侧，与知柳一左一右地扶着他。林轩言有些头疼，他这些日子吃好喝好，睡得也好，要不是经常走动，又避开了高油的吃食，估计这时候早胖了一圈。脸色苍白，是因为他略略扫了一层脂粉。让知柳扶着做个样子就够了，哪里还需要陶宝林也来搀扶？林轩言正要说些什么，眼角的余光里走进了一片碧色裙摆。来人弯腰行礼：“嫔妾给林美人，陶宝林请安。”今日的常宝林穿了一身碧色的衣裙，头上的钗环略点缀了几样，颇有几分出水芙蓉的清丽之姿，愈发显得林轩言脸色苍白，病若西子。常妹妹起身吧。林轩言脸上的笑容淡了些许，趁机不着痕迹地将手从陶宝林手中抽出，淡淡道：“倒是陶宝林好奇问，常妹妹这般早起是要去何处？”如今宫中妃嫔愈多，自然不是人人都去请安，只有侍寝过的妃嫔才去请安。这些日子宫中事多，新进的妃嫔，皇帝拢共也就召了5个，才占新人中的1/3。而眼前这位在秀女时期就博了皇帝眼球的常宝林，却是没等来圣宠。这些时日，就算林轩言待在天照榭没出门，都知道常宝林日子不好过。捧高踩低，向来是后宫的常态。不过今日一瞧，看着精神头还挺好，全然不似知顺口中那般颓靡。常宝林起身淡笑道：“回陶姐姐，近日清源湖的荷花开了，嫔妾想过去瞧瞧。”林轩言微微颔首，搭着知柳的手转身，淡淡抛下一句：“那便不打扰常妹妹的雅兴了。”第129章邪魔作祟。长秋殿一如从前，香炉顶上悠悠散出丝缕白烟，令闻者凝神静气。然皇后端坐上首，只一眼就足以让妃嫔不自觉地放轻呼吸。皇后小产后第一次请安，众妃嫔皆不敢慢待，早早的就来了长秋殿，
行礼后依次落座。如此便愈发显得皇后左手下边的位置格外空旷，是林寒冬的贵妃之位。殿内熏香袅袅，混杂着冰盆的凉气，一丝一缕的在这一方空间里飘荡，直至落针可闻。皇后扫了一眼殿中妃嫔，脸上表情古井无波，良久才淡声对从云道：“你去看看贵妃到哪儿了。”从云领命，很快便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而殿中的妃嫔愈发不敢言语，就连手中的团扇都停止了摇动。长秋殿愈发寂静，唯有殿外枝头鸟雀带来声声啼鸣。林轩掩口关鼻鼻关心的坐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殿门处的太监唱诺：“贵妃娘娘到。”众人精神一振，总算是来了。以往贵妃不来请安，皇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但今日显然不同以往。而今日的林寒冬也与往日不同，一袭水红色的绫罗撒花百褶裙逶迤落地，乌黑柔顺的长发盘成飞仙髻，鬓上插了几只洒金发簪，其间更有一只缀着红宝石的步摇熠熠生辉，耳坠与手镯更是金与红交织，衬得林寒冬清丽的面容华贵大方，一改往日温婉似水的装扮，贵气逼人。嫔妾给贵妃娘娘请安。众妃嫔纷纷起身行礼，而林寒冬则是不急不缓地缓缓俯身：“嫔妾来晚了，给皇后娘娘请安。”林寒冬虽是半蹲着，可眼睛却是直直地望向上首的皇后，没有丝毫退让。而其他的妃嫔虽然不敢抬头，可在场的众人谁又是个傻的？半蹲着愈发屏气凝神起来。良久，才听见皇后轻笑道：“贵妃事多，能来给本宫请安，就已是不易了。”话落，皇后又笑着看向其他妃嫔：“你们可得多跟贵妃学学，大皇子有急，还能记挂着本宫呢。”是。众妃嫔齐齐应声。好了，坐吧，都是自家姐妹，何须多礼呢？众人这才敢起身回到座位上坐下。至于皇后口中的话，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虚词，谁又敢当真？从云一去小半个时辰，一看就知是到了雅兰宫，才将贵妃给请来的。且贵妃还精心打扮了一番，这才不急不缓地乘着步辇过来的。眼见着日头渐升，贵妃落座后的第一句话就注定了今日这场请安不得安宁了。嫔妾瞧着，娘娘脸色颇好，一点也不似小产过。话音未落，林寒冬连忙以扇遮唇，一脸的懊悔，看着倒是情真意切。面对林寒冬直接往他心窝子扎刀的话语，长秋殿的宫人都不由露出了愤恨的神情，可皇后却神色未动，甚至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几分。本宫身体康健，劳贵妃挂心了。倒是大皇子近日不适，着实让本宫担忧。不过皇后一顿，蹙眉疑惑打量了林寒冬好几眼。本宫瞧着贵妃的脸色，可是大皇子已经好了。林寒冬脸色一僵，昨夜雅兰宫才喊了一堆太医过去看病，闹得河宫皆知。不过他很快就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也抬眸看向皇后笑道：“世人皆言疼在儿身痛在娘心，嫔妾身为大皇子生母，有时难免急躁了些。娘娘没做过母亲，不能感同身受，嫔妾也是理解的。”听得这话，皇后脸色陡然一沉。就在林寒冬以为皇后是被刺激到时，就听皇后皱眉呵斥道：“后宫中的孩子皆是本宫的子嗣，本宫看在贵妃一片慈母心肠上，今日便不罚了，但贵妃今后要记得谨言慎行。”林寒冬搭在扶手的手猛然握紧，满含怒意的目光直射皇后，却终是只能低头咬牙道：“嫔妾谨记娘娘教诲。”其余妃嫔将头埋得更深，生怕战火蔓延到自己身上。林宣言也跟着埋头，但实则听着林寒冬吃瘪是很开心的。可谁知皇后下一句话就让他提起了12万分的精神。皇后扫了一圈下方坐着的莺莺燕燕，缓缓道：“本宫近日听闻宫中有传闻渐起。”皇后的话音方落，林寒冬嗤笑道：“不过是些碎嘴子的宫人乱讲，也值得皇后娘娘这般郑重。”哼，皇后也跟着笑了两声：“是吗？本宫听闻雅兰宫有邪魔作祟。”贵妃这般着急讲话，难道是心虚了？随着皇后最后一字落下，如同惊雷般落在众人耳中，有胆小的妃嫔甚至打了个寒战。林寒冬被气得胸脯上下起伏，起身怒道：“不过是些以下犯上的宫人胡说八道，若有邪魔作祟，怎嫔妾还活得好好的？”林寒冬身后的花寇与泗水连忙安抚，只是眼神也跟着染上了丝丝不忿。贵妃，皇后也跟着皱眉：“本宫掌管后宫，宫中流言四起，此乃本宫职责之事，贵妃是要叫本宫做事吗？”林寒冬深吸一口气，在宫人的安抚下直直地往后一坐。他知道方才是自己鲁莽了，可晨儿的病快有1月，太医院那群庸医连个病症都查不出来，再加上宫中越传越离谱的传言，实在让他沉不下心。见林寒冬安生了，皇后这才将视线挪开，最后落到林宣言的身边。本宫听闻林美人的宫女在雅兰宫落水了。林宣言心一紧，不过他早已想过这样的局面，当即脸上露出惶恐不安的神情来，正要开口回话，又急急忙忙地从座椅上起身，手忙脚乱了好一会儿，才行礼道：“回皇后娘娘的话，是嫔妾的宫女不小心落水的，
嫔妾已训过他了，今后定会多加小心。哦，皇后闻言诧异，可本宫听到的却不是这样。林轩言腰间的双手紧握，明明殿内冰盆充足，可他愣是冒了一额头的汗珠。林寒冬刚下的怒气又冒了起来，那日在他宫中不是气焰十足吗？怎见了皇后就成了巨嘴葫芦？第130章，林寒冬险胜。林寒冬深吸好几口气，才将冒起的怒火压下，尽量平静道：“皇后娘娘，您博学多才，您应该听过这么一个词，叫做三人成虎。这个词不用嫔妾给您解释吧？”林寒冬抬眸看向皇后，倒是娘娘，您休养这些天，宫中的确乱了些，和宫上下还需仰仗您的管理。林寒冬平静下来后，思路也清晰了许多，用皇后说过的话堵回去，让他一时间无话可说。但皇后出露面就对林寒冬发难，又岂是这般好打发的？很快，皇后便冷哼了一声，可本宫也听过一个词，叫做空穴来风衣。皇后娘娘，林寒冬提高声量打断皇后的话，凌厉的目光望向皇后，似针尖对麦芒。皇宫乃天子居所，龙气萦绕之地。林寒冬勾起唇角，您倒是说说，什么样的妖邪胆敢在此作乱？皇后深深地看了林寒冬一眼，久久无言。这一次争锋，最终还是林寒冬险胜。皇后扫了依旧维持着半蹲行礼姿势的林轩言，没好气地摆了摆手：“你还站着作甚？”林轩言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皇后与林寒冬一眼，这才在知柳的搀扶下重新坐下。皇后娘娘还有事吗？林寒冬不客气道：“若是无事，嫔妾就先告退了。”皇后倒是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心情，恢复了以往端庄大方的气度。贵妃不若再等等，今日请安的妹妹多了几位生面孔，让他们介绍一二，再走也不迟。林寒冬扫了一眼那几个生面孔，扶了扶并肩的步摇，不过短短几息时间，也跟着恢复了一贯的温婉大方，笑道：“听皇后娘娘的。只是方才见过皇后与贵妃的争执，新晋的妃嫔见此，心中只会对二人愈加畏惧。不过就算再忐忑畏惧，五位新人只能一一起身介绍。依着身份，从上到下依次是邓昭仪、罗昭苑、文嫔、孟宝林与唐答应。五位新人虽长相不同，或清丽或明艳，哪怕是其中长相最普通的文嫔，放到外面也是个小家碧玉。而为首的邓昭仪与罗昭苑，一个出身书香世家，虽容貌较之罗昭媛略有不及，但周身的书卷气息足以让她在众妃嫔中鹤立鸡群。而罗昭苑则是容貌非凡，一颦一笑皆能撩人心弦，让人嫉妒不已。而孟宝林与唐答应容貌中上，虽然家世比起前三位低许多，但能够在新人中率先得到皇帝的宠幸，运气也好，手段也罢，都足以让其他人暗暗多加几分提防。倒是文嫔，一个相貌平平的大官之女，反倒是在场众人最容易接纳的了。女子好颜色，男子好颜色二。依靠着家世上位的文嫔，实在不足为虑。待五人一一介绍完毕后，皇后以手撑头，满面倦容的摆摆手：“今日便到这，都退下吧。”话落，众妃嫔纷纷起身告退。而林寒冬堪堪行了个礼，便率先甩袖离开长秋殿，临走前还不忘瞪了林轩言一眼。以美人则是连忙上前追上林寒冬的脚步，只可惜林寒冬一出长秋殿就上了步辇，完全没搭理身后的以美人。接着便是淑妃与罗昭苑一同离开，而邓昭仪落后一步，独自回宫。吕贵人也是独自一人，而文嫔却是在长秋殿门口等着孟宝林与唐答应一同离开的。从妃嫔们三三两两的离开，就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轩言，你还好吗？陶宝林自然与林轩言一同离开。林轩言摇头，正要开口说话，就见任才人与卓常在走了过来。林轩言看向卓常在，不由面带歉意：“你前些日子出了小月子，可惜我身体不适，没能及时去拜访。林姐姐身体要紧，我无事的。”卓常在浅浅笑道：“是啊是啊。”任才人在一旁接话：“今日我们四个好不容易能够聚在一起，不如去林姐姐那儿庆祝一番。”任才人大大咧咧的笑道，阳光洒在他的眉眼，美好的如同一幅画卷。“你呀。”陶宝林抬手点了点任才人的眉心，就想着吃，没见着林姐姐面色苍白吗？你要是想蹭吃蹭喝，我的半梦轩欢迎你。任才人拍掉陶宝林的手，眉宇间闪过一丝不耐：“我见你还见得少了，谁稀罕见你？”只是陶宝林已经替林轩言拒绝了一遍，他再开口也就毫无阻碍了。任才人纵然想急了去天照榭，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回了自己的锦瑟居。卓常在自然也是笑着与二人道别。待任才人与卓常在的身影远远消失，陶宝林这才低声道：“你是不知道，前些日子陛下原是要来你那儿的，结果被任才人半路给拦了去。”“真的？”林轩言讶异。其实他哪能不知，他只是不让外人进天照榭，又不代表闭目塞听。任才人与他交好，不过是看在他还算受宠的份上，也不枉任才人大半年在他身上费的功夫，总算是拦到了一次人。听到林轩言的诧异，陶宝林连连点头，提点道：“
人才人一看就是个不安分的，倒是卓常在，我觉得他是个可以来往的。林轩言对此只是笑笑，卓常在这人看着是挺和善，给人的感觉总是如沐春风。只是，不论是杨更一的中元节祭奠，还是他的小产，虽然看上去卓常在都是被牵连受害的一方，可仔细想来，这两件事卓常在都是受一方。原本卓常在与杨更一同住一殿时，陛下大半年未曾宠幸二人，而自从卓常在迁出颐和殿后，他总算重新获得了恩宠。而他运气也很好，一次宠幸就得了皇嗣，只是差了点运气，皇嗣没能保住。但真的运气不好吗？原本那次宠幸后，皇帝不知何时才能再次想起他，但小产后，卓常在明显在皇帝心中有了姓名。且宫中有传言，皇帝原本想在万寿节时晋卓常在的位分，只是可惜发生了皇后小产的事，这才搁置了。只是此刻面对陶宝林的话，林轩言只是笑笑，我知道了。第131章暴风雨前的宁静。回去后的林轩言依旧称病闭门不出，而雅兰宫的大皇子也依旧不见好，整日啼哭不止，身形也消瘦了不少。但除此外，并无其他病症。就连太医也日渐懈怠，每日去雅兰宫点个卯，开个太平方子，全当交差。再加之皇后又惩处了一批嚼舌根的工人，宫中的流言总算是彻底停歇了下来。是夜，林轩言推开窗户，只见暗色的天空上乌云密布，月华与星辉尽皆掩盖，就连风都停了，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只是依旧炎热，且还闷了几分。林轩言刚推开窗，便赶紧又关上，闷热的天气实在让人难受，只一会儿就让人觉得身上黏糊了不少。主子，天晚了，睡吧。知信在一旁道。以往这个时辰的确是到了林轩言上床的时候，只是今日林轩言午后睡了一下午，晚膳前才被知柳从床上喊起来，这时候正清醒。只是现在天晚，做什么都不太方便，尤其是绣花，就算天照谢上上下下都点燃烛火，终究不如白日明亮。说来也是奇怪，自从确认腹中有了孩子后，林轩言就对女工产生了兴趣，光是想着孩子能够穿上他亲手做的衣裳，他就极为高兴。只是现在不能暴露有孕的事情，只能捏着针线苦练绣花，倒比先前躲着苦练时绣技进步的快多了。就在林轩言扫视房间，准备做点什么打发时间时，就听见一声唱诺：“皇上驾到！”林轩言与知信对视一眼，连忙各就各位。只见林轩言快走几步往床上一躺，柳眉微蹙，一股病态就流露了出来。而知信只需低头垂手在一旁站立即可。至于皇帝会不会去另外二人殿中，林轩言很自信地表示不可能。于是等齐朝策走进寝卧中时，瞧见的就是林轩言刚刚睡醒的模样，被工人搀扶着从床上起来，青丝从肩头跌落，扫过胸前的山峰，在朦胧的烛光下，足以这房间内唯一的真男人起反应。只是美人眉心微蹙，一见就是病痛未消。齐朝策连忙快走几步将人按下，皱眉轻声道：“不必多礼。”林轩言也没坚持，顺势圈住男人的大拇指，嗓音缱绻柔婉：“陛下怎么来了？怎么还没好？”齐朝策见眉紧皱，怒道：“这些个庸医愈发无用了。”林轩言脸上的笑容一僵，知信也是吓得看了自家主子一眼，眼神颇有些惶惶不安。主仆二人奇怪的表现让齐朝策眉头皱得更紧，狐疑道：“太医怎么说的？”呵呵。林轩言尬笑两声，打哈哈道：“没有什么事，嫔妾好得很呢。”齐朝策却没搭理他了，径直看向一旁的知信，沉声道：“你来说。”知信又瞅了林轩言一眼，目露乞求，谁知齐朝策直接扬手将床帘落了下来，看着知信厉声重复道：“说。”话落，知信直接被吓得跪倒在地。林轩言想要开口说话，结果刚说了一个字就被齐朝策捂住了嘴，这下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去捋虎须，只是讨好的冲着男人笑。但齐朝策根本不看他，只眼神凌厉地盯着跪地的知信。回皇上，主子不想看太医，所以没有太医来给主子看过。知信战战兢兢道。话音未落，齐朝策气得在床上捶了一下，吓得林轩言跟着颤了一下。陛下！林轩言试探着去碰男人紧握的拳头，这下齐朝策是真生气了，直接将手拿开，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躺在床上的林轩言：“朕早就要你换太医来瞧瞧，你倒好，竟敢对着朕阳奉阴违。”这是林轩言第二次见到齐朝策这般生气，面对这个掌握着他身家性命的男人，哪怕前世见过不少大风大浪，但还是会害怕。陛下，嫔妾。林轩言连忙起身，想要去拉男人的手，只是齐朝策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只见他直接一甩手，根本不让林轩言碰他，却是走到一旁的凳子上坐下，冲着鞍山吼道：“还杵在这做什么？还不快去宣太医！”“哎，是，奴才这就去。”鞍山吓得一激灵，连忙扶着帽子往外跑。林轩言一惊，暗道一声糟糕，这还不如皇帝直接走呢。对于请太医这事，
他也预料过最后在皇帝面前装不下去要去请的情况，故而也早就对太医院的太医调查了一番。有位太医有个先天不足的女儿，自小就得用名贵的药养着，故而这位太医是缺钱的。而林轩言就想着，若是真到了要请太医的地步，就用钱去买通，让他瞒下有孕的消息。毕竟有些胎儿前期胎息弱，大夫把不准卖也是有的。而林轩言的借口便是前期胎儿不稳，想满了3月再告知皇帝。这种不痛不痒的小忙，他就不信穷鬼会看在金钱的份上拒绝。如果拒绝，那一定是钱不够。只是这是林轩言不得不为之的计策，毕竟这世间的事做了就会留下痕迹，能不做他就不想去做。只可惜他千算万算，偏偏算漏了皇帝的反应，气成这样还不忘要鞍山去传太医。眼下皇帝正在气头上，他要如何才能开口换成知顺去呢？林轩言瞅了一眼面色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来的齐朝策，正准备硬着头皮开口时，就听见屋外轰隆一声，雷声大作，随即倾盆大雨哗啦而下。林轩言见状连忙道：陛下，雨这般大，明日再请太医吧。明日？齐朝策冷哼一声，你上次也是说明日。林轩言哑口无言。皇帝不收回命令，外面已经传来了工人去给鞍山拿伞的声响。就在林轩言焦急时，齐朝策这时皱眉瞥了林轩言一眼，没好气道：你给朕好好躺着。林轩言被吼得只好乖乖躺下，悄悄地摸着自己的肚子，心道：罢了，提前知道也不是不行，就是到时候效果可能会差点，但只要孩子在他肚子里，应该问题不大。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今日老天也许是铁了心要帮他到底。第132章，歪打正着。皇上，皇上不好了！雅兰宫的太监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齐朝策认出了他，当即不耐烦道：大皇子又哭了。对于大皇子的无端啼哭，不仅是太医习以为常，就连齐朝策也日渐烦躁。毕竟大皇子见了他就哭，热脸贴冷屁股，寻常人都不耐烦，何况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你回去告诉贵妃，有病叫太医，别成日只会来烦朕。方才的气还未消，这边又来一个，气得齐朝策顺手抄了个杯子往雅兰宫太监身上砸。杯子碎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小太监的额角被溅起的碎片割伤，血珠很快便细细密密地冒了出来。可即便如此，小太监身子抖得厉害，也依旧没离开，往地上磕了几个响头，哭丧着道：皇上，大皇子心口处冒了血珠，太医仍是束手无策。此话一出，寝卧中一时寂静，唯有天地间暴雨倾盆的声音。林轩言看着小太监的额头，茶杯的碎片正好落在他磕头的位置，几个响头后，他的额头上已是血肉模糊一片。自从怀孕后，只是嗜睡的林轩言看着这一幕，突然胸口泛起一股恶心，差点没呕出来。而这边的皇帝却是气得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桌上茶壶杯盏颤动不止，咕噜噜滚了一个茶杯落到地上，随着齐朝策起身的动作，粉身碎骨。林轩言也连忙起身，正要换知信服侍他穿衣，就听已经走到门边的齐朝策抛下一句：你不必跟来了。是。林轩言垂眸应声。皇帝的宫人跟着他一块走了，就连先前说要给林轩言请太医的鞍山也跟着再也没有过来。地上的狼藉很快便被知信清扫得一干二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林轩言按着胸口，那股恶心的感觉持久不散。知信扶着他喂茶水，担忧问道：主子，您还好吗？林轩言颔首，算着日子，巫蛊案就在这2天了。果不其然，在太医又一次的束手无策后，在太后提议的下，从宫外请了一位道士入宫。宫中的流言纵使已经停了，可并未在听者的心中停止，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直到此次大皇子的突发状况彻底将这把火点燃。道士仅入宫1日，翌日午时，阳光正盛，从长乐宫传来了太后的旨意，说是宫中妃嫔皆要前往。老太监拂尘一扫，阴沉的目光扫向宁真殿领头的3位妃嫔，嗓音尖利道：走吧，3位小主。林轩言与陶宝林2人对视一眼，迟疑道：公公，可否容我3人梳洗一番？虽然3人皆是有梳洗过的，但总归是懒散了些，如今要去面见太后，难免失仪。谁知老太监却是回以一声冷笑：太后娘娘还等着呢，3位小主还是尽快跟咱家走吧，否则老太监目光阴森，出了什么纰漏，谁都承担不起。这下没人再敢说话，只得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太监往长乐宫走去。而他们一出宁真殿，就见殿外站满了侍卫，将整个宫殿围绕得严严实实。这一幕吓得3人并宫女皆是面色苍白，直到路过下一个宫殿时，发现也是围满了侍卫，这才稍微松了口气，至少不是单独针对宁真殿。随着距离长乐宫越近，一路上碰到的妃嫔也越多，只是人数越多，也不过是多了些脚步声。尤其是再加上众人苍白的脸色与惶恐不安的神情，这哪里是活人，分明是一群行尸走肉。而众人到达长乐宫时，不仅仅是太后在，帝后更是早早的就端坐上手，只是俱皆面色阴沉，让人不由屏住呼吸。
直到众妃嫔依照分位在两旁站好，才有人长长的呼了口气。但随着最后一位妃嫔入殿，两个穿着道士袍的男子在宫人的引领下来到大殿中央。草民参见皇上、皇后娘娘、太后娘娘。两位道士刚行完礼，皇帝便让其起身，沉声道：“二位大师不必多礼。朕听闻二位大师在宫中发现了异常。”两位道士一老一幼，为首的老道士听了这话，捋着胡须立马道：“回皇上，草民昨夜卜了一卦，已基本确定宫中有妖邪作祟。”说到这，老道士竟直接抬眼看向皇帝，目光毫不畏惧。要不是这人是太后请来的大师，平时若有人敢这般不敬，早被拖下去了。而老道士也是厉害，直到皇帝不耐的蹙起眉心，这才收回目光，拱手道：“草民方才观皇上眉宇间有黑气纵横，但幸得紫气护身，这才无碍。”只是众人刚下的心又吓得提了起来，倒是老道士丝毫未觉，依旧是不急不缓道：“只是黑气伤害不到皇上，却会伤害皇上身边亲近之人，尤其是嫡亲的血脉。”一听这话，众人俱是脸色大变，从卓常在的小产到如今大皇子无端的病症，一切都有了解释。尤其是柯平，他今日也被带到了长乐宫，听到这话，不同于其他妃嫔的惶惶不安，他反倒是喜上眉梢。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洗清了他身上的冤屈？不过他很快就在季晴的提醒下收敛了喜气。没见着上手的三人都气得不轻吗？得亏是现在没人有心思看他，不然就这高兴的模样，分分钟被拉下去打板子。而不远处的林轩言虽是一副吃惊害怕的模样，但内心却是暗道一声糟糕。按道士的说法，嫡亲的血脉给皇帝挡伤害，所以卓常在和皇后的孩子接连流掉，就连大皇子这个1岁多的孩子也日夜啼哭。那他肚子里的孩子还好端端的活着，岂不是不合常理？除非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皇帝的，这样才说得通。但若真被如此盖棺定论，那他就是真完了，还不如跟着林寒冬进冷宫，至少能保住一条命。不过很快林轩言便定下了心神，紧紧地握了一把知柳的手。他前世只知道林寒冬用巫蛊人偶危害皇帝，具体事宜一概不知，但幸好他的谨慎救了自己一命，也算是歪打正着。第133章冤枉。大师，你可有算出宫中邪祟来自何处？皇后紧握扶手，恨声道：“5个月大已经成型的男婴，已经是皇后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痛。”此话一出，殿内众人无不竖起耳朵，尤其是林寒冬与卓常在，眼里如有利刃。回皇后娘娘，草民昨夜夜观星象，算出邪祟在皇宫的东面。老道士一句话，有人欢喜有人愁。西面宫殿的妃嫔皆是长长的松了口气，而东面宫殿的妃嫔则是将心高高提起，就算没做过，也害怕此事是有人陷害。大师，那你可有算出具体在何处吗？齐朝策强压怒气问道。老道士闭目掐指，过了好一会儿才沉吟道：“草民有一罗盘，可寻得准确位置。”鞍山，齐朝策唤道：“你陪着大师走一趟。”鞍山躬身应是，很快便走到道士身前，将两人请了出去。等待是漫长的，尤其是住在东六宫的妃嫔们。林寒冬的雅兰宫便是东六宫之一，而林轩言则是跟着陶宝林等人一同，一副放松的模样。因为宁真殿是西六宫的宫殿，老道士的话一出，就已经将他们的嫌疑洗清。窗外的阳光正盛，但却正好被屋檐挡住，只有明亮的光线透了进来，与鸟清脆的啼鸣一声又一声。林轩言捂着肚子，脑海里已经将那只不知疲倦的鸟儿想好了18种吃法，差点没殿前失仪，流一地口水。主要是这个点是他平日用午膳的时辰，再加上有孕后遵循少吃多餐，现在看着旁边的盆栽都想上去啃一口了。轩言，你还好吗？一旁的陶宝林见林轩言面色不好，小声问道。林轩言下意识地擦了擦嘴角，确认自己没流口水，这才小声回道：“我没事，不用担心。”不过陶宝林还是往林轩言身后移了2步，关心道：“你若是累了，就往我身上靠着点。”没办法，底层妃嫔人微言轻，连个座位都没有，只能干站着，也不知道这一站要到什么时候。其他一些娇娇弱弱长大的妃嫔们都在那借着100的遮掩，悄悄地左右换腿，还不如每日坚持运动的林轩言呢。他就是饿了，腿还站得住。不过听到陶宝林这么说，他也没拒绝，谢谢。也不知过了多久，一脸惊慌的鞍山终于回了长乐宫。皇上！鞍山一进到殿中就扑跪在地，完全没有以往皇帝身边大太监的从容。齐朝策猛地起身，快说！启禀皇上，大师已找出供奉邪祟的所在了。是。说到这，鞍山抬头往林寒冬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后双眼一闭，咬牙道：“是贵妃娘娘的雅兰宫。”什么？此话一出，殿中众人无不惊呼。从道士说出宫中的孩子有意是因为邪祟作乱，基本上就没人怀疑林寒冬。毕竟自从大皇子病后，谁不知贵妃为了大皇子日日垂泪，今日来到长乐宫，就算贵妃涂抹了脂粉，
也掩盖不住他脸上浓浓的疲倦之色。林寒冬在听到安山的话后，更是大脑一片空白，但他很快便回过神来，顶着皇帝惊疑的目光，心如刀绞。陛下，嫔妾是被冤枉的，嫔妾绝无供奉邪祟。林寒冬跪地低头，只是声音却铿锵有力。而林轩言自然也是脚底一滑，一旁的支流与陶宝林连忙将他扶住，这才避免他摔倒在地。无论他有多不想承认，他与林寒冬始终是林氏女，流淌着一样的血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事的，没事的，贵妃娘娘一定不会那么糊涂。陶宝林小声安慰。林轩言没有讲话，眼睫微垂，遮住了他眸底的心绪，只是微微颤抖的指尖暴露了他此刻的心境。这里小小的骚动自然没引起上首三位的注意。齐朝策盯着跪在殿中的林寒冬，面色阴沉如水。良久，齐朝策才看向跪在一旁的安山，彻查雅兰宫。他此时的嗓音已经听不出怒意，却反而让人的心沉了又沉，像极了昨夜暴风雨前的宁静。安山再次领命而出，殿中的私语声也再次停息，似乎一切都凝滞了，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透过窗棂洒进一层金沙，可惜这点微末的温暖在殿中冰盆的冷气下完全不起作用。再次回到长乐宫的安山镇定了许多，哪怕他身后跟着的宫人捧了一个木盘。众人盯着木盘上的红布，眼神灼热，快能将其烧出冻来。启禀皇上，此乃雅兰宫中搜出的。安山深吸口气，巫蛊人偶。虽然众人对所谓邪祟早有各种猜测，但当巫蛊二字说出时，殿中依旧是再次惶惶不安。不可能！林寒冬猛地抬头，嗓音凄厉，绝对不可能。话音未落，就见林寒冬从地上一跃而起，猛地扑向端盘的宫人。放肆！齐朝策怒斥。一旁的宫人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幕，而端盘的宫人更是避之不及，被林寒冬扑了个正着，木盘哐啷落地，扎着针的白色人偶从红布下露了个头出来。这时殿中的宫人也反应过来，连忙上前将林寒冬制住，将他呈上来。齐朝策盯着巫蛊人偶，目光阴鸷。不！太后打断，快将邪祟拿得远远的。皇帝，让安山确认就行，岂能让这东西近身？人偶的面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红痕，看着像急了咧着的嘴，让人害怕不已。太后光是看了一眼，就怕得连忙将目光避开。倒是林轩言被太后高声惊得回过神来，身体不自觉的颤抖，随即不顾支流与陶宝林的搀扶，跪在地上喊道：求陛下明鉴，贵妃娘娘一定是被冤枉的，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求皇后、太后娘娘明鉴，贵妃一定是被冤枉的。说罢，林轩言往地上磕了几个响头，很快额上便是一片嫣红。不远处的虞美人见状，也跟着跪了下来，嗓音颤抖道：陛下，贵妃娘娘对您一片真心，万不可能做出此等事情。第134章审问。这时林寒冬缓过神来了，在嬷嬷们的钳制下挣扎着开口：陛下，这东西从嫔妾宫中搜出已成事实，光凭嫔妾一张嘴的确说不清。可是林寒冬抬眸含泪，嫔妾有什么理由要害您呢？还搭上了茬儿。林寒冬抓住了重点，短短一句话就让齐朝策面色稍霁。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又岂是他三言两语就能洗刷罪名的？齐朝策看向安山，示意他将巫蛊人偶呈上来。而安山也在这时及时道：大师做过法了，这两个人偶已经没有害人的功效了。太后这才放下心来，拍着胸口松了口气。大师呢？怎么没回来？安山躬声道：回太后，雅兰宫还有邪气未消，大师与他的弟子正在做法。太后颔首，安山便赶紧端着木盘上前。而在这时，皇后反应过来安山话中的不对，惊讶道：两个人偶？先前老道士可是只说皇帝眉宇间有黑气萦绕，怎会有两个人偶呢？殿中的众人也意识到了不对劲，而安山听到这话，不由往林轩言的方向看了一眼。只是这边妃嫔众多，安山这一眼并不能让人确认他看的是谁。安山看了一眼，便赶紧收回目光，端着木盘呈上去。一旁的从云将人偶身上的红布彻底掀开，只见两个人偶身上俱是扎满了针，头部简单的做了眼睛、嘴，身体上则是标了姓名与生辰八字。明明做工不算精细，但却无端的让人心生寒气。不过除此之外，这两个人偶是不同的。一个面部用血迹描的眼睛与嘴，时间过去许久，如今已经有些发黑，身躯上的字迹亦是用鲜血写就，除此之外倒是通体雪白。而另一个是用红线缝制的眼，嘴与生辰八字，躯体上落了一层灰，原本应该也是白色。鲜血人偶上写的是齐朝策的名字，而另一个，太后眯着眼睛一字一字地念了出来：林轩言。林，这偌大的后宫，除了贵妃，也就只有与她同出一门的林美人也姓林了，更别提皇后紧接着来了一句林轩言，这不是林美人的闺名吗？此话一出，直接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了林轩言的身上。啧，这林美人还替贵妃求情，
谁知贵妃丝毫不念血脉亲情，直接对同父异母的妹妹动用巫蛊之术。谁看了不到一句可怜呢？往日他们还曾说过林美人不识好歹，有这么个贵妃姐姐，不知道去衣服，还整日对贵妃摆脸色。原来是咬人的狗不叫，都在这等着呢。旁人都这般想了，跪在林轩言更是身躯摇摇欲坠，抬头望向殿中的林寒冬，眼眶已经一片通红，额上还有方才为林寒冬求情时磕破的伤口，看着都有些瘆人，可又让人觉得可怜。林轩言强忍着泪没有出声，倒是跪在身后的知柳恨声道：“贵妃娘娘，我家主子何曾做过对不起您的事，竟让您这般生恨？您的母亲抢走了侯府夫人的位置，您占据了主子16年侯府嫡小姐的位置。”知柳字字泣血，如今您竟是连小姐的性命都不放过。听到知柳这番控诉，陶宝林忍不住跟着抽泣了起来，一些感性的妃嫔也不由红了眼眶。你胡说！花寇冲着知柳怒吼：“娘娘没有做过。”够了！齐朝侧拍桌，吵吵嚷嚷，成何体统？安山，你去将雅兰宫的宫人全部带过来，让慎刑司的过来一一审问。皇帝一句话，安山带着人就得跑断腿。这次回来的很快，上到大宫女，下到洒扫的宫人，几十号人被押了过来。虽然没有进到内殿，但那哭嚎的声音还是听得人不忍闻。就算很快就被堵住嘴，可细听还是有些闷哼声。随着皇帝的一声令下，慎刑司的刑罚难得的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时间推移，谢进殿内的阳光愈发多了起来。林轩言跪在地上，只觉得脑袋发晕，肚子有些坠痛。一是二是寒气从地面往他身体里钻。他想，他可能撑不到看到林寒冬从云端跌入泥地的那一幕了。而殿外痛苦的闷哼声，哪怕隔着布团也一声声的传了进来。终于有人受不住刑罚，抬手示意自己有话要禀告。在这个起头后，渐渐的又有别的宫人受不住刑罚，示意自己有话要说，但说来说去皆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直到有个宫女被拖进了殿内，此刻她的已是发丝凌乱，脸上涕泗横流，已经看不清具体面容了。猛地一瞧，似乎并未在身上看到血迹，但很快便有细心的妃嫔眼唇惊呼。宫女的手指无力的低垂，鲜血将粉色的袖口染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绣了一片红艳的花。花瓣上的露水终于在浸染够足够的颜色后，一滴一滴的往下滴落，在光洁的地砖上重新开出血色的花。是扎行医。宫女一进来就扯着嗓子痛哭，大喊道：“是樊师！奴婢有段时间见他鬼鬼祟祟的，一定是他做的。”樊师这两个名字一出口，宫里的老人都有些怔了。婆师是贵妃的大宫女之一，但自去年起，樊师就基本很少外出。如今细想来，时间似乎是林美人进宫不久后。齐朝侧的眸光幽深，听到这话，只沉声道：“带樊师进来。”樊师受的是杖刑，看着就比小宫女可不多了，腰骨间俱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被宫人拖了进来。要不是眼睛半睁着，手指也会不时动弹一下，还真以为是已经被打死了。相比较皇帝的沉静，皇后显得愤怒多了，一见到樊师进来，就抄起手边的杯子往他身上砸去，声嘶力竭道：“樊师，这巫蛊人偶可是你做的？”茶杯没能砸到樊师身上，可四溅的热水却有不少落到了他趴在地上的脸上。听到皇后的问话，樊师的嗓音细若蚊蝇的说了句话，可惜声音太小，没人听清，没人看好能从他身上问出什么来，就看林寒冬的模样就知道樊师的忠心可嘉。第135章供词。见此，皇后冷笑一声：“樊师，贵妃犯下此等大错，足以株连9族。你若老实坦白，本宫可向皇上替你及你的家人求情。”林寒冬一时脸色一变，但很快他又镇定下来，也厉声道：“樊师，你如实交代便是，本宫未曾做过，认识谁也泼不了脏水。”皇后眼神扫向被制服在地的林寒冬，眸光凶厉。若不是她身为皇后，要维持皇家的脸面，众人丝毫不怀疑她会直接冲下来撕烂林寒冬的脸皮。而林寒冬丝毫不惧，也直接回视皇后。只是他也知道，这东西从他的宫中搜出，哪怕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做的，可他也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他做的。纵然死罪能免，可活罪难逃。林寒冬垂眸沉思，实则是在用眼神示意身后的花寇，除非有人出来顶罪。花寇看到林寒冬的眼神，几乎是一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林寒冬一共从家中带了4个侍女，繁花似锦，皆是与他从小一同长大的，不论感情，只说默契，就不是旁人能比的。就在花寇咬紧牙关打算出声时，就听皇后又对樊师重复了一遍。而这次樊师也似回过神来了，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只可惜腰臀受伤的太厉害，除了徒增伤痛毫无作用。太后见状，皱眉挥手：“一男，你去听他说了什么。”男嬷嬷应声，快步走到婆师跟前蹲下，嗓音轻柔道：“你有什么话就这么说吧，皇上、皇后与太后不会怪罪你的。”话音刚落，就听婆师张嘴说了什么，可惜声音太小，
竖起耳朵也只能听见一些气音。不过众人能清楚地看见南嬷嬷的脸色逐渐凝重。林寒冬看着这一幕，心底不住发沉。而花寇也意识到了什么，连忙嘶吼道：“是奴婢，这一切都是奴婢做的。奴婢一时之差，做了错事，与娘娘无关。”花寇行迹癫狂，挣扎着就想冲到前面去，两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差点都没能按住他。此话一出，众人哗然。林寒冬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花寇，你怎么？”而不远处的林轩言与怡美人却是齐齐松了口气，只要不是林寒冬做的就好，就算受牵连也比株连九族来的强。而这时知柳惊呼一声：“主子，主子你怎么了？”林轩言在听到花寇的话后，终是撑不住的往地上一倒，幸好有知柳及时扶住，这才没有摔倒在地。听到知柳的话，林轩言强撑着半睁着眼睛回了一句：“我没事。”只是他脸色苍白，就连唇瓣都失了血色，衬得额上的磕伤极为猩红，哪里是无事的模样。这边顿时有些骚动，上手的齐朝策也望了过来，眉心不由微蹙，可他最终还是移回了目光，看向花寇道：“做人偶的原因。”许是开了那个口，花寇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听到齐朝策的话，竟是放声大笑起来，哪怕被工人按的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也仍是大笑，直到笑的眼泪都出来了，这才咳嗽着道：“奴婢为娘娘不平。您当初说娘娘是您心尖尖上的人，可现实呢？您的美人一个接一个，而娘娘却只能夜夜独守空闺到天明。娘娘不悦，奴婢看了心疼。”花寇的泪水流了满地，喘着粗气嘶吼：“皇上为何不能停留在那日？放肆！”太后气得脸色苍白，实在放肆，来人，将这以下犯上的东西拖下去。谁知齐朝策竟阻止了太后的命令，只是他的脸色虽然极力忍耐了，可扶手上紧攥的拳头却终于瞒不住了。林美人的巫蛊人偶呢？林美人？花寇喃喃反问了一句，随即嗤笑一声，面色蓦然凄凉起来。他就该一辈子待在乡下，他有什么资格和娘娘待在一个地方？而且娘娘对他那般好，他竟还敢给娘娘脸色，他是个什么东西？说着说着，花寇的声音又大了起来，通红的眼睛瞪向妃嫔中的林轩言。林轩言倚靠在知柳身上，听到花寇的这番话，扯着唇角自嘲一笑，眼角却有泪珠不受控制的滚落。而谁都没有看到，低着头的知柳松了口气。砰！上手的动静瞬间又将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原来是齐朝策终于忍不住怒极拍桌。林美人可是侯府原配夫人所出，按理说当比你家娘娘更尊贵。来人，将这大逆不道的奴婢拖下去，凌迟处死。花寇被工人拖了下去，可谁知齐朝策却是盯着林寒冬怒极反笑：“南嬷嬷，这凡事说了什么，可与花寇所言一致？”回皇上。南嬷嬷这才往地上磕了几个头，强稳住心神道：“凡事说巫蛊人偶乃是贵妃吩咐他做的。”什么？妃嫔们惊呼，这一波三折的，着实让他们看花了眼。林寒冬听了这话，眼睛瞪得比之前花寇认罪时更大，激进欲裂，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凡事，你为何要诬陷本宫？你若对本宫不满，大可直言。你可知此乃株连九族的重罪？”林寒冬还欲说些什么，却被齐朝策示意堵上他的嘴。他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透过布团发出闷哼声。南嬷嬷，你再问他如此做的原因。齐朝策咬牙道：“是。”南嬷嬷赶紧又爬回樊氏身边，将齐朝策的话复述一遍。这次依旧是听不到樊氏的声音，可看着南嬷嬷的脸色逐渐变得震惊又愤怒，众人皆是将心神高高的提了起来。也不知樊氏说了什么，竟让南嬷嬷的脸色比先前还要复杂。很快，南嬷嬷便转身面向正前方，只是在说前没忍住，狠狠瞪了林寒冬一眼，这才强忍怒气回话。他说：“能给皇上淡玉的妃嫔，防不胜防。与其……”说到这，南嬷嬷深吸了口气，缓了又缓，才道：“与其一个个将龙羿杀死腹中，不如直接弄皇上，一劳永逸。”南嬷嬷话音一落，殿中顿时陷入死寂。第136章有孕。齐朝策掌下的扶手应声而碎，竟是被他硬生生的掰下来了一块。皇后与太后一时也顾不上南嬷嬷方才所言，凑近齐朝策的手嘘寒问暖，又连忙打发去换太医。殿中的妃嫔们更是个个焦急不已。林轩言看着殿中众生百态，心中泛起点点寒意。这就是皇宫，为了皇帝，这些女人可以不顾一切。大家闺秀又如何？多年的圣贤书只能让他们的脑子更聪慧，却不会将心肠从黑改成白。林轩言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在知柳的搀扶下走到林寒冬身旁跪下：“陛下，嫔妾有话要说。”长乐宫的冷气十足，跪在地上，寒气丝丝从砖石中蔓延而上，冷得人牙齿发颤。皇后凤眸一厉，冷笑道：“林美人要来给贵妃求情吗？也是，株连九族之祸，你也逃不掉。”林寒冬被堵住了嘴，身躯更是被工人钳制的动弹不得。
唯有那双往日或温柔或凌厉的眼睛在往地上淌泪。看着跪在他身旁的林轩言，林寒冬灰败的眼眸中闪起一丝希冀，谁知竟看到林轩言摇了摇头。林寒冬还来不及不可置信，便听见林轩言道：“嫔妾并非来给贵妃求情，嫔妾只是觉得此事有蹊跷。古人有云：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若如樊师所言，贵妃谋害皇上是为了大皇子即位，可大皇子如今不过1岁有余，如何能坐稳皇位？”皇后想打断林轩言的话，却被其朝侧制止。于是偌大的殿内便只听见林轩言一人的声音。再且从大皇子发病起已有月余，按大师的说法，是因为大皇子为陛下挡了灾祸，前夜更是心口渗血。若贵妃是为了大皇子，又怎会继续坚持用巫蛊谋害陛下？岂不是与樊氏的供词大相径庭？大皇子啼哭是因为给陛下挡灾，是大师所言，说不定贵妃此前并不知晓其中缘由。皇后攥紧拳头厉声道。面对皇后的发难，林轩言虽然抖得牙齿都在打颤，但仍是鼓足勇气道：“那皇后娘娘可有证据证明樊师所言才是真，花寇所言是假？”皇后一时无言，两人皆是空口白话，她怎么会有证据？于是林轩言趁着这一时机补上最后一句话：“如若此事真是贵妃所为，那也定是她一人所想。武安侯府世代忠君为国，望陛下明鉴。”说罢，林轩言往地上重重磕了3个响头，额头上的猩红肉眼可见的又扩大了几分。下一刻就听见知柳的一声惊呼：“主子！”林轩言晕倒在知柳的怀中。他该演的戏都演完了，至于皇帝要如何定罪，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总归不会比前世更差了。此次晕倒，林轩言既是装的，也有他是真的撑不住了的原因。在半昏半醒间听到了一些声音，但很快便陷入了黑沉的世界。当林轩言再次醒来时，房间里守着的嬷嬷赶紧走了上来，温声道：“美人身体可还有哪里不是？”这人是太后身边的，林轩言认识，唤作燕嬷嬷。除此之外，这个房间再无旁人。林轩言心头一紧：“燕嬷嬷，怎么是您？”林轩言拽住燕嬷嬷的衣袖：“跟在我身边的那个宫女呢？”燕嬷嬷的安抚拍了拍林轩言的手背，正要说话，就见林轩言脸色一白，拽着他衣袖的手更是颤抖了起来。是不是陛下已经定罪了？林府是不是没有了？林轩言空洞的眼睛里滚下泪珠：“我是不是就要死了？”燕嬷嬷却是哎呦了一声，连忙拿着帕子给林轩言擦掉眼泪，急道：“没有的事，美人可快别哭了，您现在的身子可哭不得。”林轩言好似没有听见，眼泪掉得愈发汹涌，但很快他便捂着肚子皱紧了眉头。燕嬷嬷见状更是焦急，连忙扬声叫人去请太医，又赶紧对林轩言道：“您现在可是双身子的人，可万万哭不得。”林轩言的眼泪一顿，眼神也恢复了神采，望着燕嬷嬷不可置信道：“双身子，我有身孕了。”燕嬷嬷连连点头，赶紧将林轩言脸上的泪痕擦掉，和蔼笑道：“是啊，太医已经给您看过，您要做母亲了。”话音刚落，林轩言只觉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倏然远去。他虽然早已根据自己这段时间身体的变化推断出了自己有身孕，可都远远不及燕嬷嬷这一句话。他有了与他血脉相连的孩子，他在这个世上终于不是无根的浮萍。若清风徐来，他乘风远去，孩子会在地上拽着他身上的那根线，让他享受风光，却不至于在风停时坠入无边黑暗。于是燕嬷嬷就看着林轩言又开始掉起了眼泪。虽然不得不说，林美人哪怕是哭也不堕美人之名，可眼下哪里是能流泪的时候？还有美人，嬷嬷求您了，看在腹中皇嗣的份上，可快别哭了。燕嬷嬷急得团团转，但很快她便灵光一闪，赶忙道：“美人主子，林府还在呢，现在没事。”这句话果然有效果，林轩言很快便停了眼泪，皱着眉不信道：“怎么会？巫蛊？”林轩言摇了摇头，扯着嘴角自嘲一笑：“嬷嬷不必安慰我，现在没事，不代表日后也会无事。前世巫蛊案一出，当天晚上就有官兵将她抓进了天牢，等她再次出来时，就是被下旨成了妓女，关在天牢，还未下最终的旨意，倒也确实可以说是没事。”但燕嬷嬷的话起到作用了，林轩言虽然看着兴致不高，但至少没有再哭了。嬷嬷放心。林轩言冲着燕嬷嬷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会好好生下这个孩子的。”燕嬷嬷张张嘴，看着林轩言一副认命的模样，她反倒不知还能说些什么劝慰之语。正好这时太医匆匆赶来，让燕嬷嬷暂时不用面对眉宇间尽显哀愁却嘴角含笑的林美人。幸好太医把脉的结果还好，只是要注意情绪不要太过激动，这让燕嬷嬷一边将心放回了肚子，一边又有些担心今后。第137章有福之人。等太医一走，燕嬷嬷就端着刚熬好的安胎药过来了。“美人主子，您近日的身子有些不是很好。”燕嬷嬷眉头微蹙：“先前太后不是给您开了个补身体的药方吗？是没用吗？”
林轩言咽下吹凉的药汁，眸间闪过一丝暗光，终于来了。前一段时间许是换季，我身子有些不适，想着是要3分毒，就停了那个方子，改成了10补。说到这，林轩言眉头一皱，目露担忧：嬷嬷，可是对孩子有什么妨碍？燕嬷嬷连忙笑着安抚：没有，皇嗣很好，就是您的身子骨有些虚弱，但今后好生养着也就没事了。林轩言这才放下心来，重新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来。燕嬷嬷见状，舀了一勺药汁，乘胜追击问道：说来您腹中的皇嗣真是身体康健，大皇子被巫蛊邪祟折磨的日夜啼哭，这位小主子一点事都没有，真是有福之人。您也是有福之人，巫蛊人偶看着似乎对您的作用不大。燕嬷嬷一边喂着林轩言喝药，一边偷偷地打量他的面色。只见他听到这话，竟是唇角绽开一朵小小的笑花，就连眉宇间的哀愁都冲散了不少，就像是室外的阳光终于洒了进来。是我的母亲在护佑我。林轩言摸着小腹，仰头一笑。燕嬷嬷捏着汤匙的手一顿，疑惑问道：您的生母？生母2字让林轩言脸上的笑容略淡了几分，讥笑道：我只一个母亲。燕嬷嬷知道自己说错话了，随即转移话题问道：可据奴婢所知，您的生母这如何护佑您呢？林轩言目露回忆：就在我突感不适的那晚，我梦见了母亲，她说她一直在看着我，要我别怕。说到这，林轩言的声音颤抖起来，但他这次忍住了没有哭，反而重新露出了一个笑容，是雨后初晴。嬷嬷，宫里不许祭奠亡人，我便抄了《地藏菩萨本愿经》思念母亲，最近的那本还未抄完，你能不能帮我去天照县拿过来？林轩言祈求道。燕嬷嬷满口答应。一碗安胎药很快见底，燕嬷嬷将药碗放到一旁，扶着林轩言躺下，和蔼闲聊道：您也是粗心，这怀孕都近2月了，您就没发现月事推迟了吗？我以为是身体不舒服的原因。说到这，林轩言攥紧被子，看着燕嬷嬷紧张道：是我不让工人去换太医的，我怕苦，想着过段时间就好了。他们一直都有在劝我，是我的原因。林轩言一瞬不瞬地盯着燕嬷嬷，活了大半辈子的燕嬷嬷，面对这样希冀的目光，竟然有些窘迫。但很快，燕嬷嬷就笑着给林轩言掖了掖被角，模棱两可道：他们倒是对您忠心。见状，林轩言的眸中的光芒暗淡了不少，也知趣的不再问了。药中安神的成分很快生效，看着躺在锦被中的林轩言，双眸紧闭，呼吸悠长，燕嬷嬷赶紧转身出了房间，让其他人过来守着，她得回去复命。如此看来，这位林美人倒是好运气。太后闭目养神道。燕嬷嬷在一旁点头：是，奴婢也让人去天照县看了，的确有几本手写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据同殿的淘宝林所言，小佛堂里还供着几本呢。她的身子可还好？哀家的孙儿可有妨碍？太后睁开眼睛，这棋子污糟事能瞒多久就瞒多久。燕嬷嬷顶着太后浑浊的目光，只能尴尬一笑。回太后，林美人是个聪慧的，一见到身边没有熟悉的人，当时就猜到了大半。哼，雅兰宫出了这事，只要不是个猪脑子，都知道林家在劫难逃。太后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去。皇帝是她盼了10多年才得来的孩子，要不是登临帝位必须得学骑射，她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如今发生了这事，如何能不气？就算巫蛊人偶不是林寒冬所做，那也和林家逃不了干系。不论是花寇还是樊氏的供词，皆是林家人所为，能培养出如此大逆不道之徒，可见林家家风不堪。不过林家最后的处罚，就得看最后定下的是谁的供词。若是定的花寇，林家或还能有一线生机；若是定的樊氏，那便是满门抄斩。而太后私心里自然是希望定下花寇的证词，倒也不是为了林家或是林寒冬等人，主要是樊氏的供词太过可恨，太后打心底里不愿接受。不过想起林轩言，还有他腹中的皇孙，太后长叹一声，这也是个可怜孩子。若是那3人的供词没问题，就让他们回去伺候吧。林美人的身世他是打听过的，好好的原配嫡女被养在乡下10几年。昨日那花寇所言更是可恨，竟说林美人比不上林寒冬。一个奴婢能有这样的想法，还不是上头主子灌输下去的？这林寒冬平日里装的倒是纯善，太后现在光是想着林寒冬就来气。燕嬷嬷连声劝慰了几句，这才让太后脸色稍霁。而另一边，林轩言所言与天照谢3人的供词也呈到了御前。安生偷偷打量齐朝侧的神色，小心开口道：陛下，林美人看着是平白遭受牵连的。齐朝侧淡淡应了一声，眸光深不可测，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情。自从将林寒冬拉下去后，皇上就一直是这样的状态，让安生揪心不已。就算不论从小到大的情谊，自然是先前会笑会怒的皇上更好伺候。安山将桌上的供词收好，想了想，还是道：陛下，要不要去瞧瞧林美人？齐朝侧没有回他，只是问道：太医怎么说？这问的是谁，还用说吗？太医说皇嗣挺好，林美人虽然有些体虚，但问题不大，
好生补补就没事了。安生赶紧回道。齐朝策淡淡应了一声，又没说话了。安生寻思着，皇上可能一时之间还不想见林家人，又小心翼翼道：“陛下，现在要翻牌子吗？”“朕没心情。”扔下这句，齐朝策就转身出了太初宫。第138章，齐朝策来访。主子，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林轩言不敢相信的回头，正好看到知信迫不及待的朝他走来。知信，林轩言一喜，连忙过去拉住知信的手，没让他行礼。不过很快，脸上的喜色就成了不可抑制的失落。知信见状，连忙道：“知柳姐姐与知顺回天召谢了，太后娘娘特意让奴婢过来伺候您。”林轩言这才重新展露笑颜，在长乐宫住了好几日，总算是能放下心来了。燕嬷嬷看到这幕，也不由跟着笑了笑，只道：“美人可要记得莫要落泪，注意身子。”见林轩言和知信齐齐点头后，这才告退，将门合上，将这方空间留给主仆二人。只是与燕嬷嬷想象中的主仆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的场景不同，林轩言问过几句知信三人这段时间的情况后，便迅速转移话题，说起了别的。外面如今是个什么情况？你快与我说说。这几日待在长乐宫，林轩言可就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最多开下窗透气。周围都是太后的人，他就算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也只敢从旁侧击。只可惜跟着他的大半都是燕嬷嬷，在宫中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说话滴水不漏。林轩言愣是半点重要消息都没打探出来。贵，如今已是临更一了，他目前被关在雅兰宫，大皇子被抱来了太后这儿。林轩言虽然住在长乐宫，但距离主殿较远，竟是半点动静都没听到。不过这倒是和前世一样，大皇子自巫蛊案后就被养在太后膝下。至于林家，知信偷偷地打量了一眼林轩言的面色，有些迟疑。林轩言见状，叹气有些好笑道：“你跟了我这么久，还不知道我对林家是什么感情吗？”知信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是他方才钻牛角尖了，主要是方才一进房间，见到主子临窗回首，眉宇间淡淡的忧愁让他也难受极了。林家被关进了天牢，具体如何还不知道，听说前朝正为了这事争论呢。奴婢听人说，最轻的处罚是流放，最重是株连九族。说到这，知信有些害怕地皱起眉头：“主子，会不会我们也跟着处死啊？”林轩言拍了拍知信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肯定道：“不会，你信我。”知信点点头，连日来内心的惶恐总算是安定下来了。主子这些日子来桩桩件件的安排，可谓是算无遗漏，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主子，为何您现在住在长乐宫？皇上他们怎不让您回天召谢呢？知信刚平缓下去的眉头又皱了起来。林轩言看着这样的知信，无奈叹气：“我还想问你呢，你倒好，先问起我来了。”知信只能尴尬的笑笑。不过林轩言对自己目前住在长乐宫倒是有一定的猜想，估计是想等林家的宣判下来后再决定他的去处。毕竟总不可能让他一个嫔妃终日住在太后宫中，实在不合规矩。先前他还想过会不会对他有别的安排，今日听到知信说知柳与知顺已经回了天召谢，他便安心了。看来待此事结束，他还是回天召谢。虽然住哪都一样，但天召谢毕竟已经住了1年，总归是有些感情的。而在燕嬷嬷看来，则是林轩言身边有了熟悉的人，脸上的愁容总算是消散了不少，这让燕嬷嬷也安心了不少。日月轮转，光阴不休，林轩言倚靠在窗前缝制小衣上，窗外阳光明媚，在他乌黑的长发上落下一层浅浅的金色薄纱。此情此景，岁月静好。齐朝策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距离门口近些的知信率先发现，连忙起身行礼，吓得都结巴了：“奴婢参见皇上。”话音未落，林轩言迅速反应过来，捏着针往自己的指尖扎了一下，血珠很快便在白色的布料上浸染开来，如雪地上的一朵红梅，极为显眼。只是他好似不知疼痛一般，愣愣地抬头看向门口，见到真是日思夜想的人后，眼眶瞬间泛红，随后才如梦初醒般赶紧放下手中的东西，只是越急越乱，针线布头随着他的起身噼里哐啷落了一地。嫔妾，林轩言话还未说完，就被大步上前的齐朝策一把按下，低垂的眼眸深邃似海：“你好生坐着，不必多礼。”只是下一刻，齐朝策扫了一眼地上的凌乱，只见银针与剪刀正在其中悠悠散着光，尤其是那件未完成的衣裳上开出的红梅，当即将人拦腰抱起，还不忘吩咐送金疮药过来。齐朝策将人放到床上没多久，金疮药就被手脚麻利的工人送了过来。齐朝策示意知信上前给林轩言抹药，可谁知他刚退后半步，便被一瞬不瞬盯着他的林轩言给拽住了衣袖。只见泛红的眼眶中隐隐有泪光闪现，拽着他衣袖的指尖更是颤抖发白。陛下，泪珠终是没能忍住从林轩言的眼眶中滚落，陛下不要走，好不好？齐朝策见状，只好反手握住他颤抖发白的手，接过药膏在床前坐下，似乎有些叹气道：“朕听太医说，
你现在的身子哭不得。一听这话，林轩言连忙抽抽鼻子，将脸上的泪水胡乱的擦去。只是那只手方才才被扎破了口子，这一擦，在他的脸上擦出一道淡淡的红痕。可林轩言不知，见男人坐下，还冲着人傻笑。齐朝策顿了顿，终是没说什么，只将他那只手拿过来，仔细的给抹上一层药膏。安山见状，极有眼色的用眼神示意房内的工人跟着他一同退下，还不忘轻轻的将门合上。林轩言对安山的懂事也极为满意，没有旁人打扰，更方便他发挥。嫔妾一时忘了，陛下别气。林轩言的指尖小心翼翼的在床上挪动，见人没发现，这才又小心翼翼的拽住男人的衣袖。听到这话，齐朝策正准备将药瓶往旁放好的手一顿，目光终于在他的脸上停留。他虽是笑着的，可眉宇间的哀愁与小心却岂是这点笑意能冲散的。第139章，怪不得。不过一段时间未见，他本就不大的小脸又瘦削了几分。齐朝策看着这样的林轩言，心头有万千的话想说，可话到了嘴边，却是一句也说不出，最终只道：朕听说你近日总是吃不下东西，瘦了许多。先前在天照榭时吃嘛嘛香，可自从那日在长乐宫又跪又磕头后，闻着点肉腥味就作呕。虽然林轩言已经强逼着自己吃了，可还是肉眼可见的瘦了下去。倒是腹部有了些肉，只是不细摸还看不出来。听到齐朝策这话，林轩言连连摇头，温和笑道：太医与嬷嬷说，这是正常的，怀孕的女子难免会经历这一段。嫔妾以前住在乡下，经常见到有身怀6甲的女子还要去田间劳作呢。嫔妾能日日待在这儿好吃好喝，已是陛下与太后娘娘的恩典。听到这话，齐朝策微微蹙眉，只是他还来不及深究，就见林轩言拉着他的手往他的腹上摸。陛下能感觉到吗？嫔妾总觉得他好像大了些，可看着又好像和以前一样。林轩言絮絮叨叨地说着，嘴角噙着以往从未有过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曾在皇后与林寒冬的脸上也见过，是一个女子身为母亲的微笑。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嫔妾这段时日做了许多衣裳，只要一想到他今后会穿着嫔妾亲手做的衣裳，就极高兴。陛下，林轩言仰头看着身侧坐着的男人，嫔妾好喜欢他，陛下也会喜欢他的，对吗？齐朝侧附在林轩言小腹上的手指微微蜷缩，他的眼眸间藏着不易察觉的小心翼翼，可还是被他一眼就看了出来。他是朕的孩子，朕自然是喜欢的。齐朝策笑道。听到这话，林轩言大大的松了口气，整个人肉眼可见的放松了下来。于是拽着齐朝策的衣袖，得寸进尺的往他身边凑近几分，看着小腹温柔笑道：陛下喜欢的话，就得好好待他。若是可以，能不能让他和大皇子一起养在太后膝下？这些日子嫔妾听到大皇子笑得好开心，要是能被太后养育长大，定是极好的。若是太后觉得劳累，那就将孩子交给陶宝林，嫔妾与他交好，他应该会好好将嫔妾的孩子养大，可以吗？陛下。林轩言抬眸望向齐朝策，他此刻的眼眸灿若星辰，就像以往每次见面时一样。不对，此刻他的眼眸比外间的阳光还要耀眼，让人不忍直视。齐朝策也终于发现了他话语中的不对劲，但看着他脸上含着笑意的希冀神色，还是不敢置信的皱眉。你在说什么？许是这话一时没克制说重了些，就见林轩言害怕的缩了缩肩膀，捂着小腹往后移了移，忙道：是嫔妾擅作主张，陛下别生气，是嫔妾错了。齐朝策不想再听这些话，伸手将他往后挪的身子揽进怀中，咬牙道：朕没有生气，朕。齐朝策感受到怀中微微颤抖的身体，一时不知该怎么说下去。本以为怀中人的任何模样他都见过，不论是开心的、生气的、伤心的，每一个模样都是那样的恰到好处，正合他心意。可唯有今日明明是笑着的，却让他感到心痛。怪不得一旁收拾好的针线笸箩里穿着的衣裳看着有些偏大，怪不得他会说能好吃好喝的养着就是恩典，怪不得。朕说过，不是你的错，朕不会远离你。好半晌，齐朝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怀中颤抖的娇躯一震，既惊又喜的抬头：陛下。只是嗓音听着却又有了几分微颤，不敢去深思齐朝策话语中的含义。齐朝策低头在林轩言的眉心落下一吻，干脆坐到床上来，将人整个抱进怀中，贴着他的耳畔沉声道：朕与你的孩儿自然是由你养育长大，你身为孩子的生母，岂能偷懒将孩子交给他人抚养？男人说话间带出的灼热呼吸落在白嫩的耳垂上，似乎连日来的苍白面色都因此红润了不少。此事不仅与你无关，你还是其中的受害者，朕怎会责罚你？说着，齐朝策抚上林轩言的小腹，动作间的轻柔足以看出他的真实。更别说你有了身孕，本该赏才是。陛下。林轩言低头，一滴滚烫的热泪不偏不倚地落在齐朝策的手上，随后他的手也跟着附在小腹上，与齐朝策的手交叠在一起。
齐朝策抬着林轩言的下巴，将他的头侧过来，这才发现不知何时他已哭成了泪人。齐朝策似叹气又似放松的舒了口气，颇有些头疼道：“朕才来了这么会儿，你便哭2回，小心孩子日后成了小哭包。”林轩言破涕为笑，理直气壮道：“嫔妾这是喜极而泣。再说今日是例外，日后嫔妾肯定不哭了，每天都高高兴兴的。”齐朝策也跟着笑了起来，没忍住往他哀愁尽退的脸上亲了好几下，吓得林轩言差点以为皇帝兽性大发，正想着是赶紧跑，还是半推半就的说几句让皇帝冷静下来的话。毕竟她现在怀孕才2个多月，实在不宜同房。不过齐朝策这次还是做人了，只是亲了几下，并未有更进一步的动作。这倒是弄得林轩言有些欲求不满，感受着背后充满男子气概的身躯，心头长叹一声。他已经2个多月没睡男人了，还不知道要忍到什么时候去，实在是有些想念被翻红浪的滋味了。一想到这，林轩言干脆翻身扑在男人的身上，在他的唇上落下一吻，背齿轻扣。反正皇帝有分寸，他过个嘴瘾不过分吧。室内的空气逐渐升温，冰盆里的冷气都驱不散这一块的热度。不知何时，床上的2人滚作了一团，只不过齐朝策的手一直忍着护在林轩言的腰侧，只是与他耳鬓厮磨。倒是林轩言的目光迷离，手已经习惯性的伸到了男人的衣襟中。第140章，晚霞正好。叩叩叩，伴随着一阵敲门声，燕嬷嬷的咳嗽声也传了进来。床上纠缠的2人像被火烫了似的迅速分开，林轩言更是直接用被子将自己团团裹住，只留下一个黑色发顶露在外面。齐朝策本还有些尴尬的佯装咳嗽，见林轩言反应更大，反倒自在了起来，3两下将人从被子里包出来，别闷坏了。许是真的被闷了，也许是方才的余韵未消，林轩言的脸颊处泛起丝丝红晕，有些不敢看人，但最终还是撇下羞意，仰头看着在他身侧坐着的男人。齐郎，林轩言小声的唤了一句。齐朝策一怔，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圆润的杏眸瞬间弯成月牙，粉面桃腮，如遇春风。近1月未曾见面，虽然平时有从工人的口中得知情况，但哪比得上眼下的面对面相处。尤其是看着这样的娇娇，齐朝策正欲说些什么，就见林轩言眼唇打了个哈欠，眼尾处泪花闪现。于是齐朝策只好伸手拍了拍他的身子，低声道：“睡吧。”可谁知林轩言摇头，努力睁大眼睛，拽着男人的衣袖：“我不困，齐郎别走。”只是孕期本就嗜睡，更别说先前又是哭又是胡闹的，情绪起伏过大，现在一放松，睡意便汹涌而来。齐朝策看着他困得眼皮打架，但手却紧拽着他的衣袖不放的模样，也跟着躺了下来，软声哄道：“朕不走，朕陪你睡。”听到这话，林轩言这才将眼一闭，习惯性的蹭到男人的怀中，只是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意，让齐朝策没忍住又往他的唇上蹭了蹭，惹得睡梦中的林轩言眉头一皱，哼哼了2声，才制止了男人的动作。看着怀中人睡颜静好的模样，许是睡意会传染，本打算叫人拿本书来看看的齐朝策，竟也跟着沉睡了过去。这一觉就睡到了暮色四合，倦鸟归巢。林轩言是被饿醒的，还没睁眼就喊道：“知信，我饿了。”只是话刚出口，就感觉到身旁的触感不对，连忙睁眼，就看到坐在一旁手执书卷的齐朝策垂眸看他，黑曜石般的眸子里含着笑意。林轩言刚醒就闹了个大红脸，羞窘的用被子将脸盖住。正待齐朝策又要伸手将人从被子里包出来时，就见林轩言自己将被子挪了下来，露出一双璀璨生辉的眼眸，一瞬不瞬盯着男人看。齐郎还没走，真好。小小的一声闷在被子里，齐朝策完全没能听清，只能看见他的眼眸里是盈满了笑意的，当即好奇俯身凑近询问：“轩儿在说什么？”林轩言眼眸一转，再说窗外晚霞正好。齐朝策哪里能信，他这个角度能看到窗外晚霞就奇怪了。可任凭他再怎么问，林轩言都不肯再说，只拿眼睛看着他，似乎怎么都看不够似的。齐朝策大致猜到了答案，便也跟着笑笑，宠溺地刮了刮他小巧的鼻头。这边知信过来请2人去用膳，看着室内2人和乐融融的模样，自然也是极高兴的。只是燕嬷嬷也在后面跟着进来了，上前行礼道：“皇上，太后请您过去。”齐朝策脸上的笑容一顿，应道：“朕知道了，整理下衣服就过去，劳嬷嬷让母后稍等片刻。”燕嬷嬷是太后身边的老人，自然也是看着齐朝策长大的，齐朝策对着他言语间多有尊敬。燕嬷嬷应声告退，而这边林轩言不舍得看着齐朝策，难得的亲自伺候男人更衣。齐朝策看着身前一边给他系腰带，一边撅嘴闷闷不乐的林轩言，不由好笑的捏了捏他的脸颊：“朕不过去就回来了，就这般舍不得朕。”听到这话，林轩言眼眸一亮，连忙确认道：“真的，真的。”齐朝策抚着林轩言的小脸，低声道，嗓音温柔缱绻，听着极为深情。于是林轩言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原本磨蹭了一盏茶时间还没穿好的衣服，3两下就整理好了。那齐郎一定要早点回来哦。林轩言退后几步，不舍得提醒道。齐朝策点点头，揉了揉林轩言的发顶，这才转身大跨步出去。只是待皇帝一走，林轩言脸上的表情陡然一变，直往饭桌上冲，看得身后的知信都有些担心。主子你慢着点，没人和你抢。林轩言没空搭理他，赶紧往嘴里灌了一口汤，又扒拉了好几口饭，这才感觉自己活过来了。知信连忙布菜，看着林轩言狼吞虎咽的模样，心疼不已。这皇上怎么回事？都不让主子吃饭的吗？虽是不满的抱怨，但音量压得极低，只有近处的林轩言才能听到。长乐宫不比天照县，到处都是太后的眼线，得时刻谨记隔墙有耳这4个字。林轩言白了知信一眼，这小丫头饭什么时候都能吃，皇帝过来一趟可不容易。再说有了皇帝还怕没饭吃吗？只是想到这，林轩言扫了一眼桌上清淡的菜色，不由悲从中来的啃了一口鸡肉。自从开始孕吐，每顿除了一碗撇去油花的鸡汤里有几块肉之外，其他的尽是些素的，油也放得极少，实在是没滋没味。但哪怕是这样，有时也能闻到菜里一点点的油腻味道，吐得昏天黑地。前世看刘福隐的小妾孕吐，还曾想过是不是那些女人装模作样，故意哄性流得过去，如今自己亲身体验这一遭，才知道做一个母亲要有多难。不过即使是这样，林轩言还是觉得能够有一个延续自己血脉的孩子，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这边林轩言与知信言笑晏晏，而另一边的齐朝策与太后气氛却不是那般融洽。要不是哀家派人去请，皇帝还打算在那待多久？太后一摔筷子，脸色很不好看。齐朝策捏捏眉心，脸上也一扫先前在林轩言那儿的轻松笑意，又恢复了连日来的不苟言笑。看到儿子这样，太后也只能收敛了脾气，只是语气还有些冲。皇帝当以大局为重，眼下正是紧要关头，看一眼就够了，待这么久，传出去让前朝后宫如何作响？第141章，母子俩的争执。皇帝，太后还欲说话，被齐朝策淡声打断。朕知道，只是后宫乃朕的家事，轮不到前朝指手画脚。你是天子，家事也是国事。太后皱眉，母后也不是要你今后从此离他远远的，过了风头你再去宠，也省得落那妻子言官的口舌。齐朝策知道太后说的对，他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只是今日一去，看到他笑着安排孩子出生后的事情，心就有些隐隐作痛。也不知这1月来他是怎么过来的。见齐朝策没有言语，太后赶紧转移话题，林家的处置可有商量好？齐朝策扫了一眼店内伺候的工人，待工人退下，这才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全族流放岭南，不日下达旨意。流放？太后不解地皱起眉头，怎处罚如此之轻？岭南潮湿多烟瘴，林氏一族锦衣玉食，且又是久居中原，能走到岭南的只怕是十不存一。说到这，齐朝策的眸中闪过一抹幽光。另外，除了朕的巫蛊人偶，不是还有林美人的吗？与林家交好的几位朝臣，揪着这点将过错全推给了林寒冬，这才免了林家的满门抄斩。太后点点头，只是他很快又问：那林寒冬呢？陛下想好如何处置了吗？齐朝策不语，看着殿内悠悠燃烧的香薰，眼前闪过曾经与林寒冬相处的点点滴滴。正如花寇所言，林寒冬是他放在心上的人，不管是在太子府还是在皇宫，哪怕有新人进宫，他也未曾对林寒冬少过宠爱。所以齐朝策自觉他对林寒冬还是有几分了解的。说实话，他真的不相信樊氏所言，巫蛊人偶是林寒冬吩咐做的。倒是花寇的话还有几分真。齐朝策想到这不由有些想笑。林寒冬除了晨儿被邪祟侵扰时失了分寸，平日对外总是温婉大方的，对着他也是温柔如水。但他是知道林寒冬掩盖在水面下的嫉妒的，不过他对这种争风吃醋颇为受用，所以哪怕知道林寒冬只是打着大皇子生病的幌子，他也还是每次都很给面子的改道过去。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女人的嫉妒心会达到这种地步。如果没有林寒冬日日夜夜的在雅兰宫念叨，一个唯命是从的下人哪敢大逆不道至此？就是不知这种嫉妒心是林寒冬独有，还是女人特有的。但齐朝策很快又想起了林轩言的那个巫蛊人偶，能够对父亲原配所出的嫡妹憎恨至此，估计只是林寒冬独有吧。齐朝策还记得当初林轩言刚进宫时，林寒冬还在他面前替林轩言美言过，还有那时不时送进天照蟹的赏赐。如今想来，都不过是他虚假的面具。齐朝策闭了闭眼，最终看着太后回道：她是晨儿的生母，朕决定将她打入冷宫。太后张了张嘴，终究只是长叹一声。偌大的殿内一时寂静无声，太后将筷子塞进齐朝策的手中，示意他陪自己用膳。齐朝策看着手中的筷子，默然一笑，干脆起身站到太后身侧，给她布菜，温声道：朕似乎许久没给母后布过菜了，今日便让朕当一回孝子。太后听到这话，高兴的脸上的皱纹都更深了几分，
只不过也没舍得让齐朝策多站，加了几次便拉着人坐下了。好了好了，这种事就让工人来做吧。说罢，太后扬声将工人唤了进来。一时间殿内其乐融融，就连大皇子也在这时抱了过来。尤其是大皇子分别冲着太后和皇帝分别喊了一句祖祖父父，让殿内更是欢声笑语不断。只是待用完善后，齐朝策一句话让殿内瞬间安静下来，唯有大皇子不懂，咿咿呀呀地扯着工人衣襟上绣着的小花。太后的脸色一变，连忙挥手让南嬷嬷带着工人下去，尤其冲着林轩言住的地方看了一眼，其中意味不言而喻。南嬷嬷明白太后的吩咐，立刻将人带了出去，伸出手指在嘴上做了个守口如瓶的姿势，严厉的眼神将众人一一扫过，见众人齐齐应声，这才挥手将他们散去。只是殿内的气氛又跌至了谷底。哀家才说要你这段时间少去见林美人，皇帝你这是非要与哀家反着来吗？太后脸色阴沉，只是齐朝策看到太后这模样，脸上的笑意也收拢了。前朝要插手臣的后宫，说是家国一体，就连母后也要插手臣的家事吗？太后呼吸一滞，但仍是坚持己见。哀家并非不许你宠林美人，哀家只是希望皇帝以大局为重。皇帝如此行事，让前朝后宫如何作响？家中犯事不打紧，只要有陛下的宠爱，就可高枕无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皇帝连一时都忍耐不了吗？国法家规到底是限制朕，还是限制臣民？齐朝策的语气也重了起来。如今朕连个女人要如何对待，都要受限制吗？陛下身居地位，本就是万民典范，一举一动皆不可行差踏错，岂能因为一个小女子染上污点？母后也说只是个小女子罢了，何须如此在意？母子俩谁都不退让，殿内争执的声音模糊地传到殿外，吓得南嬷嬷连连挥手让工人赶紧离这儿远点。不过殿内的响动很快便停了下来，就在南嬷嬷以为结束时，就听里面传来拍桌声。太后看着齐朝策攥着拳头往外走，顿时心慌的拍桌厉声道：皇帝这是要去哪？去看林美人。齐朝策淡淡抛下一句，就要往殿外大步流星的走去，弄得太后只好连声道：好好好，母后不拦你了。齐朝策这才转身，但并未急着走回去，只站在原地看着他。太后看着这样的儿子，也是满心无奈，重重的叹了口气，没好气的招手让人坐回来。你过来，母后说不拦你就不拦你，只是母后有更好的法子，皇帝可否洗耳恭听一回？齐朝策这才老老实实的重新挨着太后坐下。第142章，太后有请。太后将自己的法子说完，看着齐朝策没好气的哼了一声。不过几个月功夫，皇帝不会连这都等不了吧？怎会？齐朝策展颜一笑，还是母后思虑周到，儿臣还要跟着母后多多学习。只是太后看着他这副模样，反倒来气，指着殿门摆手：哀家现在见到你，心里就不舒坦，皇帝改日再来吧。见齐朝策真起身欲走，太后又不忘叮嘱道：这段时日，皇帝便先忍耐一会儿吧，行事莫要太过明目张胆。儿臣记下了。齐朝策拱手，只是太后眉头一皱，生怕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若为皇子，此事便作罢。齐朝策沉声道。太后一怔，随即眉头舒缓开来，脸上总算是恢复了笑意。哀家知道了。齐朝策转身走出殿内，唇角微勾。在朝堂上，他与众臣的争执尚能平分秋色，何况是向来疼宠他的母后？只是齐朝策遥遥往林轩言的房间看去，树影幢幢，人影冲冲，遮住了目光所及之处的大半光景，唯有半扇轩窗映入眼帘。在室内烛火的映照下，依稀能看见女子的身影映在窗纸上。齐朝策很快收回目光，吩咐一旁的工人：你去告知林美人，朕今夜有事，改日再去见她。是。工人垂手应道。待到齐朝策离开长乐宫，林轩言才从工人的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当着工人的面，他的脸色一下子就暗淡了下来，直让工人都有些于心不忍。我知道了，多谢姑姑告知。林轩言勉强勾起唇角笑了笑。只是待工人一走，林轩言立马收拢了脸上哀愁的神色，反倒是一旁的知信还沉浸在皇帝不来的打击中。主子，皇上怎么不来了？不是亲口答应您去就回来的吗？知信皱眉不解，皇帝金口玉言，怎说变就变？林轩言对此也只能摊手表示无解。知信叹气，但很快又重振精神。皇上今日能陪着主子待一下午就已经很不错了，饭要一口一口吃，急不得。只是没过一会儿，知信的眉眼又耷拉下来了。下午才睡了1-2个时辰的林轩言，哪怕现在月明星稀，正是就寝的大好时光，他也实在睡不着。于是捉着知信让他讲故事，从天上的仙女讲到地下的女鬼，口水都说干了，才看见林轩言眼帘一搭，呼吸绵长。知信松了口气，在心底不由又将皇帝说了2句：要不是他来哄着主子睡了那般久，晚上说好来又不来，主子哪里会这般折磨他？说来说去都是负心汉的错。直到睡觉，知信还是气鼓鼓的。
不过林轩言倒是睡了个好觉，一觉起来神清气爽。只是这样的好心情仅持续到用完早膳。林美人，太后有请。燕嬷嬷行礼笑道。林轩言一怔，从他住到长乐宫起，太后虽从未亏待过他，但也未曾召见过他。今日还是第一次，偏偏是在昨日皇帝来过之后，且皇帝与太后见面后便径直离开了，很难不让人多想。嫔妾给太后娘娘请安。林轩言朝着上首的太后恭敬行礼。太后此刻正坐在榻上逗弄大皇子，听到林轩言来，连眼神都没给一个，起身吧。林轩言在一旁垂手站着，太后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倒是大皇子冲着他露出一个流着口水的笑来。这时太后才将目光挪到林轩言身上，笑道：你平时也要多出来走动走动，不能老闷在房间里。林轩言有些惊讶，连忙回道：是，嫔妾知道了。可他心里却撇了撇嘴，太后现在看着是笑得一脸慈爱，可这话说的实在虚伪，他都在房间里闷了快1个月，现在才说，也不知道换个理由。不过面上还是得诚惶诚恐的谢恩，嫔妾多谢太后关怀。太后一边示意奶娘将大皇子抱走，一边道：今日哀家唤你来，只是想与你谈谈心，不必太过拘束。是，嫔妾知道了。林轩言立马回道。太后说归说，林轩言哪里能真的将这话当真？再说林家的处置还没有定论，她身为林氏女，惴惴不安是应该的。太后见状，倒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拍了拍她身侧的位置，坐这吧。林轩言乖乖坐过去，谢了恩后继续垂手不语。太后也不在意，主动拉过林轩言的手拍了拍：哀家听闻你这些日子孕吐严重，只是辰儿方来，哀家年纪大了，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一一照应，忽略你了。说罢，太后又与林轩言说了些别的话，但说来说去都是在问他的近况。这些话问燕嬷嬷或是太医都行，说不定比问他还更准确些。林轩言心头闪过一丝讽刺，昨日皇帝陪了他一下午，今日太后就有精力来关心他，实在是现实的很。哀家听说你爱抄佛经，应该知道因果二字。问完近况，太后换了个话题。林轩言点头，是，嫔妾入宫前附近有一个庙宇，幼年时常与伙伴进庙耍玩，聆听佛音，一来二去便对佛经熟悉了。是啊，幼年聆听佛音，长大后对佛经熟悉，这不就是因果吗？农家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说的也是因果。太后悠悠长叹一声，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是。林轩言诺诺回道。看来太后要步入正题了。林轩言心道。果不其然，下一刻太后便道：说到这，哀家却又不得不叹一句人生无常。按理说你姐姐身为贵妃，膝下又有臣儿，若按因果命数，日后当是荣华富贵一生，可偏偏出了巫蛊一事，今后便只能在冷宫与残月作伴。可话说回来，这亦是因果，世间万物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说罢，太后又拍了拍林轩言的手，端起杯盏饮了一口茶。林轩言却似才回过神来般，猛地抬头看向太后，冷宫。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起身谢恩，嫔妾带领更衣，谢过太后娘娘与陛下的恩典。只是语调平淡，丝毫听不出半点喜悦。第143章，如白纸的大皇子。太后也不甚在意，只笑着让林轩言坐下。好因结好果，坏因得坏果。太后看向林轩言，你说是也不是？听到这里，林轩言已经懂了今日太后唤他过来的缘由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如今腹中有皇嗣，并不怕太后会对他做什么，但也仍是不免松了口气。不说与太后交好，只要能够不留下太大的坏印象，就已是极好了。是，太后说的对，嫔妾今后定牢记于心，谨言慎行。林轩言抬眸一笑，给太后续上茶水。闻言，太后不由欣慰一笑，你是个聪明孩子。太后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便摆手让林轩言退下了。林轩言行礼告退，才出了房间，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笑声。闻声看去，是大皇子正在树荫底下蹒跚学步，身周围了一圈太监宫女，就是现在这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幼童，日后能凭一己之力将生母从冷宫搬出。林轩言有些出神，没过一会儿，就听见知信扯着他的衣袖，小声惊呼：主子！林轩言回过神来，定睛一瞧，原来是大皇子不知何时跌跌撞撞的正往他这里跑来。主子！知信欲上前将大皇子挡住，林轩言却抬步往前走了几步，蹲下，正好接住扑过来的大皇子。哗哗！大皇子看着林轩言的鬓间，伸手想去碰其中的一朵绢花。林轩言按下大皇子的手，温柔笑道：不可以哦，会割伤手的。随后看向一旁的工人，去给大皇子摘一朵花来。说罢，就立马有工人往一旁跑去。很快，一朵娇嫩欲滴的粉嫩花朵摘了过来。只是大皇子拿在手里把玩了一下后，便嫌弃的往地上一扔，依旧坚持想要林轩言鬓间的那朵绢花。倒也不是林轩言小气，
只是绢花靠着梳篦在头上固定，细细密密的小齿若是将大皇子柔嫩的手割伤，那他就真是无妄之灾了。可大皇子就伸着手要拿，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委屈，眼见着就要哭了。一旁为首的嬷嬷不由急道：“林美人就给大皇子吧，不过一朵绢花罢了。”林轩言笑了笑，也干脆将绢花取了下来。那嬷嬷可要注意，小心这梳篦划伤了大皇子。见嬷嬷忙不迭的答应，林轩言这才将绢花塞到大皇子手中。大皇子这才转忧为喜，拿到了绢花，立马从林轩言的怀中跑开，跌跌撞撞的又到远处去了。身旁的工人也跟着呼啦啦的全走了，顷刻间又只剩下林轩言主仆二人。林轩言看着远处被工人围得密不透风的大皇子，只能偶尔在其中看到大皇子的一抹衣角。很快，林轩言便收回了目光，一手抚着小腹，一手搭在知信的手上，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弧度。走吧，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与其直接让大皇子悄无声息地死在后宫中，倒不如换一种方法，让林寒冬在冷宫中日日抱着希望，却日日看不到希望，一天一天的在痛苦中乐无声息。只是知信觑着林轩言嘴角的笑容，很是不解。一回到房间只有两人，便迫不及待地开口询问：“主子怎看着似乎是喜欢大皇子？”知信眉头紧皱，除了不解，林轩言竟还从其中看出了几分恨铁不成钢。林轩言不由扑哧一笑，但随即正色道：“小孩子就如同白纸，我喜欢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听到这话，知信眼睛都瞪大了。林轩言努力憋住笑，转身给自己倒了杯茶水。没过一会儿，果然就听到知信气急却又不得不压低声音的话：“主子！”知信绕到林轩言身前来，大皇子可是林更一的儿子，您喜欢哪个小孩，不都比喜欢大皇子来得好？再且，知信努嘴示意林轩言的小腹，您很快就要有自己亲生的孩儿了，何苦眼巴巴的去喜欢仇人的孩子呢？知信很不解，以前也没见着主子有多记挂大皇子啊，怎今日一抱就喜欢上了？难道是大皇子除了邪祟后因祸得福，拥有了让人一抱就喜欢的仙法？林轩言看着知信气鼓鼓的模样，有些好笑，但又有些叹气。你这样，我可不敢告诉你原因。林轩言摇头，你只要记住，日后待大皇子好些，对他有求必应，有错必瞒。知信看着林轩言的脸色，知道主子不是真的喜欢大皇子，只是这话他实在是让他摸不着头脑。若是不喜欢，何必要这般宠大皇子呢？谁知林轩言还补充了一句，对外便说，毕竟他也是我的外甥，生母又落得那般境地，难免多疼宠几分。是。知信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林轩言看着杯盏中袅袅升腾的茶雾，垂眸一笑，何止是多疼宠几分，有些时候要做到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更好些才行。太后教子有方，那他就来当慈母，想要的能给就给，犯了错能帮着瞒下就瞒，瞒不下就替他求情。他就不信大皇子还能如前世那般优秀，就像刘福隐的嫡子，终日只会逗猫遛狗，依靠着家族余荫，这也挺好，不是吗？知信，我饿了，你去传些蜜饯点心来。林轩言打断知信的皱眉沉思，摸着肚子吩咐道。一听这话，知信立马停住了思考，天大地大，也没有他家主子饿肚子事大，反正主子聪慧，定有他的道理。接下来的时间又是吃饭睡觉养胎，不过自从与太后谈话后，林轩言日日都去给太后请安，偶尔还能被留下用饭。饭后的散步也挪到了院子里来，不再是缩居在房间里了。除此之外，自然也与大皇子相熟了几分，甚至还得了大皇子亲手送的拨浪鼓一个。但这样悠闲的日子很快便随着一道圣旨打破，是有关林家的处置。林寒冬与大皇子皆与前世一样，一个被打入冷宫，一个自此后养在太后膝下。怎会如此？林轩言蹙眉喃喃自语。第144章心绪不宁。知信赶紧扶着林轩言在榻上坐下，安慰道：“主子，只是流放已经很好了。怎会如此？为何不一样了？”林轩言喃喃自语，脸上血色尽失。知信没听清林轩言说了什么，只是苍白的脸色让他有些担心，连忙倒了杯热茶塞到林轩言手中。主子，若是主子担心，就送些东西过来，想来皇上与太后也不会责怪。知信心想，毕竟是妇女天性，主子就算平日再不喜，这时也难免不舍。手里热气蒸腾，掌心温热的触感让林轩言回过神来，听到知信这话，却是蹙眉摇头：“你不懂，前世林家应是满门抄斩，怎今生仅仅是流放？哪怕林轩言知道流放岭南，大半的林家人估计都到不了岭南，就会在路上咽气。可终究还是不一样了。林家人的命运变了，那后宫女子的呢？白雾袅袅，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虚幻起来，让人摸不着也看不清。明明是盛夏，林轩言觉得室内的冰盆太过刺骨，让他毛骨悚然。主子，主子！一旁的知信连声疾呼，见林轩言终于抬眸看向他，一颗心才终于落地。主子，要不要请太医过来？
知信目露担忧，您的脸色很不好。林轩言第一反应是拒绝，但随即眸光一闪，点了点头。知信将林轩言扶到床上，随后赶紧往外跑去。许是凑巧，正好长乐宫来了位太医。太后一听到林轩言不好，立马让太医先到这边来看看。美人心绪起伏过大，不过近日身体康健，暂时于胎儿无妨。不过太医捋着胡须沉吟，急得一旁的知信直接道：“不过什么？太医您快说啊！”向来沉稳的燕嬷嬷也跟着连连点头，看看林轩言，又看看太医。不过美人得尽快平复心情，否则时日一长，腹中胎儿定会受到影响。太医赶紧将话说完。说罢，太医坐到凳子上，展开纸张，挥笔落字。微臣给美人的安胎药中加一味药，先喝一次，明日的药方待微臣请过脉后再做决定。燕嬷嬷接过药方，确认无误后，这才交给工人去抓药煎熬。太医也未在这里多留，去主殿与太后告辞后便离开了。知信蹲在林轩言的床头，主子，太医说的话您可得好好听，为了小主子不能再胡思乱想了。林轩言浅笑着揉揉了知信的头，我知道了，让你们担心了。要不奴婢给您讲故事吧。知信提议道，虽然他的故事已经被挖空了，但为了让主子开心，临时编几个也不是不行。听着知信抑扬顿挫的声音落在林轩言的耳里，却似催眠曲，很快头便一点一点的睡了过去。今生已有了他这个艺术，与前世不同也是应该的。若真是一切都还同以前一般发展，那他就该怀疑所谓重回一世是否是他的南柯一梦。前世他能从一个妓女摇身成为刘家实际掌权人，今生又有何畏惧？旁人没有先知也能活，他多活了20年的光景，难道还怕笑不到最后？林轩言不过一时迷了眼，眼下已经恢复过来，就连第2日复诊的太医都将安胎药的方子改了回去。不过今晚长乐宫的侧殿再次来了贵人，这也是林轩言心知自己已经安定心绪后，仍旧让知信去换太医的缘故。白捡的机会错过了岂不可惜？齐朝侧到时，林轩言正在院中散步，神色柔和，看着不似他想象中应有的模样。齐朝侧松了口气，上前将见到他就行礼的林轩言扶起。你如今是有身子的人，这些虚礼不行也罢。林轩言浅笑摇头，礼不可废。再说嫔妾现在还未显怀，哪里就不能行礼了？听到这话，齐朝侧失笑，好好好，朕说不过你。齐朝侧陪着林轩言在院中散了一会儿步，才一同走进内室。林轩言满意的看着男人在他这里洗漱更衣，眸光中透出点点欣喜，但嘴上却说嫔妾没事，陛下。只说刚开了个头，话里要将人赶走的意思就说不下去了。齐朝侧心知肚明，却也跟他演戏，正色道，既如此，朕便回太出宫。林轩言的手比嘴快，赶紧拽住男人的衣摆，随即便看到了男人含笑的嘴角，羞得他连忙转身就逃。好了，朕逗你的。齐朝侧长臂一揽，将人圈进怀里，在林轩言的耳边低声道，这般晚了，轩儿总不能还让朕回去吧？林轩言不说话，只是手很老实的搭在男人的手上。齐朝侧低笑一声，抱着人上了床。待请卧的工人退下，林轩言这才依偎在齐朝侧的怀里道，齐郎，嫔妾知道林家流浪岭南已是最轻的结果，只是……听到这里，齐朝侧下意识的微蹙眉头，可谁知下一刻林轩言却道，只是嫔妾当了这么多年的林氏女，刚听到这个消息，难免有些心绪不宁。说罢，林轩言在齐朝侧的怀中抬头，月色透过床帘隐隐绰绰，却恰好能看到他眸中一片依念。齐朝侧低头在他的眉间吻了吻，喟叹道，朕知道，睡吧，天色已晚。林轩言点点头，乖巧的在男人怀里蹭了蹭，找了个舒服的位置，便闭目睡了过去。倒是齐朝侧盯着他的发顶看了一会儿才入睡。在太医连着诊脉3日后，林轩言终于获批回天照谢。不过来时是2个人，回去的时候是4个人，日后还要仰仗2位嬷嬷多多关照了。林轩言冲着燕嬷嬷与如嬷嬷行礼，吓得2位嬷嬷连忙避开，行礼道，美人折杀奴婢们了，照顾您是奴婢们的分内之事。林轩言也没坚持非得给2人行礼，做个样子就行了，毕竟2人可是太后的人。这2位嬷嬷是太后吩咐去照顾林轩言的，这也是宫中的规矩。妃嫔怀孕是该有个老练的嬷嬷在旁照顾的，只是太后赏人，意味就不同了。可以看出上边对林轩言这胎的看重，也是今年接连留了2个，能不重视吗？第145章回天照谢。而等林轩言回到天照谢，竟然还多了个小厨房。知顺一脸喜气的解释，主子，这是皇上特意下旨的。天照谢似乎一切依旧，7月的桃树上挂满了饱满的果子，远远的就能闻到阵阵馨香。林轩言抚上小腹，看着身后的燕嬷嬷与偏殿一角多出的小厨房，唇角微勾，一切都不同了。知柳，这是太后娘娘派来照顾我的2位嬷嬷，你先去给2位嬷嬷安排一下。林轩言吩咐道。1月未见，
知柳此刻看着林轩言，有千言万语想说，但也知道眼下并非好时机，只能先下去安排。而知顺则跟着林轩言进了内殿，继续兴奋道：“主子，皇上还吩咐了，您有孕期间，亦应请安皆免去，只需安心养胎即可。”林轩言挑眉，不过与小厨房比起来，免去请安倒显得没有那般重要了。眼下没有外人，知信听了这话更是喜形于色，眉飞色舞道：“奴婢觉得皇上好像待您更好了。主子，这算不算因祸得福啊？”林轩言的手指拂过桌案，垂眸盯着白皙的指尖笑道：“许是吧。若是没有腹中这个孩子，如今会是个什么境地，可就不得而知了。”说完这些，知顺又说起了素日与他交好的几个妃嫔。陶宝林今日来过一次，说是您这边安顿好了，他再过来瞧您。常宝林依旧日日在外赏花闲逛，听说还偶遇了皇上了一次，不过依旧没能被皇上宠幸。对了，柯嫔从小福堂回来了。知顺将这一月来宫中的变化一一叙说，让林轩言有些在意的是，这一月来竟然是邓昭仪最受宠，另外又有个新入宫的妃嫔被宠幸了，是吕贵人的族妹，眼下已从答应升为了宝林。待知顺说完，知柳那边也将二位嬷嬷安排妥当，三人刚来到林轩言跟前，就听到门外传来通报声，随后直接响起一道娇滴滴的声音：“林姐姐，您可算回来了。”林轩言眉头一皱，抚着小腹，一副不高兴的模样。知顺立马往外走，一旁的燕嬷嬷见状，笑道：“小公公，我与你一块去。”随后便听到燕嬷嬷斥责的声音传进来，直接将人给赶走了。太后的人就是不一样，林轩言暗喜，就连知柳也不由道：“这任才人，先前也不见他来，主子刚回来，他便迫不及待的上门，一点都不替您考虑。”如嬷嬷笑着给林轩言倒了杯茶水，安抚道：“您现在怀有龙意，最重要的就是放宽心态，您不必忧心，只要是您不想见的人，哪怕是妃尉，奴婢们也能将他挡在门外。”林轩言也没矫情，捧着茶杯笑道：“多谢嬷嬷，小主言重了。”如嬷嬷笑笑，低眉顺眼的站在下手。不多时，燕嬷嬷便又走了回来，知顺则回去守门了。宁真殿的工人还是不顶用，连个才人都拦不住。林轩言给双方介绍了一遍，便道：“燕嬷嬷与如嬷嬷轮流照顾我就行了，不必日日都在我跟前候着。”一开始燕嬷嬷二人还拒绝，但见林轩言坚持，便也笑着接受了安排。二位嬷嬷有什么事，只管吩咐他们。林轩言扫了知柳二人一眼，若是他们有哪里做得不好，嬷嬷们也只管同我说。嬷嬷们出道，今日便先休息吧。二位嬷嬷极有眼色，听到这话，当下也不推辞，笑着谢恩后便相携退下了。等嬷嬷们一走，知柳看着林轩言，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哽咽道：“主子受了。”知信也跟着连连点头。知柳姐姐不知道，怀孕实在太难熬了，也不知主子这孕途要持续多久。行了，别人都能过，我就这般娇气了。林轩言瞪了知信一眼，他的确是瘦了，但就算孕土，也每日逼着自己往肚子里咽，再加上长乐宫的小厨房，每日换着花样给他做饭，就连太医都说没大问题。可话虽是这般说，知柳还是过了好一阵才将眼泪咽回去。主子，知柳从怀中拿出一封信，这是前段时间表少爷托人送进宫的。林轩言看着还未打开过的信，目光一凝。前段时间，也就是说那时林家的处置还未有定论，正值紧要关头，若无重要的事，表哥与香珠姑姑应当不会给他送信才是。林轩言接过信，赶紧展开一目十行，信中篇幅不长，但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喜气，若让外人来看，瞧不出一丝不妥。信中说，因祖母思念女儿与外孙女，特意要他去林家将香珠与自幼服侍林轩言的婢女的卖身契讨要了过来，恰好避开了此次林家流放，要他在宫中好好的，不必太过忧虑宫外之人。可林轩言一眼就瞧出了不对劲，这上面只写了3个人的名字，独漏了荀翠。主子。知柳见林轩言面色不好，连忙换了一句。见林轩言回过神来，知柳忙道：“主子怎么了？可是信中说了什么？”林轩言摇头，不想将这个消息告诉知柳。自从入宫后，他就对荀翠这个人连同名字都极少想起过。前世的背叛是他们之间永远都无法抹去的鸿沟，可这并不代表他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荀翠落入泥沼。前世就是因为巫蛊案导致他与荀翠背道而驰，今生他不想再留遗憾，总得试一试，才能知道能不能行。毕竟下人不比主子，流放后过个1-2年，花些银钱也不是不能将人弄出来。不过眼下离8月初10还有大半个月，等他先弄明白偏偏荀翠没能从林家出来的缘由，再决定如何处理也不迟。林轩言将信仔细收好，笑道：“没什么，下个月初表哥就要会试了，有些担心。”二人见林轩言的表情变好，也跟着笑了起来。表少爷是何人？可是能凭借一篇策论入了皇帝眼的，不由打趣了几句，寝卧里一时间其乐融融。不过没说多久，林轩言便有些困了。二人见状，将他扶到床上，便退下了。第146章，
陶宝林拜访。待林轩言起来后，已是夕阳西下，而天照蟹竟在短短时间内大变了模样。林轩言呆愣地看着房间内多出的几株盆栽，另外屏风桌椅等也换成了边角圆润的。我睡得这么沉吗？要不是他一睁眼就瞧见了一旁站着的知柳，真的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又重生了。知柳捂嘴偷笑，嬷嬷们闲不下来，您刚睡着就琢磨要摆上些清新的盆栽，又将这些桌椅板凳都重新挑选换了个遍。林轩言摸着更换后的桌椅，满意的勾起唇角，这料子比先前用的还要好些。就算不论这个，单说能在短短时间内将天照蟹换个遍，若是他出面，就算舍了些银钱，没个10天半个月休想让内务府处理妥当。对了，主子，您午睡的这段时间，陶宝林又上门了一次，只是听到您在休息，便只好先回去了。支流给林轩言披上外衫，待会要不要请陶宝林过来一同用膳？林轩言刚想点头，随即想到自己那一桌子的素菜，垂头丧气道：罢了，我一个人当尼姑就够了，何苦拉着陶宝林一起呢？你去一趟半梦轩，就说明日我派人去请他过来。是。知柳扶着林轩言出了房间，待知信接上手，这才匆匆往半梦轩而去。林轩言看着已经站在餐桌旁的如嬷嬷，嗔怪道：还说让嬷嬷今日好好休息呢，结果忙了一下午。如嬷嬷笑笑，眼神慈爱：奴婢们是个劳碌命，闲不得，小主不怪奴婢们自作主张就好。林轩言在桌前坐下，仰头看着如嬷嬷软声笑道：怎么会，我一瞧就知道嬷嬷们是为了我着想，谢谢嬷嬷还来不及呢。说着，林轩言拉过如嬷嬷想要给她布菜的手，嬷嬷今日忙了一下午，就先下去休息吧，这种布菜的小事就让知信做，没得让她偷懒。林轩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如嬷嬷也没推辞，将布菜的位置让给知信。只是不知道为何桌上的菜都是往日里常吃的，可林轩言夹着菜还未入嘴，便捂着嘴干呕不已。吓得店中的二人又是拍背又是递水，就连燕嬷嬷都闻讯赶来了。林轩言吐了不少酸水才缓过劲来，这一闹弄得从半梦轩回来的知柳又是一阵泪眼汪汪。主子，您受苦了。知柳蹲在林轩言身旁心疼道。林轩言听到这话，当即拍了拍知柳的手背，虚弱的露出一个笑容，这怎么会是受苦，能够有陛下的孩子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知柳看到林轩言垂眸落下的目光，将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立马明白过来是自己说错话了。眼下天照蟹里可不止他们自己人，还有太后的人看着，只是看到主子面色苍白，他一时给忽略了。一旁的燕嬷嬷则是安抚的笑道：怀孕的女子皆是如此，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知柳姑娘不必太过担忧。知柳点点头，冲着燕嬷嬷勉强笑道：奴婢还是第一次见，让嬷嬷看笑话了。燕嬷嬷笑笑没再说话。最后这顿饭是燕嬷嬷亲自下厨烧了几道菜，这才林轩言平安的度过这顿晚膳。看着林轩言多少吃进去了些，燕嬷嬷欣慰笑道：看来奴婢的手艺还没落下，要不是有小厨房的师傅看着，还不知道要抖多少盐进去呢。如嬷嬷在一旁毫不客气的拆穿，燕嬷嬷那点子下厨的手艺还是未进宫前跟着娘亲学的，若不是这段时间为了照顾林轩言，在长乐宫的小厨房里多看了几眼，今日哪里敢自己动手。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些把不准粮，得有人在一旁看着。燕嬷嬷眼一瞪：就你话多。两位嬷嬷自太后入宫起就伴随左右，相处多年，早已胜似亲人。天照蟹众人看着这一幕，也不由被二人相处的氛围逗得眉眼带笑。用过晚膳后，林轩言在院中散了一会儿步之后，便回到寝卧中准备就寝。只是下午才睡了一觉，注定今晚又不能早早入睡。知信早有预料，散步时就借口刚回来有点累，将守夜的活丢给知柳。他真的没有故事，也编不出新的故事了。但知信不知道的是，回到房间的知柳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堆书，竟然全是新的话本子，从来没有看过的。知柳找到林轩言之前看的那本故事，捂嘴笑道：今日安山公公传旨时，顺便将这堆书交给奴婢的。翌日知信接班时，发现林轩言床头摆着的好几本书，眼睛都瞪大了。知信就是说很后悔，可偏偏这时的主子洗漱更衣，只能念念不舍的离画本越来越远，看得林轩言都没忍住敲了他头好几下。用过早膳，林轩言便赶紧打发人去请陶宝林。不多时，陶宝林便带着平儿走了进来。林姐姐。陶宝林请安道，脸上的笑容一如之前。只是待嬷嬷退下，陶宝林便拉住林轩言的手，看着他眼圈发红，抖着嘴唇道：轩言，你这段时间受苦了。哪里，我在长乐宫吃好喝好，太后从未苛待我。林轩言拭去陶宝林眼角的泪水，柔柔一笑。陶宝林圈着林轩言细细的手腕，摇头道：都受了。林轩言好笑的长出一口气：你们一个个呀，我这是怀孕导致孕吐，所以难免受了些。等过了这一遭，估计很快就要吃成个胖子了，到那时可不许笑话我。陶宝林破涕为笑，目光落在林轩言的小腹上，我听说也有2个半月大了，这么算来，明年2月就能见到小皇子了。
林轩言低头看着自己还未显怀的肚子，目光柔和。就在两人盯着现在啥也看不出来的肚子时，知顺匆匆走进来禀告：“主子，常宝林拜见。”陶宝林一听到常宝林这个名字，当即眉头一皱，正要说话，就听林轩言道：“让他进来吧。”轩言，陶宝林连忙阻止，这常宝林可没安好心。那日回来后，这位常宝林可是置了一桌佳肴，好好庆祝了一番呢。第147章，下人，那便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企图。林轩言拍了拍陶宝林的手，勾唇一笑。陶宝林见状，便没再阻止。很快，常宝林便带着他的侍女下书出现在店内，殷殷行礼道：“嫔妾给林美人请安。”常宝林不必多礼，坐吧。林轩言淡笑道：“许长时间没见到林姐姐了，怪想念的。”常宝林团扇轻摇。今日他穿了一件鹅黄色的衣裙，颇有众林间枝头跳跃的黄鹂，正值青春年少。劳常妹妹挂念。林轩言回道：“看到林姐姐一切都好，嫔妾就安心了。”常宝林长舒一口气，嫔妾的娘亲怀摄地时，整个人除了肚子大，其他的地方都受脱相了。那段时间，嫔妾看着娘亲的模样都想哭。听到这话，林轩言也只是淡笑着道：“常妹妹的母亲实在辛苦。”随后，常宝林又说了几句关怀的话，也未多待，便说自己与人约好了去逛御花园。这常宝林倒是比他想象中的要难缠，如今已经全然适应宫中生活了。倒是陶宝林看着常宝林离开的背影，没好气的哼了一声：“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听得林轩言都被逗笑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陶宝林这般厌恶一个人。但很快，林轩言就在陶宝林的怒视下收敛了笑容，眼唇干咳了几声，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陶宝林这才放过林轩言，说起了别的，直到午时才回去。接下来的时间，林轩言除了陶宝林，其余基本不见客，再加之皇帝也一直未曾登门，渐渐的便门庭冷落起来。直到8月初1的会试拉开帷幕，天照榭才热闹起来。会试共分为3场，分别在初1、初4与初7，每一场考试是3天，所以直到初9才结束。林轩言在初1起就开始紧张了，直到初9才赶紧写了封信托人送到于家。这时林轩言突然反应过来，先前拜托辛太妃递信是因为走正规途径会直接送到凌云妃手上，可现在香珠姑姑在于家，便没有这个困扰了。想到这里，林轩言不由好笑地敲了敲自己的额头，真是傻了。不过就算如此，辛太妃那条路也不能断了，平日与她交好总是没坏处的。知信，林轩言唤道。很快，知信就从小厨房里鬼鬼祟祟地偷了点白醋出来，供林轩言提笔询问寻翠的情况。可这信送出去，回信还未到，皇帝竟先大半夜偷偷翻墙过来了。这夜的林轩言是梦到耳边有蚊子直叫，正想着知信这丫头做事毛躁，谁知迷糊糊一睁眼，就瞧见眼前有一张放大的脸，瞌睡瞬间跑光，吓得他就要放声大叫。来人眼疾手快的捂住林轩言的嘴，低声急道：“是朕。”林轩言这才惊魂未定的就着窗外稀薄的月光打量眼前的男人，确定这张脸和声音都对上了，狠狠的闭眼松了口气。齐朝策放开捂着嘴的手，安抚的拍了拍林轩言的背：“是朕，是朕，别害怕。”林轩言缓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看向男人，但还是气不过的抓着他的手咬了一口，留下一个浅浅的牙印。齐朝策尴尬的摸摸鼻子，解释道：“朕敲了许久的窗，都不见你来。”自从怀孕后，林轩言就比较嗜睡，有几日睡得晚，也是因为下午睡得太多导致的。听到齐朝策的解释，林轩言才稍微缓和了情绪，但仍是哼道：“齐郎将嫔妾吓坏了，下次你若没开窗，朕便不进来了。”齐朝策低声哄道。可林轩言听了这话，连忙拽住男人的衣袖，撅嘴道：“不行。”随即意识到自己反应太大，赶忙小声的补了一句：“这胆子嘛，下下就大了。”羞赧的表情格外可爱。齐朝策没忍住，凑近亲了一下。“朕听说你今日往于家送了一封信。”齐朝策捻起林轩言肩头的一缕发丝，放在手指间把玩，语调慵懒。林轩言迟疑地点点头：“可是有什么问题吗？”“表哥考完会试，我想问问他可有把握。”见林轩言表情有些忐忑，齐朝策捏了捏他的脸颊，轻笑道：“无事，只是你若是想知道于景明考得如何，不如问朕，还快些。”林轩言眼眸一亮，这话的意思是可以提前告诉他表哥的会试结果，不过面上还是口是心非的来了一句：“这不太好吧？”只是语气里的高兴却怎么都藏不住。齐朝策有些好笑：“具体的名次不能告诉你，但可以提前告诉你有没有考上。那可以告诉嫔妾有没有考上会员吗？”林轩言眨巴着眼睛，期待地看着男人。听到这话，齐朝策颇为无奈，屈指敲了下他的额头：“想什么呢？会员可是头名，朕只能告诉你有没有考上贡士。”“贡士？那表哥肯定考得上呀，这还用齐郎提前告诉我吗？”林轩言撇嘴：“通过会试的举人皆为贡士，
于景明在乡试中可是拔得头筹的人，再不济也不至于考不上贡士吧？轩儿倒是对于景明挺有信心啊。齐朝策嗓音一沉，林轩言看着男人的表情，就知道他是不高兴了。真是自己女人一大堆，也好意思摆这副表情。可说是这么说，面上却只能讨好的摇了摇男人的手臂，理直气壮道：“表哥的策论都能入了齐郎的眼，又岂会连个贡士都考不上？”话落，齐朝策的脸色果然变好，只是嘴里却道：“行，轩儿这般有信心，那朕就不提钱。”不行！林轩言伸手捂住男人的嘴：“我要！”林轩言将脸埋进齐朝策的肩窝，轻声道：“这样齐郎就会过来跟我见面了。”语调怅然。自从上次见面已有近1月，以前除掉事情，1月里还会见好几面。室内一时寂静，良久，齐朝策才道：“宁真殿有个太监叫做于斌，朕以后若是偷偷来，就让他提前知会你。”顿了顿，又道：“你若是想见朕，也可与他说，朕会尽量抽时间过来。”第148章有事业心的平儿。皇帝的话说得好听，可惜没几天，知顺就带来了新消息。吞吞吐吐的做什么？有什么话就直说。林轩言靠在软榻上，睨了知顺一眼。知顺这才嘿嘿一笑，上前低声道：“主子，常宝林在御花园起舞，正好被皇上见到，现在已经带去太初宫了。”林轩言捏着蜜饯的手一顿，看来他上次给皇帝上的眼药已经没用了。他早已将宁真殿视作自己的地盘，若常宝林乖乖待着，他尚能当作视而不见，可偏偏要跑出来蹦跶。只可惜他现在有孕，不能伺候皇帝，再加之巫蛊案才过去不久，朝中不少心眼小的大臣还叫嚣着要将他也打入冷宫，自己去争宠是不能了，可偏偏陶宝林又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林轩言眉梢一动，对着知顺儿语道：“你觉得宁真殿哪个宫女有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可能？”知顺瞳孔一震，但很快便反应了过来，迅速将各个宫女过了一遍。不一会儿，知顺便给出了答案：“奴才觉得平儿最为合适。”知顺看向林轩言，肯定的回道：“平儿。”林轩言下意识的皱眉，上半年平儿总爱往他这边跑，害得他以为平儿是不是谁的眼线，让知顺盯了好长一段时间。经皇后小产一事后，确实消停了，不仅不总跑过来，听说在半梦轩也老实许多了。可就算如此，宁真殿其他的宫女也个个看起来都是老实本分的，而平儿人如其名，长相顶多算是个小家碧玉。皇帝见惯了国色天香的美人儿，真的会看上平儿吗？不过知顺既然这么说了，林轩言还是道：“理由。”见林轩言不解，知顺却是胸有成竹的一笑：“奴才知道主子在担忧什么。平儿的确长相平庸，可她却是宁真殿的宫女中最想往上爬的。主子还记得先前平儿总是往咱天照榭来吗？”林轩言眉梢一扬：“你知道原因了？”知顺点头：“前些日子奴才起夜，正好撞在平儿在桃树下捏叶而笑，当时夜色重重，奴才也没看得大清，差点以为是您呢。当然仔细一瞧，平儿与您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林轩言一点就透，当即明悟过来，勾唇冷笑，竟是在模仿我啊！想不到平儿还有几分小聪明。只可惜就算平儿能靠着模仿他上位，也终究只能当他的代替品。不过这也足够了，他现在不能争宠，那便扶持一个与他相似的代替品，让皇帝每次见到代替品时都能想起他来，岂不美哉？林轩言赏了知顺一个赞许的眼神：“你下去找知柳去领赏，另外再想想怎么扶持平儿上位。”是。知顺高兴应声，他家主子不说别的，就这个爱打赏人的性子，实在不能不让他爱。林轩言将知顺打发下去，而他自己自然也得想想怎样帮平儿一把。而翌日，宁真殿便收到了常宝林晋升的旨意，如今该换作常常在了，念起来有些绕口，可惜皇帝未赐字，就算再绕口也只能这么喊。传旨的太监前脚刚走，后脚下书就来了天照榭。奴婢见过林美人，下书恭敬行礼：“林美人，我家主子想请您与几位交好的小主今日在右汉斋用膳，常常在有喜，我的确该上门庆贺。”林轩言低眉抚着小腹，只可惜我孕吐的厉害，怕去了扰了诸位姐妹的兴致。孕吐自然是借口，再次那晚被皇帝吓了一跳后，孕吐竟渐渐好转了起来，如今只要不是太过油腻的吃食，都不会再吐了。知信，林轩言唤道：“去拿我那只宝蓝点翠珠钗来。”知信低眉顺眼的站在一旁，听到这话竟没反应，最后还是知柳应声：“是，奴婢这就去。”知柳很快便将珠钗装在锦盒里拿了过来。林轩言满意地点点头，示意知柳将这只祝贺的珠钗交给夏叔，一点小小心意，还望常常再不要嫌弃。待夏叔谢了又谢的退下，林轩言望向一旁还沉浸在自己世界的知信，如嬷嬷见状，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店内。知柳是自己人倒是没下去，止不住的拿眼神瞟向知信。许是林轩言与知柳的眼神太过炙热，过了好半晌，一直垂着头的知信才终于有了反应。
一抬头就看见两人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直接被吓了一跳。主子，有什么吩咐吗？知信硬着头皮问道。不同于知柳的焦急，林轩言见着知信这模样，反而叹了口气。这段时间，知信的确是有些神思不属，他还以为是知信没休息好，昨日还特意没安排跟前伺候，没想到过了1日，毛病竟还更严重了。听到林轩言叹气，知信神色更慌。主子，奴婢。知信结结巴巴，然而半天也说出个所以然来。林轩言招手让知信走上前来，握着他的手道：“你这些天一直闷闷不乐的，可是发生了什么？”知信低着头，支支吾吾。林轩言只好看向知柳：“你与他住在一块儿，知道缘由吗？”知柳想了一会儿，看着知信迟疑道：“前些10日，知信收到了一封家书，似乎就在那时开始，知信便有些神思恍惚。”说到这，知柳也冲着知信道：“知信，可是你家中出了什么事？你说出来，我们也好替你想办法。”知信摇头，依旧不说话，只是地上却多了尸痕。知信，我知道你的为人，所以你今日没听见我的吩咐，我不生气。可你若是现在不将缘由说出来，我可真要动怒了。林轩言勾着知信的下巴，将他的头抬起来，果不其然，眼眶里蓄满了泪水，此刻已经都不住了往下流。知柳也在一旁道：“是呀，知信，有什么事直说便是，主子不怪罪你的。”知信泪眼朦胧的看看林轩言，又看看知柳，这才抽噎着道：“回主子，奴婢的父亲重病，恐活不过今年了。”听到这话，知柳沉默了。倒是林轩言温柔拭去知信脸上的泪水，安抚笑道：“生病便去治嘛，乡下治不好便去县里、府城里，总有办法的。”第149章，想想都高兴，嘻嘻。知柳，林轩言扬声唤道：“你去取张100两银票来。”知柳脆生生的应了一声，赶忙去取银票。反倒是知信瞪了眼睛，连连摇手道：“这太多了，主子，奴婢不能要。宫中打赏人，随随便便就是几两银子，可若是在乡下，100两银子足以盖一栋青砖瓦房，还绰绰有余。傻知信，银钱不过身外之物，再说是给你救急用，哪里还有嫌多的道理？”林轩言摸了摸知信的头，很快知柳便取了张100两银票过来。林轩言顺便给知信写了封家书，让其寄回去。知信全程眼泪汪汪地看着林轩言，心头有万千话语想说，可是喉间哽咽难言，只好在心底默默起誓。将家书寄出去后，知信的心情肉眼可见的好转了起来，总算能正常干活了。这日，知顺匆匆从店外走进来：“主子，表少爷来信。”知顺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林轩言。明面上这封信只写了让林轩言别担心，但透过烛火，隐藏的信息便一一显露了出来。愚蠢！林轩言猛地将信纸攥紧，气得拍桌。桌案上的茶杯直接被震动的跳了起来，茶水都洒了不少出来，可见林轩言有多愤怒。知顺吓得连忙上前拍着林轩言的背，给他顺气：“主子别气，您还有小主子呢，万不能动怒。”林轩言捂着肚子深呼吸好几下，这才将信纸在烛火上点燃，只是仔细看，能看出他的指尖微微有些颤抖。荀翠没能从林家出来的原因知道了，竟是这蠢玩意儿看上了林府管家的儿子，要与人白头偕老，这才不顾香珠的劝导，死活要留下。原来有些人不管他怎样去极力改变命运，最终还是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前世的荀翠也是被一个落魄才子用感情欺骗，将多年的财产全交给才子去赶考，那人拿到钱就不见踪影了。可笑荀翠日日夜夜念着，最后竟相思成疾而逝世。不过这世的荀翠没钱是傻，至少在香珠姑姑见他时，哭着求香珠姑姑救他走，没再做着与男人厮守终生的傻梦。或许也不能说荀翠变了，毕竟追根究底都是想过上比以往更好的日子，这又怎么能算错呢？林轩言长叹一声，闭上眼睛，就是太蠢了，没脑子。良久，林轩言睁开眼，盯着桌上已经重新蓄满的茶水，有气无力的摆摆手：“你去给我拿纸笔来。”纸笔2字加重了音量，知顺明悟，不多时就将纸笔与一碟子醋端了过来。只是刚提笔落下一个墨点，林轩言又反悔了，让知顺收起来。上次寄信就把小心眼的皇帝给勾了过来，林轩言虽然想争宠，但这种有可能会给余家惹事上身的方法，他可不能干。再等等，等会试放榜，殿试结束，就有理由给表哥写信了。林轩言疲惫的揉揉眉心，荀翠想回来他自然是要帮的，只是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他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去给荀翠铺平道路。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眨眼间就到了8月末，会试即将放榜，而林轩言的小腹也终于微微隆起了。这日下午，林轩言正倚在窗前缝小孩的衣裳，就听到外边传来一声：“皇上驾到！”林轩言一怔，这段时间皇帝又召了常常在一次，而他这里别说光明正大了，偷偷摸摸的也没来一次，估摸着是来见常常在的吧。林轩言这般想着，隐隐约约都听到了外面常常在娇滴滴请安的声音。
林轩言撇撇嘴，正准备将窗户关上，就听到知顺的声音高兴地响起：“皇上驾到！小主还不快去迎驾？”燕嬷嬷看着怔愣的林轩言，捂嘴偷笑。林轩言连忙起身，笑着将手搭在燕嬷嬷的手臂上往外走。只是他面上一脸欣喜，心里却在想：啧，常常再不得气坏哦。哎，想想都高兴，嘻嘻。没让林轩言暗爽太久，就迎面撞上了往里走的齐朝策。林轩言连忙收拢内心的想法，眼含情意的欲俯身行礼。只是他才刚站定，就被男人一手揽住腰肢。几日不见，朕的皇儿长大了不少。齐朝策的目光落在林轩言微微隆起的小腹上。听到这话，林轩言不高兴了，从男人的怀中出来，原来陛下过来只是看皇儿的。齐朝策一愣，随即好笑的点了点林轩言的眉心：“朕还是第一次见与孩子吃醋的母亲。”林轩言偏头避开男人的手指，气鼓鼓的也不说话。自然是朕的美人更重要。齐朝策干脆上前将人拦腰抱起：“没有轩儿，又怎会有朕的皇儿呢？”林轩言被吓得连忙环住男人的脖颈，待男人走进内室，将他放到软榻上，这才捏着粉拳往他胸口上砸了几下：“陛下就会吓嫔妾。”齐朝策却握住他柔弱无骨的小手，放在唇边亲了几下，眼眸里盈满笑意，直让人没了脾气。安山与燕嬷嬷见状，连忙带着宫人退下，顺便将门带上。有些事做得多了，也就成了习惯。见林轩言虽然还是板着一张脸，但却不住上扬的嘴角，齐朝策低声一笑，也往软榻上挤。齐朝策将人往怀里抱，顺手将他头上碍事的钗环拔下，瞬间一头青丝如瀑般散落。齐朝策将脸埋进林轩言的颈窝，深吸了一口气，闻着淡淡馨香，这才道：“轩儿也好意思说朕，半个月过去了，竟没找过于冰一次。可齐郎也没寻过嫔妾。”林轩言把玩着男人搭在他腹上的手：“嫔妾日日都有时间，齐郎却不一定每日都能抽出空来见嫔妾。”齐朝策没好气的捏了捏林轩言的脸，扬怒道：“若是他人能有这好处，指不定日日都要他传话呢。”林轩言扑哧一笑，起身回头看向齐朝策，狡黠笑道：“这可是齐郎自己说的，以后嫔妾就日日让那于冰给你传话。”“好啊，原来是在这等着朕。”齐朝策扑过去，重新将人抱进怀里。第150章酣畅淋漓。两人闹了一阵，顾及到腹中的孩子，这才没有按照以前那样发展。只是林轩言有些失落，天可怜见，4个月了啊，他实在想念和皇帝翻云覆雨的日子了。只可惜齐朝策坐怀不乱，平静下来还有兴致问他关于孩子的2、3事来。林轩言有些恹恹，抓着男人的手把玩，有一搭没一搭的回一句：“朕听闻你一直未出天照县，不觉得闷吗？”齐朝策没发觉怀中人的敷衍，继续问道。林轩言的手一顿，没有立刻回答。以往好歹还要给太后与皇后请安，现在朕免了你的请安，连门都不用出了。齐朝策摸了摸林轩言的小腹，可别把朕的皇子给闷坏了。林轩言听到这话，突然有些烦躁。孩子，自从怀孕，身边所有人动不动就是孩子怎样怎样，她才是孩子的母亲，难道会做出对孩子不好的事吗？齐郎满口都是皇子，难道嫔妾日日看着这一成不变的景象就不会闷吗？嫔妾还不是担心出了门会发生意外，这才连门都不敢出。就连有宫中姐妹拜访，嫔妾也大都是闭门谢客。林轩言深吸了口气，如今倒好，竟怪起嫔妾来了，半是演戏半是真心，总算是出了这些天来闷在天照县的不满了。说罢，林轩言就要从软榻上下去，齐朝策连忙将人抱紧，哄道：“你如今与皇儿是一体，朕关心皇儿，还不是关心你？”随后又哄了好几句，这才让林轩言缓和了脸色。见林轩言老实了，齐朝策这才开玩笑道：“都是要做母亲的人了，竟还像个小孩一般。”林轩言哼了一声，小声嘀咕：“嫔妾也只在齐郎面前这般。”听到这话，齐朝策不由高兴笑了几声，道：“好，那朕的小姑娘明日可否陪朕逛逛御花园？”男人的嗓音低沉，尤其是那句称呼，让林轩言害羞的将脸埋在他的胸膛。只是在男人看不到的地方，林轩言眉梢一动，提议道：“此时正是金桂飘香的好时节，明日去赏桂花可好？”齐朝策自无不可，正好琼林苑1，这时也是桂香10里，你明日在桂树底下也算是恰逢其会。齐朝策想到了什么，轻笑道：“琼林苑的桂花与他有何干系？”林轩言眉头一皱，但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忙从男人的怀中抬头。可是表哥考上了贡生，嫔妾就知道表哥从小聪慧，定能考上贡生。林轩言下巴一抬，与有容焉。琼林苑是殿试后皇帝赐宴与新科进士、君臣庆贺的园林，而考上贡生，基本上都能当上进士。于卿的确才学出众。齐朝策肯定道。林轩言眼眸一亮，能让皇帝这般说，定是考得极为不错。尤其这位皇帝小心眼得很，能在他面前夸于景明也是难得。能得到齐郎的夸赞，表哥怎么也得是个前10名吧？林轩言试探的开口询问。
齐朝侧扬眉，没说话，只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些。于是林轩言又猜，难道是前3名？见男人还是不说话，林轩言又道：“总不会表哥真考上会员了？”说罢，林轩言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嗓音轻飘飘的，像浮在云端。要是于景明考上会员，那电视不出意外就是在状元、榜眼与探花中任选其一了。这辈子他总算不用亏欠表哥了。但齐朝侧听到这话，却只是刮了刮他的鼻头。正好外间传来鞍山的问话：“陛下，美人现在可要用膳？”齐朝侧当即就下了软榻，拉着人往外走，显然是不愿说的。林轩言自然也不会硬要问个究竟。不知不觉间，窗外的漫天晚霞渐渐黑沉了下来，星子趁着弦月暗淡之际，似要与月争辉，朝着人间洒下一层如薄纱般的光华。虫儿在星辉的温柔抚摸下，渐渐停止了嘶鸣，唯有风儿不知疲倦，吹起树叶哗哗作响。夜已深沉，万籁俱静，可偏某人此时精虫上脑，在男人怀里蹭来蹭去，一刻也不安分。齐朝侧忍无可忍，直接长腿一抬，将人整个困在怀里，动弹不得。只是这样的动作就越显得异样明显。安分点，齐朝侧咬牙道。可困住了手脚，头还是能动的。林轩言往男人已经被蹭开衣襟的胸膛上落下吻来，缱绻厮磨。果不其然，下一刻就听到了头顶男人的闷哼声。林轩言，齐朝侧气得直呼其名：“你是仗着自己有孕，朕不敢动你吗？”太医说，嫔妾现在已经4个月了，是可以同房的。林轩言的声音越说越小，只要动作小心些。只是再怎么害羞，这话说出来还是够大胆的。偏他说完，还将脸埋进男人的胸膛里，紧张的呼吸若有似无，却如一把小钩子，勾得他上不来也下不去。看来朕的心疼是多余了。齐朝侧咬牙说完这句，就翻身将他整个人附在身下，细细密密的 whim 如同密集的雨点。暑热渐退，房间里气温却在攀升。一场云雨过后，齐朝侧还想再来一次，毕竟顾忌着林轩言怀孕，总是放不开手脚，又怎能尽兴？尤其是这段时间，林轩言的身子渐渐丰腴起来，比起以往又别有一番滋味。然而林轩言已经累得睡了过去，齐朝侧看着烛火下恬静的睡颜，只好强逼着自己忍下来，还认命的给他清洗身体。齐朝侧，还有6个月，你给我等着。而林轩言许是酣畅淋漓了，这一晚睡得格外香甜，就连皇帝走时都只迷迷糊糊的听到点动作，不耐烦的翻了个身，又继续睡了。以往多半也是这样的场景，但这次的齐朝侧却格外的不爽，却又拿他没办法，只能黑沉着脸任由工人给他更衣洗漱，吓得他们噤若寒蝉。只是待皇帝一走，林轩言竟强撑着睡意将知顺唤了过来。主子，知顺垂手站在床边，您有何吩咐？林轩言打了个哈欠，连眼睛都没睁开，待吩咐完后又睡了过去。第151章刺客。哎呦！林轩言刚到御花园时，就听到林深处传来一句呼痛声：“护驾！”鞍山更是一声惊呼：“快保护陛下！”吓得林轩言下意识的就想往外跑，结果一阵兵荒马乱后，就听到齐朝侧无奈的声音：“一个宫女罢了，大惊小怪。”林轩言与知柳对视一眼，瞬间想到了什么，于是赶忙顺着石子路往里走去。果不其然，平儿被侍卫一左一右的架起，正浑身打着哆嗦。林轩言眼唇惊呼，将众人的视线吸引过来，这才快步走到齐朝侧的身边行礼：“嫔妾给陛下请安。”齐朝侧将人扶起，正要说话，不远处被钳制住的平儿也发现来人是林轩言，顿时高声呼喊：“林美人，美人救救奴婢啊！”林轩言这才转头看向平儿，装作才发现是他的模样，错愕道：“平儿？”知柳也跟着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齐朝侧与鞍山这时发现眼前这名宫女似乎有些面熟，齐朝侧拧眉，表情不善，只是面对林轩言时口气缓和了几分：“轩儿认识，是宁真殿陶宝林的宫女。”林轩言呐喊：“陛下，她怎么了？”齐朝侧瞥了鞍山一眼，鞍山尴尬一笑，回美人：“这位平儿姑娘不知为何爬到树上去了，陛下刚走到树下就掉了下来。”说到这，鞍山颇为不好意思的咳嗽2声，奴才一时没看清，以为是刺客。林轩言眨眨眼，又看向平儿，这时的平儿因为刚才的大声呼救，已经被侍卫捂住了嘴，唯有泪2行，脸上精心打扮的妆容都哭花了。别说小家碧玉了，这要是大晚上的，保不齐以为见鬼了。见林轩言有些被吓到，齐朝侧皱眉将人往怀里揽，挡住他的视线：“你大早上的跑来御花园作甚？”鞍山大声喝道。虽然平儿摔下来后痛得在地上呼痛，并没有往皇帝身上扑，且林轩言也叫出了他的身份，但该有的流程还是要走的。侍卫这才松开平儿的嘴：“回陛下，奴婢是想给主子采一些桂花回去，这才来了这里。”听到这理由，众人的眼神一变，鞍山更是指着一旁的桂花树厉声道：“这花伸手可摘，怎至于爬到树上去？还不速速招来！”平儿被鞍山的问话吓得又是一哆嗦，说不出话来。
林轩言皱了皱眉，不会他才选好的棋子，这就要废了吧？就在鞍山挥手准备让侍卫将其带下去时，平儿忙道：“回公公，这是奴婢老家的习俗，说是开得越高的桂花，用来泡茶酿酒越好。奴婢真的是来采花的，并没有旁的心思，望陛下明鉴。”平儿哭哭啼啼，鞍山眼风一扫，侍卫连忙又将平儿的嘴给捂住了。这时林轩言笑道：“陛下，嫔妾入宫前也经常听到一些生活习俗，像什么莲子要取最中间的那颗，最嫩最好吃。乡下嘛，总是会有些稀奇古怪的习俗。”支流也在一旁连连点头，这让众人的脸色稍缓。不管平儿的老家有没有这个习俗，如果他不敢回话，林轩言是不会开口的。可他有这个胆子，才值得林轩言出口相助。有野心是好事，若是没有胆量，那也没有培养的需要。陶宝林素日里最是老实本分，想来也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林轩言又补了一句。齐朝策颔首，这才看向平儿，淡淡吩咐道：“看在林美人的面子上，朕就不追究了。”侍卫松开手，平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哆嗦着身子磕头道：“奴婢谢陛下与美人大恩大德。”齐朝策却是看都没看，揽着林轩言往别处赏桂花去了。工人与侍卫自然也跟着四散开来，而平儿则是被工人请出了这片区域。平儿走出桂花林，听着身后隐隐约约传来的欢声笑语，狠狠地擦了把脸，随后捂着腰间脏污的一块，头也不回地往宁真殿走。昨日陛下一来，他便装作不经意地在天照榭附近转悠，好不容易才打听到陛下约林美人赏桂花。那时他还不知道具体时辰，可今日却也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无论是脸上的妆容还是身上的服饰，无一不是仿着林美人爱用的物件。用料是差了点，可若是他能飞上枝头，林美人有的，他自然也能有。中御公府不负有心人，林美人许是有孕嗜睡的很，陛下吩咐的软觉都到了，他还磨磨蹭蹭的不肯起床。直到走出御花园，平儿才回首往桂花林的方向望去，皇帝与林美人的身影已经全然看不到了，但他的耳边却似乎还萦绕着两人的笑语。平儿深吸口气，捂住耳朵，继续往回走。那时的林美人不肯起床，她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机会，赶紧找了个借口就往御花园赶。她到时陛下也还没来，桂花林里安静得很。想着前段时间打听到的消息，林美人与陛下的相遇，就是林美人从树上跌落，被陛下接了个正着。于是她也往桂花树上爬，好不容易等来了陛下，结果她松手往地上坠去，等来的却是陛下毫不留情的一脚，随后更是被当成了刺客，被侍卫死死地钳制住。凭什么林美人可以，常常在可以，为什么她不可以？明明她小时候是村子里长得最好看的小姑娘，平儿的手从耳朵移到脸上，眼泪被她硬生生的忍住，唯有紧盯着地面的瞳孔似乎愈发幽深。而这边在桂花林里的齐朝策与林轩言却是言笑晏晏，丝毫没有受到平儿的影响。俩人将桂花林逛了一圈后，这才在林轩言的迫不及待下相携往林中的亭子走去。亭中此时已备好了点心与热茶，只待主子们前来享用。方一落座，林轩言便连忙抱住齐朝策的手臂摇了摇，撒娇道：“陛下就说嘛，表哥到底是什么名次？”齐朝策也不卖关子了，只是说话前却故作高深的叹了口气，悠悠道：“是会员。”林轩言被那声叹息弄得心一紧，故而齐朝策说话时都没反应过来。第152章，皇后有请。林轩言眨眨眼，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气鼓鼓的往齐朝策的手上来了一拳。陛下惯会拿我取乐。一旁的工人更是捂嘴偷笑。而在后日的殿试上，于景明更是不负众望的拿下了状元，3元及第，这放在史书上都是能留下一笔的。哪怕是皇帝都能跟着在史书上自吹自擂一番，若不是他治理有方，怎能得闻屈星下凡？更别说是林轩言了。于景明的会员名头一出，就有好些个妃嫔想上门拜访。如今3元及第，要不是有太后的2位嬷嬷拦着，天照榭的门槛早就被踏烂了。但即便如此，各宫的赠礼也是纷至沓来，好不热闹。就连朝中那些个看林家人不顺眼的大臣，也不好再以家事来攻坚林轩言。毕竟林轩言自幼不长于侯府，又是此次巫蛊案的受害者，如今更有位3元及第的表兄。若论家世，许是这位林美人更效外家呢。林轩言更是高兴地吃了2大碗饭，饭后愣是走了一个时辰来助消化，然而刚消化完又饿了。林轩言叼着糕点含糊道：“知信，给我准备笔墨，我要写信去于家。当然，除了祝贺于景明3元及第，自然还得写上有关荀翠的事。”自皇后娘娘小产一事，林轩言便已认定当年母亲的难产而亡就是商素动了手。本来他以为林家还会如前世一般落得男死女继的下场，故而没对商素动手。可如今偏偏林家只落得个流放的结局，他不想再出意外，商素必须得死。至于林云飞，林轩言出神地看着信纸，他名义上的父亲对母亲当年的死是否知情呢？林轩言最后还是只写上让荀翠想办法将商素杀死。至于林云飞，
他则是写上了太医对皇后小产的诊断，由香珠去判断。知信将写好的信收好，马不停蹄地将信送出去。知信回来时，手里提了个食盒。这是什么？林轩言疑惑问道。毕竟自从天照榭有小厨房后，他就再未吃过外面的吃食了。知信将食盒放到桌上，笑道：“主子，奴婢回来时正好撞见要给您送桂花糕的人才人，因遇到了奴婢，便干脆让奴婢带回来了。”林轩言看了一眼还没拿出来的糕点，还未说话，一旁的燕嬷嬷便抚掌笑道：“小主才刚吃完不少糕点，眼下想必吃不下，不如赏给奴婢吧，奴婢最爱这口了。这桂花糕还是刚出炉的时候最好吃，明日奴婢们去摘些桂花回来，让小主趁热吃。”林轩言笑了笑，对于燕嬷嬷的提议欣然应允。燕嬷嬷喜不自胜地提了食盒下去，林轩言抚着小腹柔和微笑。未怀孕时她都不太吃外面人送的吃食，更何况是眼下呢？燕嬷嬷这番话也是在担心她会吃外面不干不净的东西。今日皇帝要去琼林苑与新科进士君臣同乐，按理说应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才对，可才将这些桂花糕打发，长秋殿来人了。主子，长秋殿的工人过来传话，说是为了庆贺大景朝出了位3元及第的状元郎，特邀和宫妃嫔去御花园赏花庆贺。您是状元郎嫡亲的表妹，望您定要出席。知柳急匆匆进内汇报。林轩言眉头紧皱，他日日闷在这方小小的天照榭里，不就是担心在外走动被人冲撞吗？可偏偏是皇后有令，太后派来的2位嬷嬷也拦不住。见林轩言沉吟，知柳小声提议：“那奴婢去回绝他。”算了。林轩言叹气：“皇后娘娘有令，岂可不去？你去回话，就说我定准时到。”知柳应声退下。知信看着林轩言面无表情，上前宽慰道：“主子不必太过担忧了，今日让奴婢、知柳姐姐还有2位嬷嬷都去，不会有事的。”林轩言被知信逗笑：“那你让知顺一个人守着，那他又得抱怨了。”知信撇撇嘴：“他一个守门的太监，他不守着还想去哪儿？”林轩言好笑的摇头：“护着他固然重要，可天照榭也得有足够的人手守着，以防有人钻了空子。”最后林轩言还是只带了2人，知柳与燕嬷嬷。夏日刚过，白日秋老虎正盛，晚间却凉风四起。燕嬷嬷与如嬷嬷担忧的让林轩言多加件衣裳，身段是什么？保重身子才是最重要的。于是等林轩言出了天照榭的大门时，陶宝林与常常在已等候多时了。实在不好意思，让2位妹妹久等了。林轩言脸带歉意道：“姐姐如今是双身子，嫔妾们略等等也是应当的。”常常在抢先道，脸上笑意盈盈，的确看不出一丝的不耐。陶宝林则是看着林轩言的肚子惊喜道：“几日不见，小皇子似乎看着大了些。”林轩言抚着小腹温柔地笑了笑：“是呢。”随后3人便说说笑笑地往外走。只是皇后考虑到林轩言有孕，早早的就派了一顶软轿在宁真殿门处候着。林轩言看着低眉顺目站在软轿四周的太监，转身牵起陶宝林的手笑道：“这坐了软轿可就不方便与你们聊天了。”说罢，林轩言看向抬轿的太监：“你们回去吧，替我多谢皇后娘娘的美意。”太监们对视一眼，其中一人上前道：“回美人，来前从云姑姑特意吩咐奴才们要将您稳妥的送到御花园，可不敢就这么回去。奴才们走慢些，不会耽误您和2位小主聊天的。”林轩言眸光一暗，走在路上若是有意外，知柳与燕嬷嬷就在身侧，也能及时保护。若是上了软轿，万一出了事，知柳2人就算有心，也只怕赶不来。知柳见状，冷脸上前道：“我家主子不愿做，你们是听不懂人话吗？还不退下？”若是这太监搬出了皇后，林轩言估计还得暗示让燕嬷嬷出声，可只是个从云，就算是皇后身边的大宫女又如何？奴婢就是奴婢。见林轩言主仆俱都沉下了脸色，抬轿太监也不敢多言，当即便抬着轿子告退了。第153章飞花令。林轩言一行人迟迟未到，有些急性子的妃嫔早已不耐烦了，可坐在上首的皇后仍旧一副笑脸盈盈的模样，底下的妃嫔也不好多说什么。待到宫人通传时，众人齐齐往入口处看去，走在正前方的自是许久未在宫中露面的林轩言。只见他浅蓝云雾百褶裙逶迤落地，头上只零星几件钗环，却在星辉与烛火的映衬下越发显得他气质出尘。可最让人嫉妒的还是那微凸的小腹，然而除了肚子显怀，其余的地方却依旧是身姿窈窕，不禁让人咬碎了一口银牙。脸长得好看也就算了，怎怀孕了只大肚子，就算不长斑也得胖点吧。林轩言3人走到正中央行礼道：“嫔妾给皇后娘娘、淑妃娘娘、各位姐姐们请安。”话落，皇后竟是直接从上方下来，亲自将林轩言扶起。林轩言受宠若惊：“嫔妾多谢皇后娘娘。”皇后温和笑道：“陛下可都免了你的请安，本宫哪能受你这里？”话落，林轩言正要说话推辞，皇后却拉着他的手径直往上首的位置走去。林轩言杏眸圆睁，连忙指着苍贵人下手的位置，推举道：“
皇后娘娘，嫔妾该坐那儿的。可这一瞧，却让林轩言脸色大变。按照位分，他应该坐在苍贵人的下手，可如今那个位置已被人才人占了。而陶宝林与常常在正好坐到了剩下的2个位置上，场上满满当当20几个座位，竟只剩下皇后右手边的位置。皇后安抚地拍了拍林轩言的手，笑道：“今日是特意庆贺国朝出了位3元及第的状元郎，美人是状元郎嫡亲的表妹，今日该坐在上首的。”说着，皇后扫了一眼众妃嫔，你瞧，众位妹妹也并未有旁的意见，就与本宫坐一块吧。见此，林轩言也只好行礼谢恩，只是才刚屈膝，又被皇后给拦住了。林轩言只好站着谢恩，多谢皇后娘娘恩典。你们瞧瞧，皇后无奈一笑，状元郎的表妹就是不同，说不要她行礼，拦都拦不住。周遭的妃嫔们也俱都笑作一团，纷纷迎合，看上去倒是其乐融融。就连淑妃也未对此有别的意见，见林轩言坐在上首后，还朝着他笑了笑。御膳房的佳肴陆续端上来，很快便摆满了一桌案。林轩言看着桌上不乏荤腥的菜肴，有些庆幸的松了口气。幸好他现在已经不孕吐了，不然这一桌子菜刚端上来，就得吐个昏天黑地。只是这些菜实在香得很，他来前才吃了一顿，现在看着这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口水又开始疯狂分泌。林轩言安抚地摸了摸肚子，咱不闹，回去再吃。后宅中有不少女人就是吃了顿饭就见红小产的，后宫争斗只会更严重，能不吃就不吃。但话是这么说，林轩言还是得装模作样的夹些菜，略微过过嘴。只是才刚夹了一筷子青菜，身旁的皇后举起酒杯，朝着林轩言道：“林美人，本宫敬你一杯。”说罢，皇后便仰头一饮而尽，完全不待林轩言拒绝。林轩言见状，只好给自己倒了杯茶水，连忙起身回敬：“嫔妾以茶代酒，望皇后娘娘不要见怪。”说罢，也一饮而尽。当然，林轩言也只是在唇边碰了一下，剩下的茶水全借着袖口的遮掩，倒进了早已备好的纯棉帕子里。只是皇后敬完，剩下的妃嫔也纷纷起身敬酒，纯棉帕子再吸水也扛不住啊。林轩言正头疼，皇后解围道：“你们是不是打算就让林美人光喝茶，不让她用膳了？”皇后瞪了众人一眼，随即又笑着看向林轩言：“你喝一杯就够了。”林轩言松了口气，乖巧应是，低声道谢：“多谢娘娘。”待酒过3巡，众妃嫔们用完膳后，宫人们纷纷上前撤下膳食，重新摆上茶酒点心。显然这次的筵席还未结束，今日好不容易众姐妹聚在一起，趁着夜色正好，不若来场飞花令。皇后笑道：“本宫做裁判，便不参与了。接得最好的，本宫有赏。”当即便有妃嫔笑着应是：“皇后娘娘只给头名吗？那今日的奖赏看来只能由邓昭仪得了。邓昭仪出自姨苏邓家，桃李满天下，这样人家的女儿自然是书香底蕴十足，更遑论进宫这段时日来，其才名早就是人人皆知了。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我倒觉得应是林美人，状元郎的表妹又岂能差了？”林轩言脸上的笑容一僵，凝目望去，竟又是那死灰复燃的柯嫔。别的妃嫔更是停住了方才的欢声笑语，场上竟难得的出现了一瞬间的安静，但很快又笑了起来，仿佛柯嫔的那句话从未说过。毕竟场上的众人除了那么1-2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谁不知道林轩言自幼养在乡下，除了一手字上能见人，其余没一项精通的。状元郎的表妹又如何？还不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只是碍于今日的场合，不好说什么，否则一个全家流放的罪臣之女，怎么也得暗戳戳的嘲讽几句。柯嫔见众人不搭理他，还欲开口说话，就听淑妃语带歉意道：“那臣妾也跟着娘娘不参与了，臣妾舞枪弄棒惯了，这些个诗词歌赋从小看了就头疼，这飞花令实在是不会玩。你呀，就会躲懒。”皇后虚空点了点淑妃：“行，那就只有你不参与。”皇后看向其他的妃嫔：“你们可不许同淑妃一般找借口。”众妃嫔齐齐应是，这下林轩言的借口还没说，就直接被挡了回去。倒也不是林轩言不会诗词歌赋，虽然不能够流芳百世，但在青楼磨练久了，悲春伤秋、无病呻吟的酸诗，说不得还比在场的一些妃嫔做得更好些呢。只是他一直就是个脑袋空空的形象，现在要他作诗，实在为难。可表哥刚考上状元，他就在后宫拉后腿，也不太好。主要是他还想借着表哥的东风，洗洗自己身上林家的负面名声。第154章，林轩言见红。只是林轩言的担忧显然是早了些，飞花令还未轮到他，过来续茶水的宫女竟脚底一滑，直直的往林轩言身上摔去。林轩言瞳孔一缩，只是距离隔得太近，他只来得及护住肚子。主子！知柳惊呼，连忙往林轩言身上扑，想要护住他。一旁的皇后也吓得连忙倾身，想要护住林轩言。一时间，上方这处小小的空间竟乱作了一团。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待尘埃落定时，林轩言已从椅子上跌落了下来，幸好有烟嬷嬷铺在地上做了人肉垫子。疼！
林轩言大脑一片空白，好疼！摔是没摔着，又有支流与皇后给他挡在上面，只是他的肚子却被人趁着混乱狠狠地撞了一下。纵使他已经紧紧地护住了微凸的小腹，但仍然受到了伤害，疼得厉害。听到林轩言虚弱的呼痛声，皇后连忙起身，滚烫的茶水多半泼到了他身上，此刻也只能忍着疼痛厉声喝道：“还不快叫太医！”知柳这才能起身，看着林轩言身下浅蓝色的宫装已经被鲜血浸透，顿时呼吸一滞，脸色苍白。而林轩言更是面如白纸，眼泪扑簌簌的掉，手依旧紧紧地护着肚子，却不敢往腹部看一眼。知柳，孩子有事吗？只是一句话的功夫，林轩言的额上便冒出了细密的冷汗来。知柳连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蹲下来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安抚道：“没事的，主子没事的，太医很快就到了，待会喝些药就会没事的。”可是好疼！林轩言皱着眉，显然是不信知柳的话。小主，您向来身子康健，龙翼也很健康，不会有事的。燕嬷嬷抱着林轩言不敢撒手，语气肯定道。只是他虽然没有看到那滩血，但俩人紧紧挨在一起，透过衣上的温热触感，除了鲜血还能是什么？而其余的妃嫔经过最开始的惊呼后，此刻早就吓傻了，坐在原地不敢动弹。只有陶宝林急得都要哭出来了，只是他人微言轻，也怕自己过去是添乱。太医来得很快，尤其是看到林轩言身下蔓延的红痕，吓得腿都要软了，但很快便专业的分工合作，一人负责给林轩言把脉，一人则展开针灸包，开始给银针消毒。除了躺在地上抱着林轩言的燕嬷嬷，其余人等都退让开来给太医看病。还有太医要来给被烫伤的皇后看伤，却被皇后直接拒绝：“皇嗣要紧，本宫不碍事。”娘娘，您这伤也等不得，让太医给您。从云担忧道。啪！还不待从云说话，就被皇后给打了一巴掌，随即更是厉声斥责：“闭嘴！”接着也不多看从云一眼，又紧张地往林轩言那边看去。下手的妃嫔更加屏住呼吸，生怕自己发出一点声音惹来皇后的发怒。除了上次查出巫蛊案时，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向来温婉大气的皇后娘娘这般失态。太医们顾不上这满堂的莺莺燕燕，把完脉后连忙去开药方和针灸。不久前还热闹非凡的御花园，此刻除了风声，也就只剩下太医们商谈时的低语。就连太后急匆匆赶来，见到这幅场景，也只是脸色阴沉的低声询问。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为首的太医抹了把额头上冒出虚汗，朝着皇后拱手行礼道：“回皇后娘娘，皇嗣保住了。”这话一出，众人齐齐松了口气，只是内心是欢喜还是愁，就只有各自才能品味了。皇后更是脚一软，往从云身上倒去，嘴里不住喃喃道：“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太后一时双手合十，念了几句佛号，唯有林轩言一直强撑着，听到孩子没事，终于忍不住眼一翻晕了过去。这眼一闭，登时吓得太医们又是一阵兵荒马乱，几人把脉后确认情况并没有变差后，这才又是抹掉虚汗回话。待林轩言醒来时，已经回到了天照县，窗外阴沉沉的传来雨拍屋檐的声音，一时间分不清时辰。一旁守着知信见到林轩言睁眼，连忙蹲到床前，忙不迭地问道：“主子您怎么样？可要喝些水？”只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还不待林轩言心底发沉，如嬷嬷连忙倒了水过来，将知信推开，慈祥笑道：“小主，皇嗣无事，您平日将身子养得很好。”知信也反应过来，赶紧将眼泪擦掉，连连点头附和。林轩言摸着自己仍旧微凸的小腹，长长的舒了口气，万幸。第155章，有人故意害我。小主，喝些茶润润嗓子吧。如嬷嬷将林轩言小心地搀扶起来，知信连忙拿个软枕靠在林轩言的身后。林轩言就着如嬷嬷的手喝水，但很快他想到了什么，猛地抓住如嬷嬷的衣袖道：“嬷嬷，是有人害我，有人故意往我肚子上撞。嬷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护住肚子，支流也及时扑了过来。那个宫女摔倒的方向已经朝左了，就算有一部分身体会碰到我，也不可能力道那么重。是有人趁着混乱，故意狠狠地在我护着肚子的手上狠狠撞了一下。”如嬷嬷与知信的脸色早已大变，宫中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巧合，更何况是得了林轩言有关当时的感受。小主别急，那个端茶的宫女已经被送去慎刑司了，相信很快就能查出来了。如嬷嬷将茶杯放到一旁，安抚道。林轩言却依旧是将如嬷嬷的衣袖攥得死紧，摇头道：“不，我要见陛下，我要亲自和陛下说。如果慎刑司有用，皇后小产怎会查不出真凶？林寒冬也不会被人用巫蛊娃娃陷害。这世上多的是法子，让人说不出真相来。”说着，林轩言就要从床上起来，吓得如嬷嬷赶紧将知信将他按住。“主子，太医说您要卧床静养，可不能下床。”知信忙道：“您起码要在床上躺1个月，否则还是会有小产的风险。”听到这话，林轩言一怔，如嬷嬷与知信连忙趁着这功夫让林轩言躺好，
被子都掖得严严实实的。不过他也不敢再闹着要去见皇帝就是了。见林轩言安分了，如嬷嬷冲着知信道：“你速去跑一趟，争取让皇上一下朝就过来。”知信点头，扭头就往外跑。接着如嬷嬷又安抚林轩言道：“昨夜陛下从琼林院回来后，在您这儿待了许久，只是您一直没醒，不知道罢了。眼下您有事情，陛下定会第一时间过来的。您现在应该饿了吧？奴婢给您端早膳过来，可好？”林轩言点点头，劳烦嬷嬷了。如嬷嬷躬身退出房间，寝卧里一时间只剩下林轩言一个人。昨夜的桩桩件件如走马灯一般在他眼前一一闪过，会是谁对他下手呢？皇后。皇后除了他去世集那次让他端了许久的药碗外，素日对他都很和善。他知道后宫的人不能只看表面，可若他是皇后，是绝不可能在昨日的筵席上下手的。毕竟筵席是皇后举办的，人也是他亲自请的，还特意安排坐在他旁边。若是皇后所为，那就太过明显了。淑妃，淑妃这人对谁都是淡淡，哪怕是皇帝也如此。平日除了请安，就是去剑庭骑马射箭。要不是今年新进宫了位罗昭苑，也是武将的女儿，她连宫妃都不来往的。邓昭仪、罗昭苑还是认才人，常常在。林轩言一一将有可能下手的宫妃在脑中过了一遍，但始终不能确定究竟是谁会对他的孩子痛下杀手。齐朝侧到时，林轩言正在喝药，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总觉得新开的安胎药比之前的苦了许多。轩儿，齐朝侧大跨步迈进寝卧。林轩言抬头望向齐朝侧，眼圈瞬间就红了，豆大的泪珠一滴一滴的掉进了漆黑的汤药中，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嫔妾，林轩言的话还未说完，齐朝侧便已上前将想要起身行礼的林轩言按回床上。太医说你要卧床静养，不必行这些个虚礼。齐朝侧接过如嬷嬷手中的药碗，你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好好养好身体。说罢，齐朝侧温柔耐心的拭去林轩言眼尾的泪水，流泪也对身子不好，可不许哭了。林轩言闻言点点头，垂眸喝下皇帝舀过来的汤药。眼下为人的功夫见长，一勺一勺极尽温柔，可见先前就是没用心罢了。待喝完药，林轩言顾不上口中苦涩，拉着齐朝侧的手，一字一句咬牙道：“陛下，是有人要害我们的皇儿。”此时的林轩言依旧眼圈通红，只是瞪着前方，嗓音恨极。安山一听到这话，连忙用眼神招呼寝卧中的宫人赶紧退下，而齐朝侧则是怔愣过后握紧了林轩言的手，语气焦急道：“怎么回事？”林轩言将先前与如嬷嬷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齐朝侧的脸色肉眼可见的沉了下去。放肆，实在放肆！齐朝侧气得要挥拳，但最后只是虚晃一枪在自己的膝上狠狠捶了一下。第156章3封信。安山！齐朝侧怒声唤道。安山赶紧推门进来，躬身道：“陛下有何吩咐？”速派人去查那宫女的父母亲族，若她不说实话，让她全家陪葬。齐朝侧厉声道，几乎是咬牙切齿。安山赶紧领命退下，林轩言装作被吓到的模样，瑟缩了一下，得来了齐朝侧安抚的怀抱。别怕，朕一定会给你和皇儿一个交代。男人温暖的怀抱让林轩言放松下来，点了点头道：“嫔妾相信齐郎。”只是齐朝侧似突然想到什么，松开林轩言道：“朕突然有些事，晚些再过来。”林轩言下意识地拽住齐朝侧的衣袖，反应过来后赶紧放开，乖巧点头，只是不忘提醒道：“那陛下处理好了，要记得尽快过来了。”听到这话，齐朝侧不由笑了笑，摸了摸林轩言的小脸，点头。皇帝一走，林轩言就立马招来了知顺，要他去打听皇帝去了哪。约莫2刻钟的时间，知顺急匆匆的进来，低声道：“皇上去了长秋殿。”长秋殿，皇后的宫殿。林轩言默念，是去训斥皇后管理后宫不善，还是皇帝想到了什么？但这些林轩言都不得而知。长秋殿向来管理的极严，消息难以传出。林轩言只知道午膳时，齐朝侧又匆匆回了天照县陪他用膳，且这一陪就是3日，宫中不知有多少妃嫔因此羡慕嫉妒。只是谋害龙毅的幕后凶手还未抓到，众人也只能将这份心思藏在心中，免得惹火上身。而这3天里，那名宫女愣是咬死了自己是不小心，并非故意，其余方面也未查到异样。对于这个结果，林轩言早已有心理准备，现在就只能从他的父母亲族身上找找线索了。林轩言将心思从推测真凶上收回，看向一旁的知柳道：“将信拿给我。”知柳应声，随即出了房间去拿信。这3天也是凑巧，1日1封，恰好凑了3封信。只是碍于皇帝在跟前，不方便去看，硬生生拖了这几日。很快，知柳便重新回到房间，从怀中将信递给林轩言。第1封信是余家寄来的，第2封信是知信老家寄来的，唯有这第3封信。这封信是谁送来的？林轩言将第3封信从中抽出，蹙眉问道。这封信是有人趁着夜色偷偷往知柳塞的。
听到林轩言的问话，知柳目光一凝，看着林轩言缓缓道：“是宁真殿新来的洒扫宫女，红豆送来的。她送信时与奴婢说了3个字。”知柳顿了顿，道：“林侯爷。”林云飞。林轩言皱眉，此时距离林家锒铛入狱已近3月，更是在流放路上走了1个多月，怎偏这时送了封信来？主子放心，知顺正盯着那红豆呢，若有异常，定会及时禀告给您。知柳道。闻言，林轩言舒展眉头，淡笑道：“辛苦你们了。”知柳也笑着摇头，柔声道：“是奴婢们分内之事。”林轩言首先展开红豆送来的信，信中不似以往总讲些虚词，这次一来就介绍了林家安插在宫中的眼线，只在末尾处提了一句：“女儿，你如今是林家唯一的希望，为父无能，只能望你承奉，早日将林氏从深渊中救出。”落款处是林云飞的私印，本该是红色的章印，此刻已经泛黑，似乎还能闻到他当初落到纸上时的血腥味。林轩言将信纸递给知柳，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微笑：“你也瞧瞧。”知柳赶忙接过信，林轩言则看起了于景明送到宫中来的信。林轩言本是送信过去道贺的，却偏偏在于景明参加琼林宴时发生了意外，使得这封回信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喜气，全是表达对林轩言的关心，只在最后提了一句：“于景明不日将回乐陵县，待接了妻子再回都城。”也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按照传统，状元郎皆要进翰林院，从6品的修撰做起。这件事林轩言早在皇帝的口中就已经得知了，甚至还从皇帝口中求来了恩典，待于景明接到妻子后，准允其妻进宫与林轩言见面，否则按林轩言现在的位分，这辈子都别想与家人见面。而隐在信纸中的消息，则是香珠姑姑的字字泣血。香珠早就怀疑小姐的死并非如表面那般，只是她找不到证据，况且就算找到证据又如何？林云飞那狗贼在老爷被先皇一路贬谪时，就对小姐一改往日恩爱，甚至在商见人进府前就珠胎暗解。偏偏小姐看不透，以为林狗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喝了无数汤药，想尽办法怀上了孩子，可等来的却是血崩而亡。就算有证据，又有谁会信他？只会平白惹来商见人的暗下杀手。若是他死了，小姐拼死生下的小小姐没人护着，要如何长大？早在林轩言的上封信寄去前，香珠就买通了要让商素死在流放途中。至于林云飞，香珠也没打算放过，只是林云飞毕竟在朝中耕耘多年，他的命短时间不好取。第157章，知信值得。对于林轩言的想法，香珠自然是同意的，只是不免又感慨一番，他自幼抚养长大的小姐究竟在宫中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他行事一改往常。从巫蛊案起，香珠就将之前林轩言的安排一件件串联了起来。很显然，林轩言一定是早就知道会有这遭，才会早早就做了安排。但他仍然选择眼睁睁地看着林家的大厦倾颓，宁愿背负罪臣亲眷的名头，也不愿再让林家众人继续享乐。尤其是听到林轩言在宫中遭人推倒在地，孩子险些保不住，更是让香珠愤怒担忧不已，恨不得回到当初让自己陪小姐进宫。只可惜事已成定局，香珠只好在信里塞了不少银票。她如今在宫外做不了别的，唯有努力打点好产业，供小姐在宫内不缺银钱。林轩言手里拿着薄薄的几张银票，看着香珠姑姑写的信，几乎让他落下泪来，只是顾及到腹中孩儿，连忙抬头往上看，将眼泪硬生生憋回去。这时知柳也看完了林云飞寄来的信，见到林轩言眼圈通红的模样，不由担忧地唤了一句：“主子。”林轩言露出一个笑容来，摇头道：“我没事，只是有点想姑姑了。香珠姑姑现在在于府，定比以前开心许多，主子不必太过挂怀。”知柳劝慰道。林轩言点点头，拿出最后一封信，知信的家书，不由蹙眉道：“知信的家书为何不直接给他？可是有问题？”知柳连忙嘘了一声，示意林轩言声音小点，随后又打开门窗，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知信不在，这才重新回到榻床衣。林轩言一见到知柳这副举动，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连忙将信抽出来阅读起来。信上只寥寥几个行字，说是家中突发暴雨，屋顶被雨水渗漏，父亲遭风邪入体，没过2日便咽了气。林轩言的心猛地一沉，知信的老家距离圣天颇远，就算快马加鞭，这封信少说也是写于半月前，而那时他寄去银票尚在路上。也就是说，知信的父亲别说是去县城、府城看病，就连个体面的葬礼说不定都没有。主子，知柳蹙眉轻声询问，要不要告诉知信？林轩言放下信纸，长叹一声，自然要告诉他，这种事情怎能瞒着？就算瞒得了一时，还能瞒过一世吗？晚些时候你让他进来，我单独与他说。不行，知柳下意识拒绝，您正需要休息，这事让奴婢去与他说就好。林轩言摇头，只道让我来吧。随后便转移话题，林云飞的信你看了，有何想法？知柳见状，也只好不再去为知信的家事争论。奴婢觉得不用白不用。知柳未作多想道。
林轩言却是轻笑一声：“你有没有想过，在林家倒台之前，这些人是谁在用？”答案呼之欲出。林轩言进宫前，林云飞只是给他介绍了一遍宫中妃嫔的情况，进宫后更只是逢年过节的送封家书，送点节礼，让人挑不出错罢了。如今林寒冬一倒，宫中的人脉便呈到了他案前来了。知柳也想到答案，当即眉头倒竖道：“那便不用，谁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还念着旧主？”知柳虽然平日里看着谨小慎微，但实际上与知信一般，是个爱憎分明的小姑娘。林轩言不由被她这副模样给逗笑了，拿着信纸点了点其中几个人，道：“你确定要将这些人给丢掉？”不得不说，林云飞还是颇有手段的。皇帝、皇后、淑妃与太后的宫中竟各安插了一人，虽然皆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盯着动向也够用了。不仅如此，太医院也有人脉，虽然林云飞特意注明林家倒台后不确定是否可用，但毕竟曾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总比林轩言重新去拉拢一位要来的好。除此之外，还有这位特意转到宁真殿的红豆，这可是位难得的人才，善医术，尤善女科二。不过正如知柳所说，用林寒冬的救人的确有些棘手。林轩言沉吟片刻，让知柳将信纸烧了，淡淡道：“你让知顺盯紧他，若他主动找上来，第一时间告知我。”知柳点点头，将于林送来的信纸一一烧成灰烬，清理干净后便退了出去。不消片刻，知信便扬着笑意走了进来：“主子有何吩咐？”林轩言抬手让知信在榻床上坐下，笑着摸了摸他的头，但随即叹了口气，将怀中的信纸递给他。知信的心咯噔一声，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接过信纸迟迟不敢打开，抬头看向林轩言，企图从他的眼眸中看出端倪。“主子。”林轩言避开知信的眼神，垂眸放缓音调道：“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这句话让知信脸上的血色尽失，心里念叨着不会不会，颤抖着手将信纸打开，却几乎是一眼就看到了父亲亡故的字眼。啪嗒啪嗒，泪水打湿信纸，知信泣不成声。林轩言在心底叹了口气，安抚地拍了拍知信的背。无言的安慰让知信的眼泪更加汹涌，但他却很快强逼自己咽回了眼泪，哽咽道：“奴婢失态了，望主子责罚。”“此乃人之常情，我岂会因此责罚于你？”林轩言柔声道：“若是哭一哭能让你心里好受些，便哭吧。”听到这话，知信终于绷不住了，直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要不是有知柳在外拦着，燕嬷嬷二人吓得都要直接闯进来了。待知信哭得差不多了，林轩言拿着手绢将他脸上的泪水轻柔地拭去，安慰道：“你爹爹在天有灵，定希望你每日都是开心的。”听到这话，知信没忍住，眼眶又是一湿，连忙眨眼将眼泪逼回去，仰着头重重嗯了一声：“奴婢知道，主子对奴婢这般好，奴婢今后定日日都是开心的。”林轩言没忍住点了点知信哭得通红的鼻头，温柔笑道：“我待你好，那是因为你值得，傻姑娘。”呜呜！知信没忍住抱住林轩言的手臂，又是一阵嚎哭：“主子！”林轩言只得又拍着知信的背以作安抚，蹙眉佯作忧心忡忡道：“这般哭下去，若是哭坏了眼睛，我日后可还如何用你？”知信连忙抬头胡乱地擦掉眼泪，抽噎道：“奴婢不哭了，奴婢今后要日日守在主子身边，还要看着小皇子长大。”第158章脏东西。没过2日，红豆便主动找上了知柳，问他可有将信送给林轩言。听到这个消息，林轩言勾唇一笑，吩咐道：“找个理由带他去库房，将林寒冬送来的那些个玩意儿，要他去辨认一下，里面有多少是藏了毒的。记住，在他辨认之前就告诉他，全是林寒冬送来的东西。”知柳有些不解，但仍是领命退下了。林轩言躺靠在床上，就着日光欣赏自己的纤纤玉指，就怕红豆不主动，若是隐忍才显得他可怕，他越是沉不住气，林轩言才越敢用他。知柳与红豆的速度很快，1日午后，知柳便境内禀告红豆的检查结果了。启禀主子，红豆不仅检查出了我们曾经挑出来的那些，甚至将我们没能发现的也检查了不少出来。听到这个结果，林轩言不出意外的冷笑一声，眸光寒凉道：“他可有查出那些东西上都是些什么毒？”知柳的嗓音一沉，恨声道：“俱是些会导致人不孕或小产的药物。”且红豆说。知柳深呼吸了一口，才接着道：“其中有不少东西上的毒性是会沾染到附近的东西上，纵然毒性会变小，但日积月累下，终究是积少成多。”林轩言不置可否的点点头，找个时间让他将库房里其余的东西也检查一遍。知柳应声，又道：“主子，奴婢会尽快将这些脏污之物清理出去。”谁知林轩言却连忙制止：“不可，这些脏东西我还有用处。”知柳诧异，但见林轩言没心思解释，也只能将疑惑深藏心底。至于红豆本人，还是得继续观察，谁知道这是不是林寒冬用来投诚的手段？但这些事全都只能一一吩咐下去。林轩言甚至都没亲自见上红豆一面，毕竟红豆此刻只是宁真殿的洒扫工人，
偶尔找个理由让他敬天照谢帮忙就够了，再弄出些什么动静，难免让燕嬷嬷二人起疑。再一个，林轩言需卧床静养，也不太想让外人随随便便进他的寝卧，免得带进了什么脏东西进来。对待腹中孩儿，他觉得怎样谨慎都不为过。说起这个来，林轩言便不由想起了皇帝。自从他见红，皇帝3天2头就往他这里跑，甚至隐隐有超过巫蛊案发生前的频率。要不是每晚都不在他这儿过夜，还不知要羡煞多少妃嫔。但即便如此，依旧有不少手绢被撕破了。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林轩言摸着肚子忧愁地想着，他倒宁愿希望皇帝晚上偷偷过来，眼下如此高调，岂不是将他放在火上烤？尤其是不能下床，身子日渐丰腴，林轩言生怕自己便丑在皇帝心中留下丑陋的一面，终究是以色示人罢了。就在林轩言快要能下床时，从端茶宫女亲眷那儿查到的线索终于呈到了御前。齐朝策看着纸上写着的名字，拳头紧紧捏了起来，怒声唤道：“安山！”皇帝的怒吼吓得太初宫的宫人无不抖3抖，心里默念皇帝看不见他们，但是安山不行，只能冒着冷汗低头上前躬身。陛下有何吩咐？将这纸交给皇后。齐朝策沉声：“后宫遭污，她身为皇后，近来实在失职。”这话说的重极，殿内的宫人连同安山吓得齐齐跪下，却不敢发出一声声音，反倒愈加死寂。最后还是安山咽了口唾沫，小声道：“陛下，皇后娘娘今年遭遇大祸，有些纰漏，也属正常。”可齐朝策顿了顿，仍是冷哼了声：“在其位，谋其职。”安山不敢再说了。皇帝显然此刻正在气头上，他怕自己越是开解，反倒越是火上加油。安山轻手轻脚地从地上爬起，合上桌案上的书信，小声道：“奴才这就去长秋殿。”齐朝策没有说话，安山小心翼翼地退出太初宫，心有余悸地回头望了眼，呼，气头上的陛下，还是让乐生去感受吧。收到信的皇后动作很快，不消几个时辰，端茶宫女在确凿的证据下，终于吐露了实情。主子，知顺匆匆走进内殿，皇后娘娘带着大批宫人去了瑶光殿。林轩言眉头一皱，一旁的知信忙道：“你快别卖关子，皇后娘娘去瑶光殿作甚？”瑶光殿住着怡美人，自从林寒冬倒下后，皇帝就极少召见这位以往与林寒冬交好的怡美人了。听到知信的问话，知顺深呼吸了几口气，让自己的气喘匀，这才赶忙道：“回主子，皇后娘娘是从慎刑司出来后便直接去的瑶光殿。”听到这话，林轩言放在颈背上的手瞬间握紧。慎刑司里能值得皇后兴师动众的，除了那个往他身上倒的端茶宫女，还能有谁？林轩言气得当即就要从床上起来，恨不得亲自去撕烂怡美人那张脸。尤其是怡美人以往与林寒冬交好，这事说不定还与林寒冬有关，如何能让他不恨？吓得知信与知顺连忙上前将林轩言按回床上，焦急道：“主子，您要替小主子考虑，眼下还不能下床啊。”听到这话，林轩言深呼吸了好几口气，才勉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恨声道：“知顺，你去瑶光，不，你去拜托陶宝林，跟着他过去看看。”知顺立马点头，确认林轩言确实没在挣扎着要起床，这才放心的往外走。只是他才刚摸上门把手，就听身后的林轩言传来一声痛呼，吓得知顺又忙走回去。知信更是吓得花容失色，看着林轩言捂着肚子呼痛，连忙扬声冲着外面喊：“快去请太医！”天照谢的众人瞬间人仰马翻起来。谁知林轩言过了一会儿，竟眨了眨眼睛，脸上慢慢爬上笑容，带着不确定的欣喜，好像是孩子踢了我一脚。知信与知顺脸上的焦急瞬间一顿，脑子有些没转过来，傻傻问道：“是小皇子动了？”见到林轩言点头，俩人瞬间松了口气，脸上也跟着笑了起来。按理来说，4个月大时就能感觉到腹中孩子的动静，但许氏那一状，林轩言一直没感受到腹中的动静，让他担忧不已。要不是日日有御医把脉，他怕是要以泪洗面了。今日总算等到孩子的动静，他终于能放心了。第159章，不眠夜。怡美人，证据确凿，你还有何话可说？皇后娘娘端坐上首，冷眼看着堂下一脸不可置信的怡美人。不可能！怡美人下意识的摇头：“皇后娘娘，嫔妾绝对没有害林美人。”说着，怡美人跪地发誓：“若嫔妾说谎，天打雷劈，永世不得翻身。”皇后娘娘眸光一冷，将端茶宫女的供词和皇帝调查来的证据朝着怡美人扔过去，纸张霎时漫天飞舞。“你自己看，白纸黑字，本宫可没冤枉你。”怡美人连忙捡起一张供词，只一眼，泪水便终于忍不住滴滴落下。怡美人的宫人更是吓得在旁连连磕头求饶：“望娘娘明察，我家主子平日最是和善，绝不可能做出此等蛇蝎心肠之事，娘娘明察。”皇后娘娘看向求饶的宫人，冷声道：“拖下去。”这话让看着正此委顿在地的怡美人瞬间一惊，连忙抱住要被带走的宫女，哭道：“皇后娘娘饶命，嫔妾是被人栽赃陷害的，求娘娘。”
只是以美人话还未说完，皇后却是慢条斯理地端起手边的茶杯，吹了2口热气，道：“来人，将以美人一并带下去。”话音刚落，殿内的太监嬷嬷正要上前，就听见殿外传来太监的唱诺。淑妃娘娘道：“邓昭仪、罗昭苑、柯平，竟是宫中妃嫔来了大半。也是，宫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他们怎能不来瞧瞧？”有不少妃嫔早就到了瑶光殿，直到有淑妃领头，他们这才敢跟着一并入内。殿内的太监与嬷嬷见状，也只能先暂时退下，给皇后娘娘请安。众妃嫔齐齐行礼。皇后摆摆手，脸色不变道：“你们来了倒也好，看看以美人的下场，以免今后走上与她一样的道路。”淑妃在皇后的下手坐下，看向殿中的以美人，微微一笑道：“以美人可是做错了什么事，竟让娘娘如此愤怒？”皇后冷哼一声，示意从云回答：“回淑妃娘娘，9月林美人被推一事，已经调查清楚，为以美人所为。”从云躬声回道。这话一出，殿中不少人眼唇惊呼。虽然皇后娘娘从慎刑司出来后便赶来瑶光殿的行为，已经让他们猜了个8、9不离10，但听到从云肯定的话语，仍是让他们震惊不已。皇后娘娘、淑妃娘娘，嫔妾真的是被冤枉的，嫔妾绝对没有起过害林美人的心思。以美人与伺候她的宫人抱作一团，哭得身子直打哆嗦，真是我见犹怜。皇后眉头一皱，正要说话，就听淑妃开口道：“本宫也觉得以美人素日乖巧，应做不出此等脏污之事。”这话对以美人来说，莫过于天降甘霖，连连点头：“皇后娘娘，嫔妾真的是无辜的。”谁知皇后却是冷笑一声：“陛下已经将那宫女的家人查了一遍，前段日子她的家人莫名发了一笔横财，最后发现是以美人的兄长所赠与，不然那宫女哪肯吐露实情？”听到这话，别说是以美人了，就连淑妃也是脸色大变。皇帝送来的证据，那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以美人一听到是皇帝查来的证据，可谓是心如死灰，当即便眼一翻晕了过去。见殿内陷入死寂，皇后眸色阴沉的招手：“来人，将这贱人打入冷宫，舒玉轩的宫人带去慎刑司。”说罢，皇后起身，将手搭在从云的手臂上，裙摆在以美人的身侧蜿蜒而过，泾渭分明。淑妃见状，垂眸跟着皇后的脚步，其余的妃嫔自然不敢多说什么，连忙跟上2位娘娘的脚步。只是还不待最后一位妃嫔踏出正殿，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惊呼：“血！以美人流血了！快请太医，定是我家主子有孕了！”以美人的宫女扯着嗓子大喊。众人的脚步一顿，跟在陶宝玲身边低着头的知顺，脸色更是瞬间一变。若以美人真有孕，他家的主子又该到何处申冤？可没办法，宫中子嗣为大。陶宝玲深吸口气，握紧了知顺的手臂，疼痛感让知顺强忍下不平，跟着陶宝玲随皇后重新走进正殿。看着以美人身下的血迹，几乎要刺痛皇后的眼睛，但她却只能厉声喝道：“还不速请太医！”将以美人送到床上，好生躺着。瞧瞧，这就是后宫，前面还是贱人，眼下又成了以美人。天照榭这边的太医刚走，瑶光殿又急匆匆的去请太医，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就连听到消息的安生也是脸色大变，连忙进内禀告。齐朝策看着安生的脸色，眉心紧蹙，连忙道：“可是林美人有事？”安生一怔，随即反应过来，勉强扯出个笑容，回陛下：“林美人无事，是小皇子胎动。太医说林美人不日就可以下床走动了。”齐朝策闻言，顿时喜上眉梢，只是见到安生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不由斥道：“林美人无事，你还摆出这副表情作甚？”回陛下。安生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是瑶光殿的以美人，身下见红了。话音刚落，安生将头埋得更低了些，根本不敢去瞧齐朝策脸色。偌大的太初宫顿时落针可闻，莲枝灯上的烛火映照在齐朝策的脸上，明明灭灭，让人看不透他的神情，只觉得眸光幽暗似深渊。良久，才听到齐朝策说了一句：“没有确定的事也敢报给朕听，安生你胆子大了。”语调平静，反而更让安生惧怕，吓得连忙跪地：“是奴才擅作主张，望陛下开恩。”滚出去！齐朝策拂袖，安生连忙退下。以美人疑似有孕的消息，天照榭众人自然也收到了。别说林宣言了，就连2位嬷嬷脸色都是一变。小主，万事都不如您腹中的小皇子重要。燕嬷嬷立马整理好情绪，笑盈盈的上前安抚道。林宣言抬眸望向燕嬷嬷，也勾起一抹笑容：“我分得清主次，嬷嬷不必担心。”只是林宣言放在颈背下的手，早在听到消息时便死死的攥紧了。第160章，所谓真心。嬷嬷，我想静静。听到林宣言这话，2位嬷嬷对视一眼，连忙应声告退。待2位嬷嬷一走，林宣言垂眸看着自己逐渐显怀的肚子，淡淡道：“知柳，你去将红豆找过来。”知柳听到这话，脑中瞬间想起了林云飞寄来的那封信，连忙躬身出去寻红豆。以美人身边那位名唤秀莹的宫女
可是林家的眼线。不多时，红豆就被巧生带到了林轩言跟前。奴婢见过林美人。红豆跪地行礼道。林轩言摸着肚子看向红豆，也没叫他起身，只道：今夜瑶光殿之事，你应该有所耳闻吧？语气笃定，不是问句，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果不其然，红豆应是回美人，奴婢知晓。林轩言当即扯开嘴角冷笑一声：若我没记错，怡美人身边的秀莹是林家的眼线，可为何却无人提前告知我？是当时还未接到林家要你们听命于我的命令，还是顾念着与林寒冬的主仆之意，甚至此次事件根本就是林寒冬与怡美人共同的谋划？若不是顾及到还有2位嬷嬷，林轩言这时就要抄起枕头往红豆身上砸去了，但是他嗓音中透出的怒火仍是让红豆将头低得更深了。回美人，奴婢等人只忠于林府，万不可能再为林更衣做事。红豆顿了顿，奴婢们的父母亲族皆为林府效命，奴婢们自然是听命于林府。您是林府的小姐，就算没有老爷的吩咐，奴婢们也绝不会对您动手。若是怡美人欲对您动手，秀莹也定会第一时间想办法告知您。美人，红豆抬头望向坐在床上的林轩言，奴婢怀疑此次的幕后真凶并非怡美人，而是另有其人。林轩言静静地听红豆说话，看着烛火映在他的脸上，这是他第一次见红豆秀丽的脸上满是沉静。若他所言为真，的确是个可用的人才。于是林轩言扯出一抹笑容，直道：如今林家全族流放，自己都成了奴籍，你让我如何相信你们的忠诚？不，红豆摇头，林家还有您，有您在，林家就还有希望。若是我也倒了呢？林轩言嗤笑，林寒冬身为贵妃，如今还不是落入冷宫？我不过一个小小的美人。红豆呼吸一滞，一时间竟找不出话来反驳。林轩言看着重新将头垂下的红豆，心头不由升起一丝疲倦。有可能不忠的人，就算再有用，也不能养在身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退下吧，就当今晚我们并未见过面。林轩言闭眼，淡淡道。红豆睁大双眼，起身却是往林轩言跟前冲去，吓得知柳连忙将人拦住。放肆，你想做什么？知柳揪住红豆，低声喝道。林轩言蹙眉看向红豆，却见他双眸淌下泪来，哽咽道：二小姐，您是林府唯一的希望，奴婢们只有您才可以效忠了。奴婢发誓。红豆伸出3根手指指天，若奴婢对二小姐有半分不忠，日后永堕阿鼻地狱，不得超生。这誓言不可谓不重，可谁知林轩言却道：若神灵有眼，天底下就不会有这般多的冤屈无处可伸，我不信誓言。再且林家又岂是只剩我一人，不是还有个大皇子吗？大皇子年幼，如今又在长乐宫，奴婢们难以将手伸进去，日后对林府有几分情谊尚未可知，自然是不如您重要。与其效忠大皇子，倒不如效忠您与您腹中的皇子。见林轩言神色未变，红豆急得又想跪下，只是知柳死死拽着他，生怕自己一动反倒起了反效果。林轩言摸着肚子的手一顿，意味不明的轻笑一声：皇子，若我腹中是个公主呢？你们岂不是就要倒戈相向？不，您还年轻，就算您此次怀的是公主，日后也定能生下皇子。说到这，红豆倒是语气肯定起来：奴婢善女科，此事您大可放心。这话说到林轩言心坎上了，他并非格外喜欢男孩，只是继承皇位必须得有个皇子，哪怕可以想办法养育别人的皇子，也终究不如自己的亲生孩子。良久，林轩言侧头看向红豆，既如此，我便信你一回。红豆的脸上瞬间绽放出笑容，随后又听林轩言道：若你的确真心，我会想办法将你父母家人救出岭南。这下红豆才是真的喜出望外，连忙跪地谢恩：谢小姐，奴婢定为您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林轩言唇角微勾，这话你也可以告诉其他人，我需要你们只忠于我。林轩言沉声：红豆，你听明白了吗？红豆是个聪明人，闻言收敛了脸上的喜意，磕头道：奴婢明白，从今日起，您是奴婢们唯一的主子。红豆顿了顿，又道：若有人私藏2心，奴婢定第一时间禀告您。林轩言满意的笑了，挥手让其退下。夜色深沉，宫灯在冷风的吹拂下，烛火闪烁不止。红豆刚走不久，瑶光殿的结果也传遍了后宫各处，以美人有孕。林轩言听到这个消息，反倒平静了。这后宫果然处处都是惊喜，他能凭借着有孕逃过巫蛊案的连累，以美人自然也能。只是林轩言想起红豆所言，眸中闪过暗芒。知柳，明日问问红豆，以美人是否知道自己有孕。说罢，便让知柳吹灭烛火，闭上眼睛，陷入黑夜的宁静。若以美人提前知道自己有孕，那真凶基本可以认定是他，毕竟他与林寒冬往日交好，说不定还真是在替林寒冬打抱不平。可若以美人不知，林轩言的心中也已有了对真凶的猜测。一计除掉2个有孕的妃嫔，而宫中女子有孕最会妨碍到谁？
而又是谁能提前知道怡美人有孕呢？答案呼之欲出。只是在此之前，林轩言更关注皇帝会如何处置怡美人。哪怕他知道男人所谓的感情如镜花水月，但他仍是希望那个会俯身倾听他腹中孩子动静的男人，能对他的孩子有几分父子之情。第161章，怡美人的处罚。林轩言醒来时，对怡美人的处置也已经下来了，位分不变，褫夺次字已与禁足。知顺看着林轩言不变的神情，小心开口道：“主子，毕竟孟美人有孕，眼下能有处罚。”知顺看着林轩言缓缓攥紧的拳头，后面劝解的话讷讷的不敢再说了。若不看林轩言发白的拳头，他的目光倒是平静。我知道后宫中最重要的就是子嗣，孟美人能褫夺次字与禁足，可我不甘心。不论孟美人是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至少如今明面上就是如此。而他的孩子差点就因此殒命，凶手却只得了个褫夺次字与禁足，不痛不痒罢了。若是孟美人的孩子平安降生，伶俐可爱，是不是又能重新解封，重新获得圣宠？再说这个禁足真的是惩罚，而不是另一种保护吗？林轩言闭了闭眼，松开紧握的拳头，平复心情道：“红豆呢？孟美人那儿的消息打听到了吗？”据秀莹所言，太医给孟美人诊脉时，并未说过她有孕，只是知顺顿了顿，只是他说太医当时的神色有些奇怪，还引起了孟美人的注意。话落，林轩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必是那时就已诊出了孟美人有孕，太医却将此事瞒了下去。偌大的后宫中能做到这事的，除了掌管六宫事务的皇后，不做第二人想。哼，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知顺看着脸色阴沉下去的林轩言，试探道：“主子，咱们要不要对孟美人？”说着，知顺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意思不言而喻。一旁的知信见了，眼眸都吓得瞪大了，但他没有说话，只紧张地看着林轩言。林轩言瞥了他一眼，没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只道：“你觉得是孟美人动的手吗？”知顺挠了挠头，倒是知信抢先回答：“奴婢觉得不是。”知顺跟着点头，沉吟道：“奴才也觉得不是，事情太凑巧了。现在宫中都传孟美人是为了林更衣才对您下手，可林更衣出事后，孟美人别说去看望了，连点东西都没送。奴才瞧着，孟美人对林更衣倒像是避之不及的模样。”说罢，知顺又从孟美人不知自己怀孕与两人的利害关系上分析，总结出孟美人对林轩言下手的可能性极低。听到这，林轩言总算是露出个微笑，看向知顺，一字一句道：“那你觉得幕后真凶是谁？”平淡的嗓音飘散在秋日暖阳的照耀下，格外的飘渺。知顺看了林轩言一眼，随即将头低下，迟疑道：“奴才不敢说。”“你怕什么？这里只我们三人，有什么不敢说的？”知顺这才鼓足勇气，低声道：“奴才怀疑是皇后娘娘。”话音刚落，知信下意识的惊呼一声，只是他随即细细思考起来，发现知顺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林轩言赏了个赞许的眼神给知顺：“既如此，我为何要对孟美人下手？我与她无冤无仇，她的孩子或许日后有可能会妨碍到我，但绝不是现在。再且会有人比我更心急的。有时候只需坐山观虎斗，待他们斗得两败俱伤，便可尽收渔翁之利。”知顺点点头，没过一会又道：“那皇后呢？主子，我们要不要？”知信被知顺的胆大包天的话吓得瞪大眼睛，林轩言也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这人方才还一副怕极了皇后的模样，一盏茶的时候都没过，就敢将主意打到皇后身上去了。皇后是什么地位？你家主子我又是个什么地位？林轩言点了点知顺的额头，如今是要与皇后相斗的时机吗？知信连连点头，也跟着瞪了知顺一眼。咱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护着主子生下小主子，而皇后基本绝了生育，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被林轩言训了还好，被一向不如他聪明的知信训了，知顺颇有些尴尬的将头垂了下去。不过林轩言并不打算就真的什么都不做，虽然前世与今生已经有些事对不上了，但是总不可能事事都偏离方向。前世里虽然有个颇受宠的次子仪的妃子，但却是膝下无子的。既如此，林轩言勾唇一笑，那便干脆将这水搅得更浑些。过来。林轩言勾手指让知顺附耳过来。你让红豆去做两件事：一，让秀莹好好护着孟美人，一定要让她平安生产；二，皇后宫中的小宫女，让她忠心的在长秋殿当差，不论发生任何事都不要与我们联系，除非我们去联系她。忠心二字格外加重了音调。知顺神色一凛，话落后忙正色点头。林轩言见状，挥手让他下去了。皇后想除孟美人的孩子，他就偏不让皇后如意。长秋殿的小宫女让她效忠皇后，1年不行，3年5年，总有一日能爬到高位。倒是知信不解，皱着眉头的模样让林轩言看了忍不住发笑，但却没给他解释。经过这么久的相处，林轩言已经对培养知信不抱希望了。
只要他忠心耿耿，吩咐的事情令行禁止，便足够了。这时，如嬷嬷端着安胎药走了进来，见林轩言望着窗外的模样，不由和蔼一笑，待小主再喝几日药，就能下地走动了。林轩言收回目光，听到如嬷嬷的话，刚露出笑容，只是一闻到扑鼻而来的药味，他便忍不住直皱眉头，又难闻又难喝。不过他还得多亏这药，一日早晚2次，喝得他食欲不振，所以就算在床上躺了1个月，只要注意角度，还是看不出他快有双下巴了。林轩言仰头一股脑将药灌了下去，知信连忙往他嘴里塞了颗蜜饯，这才让林轩言紧皱的眉头稍微舒缓了点。嬷嬷，待我能下床了，应该可以喝原来的那副安胎药了吧？林轩言可怜巴巴道。药都是苦的，但总有个不那么苦。可如嬷嬷哪里能知道，就连如今的安胎药也是隔几日就要换1、2味药材的，只是熬出来的味道似乎没什么变化。不过见林轩言似乎并未受到孟美人那事的影响，当即便笑道：自然，小主1日比1日好了，太医岂能不换回原来的药方？第162章和齐朝策吵架。只是如嬷嬷高兴得太早了，晚膳后发生的事情吓得她连忙让人去请太医。林轩言看着匆匆入内的齐朝策，竟是伸手让知信扶他起来，欲行礼。齐朝策眉头一皱，连忙上前将人按下。朕不是说过不必行礼吗？林轩言连忙将头偏过去，只是不平稳的呼吸暴露了他的情绪。齐朝策烦躁地捏了捏眉心，他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场景，只是今日前朝有事，他与大臣商议了一下午，连晚膳都未用，就急忙赶了过来。好了，朕累了1日，陪朕用晚膳可好？齐朝策放软声音，说罢朝着后面摆摆手，让室内的工人退下。林轩言听到这话，依旧没正眼看人，直到嫔妾还以为陛下不会过来了。虽然林轩言的话语僵硬，但好歹是说话了。齐朝策松了口气，抱着人挤上床。朕今日在御书房忙了1日，这不一有时间就立马过来了。齐朝策将手落在林轩言的肚子上。朕今日送你的东西可还喜欢？朕知道你喜欢玉石珍珠，那套用东珠打造的头面可还喜欢？男人低头在林轩言的耳边缱绻絮语，在微黄的烛火下，墙面上投下俩人交叠的斜影。那套珍珠头面的确巧夺天工，尤其是在阳光下，简直熠熠生辉的要闪瞎人的眼睛。但偏偏是这套华贵的头面，让林轩言觉得可笑又后怕。可笑在于，一套华贵的头面又如何？于天子来说，也只不过是个物件罢了，想要仍旧会有。可是他的孩子却是差点就死了。后怕在于，他眼下只想安安分分地将孩子生下来，有再多的事都可以往后挪，比如说皇帝的宠爱。这套华贵的珍珠头面与皇帝对他的愧疚，足以将他捧上风口浪尖，到时可就不止会碍到皇后的眼了。他得想办法让这股风暂且歇歇气。故而听到齐朝策的问话，林轩言只是淡淡道：喜欢又如何，不喜欢又如何，嫔妾可以有别的意见吗？齐朝策头疼，但眼下也只能哄道：好了，你乖一点，不要与朕置气了。嫔妾怎敢与陛下置气？林轩言依旧语气平淡，要不是还会说话，齐朝策都要怀疑自己抱的是个木偶了。见状，齐朝策也只好导致两人这般的事件挑明，叹气道：朕知道你在因为孟美人的事在与朕置气。林轩言打断齐朝策的话，终于不再平静，而是嗤笑道：嫔妾知道孟美人有孕，能够有如今的惩罚，已是陛下看在嫔妾份上。可是林轩言可视了半天，放在颈背上的白嫩手掌紧紧地握了起来，青筋肉眼可见。齐朝策连忙握住他的拳头，想将他的拳头舒展开来，以免伤害到自己。只是他刚将手附上去，林轩言却借此时机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开来。林轩言披头散发的与齐朝策面对面而坐，瞪着男人恨声道：可是嫔妾的孩子却是差点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世界了，陛下却只是对褫夺了孟美人的赐字与禁足，还企图用些金银珠宝让嫔妾装聋作哑。做不到。林轩言一字一句：嫔妾做不到。谁知齐朝策却道：朕可不止这点惩罚，孟美人的父亲兄弟，朕已经下了旨意，撤掉他们的官职。你的孩子也是朕的孩子，朕岂会不心疼？呵。林轩言侧头避开齐朝策的视线，冷笑道：陛下真的不知道嫔妾想要什么处罚吗？他怎会不知道？可是孟美人有孕，难道要他将孟美人打入冷宫，打入慎刑司吗？齐朝策剑眉紧蹙，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缓：别闹了。闹！林轩言不可置信地扭头看向齐朝策，嫔妾在为自己的孩子要一个公平，陛下却觉得嫔妾在闹，那你要朕如何？齐朝策的语气不善：要朕将怀孕的孟美人拖下去打30大板，打的孩子没了你就开心了？林家有事，朕护着你，如今孟美人同样有孕，你就不能替朕想想吗？齐朝策气到口不择言，刚说出口他就后悔了，果然就见林轩言瞪着他的杏眸里迅速积攒起了泪水，身子更是不住轻颤了起来。只是还不待他说些什么缓和气氛，
就听林轩言伤心欲绝道：“我就知道，你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才让我好端端的继续留在这儿。我早该知道，若是没有这个孩子，我就得去冷宫陪凌寒冬了却残生。你这么喜欢孩子，何苦还要来我这儿？后宫那么多的女人，你去找别人生啊！”林轩言指着门大吼道：“你走啊！”这下齐朝策哪里还觉得是自己口不择言，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气得他指着林轩言的手指都有些不稳。放肆！你怎敢对朕如此放肆？可林轩言根本不听，直接上手将齐朝策往外推，但他的力道哪里推得动，竟是自己转身就欲往床下走，道：“你不走我走。”看到林轩言抚着肚子的模样，齐朝策的理智稍稍回笼，将人按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只是齐朝策刚走出房门，就听到身后传来的哭声如泣如诉，仿佛在控诉着什么。齐朝策的脚步一顿，仍是气在上头的甩袖就走。随着渐行渐远，身后的哭声也逐渐听不到了。而天照榭的众人待皇帝一走，连忙挤进内殿，有些连忙往外跑请太医，有些则是去安抚林轩言的情绪。在众人的安抚下，林轩言很快便停止了落泪，只是神色看着还是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知柳留下，你们都下去吧，我想静静。闻言，众人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用眼神示意知柳好好照顾林轩言。门咔嗒一声轻轻合上，林轩言立马将脸上的泪一抹，一点也看不出方才心碎的模样。主子，您还好吧？小主子也还好吧？只是知柳还有些担忧。林轩言摸了摸肚子，露出一个不用担心的表情来。要不是偷偷找红豆看过，说他现在的身子已经好了，太医只是为了保险起见才让他多躺躺，且他只是演戏，不会有妨碍的。当然，这种激动的戏还是得少来，多了肯定会有妨碍。第163章，希望是个皇子。主子，这样真的没事吗？见林轩言无事，知柳又担心起了别的。虽然皇上出来时他没敢抬头看，但就先前俩人在里面吵架的声音，他都怕屋顶被掀了。知柳，林轩言勾唇笑道：“你何时见过我做没有准备的事？”话落，林轩言眉梢一挑，眼中闪过一抹金光。看到这样的林轩言，知柳的心也定了下来，跟着笑道：“奴婢相信主子。”正如林轩言所言，他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重新获得皇帝的宠爱，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很难，可他是重生者，就算自己的计谋不能成功，也能借助必定的事件扭转乾坤。只是林轩言没想到事情会发展的这么顺利。翌日一早，知顺便来到了林轩言床前，表情犹豫：“主子。”林轩言打了个哈欠，睡眼朦胧的任由知柳给他穿衣洗漱。再这么躺下去，他都怀疑自己要躺成个废人了。倒是知柳趁着给林轩言擦脸时，神色紧张的瞪了知顺一眼，不耐道：“有什么事直说便是，吞吞吐吐卖什么关子呢？”知顺接收到知柳的意思，当即便道：“哦，是陶宝林想来看看主子，刚派了平儿过来问呢。”林轩言疑惑看向知顺，又皱着眉看了知柳一眼，这两人不对劲。说吧，到底有什么事？要是陶宝林过来，知顺至于说话吞吞吐吐的吗？定是有什么不太好，但又不是很重要的消息。总不会是皇帝昨晚被他气走之后跑去孟美人那儿吧？那就真的不太妙了。毕竟孟美人刚受罚，转眼就因他这个受害者而受到宠幸，那就说明皇帝是真的被他气到失去理智了，今后再哄回来可就加大难度了。除了孟美人，皇帝无论去了后宫中哪个女人的宫中，哪怕是皇后的长秋殿都好。见林轩言面色渐渐低沉下去，知顺当即也不敢隐瞒了，忙道：“主子，是皇上昨夜去了常常在的右汉斋。”常常在？林轩言扬眉，又听知顺急忙补充：“但小山说，昨夜皇上并未宠幸常常在。小山是常常在身为常在后，从宁真殿挑的宫女，只是林轩言早已用金钱买通了小山为他做事。”听到这个消息，出乎知顺二人意料的是，林轩言竟是展颜一笑。知柳有些担心林轩言是不是气傻了，试探问道：“主子？”林轩言对上知柳担忧的眼神，柔柔笑道：“我无事，他在宁真殿，总好过去了别的宫中。”说罢，林轩言让知顺侧耳过来，又是几道吩咐下去。知顺的表情从震惊到平静，看得知柳好奇不已，只依稀听到几个字，似乎是与红豆、平儿有关，只是主子不告诉他，他便当没听见。林轩言吩咐完后，挥手让知顺下去，却见他挠头嘿嘿道：“陶宝林也是真的想来见您，您看这些日子林轩言为了养胎，就连陶宝林也是闭门不见的，想来是昨晚的事情惊动了他。”想到这，林轩言颔首：“你问问他用过早膳没有，若是没有，让他陪我一并用点。”知顺点点头，躬身退了下去。不多时，陶宝林便带着平儿走了进来，见有燕嬷嬷在场，只好笑着唤了一句：“林姐姐。”林轩言也极为高兴，要不是太医说还不能下床，他这时早就亲自迎了上去，
毕竟在床上困了1个月，好不容易见个不一样的面孔，也足以让他兴奋了。快坐，你我姐妹，不必拘礼。林轩言指着早就摆好的座椅，笑道：就算昨晚与皇帝吵了一架，但仗着有太后的嬷嬷在，天照泻的一阴供应还是如往常。就连陶宝林也打趣道：嫔妾早就念着要来姐姐这儿蹭一顿了。你不早说。林轩言睨了他一眼，改明儿就让知信给你送下去，只要你不嫌弃。陶宝林当即就起身谢恩，只是那故作的做作模样，让室内的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一顿早膳用的宾主尽欢，就连燕嬷嬷都忍不住道：等过些日子美人能下地了，宝林可要多来几次才好。陶宝林自然无不答应。工人手脚麻利的将室内的残羹冷炙撤掉，打开半扇窗户通风，又重新上好热茶，便见陶宝林神色游移的看了燕嬷嬷几眼，显然是有话想对林轩言说。燕嬷嬷心知肚明，当即便和蔼笑道：奴婢去给美人看药，就留知柳在这照看您吧。林轩言点点头，笑道：劳烦嬷嬷了。燕嬷嬷笑笑，转身出了房间，将空间留给林轩言与陶宝林。待燕嬷嬷的身影一消失在房间里，陶宝林的脸上的笑容瞬间垮了下来，握着林轩言的手，蹙眉道：看你现在好歹胖了些，我倒也安心些了。只是嘴上说着安心，眼泪却没忍住流了下来。林轩言脸上的笑容一顿，拍了拍陶宝林的手，叹气道：你哭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缺，整日吃了睡就是睡，自然就长胖了。可谁知陶宝林听了这话，眼泪却更加汹涌了，哽咽道：昨夜陛下他……你怎么？陶宝林抖着嘴唇，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但在场的人都听懂了陶宝林想说什么，说皇帝为何弃道拂袖，说林轩言为何没有挽留。只是他最终什么都说不出口。难道要他去劝解林轩言，面对孟美人这样的事，还要保持心态平和吗？他说不出口，但却又为林轩言今后在宫中的日子感到担忧。想到这，陶宝林将目光落到林轩言的肚子上，喃喃道：希望是个皇子。林轩言也低头看着自己凸起的腹部，目光不由自主地柔和了下来。他明白陶宝林的意思，毕竟公主哪有皇子受重视，哪怕昨晚与皇帝吵了一架，有皇子在手也能母凭子贵。可是林轩言温柔地抚摸着肚子，不论是皇子还是公主都好。松松挽起的长发有几缕发丝调皮地溜了下来，垂在他的肩膀胸前，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阳光下的微尘正随着清浅的无序的飘动，眼前的场景让陶宝林想起了娘亲，温暖的让人沉溺。第164章冷清萧瑟。若是公主，定是个与轩言一样漂亮的小公主。说着，陶宝林也将手附在林轩言的手上，俩人的手交叠着。恰在这时，腹中的孩儿往肚皮上踢了一脚，似乎在认同陶宝林刚说的话。陶宝林感受着掌下的动作，一瞬间身体都僵直了，紧张地看向林轩言，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将手拿回去。林轩言不由笑了，眉眼弯弯，看来是漂亮的小公主在和你打招呼呢。陶宝林这才放松下来，也跟着笑了起来。至于小公主生下来后有可能得不到父皇的宠爱这个话题，还是将其掩在了心中。或许会是个皇子呢，或许皇上会偏爱第一个女儿呢，可终究还是不如是个皇子来得好。陶宝林希望林轩言这胎是皇子，只是林轩言却更希望是个公主。男人的宠爱，他不想要拿孩子去搏。在这个有皇位要继承的皇家，若生的是个儿子，必定会引来众人的嫉恨。而他现在只是个美人，人微言轻，他怕自己不能护着孩子平安长大。若是个女儿，引来的嫉恨自然会少许多，他才有信心护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长大。陶宝林不知道林轩言心中所想，他想了许久，还是未将昨晚皇帝去了右汉斋的事说出来。虽然他知道林轩言应该已经知晓了，最是无情帝王家，于是只能岔开话题，笑着谈论起小孩子的衣物。直到50块到，陶宝林才起身告辞：留在这儿陪我用完午膳再走吧。林轩言挽留道：过2日我还得来，若是眼下待得久了，我怕你日后嫌我呢。陶宝林捂嘴打趣道。林轩言没好气地瞪了陶宝林一眼，连忙挥手让人赶紧走。陶宝林带着平儿走出天照县，看着身后冷清的偏殿，不由回想起往日热闹的模样。而不远处的右汉斋却是门庭若市，宫壁太监人来人往，一如当初的天照县。陶宝林站在院中看了许久，直到平儿出声提醒道：主子，咱们回去吧。陶宝林收回目光，搭着平儿的手回了从始至终就是冷冷清清的半梦轩。只是陶宝林没料到的是，皇帝竟连召了常常在3日，就连请安也敢姗姗来迟，一副宠妃的作态。林轩言纵然未出天照县，但俩人同住宁真殿，就算知顺不说，他也能听见动静。主子，知信担忧地看着一脸平静的林轩言。自从殿外传来进士房传召常常在的响动后，主子手中的书页就久久未曾翻动了。虽说主子是故意将皇上气走的，可看着皇上如此宠幸别的女子，尤其那人就住在同一屋檐下，主子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听到知信的声音，林轩言的手指动了一下，长叹一声，将手中的书往旁边一扔。这些个话本子都看完了，看来看去都是一样的，实在无聊。知信也在心里长叹一声，主子果然是在强撑，心里定难受着呢。幸亏林轩言不知道知信心中所想，不然估计手中的书就不是往旁边扔，而是要砸开知信的脑袋，看看他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但就算林轩言不知道，也不妨碍他折磨知信。于是只见林轩言扭过头看向知信，杏眸扑闪，软声撒娇道：“我的好知信，上次你说的故事讲到哪儿来了？再给我接着往下讲呗。”说罢，林轩言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又眨了几下，直让知信晕头转向的应了一句：“好。”只是话刚出口，知信就后悔了。别说他先前的故事都是胡编乱造的，过了2个多月，他一点印象都没了。就算想得起，他也实在不知道怎么往下编啊。知信，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想哭。可看着林轩言一脸期待的模样，他也只能硬着头皮道：“话说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一讲就是近半个月，就连2位嬷嬷都被林轩言抓着给他讲故事，直让天照谢上上下下苦不堪言。要不是林轩言被太医获批可以下床走动，让他可以外出放风，不然还不知道要怎么折磨人呢。”只是随着秋意渐浓，几场秋雨过后，天气渐渐冷了下来，林轩言也只能待在室内走动。眼见着又要抓人讲故事了，这日之顺兴冲冲的抱着一堆东西跑了进来。“主子，您猜猜奴才得了什么好东西？”知顺扬着下巴，一脸得意。林轩言杵着下巴打量，只见知顺怀中是个四四方方的形状，估计是个盒子，便道：“吃食。”知顺摇头：“珠宝。”知信猜道。知顺摇头：“衣裳。”知柳道。知顺依旧摇头，猜了几遍后，别说林轩言了，就连知信也不耐烦了，上前就打算揪着知顺，直接将他怀中的东西给拽出来。知顺连忙避开，也不卖关子了，将怀中的东西展示出来，竟是一堆书。林轩言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几分，上前随意翻看了几下，正是皇帝送来的话本子后续的故事。那么这堆书是谁送来的？还用说吗？知顺在一旁笑道：“主子，这是那于斌送来的，看来皇上已经消气了。若他消气，就不会日日召见常常在。”林轩言冷哼道。说起这个林轩言简直来气，半个月竟是召了常常在10次，这么搞下去，也不怕自己肾虚，迟早变成个银样蜡枪头，真烦人。这般想着，林轩言气得直接将手中的合上，冷声道：“将这些书给我送回去，从哪儿来送回到哪儿去。”三人脸上的笑容顿消，知信不理解，急道：“主子，为何呀？先不说皇上知道了会怎样，他只知道这些个书送走了，岂不是他又得讲故事讲得口干舌燥了？”倒是知柳率先反应过来，将书整理好，道：“知顺，尽快送回去吧。”知顺点点头，也不多做停留，抱着书又重新出去了。只剩下知信仍旧愁眉苦脸。不过今晚的林轩言却一改往常，抱着琴在窗前弹奏，伴着秋雨晚风，格外萧瑟。第165章太初宫的消息。太初宫，齐朝策将宫人都挥退，只留下安山一人。安山顶着齐朝策的视线，惴惴不安的开口：“陛下可是有什么吩咐？”话落，只见齐朝策皱眉，让安山不禁心头一跳。果不其然，就听见齐朝策淡淡说了一个字：“书。”完了，安山在心里哀叹，还是没能瞒过陛下。见安山没有及时回话，齐朝策又补了一句：“昨日你背着朕偷偷给天照谢送了话本，当朕不知道。”安山头皮发麻，别人只当这半月来常常在受宠，但他作为皇帝的身边人，自然知道实际情况，宠幸的次数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都是纯盖被子。究其原因，他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原因，这才自作主张让于斌送些话本子过去。谁知林美人也是气性高的，竟是一刻不带停的就给退了回去。偏偏这事还被陛下知道了，这下他恨不得回到昨天，给自己狠狠抽几个大嘴巴子。主子之间的事，要你自作聪明吗？然而眼下面对齐朝策的问话，安山就算头皮发麻，也只能硬着头皮回答：“回陛下，林美人，美人她许是先前的话本子还没看完。”话音未落，齐朝策的唇畔溢出一丝冷笑。安山擦擦额头的冷汗，正要说话，就见齐朝策起身往外走，抛下一句话：“摆驾宁真殿。”安山一怔，又听齐朝策紧接着道：“去右汉斋。”要不他找个侍卫，代替陛下偷偷给林美人送点小礼物？不行，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安山立马否决。先不说侍卫不能在宫内单独行动，就算能避开重重眼线，他这么做岂不是带头秽乱后宫？9条命都不够他死的。算了，他当好自己的奴才就行了，操心那么多干啥呢？这般想着，也丝毫不耽误安山跟上齐朝策的脚步。只是谁也没注意到，太初宫的某个角落里，有个不起眼的小太监找了个理由，偷偷往外走了。天照谢，
知顺接到消息，连忙往里送信：“主子，太初宫传来消息，皇上正在来右汉斋的路上。”林轩辕抚琴的手一顿，随即在乐声中淡淡道：“按计划进行。”知顺立马转身出去，将皇帝出行的消息传出去。只是消息传到不同人的耳中，却是全然不同的内容。右汉斋，小山匆匆走进内殿，朝着常常在附身耳语道：“主子，听闻皇上去了御花园。”常常在精神一振，连忙吩咐道：“快给我梳妆打扮。”与此同时，宁真殿外的一个隐蔽的小角落里，平儿一脸激动地看着来人，紧张地吞咽了口唾沫，忙道：“公公，可是陛下那儿有消息了？”身形瘦削的公公没有说话，眼里金光一闪，朝着平儿搓了搓手指。平儿咬牙暗骂：“各见钱眼开的玩意儿！他这些年来的身家都快在他身上花光了。”但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他还是忍痛将腰间的荷包扯下来递过去。公公掂了掂手里轻飘飘的荷包，不由撇了撇嘴，但还是道：“皇上正在来右汉斋的路上。”说完，公公将荷包塞进怀里，扭头就走。平儿顿时眼眸一亮，他这些天来偷偷在与常常在接触，说是想弃暗投明，希望常常在升到高位后将他要走，而他负责跟着陶宝林去天照榭打探情况。故而皇上若是来右汉斋，他是有机会能够接触皇帝的。不像天照榭的林美人，以往皇帝来时防得跟什么似的，他完全找不到机会进去。至于这个公公，也是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搭上关系的，为此不知填进去了多少银钱，还偷偷变卖了陶宝林的首饰，这才终于得来了今日宝贵的消息。只是该怎么才能让陛下将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呢？平儿愁眉紧锁，当他回到宁真殿时，正好撞见急匆匆往外走的常常在，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的袖中藏着一包催情粉，是前段时间趁着夜色偷偷找人配的。宫中规矩森严，但总有人会豁出命去，只为了那点子钱财。想到这，平儿笑着正要往右汉斋走去，就见陶宝林从半梦轩走出来，看向他蹙眉道：“平儿，你要去哪儿？”平儿心内一紧，随即扬起笑脸，亲亲热热地将小山拉过来，回主子，小山姐姐忙不过来，我去帮帮她。话落，小山也应和道：“平儿手脚麻利，能帮奴婢不少忙呢，还望宝林暂时忍痛割爱。”说罢，俩人便笑闹着往右汉斋走去，完全不将陶宝林当回事。陶宝林目光阴沉地盯着平儿的背影，袖中的双手紧紧地攥了起来。原本平儿在经过林轩辕当面训斥了一顿后，已经有所好转，只是随着林轩辕的失宠，平儿又就太傅萌，甚至较之以往更为肆意妄为。就连白木也忍不住与陶宝林道：“主子，还是找内务府换个奴婢来伺候您吧。”陶宝林端着手中的热茶，目光出神地望着袅袅升腾而起的水雾，半晌没有说话。白木见状，咬牙道：“大不了多花些银钱，奴才这些年也攒下了点，您拿着去让内务府帮帮忙，不然白木恨铁不成钢道，咱们迟早有一日会被平儿连累。主子，您万不可再心软了。”白木一声比一声重，就在他以为此事又要不了了之时，竟看到陶宝林缓缓点头，色声道：“明日我就去内务府。”白木眨眨眼，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笑得嘴都快咧到耳后根了。秋风乍起，吹得发黄的树叶打着旋儿往下落，像是一个个深不可测的漩涡，卷着树叶与灰尘坠入不知何处的远方。身形瘦削的公公行色匆匆地赶回了太初宫，正好瞧见熟人，上前抱怨道：“贵德，这忙以后我可不帮了，透露圣上的行踪，可是要砍头的。”被称作贵德的小公公连忙将人往旁边一扯，借着身形的遮掩，往他怀里塞了个荷包。瘦削公公掂量了下，脸上的表情这才好转。第166章飞上枝头。好哥哥，你帮了我这么多忙，日后哥哥若有事，弟弟定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贵德拍着胸脯保证。邓卓将荷包收进怀里，也哥俩好似的拍了拍贵德的肩膀，笑道：“说的哪里话，咱俩多年的交情，你的忙我能不帮吗？”贵德笑笑，指着太初宫示意自己要去做事，邓卓也不多留，俩人当即分开。只是邓卓看着贵德的背影，很是摇头晃脑的啧了几声，想不到这贵德竟还是个痴情人。说来他自己都觉得不真实，贵德竟在那次皇上踢了平儿后，竟对人一见钟情。后来在平儿打探太初宫的消息时，贵德愣是找上他来帮忙，说是自己不好意思去见，要他多帮帮平儿。常听人说近乡情怯，没想到还被他瞧见一回近人情怯，不然就平儿那点子银钱，他怎么会冒着大不韪的风险去传递消息？不过嘛，邓卓摸了摸怀里鼓鼓囊囊的东西，心满意足地往下房走去。可若是红豆在此，一眼就能瞧出贵德正是林家安插在皇帝身边的人。除了那包催情粉，今日的一切都是林轩辕在背后安排。但那包催情粉也是小山在一日与平儿相撞后，不慎在平儿袖中掉落出来的。由于当时平儿脸色紧张，小山这才在平儿走后，偷偷地将掉落出来的药粉收集起来，交给林轩辕。而林轩辕自然是交给红豆，查出了药粉的作用。
这才有了今日的种种。一曲终了，知柳上前低声道：“主子，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林轩言勾唇颔首，伸手抚上肚子，想起了前几日从右汉斋传来的消息。那日正在下雨，雨声淅沥，常常在难得的没有被召去太初宫。林轩言正要伴着雨声入眠，就见知柳从门外走近，脸色极其难看。怎么了？林轩言打着哈欠问道。知柳缓了缓脸上的神色，但仍是一脸不善，咬牙恨声道：“那常常在竟在私底下。他说，林美人这一胎是男是女还未可知，若是个皇子，生得下可不一定养得大。”听完知柳转述的话，林轩言的脸色也跟着阴沉了下来。否则他要捧平儿打压常常在都不急于这一时，毕竟他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安心养胎，其余任何事都可以往后放。可偏偏有人要闯上门来，那就别怪他下狠手了。至于平儿会不会按他想象的那般行事，林轩言一点都不担心。一个眼里藏不住野心的人，定不会放过眼下的大好时机。而他要做的，就是在眼下的斜风细雨里，抚上一曲，将自己淡淡的哀愁与思念藏在其中。不多时，就听到了殿外传来熟悉的唱诺声：“皇上驾到。”这是第一次，皇帝来了宁真殿，却没有来天照谢。齐朝策大步跨进宁真殿，路过天照谢时，下意识地停住脚步，但很快便毫不停留地往右汉斋而去。常常在不在，隔壁的乐声透过细细的雨丝，莫名地带着几分凄婉。齐朝策烦不胜扰，干脆往内殿中走去。而寝卧里，平儿正低眉顺眼等候多时了，嘴角的每一个弧度都是模仿着林轩言的模样。再加上下到香炉中的催情粉，随着袅袅的烟雾飘散到室内的每一个角落里。待常常在收到消息急忙赶回来时，却听见自己的房中传来男人与女人的交织声，登时瞪着眼睛往后退了好几步。安山见状，连忙上前道：“陛下正在里边有事，还请常常再去隔壁坐会儿。”常常在攥紧了拳头，瞪着眼睛看向寝卧的门，一副责人而视的模样。安山蹙眉，正要让人将其拉走，就听他哑声道：“公公，里面的是谁？”安山呵呵一笑道：“常在不如问问自己的工人，或许更清楚些。”常常在呼吸一滞，连忙扫向一旁的小山，却见他脸色惶恐，泫然欲泣。夏叔跟在他身边，小山又在这儿，那里面和陛下在一起的小贱蹄子是谁？这时安山又提醒道：“还请常在一步。”常常在这才不甘心地带着夏叔往其他的房间走去。小山见状，连忙跟上去。房门刚关上，小山立马扑通一声跪地，泪流满面。常常在这才展开攥紧的拳头，指向小山低声骂道：“里面是哪个贱人？”这时小山与夏叔才注意到常常在的手上鲜血直流，小山更是反应迅速地往前跪走几步，心疼地捧着常常在的手掌：“主子，你的手。”回应小山的是一道巴掌清脆的声音。小山直接被怒极的常常在一巴掌打倒在地，他手掌的血迹映到了小山白净的脸上，在烛火的跳跃下显得有几分可怖。“我问你，在我床上的是哪个贱人？”常常在咬着牙，贱人二字格外粗重。小山这才捂着脸抽泣回道：“是平儿，主子，是平儿在里面。”平儿这两个字一出来，不只是常常在，就连夏叔也吓了一跳。毕竟这些天来，平儿舔着脸讨好的模样还历历在目，怎么转眼就爬上龙床了？常常在更是暗恨，他原以为会是林轩言，毕竟这些天来皇帝表面上宠他，但他却是知道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而皇帝之所以来，不就是被林轩言气走，然后被他借机挽留，这才得了圣宠吗？可这个圣宠有几分是皇帝对他的宠爱，有几分是皇帝对林轩言的赌气，他还是分得清的。眼下这样的情形，还不如是林轩言呢。一个奴婢在他的寝殿与皇帝翻云覆雨，这要是说出去，他的脸面不知得被多少人踩到泥地里。想到这，常常在气得往趴在地上的小山狠狠踢了一脚，骂道：“没用的东西，还不快与我说，那贱蹄子是怎么爬上去？”回主子，您出宫后，平儿说过来帮忙，奴婢想着之前也这样，就让他过来了。只是小山哽咽，只是后来皇上来了，平儿也不好离开，就留了下来。后来进去给皇上送了些点心，不知怎么的，就这样了。第167章，继承。废物！常常在阴沉着脸撕裂了手中的锦帕。当淅淅沥沥的雨声停，常常在注意到隔壁的动静，连忙收拾好脸上的表情，一副刚抹完泪的模样。只是他怎么也没料到，一出门的他竟被安山下令控制了起来，形势逆转的太快，让他完全反应不过来。右汉斋的异动立马引起了知顺的注意，连忙小跑着进内向林轩言汇报：“主子，安山公公派人去请太医了。”知顺低声道。林轩言微微低头，一缕发丝垂落肩头，遮住了他眼底的神思。“知道了，你今日守好门，若无大事，明日一同禀告于我。”是。知顺躬身退下。右汉斋的众人已经极力不让发出动静了，但3间偏殿都在宁真殿内，
如何瞒得过天照谢雨半梦轩？就连二位嬷嬷都一脸担忧，不时跑到殿门处张望。毕竟齐朝策是他们从小看大的，听到去请了太医，如何不让他们担心？而林轩言自然也是跟着一副神思不属的模样，别说弹琴了，就连晚膳都只少少的用了几口，最后还是在工人的劝说下，这才勉强用完一碗。今夜的宁真殿格外的安静，直到翌日一早，一道圣旨打破了此间的宁静。主子，常常在被禁足，平儿被封为了更衣。知顺小跑着进来汇报。燕嬷嬷正在伺候林轩言用膳，见他停下了筷子，不由眉头一皱，小主正在用膳，有什么事不能晚点说吗？知顺受了训，连忙将头低下去，便准备往外退。林轩言却道：所幸无事，知顺，你便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语气极淡，但偏偏是这样才更显出不对劲。燕嬷嬷不由又瞪了一眼知顺，不过也是，身为妃嫔，哪有不关注皇帝的动向的呢？知顺这才躬声道：回主子，听右汉斋传来的消息，说是昨日常常在洒了杯热茶在皇上身上，遭到皇上厌弃，后信了平儿，这才有了今日的旨意。听完这句话，林轩言垂手半晌没有动作，看着眼前的早膳仍在飘散着淡淡的白雾，他却莫名没有了食欲。将这些撤下吧。说罢，林轩言便起身往寝卧中走去。燕嬷嬷在后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只好吩咐一旁的知柳二人：我去给小主做些糕点，你们好好陪着小主。见二人点头，燕嬷嬷这才转身去了小厨房，只是临走时不忘将知顺一并带走。这小子就算要说不开心的事，也得等小主用完早膳啊。主子一回到寝卧，知信便忍不住问道：前些日子皇上不是正宠常常在吗？怎就因为一杯热茶而厌弃了？而且知信表情迟疑，皇上怎会看上平儿？昨日安排的种种，林轩言并未全盘告知知信二人，故而俩人此时的确有些摸不着头脑。对此，林轩言只道：平儿身上有催情药。这话一出，知信二人皆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来。催情药在宫中可是禁物，毕竟宫中可就皇上一个男人，这玩意儿用到谁身上还用说吗？只是既然是平儿有，为何罚的是常常在？知信这话刚出口，知柳就连忙扯了他一下，低声提示道：右汉斋。知信明悟过来，昨日平儿可是在右汉斋受宠的，至于为何不去查，端看今日的传出来的消息就知道了。皇帝备下催情药，若是流传出来，岂不是成为全天下的笑柄？自然不能大张旗鼓的去调查。而皇帝是在右汉斋中得招，自然是罚右汉斋的主人，总得有个人来当皇帝的出气筒吧。林轩言张开五指，细细端详自己白皙娇嫩的手指，毁掉一个人，有时又何须见血呢？后宅的女人之间，多的是这种不见血腥的法子。就是不知道借由春药上位的平儿，还能不能继续往上爬了，毕竟实在不够光彩。明面生了位分，暗地里遭到皇帝的厌弃，倒也不是不可能。林轩言对此倒也不可惜，不过是个笑贫的东施罢了，终究拿不上台面。若产后实在不能借他人的事重新获得皇帝的宠爱，他也自有办法，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罢了。只是林轩言万万没想到，平儿被皇帝宠幸，竟会让陶宝林如此失魂落魄。宣言，平儿她才刚说了几个字，陶宝林便哽咽不能言。看着陶宝林一串一串滚落下的泪珠，林轩言第一次不知道如何开口安慰。虽然他平日看着总是对陶宝林很好，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从未让陶宝林走近过。所以利用平儿想上位的心思一点一点布置，虽然早已有预料陶宝林会伤心难过，他也从未因此有过一丝的迟疑。可眼下看着陶宝林伤心不能自已的模样，林轩言却不可抑制地想起了往日陶宝林与他谈话的模样，心头蓦然有些发闷。别哭了，林轩言干巴巴地挤出这么一句话，伸手拭去陶宝林脸上的泪水。只是陶宝林抑制不住流泪，脸上的泪水又如何能擦净呢？平儿她怎么可以？陶宝林喃喃自语：我早该知道的，早该知道的。林轩言不知道怎么安慰，可碍于有肚子隔着，只好安抚着一下又一下地顺着他的背。过了许久，陶宝林勉强停住泪水，眼睛都已经哭肿了，今后该换他张更衣了。林轩言正欲开口，就听一旁的知信道：他就算是更衣又如何？您是宝林，他见了您还是要向您行礼问安。听到这话，陶宝林的脸色稍微好了些许，只是没一会儿又暗淡了下去，自嘲笑道：我入宫几年，仍旧是个宝林，世事无常，谁又能预料呢？你是正经官家小姐出身，平儿再如何都不会爬到你的头上去。林轩言握着陶宝林的手，语气肯定道：官家小姐。陶宝林眼里闪过一抹光芒，他的父亲只是个九品芝麻官，比白丁一略好些罢了。第168章，有话要讲的陶宝林。官家小姐。陶宝林眼中又蓄满了泪水。若在老家，我这个身份的确可以配得上一个如意郎君，我以前也是想的。陶宝林的话还未说完，林轩言吓得杏眸圆睁，连忙示意知柳二人去检查门窗是否关好。林轩言欲打断，
只是看着陶宝林一脸的凄苦，终是没能说出口。于是便听着陶宝林继续抽泣着回忆道：“哪怕那人清贫一些，只要能与他举案齐眉，我便心满意足了。可我如今在天底下最尊贵的地方，天底下最尊贵的男子是我的，不对，我顶多只算是个侍妾，就连夫君二字我都不配说出口。宣言，你不知道，我进宫的那次选秀，有不少人在储秀宫就突发疾病而被草草送出宫，有些人或许是不想进宫，但我知道，更多的是被人下了药。所以我在初入宫起就打算在半梦轩待一辈子，皇上来也好，不来也罢，我只想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够了。无宠的女子在宫中是很凄苦的。”陶宝林噙着泪凄惨一笑：“你没来之前，我要过许久才能凑齐银钱吃上一顿荤腥，白木与他跟着我就更不用说了。直到你来，你愿意与我交好，我的地位才跟着水涨船高了一点，每日的饭菜里也能见到肉了。”说到这，陶宝林抬眸朝着林轩言露出一个笑容，握紧林轩言的手：“谢谢你，轩言，不是说好了我们是好友吗？”林轩言的嗓音发涩，回以微笑道。谁知这句话竟让陶宝林连忙扭过头去，只是他不住抽动的肩膀，一点也没藏住自己的情绪。过了好一会儿，陶宝林才勉强平复情绪，看向林轩言的神色有些闪躲：“我对不起你。”林轩言有些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但抬眸看见知柳二人亦是一副有些讶异的模样，才确定自己听到的内容。直到陶宝林又道：“今日早上我见到平张更衣了，我才发现从他的背影看去，竟和你有几分相似。他定是模仿了你的模样，才得到皇上的宠爱。”说到这，陶宝林竟欲跪地，吓得林轩言连忙去拉人，知柳二人也赶紧上前，这才没让陶宝林跪下。旁人的所思所想，如何行事，你如何能控制？林轩言厉声：“你并未有一分一毫对不起我，你若是跪，把我当成什么了？”陶宝林避开林轩言的目光，嗫嚅道：“我毕竟曾是他的主子。”林轩言却捧着陶宝林的头，强行与他对视，一字一句道：“你的为人我清楚，你若再如此，便是瞧不起我。”陶宝林看着林轩言的眸光，这才眨了眨眼睛，嘴角抿出一个笑容来。林轩言见状，也不由露出笑容来。就连阴蒙蒙的天空，这时也有一缕阳光刺破厚重的云层，透过窗纸，在两人交叠的手上落下一抹温暖。林轩言让知信去打水来，亲手拧干帕子，将陶宝林脸上的泪痕轻柔地擦掉，随后又让他敷了好一会儿滚烫的帕子，才让他哭肿的眼睛勉强消下去些许。这日的陶宝林不仅在天照榭用了午膳，还第一次在天照榭的厢房中睡了午觉。林轩言嗜睡，待他睡醒时，陶宝林已醒了半个时辰了。主子，陶宝林似是有话想同您说，自睡醒后总是时不时的往您这儿张望。知柳一边给林轩言擦脸，一边低声道。林轩言的眸中闪过一丝疑惑，但也并未多想，道：“让陶宝林进来吧。”是。知柳端着水盆往外走，不多时便跟在陶宝林的身后重新进来了。只是陶宝林坐下后，却迟迟未曾说话，但眼神却总是往林轩言身上飘，显然是心里有别的想法。看得知柳二人都有些紧张，悄悄地往前站了站，以免陶宝林突然暴起，伤害到林轩言。良久，陶宝林才抬头望了望知柳二人，这样的眼神，林轩言再熟悉不过，无非是想话想说，想要他平退宫人。只是倒不是怀疑陶宝林会对他如何，只是他腹中的孩儿是他盼了20年才得来的，他不想有一丝一毫的意外发生。谁知陶宝林看了两眼后，突然垂头丧气道：“你遇人有术，不似我。罢了，我就这般与你说吧。”知柳与知信齐齐松了口气。林轩言笑着握紧了陶宝林的手：“是我运气好罢了，才得了他们这般好的助力。”陶宝林又看了知柳二人一眼，眼神里不乏艳羡。只是看向林轩言时，陶宝林的眼神中又多了几分退缩，看得林轩言有些好笑：“你到底有什么事要说？你我之间还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吗？”听到这话，陶宝林这才鼓足勇气，眼一闭，道：“我想获圣宠。”什么？林轩言惊讶的嘴都忘记闭上了。上午陶宝林才与他说，盼着一生一世一双人，故而入宫后只想安安分分的待在半梦轩，皇帝来不来无所谓。结果才过了几个时辰，咋就变得这么快呢？林轩言眨眨眼，难道是他这一觉其实已经睡了10天半个月？许是已经开了口，接下来的话陶宝林倒是顺畅了许多，几乎是一刻不带停的说了出来。如今你失了圣宠，你怀的是皇子还好，若是公主，岂不是让公主也要跟着我们每日吃豆腐白菜？我想着若是我得宠了，你的日子也能好过些，说不定还能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皇上想起你们恩爱的时光，让你重新获得宠爱。说到这，陶宝林深吸口气，继续道：“若是你重新获宠，我就可以继续安心待在半梦轩了，可以吗？”林轩言看着陶宝林紧张的神色，眨眨眼，愣了一会儿，才眼唇扑哧一笑：“你是陛下的妃子，想获得恩宠本就是应该的，何须征求我的同意？”
谁知听了这话，陶宝林反倒着急起来，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第169章，陶宝林要争宠，怎么了？林轩言好奇，有什么话不能说吗？陶宝林这才鼓足勇气道：“你往日与皇上，虽不知我能不能获得他的宠爱，但若是会因此与你疏远，我宁愿继续这样下去。”林轩言一怔：“若你这胎是公主，我们偏居一隅，清平些也未尝不可。再说，你不是有个状元郎的表哥吗？若他今后平步青云，小公主今后也不必愁。”陶宝林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林轩言却是听懂了他的意思，长长舒了一口气，道：“你在担心，若是你得宠了，我会嫉妒你，从而与你疏远，是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与皇上之前。陶宝林急忙解释，只是越解释越乱，愈发不知自己说了什么。林轩言看着这样的陶宝林，心里就像塞满了一个还未成熟的橙子，既酸且涩，却又掺杂着几分甜。他突然有种冲动，只是这个念头不过一瞬就被压下，毕竟这个世上最不可测的就是人心。于是林轩言微微垂下眼眸，长长的眼睫在偏西的阳光下投下一片暗色的阴影。不是你，还会有别人。林轩言闭了闭眼，他的身边永远不会缺少女子，这件事我早就明白了。既如此，如果你能得到他的宠爱，于我而言，不是更好吗？林轩言抬眸望向陶宝林，嘴角抿出一个浅浅弧度，看起来岁月静好。可陶宝林却从他的眼尾处看出了一抹红痕。陶宝林张了张嘴，终是嘴拙不会说话，只好紧了紧俩人握着的手。这日的陶宝林在天照榭待到直到华灯初上，才回到自己的半梦轩。只是随着夜色降临，白日的喧嚣消退，就愈发凸显出又旱斋的动静。旁人只以为常常再是不小心倒了杯热茶，烫伤了皇帝，说不定皇帝气消了，还能重获圣宠。毕竟前段时间的宠幸不知羡煞了多少人的眼。可常常在却是清楚得很，若不是皇帝为了脸面另外找了个借口，他就算不是就此了断，也该是在冷宫冷风残月凄苦一生，这辈子都不可能再从这方小小的天地出去了。短短1日内，又旱斋的瓷器被常常再摔了个遍，夏叔与小山二人自然也少不了挨打，尤其是小山更是被他重点对待。故而待夜色深沉时，小山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偷偷出了右旱斋，鼻青眼肿地找上了知顺。主子，怎么办？知顺一早便将此事汇报给了林轩言。小山虽然不知道催情药一事，但那则皇帝去了御花园的消息可是林轩言要他假传的，若是平儿上位一事，和这没关系，他把头砍下。捏着这个把柄，小山自然想借此得到点好处，不说别的，至少得从右旱斋出去，他可不想日日被打。林轩言听完小山的要求，睨了知顺一眼，就这种小事也值得来饶我？主子的意思是？知顺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林轩言将手轻轻搭在肚子上，若是前生，对于这种敢威胁他的奴才，多是一杯鸩酒送其上路。可这辈子，林轩言的目光落在凸起的肚子上，似乎能看到里面蜷缩着的婴孩。这辈子他不想手上再沾满血腥，有些事换种方式处理，也未尝不可，就当是积福了。你让他且等等，过了这个风头，我会给他银钱打点，从右汉摘出来。不过林轩言抬眸望向手中的杯盏，眼神冰寒，若是他敢胡说，就别怪我心狠手辣。话音刚落，银白的瓷杯从指尖跌落，刹那间就碎了一地，只余下一声脆响，似有回音。积福是一回事，可也得分情况。是，奴才明白了。知顺躬身告退。至于右汉斋的吵闹，林轩言不过是在尖叫声响起时，恰到好处的在嬷嬷面前蹙眉撑头，不消一会儿，隔壁的吵闹便烟消云散了，似乎从未发生过。解决了常常在，林轩言又过上了安心养胎的日子。就是那平儿，他费尽心思推其上位，可惜自此后就再未听到被皇帝宠幸的消息。林轩言撇撇嘴，罢了，在决定让平儿用催情药时，他就有预料会因此遭到皇帝的不喜，眼下的情形倒也是在意料之中。倒是陶宝林说是想获圣宠，等到今年的第一场雪落下，一点进展都没见着，反倒是每次请安回来，常与他说平儿被人冷嘲热讽的情形。不过对此林轩言倒也不急，陶宝林能上位替他美言自然更好，若是不行，他也有法子。唯一可惜的就是，原本皇帝答应在表哥回圣天之后，准允表嫂进宫探望他，眼下被冷落，这个应允自然也不了了之了。风雪渐盛，随着年关将近，罗昭院的17岁生辰也到了，宫中热热闹闹的办了起来。至于去年冬日热闹办了一场生辰宴会的林美人，如今又有几人还记得呢？若不是太后还记得林轩言怀着他的皇孙，让人赐了些礼过来，这才连带着宫中其他人也跟着送了些礼。至于皇帝，也跟着赏赐了东西，但别说东珠了，送来的东西全是内务府依照分例选的。林轩言百无聊赖地翻看了下各宫送来的东西，便摆手让知柳登记造册送进库房了。而与之相对的，自然就是罗昭院的生辰宴了。
听闻早在1个月之前就开始筹备了。只是林轩言怎么也没想到，罗昭院的生辰宴最后得来的消息，竟是陶宝林被皇帝带去了太初宫。怎么回事？你可知道宴会上发生了什么？林轩言惊讶的连忙坐直身子，看向知顺。不止林轩言，知柳与知信也是一脸的期待。毕竟自从陶宝林在这儿下定决心后，别说成宠了，就连半点受到皇帝青睐的消息都没传出来。眼下突然被皇帝带走，还是在罗昭院的生辰宴上，如何不让他们好奇？知顺顶着3人足以灼人的目光，这下不敢卖关子，干咳一声，连忙道：“奴才知道的也不是很多。”第170章，陶宝林成宠。今日在罗昭院的生辰宴上，要不是陶宝林抢了最后的风头，奴才觉得张更衣是最受关注的了。知顺挑眉，嘿嘿一笑：“张更衣是那位？”知信朝着半梦轩的方向努嘴：“咱宫中也就这么一位姓张的更衣，除了他还能有谁？”知顺肯定道：“罗昭院的生辰宴可是皇后亲自吩咐的，宫中除了少数几个没去，基本上全去了雪阳宫。可更衣是妃嫔中最低的位分，且又是罗昭院的生辰宴，怎么也轮不到张更衣出尽风头吧？”3人这般想着，就听知顺继续道：“今日张更衣穿了一身浅绿色的海棠宫装，外披着一件素色大氅，头上梳了个堕马髻。”知顺的话还未说完，就被知信蹙眉沉吟打断：“这穿着，我记得主子穿过。”话落，知信瞪大眼睛，肯定道：“那身浅绿色的海棠宫装，还是奴婢给主子做的呢。”知柳也在一旁接话：“主子也有一件素色的狐裘披风，堕马髻是主子常梳的发型。”知顺补充：“这张更衣真是讨厌，皇上都许久未来了，还学着主子做什么？”知信气得跺脚。知信3人皆是一脸愤愤，倒是被模仿的林轩言本人反倒是一副淡淡的神情。早在前世，他身为花魁时，城中不少妓子学着他的穿着打扮，甚至有些良家妇女为了留住夫君，也偷摸的跟着学习。如今宫中只有张更衣一人学习，他可不会生气，反而觉得宫中学他的人越多越好，这样才显得他在宫中是独一份的。而知顺的下一句更加点爆了知信2人的火气，若只是穿着打扮，还能说一句是凑巧，可张更衣一举一动间有几分主子的影子。这下别说是知信了，就连知柳都忍不住骂了一句：“真是无耻至极。”好了好了，林轩言失笑，当初捧他，不就是看在他学我的份上吗？可是知柳气不过，可他光学了主子，一点用处都没有。知柳在林轩言的目光中，声音越说越小，但心里却是将张更衣狠狠骂了一遍又一遍，在主子面前要文雅些，心里却是将乡间学来的词汇全用上了。林轩言却是暗道：要是张更衣真借着他相仿的举动得了恩宠，估计你们更得愤愤不平了。说吧，他只是学我，不至于抢了全场的风头吧？林轩言捏起一块糕点，挑眉道。说到这，知顺竟是拍着大腿，自己没忍住先笑了起来，最后还是被知信狠捏了一把，才勉强止住笑意，道：是柯平。柯平刚一落座，就明里暗里的嘲讽张更衣。张更衣初时还想反驳，可柯平开口后，另外又有不少妃嫔也跟着冷嘲热讽，要不是后面皇上与皇后娘娘来了，估计还有的热闹呢。说来张更衣自成宠后，每每去请安，皆是少不了被众妃嫔冷嘲热讽，毕竟她是宫女上位，而宫中的妃嫔家中哪个不是有权或有钱的？连带着陶宝林这位旧主都没少被嘲讽一番。尤其是张更衣整日学着林轩言的作态，更是被众妃嫔打心底里瞧不上。若是他能因此飞黄腾达还好，可自那夜后，皇帝就似全然将其忘却似的，谁见了不上前踩一脚？后来的张更衣学聪明了，请安时不再学着林轩言的作态，嘲讽声也因此少了些。可今日能见到皇帝，竟是又就太傅蒙，如何不让众人看清？而且奴才听闻，张更衣借着上前给罗昭院敬酒的时机，那双眼睛就差没粘在皇上的身上了。知顺一脸嫌弃，主子可从不会这样。知柳2人颇有同感的狠狠点头。然后呢？皇上可有什么反应？知信着急问道。说到这，知顺又没忍住，先笑了几声，道：皇上先是皱眉打量了张更衣一眼，随后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哈哈哈哈。噗嗤，林轩言连忙用袖子挡住嘴，差点没让他笑喷。知柳2人也没忍住跟着笑，怪不得出尽风头，宫中别说是妃嫔了，哪怕是刚进宫的宫女太监，也不会得皇上如此评价。至于陶宝林，知顺皱眉，倒是没什么好说的。生辰宴结束后，皇上本是打算离开的，可就在经过陶宝林的位置时，许是没站稳，陶宝林正好摔进皇上的怀中，便被皇上给带走了。自从常常在倒下后，皇帝又恢复了往日进后宫的频率，也基本上就是那几个脸熟的妃嫔承宠，偶尔翻翻旁人的牌子。陶宝林承宠的日子细数起来，竟是只在刚进宫时有过几次，要不是得去请安，后宫众人怕是都得将他忘在脑后了。不同于知柳2人的担忧，知顺一脸的喜气洋洋，奴才觉得陶宝林对主子应有几分真心，至少眼下应该能帮主子吹吹枕头风。
话音刚落，知信在身后捏了知顺一把，赶忙找了个理由带着知顺出去了。主子，知柳微微蹙眉，目露担忧。许氏曾经在皇帝面前的深情演得太好，哪怕他以用计捧了平儿上位，知柳与知信仍然觉得他心中有几分皇帝的位置。林轩言有些好笑地叹气道：“旁的妃嫔不知承宠过多少回了，你见我放在心上过吗？陶宝林是陛下的嫔妃，承宠是理所应该的。再说，就如知顺所言，陶宝林还能帮我吹吹枕头风呢，不比别人好。”说完，林轩言便挥手让知柳去拿琴来，做了一场忧愁哀婉的戏，自然就得演完。至于会不会又让知柳二人误会，无所谓了，反正不耽误他吩咐干活。至于陶宝林，一日一早便带着新宫女犹犹豫豫的上门了。与知柳二人一样，也正害怕林轩言会因此心有芥蒂。轩言，陶宝林捧着汤婆子站在门口凄凄哀哀的唤了一声。见状，林轩言干脆上前将人拉到榻上来坐下，点了点他的鼻头，笑道：“这副表情作甚？放心，祝贺你的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第171章，又是一年除夕。见林轩言面上果真没有半分不悦，陶宝林松了口气，嗔怒道：“这有什么可庆祝的？今日我刚回半梦轩，内务府就将这几月昧下的分裂给我翻倍补齐了。不过……”陶宝林扫了一眼室内燃着的炭盆，“你这儿也不需要我帮忙。”林轩言摸着肚子笑了笑，他怀有龙意，就算不受宠，内务府也不敢怠慢了他去。我这儿不用你担心，前些日子我表哥回了圣天，外祖家特意给我送了些提锦。林轩言狡黠的眨眨眼，说罢，让知信将自己准备好的贺礼拿给陶宝林，俩人推拒了一会儿，陶宝林才无可奈何的收下了礼。对了，昨日罗昭院特意问了我有关你的情况。陶宝林突然想起道。林轩言手一顿，不由眉头微微一蹙，罗昭院，他问我作甚？陶宝林摇头，我不知道，我就回了他一句，你一切都好，之后便没说别的了。林轩言颔首，待陶宝林走后，让知顺与红豆去调查了一番罗昭院的近况。罗昭院身为平南王的女儿，皇帝不论喜不喜欢都得宠爱几分，更何况罗昭元的长相身段皆是上乘，如今的后宫中唯有邓昭仪能与其平分秋色，故而昨日皇帝在罗昭院的生辰宴上带着陶宝林走了，尤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除此之外，便是近日异军突起的吕宝林了，说是善厨艺，皇帝常过去与其用膳。至于罗昭院本人，林轩言对其的印象就只剩下严厉的容貌了，还有那次莫名其妙的亲近，但之后又并未体现出亲近之意。她怀孕以来，罗昭院仅是随大流的跟着皇帝等人送了礼过来，其他的一概没有。此次却又莫名的找陶宝林问他近况，实在让人可疑。过了一日，知顺二人才将罗昭院的消息打探回来，只是从俩人的消息中来看，瞧不出一点异常。对了，3月前罗昭院去了一次小佛堂，听说与新太妃相谈甚欢，俩人常有往来。红豆突然道：“新太妃？”林轩言皱眉，他孕期以来为了养胎，别说小佛堂了，就连踏出天照榭的次数都屈指可数。但为了维持他爱抄写佛经的模样，也时常抄了佛经让知信送到小佛堂供奉。与新太妃不可避免的会有交谈，故而俩人就算几月未曾见面，但也通过知信带话，未曾断过联系。许是因为他们的交谈中多半是有关佛经有关，倒是未曾听起新太妃说过罗昭院，不过也或多或少的谈论过腹中孩儿的情况，或许是因于此，让罗昭院忽地提起了兴致，问了陶宝林一嘴。想到这，林轩言便也不做多想了，反正宫中的女人不关心龙意的才是反常，问一句罢了，能有什么妨碍呢？过了罗昭院的生辰宴后，没多久就是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转眼间又是一年除夕，林轩言站在院中，看着远处天空上方朵朵燃放的烟花，想来这时候昭阳殿正是灯火通明，觥筹交错的模样。但无论如何热闹喜庆，这些都与林轩言无关。怀胎10月，只剩下2、3月的时间就能等到孩子出生，林轩言万万不可能在这个紧要关头出事。反正皇帝将这一应需要他外出的事全免了，太后与皇后也没要求他必须出席，他又何必为了点脸面非跑出去呢？小主，风大了，咱们进去吧。燕嬷嬷拿着斗篷给林轩言披上，柔声道。林轩言却是撒娇笑道：“嬷嬷，一年难得看一次烟花，就让我多瞧瞧吧。”盛大灿烂的烟花在瞳孔里绽放又熄灭，燕嬷嬷看着似乎被遥远烟花照亮脸庞的林轩言，便将劝慰的话咽了回去。宫里的女子大半都如眼前的烟花，稍纵即逝。与林轩言相处了大半年，就算燕嬷嬷知道待产下龙翼后，她与如嬷嬷就得回长乐宫，但还是难免对眼前的女子有了几分喜爱。若他是皇上，怎舍得让这样的姑娘待在这重重宫闱中不见天日？这样的念头，燕嬷嬷时常想起，只是每刚冒出来，便是自嘲一笑。皇上3宫6院，天底下最优秀的女子无不汇聚于此，漏了一人也是情有可原的。更何况林美人与皇上生了嫌隙，
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重归于好。燕嬷嬷有的没的想了半晌，待过了1刻钟后，提醒道：“小主，春节将至，放烟花的日子还有的是，今儿个就先回去歇息吧。”林轩言回眸一笑：“好，我听嬷嬷的。”燕嬷嬷连忙伸手扶住林轩言，将人给扶了回去。只是给他泡脚按摩时，还是没忍住提了一嘴：“奴婢知道您心中有傲气，可有时候还是得软一软。”林轩言一怔，随即笑道：“嬷嬷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懂？”燕嬷嬷抬头看了眼林轩言身侧服侍的知柳二人，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都是些年轻的小姑娘。奴婢接下来的话可能有些唐突，但还是希望小主能够用心记下来。燕嬷嬷低下头，继续给林轩言按脚，轻声道。林轩言已经意识到燕嬷嬷要说什么了，眸光落在自己因怀孕而浮肿的腿上，淡声道：“嬷嬷在宫中多年，您愿意说些体己话，是我的荣幸。”听到这话，燕嬷嬷笑了笑，放柔了嗓音道：“奴婢一直跟在太后身边服侍，有幸看着陛下一点点长大，多少对陛下的性子有些了解。陛下自登基后，性子收敛了许多，奴婢还曾听宫外的人说陛下不怒自威呢。可奴婢知道，陛下的心肠还是软的，尤其是对身边人。”说到这，燕嬷嬷抬眸看了林轩言一眼，又道：“待小皇子出生后，陛下定会来与您见面，到时您好好与陛下说几句话，陛下不会一直记在心上的。”燕嬷嬷所说也是林轩言打算去做的，只是听旁人说出来，他却觉得有些可笑。明明错的不是他，可偏偏得是他去做主动讨好的那个人。第172章晋升贵人。但燕嬷嬷愿意说这些话，显然是真心待他，林轩言自然不会不识好，故而扬起笑脸道：“我知道，哪怕是为了孩子，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和我一样，一年见不到几次父亲。”这话让燕嬷嬷让想起了林轩言的身世，在心底重重叹了口气，但又有些宽慰，好歹是听进去了。燕嬷嬷寻思着，若是林美人依旧没能与皇上和好，那她便在太后跟前多美言几句，好歹不让林美人在宫中太难过。于她而言，也不过是动动嘴的功夫。待到知柳扶着林轩言侧躺着睡下，天照泄的灯火只余下了屋檐悬挂的宫灯，陶宝林才从朝阳宫参加完宫宴回来。不过陶宝林作为皇帝这段时间的新宠，今时不同往日，才听到点响动，宁真殿的宫人便一齐迎了上去，热热闹闹的，好似新年已经提前到了。热闹的场景与去年一样，只是人群中被簇拥的人换了一个。不知何时，新年的雪花洋洋洒洒的落了下来。不过一夜的光景，富丽堂皇的皇宫已是银装素裹，瑞雪兆丰年，是个好兆头。主子，知顺在院子里堆了个雪人，正等着您去点睛呢。才睁眼，知信便扶着林轩言起床，喜气洋洋道。听到这话，林轩言也有些迫不及待。他虽是耐得住的性子，可在天照榭里日日待着，一成不变的东西看久了，也实在有些烦闷。若是去年，我还能自己去堆个。说到这，林轩言不由瞪了肚子一眼。虽然10月怀胎后能有个与自己一脉相承的孩子，可孕期实在难受。他突然觉得这一胎直接生个儿子也不是不行，这样就可以只生一个，好好培养他当上皇帝。若是个女儿，还得再生，想想就有点烦。知信看着林轩言孩子气的模样，捂嘴偷笑，但很快便在林轩言视线过来之前收敛表情，正色道：“等日后还能多个人陪主子堆雪人，岂不是更好？”可知信这点小把戏哪能瞒过林轩言，当即没好气的点了点他的眉心：“就你嘴甜。”知信破功，咧着嘴笑了起来，却还不服气：“奴婢虽是嘴甜，可也说的是实话。”林轩言被逗笑：“好好好，待会等内务府发了新年的份例后，我也发你一份嘴甜的压岁钱。”谁知这话一出，屋里待着的几人个个都嘴甜的说起了好话，直让林轩言招架不住，让他连连许诺了好几样东西出去，这才满了这些人的意。一时间欢快的气息萦绕在内殿中，唯有知顺吹着寒风守在雪人旁边，全然不知殿中的人不过说了几句话，就抵了自己冒着寒气堆雪人的功劳了。直到林轩言被簇拥着走到雪人跟前，听到知信的打趣，知顺暗道失算，赶紧上前说了几句吉祥话。林轩言一边拿着黑珍珠给雪人安上眼睛，一边打趣道：“咱们天照榭就你最爱财，我还能少了你的不成？”知顺放下心来，摸着后脑勺傻笑。这时内务府的年礼也送了过来，但这次竟还带了旨意过来。折封林氏为贵人，钦此。前面说了什么，林轩言都不在意，唯有最后这一句，他听得真真切切。虽然此次进封是和宫封赏，但他还是有些不真实感。原以为林家败落，有可能他生了孩子都不一定能进封，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虽然是和宫进封，但他得到手的可是实打实的。进封贵人分例暂且不提，宫女与太监都得翻一翻。于是林轩言立马选了红豆。至于另外的一位宫女与太监，林轩言看着底下3两宫人，不得不感叹一句：人心寒凉。陶宝林晋升为常在，能多一位宫女，宁真殿大半的宫女都去了半梦轩，能来他这里的多半是将赌注下在了他腹中的孩子身上。但即便如此，太监也并未比宫女多几个。眼下这幅清冷的场景，
谁能想到他得宠时的宁真殿人谄媚的模样呢？林轩言虽早已预料，但仍是不免有些感慨，于是便挥手打算让这些人退下，打算另外从内务府中挑人。谁知这时人群中竟有一宫女上前跪下，鼓足勇气高声道：“奴婢辛勤愿跟着贵人，还望贵人收留。”说罢，辛勤磕了几个响头。主子，去年奴婢落水后，他来照顾过奴婢几日。知信在林轩言耳边低声道。知信这么一说，林轩言也想起来了，但旁的印象却是没有了。别说他待在天照榭几月未出门，这辛勤往常也不是个爱冒头的，他实在想不起有关他的相关情况。不过见辛勤言辞恳切，林轩言借着眼角余光瞥了红豆一眼，见其冲着自己微微颔首，心下便有了成算。于是林轩言不急不缓地抿了口热水后，笑道：“那你也跟着红豆留下吧，至于其他人都退下吧。”没选上的工人躬身退出天照榭，至于红豆与辛勤，自然是千恩万谢地留了下来。至于缺了的那个太监，内务府却是在3日后才带着人上门供林轩言挑选。倒也不是内务府慢待，主要是此次和宫封赏，邓昭仪与罗昭苑更是成了邓妃、罗妃得先紧着这2人。能够在3日后就来天照榭，还是看在太后与林轩言腹中孩子的份上了。由于陶常在也没在宁真殿的宫女中挑中，故而此次来了天照榭，与林轩言一同挑选。毕竟他没受宠时，宁真殿宫人的嘴脸他都看得再真切不过了，怎可能还在这里边挑人？这让婉儿庆幸不已。幸好张更一走时，陶常在还未得宠，才被他捡了漏。林贵人、陶常在，您2位瞧瞧，可有看上的？内务府的小太监谄媚笑道。陶常在下意识地看向林轩言，而林轩言却是看向燕嬷嬷2人，讨好道：“这挑人的事儿还得劳烦2位嬷嬷。”燕嬷嬷2人自是笑着答应了下来，随即眸光一厉，扫向底下乌泱泱的一群人。不多时，燕嬷嬷就上前朝着林轩言耳语：“小主，眼见着您的生产之日快到，不若此时将伺候小皇子的工人一并挑了吧。”第173章，熟悉的叩击声。林轩言眼眸一亮，虽说眼下他与陶常在各需挑选1名宫女与太监，可后进来的毕竟不比先前就跟在身边的。但皇嗣的宫人则不同，都得挑新面孔。原本林轩言还正愁这事，担忧会有旁人安插眼线进来。虽然眼下挑选的宫人中也有可能混进别有用心之人，但概率却小很多。于是林轩言当即道：“听嬷嬷的。”燕嬷嬷满意的笑了，扭头朝着内务府的太监正色道：“小公公，过些10日就要挑选伺候小皇子的宫人，不如此次一并挑选了吧。”听到这话，内务府太监的表情错愕。小皇子身边的宫人位置可是香饽饽，哪怕林贵人如今不受宠，也有不少人愿意赌一把。哪怕他在内务府地位不高，但也有人为了小皇子给他送了银钱。可如今送到宁真殿的宫人，虽然他也挣了油水，但哪比得上小皇子啊？然而看着上头站着的2位嬷嬷，内务府太监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要是林贵人提这要求，他还能义正言辞的拒绝。这可是跟了太后大半辈子的嬷嬷，在外行走代表的就是太后的脸面，他哪里敢说个不字？林贵人若是愿意，此次便一并挑了吧。只是内务府太监还想挣扎一下，只是他们提前到了天照榭，提前这些日子的月银就得您这儿负责了。林轩言不甚在意的笑了笑，不过些许月银罢了，值当什么？内务府太监不说话了，退到一旁任由上头的主子挑选。而底下的工人们则是喜不自胜，有银钱打点的自然都去了邓、罗2妃那儿。宁真殿的2位嫔妃虽比宝林、答应之流不受宠的妃嫔好些，需要花些银钱打点，但肯定不如上头的。如今突然来了个撞大运的机会，如何不让他们高兴？而这边的燕嬷嬷2人也仔细挑选了起来，除了林轩言的太监外，不论是皇子还是公主，身边都得选4位宫女与2位太监。至于乳母，自然不会早早就进宫。过了半晌，燕嬷嬷2人才从底下的宫人中走出，指着挑选出来的10余人，上前道：“这些都是奴婢们瞧着性子沉稳的，小主瞧瞧，可有满意的？”林轩言笑着颔首：“嬷嬷们的眼光，我还有不满意的吗？太后有可能对他下手，但绝不会对他自己嫡亲的孙儿下手。毕竟林寒冬的儿子都亲自带过去养育了，前世还养得那般优秀。”想到这，林轩言就想给林寒冬和大皇子扎小人，但面上却是一点不显，拉着陶常在笑道：“你也瞧瞧，看有没有满意的。我才一个宫女，有什么可急的？先挑小皇子的吧。”陶常在看向林轩言的肚子，温柔笑道。林轩言也不推拒，当即与陶常在、何之流等人挑选起来。这10余人竟是被他们挑了小半个时辰，才从中确定最终名额。待内务府的人走后，陶常在也未多做停留，带着人就回了半梦轩。他虽不爱争抢，可又不是蠢笨，天照榭多了这么些人，可不得好好训话吗？奴才奴婢拜见主子。7人跪地磕头道。林轩言淡淡应声，让人起身，我这规矩不多，只一条最重要。说到这，林轩言一一扫向众人，一字一顿道：忠心。
若有不忠之人，我定不会留他在这儿过第二日。说罢，林轩言端起杯盏，掀开杯盖，轻轻吹拂，清脆的碰撞声响起。不留第二日，可以是赶出天照泄，也可以是看不到第二日的太阳，端看个人理解。下方的工人一领，忙齐声道：“奴才奴婢谨遵主子教诲。”见众人态度良好，林轩言也不欲多训话，毕竟做了这么许久，他也得起来活动活动了，便让知柳将准备好的赏银一一分发了下去。眼下正是春节，你们虽晚来了几日，但也让你们沾沾喜气。林轩言笑道。底下的工人摸着荷包的手感，脸上的笑容都加深了几分。谢主子赏。林轩言颔首，接下来便是赐名的环节。他身边的人自然按照之来取名。心情改成知情，红豆由于不论是知红还是知豆都不太好听，便另外选了个字换作知南。红豆生南国也算是有点联系。新来的太监则根据一帆风顺换作知帆。倒是腹中孩儿身边工人的取名让他颇为苦恼，随便取吧，觉得不配上自己孩子，费心取名，又担心名字太贵重会冲撞宫中的主子们。最后想到孩子会在春日里出生，正是春回大地，春暖花开的时节，便选了回与暖二字做开头。2个太监被唤作回全与回松，4个宫女分别是暖蕊、暖墨、暖安和暖英。知柳，你带他们下去安排一下。林轩言吩咐道。是。知柳点头。不得不说，2位嬷嬷眼光老道，挑出的这几人皆是不多话且手脚麻利的，短短几日就将孩子日后的房间给布置了出来，让林轩言极为满意。接下来就只要等着嬷嬷与乳母送过来了。林轩言虽有送了银钱去内务府打点，但母家不得力，表哥不过才当了短短10日的翰林院修撰，都帮不上忙，他实在是不放心，只能寄希望于太后了。至于皇帝，林轩言完全不抱希望。过了这些10日，林轩言总是时不时的在燕嬷嬷2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担忧，期盼他们能将消息传到太后耳中。时间一晃而过，眨眼间到了元宵，春节眼见着就要结束了。今日元月16，林轩言看着窗外的景色，桃树的枝桠上缀着点点未融的白雪，朵朵烟花在枝桠后蓦然绽放，忽如春风刮过，万紫千红盛开。主子，天色已经很晚了，睡吧。知柳轻声劝道。林轩言打了个哈欠，让知柳扶着他到床上侧躺下。只是知柳刚出房间，就听到窗棂处传来熟悉的叩击声。林轩言顿时打了个激灵，有些不敢置信地望向窗户，只见在烟花的映衬下，似乎真有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印在窗纸上。第174章要罚。许是林轩言震惊的时间太长，他才刚刚走到窗前，窗外的人影便已不耐烦地震开锁扣，打开了窗户。齐郎！林轩言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男人，喃喃道。窗外的宫灯与烟花的光亮，俱被男人颀长的身形遮了个彻底。齐朝侧垂眸看去，唯有那双眼眸还微微有着亮光。而林轩言仰头看着齐朝侧，他的身后正有烟花燃放，微微光芒落在他的侧脸，更显面观如玉。他想到了一句话，无心插柳柳成荫，或许孩子的嬷嬷与奶娘今日可以解决了。齐郎！林轩言笑弯了眼眸，伸手拽住男人的袖口。齐郎来了。口吻熟稔，仿佛俩人未曾数月不见。见林轩言这般，齐朝侧的表情依旧未变，但却莫名让人觉得他眉宇间的冰霜已经消融。元宵礼物。齐朝侧从身后拿出了一盏荔枝灯，暖黄的烛火正在其中跳跃，隔在俩人之间，仿佛日光之下，风雪渐消。这下林轩言是真的有些惊喜了，皇帝能想起他来，他已经很满足了，没想到竟然还带了礼物。虽然只是一盏不值钱的花灯，但其中的心意却比那日的珍珠头面还要珍贵。林轩言脸上惊喜的表情让齐朝侧也柔和了眉眼，唇角微勾。然而在他刚伸手接过花灯时，却是眉头一皱。齐！林轩言疑惑的开口说了一个字，就被齐朝侧伸手捂住嘴，从窗外跳了进来，随即转身关紧窗户，动作一气呵成。然而林轩言手中的荔枝灯还在房间里散发着蒙蒙光亮，可窗外的脚步声已渐行渐近，近到林轩言都已经能听到踩裂树枝的响动。幸好由于天气严寒，齐朝侧披了件斗篷，当即搂着人转到窗户旁边，用斗篷将林轩言与荔枝灯全都遮得严严实实。工人走到窗户旁检查了一番，没看出不对劲，嘀咕了2句便离开了。室内的2人却没有半点心思落在窗外，此刻的斗篷内呼吸纠缠，也不知是燃了炭盆的缘故，还是别的原因，气温似乎有些升高。只是今时不同往日，2人之间不仅隔着一盏花灯，还隔着一个凸起的肚子。最后是齐朝侧率先退后几步，捏了捏眉心，新鲜的空气立马流通了进来，冲散了2人间纠缠的气息。然而林轩言却提着花灯上前揪住了男人的衣袖。齐郎！林轩言仰头望着男人，齐郎，嫔妾好想你。像是刚刚吃了一罐蜜糖，嗓音甜得发腻。一瞬间似是回到去年的此刻，他们站在长街的花灯下，花千树，心如雨，
世间纷杂，却又好像只剩下他们两人。齐朝策回过神来，反问道：“想朕？可朕怎不见你来寻？”林轩言不知道怎么回答，干脆将头低了下去，看着手上提着的荔枝灯，就连原本揪着男人衣袖的手也要跟着垂下去。齐朝策见状，连忙又将林轩言的手给握住。罢了，去年走时那般生气，也不怪他不敢来寻。朕送了你元宵礼物，朕的呢？齐朝策转移话题道。谁知林轩言竟是从角落里翻了个荷包出来，看着似乎就连花纹都与去年的那个相似。齐朝策捏着荷包很是不满，但还是尽量放柔了声音：“朕听说你最近缝制了一件男子的外衫。”谁知林轩言听到这话，竟是眼神闪躲，懊恼道：“齐郎听谁说的？是不是那于斌？”林轩言左顾而言他，最后在齐朝策逼问下，还是不得不承认，嫔妾的确有给齐郎缝制了一件外袍，只是嫔妾做的不满意，今日刚将绣花给拆了。给皇帝做外袍是他一时兴起，想着不久后就要想办法与他重修于好，送亲手做的外袍只是其中之一。想着皇帝什么样的精美的衣衫没穿过，他比不上苦练了10几20年的绣娘，但也不能太差劲，这才拆了又缝，缝了又拆。林轩言的嗓音低落，原是利用皇帝的怜香惜玉，干脆逃过这一遭。谁知齐朝策一边将荷包塞进怀里，一边却道：“那可不行，去年朕说过，若是忘了朕的元宵礼物，可是要罚的。你今年磨磨蹭蹭的，到了16日还未做好，也得罚。”林轩言被齐朝策的厚脸皮给无语到了，仗着男人看不到低头的他的眼神，眼睛余光看着他放荷包的地方，都快冒火了。有本事将荷包还给我啊！荷包不难绣，他也得花时间好不好？气人！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林轩言在心里发泄了一通后，有些畏缩的将双手摊到齐朝策面前，头更是害怕的扭到了一旁，还不忘小声道：“轻点打。”齐朝策简直要被气笑了，他又不是学堂的夫子，打手心作甚？但见林轩言畏惧的小模样，却又觉得可爱，于是将手高高扬起，见他紧张的眉头都紧紧皱了起来，这才轻轻的落下，握紧了他的手。朕罚你。齐朝策俯身在林轩言耳边道：“陪朕去看烟花。”男人清浅的呼吸喷洒在林轩言的耳畔，话语中的含义还不待让他反应过来，齐朝策已拉着他在床前坐了下来。外面天寒地冻，你多穿些，别冷到了。齐朝策提醒道。林轩言乖乖换上衣裳，但仍旧疑惑道：“我们去哪儿看烟花？齐郎今日过来，并未昭告后宫，待会我们出去，可是会惊动天照榭的工人。若是去年还好，可今年多了照顾孩子的工人，人多眼杂，万一……”林轩言絮絮叨叨，好不容易让皇帝冷落了他几个月，眼见着就要生了，他可不想再出什么幺蛾子。齐朝策不胜其扰，干脆堵住了他的嘴，嘘了一声：“朕自有办法，你换好衣裳就是。”这下林轩言彻底安静了下来，老老实实换好了衣裳。只是如今肚子大了，换衣裳虽有些不方便，但还是换好了，但鞋子却实在困难。齐朝策在一旁玩着花灯，没注意这边的情况，而林轩言也不是个委屈自己的性子，弯了2次腰后，便决定不为难自己。第175章，名垂野史。齐郎。林轩言小声戳了戳齐朝策，见他看过来，林轩言柳眉微蹙，为难道：“嫔妾穿不上鞋，要不换耳房的人过来吧？”齐朝策看了眼他的肚子，英挺的剑眉皱起。就在林轩言怀疑皇帝是不是要他自己努力穿上时，就见齐朝策竟是拧眉蹲下，口气不耐烦：“朕给你穿。”林轩言还没反应过来，男人的手已经握住他的脚，偏巧他脚心怕痒的厉害，下意识的就笑着往前踢了一脚，正中齐朝策的脸。空气一时静默，林轩言不敢看瞬间黑脸的男人，连忙将脚缩回去。完了，林轩言内心哀嚎，他这辈子不会毁在这一脚上吧？寝卧里安静的可怕，林轩言迅速想了各种措辞，正要开口时，就听见隔壁的耳房传来知情的声音：“主子，可是有什么吩咐？”“无事，不用过来。”林轩言连忙扬声道。知情这才回到耳房的小榻上休息，然而这点子声音消失，寝卧里依旧是落针可闻。林轩言攥着手下的锦被，鼓足勇气打破寂静：“齐郎，简直放肆！”齐朝策咬牙低声斥责了一句，但手却再次握上了林轩言的脚，耐心的给他穿鞋。林轩言眨眨眼，垂手看着男人的发顶，踢了皇帝的脸，而无事的人怎么也得上个史书吧？不过正史肯定上不了，要不他传点消息出去，上个野史。林轩言美滋滋想着，然而齐朝策许是听到了他的内心所想，给他穿好鞋后，凑到他耳边第一句话就是：“此事若是被第三人知晓，你就……”死字的气音，林轩言都听到了。然而话到嘴边，齐朝策还是换了个说辞：“你就给朕等着。”嫔妾就知道齐郎是天底下最好的。林轩言抱住男人，脸上是十足的幸福娇态。见此，齐朝策顿时觉得方才那一下也不值当什么了，力道其实并不大，只是侮辱意味大于实质。他这辈子别说被踢脸了，连挨打都少有，脸更是没被打过。
好了，你将汤婆子带上，朕带你出去。齐朝策放软了声音，在林轩言的脸上亲了亲。林轩言应声，怀中揣上汤婆子，又披上斗篷，这才被齐朝策抱着从窗户跳了出去。还不待他缓过神来，齐朝策足尖一点，竟是直接飞上了屋顶。齐郎！林轩言吓得惊呼，声音散落在风中。吓得落下后的齐朝策连忙将他的嘴给捂住。林轩言虽仍惊魂未定，但看着齐朝策的模样，却又忍不住笑了起来。齐朝策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但下一刻也跟着展开笑颜。皇宫的烟花早早的就停了，但宫外的烟花却是彻夜长明。尤其是此刻站在屋顶上，更是能看到远处如有龙般的花灯照亮圣天的长街。齐朝策将自己的斗篷取下铺在屋顶上，拉着林轩言坐下，俩人依偎在一处，望着远处的烟火，驱散了长夜的寂寥。不知何时起，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落下，仿若柳絮因风起。齐朝策将斗篷上的帽子给林轩言戴上，帽檐处一圈狐狸毛几乎将他的整个脸都给淹没。下雪了，我们回去吧。齐朝策低声道。林轩言却是摇头，往男人的怀里蹭了蹭，只是碍于肚子，并不能如之前一般贴近。但这并不妨碍他嗓音吃懒，不，嫔妾想和齐郎多待一会儿。此时已近子时，往日这个时辰，林轩言早已会见周公，眼下不过是强撑着，眼皮早已有一搭没一搭的，快要闭上了。只是难得有个与皇帝培养感情的机会，他不想就这么浪费了。再说，一盏花灯就想当做元宵礼物，他倒是想得美。许氏母子连心，肚子里的孩子突然动了一下，俩人挨得极近，齐朝策自然也感受到了，孩子动了。齐朝策连忙上手去摸，刚放上，孩子又是一脚踢了上来。林轩言不慎踢了他一脚，脸色立马变黑，可孩子冲着他踢了一脚，却是一脸傻笑。这虽然不是他第一个孩子，但他遇上孩子胎动却是少之又少。只是这一脚的力道实在过大，让林轩言没忍住攥紧了男人的衣裳，疼。齐朝策这才抬眸注意到林轩言的脸色一下子就苍白了下来，怎么这么疼？不会是要生了吧？这个想法一出来，齐朝策的脸也白了下来。现在孩子上不足9月，要是生下来可就是个早产儿。就算是在皇家，早产儿成活的几率也仅是比民间好了些许。他的一个孩子连满月都没能活过，眼下看着林轩言苍白着脸喊痛，如何不让他慌乱？齐郎！就在齐朝策慌张的要抱着人跳下去时，林轩言已经缓了过来，虽然脸色还没恢复红润，但已经能够展开笑颜了。只是孩子方才踢得狠了，嫔妾眼下已经无事了。说罢，林轩言在男人的嘴角啄了一下，安抚他的情绪。齐朝策看着林轩言舒展的眉头，抱着人重新坐下，仍是不放心问了一句：真的无事？若是有事，可不能瞒着，大不了让人知道朕来了你这儿，还是你的身体重要。是，嫔妾知道了。林轩言乖巧应是，依偎在男人的怀里，笑靥如花。不过经此一事后，齐朝策也不敢再在屋顶上多待了，万一真出事，那还是躺在床上安全些。孩子经常踢你吗？俩人躺下后，齐朝策问道。林轩言摇头，摸着肚子回道：孩子平日甚少动弹，许是今日见到父皇，激动呢。今天这一下，也的确是怀孕以来第一次。那便好。齐朝策却是握着林轩言的手，若是时常如此，你怎受得了？几月不见，怀中人虽然胖了些许，但更多的只是大了肚子，更别说这双手了，手腕细瘦，他仍旧单手可握，还有剩余。已经很晚了，睡吧。齐朝策在林轩言的发顶吻了吻，低声道。林轩言应了声，只是他今日的目的还未达到，岂能去会周公？第176章，不许说晦气话。齐郎，我害怕。齐朝策半梦半醒间，听到有人说话。齐朝策下意识地应了一声，随即才反应过来，睁眼望向林轩言。室内昏沉，看不清他的神情。齐郎，林轩言又唤了一声，这下齐朝策听清了他嗓音中的不安。怎么了？齐朝策伸手摸向他的脸，果不其然，眉心紧蹙。林轩言拽住男人的手腕，让自己的脸在他的掌心蹭了蹭。待孩子出生后，燕嬷嬷与如嬷嬷就要回长乐宫了，嫔妾担心新来的嬷嬷与奶娘照顾不好孩子。燕嬷嬷与如嬷嬷的确极会照顾人，可新来的嬷嬷与奶娘是内务府精心挑选的，轩儿不必担忧。齐朝策轻笑安抚。听到这话，林轩言在心里翻了个白眼，正是内务府挑人，他才担心。皇后已经对他的孩子下过一次手了，如今他是整日蜗居在天照榭半步不出，再加上燕嬷嬷二人的精心照料，这才让人无从下手。而皇后掌管6宫，内务府也是他的权责之内，宫女太监的挑选已经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林轩言才不信皇后还会放过嬷嬷与奶娘。正如常常在所言，孩子生得下并不一定长得大，这话不中听，却也是事实。可是，林轩言面上迟疑，吞吞吐吐的，却又不敢说。这副作态果不其然让齐朝策好奇询问：可是什么？
有什么话不能与朕说吗？林轩言小心翼翼地去了齐朝侧一眼，这才犹豫道：“那嫔妾说了，齐郎可不要生气。”说着，林轩言搂紧了男人的手臂。齐朝侧不由揉了揉他的头发，轻声哄道：“好，朕答应你。”数月前，嫔妾差点小产，就是因为端茶宫女被人买通。林轩言深吸口气，嫔妾担心有人会买通孩子身边的嬷嬷与奶娘，尤其是奶娘，若是孩子出了什么事，倒不如让嫔妾跟着一块去。不许胡说！齐朝侧拧眉打断，不许说这些个晦气话。只是林轩言住了嘴，却挡不住他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很快，齐朝侧就感觉自己的手臂处的亵衣被眼泪浸透。好了好了，你哭什么？齐朝侧无奈，只好软下语气：“有朕在，这些事你都不必担忧。”林轩言在心里勾起了唇角，但这还不够，他得听到皇帝肯定的答复才能放心。齐郎的意思是？林轩言止住泪水，嗓音充满期待：“朕让安山去负责。”齐朝侧又补充一句：“明日就让他去办。”嫔妾就知道齐郎最好了。林轩言破涕为笑，仰头在男人的下巴处落下一吻。齐朝侧极为受用，嘴里却哼道：“这下可以睡了吧？”话音刚落，林轩言又道：“那齐郎千万不要让皇后娘娘知道了，嫔妾怕娘娘不喜。”齐朝侧一愣，随即失笑道：“你还知道内务府是皇后掌管？行，朕让安山悄悄的去办。这下可以睡了吗？”朕的林贵人。林轩言点头，打了哈欠，便在男人的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睡了过去。这晚折腾了大半宿，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翌日的林轩言睡到日上三竿才醒。要不是有燕嬷嬷说无事，支流等人吓得都要去请太医了。至于齐朝侧，自然是趁着清晨无人之际回了太初宫。只是他刚补觉没多久，就听见有人报信：“启禀陛下，太后有请。”没睡够的人最厌恶有人打扰，更遑论是天子。但听到是太后，还是皱眉问了一句：“母后可有说是何事？”来人摇头。齐朝侧见状，干脆挥手让人退下，只道：“朕午时去长乐宫陪母后用膳。”说罢，便又沉沉睡了过去。来人无法，只好就这么回去复话。于是待齐朝侧赶到长乐宫时，看到的就是太后沉下去的脸色。齐朝侧摸摸鼻子，上前朝着太后拱手：“儿臣给母后请安。”太后冷哼一声，挥手让殿中的宫人退下。“陛下可知道，哀家唤你过来是作甚？”殿门刚关上，太后便迫不及待地发问。齐朝侧自顾自地在榻上坐下，抬手给自己倒了杯茶，这才回想近日的种种。今年以来，母后见到他总是笑脸相迎，昨日请安时也不见有异常，所以就是因为昨日朕没在少晚殿过夜。齐朝侧想了半晌，才想到这么个原因。正月15得在长秋殿过夜，这是规矩。那么其他妃嫔若能得到16日的召见，便是极大的殊荣。昨日请安时，太后特意叮嘱他去少晚殿见邓妃。邓妃是太后的外甥女，也是她的表妹，对这个要求，齐朝侧并不介意。原本他也是打算在少晚殿过夜的，毕竟冬日严寒，他也懒得在外走来走去折腾。只是用完晚膳后，邓妃拉着他在院中赏灯，是他这些时日与工人做的花灯，琳琅满目，挂满了整个少晚殿，就像去年的圣天西市，玉壶光转，星如雨，花千树。而去年陪在他身边的人，就连元宵节都为踏出天照谢半步，他并未尽足，他却为了孩子甘愿蜷缩在后宫一隅。看着邓妃的如花笑靥，他却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林轩言逛西市的模样，眼里满是雀跃。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就从少晚殿回了太初宫，最后还是没忍住提了盏他的喜欢的荔枝灯，背着后宫众人去了天照谢。可是朕不是陪了邓妃用晚膳吗？齐朝侧反问道。皇帝晚上都去了少晚殿，为何不留在那儿过夜？太后亦有话说，皇帝应该知道，夜晚去了妃嫔宫中用膳却不留宿，会让他在宫中遭受何种非议。齐朝侧放下茶杯，随意道：“朕不是赏赐了东西过去吗？”他越是不以为意，太后越是生气，最后没忍住拍桌。皇帝当哀家不知道，昨晚你去了哪吗？太后低吼。听到这话，齐朝侧眸光一冷，望向太后。太后这时也自知失言，忙找不到，燕嬷嬷看到了。但看着齐朝侧的眼神，太后又没忍住腾起怒火。怎么，皇帝怀疑哀家在你身边安插了人？第177章，生孩子了。齐朝侧收回目光，淡淡道：“儿臣在母后膝下长大，身边有母后的救人是应该的。”只是齐朝侧顿了顿，那些个奴才应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别说是皇家了，就算是寻常母子，孩子长大了也不喜欢母亲时常管束。太后想通这点，虽仍怒意未消，但也只好忍耐下来。好好好，这件事是哀家错了，哀家不该让燕嬷嬷禀告。可太后养尊处优惯了，心里还藏着怒，明明是认错的话语，说出口却带了几分阴阳怪气。齐朝侧看到这样的太后，反倒不好说什么了，只好道：“
朕没有那个意思。只是齐朝策的态度刚软和，太后又捡起方才的话题，三宫六院皆是皇帝的女人，皇帝要宠幸谁，哀家都管不着。可皇帝昨日答应了哀家，说好去陪兰儿的。皇帝要去见林贵人，哀家不拦，可皇帝分明可以今日去，明日去，或者后日去，就偏偏要与兰儿用了晚膳才去。这才是太后气愤的点。本来是想着元宵过后的第一天，皇帝宠幸一晚，给邓妃尝尝脸面，结果用完晚膳就走，长脸不成，反倒打脸了。齐朝策摸摸鼻子，对于邓妃这个表妹，幼年时俩人曾一处玩过，虽然多年过去早就忘了模样，但毕竟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在，自然得待她更亲近些。只是太后时常念叨着，难免有些烦。见皇帝不说话，太后趁胜出击。今日兰儿过来请安时，抱着哀家哭了许久，哀家的心都要哭碎了，才被哄着去补觉。太后捂着心口，看着难过极了。待她醒后，皇帝今日就好好陪陪她，可不许再去旁人宫中了。面对这样的太后，齐朝策自然只得道：行，儿臣听母后的，反正去哪儿都大差不差，不过一日罢了。太后这才放心来，让人去传膳，顺便将邓妃喊醒。只是今日的邓妃却一反常态，醒来后捂着头直呼不适，让齐朝策不用陪她。太后憋屈的不行，却也只好摆手让齐朝策离开。待他一走，太后恨铁不成钢道：你不舒服，不是正好让皇帝陪你吗？邓妃却只是虚弱的笑笑，一句多话也不说。太后没办法，干脆眼不见心不烦的去隔壁哄大皇子了。于是今晚的凌轩宴又等来了皇帝。太后越是说，齐朝策就越是想来，只是出于面子，虽然是他先低的头，但并不想让别人知晓，依旧是趁着夜色无人时偷偷过来。反正再过不久凌轩宴就要生产了，到时水到渠成的过来，岂不是更好？凌轩宴虽不知皇帝所想，但此举正合他的心意，他也不想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上，因此又出现在后宫众人的眼中，从而导致意外发生。冬去春来，转眼就是2月中旬。这日凌轩宴刚用完午膳，在院中散步，就感觉传来一阵阵腹痛。凌轩宴虽然没经验，但不论是2位嬷嬷，还是早已到了的稳婆，对此早有应对。天照谢灯时有条不紊地忙了起来，只是产妇从阵痛距离生产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过。前世凌轩宴虽然见过女子生产，但轮到自己时方知有多疼。然而就算是疼到直冒冷汗了，为了生产顺畅，还得坚持在房间中一圈又一圈的走路。也不知过了多久，凌轩宴只知道天色已经晚了，殿外响起了许久未曾听到的妃嫔声音，还有皇帝的声音，但是他已经疼到没精力去听说了什么。渐渐的，他连外边有什么声音都不知道了，只能听见稳婆在他耳边一句接一句的呼吸用力，心里不知说了多少句再也不生了后，才终于听到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凌轩宴只觉身上登时一轻，疲倦瞬间席卷全身，但还没看到孩子，他舍不得就这么睡过去。而这时稳婆也将孩子清洗干净，放在襁褓里包裹了起来，报喜道：公主是个小公主，将孩子抱给我看看。凌轩宴忙道。然而皇帝与皇后都在外面等着，凌轩宴就算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才生下孩子，也不及帝后尊贵，自然是要先抱出去给皇帝2人瞧瞧。皇上在外等了好几个时辰，先让皇上瞧瞧公主，很快就回来了。燕嬷嬷在旁给凌轩宴擦着身上的汗水，安抚道。每个人的脸上俱是一片喜气洋洋，凌轩宴甚至听到了齐朝策在外高兴的笑声，但是他作为生母，却只能等了又等，才能见到孩子的第一面。只是刚瞧上第一眼，凌轩宴就没忍住皱起了眉头。他和皇帝都长得不差，怎么生出来的孩子皱皱巴巴像个老妇人？这孩子怎么？凌轩宴犹豫地看向燕嬷嬷，怎么这么丑？燕嬷嬷愣住，随即才道强忍笑意道：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过段时间张开了就好看了。周围的嬷嬷们俱是一副忍俊不禁的模样。凌轩宴长舒一口气，虽然不论美丑都是他的孩子，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得好看些。随后凌轩宴又仔细检查了孩子的手脚，见孩子的身体没有缺陷，这才任由自己被疲倦捆绑，陷入沉沉黑暗。待凌轩宴再次醒来时，身上的黏腻已是一片清爽，只除了鼻尖还萦绕着淡淡的血腥味。阳光透过窗棂泻进一地浅金色的沙粒，鸟儿在窗外的枝头啼鸣，似乎睡了很久，可看着又像是清晨。直到一旁的知柳惊喜的呼声：主子，您可算是醒了。只是这声惊喜还没说完，就变得哽咽起来，忙挥手让人端来膳食，才对着凌轩宴道：您这一觉睡了快1日，奴婢生怕。原来已是傍晚，怪不得这么饿。凌轩宴摸着肚子，原本高高的肚子已经瘪了下来，这时猛地一惊，孩子呢？他昨天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呢？凌轩宴连忙在床上寻找起来，还是知柳连忙道：公主在隔壁房间，主子别急。凌轩宴这才安分的躺好，但忍不住急道：快抱过来。第178章身为婕妤。小公主抱过来时，给凌轩宴准备的晚膳也到了，
虽然可看着孩子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时，又恨不得多抱一会儿，一会也不打紧。最后还是知柳将孩子抱了过去，让林轩辕先用膳。虽然孩子距离刚出生时不过几个时辰，但原本红彤彤的脸蛋已经白净了，纵然仍旧皱巴巴的，却也看着顺眼了不少。于是林轩辕用完晚膳，赶紧将孩子重新抱回了怀里。只是刚出生的孩子嗜睡，方才还睁着眼睛，现在已经攥着小拳头睡着了，可仍旧是怎么也看不过。这时燕嬷嬷二人从外边进来，脸上扬着喜气行礼，奴婢们特来恭喜婕妤喜得公主。两位嬷嬷还欲说话，就见林轩辕抱着孩子愣住。婕妤，两位嬷嬷也愣住了。一旁的知柳见状连忙道：奴婢将这事给忘了，只顾着主子刚醒要用膳了。知柳挠挠头，冲着林轩辕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而林轩辕抱着孩子还有些不真实，昨日知道自己生的是个公主后，心里已经做好了不生位分的准备，毕竟她是罪臣之女，再加上公主是比不上皇子的。可他万万也没想到，这下不仅是生了位分，还是跳过了嫔位，直接到了婕妤。主子，是这样的，知柳解释道，昨夜太后娘娘梦见仙子入怀，今早过来瞧了小公主，说是小公主与她梦中的仙子长得极为相似，而小公主出生时恰好过了1日，今日正是花朝节，太后娘娘直说小公主是百花仙子转世，皇上极为高兴，便升您为婕妤。林轩辕眨眨眼，虽然听了知柳的解释，但他还是觉得有种不真实感，天底下竟有这般凑巧的事。看着怀中懵懂安睡的孩子，林轩辕忍不住轻轻点了点他的眉心，目光柔和，你是母妃的小福星。房间内的工人更是齐身下跪，直贺恭喜。林轩辕让人起身，又让知柳将准备好的赏银翻倍发了下去。众人摸着怀中鼓鼓囊囊的荷包，行动间又恭敬了几分。婕妤小主，奴婢们是来和您辞行的。只是待室内的欢欣退去，燕嬷嬷二人纵有不舍，还是上前道。林轩辕闻言一愣，但下一刻便反应了过来，太后派二位嬷嬷过来，是为了在孕期照顾她，如今她生下孩子，自然也到了离去的时候。可明白归明白，真到了要分别的时候，林轩辕还是没忍住眼圈一红。燕嬷嬷，如嬷嬷，我舍不得你们。哎呦，二位嬷嬷连忙上前安抚，小主现在可哭不得，快收了眼泪，又不是今后见不着了。林轩辕仰头将眼泪收回，许是知道了母亲此时正伤感，怀中的孩子也在这时哭闹了起来，这下也不顾上别的，忙看向宫人，不知该如何是好。奶娘连忙将公主抱过去，略检查一番，便笑道：回主子，是公主尿了，奴婢带公主下去更换一下。林轩辕自是忙不迭的点头。经过这一闹，林轩辕的眼泪已经憋了回去，但看着二人仍是面露不舍。那我日后常带着公主去给太后请安，这便再好不过了。太后若是知道，也定极高兴。二位嬷嬷笑眯了眼。林轩辕依依不舍地与二位嬷嬷说了一番话后，又打赏了不少东西，这才让知情与知南去送二人回长乐宫。转眼就是小公主的喜丧，但林轩辕要坐月子，依旧只能待在产房里等着喜丧礼结束。虽然孩子的皮肤还有皱巴巴的，但醒来时若是没见到，林轩辕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总算是知道了为人父母的心情。就在林轩辕眼巴巴地盼望着时，齐朝策抱着孩子走了进来。这3天齐朝策日日都过来看了孩子，只是碍于产房不吉利，俩人并未见面，直到今日血腥味散去了不少，他这才能进来。可谁知林轩辕见到齐朝策进来，想也没想的赶紧将床帘拽了下来，隔绝了两人的视线。嫔妾给陛下请安。隔着床帘，林轩辕紧张的声音传了出来。齐朝策皱眉，将孩子交给一旁的工人，伸手就要将床帘掀开，谁知手刚碰上，就被林轩辕从里面按住。陛下！林轩辕忙道：嫔妾才生产不久，恐污秽未散，冲撞了陛下。这番言论搁前世他是嗤之以鼻的，女子费了半条命才生下来孩子，却说产房不吉利，男子娇贵的连点血腥味都不能闻。若他此时嫁的是一平常百姓家，也定不会说出这番言论，甚至夫君赶过了3日才进来，他都会将其骂个狗血淋头。只是身在皇宫做妾，以色侍人，半点不好的模样都不敢展示给枕边人。生产时累了1日，汗都不知流了多少，身上虽然清理过，可头发却是万万不能碰水的，汗水沤了3日，他是已经习惯了，可皇帝闻了怎么可能不嫌弃？嬷嬷都说朕能进来了，你倒比嬷嬷还懂不成？齐朝策轻笑，仍旧做事要掀开。男子的力气毕竟大些，床帘最终还是被重新挂了起来，只是林轩辕已经趁机将被子蒙住了头，一丝头发都不露。这是作甚？齐朝策的声音沉了下来，学儿不想见到朕。说罢，一道甩袖声响起。这下林轩辕也不敢再想其他了，味道难闻了些，也总比直接将人气走药好吧。于是立马从被子里露出脸来，伸手拽住男人的衣摆，只是下一刻就发现了不对劲。齐朝策嘴角轻笑，哪里有半点不悦？一旁的工人更是一副强忍笑意的模样，让林轩辕登时就红了脸，
陛下戏弄嫔妾。林轩言撅嘴不满，但手却没松开。被倒打一耙的齐朝策无奈失笑，握着林轩言的手在床边坐了下来。只是刚一坐下，林轩言又往后挪了挪。齐朝策终于忍不住皱眉：怎么，朕身上是有什么不对吗？要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远离？不是。林轩言连忙反驳，但要他说出原因来，却是支支吾吾，半天都不肯。第179章，齐云初，望舒公主。嫔妾若是说了，陛下可不要笑话。林轩言攥着背角，紧张道。齐朝策干脆挥手让工人全部退下，示意他可以放心说了。嫔妾生产时出了一身汗，这头发林轩言干脆眼一闭就没洗过，味道实在难闻。齐朝策一怔，随即竟是朗声笑了起来，让林轩言愈发不敢睁眼。可谁知齐朝策笑完，却是道：那朕偏要来闻闻。林轩言吓得睁眼，只是还不待他动作，男人已经轻身过来，将他圈在臂弯中，凑近他的颈间嗅闻了一口。齐郎，林轩言羞愤地推了推人，但这人偏就是喜欢对着干，越是不许越要凑得更近。林轩言已经自暴自弃了，他这样还不是为了给他生孩子？要是这狗男人敢说半句不动听的，他就在心里给他扎小人。齐朝策不知他心中所想，半晌起身后沉吟道：轩儿身上的确有一股味道。林轩言握紧拳头了，和初儿身上一样，有股奶香味。齐朝策轻笑道。林轩言这才扭头睁眼去瞧，见他眉眼含笑，的确没有半点嫌弃，这才熄灭了心头燃起的火苗。只是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揪着男人的衣袖，嘟囔道：齐郎惯会捉弄嫔妾，你怀胎10月，又是历经1日的苦楚，才为朕生下个可爱的女儿，朕怎会嫌弃你？齐朝策摸着林轩言的额脸，黑眸中的柔情仿佛能滴出水来。林轩言面色一红，羞涩地避开男人的视线，却又舍不得此刻的柔情，将脸往他的掌心又蹭了蹭。只是心中所想却与面上的神色截然不同。男人总是这样，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在他之前给他生过孩子的女人，又有哪个落了好下场？若是他有一招不慎，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不敢去想。林轩言收敛了内心的情绪，抬眸望向齐朝策时，眸中亦是一片痴情。等等，林轩言突然意识到不对，初儿。是。齐朝策笑着肯定。齐云初，朕给我们女儿取的名字，你可还喜欢？初儿在花朝节出生，再加上母后梦中启示，朕思来想去，觉得还是用花朝2字取名。可朕的名讳中已有朝字，便换成了初。朝与初都有新生初始之意，云字日光也，取名云初。朕希望我们的女儿能如初生的朝阳。云初，初儿。林轩言将这个名字翻来覆去的在嘴里念叨了好几遍，才仰头看向齐朝策。嫔妾很喜欢这个名字，嫔妾多谢。齐朝策皱眉，伸出食指抵在林轩言的唇上，不赞同道：朕是初儿的父皇，为他取名本就应当，哪有什么谢不谢的？林轩言自然不会坚持，只是看向男人的含笑眸中波光流转，道不尽的柔情与蜜意。嫔妾知道，齐郎最好了。不论皇帝待他如何，至少此刻他对孩子是真心的喜爱。另外，朕欲封初儿为望舒公主，名字与封号皆在初儿满月时下达旨意。朕提前与你说，让你心里有个准备，但先不要将封号告知他人。齐朝策一开口，又是一记重磅，砸得林轩言晕晕乎乎的。皇帝的女儿皆是公主，可一般的公主要到出嫁时才有封号，毕竟有了封号，就意味着有实益，这可是实打实的财产。初儿一出生就有，可谓是极大的荣宠了。再说封号的望舒2字，望舒乃月域之神，也多指月亮，用此作为封号，不可谓不尊贵。可林轩言却有点忧心，望舒2字会不会太大了？嫔妾担心初儿压不住这个封号。太后娘娘不是梦见初儿乃百花仙子转世，若要借仙人名讳，嫔妾觉得用花仙子的更妥当些。知道实情的齐朝策忍不住轻咳一声，什么梦见仙子入怀，这是刚得知林轩言怀孕时，为了给她生分位，太后给出的主意，只是刚好撞上了花朝节。毕竟林寒冬犯下大错，轩儿身为其妹，按律得一并打入冷宫，只是因为恰好怀孕，这才免了惩处，但也意味着不能再因此得到奖赏。朝中的那些老匹夫满口的为了国朝，只论律法不论人情，明明在巫蛊一事中，轩儿亦是受害者，却想着去母瘤子。齐朝策现在只要一想到当初他为了大局为重，在巫蛊案后隔了1月才去见他那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模样，就想将朝中闹得最凶的几个老匹夫拖出来踹上几脚。这个孩子来的正是时候，要不是有这个孩子，他就算想保下轩儿，还不知要听那些个老匹夫念叨多久。可若是就这么生下来，哪怕是皇子，他想生轩儿的分位，都不知道又得上几封折子。可如今有了仙子下凡的名头，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当然，若是皇子的话，齐朝策也只能将此举作罢。公主有意向将士，不过是多疼爱几分；可若是皇子，将士有意向，他日后立太子
都得多斟酌几分。所以还是初儿有福泽，不仅来得恰到好处，性别也恰到好处，如何不让他多喜爱几分？于是齐朝策大手一挥，初儿乃是朕的长女，定是福泽深厚，岂会压不住区区望叔二字？皇帝都这么说了，林宣言再泼冷水也不合适，更何况封号越尊贵，初儿的地位也就越高。是嫔妾多虑了，有七郎在，自然不成问题。林宣言眼神仰慕，诚恳地拍着马屁。天大地大，皇帝最大，有皇帝护着，能有什么压不住的名讳？只是齐朝策扫视了一圈后，仍觉得不满意，沉吟道：初儿有了封号，伺候的工人也得翻倍，天照谢还是小了些。林宣言心头一跳，天照谢小了，那就只能住主殿了。可锦朝要妃位才能住主殿，而他才生的婕妤。后宫中的女子谁不想升分位？可升得太快，难免根基不稳。再加上她这个罪臣之女的身份，莫说后宫了，前朝都指不定怎么编排她。第180章知情流血。只是下一刻，林宣言就自我否定了，因为生下一个公主，就从贵人升到妃位，先不说前朝后宫会如何反对，就以他对皇帝的了解，也绝无可能。于是林宣言率先道：初儿还小，哪用得着许多人照顾了？最重要的是，天照谢才进了一批工人，虽然被安插的可能性较小，且都已暗中盯过一段时间，暂时未发现异样，可谁又知道呢？而他如今身为婕妤，又得加2个宫女，若是初儿身边伺候的工人还翻倍，岂不是明晃晃告诉有心人，这时候还不安插人手浑水摸鱼，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嫔妾觉得如今就挺好，不必再大费周章了。林宣言抱着齐朝策的手臂，软笑道。听到这话，齐朝策诧异的扬眉，旁人都想多些工人伺候，须而确定。林宣言蹙眉犹豫了一下，折中道：待初儿大些，若人手不够，再让内务府送人来。齐郎觉得这样如何？有时人多繁杂，反倒容易扰了清静，尤其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孩，正是需要休息的时候。想通这点，齐朝策便点头同意了林宣言的提议。若是觉得天照谢小了，就让人将隔壁的偏殿也打扫干净，你一并用着。齐朝策补充道。听到这话，林宣言暗道一声果然，得亏他提前拒绝了，否则位分没升，还白白让有心人钻了空子，那他可真是都没地儿哭去。但面上却依旧是一副幸福的模样，娇滴滴的谢恩，是还是齐郎想的周到。说完了正事，接下来自然是二人的温存时间，只可惜林宣言才生产完不久，也只能是说说话罢了。齐朝策与林宣言抱着孩子逗弄了一阵，陪着用了顿午膳，就离开了天照县。春日草长莺飞，尤其是窗外桃树，又是一年繁花盛开，吸引了不少蝴蝶芒。只可惜林宣言坐月子不能见风，只能听人描绘窗外的春日盛景。而变化最大的自然是齐云初，脸上皱皱巴巴的皮肤如今已变得光滑白皙，像是剥了壳的鸡蛋，让林宣言爱不释手。林宣言几乎是掰着手指头在数日子，到了4月中旬这日，刚睁眼就唤道：知柳，快去人给我烧水。回禀主子，已经给您备好了，您先用完早膳再沐浴，可好？知柳捂嘴笑道。林宣言是一刻都等不了了，1个月了，最多就是用拧干热水的帕子简单擦擦，身上的味儿都不知道多大了。这几日他都舍不得让人抱出儿过来，生怕臭到他。不行，林宣言斩钉截铁，先沐浴再用早膳。主子，知柳蹙眉，还想再劝几句。一旁的知信替林宣言说话：哎呀，只是晚一会儿用早膳罢了，让主子先沐浴，心情舒畅了再用膳，岂不是更好？知柳望向之南，见他也点头，这才放心的同意了。林宣言不由打趣道：瞧瞧我们的管家婆，小小年纪就这般操心，也不怕脸上早早生了褶子。主子，知柳羞恼的跺脚，干脆转身出去吩咐人准备洗浴用的东西了。知情见状，连忙跟了上去。知情已经来了天照谢4月有余，林宣言自然也已弄清了他当时想进天照谢的缘由。去年知信落水高热，知情与另一位宫女一同照顾知信，事后林宣言给了丰厚的报酬，正好这笔银子救了他在老家的侄子，自此后便极为维护林宣言。哪怕是林宣言几月前遭受皇帝冷落，不论宁真殿的宫人如何在背后编排，但若是被知情知晓，定会上前与人争执。尤其是后面淘宝淋入了皇帝的眼，宁真殿的宫人都跑去半梦喧烧热造，唯有知情在知晓林宣言身为贵人后，第一时间就找到知顺说想进天照谢。其他人除了知南以外，都是思虑良久，想着林宣言好歹腹中有龙翼，过了碰运气的，毕竟总是好过日复一日的在宁真殿扫地。当然，虽是如此，林宣言仍是让知柳等人盯着，如今过了这么久，基本可以排除嫌疑。毕竟知情日日夜夜都和知柳他们待在一块儿，若是他能丝毫不松懈的演戏演4月之久，又怎可能一入宫就被安排在了宁真殿扫地？林宣言倚在床头翻看画本，看了几页，已经恢复一贯波澜不惊神色的知柳重新入内，上前躬声道：主子，热水已经备好了。林宣言放下画本，搭着知柳的手走到一旁的屏风后，
伸手让工人给他更衣。坐月子期间虽然可以下床走动，但大半的时间还是得在床上躺着，总感觉人都要躺废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林轩言觉得自己又胖了，尤其是产后松弛的腹部，减肥势在必行了。但胖了也并不全然都是坏处，就比如知情给林轩言擦拭胸前的肌肤，头埋得极深，林轩言都怀疑这个角度他真的能看到给自己擦的是哪里吗？林轩言眼眸一转，身体往前移动，一手搭上知情身前的筒臂，一手勾起知情的下巴，嗓音在水雾的蒸熏下似乎娇柔了许多。知情，你在看奶呢？知情被林轩言勾着抬起了头，也不知是太热了还是什么缘故，知情的脸一片通红，且顺着脖梗一路蔓延到了衣襟里面，整个人像是刚从蒸锅里端出来似的。林轩言眨眨眼，这是知情第一次伺候他沐浴，反应会不会太大了点？主子。知情的目光直直地落在林轩言的下巴处，眼神半点不敢乱飘。奴婢哪也没看。可谁知话音刚落，知情就捂着鼻子后退，可他忘了自己是半蹲着的，当即摔了个屁股蹲。然而红色的液体还是从指缝中流了出来。主子，奴婢失仪，奴婢。知情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跪下，但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先告罪还是先退下。林轩言干咳两声，道：“你让知信进来伺候。”知情迅速起身，似火烧屁股般一溜烟地逃出了房间。第181章进宫探望。林轩言低头看了一眼，嗨，自从生下初儿后，的确是大了不少，但知情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接下来知信伺候他擦身时，林轩言安分了下来，生怕再弄出个流血事件。总觉得身上都轻了许多，换上春衫的林轩言忍不住感慨，就是肚子上这圈肉可咋办？林轩言摸着肚子，止不住犯愁。虽然自孕期开始就有在腹部处涂抹药膏，如今基本上没有斑纹，可肚皮却是松松垮垮的。若不是今日穿的衣裳偏大，不知情的人看了还以为又怀了。知信上前看着梳妆镜里的林轩言，经过月子里的休养，皮肤细嫩白皙，更胜从前，许是刚当上母亲，身上又多了股不同以往的气韵。主子何必担忧？知南不是早就说了，定能将您的身体调理成如少女般。知信信心十足，奴婢不会说话，可您如今在奴婢心中就如盛放的牡丹，国色天香。被拍了马屁的林轩言自然极为高兴，但还是得提点一句：行了，就你嘴甜，如牡丹这样的话，今后可不许再说了。牡丹乃花中之王，宫外的人可用来赞貌美的姑娘国色天香，但在宫中却得多加注意。她如今只是个婕妤，如何配得上这个称谓？知信明白过来，忙点头道：奴婢知道了。知信虽然平时冒失了点，但说过的是不会再犯，林轩言自然也不会揪着这点不放，便让他将初儿抱来。倒是知柳脸色晦暗不明，上前低声道：主子，知南给您调制的药膏，今日让香珠姑姑带些回去，找人查验一番。林轩言的眸光闪过一道暗芒，虽说知南这些时间为他做事的确尽心尽力，但他毕竟是林寒冬用过的旧人，提防几分总是无错。我知道。林轩言拍了拍知柳的手。不多时，齐云初就抱了过来，身边跟着好几个宫人，团团围着，生怕这个颇得圣心的小公主半点纰漏。齐云初刚喝完奶，正是精神的时候。初儿林轩言接过孩子，满心的喜爱就如潮水般从眼眸中露了出来。齐云初张着自己奶香味的小嘴，仿佛在回应林轩言抱着齐云初，舍不得撒手。前段时间觉得自己身上味儿太大，生怕熏到孩子，愣是忍了几天没抱过来。这一下好不容易见到了，直到齐云初攥着小拳头睡了过去，这才将他重新交给奶娘。齐云初的工人正要回去时，林轩言却唤住了盼嬷嬷：嬷嬷，您留一下。盼嬷嬷是内务府派来伺候齐云初的，不过皇帝为了让林轩言放心，又特意与他说过一遍，奶娘与盼嬷嬷都是他找来的人。但即使如此，林轩言仍是让自己身边的4个宫女轮流去齐云初那儿照看着。初儿是他前世今生盼了20年才有的孩子，只恨不得小心再小心。不过除此之外，林轩言对这位盼嬷嬷却是多有倚重。毕竟盼嬷嬷不同奶娘，待齐云初断奶后就会出宫，盼嬷嬷不出意料会一直陪着齐云初，又是宫里的老人。嬷嬷，今日还得劳烦您一趟。林轩言浅笑道。哎呦，盼嬷嬷连忙行礼：主子您有事吩咐奴婢就是，奴婢必定尽心全力为您办妥。日后可万不能再对奴婢如此，这不是折杀奴婢了吗？盼嬷嬷连连摆手。林轩言看着脸都皱成一团的盼嬷嬷，眼唇轻笑道：您是宫中的老人，又特意过来照顾初儿，我对您尊敬些是应该的。主子此言差矣，奴婢虽说是伺候大公主的，可您是大公主的生母，自然也是奴婢的主子。盼嬷嬷一脸正色。见此，林轩言也不再一口一个的您来称呼了，这让盼嬷嬷明显的放松了许多。嬷嬷是这样的，我身为婕妤后，身边伺候的宫女还得加2位，今日我实在无心挑选，便想着您带着知柳去一趟内务府，帮我挑2个人回来。盼嬷嬷一口答应了下来。
林轩言看向微微睁大眼睛的知柳，笑道：“天照谢的人如今是愈发多了，你作为我身边的大宫女，可不能再事事亲为，要学着将事交给底下的人去做。”是，奴婢知道了。知柳看似沉稳地答应了下来，但跟着盼嬷嬷往外走的背影，怎么看有些轻飘飘的，就连知信都忍不住跟林轩言打趣了几句。倒是林轩言问了一句：“你也是我身边的老人，可会有不平？”这话吓得知信一脸惊恐。奴婢觉得现在就挺好，奴婢脑子笨，主子有事尽管吩咐，可别让奴婢去做些要动脑子的事儿。噗嗤，话音刚落，一旁就传来笑声。知信看去，是知情。这一看，直接让知信捏紧了拳头。知情竟憋笑憋到了面容扭曲，林轩言看着都替他难受。林轩言也忍不住了，带头放声大笑了起来。房间中一时充满了快活的气息，唯有知信气得跺脚，却又无可奈何。只是笑完后，林轩言时不时往外望，就连爱看的画本也提不起兴趣了。今日不仅是林轩言出月子的日子，更是齐云出满月，但由于过几日便是皇帝生辰的万寿节，便打算放在一块办。于是从去年就答应了让表嫂进宫的事情，总算是有了着落。香珠姑姑自然是不能落下的，不过此次进宫的还有余家的老夫人林轩言的外祖母。林轩言左等右等，总算在午膳过后等来了三人。臣妇奴婢给婕妤小主请安。三人一进殿内，就冲着上手的林轩言行礼跪安。林轩言登时就泪盈于睫，连忙走下去将为首的老人扶起，快快请起。老人满头华发，明明是从未见过的面容，可就只一眼就让林轩言顿生亲近之感。外祖母。林轩言只唤了一句，便哽咽难言，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与老夫人一时眼眶通红，老泪纵横。自林轩言出生起，他就未见过外祖一家，但书信与节礼却从未断过，比他那个一年总会见上一面的父亲强了不知多少。第182章，家人相聚。于老夫人看着眼前这张和自己女儿有几分相似的面容，就不禁悲从中来。店内的工人见到眼前这幅亲人相会的场景，有些感性的也不由跟着红了眼圈。倒是香珠一时顾不上尊卑，连忙从后面走上前来扶住林轩言：“别哭，小主别哭，您才刚出月子，掉泪还是有伤身体。这一别就是近2年，明明俩人都在圣天城中，却只能寥寥几封书信互通有无。”香珠自己都是强忍泪光，又如何劝得住林轩言，反倒让他哭得更厉害了。姑姑，姑姑！林轩言扑进香珠的怀中，雪儿好想你，姑姑。与老夫人毕竟从未见过面，而香珠纵然是仆从，可却是看着林轩言一点点长大的，对他来说，香珠不是母亲胜似母亲，感情自然更深厚。香珠有心想提醒林轩言注意主仆尊卑之别，可抱着怀里的人，他又怎舍得推开？还是知柳示意知信带着工人退下，将这里的空间留给林轩言4人。主子，别哭了，别让香珠姑姑看了担心你。知柳扶着林轩言起来，只是他自己一张口一时带着哭腔。知柳自小就到了林轩言身边伺候，与香珠的感情不比林轩言少多少。香珠连忙止住泪水，捧着林轩言的脸蛋，轻柔的拭去眼泪，就如小时候一般哄道：“乖，不哭了，姑姑在这儿。”于老夫人与于少奶奶也在一旁劝说，林轩言这才勉强止住眼泪，让外祖母与表嫂看笑话了。林轩言淡笑开口，除了眼眶和鼻头还有些发红外，已经看不出与往常有何不同了。只是这让香珠又不免有些难过，这宫中果然是吃人的地方，她的小姐如今也学会收敛情绪了。倒是于少奶奶连忙道：“婕妤还是直接换臣妇的名字吧，孔婉。”宫中不比平常百姓家，林轩言成了皇帝的妃嫔，他们已经担待不起一句外祖母与表嫂了。林轩言摇头，私底下无碍的。这还是林轩言第一次见到孔婉的模样，容貌不算极漂亮，只是清秀之姿，但周身的气质是与他想象中的一样，尤其是笑起来，柔柔的，让人忍不住亲近几分。前世的他只敢在2楼的窗边遥遥地看了孔婉与于景明的背影，一想到这，林轩言又忍不住心头一酸，忙扭过头去吩咐知柳：“你去将我准备送给表嫂的东西拿过来。”说罢，趁机闭眼将眼泪逼回去。孔婉下意识拒绝，倒是于老夫人笑着替他应了下来。只是待知柳将东西拿过去时，于老夫人却是第一个连忙推辞拒绝的。婕妤小主，这些太贵重了，臣妇们不能收。于老夫人年轻时家境优渥，一眼就瞧出了眼前这些珠宝的价值。先不论那2套头面，单看这半匣子东珠就已是价值连城。林轩言也不多说，拿起其中一只香宝石蝶系双花金簪，径直走到孔婉的跟前，往她的鬓间插去。孔婉见于老夫人的模样，多半也猜到了价值，当时连连往后退，结果被林轩言一句话吓得不敢动。表嫂可得小心些，都是御赐之物，可不能摔着碰着了。林轩言满意的端详了一番，这才坐回去。只是孔婉顶着这御赐之物，浑身僵硬，就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掉了下来。林轩言见状，不由无奈扶额：“我逗你的，
陛下不是个小心眼的人，磕了碰了也不妨事。历朝历代对御赐之物的管束，全凭当朝皇帝的心情，心眼小的就只能允许朝臣小心翼翼地供奉着，但一有臣子将其卖出，都无所谓的君主。锦朝历代的君王便属于后者。只是光听他这般说，依旧没能让孔婉放松下来。林轩言只好随手又拿起一对耳饰，在手指间把玩，甚至上下抛了2下，这才让孔婉好歹能顺畅呼吸了。谢节于小主赏赐。孔婉吞了口唾沫，僵硬着身体行礼谢恩。见此，林轩言才将手中耳饰放下，让知柳将东西重新整理好。4人又话了会家常。这时之男从外头进来，主子，公主醒了，需要现在抱过来吗？林轩言颔首笑道，快将春儿抱过来。家人进宫探望，岂能不看一眼他刚出生的孩子？齐云初刚喝完奶，浑身正冒着奶香气儿，被林轩言放到香珠的怀中，也不哭闹，反倒冲着香珠啊啊的说了几句英语。公主长得真好看。香珠看着齐云初稀罕的不行，和小主小时候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凑过去瞧的于老夫人与孔婉对此很是赞同。林轩言望天，宫里的人可都是说齐云初像极了皇帝。孔婉更是趁着齐云初打哈欠微微张开手指时，将自己的食指塞了进去，惊喜的几乎要蹦起来了。公主的手好软。孔婉与于景明成婚快3年了，但大部分时间于景明都在外地求学，夫妻俩聚少离多，至今未能有孕。如今看着嫩生生的齐云初，心里不知有多羡慕了。于老夫人本想说他一句，可看着孔婉的模样，又不忍说出口了。反倒是于老夫人在齐云初被抱下去后，没忍住说了句，若是当初早点让小主嫁给阿尚那孩子。祖母！孔婉吓得脸色都白了，祖母慎言。香珠也忙道，当初邱公子那事只是家中的打算，如今邱公子早已娶亲，小主在宫中也过得好，老夫人万不能再提了。于老夫人自知失言，懊恼的抬手要给自己掌嘴，臣妇老了，老糊涂了，小主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林轩言哪能真让他扇下去，连忙上前阻止。您对我一片全权爱护之心，外孙女知晓的。眼前这个满头霜华的老人，哪怕远在乐陵县，也每年都要问过他的身量尺寸，给他将1年4季的衣裳少说都要各做一套。林轩言怎舍得怪他？第183章，寻翠的命运。新太妃道。殿外传来宫人的唱诺，林轩言一愣，随即看向于老夫人，果然见她喃喃道：阿曼。新太妃一般只在自己的住所和小佛堂走动，极少外出。先前林轩言怀孕生产都未曾来过一次，眼下因何而来，不言而喻。新太妃一进来就拉住了于老夫人的手，年少时的手帕交，如今再次见面已是年过半百。林轩言见状，连忙让支流找了间空房，让2人去叙旧。表嫂，我让人在这里伺候你，我有些话想与姑姑单独说。林轩言唤来之幸，笑着对孔婉道。孔婉忙点头，示意不用在意他。林轩言是香珠自幼看着长大的，情谊自不比寻常人，有些梯级话只想对香珠说，实属正常。如孔婉所料，2人回到林轩言的寝卧后，的确是互相问了近况，只是好不容易进宫一趟，又怎会只寒暄。香珠从怀中掏出一本小册子与一瓶药膏，叮嘱道，待恶露排尽后，照着这本小册子上的动作学，可以帮助小主修复产后的身体。这瓶药膏也是一样的，小主将其涂在腹部，可以帮助您收紧皮肤。虽说奴婢是找妇科圣手得来的，但不知与宫中的太医比，哪个更好，小主看着用。林轩言握紧药瓶，看着香珠关爱的眼神，强忍哭意嗯了一声。香珠看着林轩言这样，自己也难受得紧，但仍是如从前一般将人搂进怀里，拍着背轻轻安抚。林轩言深呼吸几口气，勉强将喉间堵塞的难受压下去。他好想时光能在此刻停留。满月宴，过2日又是朕的生辰，你可有准备？齐朝策换个话题，他今日可不是来吵架的。可谁知林轩言轻描淡写的来了一句，前些10日皇后娘娘赏了一盆珊瑚，嫔妾觉得寓意极好，打算作为陛下的寿礼。齐朝策差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皇后送的珊瑚再转送给他。你再说一遍。齐朝策咬牙切齿，嗓音压得极低，林轩言都不用回头去看，就知道得点到即止了。他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就把皇帝给气走。林轩言偏头哼了一声，撅嘴道，只许陛下斗嫔妾，就不许嫔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听到这话，齐朝策这才满意，只是看着林轩言傲娇的小表情，没忍住低头吻了上去。宫人连忙将头压得更低，只能听到林婕妤在皇上怀中嘤咛的声音。一吻毕，怀中的娇娇的眸中已是水光潋滟，春色正好。可惜了，也不知是谁在心中叹了一句。齐朝策将林轩言放到旁边的座位，接下来的时间2人都安分了下来。只是随着夜色逐渐深沉，春风从门窗的缝隙中溜了进来，吹动窗帘，吹皱了一池春水。别动了！齐朝策嗓音微哑，按住林轩言的腰肢。林轩言眨眨眼，很是无辜，
虽然几月未行鱼水之欢，有些想念，但眼下别说身体不合适，再加上松垮的肚皮，他可不想因此给皇帝留下不好的印象。嫔妾未动，分明是陛下的心动了。林宣言点着男人的胸膛，一语道破玄机。齐朝策也不知为何，他自认自己不是个重欲的人，但今晚明知怀中人的身体尚不适合承宠，却依旧起了心思。来人！齐朝策扬声唤来工人。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一人一床被子，互不干扰。林宣言躲在被子里捂嘴直笑，气得齐朝策羞恼地瞪了他一眼，晋升睡觉。林宣言连忙翻了个身，拿后脑勺冲着男人，只是肩膀不住抖动，一点都没能藏住。齐朝策拿他没办法，干脆眼不见心不烦，也翻过身去。俩人难得的背对而眠，只是也不知一晚上的时光经历了什么。翌日一早，齐朝策睁眼时就瞧见林宣言在他的怀里找了个舒坦的位置，睡得正香。晨光熹微，怀中人长长的羽结在白皙的脸上落下一片光影，似乎还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淡淡清香。直到安山过来唤了，齐朝策才不得不在林宣言的眉心落下一吻，小心翼翼地将他抽离怀抱。一连3日，齐朝策都宿在了天照县，后宫中不知撕坏了多少锦帕。直到万寿节家宴的前夕，齐朝策才去了长秋殿就寝。毕竟翌日家宴，他得与皇后一同出席，若是在天照县，还得多折腾一番。这日一早，林宣言早早的就坐在梳妆台前，他隔了几月重新回到众人面前，怎么也得好好打扮一番，免得有些不长眼的觉得他好欺负。头上的钗环不算多，却件件价值不菲，尤其在春光下简直熠熠生辉。身着一袭绯色洒金百褶裙，完美的遮住了林宣言此时不甚完美的腰线，但却显得脖颈修长，仪态万方。就连陶长在也忍不住绕着林宣言走了好几圈，目露惊艳：“宣言，你今日真美，是知性手巧。”林宣言掩唇笑道，手腕上的2枚细细的玉镯碰撞在一起，叮当作响，愈发凸显手腕的纤细。若不是初儿在这儿，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才生下孩子。陶长在拉着林宣言的手与自己的做对比，我这手与你的比起来，倒像是个常做粗活的。许是体质原因，林宣言别的地方都胖了，唯独这手腕依旧纤细，一如之前。林宣言被夸得笑弯了眼睛，正要开口推辞2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嫔妾给林婕妤请安。”林宣言转身看去，是常常在。不过几月没见，他眉宇间别说有傲气了，就连神采都看不出几分。去年的春衫穿在他身上，松垮不成形。今年和宫封赏晋升，禁足的妃嫔未在其中，故而仍是常常在。而今日之所以能外出，只是因为皇帝生辰格外开恩，允许解禁1日。起身吧。林宣言淡淡道，转身收回目光。常常在如今这副模样，已经不需他再去额外提防。说来也是好笑，当初小山以为他不得宠，借着平儿那事从他这儿讨要好处，结果好不容易从右汉摘出来，就撞上了林宣言生子重获圣宠，如今自告奋勇要替他盯着常常在。林宣言可有可无，反正他时常会奖赏工人，顺带着给小山一份，不仅得了小山的感激涕零，还得了宁真殿工人不计前嫌的夸赞。虽然他知道，只要他有1日又失宠，这些所谓的夸赞便会重新消散，毕竟宫中最不缺的就是墙头草。林宣言带着齐云初与陶长在来到花月香辉楼。今日不仅是皇帝万寿节的寿宴，也是齐云初的满月宴。作为齐云初的生母，林宣言被工人带到了淑妃对面的座位。林宣言哪敢就这么坐下去，诧异道：“公公可是走错了，此乃邓妃的位置，我只是婕妤。”带路的太监却是肯定的笑道：“奴才没走错，今日亦是大公主的满月宴，皇后娘娘特意吩咐让您坐在这儿的。”林宣言眉梢一动，看向淑妃下手的位置。邓妃见林宣言看过来，正愣一会儿，随即冲他笑了笑。林宣言回以一个微笑，抱着齐云初坐了下来。反正是皇后安排，邓妃就算心有怨言，也该找皇后，关她何事？此时距离宫宴还有一段时间，已经到达花月香辉楼的妃嫔们纷纷走到林宣言跟前来。除了淑妃依旧坐在位置上静默不语。大公主真可爱，瞧着小鼻子小嘴巴，真是像极了陛下。有妃嫔笑道。一旁的妃嫔连连点头附和。只看看不动手，林宣言能够接受，毕竟满月宴的孩子不就是带出来给人瞧的吗？第186章，陛下言行有亏。只是却有不长眼的嚷嚷道：“听闻大公主是仙女转世，让嫔妾抱抱沾沾福气。”林宣言抬头望了他一眼，别说抱了，哪怕是眼下让他们看孩子，中间都交错隔了2个宫女挡着。满月宴是不得不将孩子抱出来给众人看上2眼，可该有的提防还是要有。林宣言怎可能让这些心思不明的女人碰他的女儿？只是还不待林宣言说话，斜对面的邓妃娉婷袅袅地走了过来，笑道：“苍嫔说的极是，让本宫也沾沾福气吧。”林宣言目光一凝，旋即略带歉意笑道：“不怕说了，让邓妃姐姐笑话，初儿怕生，恐会哭闹。”邓妃见状，正欲点头作罢，就听一旁的苍嫔道：“哎呀，
林姐姐不必谦辞，嫔妾可是听闻陛下夸过大公主乖巧，不爱哭闹呢。林轩言脸上的笑意加深，宫中总有些个不看脸色的蠢货。仓嫔，林轩言正开口打算回绝，就听楼外传来唱诺：“皇上驾到，皇后驾到，太后驾到，大皇子到。”众人连忙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行礼。这三人到了，也就意味着宫宴开始，将大公主抱来给哀家瞧瞧。方一落座，太后便冲着身旁的宫人吩咐道：“太后是极喜欢孩子的，这些天来碍于林轩言还在坐月子，但也隔三差五就送东西过来，每次还不忘提醒一句，日后常带着齐云初去长乐宫见他。”林轩言自然是满口答应，而眼下的太后更是抱着齐云初，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成了一朵菊花。妹妹，一旁的大皇子扯了扯太后的衣摆，仰头冲着襁褓里齐云初喊道。太后见状，示意身后的宫女将大皇子抱起来，让两个小孩凑到一块儿。对，这是晨儿的妹妹，晨儿日后要做好当哥哥的榜样，爱护妹妹，知道吗？太后慈祥笑道。也不知大皇子有没有听懂，但太后话音刚落，就见他一脸正色的点头，知道。齐云初更是懵懂，握着小拳头打了个哈欠。一旁的齐朝策看着这一幕，不由高兴的大笑。只是底下的妃嫔却各有心思，其中不少人看着上头其乐融融的场景，又不由偷偷看了眼林轩言。谁不知道大皇子的生母林更一做了巫蛊人偶咒害林婕妤这位嫡妹，还保护妹妹呢。等日后这两位皇子公主长大了，心里不定怎么相互憎恨呢。不过这些都是许久之后的事了，他们更想看林轩言是个什么模样。果不其然，就见林轩言脸上的笑意瞬间淡了许多，显然是不喜大皇子离公主太近。不少妃嫔见状，在心底看起了好戏，可惜终究让他们失望。林轩言很快就恢复了原状，看不出丝毫不妥。而上头的人顾着逗弄孩子，似乎没有发觉底下方才暗流的涌动。初儿真是可爱，让臣妾也抱抱吧。皇后看向齐云初，温柔笑道：“初儿乖，让你母后也抱抱。”太后哄道，说罢就将齐云初交给宫人，让其抱过去。方才笑意便淡是假装，此刻看着宫人将齐云初放到皇后手中，林轩言才是真的在袖中握紧了拳头。皇后曾下手想害死初儿，如今怎能不让他害怕？可那是皇后，林轩言不能说半句不字。哇！才被皇后抱住，一向安静的齐云初竟是哭闹了起来。盼嬷嬷连忙上前躬声道：“许是大公主饿了，让奴婢抱下去吧。”太后也急道：“快，别饿着哀家的孙女儿了。”于是齐云初刚到皇后手上没一会儿，就被盼嬷嬷抱到楼内的厢房中去了。伺候齐云初的宫人跟着哗啦啦一走，林轩言身后的宫人一下子就少了大半。以往林轩言出门最多只带2个宫人，可如今带着齐云初，却是将伺候齐云初的宫人全带上了。出行时浩浩荡荡，好不壮观。谁知大皇子竟也迈着小腿要跟过去，太后哪有不乐意的，让宫人带着大皇子跟过去。皇帝也高兴，抬手示意一侧的安山宣旨。林氏接旨。安山走到厅前，朗声道。林轩言一领，连忙让知柳搀扶着他走到大厅正中央跪下。今日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事终于到了。底下的其余众人也跟着齐齐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安山说了一堆文绉绉的话，林轩言才终于听到重点。大公主名讳齐云初，即日上皇家御牒，封望舒公主，享10亿500户。前头还好，自大公主出生后，皇帝对其的喜爱是河宫皆知，至于名讳更是早早的就换上了，并不稀奇。只是他们万万也没想到，大公主竟才出生就有封号，且10亿500户。要知道，公主通常是在出嫁时才有封号，且10亿多是300户，而这位望舒公主才出生就有500户，待日后出嫁，岂不是还得往上增？只是皇后与太后听到这道圣旨，脸上的笑容依旧，显然是早就知晓了。上头2位都未有微词，他们又如何敢言说？众人这般想着，虽有不甘与嫉妒，却也只能将念头压在心底。钦此。安山将圣旨合上，正要将其交到林轩言手上时，就听有人质疑道：“公主10亿500户，不合祖制，望陛下收回成命。”众人一惊，忙看向出声的方向，竟是宫中一向脾性温和的邓妃。但见到是他，众人反倒觉得合理。邓妃出自彝苏邓家，邓家子嗣虽不入朝为官，可却是国朝上下除皇家以外最讲理智的所在。有好戏看了，不少妃嫔在心中暗道：就是可惜林婕妤跪在最前头，看不到她脸上的神色。邓妃，你在质疑朕的旨意？皇帝微眯眼眸，看向邓妃冷声道。邓妃头也不抬，但说出的话却掷地有声：嫔妾身为陛下身边人，万不能瞧着陛下言行有亏而无动于衷。此话一出，原本还想着看好戏的众人，却是在心底将邓妃给骂上了。他们也是陛下身边人，邓妃这般说，不也将他们骂进去了？只是他们非但不敢出声，
甚至还将呼吸都放缓了许多，生怕发出半点声响。一时间，花月香辉楼落，真可闻。第187章，稚子无辜。林轩言在心里给邓飞记上了一笔，不论邓飞是为了私情还是公理，敢智慧出儿的东西，就别怪他出手针对。下一刻，就听太后厉声道：“自锦朝开国以来，公主的食邑通常的确只有300户，可也并非定数，亦有500、800乃至上千户。望叔乃是哀家梦见的仙子转世，500户食邑是应当的。”邓飞，你还不认错？邓飞不可置信地看向太后。前朝打破旧制的公主们，基本上都是嫡公主，或是对国朝有功。虽说也有1、2个无功无过的庶公主，被当朝皇帝力排众议，额外追加10亿，可都被史官记了下来，供后人指点。邓飞看着上手的太后，他们同出一族，太后理应遵循礼制，对陛下多加劝阻才对，怎会？太后，邓飞唤了一声，可看着太后眼眸厉色下的关爱，最后还是咬牙将剩下的话咽了下去。嫔妾失言，望陛下责罚。邓飞磕头认错。太后看向其朝册，其中意味不言而喻，念在邓飞初犯，明日起罚抄佛经20遍，为公主祈福，未抄完不许出少晚殿半步。其朝册淡淡道：“是，嫔妾领罚。”邓飞躬声道。这起插曲过后，林轩言终于能从鞍山接过圣旨，而接下来由其朝册正式宣布家宴开始。舞姬乐龄相继登场，先前紧绷的气氛总算舒缓了下来，众人言笑晏晏，银铃般的笑声不断，好似娇莺恰恰啼一。及至申时，这场家宴才结束。帝后在众人的躬身行礼中率先离开，太后本应紧随其后，但这次却看向林轩言，目露慈爱。林婕妤，哀家与你一同去看望初儿。随即又看向众妃嫔，你们便散了吧。齐云初自从被抱下去后，就一直待在楼内的厢房中，大皇子倒是在宴席开始后便回了座位。众妃嫔齐声应是，不多时便散了个一干二净。而大皇子听到要去看妹妹，高兴的直往前冲，吓得伺候的宫人连忙在左右护着，生怕大皇子摔倒。这让林轩言看了极为稀奇，他才不信什么血缘情深，若真能从上一辈的血缘中传下情感，就他与林寒冬的深仇大恨，也当是恨得咬牙切齿才对。许氏猜到了林轩言心中所想，太后侧头看过来，温柔笑道：“晨儿与初儿是兄妹，你瞧他多喜欢妹妹，初儿也定会喜欢晨儿这个哥哥的。”林轩言露出一抹标准的微笑，是，大皇子由太后一手养育，定会是个爱护弟妹的好兄长。此时俩人已在宫人的簇拥下来到厢房，正好瞧见大皇子踮着脚尖往床上的齐云初那儿凑。妹妹，妹妹！大皇子一叠声的喊道。盼嬷嬷急忙劝阻大皇子，可惜已经为时已晚，齐云初已经被吵醒，开始扯着嗓子哭啼。大皇子被突发的一幕吓得手足无措，扭头瞧见太后，小脸立马哭丧了起来。皇祖母！太后忙快走几步，将大皇子搂进怀中，拍着他的背安抚道：“没事的，这次是你将妹妹吵醒了，以后晨儿在妹妹醒着的时候再去，妹妹便不会哭了。”齐云初是个安静乖巧的孩子，除了要吃喝拉撒，基本上不会哭闹。这次被吵醒，林轩言抱在怀里哄了一会儿，就又睡过去了。倒是大皇子在太后的教导下，牵着宫人的手指，怯生生地走了过来，口齿不清道：“对不起。”显然这3个字是太后临时教的，大皇子说得很不熟练，但这也足以让林轩言错愕。大皇子就算生母有过，可他毕竟是皇帝现在唯一的皇子，身份高贵，怎会有错？太后将林轩言的表情尽收眼底，上前拍拍大皇子的头，哄道：“妹妹还在睡觉，晨儿先与嬷嬷出去玩耍，待妹妹醒了再进来，可好？”大皇子点点头，被宫人抱了出来。室内的宫人一下子少了大半，林轩言瞧着太后身边的宫人都跟着出去了不少，眸光一动，让自己身边的宫人也跟着一块出去。太后眸中闪过一丝满意，从林轩言的怀中接过齐云初，垂眸慈爱道：“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出自《三字经》。哀家幼年初读时不解其深意，如今过了大半辈子，应该能这句话分析一二了。说罢，太后抬眸看了林轩言一眼，脸上依旧是慈爱的笑容。如今林婕妤有了自己的孩子，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林轩言却偏头避开太后的视线，低声道：“嫔妾愚笨，烦请太后有话直说。”太后轻笑一声，没对林轩言此刻的不敬表示不喜，只道：“稚子无辜，林婕妤应该明白哀家的意思。不论太后是个什么身份，此刻的她就如同世间万千的祖母一样，只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和睦。”太后再提醒林轩言，不要将他和林寒冬的怨恨带到大皇子身上来。林轩言当着太后的面拳头一紧，但随即闭眼深吸了一口气，缓缓放松下来，冲着太后勉强露出一抹笑容：“嫔妾明白。”顿了顿，林轩言看向太后怀中的齐云初，目露柔和：“让太后劳心了，嫔妾会尽快想通的。”那便好。太后满意的笑了：“你今后若有时间，常带初儿来长乐宫，晨儿极喜欢这个妹妹。”林轩言一怔，点
点了点头，但心里却是缓缓勾了一抹笑容。太后对大皇子看得如珠如宝，若是对大皇子下手，能不能成功还得两说，就算成功，也不能排除会追查到他身上来的可能。他还想好好的活下去，活得比所有人都好，岂能在一个小小的孩子身上跌跟头？再说，让林寒冬眼睁睁的瞧着大皇子与他亲近，不比直接杀了林寒冬来的畅快。死不过是解脱，比死还难受的活着，才能算作惩罚。太后不知林轩言心中所想，继续道：先前哀家担忧你身子单薄，可如今你连初儿都生下来了，可见身子骨康健，那副药今后就不必喝了。第188章早产。室内传来噔噔噔的脚步声，很快来人便一把推开房门，喊道：太后，孟美人不慎摔倒，恐会早产。太后脸上的表情陡然一变，要不是齐云初现在已经放到了床上，林轩言都担心这一下太后会抱不稳。快扶着哀家过去。工人连忙扶住焦急的太后，林轩言则是唤来盼嬷嬷，嘱咐道：嬷嬷带着公主回去，小心些，不要出差池。盼嬷嬷脸色凝重的点头，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定下心来，以免被人浑水摸鱼。见齐云初这儿安排妥当，林轩言连忙跟上太后的脚步，在去瑶光殿的路上，从工人的口中得知摔倒的缘故。孟美人按照来时的路往回走，不慎踩到了路上的小石子，没站稳。虽然身旁的工人及时扑在地上护住了孟美人，但当时仍旧是见了红。林轩言与太后到时，皇帝与皇后已经到了，正面色难看的听着太医汇报。孟美人羊水已破，得尽快寻来稳婆给美人接生。太医额冒冷汗，跪在地上禀告。太后一来就听到这句话，当即脚步不稳的退后几步，幸好有工人扶着，才没摔跤。见红或许还有希望，可羊水已破就意味着早产。哀家听闻孟美人不是被工人护住了吗？怎还会早产？太后在工人的搀扶，忙快步上前，厉声问道。太医回道：回禀太后娘娘，孟美人孕期愁绪繁多，胎相一直不太稳，今日……说到这，太医磕了个头，没再说下去，但在场的众人都已明白其中的意思。若是别的身体康健的有孕妇人摔一跤，但被人及时护住，可能还会没事，但孟美人本就胎相不稳，自然保不住孩子。不过孟美人这胎已有7月，说不定还能生下来。听到太医这话，帝后二人与太后本就难看的脸色更加阴沉了几分。孟美人在里间凄厉的呼痛，齐朝策却是直接拂袖欲走，只是转身后瞧见了林轩言，脸色稍霁道：你回去看好处。说罢，带着工人头也不回的离开。孟美人愁绪繁多的原因，众人用脚趾头想都想得到，不就是因为陷害林婕妤，反倒被禁足吗？而齐朝策更气的是，孟美人明知自己有身孕，却不好好爱惜身体。当初林轩言也是孕期被林寒冬连累，可胎相一直平稳。除了那次被撞，是皇后非要林轩言出宫，否则他连天照谢大门的半步都不会出。哪怕是除夕与元宵、合宫欢庆的日子，他为了孩子都宁愿龟缩在天照谢。孟美人倒好，好不容易解禁1日，便迫不及待地出门了。众人恭送皇帝离开，方起身，皇后便看向林轩言道：既然陛下要你回去照顾公主，就不必在这守着了。林轩言颔首行礼，是，嫔妾谢陛下与皇后娘娘体谅。说罢，林轩言又朝太后与几位高位的妃嫔行礼，这才带着工人离开。一行人一言不发地回了天照谢。此时的宁真殿只有林轩言这一位主子回来，显得格外安静，反倒显得醒来的齐云初的动静有些大。林轩言将齐云初抱进怀里，看着怀中的孩子正睁着圆溜溜的眼眸，张着小嘴哼叫，就觉得心头一片满足。初儿叫母妃，母妃。林轩言拉长声音，让齐云初尽量看清楚他的嘴型。齐云初好似听懂了般，又是挥手又是蹬腿的，完了还冲着林轩言露出一个无耻的笑容来，只是口水也跟着流了出来。林轩言连忙给他擦掉口水，笑容在不知不觉间越发柔和。一旁的知信也忍不住道：公主真可爱，是奴婢见过的最好看的小孩，等你日后生了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林轩言打趣道。虽然第一次见到齐云初时，林轩言的确下意识的觉得不好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彻底的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一点点大的婴孩是他血脉相连、怀胎10月的孩子，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孩子还要完美的。知信不赞同，皇上英俊潇洒，您闭月羞花，才能有小公主这般好看。奴婢姿色平平，得找个多好看的男子，才能生得出天底下最好看的小孩啊！知信认真的模样逗笑了在场的众人，盼嬷嬷更是打趣道：大家可都听到了，日后可得多给咱们知信姑娘留意英俊潇洒的男子。知柳等人连连点头，捂嘴笑道：是，定将嬷嬷的话牢记于心。知信气得要打人，谁知林轩言也附和道：我待会就去给外家写信，让他们多多留意。主子！知信跺脚，看着室内的众人皆是一副偷笑的模样，最后羞恼地跑了出来。这一跑不得了，
本来还只是捂嘴偷笑，这一下直接笑出声来了，气得知信捂住耳朵，还觉得吵闹。齐云初不懂大人的乐趣，但看着林轩言笑，竟也挥着小手跟着直乐。天照谢其乐融融，可瑶光殿的情形似乎并不好。到了晚间，宁真殿已经燃起了烛火，陶常在与常常在才一脸疲倦地回到宫中。林轩言派人去将陶常在请过来。饿了吧？林轩言拉着陶常在餐桌前坐下，快坐下吃点。孟美人出了这等事，妃嫔们最多吃些糕点，喝些茶水充饥，就算能闻着一盆盆血水进食，谁又敢大快朵颐呢？嫌自己太得宠了。就算皇帝气得直接拂袖离去了，孟美人怀的毕竟是皇嗣，也是现在天色已晚，皇后才与众人先各自回宫。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罢，陶常在拿起筷子便是一阵风卷残云，就连工人想给他布菜都跟不上他的速度。这也难怪，午膳是宫宴，得斯文有礼，虽然桌案上琳琅满目全是佳肴，却都只能浅尝即止。晚膳更是比寻常晚了快2个时辰，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第189章，是个小皇子。待陶常在填了个半饱，才终于有空说起瑶光殿的事。虽然林轩言有派人去打听，但陶常在毕竟在场，应该能更清楚些。听稳婆说，孟美人这胎凶险，能不能生下来还得两说。说到这，陶常在压低了声音，听闻皇后已派人去询问陛下保大还是保小，但是皇后没将结果声张出来，我们并不知晓陛下的决定。林轩言点点头，似乎一点也不在意这个结果。陶常在想到孟美人落到如今这个结果，与当初他对林轩言下手分不开干系，便也不再谈论这个话题。哦，还有孟美人跌倒的那块路段，经查看，路上的确多了不少小石子，只是因为那条路是用碎石子铺成的，孟美人与工人经过时没太注意，当时没能发现异常。陶常在顿了顿，负责洒扫那块的工人已经被送进了慎刑司，只是人来人往的，并不能确定是他。听到这个结果，林轩言冷笑一声，敢下手谋害皇嗣，自然得有本事扫清首尾。说着，林轩言平退左右，看着陶常在道：这宫里查不出真相的事多了去了。陶常在颔首，但随即笑道：幸好去年孟美人谋害你一事查了出来，活该落得现在这个下场。哼！林轩言冷笑：你当真觉得孟美人有这个本事？陶常在一愣，急忙追问：什么意思？难道？陶常在仔细看了眼周围，确认无人，这才看向林轩言，压低声音道：难道谋害你的另有其人？可是陛下不是调查出来是孟美人的兄长给了那宫女家人一大笔银钱吗？林轩言轻晃茶杯，杯中清澈的茶水在烛火下波光粼粼，反问道：若你是孟美人，你有何理由要对我下手？陶常在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蹙起眉头，迟疑答道：因为林更一。孟美人当初能得陛下宠爱，与林更一脱不了干系。可我据我所知，自林寒冬被打入冷宫后，孟美人一次都未去看望，私底下也并未送过钱财。说到这，林轩言忍不住笑了起来。听说林寒冬如今在冷宫过得很是凄惨，去年冬日差点没能熬过去。陶常在懂了，若是孟美人对林寒冬有几分真心实意，又岂会在林寒冬打入冷宫后没有半分表示？巫蛊案事发当天，孟美人的确有下跪给林寒冬求情，可不过说了2句话罢了，此举并未对他造成任何损失。可是陶常在皱紧眉头，若不是孟美人，会是谁呢？听到这话，林轩言不置可否的轻笑一声，并未解答。夜深了，你也回去休息吧。说罢，林轩言扬声唤来工人。陶常在也只好先回半梦轩，只是心里装着这件事注定今晚辗转反侧了。直到天色将明，陶常在才迷迷糊糊有了睡意，只是刚合上眼睛没一会儿，瑶光殿来了消息。知顺快步走进殿内，上前躬声道：主子，孟美人生了，是个小皇子。支流给林轩言梳头的手一顿，下意识地看向镜中林轩言的脸色。虽然他们早已知道孟美人并不是谋害林轩言的凶手，可外人并不知情，若是孟美人借此重获圣宠，林轩言又不知得在宫中遭受多少耻笑。当初孟美人因有孕，只是褫夺次字与禁足，就已经被一些妃嫔明里暗里的嘲讽了。林轩言却是脸色未变，垂眸挑选妆帘中的首饰，淡声道：孟美人熬了1日1夜才生下，如今母子可安好？回主子，太医勉强保住了孟美人母子的性命，只是知顺顿了顿，听说小皇子出生时的哭声机不可闻，而孟美人更是产后大出血，现今还在昏迷中。林轩言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终于选了好一只香红玛瑙的步摇，随意道：陛下呢？陛下还未下朝，不过听说太后与皇后娘娘已经动身前往瑶光殿了。听到这，林轩言才烦躁地皱起了眉头。太后与皇后都过去了，他一个婕妤不过去不成体统。主要是他还没用早膳，那2人已经动身，就意味着他只能随意拿2块糕点垫垫肚子，就得赶紧过去。林轩言啧了一声，才陈实太后与皇后岂这般早作甚？
支流与支顺没敢说话。孟美人难产，宫里有几个敢像您这样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林轩言发了句牢骚，便让支柳加快手上的动作。他哪能落两位后太久？对了，今日穿那件海棠红烟罗云雾裙。说着，林轩言将手上的红玛瑙步摇插进发间。知信一愣，怀疑是自己听错了，海棠红那件。林轩言肯定的点头，今日宫中新得皇子，我当然得穿得喜庆些过去庆祝。知信不说话了，麻溜的将那件妩媚娇艳的海棠红宫装拿了出来。众妃嫔已基本到齐了瑶光殿，看到林轩言进来后，一个个目光都不由粘了上去。林轩言今日这件海棠宫装依旧是能藏肚子的，尤其是那双玉手依旧纤纤，不知惹了多少嫉恨。而让众人惊疑的是，今日来到瑶光殿的妃嫔基本就是素色为主，唯独林轩言穿了件海棠红的宫装，头上红玛瑙步摇微微晃动，折射着阳光，宛若神仙妃子，光彩照人。哟，林婕妤今日是发生了什么好事，竟穿得这般喜庆？季晴没能拉住，柯婕妤扯着嘴角阴阳怪气道：当初刚进宫时她是嫔位，而林轩言只是常在，后面更是被硬生生罚跪了2个时辰。可如今俩人皆为婕妤，林轩言自然更加不惧。林轩言摸了摸头上的钗环，笑道：自从我生完公主后，衣柜里多是些大红大紫的颜色，都快看腻了。柯婕妤脸色一僵，气得咬紧牙关，可看着林轩言脸上得意的笑容，却拿他半点办法也没有。不就是生了个公主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第190章，谁愿抚养二皇子？柯婕妤忍了又忍，最后还是在季晴的提醒下找回了理智。林轩言不甚在意的瞥了眼柯婕妤气到扭曲的脸，在支柳的搀扶下走到柯婕妤斜对面的位置坐下。如今林轩言虽与柯婕妤平起平坐，可他有公主，而柯婕妤膝下无子，就算早入宫2年，也只能屈居在林轩言的下手。果不其然，柯婕妤看着林轩言落座的位置，又是没忍住哼了一声。林轩言没心情去搭理这没脑子的蠢货，只是左右望了望，也没心思去问眼下的情况。现在他的上手是邓妃，下手是吕嫔，一个昨日才冲撞皇帝说他女儿不配500户10亿，一个向来见谁都是张冷脸。林轩言撇了撇嘴，端起茶水吹了吹。至于太后与皇后，眼下并不在正殿，想来是去里间看孟美人与小皇子了。殿内一时间只能听见妃嫔时不时饮茶的动静。许氏见太后二人迟迟没出来，苍嫔看向林轩言笑道：林姐姐怎么今日没带公主出来？公主是仙子下凡，说不定让小皇子沾沾仙气，身体也跟着康健起来了。林轩言一顿，放下茶杯，笑盈盈地回视苍嫔，也不说话，只看着，只将苍嫔看得自我怀疑，摸了摸脸，迟疑问道：林姐姐看嫔妾作甚？可是嫔妾脸上有脏东西。林轩言这才笑盈盈道：我瞧着苍嫔的容貌也不过尔，怎么脑子里竟装些草包？噗嗤！柯婕妤没忍住笑了出来。见林轩言看过来，柯婕妤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小心站在林轩言这边了，连忙咳嗽2声，清清嗓子，止住了笑意。只是柯婕妤这笑起了头，余下的妃嫔们也大都眼唇偷笑。苍嫔的脸色在众人的笑声中一阵青一阵白。最后还是太后二人从里间出来，听见众人的笑声，皇后狠狠皱起眉头扫视了一圈，这才让众人停下笑声。若是无事，就回自己的宫中去。皇后扶着太后在上首坐下，厉声道。殿内瞬间恢复寂静，倒是苍嫔借此时机站了出来，一脸委屈道：回禀娘娘，方才林婕妤辱骂嫔妾。林轩言简直想翻白眼，是不是嫔位竟出傻子，走了个柯婕妤、柯嫔，现在又来个苍嫔。太后扫了一眼满脸困惑的林轩言，看向苍嫔蹙眉道：怎么回事？苍嫔见林轩言不说话，还以为他是怕了，当即脸上闪过一抹喜意，忙委屈道：嫔妾想着大公主是仙子转世，要林婕妤将公主抱来给小皇子沾沾喜气，谁知林婕妤竟辱骂嫔妾是草包。哀家觉得太后听了狠狠瞪了苍嫔一眼，林婕妤所言非虚。苍嫔脸上几乎要掩饰不住的喜气瞬间僵硬，不敢置信地望向太后，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但看着底下妃嫔低头忍笑的模样，脸色一白，跌坐回座位上。皇后都懒得再看这蠢货，看向殿中忍笑的众妃嫔，清了清嗓子。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化，殿内的气氛肃然一正，只余下苍嫔的脸色依旧是清清白白的，难看得很。皇后看向太后，恭敬温声道：母后，您要不先回长乐宫，余下的事让臣妾来处理吧。太后顿了下，颔首道：若是他们不愿，此事便作罢。说罢，太后便在宫人的搀扶下离开瑶光殿。众人恭送太后，随后才重新落座。只是太后临走前与皇后说的那2句没头没脑的话，让众人有些提起了心神。皇后端坐上首，凤眸扫了殿中众人一圈，正色道：孟美人身体不适，恐无心力抚养二皇子。方才本宫与母后商量，欲在宫中寻一妃嫔抚养二皇子，不知众位妹妹谁有意向？
众人一愣，一时间没人敢出声。先不说他们都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又不是人老珠黄生不出了。再说这二皇子可是个早产儿，万一没养活，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尤其是想通了第二点的妃嫔们，更是头低的一个比一个低。皇后没办法，只好一个个来点名。淑妃，你可愿抚养二皇子？娘娘知道的，本宫一向觉得小孩吵闹。淑妃淡笑。邓妃，你呢？罗妃。上头的三人各找了理由回绝，接着就到了林宣言。唉，位分太高了也不好，有啥事没两下就轮到他头上来了。回皇后娘娘，嫔妾如今养育大公主，一个都生怕哪里没看好，再来个二皇子，嫔妾恐怕是有心无力。皇后没办法，只好又往下念了几个，基本都是说自己没养过孩子，怕照顾不好。淑妃的借口倒是没人敢学。淑妃背后有许大将军这位大靠山，哪怕膝下无子也能在宫中荣宠不衰，可他们不行，还想借着母凭子贵呢。问了好些个，皇后也没耐心了，重重将手中的杯盏往桌上一磕。平日宫中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如今不过是要你们照顾二皇子，一个两个的只会推辞。殿中众人瞬间安静下来。皇后头疼的捏捏眉心，二皇子身边跟着嬷嬷奶娘，平时不过多过问就够了，难道还需要你们亲自去照料吗？实在不行，待孟美人身体好了，再将二皇子还回来。这次倒是有人敢说话了。那皇后娘娘不能照看二皇子一段时日吗？殿中响起一道颤颤巍巍的声音，众人的眼睛都不由瞪大了。不过皇后的脸色本就难看，听了这话仍旧难看，倒是看不出什么情况来。倒是说这句话的人，众人不得不在心里竖起大拇指。皇后若是想抚养，早在里间就与太后商量好了，何必还来问他们呢？众人连忙去寻声音的来处，竟是坐在末尾的一个不起眼的妃嫔唐宝玲。唐宝玲作为初时就被皇帝宠幸的新人之一，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宫中很受欢迎，只可惜皇帝的宠爱来得快去的也快，很快就无人问津了。唐宝玲已许久没受到过众人这般注视，当即吓得脸色都白了，连话都说不清了。嫔妾，是不是嫔妾说错话了？第191章二皇子的去处。里间传来一阵混乱声，众人望去，就见孟美人的宫女秀雅跑了出来。皇后娘娘，我家主子醒了。秀雅扑通跪地，我家主子想自己抚养二皇子，恳请皇后娘娘不要将二皇子抱走。说罢，秀雅涕泗横流的不住磕着响头。众人听到这话，齐齐松了口气。只是皇后皱紧了眉头，孟美人产后身体亏空，怎有心力照看二皇子？秀雅不知如何回话，只一下一下的往地上磕着头，很快额头便嫣红一片。而里间的孟美人似乎也听见了皇后的话，虚弱的哭声随着风传来了进来，让人不忍闻。皇后也不由叹了口气，看着秀雅语重心长道：本宫并非要拆散他们母子，只是暂时为二皇子寻一人照看，待孟美人身体好了再抱回来。话是这么说，可二皇子今日一旦被抱走，日后能不能抱回来就又得另说了。皇后娘娘，嫔妾有话要说。竟是一向沉默寡言的淑妃。皇后也有些诧异，淑妃有话直说。依嫔妾看，母子亲情最难割舍，若是强行让孟美人母子分离，说不定反倒让孟美人郁结于心，身子难以康复。至于照看二皇子一事，嫔妾觉得让内务府多拨些有经验的嬷嬷们过来，反倒比来回折腾更妥当些。淑妃浅浅一笑，皇后娘娘觉得呢？先前的唐宝玲出言不逊，皇后可以充耳不闻，可淑妃是后宫中的第二人，其父更是战功赫赫，她说的话皇后不得不考虑。淑妃所言极是，只是方才本宫与母后商量，觉得二皇子体弱，需要太医不时来看，恐扰了孟美人休养，这才决定让他人抚养。皇后微微蹙眉，皇后娘娘，可嫔妾觉得若是将二皇子抱走，恐孟美人连今日都熬不过去了。出乎众人意料，竟是柯婕妤出声说话。孟美人以往是林更衣一派，柯婕妤虽不敢对贵妃出言不敬，但对孟美人总是少不了冷嘲热讽，今日竟替孟美人说话，实在让人大吃一惊。但吃惊归吃惊，柯婕妤话音刚落，其他妃嫔纷纷连声附和，柯婕妤所言极是，毕竟他们谁都不想接手二皇子这个烫手山芋，还是让孟美人自己养着最为合适。见殿内众人异口同声，皇后也只能长叹一声，唤来从云吩咐道：你将此事禀告给太后。又吩咐另一贴身宫女文俏，让内务府再选一批有经验的嬷嬷们过来。至此，二皇子的抚养一事总算是落定，皇后还要留在瑶光殿选嬷嬷，其他的妃嫔便不多留，一个接一个的起身告辞了。只是他们在瑶光殿折腾了这么许久，日头都已高高挂起，往日这个时辰皇帝已经下朝，可瑶光殿却没看到皇帝的身影，哪怕是太初宫的宫人都没见着半个。林宣言与陶常在一路无言的回了宁真殿，直到俩人在各自的偏殿前要分开时，陶常在才低声叹了口气。林宣言拍了拍陶常在的肩，笑道：有时间就多来我这儿看望处。陶常在这才抿唇笑了，重重应了一声。除了孟美人早产这桩事，
皇帝连着好长一段时间都未进后宫，更是没去见过二皇子一眼。至于孟美人与二皇子，太医每日清晨就去，到了晚间才走。但即使是这样，也只是听闻孟美人的情况还算好，而二皇子的情况不容乐观。也不知是不是担忧二皇子养不活，听闻就连礼部给二皇子选了字做名字，让皇帝从其中挑选一个，皇帝看都没看。不过这些都与林宣言无关。齐云初每日吃了睡，睡了吃，白嫩嫩的胳膊像是一节节莲藕，让人见了就忍不住心软成一团。而林宣言经过半个月的锻炼抹药，肚子也恢复如初了，看着似乎比未生育前还紧致3分。估摸着皇帝静心了这般久，也该进后宫了。不过眼下更重要的是去给太后请安。主子，知信捧着几套衣裙过来，今日去给太后娘娘请安，您穿哪件衣裳？林宣言随手点了件平常衣物，就这件吧。先前去看望孟美人穿红衣，纯粹是因为在外人看来孟美人谋害了他与初儿，虽计策未成，可怎能心中无恨？若他无半点表示，岂不是平白让人看低了？就算是太后见了，哪怕当时心中不喜，过后也能念在初儿的份上，对此视而不见。可今日只是去给太后请安，自然还是穿得素净些为好，毕竟二皇子病恹恹的，也不知能活多久，没得穿一身红给太后添堵。不同于去长秋殿请安时的场景，哪怕皇后坐在上首，底下的妃嫔哪怕只谈个胭脂水粉，也能拌2句嘴，许是打趣，也许是真来气。但在长乐宫，众妃嫔多半是正襟危坐，只跟着皇后关怀几句太后的身体，旁的不敢多说一句。太后也只是与众妃嫔随意说了几句话，便一手撑额头，一副精神不济的模样。皇后见状，起身温声道：“母后，臣妾等便不打扰您休息了。”太后颔首，随即看向林宣言：“今日天气正好，若是有空，便带初儿过来，让哀家瞧瞧。臣儿也时常与哀家念着妹妹呢。”太后一脸慈爱，脸上虽有皱纹，但还是能让人看出她年轻时的风华。听到这话，林宣言神情怔愣，过了一会儿，才在知柳悄悄的提醒下回过神来，躬声道：“是，嫔妾有空定当带着初儿过来。”听到这话，太后也不留了，摆手让众人退下。这一幕让宫里不少老人捏紧了手中的绢帕。林更衣还是贵妃时，太后也是这样对她的，总是一脸慈爱的让林更衣抱孩子来长乐宫。谁不知道皇帝是个孝子，常来长乐宫给太后请安。只不过林更衣并不稀罕与皇帝在长乐宫偶遇，1月能主动抱1-2次过去，已算是不错了，多半是太后亲自派人去请。不过即便如此，太后每见了林更衣，从未有过黑脸。第192章前往冷宫。只是林宣言回到宫中的第一句话，丝毫没有要带齐云初去长乐宫的打算。知柳，你去库房将林更衣往日送我的东西整理出来。知信、知南，你2人午后跟我走一趟冷宫。是。3人齐齐应声。说罢，林宣言就往隔壁齐云初的房间走去。知情跟在身后，忍不住问道：“主子，奴婢呢？”林宣言扭头看着知情抠着衣袖花纹的紧张模样，不由笑道：“若是我申时还未回来，你就去长乐宫禀告太后，说我今日有事，改日再去。”知情这才展开笑脸，连连点头。午膳后，林宣言看了眼齐云初，才带着知南2人与林寒冬以前林总总送的2大箱子东西去了冷宫。去冷宫看望林寒冬这事，林宣言并未遮掩，故而他才踏出宁真殿不过1炷香的时间，他前往冷宫的消息就以各种渠道传了出去。林婕妤守着冷宫的小太监狠狠擦了把眼睛，才确认没看错，连忙从地上起来，弯腰躬身，一脸谄媚：“奴才见过林婕妤，婕妤万福金安。”林宣言却是看都没看他一眼，扶着知信的手，径直从他身旁经过往里走。小太监一愣，见林宣言都已走近了好几步，才连忙拦住后边抬箱子的太监们，高声道：“婕妤主子，冷宫。”知南从袖中掏出一个荷包，立马让小太监住了嘴。甚至小太监在感受到荷包的重量后，竟弯腰小跑到林宣言跟前来，讨好笑道：“婕妤主子是去看林更衣的吧？奴才带您过去，免得一路上有些不长眼的冲撞了您。”现任皇帝只有一个林寒冬被打入冷宫，可冷宫却还有先皇时期的妃嫔，如今正在冷宫中痴傻度余生。眼下哪怕才刚踏进冷宫几步，一些或哭或笑的声音便如诉如泣地传到了林宣言的耳中。明明正是大中午，阳光最盛的时刻，林宣言却觉得眼前荒凉的宫殿如择人而噬的巨兽，让人不寒而栗。听到小太监的话，林宣言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知南见状，又给他塞了个荷包，笑道：“劳烦公公了。”小太监摸着袖中2个分量十足的荷包，心花怒放的快步走到林宣言前边带路。一路上，林宣言有幸见到先帝时期就被贬入冷宫的妃嫔，头发凌乱，衣衫不整，任谁看得出眼前人曾是锦衣玉食供着的娇娇，而如今落得此般境地，就连宫人都可以随意对他们斥骂。滚滚滚！小太监冲着不远处想过来的疯傻女人怒吼：“李小爷，滚远点！
若是冲撞了林婕妤，仔细你的皮！疯傻女人原本嘴里还喊着娘娘，听到小太监这般吼，立马吓得摔倒在地，哭喊着跑远了。小太监见状，连忙朝林轩言道：“这些人在冷宫关久了，脑子不清醒，奴才只能凶点，才能唬住他们。”林轩言只淡淡应了一声，对方才的以下犯上不做评价。道士知信瞪了他一眼，没好气道：“行了，赶紧带路。”哎，好嘞。小太监连忙继续躬身带路。七转八绕后，小太监总算是停了脚步，指着前面一间小房子道：“婕妤主子林更衣就住在这间房里，要不要奴才过去通报一声，要他出来见您？”说着，小太监羞赧地搓了搓手，里边灰尘较多，恐误了您的眼睛。不必，我进去见他。林轩言淡声道。说罢，就带着工人朝着那扇门走去。而小太监见状，连忙又走到前方，毕恭毕敬地帮林轩言将门推开，笑得一脸谄媚：“婕妤主子，您仔细脚下有门槛。”腐朽的木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响，灰尘随之四处飞扬。林轩言即是被知信二人捂住了口鼻，除了身上落了些灰尘外，并无碍，可其他人却是连连咳嗽，过了半晌才消停下来。明媚的阳光随着尘埃落定，肆意地往里侵占。林轩言来前特意换了身华贵的衣裙，金丝银线穿插其中，头上更是钗环凌厉，在阳光的照耀下，简直能晃瞎人的眼睛。林寒冬缩在床上，抬眼见到的就是林轩言明艳不可方物的模样。你来做什么？林寒冬猛地攥紧身下的薄被，厉声问道。林轩言还未说话，小太监立马跳了出来，指着林寒冬的鼻子就骂道：“放肆！怎么对林婕妤说话的？”说着，扬着巴掌欲过去打几巴掌。要不是有泗水及时拦住，说不得这巴掌还真能打中。你才放肆！我家主子好歹也是更衣，更是大皇子的生母，岂容你以下犯上？泗水紧紧攥着小太监高高扬起的手，眼里的怒火简直能喷出来。当初在雅兰宫高高在上的泗水，如今纵使满眼怒火，也不过是色厉内荏罢了。见此，林轩言这才缓缓勾起一抹笑容，竟敢当着我的面打我的姐姐，真是给你胆了。婕妤，小太监一惊，泗水敢拦他，依着他平时的作风，不打一顿是不会罢休的，但林轩言开口则全然不同了。只是还不待小太监继续惊惶，林轩言浅笑道：“不过看在公公辛苦领路的份上，我便不计较了。劳烦公公在外间等我一段时间，我有些话想与林更衣说。”小太监听懂了林轩言的言下之意，脸上恢复了谄媚的笑容：“奴才遵命，婕妤小主您随意，奴才有的是时间。”说罢，小太监躬身退了出去。林轩言，你是来看本宫笑话的吗？林寒冬抬着下巴，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只可惜他紧咬的牙关暴露了他真正的心境。林轩言轻笑一声，并未回他的问话，扭头吩咐后面跟着的太监将箱子抬进来。装了满满当当2大箱子的华丽珠宝与布匹，在阳光底下流光溢彩，本是美轮美奂的一幕。林寒冬与泗水见了却是瞳孔一缩。知信与之南留下，你们也出去吧。林轩言吩咐道。抬箱子的4名太监躬身退出，腐朽的木门重新合上，遮蔽了阳光，阴冷重新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第193章报丧。看来林更衣还记得。林轩言缓缓朝林寒冬走近，当初林更衣待我姐妹情深，如今我又岂能忘记昔日的恩情？你有话直说便是，何必惺惺作态？林寒冬看向林轩言，厉声道。泗水倒是忠心，紧张地挡在床前，生怕会对林寒冬动手。林轩言懒得与他计较，在离泗水还有一段距离时停下。知南见状，从一旁搬来一张椅子，略擦了擦，在上面铺了2张手帕，正准备请林轩言坐下时，就见林寒冬看着知南瞪大了眼睛。室内幽暗，再加之奴婢得垂手以示尊敬，故而直到现在，林寒冬2人才看清知南的长相。泗水更是惊呼：“红豆，你怎么会跟着他？”知南却是没搭理2人，只扶着林轩言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林寒冬很快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嘴角不由溢出一抹冷笑，真是可笑。泗水还欲说话，被林寒冬拽了一把，话虽然咽了回去，但眼睛却是恶狠狠地瞪着林轩言与知南。你什么眼神？随着一声清脆的巴掌声，泗水直接被知信扇偏了头，脸蛋登时红了一片。泗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下意识就抬起了手想打回去，只是被身后的林寒冬喊住：“泗水，退下！”以前的林轩言，侯府中随便哪个下人都能对其不敬，更何况她是大小姐的贴身婢女，别说是瞪了，就算当面对其唾弃，林轩言也不敢放个屁出来。所以被知信打了之后，泗水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打回去，还当林轩言是曾经那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被林寒冬吼了一句后，房间里腐朽的气息让他想起了自己如今的处境。你今日来是想跟我炫耀，爹爹将人都给了你吗？林寒冬已经平静了下来，看着林轩言淡淡开口：“我可不是个这么无聊的人。”林轩言轻笑一声：“听说你在冷宫过得不好，
我特意将你以前送我的东西全部整理了出来。我觉得你应该比我更需要这些金银首饰。你别假惺惺了，红豆定将这些首饰的用处告诉你了。似水虽退到一旁，但听到林轩辕说话，还是忍不住捏紧拳头开口。话音刚落，林轩辕微微蹙眉，知信立马上前又是给了一巴掌。以前总是听闻林侯爷的长女最是知礼，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林轩辕扫了似水一眼，不愧是妾室教出来的奴婢。你……林寒冬脸上冷静的表情破功，胸脯气得上下起伏。人人都知道林侯爷极宠季氏，膝下的一对儿女更是人中龙凤，一个比一个优秀。可只有他们兄妹二人与娘亲才知道，他们为了将妾室二字从头上摘掉，费了多大的功夫。父亲只管朝堂与大臣维持关系，可后宅女人往往是最会插刀子的，一刀一刀直戳人的肺管子。他费了多大的功夫才得到圣天众人的赞誉，费了多少心力才生下皇帝的第一子，坐上贵妃之位。他该是皇后的。林寒冬气得手上的青筋暴起，林轩辕却似没有看见，依旧淡笑道：听说上姨娘死在了流放的路上，说不定连张草席裹身都没有。啧啧，林轩辕可惜的摇头，真是可怜啊。林寒冬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眼眶瞬间通红，吼道：不可能，不可能！说着，林寒冬就要往林轩辕这边爬过来，一副寻仇的模样。这次倒是似水及时拦了下来。林轩辕如今是刚生下大公主的婕妤，圣眷正龙，而他的主子只是个冷宫任人欺凌的更衣，形势早已颠倒。在似水的安抚下，林寒冬仰头流下2行浊泪，张着嘴无声痛哭，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可这些人中绝不包括林轩辕。没等林寒冬哭上多久，林轩辕就不耐地蹙起了眉头：哭够了吗？我今日来可不是给你报丧的。闻言，林寒冬红着眼睛瞪向林轩辕，配着这间腐朽阴冷的房间，像极了地狱里爬上来的恶鬼。知信下意识地上前半挡在林轩辕身前，也恶狠狠地瞪回去：你还有什么事？说完了就给我滚！林寒冬在似水的怀里牙眦欲裂，全然没了昔日半点贵妃的影子。林轩辕一点也不在意林寒冬的不敬，扶了扶头上的钗环，轻笑道：自然是为了大皇子而来。明明嗓音轻柔如暖风和煦，林寒冬听了却如坠冰窟，身子不受控制地哆嗦了一下。晨儿，你想做什么？林寒冬喃喃道，随即后知后觉地咬牙朝着林轩辕冲来。你想对晨儿做什么？要不是知南也连忙去拦，这次说不定还真被林寒冬冲了过来。知信更是吓得直接将林轩辕挡死了。你要对晨儿做什么？林寒冬的声音从怒吼逐渐无力起来，双眼无神的落泪，恳求道：晨儿只是个孩子，你有什么冲我来？你说什么呢？林轩辕眼唇惊讶，我又不是你，有一副蛇蝎的心肠。只是这副惊讶的模样，任谁见了都得说一句假。似水哪怕死死拦着林寒冬，此刻也不由咬着牙关道：大皇子可是皇上的第一子，你若是敢下手，皇上定不会饶你。大皇子是他们在冷宫中唯一的希望，若是大皇子有个3长2短，他们也不必活了。真是聒噪！林轩辕拨开知信，蹙眉看向似水：知信，掌嘴！有些人就是犯贱，不打上几巴掌，就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待10几下清脆的掌声过来，林轩辕才慢悠悠地喊了停。这时似水的脸已高高肿起，就算想说话也张不开嘴了。见无人再插嘴，林轩辕这才道：我今日特意将这2箱子金银珠宝送来，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你的生活，希望你能够活得长长久久，能够等到大皇子长大。我一片好心，竟被当成驴肝肺，真是不识好歹。林轩辕的话，林寒冬是半个字都不信。第194章，配你刚刚好。你送来的脏东西，我一个都不敢用，如今物归原主，也算是好事一件。林轩辕起身走向箱子，从中细细挑选了一支珠钗，随即转身来林寒冬身前，俯身将珠钗插进林寒冬的发间。反正你也不用再生育，配你刚刚好。林寒冬一动未动，任由林轩辕动作。这支珠钗他记得是他特意打探到林轩辕的喜好，将其泡了许久的断灵花药水，钗身更是填了断灵花的粉末，以期绝了林轩辕的生育能力。只是后来见林轩辕从不带他送的东西，这才改成他不喜的样式，希望能借他的手将藏了药的首饰送出去。反正宫中无论是谁不能生育，于他来说都是好事。可是林寒冬望向按着他的知南，呼吸急促起来。当初他以为是林轩辕太谨慎，这才一个都不带，可如今见了红豆，他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红豆早就与林轩辕联系上了，因而知道其中的用处，这才不带的。他的父亲一心只有自己，要不是当初娘亲待字闺中时就怀上了他们兄妹，借此要挟父亲，娘亲就算能进侯府，也定当不上侯府夫人啊！也难怪，鸡蛋哪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今他倒了，却还有个林轩辕能替他吹枕头风。早知道他就该听娘亲的话，在林轩辕初入宫时就要下手将他除掉。林寒冬此刻已经失了全部力气，双眼无神地盯着上方结着蜘蛛网的房梁。
你一定要活到大皇子长大。林轩言低声，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听了这句话，林寒冬才算有了反应，只是林轩言的目的已经达到，带着知信二人转身往外走。是谁害死娘亲的？林寒冬嘶哑着声音问道。林轩言没有回头，只模棱两可的回了一句：你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吱呀，年久失修的木门摇摇欲坠的被推开，又是一阵灰尘掀起。林寒冬偏头看着门外灿烂的阳光，林轩言头上的钗环正折射着璀璨的光芒，晃得人只想落泪。小太监屁颠屁颠迎了上来，小主，您说完了？知信皱眉瞪了他一眼，带路。哎，是。小太监丝毫不在意，连忙弯腰走到前面带路。一路静默无声，唯有风闹的声音尤其刺耳，就连鸟雀的啼鸣在其中都丝毫不起眼。出了冷宫，知南又给小太监塞了个荷包，让小太监笑得见牙不见眼。小主。林轩言搭着知信的手臂已经往前走了好几步，就听小太监忽然高声疾呼，从后边跑上前来。林轩言扫了一眼他讨好的神情，淡淡道：还有事。小太监点头，随即又连忙摇头：奴才万中。小主，您日后若有什么事，尽管来找奴才。万中眼露希冀，袖中几个厚实的荷包给了他胆子。听到这句话，林轩言露出了点点笑意，那可真是太好了，还望公公平日照看一二，毕竟他也是大皇子的生母。话音未落，林轩言自知失言的住了嘴，懊恼的蹙起眉头，只是临走前还不忘看了知南一眼。于是知南落后几步，又掏了个荷包给万中，这才跟上林轩言的脚步。知信不解，等回了天照县，才找了个时机问林轩言为何要托人照看林寒冬。林轩言把玩着手中刚摘下来的桃花，轻笑道：你猜那几个荷包能让万中照看林寒冬多久？知信蹙眉沉思：1月、2月。若是我今后不再送银钱过去，你猜他还会不会继续照看？知信摇头，但随即又迟疑道：若是他不知道主子不再送钱，估计还会继续照看一段时间，但奴婢觉得最多半年他就不会再照看了。林轩言慢条斯理地将花瓣一瓣瓣摘下，那他白白费了心力，你猜会不会恼羞成怒？随着林轩言的话音落下，只剩下花梗的桃花被他无趣地丢开，染上花枝的玉指重新从花瓶中摘了朵新的。知信瞪大眼睛，明白了过来，他恼羞成怒就会。嘘，林轩言打断了知信的答案，你出去问问热水好了没，这一身脏死了。知信这才恢复正常，赶紧去外边催促了。万中一瞧就是个势利眼，知道自己白做了活，岂会不心生怨恨？可林轩言乃是婕妤，如今非位之下第一人，更是因为生了大公主而胜券正浓。万中一个落得冷宫看门的奴才，就算想报复林轩言，也是有心无力。而林寒冬就在冷宫中，还不是任他搓圆捏扁。至于那2箱子金银珠宝，没有万中的保护，林寒冬最后又能剩下几个呢？在冷宫有2箱子银钱，不至于小儿闹事报惊。杀人并不是一定都得自己亲自动手。不过林轩言的眸中闪过一抹趣味，希望林寒冬还能如前世一般坚强的活到大皇子长大成人，不然他就得少看一桩好戏了。主子，热水备好了。支流走进来，扶林轩言去隔间沐浴。待林轩言清清爽爽的从浴桶中走出，再拧干头发，日头都已偏西，自然不能再带着齐云初去见太后。不过林轩言没让太后等太久，翌日一早就带着齐云初与浩浩荡荡的一群宫人前往长乐宫。另外还特意准备了一件幼儿的衣裳，是林轩言早就准备好的。不同于初次见太后，此次林轩言不过刚出现在长乐宫宫人的视线范围内，就有人急匆匆的进去报信。很快燕嬷嬷就从内殿中出来，正好迎上走到宫门前的林轩言。小主可算来了，太后念了许久呢。燕嬷嬷笑道：小主用过早膳了吗？太后刚起，您待会一并用点。是不是我来得太早了，扰了太后休息了？林轩言蹙眉担忧道：这哪里算早，是哀家起得迟了。太后从里间出来，正好听到林轩言的话，笑着朗声道。林轩言这才放心的露出笑容，忙从宫人的怀中抱过孩子，上前走到太后跟前。第195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林轩言陪着太后用完早膳，看着大皇子趴在齐云初旁边的模样，不由绽开一抹笑容。太后娘娘，嫔妾昨晚给大皇子缝制了一件礼衣。林轩言顿了顿，嫔妾手艺粗鄙，也不知合不合身。说着便低下头去，颇为不好意思。罢了，嫔妾手艺哪比得上您宫中的绣娘，免得让大皇子。衣裳在哪呢？太后打断林轩言的话：一男，你带晨儿去里边试穿一下。太后望向林轩言，眼下有些青黑，脂粉都未能全然遮盖。你这孩子，给晨儿做衣裳又不急在这一时，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何苦熬夜赶工？太后拍了拍林轩言的手，眉头微蹙，一副心疼的模样。林轩言早就做好了，眼下的青黑是描上去的。
但林轩言的面上却是看着太后关怀的模样，下意识抿唇微笑，道：“昨日嫔妾去了。”太后的神情未动，林轩言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连忙垂眸避开太后的目光。嫔妾昨日看着初儿，不知怎么就想到了太后前些日子对嫔妾的教导：“人之初，性本善。”说到这，林轩言鼓起勇气抬头望向太后，嫔妾忽然觉得太后娘娘说的极对，孩子纯真善良，你待他好，他会知道的。孩子只是孩子，不应该是谁的延伸。说完这段话，太后脸上的神情不由柔和了许多，紧了紧握着林轩言的手，并未说别的话。这时，大皇子从里间换了衣裳出来，跌跌撞撞地朝着林轩言跑来。林轩言看了太后一眼，随即转身朝着大皇子张开双臂，孩子小小的身体投进了他的怀里。谢谢。大皇子在林轩言的怀里，软糯的奶音开口道，只是一张嘴，口水也跟着流了出来，全呼到林轩言身上去了。工人连忙将大皇子抱开，看到林轩言胸口处的暗色，抱歉道：“奴婢一时没看住。”无事。林轩言打断他的话：“大皇子活泼是好事。”说罢，林轩言望着大皇子，眉眼柔和，唇畔含着浅浅的笑意。大皇子并不懂大人之间的话语，闹着要从工人的怀中下来。太后看着眼前的一幕，也不由跟着笑了起来。只是等林轩言带着齐云初一走，太后立马就吩咐让工人给大皇子换下林轩言送来的衣裳，找人来验下。太后在宫中静营多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皇嗣下手的妃嫔她见得多了。虽然林轩言的转变说得合情合理，可她却不得不多提防几分。当然，林轩言自然也没想过太后能单凭几句话就对他卸下心防，毕竟是能在先帝有好几个年长皇子的情况下，还能保住当今皇帝太子之位的人，又岂是好糊弄的？不过日久见人心，他可不打算亲手谋害大皇子。太后总有一日会对他彻底放下心防，今日不过是给今后接触大皇子打下基础罢了，来日方长。林轩言回到天照榭，就将脸上的妆容卸下，勾唇看着镜中明艳生辉的美人，哪里还见先前半点的憔悴。这时之顺从外边扬着喜气进来：“主子，方才进士房的公公过来，说是今晚皇上会来用膳。”林轩言挑挑眉，这倒是意外之喜。若只是单纯过来用膳，就是皇帝身边的工人过来通传，除非是翻了他的牌子，才是进士房过来通传。皇帝已有半月未进后宫，一来就是先到他这儿，不知今晚又得气坏几位妃嫔。虽然皇帝恩宠太过会导致他成为众人的眼中定肉中刺，可如今又不同往日，他可以忍受暂时的冷落，可初儿万不能失去父皇的照拂。更何况孩子与女人不同，孩子若是能常与父亲相处，长此以往，父亲自然会对其更挂念几分。尤其是在皇宫，皇帝的孩子逐渐多起来，若能多得皇帝半分关注，孩子的身份地位都将决然不同。今后若无必要，他都不会再主动将皇帝推走了。而他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的天照榭管理的如铁桶一般，让人无法从中下手。想到这，林轩言唤来知柳，叮嘱道：“但凡谁有半点不对，哪怕会判断失误，也要第一时间汇报给我，尤其是初儿那里，不容有半分闪失。”知柳正色回道：“是，奴婢定不会有半分松懈。”林轩言点点头，又将给皇帝缝制的外衫给拿出来，确认没有问题，这才安心的在知柳的服侍下午睡。昨夜熬了大半宿给大皇子做衣裳，为了今晚有精神服侍皇帝，不得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只是这一觉没能睡多久，就得起床为今晚的事情做准备。沐浴只是其中的一环，更头疼的是晚上的穿着与妆容，就连涂在身上的香脂都得与其相配才好。皇帝想不想和他云雨他不管，他只知道自己空了好几个月，实在饱暖思淫欲了。皇帝就算不想，今晚也必须得让他拜在他的石榴裙下。于是等齐朝侧踏着月色到时，林轩言站在天照榭门前，手中的宫灯隐隐绰绰地照亮了他脸上的妆容。尤其是风一吹，烛火摇摇晃晃，林轩言头上的几只钗环铃铃作响。明明今日的穿着打扮都略显素净，可林轩言屈膝朝他抬眸一笑时，却又有几分勾得他心痒痒。齐朝侧上前将人扶起，携着人往里走去，温声道：“晚间风大，怎不在里面等朕？嫔妾许久未见到陛下了。”话还未说完，林轩言便有些羞涩地低下头。只是待俩人在桌前坐下，身旁的工人忙着布扇，脚步不停，林轩言这才鼓足勇气凑近齐朝侧的耳畔：“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嫔妾想陛下了。”嗓音缱绻，像是藏着丝线，欲将人层层叠叠的缠绕，勾人深入。齐朝侧的眸色一深，宽大的手掌揽着林轩言的腰肢，大拇指暧昧地摩挲了几下。只是还不待齐朝侧说话，林轩言便腰肢一软，笑着倒进男人的怀里。第196章，都是孩子。齐朝侧将人从怀中扶起，尴尬地咳嗽两声，遮住身上的异样，怎还像个孩子般
也不怕初儿笑话。男人身上的异样，林轩言自然也感受到了，心里对自己不曾衰减的魅力满意的鼓掌，只是面上却碍于来来往往的工人，脸颊处飞来一抹嫣红，在跳跃的烛火下，更显林轩言肌如瑞雪，脸似朝霞。听到齐朝厕所言，林轩言也赶忙转移话题道：“陛下还说呢，这么久不来，也不怕初儿将您给忘了。”只是说着说着，林轩言便不由眼带埋怨：“什么长女，什么出生的朝阳，还不是说不来就不来。”说罢，林轩言便扭头吩咐支柳去看看初儿醒了吗？若是醒了，就抱来，让他父皇也抱抱。完了还不忘瞪了齐朝策一眼。齐朝策摸摸鼻子，只能在心里感慨一句：“女人心海底针，方才还柔情似水，转眼就看他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了。”莫一会儿，支柳带着奶娘将齐云初抱了过来。林轩言从奶娘怀中将齐云初抱过来，还莫等他逗两下，齐朝策就从旁边探了个头过来。初儿，齐朝策唤道，轻轻晃了晃齐云初的小手。齐云初也朝着齐朝策回应了两句，齐朝策当即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谁逗谁。只是当林轩言将孩子交给齐朝策抱时，齐云初当即就的叫唤了起来。虽然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音调，但在常人都能听得出来，大公主不想让皇帝抱。林轩言连忙心疼地将齐云初抱回来，刚到手立马就安静了下来。见状，林轩言不由埋怨地瞪了齐朝策一眼，瞧瞧，初儿都对陛下衍生了，想他堂堂皇帝，今日竟被自己的女儿甩了面子，这像话吗？齐朝策长出一口气，重新凑过来，初儿乖，父皇明日给你拿几个玩物衣来。齐朝策一连许诺了好几样玩物，才得以让齐云初重新冲着他唤了几声，也是巧了，正好露出了个笑容来。齐朝策满意了，亲自给自己的女儿擦掉刚流出来的口水。咱们初儿才舍不得跟父皇置气是不是？齐朝策顺手摸了摸孩子滑嫩的脸蛋。林轩言总觉得他这句话在暗指谁，但是他没有证据。俩人抱着孩子逗了一会儿，眼见着桌上的菜肴已经上桌有一段时间了，鞍山上前道：“陛下，婕妤先用膳吧。”林轩言这才将孩子重新让奶娘抱着，只是趁着齐云初还没睡，没让抱回房间去。也不知是不是闻到了菜香，齐云初在二人用膳时不时冒出几句英语，手脚更是不住踢动着。齐朝策不由笑道：“你现在可不能吃这些。”林轩言则是拿了根干净筷子，沾了沾茶水，点在齐云初的唇上。本只是逗他玩，谁知齐云初还真咂巴了两下嘴，弄得齐朝策二人哭笑不得。许是终于尝到了心仪的美味，齐云初安静了下来，没过一会儿便在奶娘的怀中睡了过去。将齐云初抱回房间后，齐朝策这才道：“朕听闻你今日给晨儿送了件衣裳。”林轩言一怔，放下手中的筷子，低声道：“是，若是陛下觉得不好，嫔妾今后不送了。”你想到哪去了？齐朝策握住林轩言的手，无奈笑道：“朕没有怪你，朕反而很高兴，你能够放下与林更衣的旧怨，不对晨儿抱有成见。前些日子太后与嫔妾说了许多，嫔妾想了许久，尤其是看着初儿对嫔妾笑，将心比心，才终于想通。更何况大皇子如今是太后教导，乖巧聪慧，嫔妾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林轩言反握住齐朝策的手，依偎进男人的怀里，轻声道：“陛下不怀疑嫔妾别有用心就好。”怎么会？齐朝策回道。林轩言靠着男人的胸膛，低垂的眼眸中闪过一抹暗色。陛下，林轩言深呼吸，二皇子也是如此，不论孟美人曾经做过什么，他都是陛下的孩子。说着，林轩言从齐朝策的怀中起身，直视男人深邃的眼眸。二皇子想必也极期待父皇能够过去瞧他。齐朝策避开林轩言的目光，沉声道：“用膳。”林轩言自然不会继续说下去，二皇子又不是他的孩子，说上一句就够了，皇帝愿不愿意去看是他的事，若是能去，更方便他接下来的安排；若是不去，问题也不是很大。反正二皇子病恹恹的，据秀营传来的消息，活下来的几率只有30%，就算真的活下来了，今后也是体弱多病，难成大器。俩人安静的用完膳，工人上前收拾桌案。齐朝策道：“差点被你糊弄过去了，有时间给晨儿做衣裳，朕的呢？”齐朝策脸色如常，甚至没好气的上手捏了捏林轩言的脸颊。林轩言偏头欲咬，见齐朝策将手抽开，气鼓鼓道：“早就做好了，是陛下一直不来罢了。”齐朝策也不服气：“朕不来，你就不能送去？”林轩言起身朝寝卧走去，听到这句话，当即回以一声冷哼：“几日不见，朕瞧你胆子大了不少。”齐朝策也哼道，只是下一刻却是长腿一迈，将林轩言打横抱起。这皇帝就喜欢搞突袭。林轩言回过神来，搂着男人的脖颈，幽怨地瞪了一眼。只是等齐朝策穿上林轩言做的外衫后，嘴里嫌弃道：“缝缝补补几个月，就这。”
林轩言呆愣的眨眨眼，随即气得跺脚，伸手就欲给齐朝侧脱下来。陛下不喜欢就赶紧脱下来，嫔妾今后再也不献丑了。的确比不上宫中绣娘。齐朝侧躲开，顺势抓住林轩言的手亲了一下，可真喜欢。齐朝侧眼眸含笑，直让林轩言羞得红了脸颊，垂眸低声道：“还有人在呢。”齐朝侧轻笑一声，摆手让室内的工人退下。待门一关，齐朝侧将人搂进怀中，嘴角含笑，伸手抚上林轩言的脸颊，怎还是这般脸皮薄？第197章，不让他如意。仪式的动静直到后半夜才鸣金收兵，胡闹了一宿。等林轩言睡醒时，早膳的时辰早已错过。主子，知柳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进来，要正烫，您先放会儿再喝。林轩言点点头，搭着知信的手从床上起来。太后说他可以不用喝这养生的药，可林轩言自己却不得不喝。早早生下初儿，是因为巫蛊案避无可避，只能出此下策。而他如今根基还不稳，没必要急着再次怀孕生子。林轩言闷头一口灌下放凉的汤药，今日不用伺候皇帝，也不用请安，偷得浮生半日闲。正好用过午膳后，陶常在也从对面过来了。轩言，陶常在笑盈盈的快步上前，从身后的闲丝手中拿出一大一小2套衣裳出来，这是我给你和初儿做的，你先试试合不合身。一大一小的衣裳上的配色与花纹都类似，这要是穿出来，让人一瞧就知道是母女。林轩言接过衣裳，却是放到支流手中，没急着试穿，扬怒道：“整日就待在屋子里绣花，你这眼睛迟早坏掉。”陶常在笑笑：“我就这点爱好，你若不要我绣花，我可真就无所事事了。你快去试试，若是不合身，我也好拿回去改。”林轩言拿他没办法，只好去里间换了衣裳出来。这是身豆沙色长春花绫烟罗，下摆则是一件豆青色波纹孔雀纹锦洒花裙，衬得林轩言本就严厉的容貌更甚几分，更别提料子柔软，针脚细密，足见其用心，真好看。陶常在看着从里间走出的林轩言，不禁眼眸一亮，起身道：“那自然好看。”林轩言转了一圈，也不瞧瞧是谁的手艺。裙摆撒开旋转，又有几分娇俏灵动，尤其是趁着春景，也不知人与花谁更娇。陶常在满意地点点头，随即看向知柳，问道：“初儿醒了吗？让他也试试。”林轩言却道：“不急，今日可不许你再做女工了，陪我运动运动。”你瞧瞧你！林轩言掐了把陶常在的脸颊，脸都圆了一圈了。许氏获得皇帝宠爱后，伙食好了不少，陶常在短短几月就胖了一圈，现在还能说上一句可爱，再胖下去就与美无关了。陶常在摸了摸自己的脸，无力反驳。只是俩人才刚投了几次壶，汗都未出，就有人上门拜访了。嫔妾给林婕妤请安。卓才人与吕宝林请安道。林轩言抬手笑道：“都是自家姐妹，不用这般多礼。”吕宝林是吕嫔的族妹，还是第一次来天照县，许久未见卓姐姐过来了。陶常在一旁笑道：“倒真是有些想念。”卓才人有些不好意思，解释道：“大公主才出生，嫔妾想着天照谢许氏会忙乱一段时间，今日想着应该都安定下来了，便迫不及待的上门了。正好吕妹妹到了嫔妾那儿，便与吕妹妹一同过来了。”吕宝林忙展开笑容，从身后宫女的手上取下食盒，上前道：“嫔妾初次上门拜访，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便做了些拿手的糕点过来，是嫔妾与卓姐姐一起做的，还望林姐姐与陶姐姐不要嫌弃。”吕宝林善厨艺，卓才人也爱做些糕点吃食，俩人兴趣相投，时常凑在一块琢磨。陶常在连忙接过来，惊喜道：“听说吕妹妹的手艺，就连陛下也是喜爱的。不瞒你们，我早就好奇吕妹妹的手艺了。”瞧瞧，林轩言没好气地瞪了陶常在一眼，我才说她近日胖了，现在一见着吃的就差没流口水了。陶常在拿糕点的手一顿，随即讨好的笑道：“我浅尝1、3个。”闻到了糕点的香味，陶常在连忙改口道。众人被陶常在这副禅样逗得直笑，就连伺候的工人都一个接一个的将头埋得更低，生怕将自己憋笑的模样露了出来。林轩言拿他没办法，只能点头同意了，也跟着尝了几个。怪不得皇帝也爱吃，手艺的确出众，较之御膳房常做的糕点多了几分巧思。见林轩言二人满意，卓才人与吕常在也极为高兴。对了，吕常在捏起一块糕点：“嫔妾听说今日陛下去了瑶光殿。”卓才人连忙在暗地里扯了扯吕常在的衣袖，只是为时已晚，吕常在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林轩言捏着糕点的手一顿，陶常在更是直接，手里啃了一口的糕点都不慎掉落在了地上。吕常在才知失言，忙起身告罪：“嫔妾不会说话，还望林婕妤见谅。”陶常在虽然经过林轩言那段话后，多少猜到孟美人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可旁人却是不知吕常在当着林轩言的面说，岂不是明晃晃的打脸？当即就眉头一竖，只是正要说话时，林轩言按住了陶常在的手，轻笑道：“昨日我劝了陛下，无论如何，二皇子都是陛下的孩子。”林轩言没去看下手二人的神情，
只垂眸从碟中重新拿了一块糕点给陶常在，取笑道：“年纪轻轻就拿不稳东西了，这老了可怎么办？”陶常在接过糕点，也反应过来了，理直气壮道：“有你在，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卓才人也连忙在一旁道：“林姐姐与陶妹妹的感情真让我等艳羡。”吕常在则是陪笑，这一茬便算过了，只是俩人也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没多久就找了个理由告退了。只是这二人刚走，又有妃嫔上门拜访，林轩言不胜其扰，干脆说累了，闭门谢客。反正他们想知道的消息已经说了出去，林轩言可没兴趣一遍又一遍地说同样的话。轩言，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听孟美人说话？平退宫人陶常在蹙眉不解问道。林轩言却是轻笑道：“幕后凶手想112鸟，如今我平安生下了雏儿，二皇子那儿我也不想让他如意。可是陶常在仍旧不解，不管如何，孟美人都因此得了好处，我就怕他非但不念你的好，还觉得……”第198章二皇子夭折，还觉得是施舍，反倒对你心生怨恨。林轩言看着陶常在目露担忧，心头不由流过一抹暖流。放心，就算孟美人对我心生怨恨，我也不会给她对我不利的机会。林轩言拍了拍陶常在的手，笑道。陶常在这才转忧为喜，拍胸脯道：“反正我永远站在一边，我也不会让孟美人有机会对你下手。”见状，林轩言正色道：“那就多谢菲菲了。”随即俩人笑着闹作一团。林轩言没有说的是，他已经通过秀莹将他关于幕后真凶的推测潜移默化地告知了孟美人。听秀莹传来的消息，孟美人一直想与林轩言解释，只是他被禁足，而万寿节好不容易能够出来一趟，不仅没找到机会，更是不慎早产。到了晚间，秀莹也传了消息过来，孟美人对林轩言能将皇帝劝过来而心怀感激，还算他有几分良心。知信哼道。知柳给林轩言续了杯茶水，不赞同道：“先前林更一也待他不错，最后不还是唯恐惹上半点心？”林轩言赞赏地看了知柳一眼，知信虽然脑子笨，但眼神他还是能看懂的。那主子帮他做甚？知信不解，一个不懂感恩的白眼狼，帮了他半点用处都没有。知南笑道：“他的感恩的却不值一提，但二皇子早产与禁足多少分不开干系，必定会因此对幕后凶手产生怨恨。而这次路上多出的小石子，虽然负责那片区域的小太监咬死了是自己粗心，没能查出是意外还是人为，可孟美人已经认定了就是皇后，何须他的感恩？有共同的仇人，就值得主子帮他一把。”知南说的直白，知信总算是明白了其中缘由。那我们要不要送点东西过去？知信提议，正所谓帮人帮到底嘛。林轩言等人看着知信懵懂的模样，不由摇头发笑。知信顿时明白自己又说错了，但不明白自己错在哪了。林轩言摸了摸知信的头，长叹一声，解释道：“我的好知信，他毕竟是害我差点小产的仇人，我能借着二皇子的名头帮一次，却不好对他时常表露善意，否则岂不是所有人都觉得主子好欺负了？”知柳补充道。知信这才沉思的点头，反正有秀莹，孟美人有什么动静，他这儿都能及时收到。甚至林轩言更倾向于孟美人亲自动手，这样他只需从旁助攻，哪怕事情败露也查不到他头上。瑶光殿中，孟美人也在与宫人谈论林轩言。我必须要与林婕妤说清楚，谋害他的另有其人。孟美人攥紧颈背，咬牙道。秀莹与秀雅对视一眼，劝道：“您当务之急是将您与二皇子的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都可从长再议。”说到二皇子，孟美人沉默了下去。她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唤作安安，希望他能平安活下来。只是太医每日都来瑶光殿给安安请脉开药方，安安的情况却半点不见好，哪怕是哭声都小得可怜。今日陛下不过是来了一趟，太医院对安安明显就更为上心了。孟美人有些想笑，却也不得不在心中升起希冀，她的安安一定要平平安安的长大。翌日更是换了院判过来给二皇子把脉，许氏院判的医术更为高明，二皇子竟一日一日看着更好了，原本清白的小脸上更是有了些许红润。就连皇帝都让礼部去给二皇子选名，要寓意平安顺遂的。只是天意弄人，皇帝还未从礼部提交的名单中选出心仪的名字，在夏日的燥热的初风中阵雨飘落，冷热交替。不过一晚，眼见着一日好过一日的二皇子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二皇子伤医了。知顺从殿外跑进来：“主子，二皇子伤了。”林轩言才醒，知顺此话一出，立马彻底清醒了过来。怎么回事？不是说二皇子身体好转了吗？林轩言蹙眉，将知南唤来。不消片刻，知南急匆匆踏进寝卧，摇头低声道：“奴婢不知秀莹还未传消息过来。昨日请安时，还有人在阴阳怪气地冲着林轩言说什么二皇子的身体逐渐好转，孟美人是个有福之人。谁料今日一早，二皇子就没了，可见是突发急症，或者是有人下手了。”林轩言烦躁地抓了把头发，烦死了，昨日才早起，今日又不能赖床了。但即便如此，
林轩言也只是勉强赶在了太后来之前到，至于皇后已早早就到了瑶光殿。偏殿满满当当站了许多妃嫔，可殿中却是一片寂静。林轩言到时，只有低位妃嫔给他请安的声音：“嫔妾给皇后娘娘请安。”林轩言上前道。皇后头疼的摆了摆手，让林轩言起身，连句话都没力气说了。林轩言有些奇怪，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宫人的口中得知孟美人受不了二皇子夭折的事实，晕了过去。太医还在施针，难怪这殿中除了宫人的走动声，半点响动也无。很快，太后也一脸忧色地赶了过来。太医将二皇子的死因重新禀告一遍，回禀太后，昨日气温升高，晚间反倒下起了雨。二皇子许是因为闷热潮湿，当即就发起了高热。臣等，太医重重磕头，臣等已经尽力，回天乏术。太后当即就捂着胸口，一副心疼难耐的模样，吓得众妃嫔连忙上前关怀。一时间，偏殿热闹了起来，与先前的死寂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是太后身子骨硬朗，很快就摆手示意无事。好生葬了二皇子吧。太后叹道：“皇后，这段时日你多照看下孟美人，哀家短时间内不想再听到这样的消息了。”说罢，太后搭着宫人的手离开了瑶光殿。二皇子夭折一事就此落下帷幕，除了孟美人日日痛哭外，宫中其他人依旧如常。一个连名字都没有、未能上玉蝶的皇子，就如一颗石子跌进了湖中，荡了一圈圈涟漪，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这日，知顺从殿外走了进来，躬身道：“主子，皇后有旨。”第199章，前往泰宁寺。去泰宁寺祈福。是。知顺点头，是太后提议的，由皇后定下人选。您也在其中。泰宁寺就在圣天郊外的灵照山上，林轩言曾经也是去过的，除了规模比一般的寺庙大些，没觉得有什么稀奇的。只是年幼时甚少出门，每年一次的去泰宁寺礼佛是他极为期待的事，尤其是山脚下聚集了许多摊贩，每每都能让他流连忘返。但对于已经颠沛流离10余载的林轩言来说，泰宁寺山脚那点玩意儿根本就不够看了，有那时间还不如打开库房将他的宝贝们都摸一摸。更何况那初儿呢？林轩言蹙眉，初儿还小，总不能带着他一块去泰宁寺。虽说初儿现今只能喝奶，可奶的质量好不好取决于奶娘，难道要奶娘日日吃素，然后再喂初儿吗？这次一去就是半个月，若是不带齐云出去，林轩言既不放心又舍不得。林轩言烦躁地捏了捏眉心，此次有多少人去？除了您之外，还有皇后、淑妃、邓妃和文嫔。听到这里，林轩言又想骂人了。罗妃不去，柯洁瑜也不去，偏偏就选了让他去。但偏偏皇后已经下了旨意，显然是皇帝与太后都同意了的。就在林轩言纠结要不要让齐云出装病时，宫里又传来了消息，孟美人哭着喊着也要去泰宁寺为二皇子祈福。皇后娘娘念其一片慈母心肠，同意让孟美人也同行。知顺一打听到消息，就急忙回来禀告。林轩言淡淡应了声，便摆手让知顺退下了。沉吟片刻后，换来了知南：“你去问问秀莹，孟美人可是只单纯为了给二皇子祈福？”林轩言吩咐道。到了下午，瑶光殿的消息也传了过来：“回主子，孟美人想借此次祈福之际找您商谈。”知南上前低声道：“二皇子虽然已经病逝，但孟美人并未因此得到皇帝或是太后的怜惜，依旧在禁足中。此次前往泰宁寺，许是孟美人能够与林轩言搭上线的唯一办法了。”知南看着林轩言脸上迟疑的神色，劝道：“主子，若失去此次机会，怕是只能等到年底了。或者您主动去联系，可若是这般，主动权可就落到了孟美人手中。一方面是齐云出，一方面稍纵即逝的机会。孟美人虽然没了二皇子，又遭禁足，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心中的怨恨足以让她变得疯魔，说不定今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只是不能自己看顾齐云出，林轩言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纠结了一晚，林轩言终于定下了主意，吩咐道：“此次去泰宁寺，由知信、知情二人陪同，知柳与知南、知顺留在天照榭。记住，除了太后与陛下，任何人来见初儿都得拦下。”林轩言顿了顿，若实在拦不住，就去寻求太后与陛下的帮助。三人齐齐点头，只是知柳忍不住蹙眉道：“主子，这次真的不让奴婢陪您一块去吗？”知柳自幼伴随林轩言左右，入宫后更是林轩言身边第一人，如今要他留下来看家，实在有些不适应。林轩言拍了拍知柳的手：“我又何曾舍得你？只是知信与知情两个小丫头做事毛躁，让他们留下看顾初儿，我实在不放心。你为人稳重，知南会医术，你二人留下看顾初儿，我才能安心。”林轩言的用意，知柳不是不懂，只是心里有些微妙的难过。奴婢知道了，定不让人有机会谋害大公主。知柳坚定道。安抚好了知柳，林轩言看向知顺与知南：“我这一去就是半个月，宫里的动静，你们可不能松懈。若有大事，
想办法将消息递给我。是。知顺二人沉声道。将天照谢礼的一应事情安排妥当，林轩言才稍稍放心地踏上了前往泰宁寺的路。皇家祈福的阵仗极大，别说皇后与众妃嫔皆是一身华丽官服，出行的仪仗更是浩浩荡荡绵延了一整条街。路过城中街道时，林轩言都能听到围观老百姓热闹的议论声。只是今时不同往日，外边围了一圈御林军，林轩言可不敢推开车窗打量都城的盛景。但这并不妨碍林轩言拔下头上的珠钗，吩咐道：“你们快将我头上的这劳什子的头冠给取下来，臣死了。”主子，知情还有犹豫，知信却已经直接上手了。从皇城行至郊外的泰宁寺，可又得走呢。知信一脸无所谓，等快到时，我们再给主子说好便是。知情被说服了，也上手给林轩言拆解起来，取下了头上琳琅满目的头冠与钗环。林轩言只觉身上被移走了一座大山，就连呼吸都顺畅了。马车摇摇晃晃，辰时出发，及至午时才到灵照山脚。毕竟皇家出行要讲究排场，又得考虑宫中主子们娇贵的身体，速度不可谓不慢。马车在灵照山脚停下，不多时，马车门帘处传来声音：“林婕妤到了。”林轩言在马车内淡淡应了声，随即搭着知情的手臂从马车上下来。此次的灵照山脚与幼时的记忆不同，热闹的摊贩早已被官兵清理干净，目之所及处只有面色威严的御林军。林轩言打量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与众妃嫔向前走到皇后身后：“几位妹妹，为表诚心，接下来的路需要我们自行爬上去。”皇后淡淡笑道，颇有母仪天下的风范。是。众人俯身应是，只是众人内心的真正想法，就只有各自才能知道了。反正林轩言看着眼前掩映在郁郁葱葱树林中的漫长石阶，心里忍不住哀嚎了起来。他以前来泰宁寺礼佛都是坐轿子上山的，现在当上了宫妃，怎么反倒还不如从前了？尤其是头上顶着这重的能压死人的头冠，林轩言只觉两眼一黑。但是没办法，再苦再累也只能咬牙爬上去。也不知走了多久，哪怕戴了帷帽又打了伞，林轩言与众人走到泰宁寺前时，已是香汗淋漓。第200章游泰宁寺。然而皇后还得与泰宁寺的主持说话，折腾了好半天，众人才得以下去休息。林轩言被分配到了家福院，带路的小僧迷一走，林轩言顾不上用膳，先吩咐去烧热水。幸好泰宁寺地处灵照山，绿荫环绕，不用冰盆也觉凉爽，否则还不知这半个月要如何度过。主子，先用膳吧，知情提来10盒，您就在马车上就用了些糕点，眼下定然饿了。的确是饿了，可闻着身上的汗味儿，林轩言就没有食欲。只是泰宁寺毕竟不比宫中，热水迟迟没烧好，饿极了也就顾不上矫情了。不得不说，泰宁寺作为皇家寺庙，素斋极为美味，甚至其中一道清炒八珍斋，让人口齿留香，回味无穷。林轩言还记得，从前为了泰宁寺一顿素斋，得提前1月来预定，可见泰宁寺香火旺盛，素斋味美。只是这热水实在来得慢，林轩言用完了素斋，半靠在榻上昏昏欲睡时，才听见耳边朦朦胧胧传来知信的声音：“热水好了，主子要现在去沐浴吗？”听到热水2字，林轩言立马清醒过来，忙起身回道：“要。”知信扶着林轩言起身，服侍时忍不住道：“皇后、淑妃与邓妃都要了热水，您这儿的才晚了这般久。这些僧人还挺硬气，奴婢给他们塞银钱都不收呢。”知情也跟着诉说不满。林轩言掬了捧热水淋在身上：“行了，佛门重地，少用这些俗物扰了师傅们的清修。”说是这般说，泰宁寺也难保没有破戒的僧人，但他只在这里待一段时间，过后就少有交集，没必要去特意交好，平白去惹闲话。对了，孟美人住的新莲院在哪儿？林轩言懒洋洋问道。正好与家福院一南一北。知信顿了顿，泰宁寺可大着呢，若是不刻意走过去，你与孟美人说不定这半个月都见不着面。林轩言扑哧一笑，哪有这般夸张，我们每日还得去大殿诵经礼佛，光是这1日下来就得见上2面。今日才来，舟车劳顿，只需各自在院落中潜心祈福即可。但从明日起，每日早晚各有1个时辰，要去大殿诵经祈福，想想就累。不过明日事明日再说。林轩言穿上衣裳，便打算带着知信2人外出踩点了。主子，知信一拍脑袋：“您带上这个香囊，是寺庙的师傅送来的，说是山上蚊虫甚多，这香囊中放了草药，可驱虫。”林轩言下意识地挠了挠手臂上的红包：“那你再去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消肿包的。”灵照山郁郁森森，但蚊虫也的确是多。上山的那段路上，林轩言不知被咬了多少下，且不知为何，这些蚊子格外钟爱林轩言，光循着他叮咬。知信与知情愣是半点不碰，可把林轩言气坏了。但不得不说，林轩言只是在泰宁寺走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就觉心旷神怡，似乎身心都轻了。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林轩言站在古树下，
仰头望着澄澈如洗的天空上的云卷云舒，喃喃道。一旁陪同的小僧弥眼眸一亮，不禁道：林婕妤也知道这首诗吗？林轩言低头看向只及他胸口处的僧弥，轻笑道：慧能大师的《菩提记》乃是传世名作，我岂能不知？僧弥脸上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兴奋起来。不瞒您说，小僧的法号飞台，就是出自慧能祖师的《菩提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看来你师父对你的期望很高。林轩言柔声道。听到这话，飞台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林轩言不由轻笑一声，正欲说话，然而眼角的余光瞥见了转角处多出了一抹身影。文凭带着工人上前，俯身行礼道：嫔妾给林婕妤请安。林轩言将文凭扶起，脸上的笑意依旧，但眸光却冷了许多。泰宁寺不比宫中，文凭妹妹无需多礼。文凭摇头，礼不可废。林轩言笑笑，没再说话，只是也没与文凭多聊，很快便找了个理由往别处走去。飞台小师父，寺中可有人迹罕见之处？林轩言循着林深处走去，随手拂开垂下来的树枝。飞台不解，寺庙为了您与几位皇家娘娘，早早的就未接待香客了，您还觉得不够清静吗？话音刚落，林轩言倒是没什么，但知信二人的嘴角顿消笑意，对着宫中贵人口出怨言。若是林轩言真生气，只需扬声唤一句，就有在远处巡逻的官兵过来抓人。飞台明白过来自己说错话了，只是年岁尚幼，有些不服气道：就连师父与师兄弟们都不许时常在寺中走动，就怕……飞台的声音越说越小，但看着林轩言含笑的眼眸，还是嗫嚅着说完了，就怕冲撞了宫里来的贵人。林轩言没忍住，抬手摸了摸他光滑的光头，虽极力忍耐，最终还是扑哧一笑。泰宁寺虽说是佛门重地，出家人要断欲念，可毕竟不比宫中断了根的太监。若是成年僧人常在寺中走动，谁知会不会与某个寂寞难耐的妃嫔看对眼？只是这话林轩言不能对飞台说，只道：我可没说寺中不清净，只是难免会碰上有人来往。好不容易出宫一趟，我也想在佛门清净之地寻一处于我而言真正的清净所在。说罢，林轩言望向他走来时的路。飞台摸了摸林轩言刚摸过的头，过了会儿才明白过来他的意思，但不知为何有些害羞，低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低声道：小僧倒是知道一处幽静所在，只是那为修建楼台庭院，不知能不能入您的眼。天然无雕饰，岂不美哉？林轩言眼眸一亮，向前走了几步，随即回首朝着飞台招手：小师傅，快带我去吧。